叮铃铃，叮铃铃。随着铃声响起，孟云帆摸到了床边的手机。喂，他的声音有点沙哑。电话那头，一个温柔的中年女声传了过来。今天可是相亲的日子，你怎么还在睡？快点准备一下，我们还等着看未来的儿媳妇呢。孟云帆脑袋慢慢的清醒，他明明记得自己昨晚在酒吧，这相亲又是什么鬼？孟云帆看看手机的备注，优雅的林女士。正在他疑惑间，一段不属于他的记忆瞬间涌入自己的脑海，他瞬间明白了，貌似昨天喝醉了酒，直接穿越到了平行世界，就是现在所在的名为南星的世界。记忆越来越清晰，孟云帆知道了自己的处境，他的身份是个富二代，家里有花不完的产业等着他继承。不过原主是个不信邪的，非要自己去闯荡，尝试了几次创业都失败了。孟雄也就是原主老爹，眼看儿子再这样下去，家产败光，自己还退休无望了，就对孟云帆下了最后通牒，要不你回来继承家产，要不就断你所有经济来源和社会资源。孟云帆还有理想没有实现，还想补靠家里出人头地，怎么会向恶势力低头？父子感情陷入僵局。最后原主母亲也就是电话那头的林女士想到一个妙招，云帆，要不你现在结婚生子，我们重新培养一个继承人，只要有了新的继承人，我们就支持你的理想，然后就是现在的光景。云帆，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呀？林女士的声音再次响起。我知道了，14点30分我准时到。听到她的回答，林女士又交代了几句就挂电话。孟云帆起身梳洗，走过宽敞豪华的房间，他内心很震撼，面上却毫无波澜。要知道孟云帆现在的身份是一个任性的二世祖，既然是二世祖，那面对这些当然要淡定。同时现在他有点理解林女士的想法了，这么好的开局，直接当个二世祖不好吗？自己还瞎折腾什么呀？孟云帆看着身上花花绿绿的衣服，翻看衣柜，好家伙，没有一件正经的衣服，全部都是五颜六色的潮牌。左右翻翻，终于找到了一件看起来不那么花哨的。他走到镜子前看了看，这长相和之前有点相似。以前的孟云帆脸部五官还不错，但是有点憨厚，而这具身体不锻炼，生活作息还不规律，本来有点瘦弱，不知道是不是穿越结合的原因，镜子里的他现在显得更加挺拔，整个人看起来精致很多。蜡黄的皮肤现在也显得神采奕奕，而且面部轮廓也清晰很多。看着气宇轩昂的自己，他很满意。孟云帆提起早就收拾好的行李箱和桌子上林女士准备的暖房礼物，就出发了。他直接到了车库，一辆车也没有。是了，他这才想起来，孟老爹把他名下所有的资产都给控制了，以前能随手挥霍的东西现在都没有了，说是等他找到媳妇就按奖励的方式给他。好在昨天林女士偷偷给他转了1万零花钱，孟云帆只好打车通往指定的地点。路上他还收到了节目组发的3张女嘉宾画像，是有点漫画形式的图像。说实话，这几幅画都太抽象了，实在看不出个所以然。看来节目组应该也准备了自己的漫画，想让女生选。既然是节目的一部分，他就遵守游戏规则。他从中选了一张看起来不错的就发过去了。孟云帆参加的不是普通的相亲，而是这个世界比较出名的恋爱综艺《喜欢你我也是》第4季。他之前看过类似的节目，一些基本的情况他还是知道的。一般这样的节目，制作方会安排几对年龄相当的男男女女，在提前准备的小屋里面住一段时间，以便彼此可以更好的了解。当然除了彼此主动对喜欢的人表示好感外，节目组也会安排一些互动类的项目。总之里面的嘉宾是吃玩乐一条龙服务，节目组也会实时播放，在满足大家磕糖的同时赚取流量。有人不理解为什么会把别人恋爱的细节拍出来，还有人看。其实之所以有了恋爱综艺的诞生，是因为现在年轻人生活压力比较大，相互了解的时间比较少，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成本，而且很多人自己谈恋爱担心自己会受伤，所以自己不恋爱就喜欢看别人恋爱。当然更多的人是从别人的恋爱中找经验和乐趣。就在孟云帆去往指定地点的同时，小屋预计的其他几位成员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与此同时，另外一边喜欢你我也是的观察室里面，一切都准备就绪。主持人张绍刚端坐在镜头前，美女演员秦岚，男演员张玉龙，女爱豆徐一阳，还有研究心理学的张宇安，他们组成的观察员也都随时准备开拍。时间一到，导演示意 OK， 所有人也表示准备好了。摄像头打开，直播开始，张绍刚说话了：愿每一句喜欢你都能等到我也是。欢迎大家来到喜欢你我也是第4季破茧季。我们破茧季的成员们跟大家打个招呼。几位恋爱观察员依次给大家打招呼。喜欢看恋爱综艺的观众
看到这样养眼的观察团队，都表示很开心，弹幕一片彩虹屁。秦岚姐姐真漂亮，希望女嘉宾也有这样的颜值。张玉龙真帅，看他就够了，还看什么男嘉宾啊？徐一阳好可爱，我好喜欢。希望这一季的嘉宾也都是俊男美女组合。家人们谁懂啊？我从不看恋综，这次因为秦岚姐姐才来的。楼上的，相信我，看过一次恋综，以后你都会爱上恋综的。没有对象的我，永远活跃在各大恋综现场，有恋综的地方永远有我。第2章，恋综天花板的颜值。喜欢你我也是，已经是第4季了，观众们的反应早就在观察员的意料之中。张绍刚作为4季的元老人物，很自然地跟大家讲起规则，同时也讲了这次与前几季的不同之处。这一季除了延续前几季的优点外，还增加了一个扩列门。扩列门在第1周的晚上9点会随机开启，当这个门开启的时候，就意味着有新人加入。秦岚特意做过功课，倒是知道一些，就是说随时就会有新嘉宾嘛。张绍刚点头，这种随时会到的嘉宾是强行打开一个社交圈，让大家有更好的机会可以选择。徐一阳拍手，我有点小期待呢。他们讲完新的规则，又做了一些简单的暖场小互动。不一会儿，他们就得到了示意，知道已经有嘉宾到场了。张绍刚也没有墨迹，我们的嘉宾已经陆续到了小屋里。我理解大家想磕 CP 的心情，和我们是一样的。那废话不多说，我们现在一起看大屏幕。在大家的期待中，只见有一栋小别墅出现在观众眼前，一座依山傍水的3层别墅，看起来就很温馨，让人有谈恋爱的想法。观众已经开始激动了，大厅就要出现了，我好激动。磕 CP 磕 CP， 我的电子榨菜。从不恋爱的我又来看别人恋爱了。一个帅气的背影出现在屏幕里，这人看起来很高，穿着长风衣，大号行李箱在他面前显得很迷你。随着镜头移动，终于拍到了正面，孟云帆那张轮廓分明的脸出现在镜头。秦岚忍不住夸赞，这男生很像偶像剧男主。徐一阳眼睛里冒着小星星，是我心目中男神的样子，早知道有这样高质量的男生，我应该报名去小屋。张玉龙笑着说，你这样让我们在座的几位男生情何以堪。张绍刚打着圆场，别急，后面还有好几位嘉宾呢，先不下结论。弹幕在这一瞬间铺满了屏幕。哇，现在男嘉宾都这么帅的吗？节目组太有良心了，1号男嘉宾质量好高，这样帅气的男生，什么样的女嘉宾才能够配得上？我所有看过恋综，我确定这个绝对是颜值天花板。在所有人的惊叹中，孟云帆到了小别墅的门口，门口一块黑板上写着入住规则，每天必须回到小屋居住，每天需要给一名异性匿名写信，勇敢的去书写爱意，请在23点投到对应的信箱中，每累计收信达到7分即可查看信件，随时可能有盲盒出现，请注意观察。除了要累计7封信，其他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孟云帆知道，一进入别墅范围内到处都是摄像头，所以看到一些设备也没有惊奇。他敲了敲门，没有人回应，看来自己是第一个。这样也好，可以先熟悉一下环境。他把暖房礼物放指定区域。孟云帆轻轻地说，既然来了，就提前参观一下吧。这话是对自己说的，也是对观众说的。张绍刚轻轻地点头，这小伙子不错，不但懂礼貌，还落落大方的。别墅一共3层，一层有一间会客厅、健身房和2间卧室。客厅的玻璃门外面有一个游泳池和小花园。2楼是厨房和小客厅，3楼是投信区和女生卧室。之所以肯定是女生卧室，是因为3楼的装扮整个都是粉粉的。他没有进房间，在门口看了看，一些女网友都开始自恋了。不进女孩子房间，这也太绅士了吧！有分寸感的男孩子实在是太拉好感了。其实我不介意，这么帅气的男生进我房间，哈哈，就是我也不介意。就在他参观的时候，又有嘉宾出现了。一辆车在别墅门口停了下来，从车上下来一位穿着长裙的女生，她的爸妈随着她一起下车。爸爸帮着拿行李，妈妈轻轻地搂着她，温柔地祝福她，希望她找到一个心仪的对象。女孩和父母挥手告别，她笑得明媚四溢。这样温暖的家庭氛围，感染者观察室的科学家秦岚都羡慕了。现在谈恋爱都带着家长吗？张绍刚也笑得很欣慰，我们没有这一趴，但所有的爱情如果有家人的支持，那肯定是美好的。秦岚，这也算是一种升级。观众也都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这期节目值了，女嘉宾颜值很不错，男一女一颜值都在线，狠狠的期待了。被父母宠爱长大的女孩子很值得期待，好温暖的家庭呀。喜上眉梢，女嘉宾轻轻地敲了敲门，在楼上的孟云帆正在研究信箱，没有听到敲门声。女嘉宾把行李放在门口，没有见到人就往后花园去了。而此时参观完楼上的孟云帆开始下楼，1号女嘉宾听到声音就往大厅里走。
此时的孟云帆感受到了一道陌生的眼光，他随之望去，两人一个楼上一个楼下，眼神第一次对视。你好。对面的女生愣了一秒，她不好意思的小声说，没想到你是第一个呀。孟云帆边下楼边自我介绍，我也刚到，我是孟云帆。他这样自在不客气的举动让女嘉宾瞬间放松了很多。我叫张小诗，你可以叫我小狮子。张小诗把手背着身后，目光随着孟云帆移动，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招呼让很多人先入为主了。弹幕已经疯狂了，这个对视太有爱了，偶像剧男女主的视角。怎么办？嘉宾还没有到齐，我已经开始磕了。孟云帆太有偶像剧男主的气质了，小狮子有点像美杜莎，实在是太搭配了。这把高端局，帅哥靓妹组合，谁能不磕呢？后面的嘉宾要加把油了。小屋里面的两人已经开始聊起来了。孟云帆看着张小诗穿的单薄，就问，你冷不冷？需要喝点热水吗？张小诗也没有矫情，好呀。在等待开水的过程，孟云帆问，你从哪里过来啊？这是可以说的吗？可以啊，随便说。张小诗想了一下，我就是本地的，刚我爸爸妈妈送我过来。孟云帆想到了自身的情况，笑着说，他们有这么着急吗？张小诗点点头，看看孟云帆的表情，捂着嘴，你的父母也催啊？孟云帆苦笑，不催的话就不用来这里了。张小诗也明白，很认同他的观点，我俩也算是同病相怜了。第3章，成年人不做选择，我都要。张小诗说完同病相怜，才发觉在这样的场合，第一次见面这4个字是多么的暧昧。他连忙捂着嘴，偷偷观察孟云帆的表情。好在孟云帆好像没有在意。张小诗不好意思的笑了。观察室里面，蛙声一片。秦岚问，这是在表白吗？张玉龙笑着说，这种情况我也要提前磕 CP 了。张绍刚主持过好几季节目了，也是一脸姨母笑，刚见面像这样的情况的确少见。同时理智告诉他，没有到最后，现在说这些太早了。先不站队，还有几位嘉宾呢，不知道第3位嘉宾出现之后他们会不会尴尬。说曹操，曹操就到了。第3位是一位戴着眼镜的男嘉宾，有了前面孟云帆的惊艳亮相，这位男嘉宾显得平平无奇。观察室里面没人说话，弹幕里文字的失望感迎面来，长得也太着急了，一点都不帅，直接被1号碾压了。希望2号男嘉宾在其他方面出色，比如超能力。外表看起来很成熟，说不定是事业有成。网友就是这么现实，颜值和财力必须要有一个才能入他们的眼。屋子里的孟云帆和张小诗站起来和新嘉宾打招呼。2号男嘉宾看到俊男美女组合，一下子愣神了。帅哥！2号男嘉宾身上的气势随着这句话也弱了几分。他生活阅历比较丰富，他能感觉到早到一步的孟云帆不但外表帅气，而且自身带着一种贵气。孟云帆没有在意这人的表情，简单做了自我介绍，也顺带介绍了张小诗。孟云帆，这是张小诗，我是张志轩，叫我老张就可以了。张志轩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看向了张小诗，我们500年前还是一家人。别的不说，这个实在有点老的梗，而且这是一个相亲类型的恋爱综艺，不是认亲现场。张志轩这一句话本意是想拉近批次的距离，但是在张小诗看来，这位男嘉宾是把自己定义为亲人，他自然认为对方对自己没有意思，所以他大方地笑了笑，是啊，我们是一家人。孟云帆打破这个有点尴尬的局面，说我们要在这里生活21天，大家都是一家人。孟云帆身材高大，说话合理又大方，这给了张志轩很大的压迫感。他看看孟云帆，还是没有忍住好奇心，你有多高呀？孟云帆看他有点着急，反而不想说了，还行，和你一样，不到2米。本来把云帆当潜在对手的老张一下子轻松多了，不到2米。很显然，孟云帆这个回答让小屋的氛围一下子好了很多。刚开始有点拘谨的张志轩也放开了。你平时经常健身吗？他很诚实的回答，没有。孟云帆前世当老几年兵，退役后每天被生活所迫，根本就没有时间健身，这辈子就是个2世祖也不可能健身，所以这话半点不假。老张点头毫不吝啬的夸奖，那你身材这么好，是天生丽质了。一个男人都被夸天生丽质，孟云帆笑着接受了。他大方地说，别急着夸，我们还有20多天，你可以选择每天讲一个优点。2个大男人聊得热火朝天，坐在旁边的张小诗没有了存在感。老张觉得这样忽略女生，就问了问小诗，小诗平时喜欢运动吗？终于到了张小诗说话，偶尔会做有氧运动，比如蹬自行车之类的。这是张志轩起的话题，他自然是有后招的，有氧运动非常好啊，就像我经常打高尔夫。孟云帆眉毛一挑，高尔夫？这是有钱人的游戏，
可惜原主一个纨绔，没有耐心，根本不喜欢。他又看了一眼外表憨厚的老张，就没有说话了。只见张小诗有礼貌的回答：“我偶尔也会打高尔夫。”讲到自己的特长，女嘉宾又感兴趣，张志轩就有底气了，说话大方了很多。他开始讲起自己的心得。每一场4小时，这个时间是很好的放松时间。是的，孟云帆看到本来和自己聊得很好的张小诗，现在和老张聊得也不错，看来这就是恋综的常态了。前面几天要尽可能的去了解所有的异性，以便有多的选择机会。看来接下来的21天不会无聊了。观察室里，张绍刚说，张志轩表现还不错，作为后来者，他很主动，而且在身高外形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把话题很快引到自己的优势上面。张玉荣说，的确这样，一般来说，经常打高尔夫的男性更有内涵。秦岚听了他们的分析，做出总结，也就是你们认为这2位男嘉宾各有优点，一个帅气，一个有内涵。张绍刚点头，目前看起来的确是这样。张玉龙打趣地问道，那兰姐，如果是你是喜欢帅气的外表，还是有趣的灵魂呢？秦岚大方地表示，成年人不做选择，我既要帅气的外表，也要有趣的灵魂。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他眼神往上抬了抬，自信地说，而且这才刚开始，说不定孟云帆帅气的外表下面还有一个更有趣的灵魂呢。一直在听他们讨论的徐一阳表示很认同秦岚的看法，就是这才刚见面呢，而且说不定以后不会是竞争对手。看他们2个人逛后花园的样子，好有爱。随着徐一阳的手指，大家看向大屏幕，果然此时孟云帆正带着张志轩在逛后花园。刚刚体验过后花园冷空气的张小诗，这次没有出去，而是披着毯子一个人在屋子里转悠。已经主持过4季恋综的张绍刚说，2个男生去逛花园把女生丢下，这也算恋综名场面了。网友们看到的却是不一样，3个人见面不到10分钟的戏码，被网友们想出了无数个可能。明显就是老张单方面雄竞，自己不占优势，就不让孟云帆单独和女嘉宾接触。这样说来是有点雄竞的意思，毕竟女1号长得漂亮，性格温柔，男2一上来就跟女1认亲戚，现在让男1带她参观，这操作也没谁了。我现在确定了一件事儿，老张一定是来认亲的。我是骨科，我科男1和男2，毕竟他俩一起逛小花园。哈哈，你们这样想过女嘉宾的感受吗？第4章，小务人员到齐。张志轩想参观后花园，张小诗因为衣着单薄不想去，孟云帆就带着她去了，留下女嘉宾张小诗一人在大厅。她有点尴尬，好在这份尴尬没有持续太久，又有嘉宾到了，是一位看起来很有气质的美女。张小诗起身迎接，披着毯子的她很有女主人的样子。你好，这边可以换鞋。张小诗热情地接待这位女嘉宾。谢谢。女嘉宾开始换鞋，张小诗觉得这样盯着人家换鞋不太礼貌，就说，我去叫其他2人。还有2个人吗？我以为你是第1个，我是第2。张小诗指着会客厅的外面，还有2位男嘉宾在参观后花园。女嘉宾穿鞋子的手停顿了一下，她满脸问号。她的内心大概是这样的：2个男嘉宾一起参观后花园。张小诗没有注意到这些，她已经跑到了玻璃门前，推开玻璃门，孟云帆和老张正好一起往回走。我们来新人了。几人相互做了自我介绍。这位女嘉宾叫马明月，她不好意思地说，你们可以叫我小马，我可能一次记不住这么多名字。孟云帆，没事，过几天大家熟了就都记住了。马明月看着沉静大气，这个时候也有点稍显紧张，她时不时地望着窗外，时不时地喝点水。大家应该都快到了吧？孟云帆看看时间，已经14点40分了，超过了预计的时间10分钟了。他不喜欢这样不守时的感觉。说到这里，门外就有声音传来。张小诗笑着说，已经迎接了好几次了，现在有点不想站起来迎接了。孟云帆提议，那我们就不起身了，看看这位新成员的反应。他内心的真实想法是，迟到了应该受惩罚，而不是大家都去迎接。本来还想起身的几人，听到这话觉得有理，就都安静地坐下了。毕竟以后大家一起生活21天的，通过一些这样的小事情，看看大家的性格也是很不错的。在万众瞩目中，大门打开，一个看起来很阳光帅气的男生现在大家面前。他看着整整齐齐坐在沙发上的几个人，不好意思的解释，不好意思啊，我有点迟到了。他爽朗的跟大家道歉，这样的性格倒是很挺讨喜的。孟云帆对着他说，没关系，我们刚刚已经商量了，迟到的人刷20天碗。在座的几人都知道这是开玩笑，但是都很配合的，没有拆穿。张小诗和马明月2位女生脸皮比较薄，这个时候就不好意思坐着了。他们站起来了。孟云帆看这位新成员特别自来熟，应该不会计较这些小细节，就没有起身。张志轩看了一眼孟云帆，也没用动。
新来的嘉宾果然没有在意，他换好了鞋，径直往沙发这边过来。你们坐，别客气，我这迟到的还让你们迎接，多不好意思呀。孟云帆问，这样说的话，你岂不是要自罚3杯？新嘉宾在沙发上找了一个位置坐了下来，有机会一定好好给大家赔罪。他眼光扫了一圈之后，是现在马明月面前停了下来。你们都认识了吗？马明月也感受到了他的视线，我就比你早来几分钟。朱小军更来的精神，那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我最后来的我就先说。大家都没有意见。我叫朱小俊，你叫我小朱。朱小俊介绍完，大家都依次自我介绍。朱小俊爽朗地说，小狮、小马、小猪、猪，我们都是动物名字。张志轩、老张低着头做认真的样子，我得想想我叫什么动物好。孟云帆看看大家，既然你们都要做动物了，那我就是不做动物。大家都看向他。孟云帆一本正经地说，以后我就是动物管理员了，你们都要听我指挥。这么一说，大家都笑了。朱小军更是大大咧咧地表示，可不是嘛，大家都是动物了，总该有人来管理。大家一片和气。观察室张绍刚表示，今天的嘉宾性格还真不错，每个都会聊天，不会让话掉地上。秦岚，其实小猪过于活络了，我要是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其实不太喜欢这种太热情的。张绍刚奇怪了，那这几位男生的表现，你更喜欢哪个？秦岚不加思索地说，自然是孟云帆呀，他最自在。张绍刚看向徐一阳，你也这样的想法吗？徐一阳点头。张志轩看着好似很成熟，其实看得出他很紧张，这样紧张的情绪会影响到我。至于小猪，可能更适合做哥们。张玉龙认真地做下笔记，学到了，原来女孩子是这么想的呀。张绍刚看着他，你是要学着点，女嘉宾到齐之后我也会问你的。看，这不是来了。最后一位女嘉宾也在这个时候出现在大家的视线中。小屋里面的人真聊得不错，看见有人到来就自觉地站了起来。朱小军发出抗议，我刚刚来时候可不是这个待遇。当然大家都知道这是开玩笑的，并没有当真。外形比较甜美的女生大方地跟大家打招呼。经过简单的自我介绍之后，知道新嘉宾叫徐子涵，朋友们像是看到了一场视觉盛宴。不错，这一期的颜值都很高。云帆帅气型，老张成熟型，小猪运动型，女嘉宾也各有千秋。这期节目组选人很用心了，这是颜狗的盛世。这些人随意组合，我都喜欢。我也是喜欢俊男美女的搭配，但是云帆还是最帅的，不要太帅的，容易花心。对啊，还不如老张这种成熟稳重的。说不定云帆帅气的外表下面有一颗成熟稳重的心。都没有人评价女嘉宾吗？小狮知性温柔，小马大方搞笑，子涵活泼可爱。我们一看他们6个人怎么破冰吧。这个时候大家小屋的氛围又有点不一样了。3位女生坐在一起，都落落大方的，她们也会找一些话题互动。第5章，强行装酷，太下头了。男生这边主要是孟云帆和朱小俊在聊天，人多了以后，老张的话少了很多，他在随时观察着其他人的举动，他的表情像是在学习，又像是思索。对于这点，大家也没有点破，因为不光是老张，其他人也一样的做法。大家都在各自暗暗的观察，毕竟这是以后要在一起生活21天的人。还有人在根据刚刚看过的资料和画像，猜想自己之前选的是谁。当然，这并不包括孟云帆，他都忘记选画像这回事了。他大方的招呼其他人，小屋里所有的人都到齐了，我们先看看房间，收拾一下吧。好呀，走吧。大家就一起参观这个以后要一起居住21天的家。孟云帆理所当然的再次成为大家的导游，网友就要笑死了。孟云帆才是真的阳光大男孩吧？大家都在小心的观察，只有他想散会。哈哈，直接不装了，大家都散了吧。这样的氛围的确需要有人来打破，就喜欢看这样的出其不意，太有意思了。孟云帆带大家走过泳池、小花园，走过客厅、厨房、健身房，到了3楼信件箱的地方停了下来。这就是以后我们每天投信的地方。那边是女生宿舍。朱小军下意识地往女生宿舍那边看，你怎么知道是女生宿舍？孟云帆指着这里的布置，到处都是粉色，还看不出来吗？3位女生都不好意思地笑了。朱小俊还是有点好奇，真的吗？里面是不是都是粉色？现在你们还没住进去，我去看看没关系吧？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几位女生当然表示可以看。粉粉的，什么都没有。整个别墅是按照恋综的标准规划的，该有的东西都有，而且有一些温馨暧昧的经典小元素，大家都很满意。距离晚饭时间还有一会儿，所以大家就先收拾行李。男生寝室就在1楼，行李箱拉过去就可以。女生寝室在3楼，需要拎着箱子上楼。大家都刚认识没多久，女生都不好意思请帮忙。孟云帆看到他们的窘态，就主动提出帮忙。
我们先帮女生把箱子搬上去，一会儿再下来收拾。本来推着行李走的老张和小朱听到这话觉得有理，他们放下了自己的行李，都过来帮忙。你们放着，这些体力活我们来。张小诗和徐子涵抬眼看了看楼层的高度，就没有坚持，他都放下了行李。女生的东西都有点多，小诗和子涵每人一大一小2个箱子。马明月的行李简单一点，一个箱子加一个背包。他试着提着自己的行李，我的东西少，就不麻烦你们了。正是要表现的时候，小朱是不会让话落掉在地上的。他直爽了冲上去，没关系，我就是喜欢提东西少的。他还真是直言不讳，东西少提起来多轻松啊。说着，那个箱子往楼上去，小马跟着他一起上去了。网友也喜欢这样性格的嘉宾，这哥们儿怕不是来搞笑的吧？多么好一个刷存在感的机会啊！小猪加油！看出来了，小猪喜欢姐姐。可能他没有想这么多，只是想帮忙。老张看着楼梯，又看着剩下的4个箱子，他说还有4个箱子，我们可以分2次搬。小诗和子涵听到他这么说，都挺不好意思的。他们表示自己可以搬一个小行李箱，这样一次就可以完成了。老张觉得可行，那你们搬小的，我们搬大的，这是目前来说最完美的方案。云帆没有多想，随手提起来2个看起来比较大的箱子，掂了掂重量，没想到感觉还挺轻的。还好不重，我可以搬2个大箱子。这话他说的轻松，这让一直对孟云帆带有美颜滤镜的网友们有些不淡定。他们都觉得孟云帆有点不自量力。不是吧，他要提这2个大行李箱上3层楼？这不是普通的箱子，而是女生的箱子。女生的箱子有多重你知道吗？说到这个，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女朋友一个箱子比我2个箱子都重。长得帅的确可以时刻的装酷，但是现在不是表现的时候。这样逞强装酷的行为太下头了。这样看小猪很真实，直接选最轻的。老张的方法也很实用啊。我打赌他不能走到2楼就累了。哈哈，想着他不上不下的样子，我都觉得很搞笑。这才第1天就要出现打脸名场面了吗？网友们有的是真担心孟云帆，更多的人是想看他的笑话。不光网友们不理解，小屋里的2位女生其实也做好了万一孟云帆提不动了怎么才不尴尬。毕竟这是他们的行李，有多重他们很清楚。如果按照正常人的标准，提一个行李箱上3楼也会费点力气。但是孟云帆是提了2个大箱子，要爬3层楼，这个家居式的公寓楼梯并不宽敞，中间连个换手的余地都没有。不过不管被人怎么看，孟云帆已经轻松地往楼上去了。而且他并不是想在这耍帅，在穿越以后，他的身体和记忆已经彻底融合。现在他好像有用不完的力量，这1天下来也没有活动，正好趁着这个机会了解一下自身力量的底线在哪。不过说实话，女生的行李是真的多，这2个箱子都超过50斤了。如果按照之前的身体，肯定是提不动2个箱子。现在的孟云帆真的很轻松，或者说健步如飞。现在不光是观众，连观察室里的明星也都震惊了。张绍刚说他真的可以啊。张玉龙语气酸酸的，刚刚还说自己不健身的，这就卷起来了。张绍刚问，我知道你平时是健身的，你能拎2个箱子吗？起。张玉龙笑笑，连连摆手，拎着2个行李箱上楼梯，我肯定做不到，所以我才酸呀。这需要锻炼很久臂力才行，因为最近圈里面风声特别紧，立奇怪的人设被扒出来会很惨。张玉龙走演技路线，也不打算考人设出圈，所以他这话说得很实在。第6章，是谁羡慕了？我不说。观众看到孟云帆真的提着2个大行李箱，如履平地的上楼，都很震惊。不是逞强，他是真的有超力气啊。抱歉，刚刚我嘲笑的声音太大了。男友力爆棚了，姐妹们快冲！云帆不会是健身教练吧？不是吧？他说不健身的，参加恋综的素人而已，大家不要太苛刻了。那这是扮猪吃老虎吗？有颜还有脑子，一整个期待住了。孟云帆很轻松的上楼了，老张以为行李箱真的不重，所以他也不墨迹，直接提起2个小号的行李箱，结果重心不稳，一个踉跄，借着行李箱的支撑，他才没有摔倒。张小诗连连道歉，不好意思，这个还真有点沉，要不你一次提1个。老张又看了一眼孟云帆已经走出一段距离了的情况，让他放弃，实在是有点打脸，所以他很坚持，没事，刚刚是没有准备好。这话倒是不假，刚刚孟云帆说不重，而且他提得很轻松，老张以为真的很轻，谁知道这东西还分人的。老张这次有了心理准备，吃力的提起2个小箱子开始上楼。子涵和小诗小心翼翼的跟在他后面。搞笑的一幕就出现了，楼上孟云帆提着2个超大的行李箱在前面健步如飞，而后面老张一个人提着2个小行李箱，还有2个人在旁边为他保驾护航。到了2楼转弯的时候，老张放弃了。
楼道太窄了，一次提2个实在费劲。说着，他把其中一个放下，略带歉意地对2个美女说：“这个先放这里，等一会我下来。”2位女生连连点头。小诗说：“这个是真的很重，辛苦你了。”子涵也说：“分2次可以的，而且我们也可以自己来。”老张故作淡定地说：“我也不逞强。”张绍刚点评：“云帆和老张都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别人，这一点好评。而且2个姑娘也很理解，这个氛围是好的。”秦岚：“是的，表现的都很好，但其实会在心里悄悄的比较。”张绍刚问：“这个真的会比较吗？”秦岚解释说：“如果是个陌生人，肯定是非常感激的，但是这人有可能是男朋友，女生嘴上不说，内心肯定会比较的。”徐一阳点头，女生的确会这样想。当然还有一些网友依旧硬杠，觉得孟云帆是在装酷，可能大箱子装的是衣服，体积大，重量轻，小箱子装的是比较贵重的东西。很有可能啊，我一般整理箱子也是这么装的。是的，经常锻炼的人也不一定能提起2个超大号的箱子。当然也有颜粉持续在维护孟云帆的。怎么，承认别人优秀很难吗？有些人就是酸呗，总觉得别人跟他一样普通。现在看到帅气还 man 的男人已经越来越少了，大家且行且珍惜吧。只见小屋里面，孟云帆已经把2个大行李箱放在了女生宿舍门口。他对马明月说：“这是女生宿舍，我就不进去了。”这是2位女生的行李箱。3楼并没有其他台阶，行李箱放门口，只需要推一下就可以了。他相信女生可以自己完成。马明月点点头：“我帮忙看着，辛苦你们了。”朱小俊虎头虎脑地说：“搬到里面去啊，反正里面什么都没有。”他说这话的同时，手开始拉行李箱。本来只是想把行李箱往屋里推的，但手里的感觉让他感受到压力。咦，怎么这么重？朱小俊有点不信邪。他明明看见孟云帆提得很轻松，本来只需要推进房间的行李箱，他硬是要试着提起来。只见朱小俊2只手都集中在一个行李箱上，这次他使劲一提，行李箱提了起来。妈呀，女孩子行李箱怎么都这么重？朱小俊不知道自己这一行为直接验证了孟云帆臂力惊人这件事，同时也让弹幕的讨论风向瞬间变了。小朱这是特意为孟云帆证明吗？也太搞笑了。之前谁说大箱子比较轻的，站出来认罚。新一代的力王出现了，谁不喜欢一个臂力惊人的男朋友呢？是谁羡慕了？我不说，孟云帆这样才是正常的审美。本来一部分人认为孟云帆是逞强，现在在另外2位男士的衬托下显得格外强大。都是原谅小屋的，其他人对他刮目相看。老张在这个时候拿着一个箱子上到了3楼，果然还是一个轻松。大家手里的箱子有往下走，下面还有一个。小公寓的楼梯比较窄，孟云帆和朱小俊以为没有急着下楼，而是等到老张再次上楼才一起下楼。女生们千恩万谢地送走他们之后，就开始分宿舍的房间、柜子和化妆台。孟云帆几人听着女生叽叽喳喳的石头剪刀布，无奈地相视一笑。我们男生分房间不需要这样吧？目前男女宿舍都只开放了3个房间，3个房间并列排开着，还有几个房间是锁着的，很明显是留给后面的人的。老张客气地说：“你们先选。”朱小俊无所谓地说：“我住哪里都行。”这样的话，孟云帆就不客气了。左边靠近大厅，右边靠近后花园，他果断地选择了中间。虽然在中间2边房间都有人，好像私密空间会比较少，但是左边的房间距离大厅太近，有人在客厅讲话，估计都听得一清二楚。这个太痛苦了。至于最里面的房间，后花园的一举一动都可以看到。孟云帆没有八卦的心态，自然不考虑。他选好以后，老张就没有客气了，直接选了大厅旁边的房间。剩下的小猪自然选了最里面的房间。房间分配好了，大家就各自收拾。孟云帆把行李拿出来整理了一下，看着各种花花绿绿的名牌衣服，他把几件纯色的挂起来了。至于其他的，就先躺在行李箱里吧。收拾好这些，他就出来了。其他人也都在收拾自己的东西。大厅里面空荡荡的，但是孟云帆能感受到一股温馨的感觉。这里是自己穿越后要生活的地方，虽然只住21天，可还是有点期待啊。第7章，不动手做事的人没有资格挑剔。孟云帆上2楼，想看看厨房里面有什么吃的，没想到厨房里已经一个人了，是这群人里面唯一会做饭的小马。他已经换下了之前的长裙，现在穿了一身清爽的长裤，整个人看起来干练中带了一点亲切。这里有吃的吗？孟云帆本来就是来找吃的，就没有客气，直接问了。小马从冰箱里面拿了2盒牛奶，这里只有牛奶和鸡蛋，先吃点。孟云帆接过牛奶，那我们要抽空去采购。小马点点头，你有喜欢吃的东西吗？我看看需要准备什么食材。随意，我不挑食。真的不挑吗？我可只给每人1次点菜的机会。
小马想好了，目前只有自己会做饭。如果每次做饭按照大家的好，接下来21天自己就是专业的厨子了，真的累死。也明显和预期不符，所以小马预计第一天每人一道菜，当做见面礼，以后按自己的时间和喜好做饭。当然，后面如果有新嘉宾会做饭更好。可他没有想到孟云帆不点，你这样我会觉得好像欠你点什么。小马把自己的打算说出来了。孟云帆点头表示理解，看来小马是一个计划性很强的人，但是他依旧没有点菜。我的理念是不动手做事的人没有挑剔的资格。孟云帆才说完这话，小马就笑了，哈哈，你这样的性格我喜欢。他的笑声爽朗，我心里也这样想，所以为了尽量不麻烦别人，自己学了做菜。这句话直接让弹幕破防，吓死我了。我以为小马要创造恋综名场面第一天告白，还好只是做菜方面。我可太喜欢小马了，大气直接不做作的女孩子，谁不喜欢呢？孟云帆这个世界的人设是不会做饭，其实简单的食物孟云帆还是会，但是他也没有解释。过几天有机会给大家做一顿，就算翻车也不丢人。两人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他们不知道线上的网友已经开始给他们起 CP 名字了。这两个人的感觉像是认识很多年了。孟云帆真是有话直说，小马大方不做作，这样的组合我爱看。这不比现在一些男女主没有长嘴的电视剧好看多了。一个想找吃的，一个会做饭，这样的互补太有意思了。他们的三观一样，如果组 CP 一定是父母爱情系列。说到组 CP， 大家觉得人仰马翻怎么样？楼上的你是认真的，你这个黑粉，哈哈，人仰马翻，你要笑死我呀！我 CP 名字都想好了，就叫拨云见马。当然也有坚持第一演员的。你们这群见异思迁的花心萝卜，把小诗放在什么地方？你都忘记了大明湖畔的小诗吗？井号34，井号34，我的诗人说梦前面你们还挺喜欢的，怎么说没就没了？井号34，井号34，我是云帆的颜粉，只磕哥哥一人，他和谁组 CP 我都行。观察室里面的明星观察员也在讨论着他们。张绍刚，不错，他们的互动是有效的。秦岚，他们都有说自己观点，这点很多人都做不到，包括我。一直在观察，没有说话的张雨安也说话了。在生活中，很多人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都会包裹自己，隐藏真实的想法。可这点孟云帆和小马两人做得很好，他们会在保持礼貌的基础上告诉别人自己的想法，这样直接打开社交壁垒，这点值得我们学习。秦岚表示，可是这样会不会是因为不心动呀？因为不心动，所以自在。张绍刚，我们不排除这个可能。前面网友是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现在经过专业人士的分析，很多网友才明白刚刚为什么觉得他们很配，想磕 CP。我就说，明明我跟喜欢云帆和小诗，刚刚看小马也很顺眼，原来是因为他们很像呀。这么一解释，我都懂了。这边两个人闲话家常，听到了门铃声，他们下楼，老张已经打开了大门，外面没有人，地上有一个支架，上面有一个信封，旁边还有一张菜单。老张疑惑地拿起菜单。这个时候，大家都因为门铃声到了大厅。我们看看里面写的什么。小猪说。老张就把信件给看小猪，他没有客气，直接读起来，欢迎来到喜欢你小屋。今天是在小屋的第一晚，我们为你们准备了暖房火锅派对，并附上菜单一份，希望大家用餐愉快，同时度过一段神奇的恋爱之旅。第一天大家都有些拘谨，而用餐文化一向是缓解尴尬、见识人品最好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特别是小马。孟云帆明显感觉到他大大的松了一口气，想想也是，现在会做饭的女生已经很少见了，小马肯定没有做过这么多人饭菜。6个人每个人口味不一样，每个人只需要点自己喜欢的菜就可以了。菜单转了一圈，最后到了孟云帆手里，他看了看菜单，也点了2份自己爱吃的菜。你们还有要加菜的吗？锅底大家有什么要求？小诗和子涵说我们要辣的。老张左右看看，才说我不吃辣。小马和小猪表示都行，那就2个锅底，一个清汤，一个红油。其他人没有意见。孟云帆就拿起手机开始打电话。在报完所有的菜品以后，你可以把刚刚的我点的都复述一遍吗？我看看有没有漏掉的。电话那边报了菜名，孟云帆确定没有问题，才挂断电话。对于这一点，观众各有想法。这个好评，毕竟这么多人吃饭，还是确定一下的好。要是我点餐，肯定会忘记确定菜单的。云帆人帅心细，这样的男朋友给我一打。你这算盘珠子打的，我在国外都听到了。我就比较实在了，这个节目后面还要添加新人，我这就去报名。楼上的你醒醒，等你报名，黄花菜都凉了。这次孟云帆感觉大家看他的眼光不一样了。互联网嘴替小猪过来给他解惑了。可以啊，兄弟，菜单还确定一遍。
孟云帆笑笑，没什么，习惯而已。因为是火锅，菜品到得很快。大家在等餐的时候，厨房和餐桌已经收拾了好了。商家来了2位送餐员，2个小火锅和2大包菜就到了大家面前。子涵惊奇地问：“为什么会有锅呀？”小猪心直嘴快：“我们吃火锅，当然要有锅了。”子涵解释：“我以为会用我们自己的锅。”第8章，小马也太有意思了。因为点的是火锅，所以食材来得很快，2个锅底很快摆到餐桌上。又到了恋综经典场合，就是吃饭。之前每次看节目的时候，孟云帆看他们为座位都要纠结好久，这次大家都挺轻松自在的，他以为不会出现尴尬的局面。毕竟2个锅底，一个清汤，一个红锅，按自己喜好选择锅底，坐座位就可以了。可现实往往没这么简单，因为其他几个人不这么想啊，他们让来让去，半天都不落座。网友们看热闹不嫌事大，哈，爱看恋综的我，这样的名场面怎么会错过？就喜欢这种既尴尬又装作轻松的场面。我们猜小猪会第一个落座，看小猪有点紧张了，我猜云帆会第一个坐。楼上的和我猜的一样，我猜小马会坐到云帆对面，毕竟刚刚他俩聊得挺好。我猜小猪会坐到小马对面，可爱的子涵应该会得到很多人的照顾吧。那小诗呢？你们觉得小诗会坐在哪里？就在大家让来让去，网友们也操碎心的时候，孟云帆直接在中间的位置坐下，你们不坐我就坐下了，这样2边锅我都可以吃。猜对的网友很高兴，没猜对的继续猜其他人。有了云帆开头，本来让来让去的几个人也都有点不好意思，他们这次没有谦让，就近的位置坐了下来。大家各自落座后，开始下锅煮菜。这个时候认真观察会发现他们的座位和他们的喜好不太相似。女生这边依次是小马、小诗和子涵，对应的男生是老张、云帆、小猪，而小马和老张面前的是红油锅，小猪和子涵面前的是清汤锅。这好像没什么问题，但云帆记得老张吃不了辣，而子涵是无辣不欢。他看着2人，你们要不要换个位置？云帆好心的提醒，毕竟吃饭嘛，还是要舒适可口为主。他以为这是一个不错的提议，2人会同意的。谁知老张和子涵2个人看了一下座位，都拒绝了这个提议。子涵特意看了孟云帆一眼，表示感激，但是如果换了位置，自己就坐到男生那边去了。这才见面，他不想搞特殊。子涵指着碟子说：“不用了，我这边已经调好了辣椒酱。”老张在听了子涵的解释后，也表示自己准备了白开水，也可以吃轻微辣。孟云帆不理解，但是尊重他们的选择。观察室里的张绍刚，如果换座位的话，子涵就会坐到小马对面，在云帆的左边，而清汤那边就是老张和小猪对面坐。现在这样刚好是男生和女生分开1对1，看起来很和谐。果然是4季元老的主持人。经过他这么一提醒，大家一看果然如此。秦岚问：“那他们现在是按照自己的想了解的人坐的座位吗？”张绍刚解释：“现在不好说，毕竟刚开始的时候都是朝着想了解的人去的，后来被云帆点破，大家就随意了。”随着咕噜咕噜的火锅，有一些食材已经熟了，大家开始分食里面煮熟的食物。这个时候当然是自己先吃好了再说。云帆按照自己的喜好添加菜品，美味的肥牛卷，好吃的虾滑，脆脆的黄喉，他把喜欢的都煮在了红锅里面。就在他奋力消灭这些食物，填饱自己胃的时候，其他2位男士也开始发起了进攻。不过他们进攻的方式和对象有差异。右边，小猪殷勤的给子涵烫了牛肉卷，子涵吃了一口，表示没有熟。小猪略显尴尬：“要不你给我吧，我可以吃生的。”不管任何一个女生都不会让第一次见面的男生吃自己咬过的菜，子涵也不例外，所以他拒绝了：“没事，生的我可以吃。”左边，红油锅里食物烫熟的相对快一些，倒是没有出现食物没熟的情况。老张把烫熟的食物分给想吃的人，然后拿起1盒鸭血，小心翼翼地准备往火锅里倒。小马看着觉得不够利落，直接拿起手中的勺子，从老张手里夺过盒子，直接把1盒鸭血全部倒了进去。这一幕多多少少有些震撼。据经验而言，这样的场合都是男士献殷勤，女士享受就可以了。就算男士不主动做这些，女生大多都是矜持的，尽可能少吃点。而像小马这么豪放，直接拿起盒子往锅里倒的，真的太少见了。观察室里笑成一片，这个小马也太有意思了。是啊，还有女生直接夺过男生手里的东西，这也是活久见了。老张明显被小马的举动给镇住了，云帆对他竖起一个大拇指，吃饭就应该这样大大方方的。小猪拍手，真帅啊，小心别把衣服弄脏了。事实证明，小猪就是个乌鸦嘴，
他一说完这句话，最后一块鸭血就很叛逆地躲过了勺子，直接跳到锅里，溅起的油脂喷到了小马的袖子和老张的 T 恤上面。小马连声道歉：“对不起，衣服给你整脏了。”老张用纸巾擦了擦衣服：“没事，洗洗就好。”坐在云帆右边的小猪：“小马，你的袖子。”小马无所谓地说：“没关系，清理这种东西我很有经验。”要知道，小马和小猪是对角座位，也就是整个桌子最远的距离。这个时候，坐在中间的云帆感觉自己好像有点多余。他看了对面的小诗一眼，心里想需不需要对他献献殷勤。云帆不想太过于特立独行，谁知小诗也是和他一样，满脸八卦地看着周围。感受到云帆的目光，他对他轻轻地笑了笑。云帆神情一松，也对他笑了笑。看来是不用刻意加菜了。两个人笑过之后，一起举手里的饮料，就当打过招呼了。网友看到这一幕，密码在脑中组织了一场情感大戏，好像闻到了暧昧的气息。他们第一次见面，两个人也是对视之后都笑了。男一号和女一号的默契无人能及，左右两边的人都还在拘谨的破冰，中间两人已经老夫老妻了。我的诗人说，梦 CP， 你们终于互动了。出场顺序真的很重要，他们已经有了一种默契。不要把眼光都看向小诗，小马也很有意思啊。说到小马刚刚那一幕，帅死我了。第9章，暖房礼物。不管在任何聚餐的场合，只要上了餐桌，就绝不是简简单单的吃饭，更别提吃火锅这样的场合了。这不，吃着吃着，大家就聊起来了。比如你是哪里人？平时都有哪些兴趣爱好？明天的计划是什么？随着问题的增多，大家越聊越开了。吃得正香，云帆说：“今天节目组请客，大家放开了吃，明天我们就要自己做饭了。”小马举手：“其实明天我可以给大家做一餐。”这件事在他来之前就预计好的，所以再次提起。子涵想了想，一个人要做6个人的饭菜，我可以帮忙打下手。那这样的话，我们明天早上要早起，因为冰箱里没有任何食材。小猪试探性地问：“如果是这样，11点出发去购物，怎么样？”因为第二天是周末，所以早起这件事情还是需要说一下的。11点，说实话，很晚了。6个人吃饭，买菜加上准备食材，也要花很多时间，估计中午是吃不上饭了。云帆已经开始计划早上先找到吃的了。还好，还是有人有常识。主厨小马提出自己的意见：“我打算明天晚上给大家做。”云帆在心里默默地加一句：“中午来不及了。”一群人吃吃喝，因为还不能泄露职业和年龄，所以一餐饭也只确定了明天的吃饭问题。因为晚餐是外卖，火锅过后大家也不用洗漱，只需要收拾桌子就行。时间还早，大家干坐着也不是个事。不知道是谁提议，要不我们拆暖房礼物吧？这倒是一个不错的活动。孟云帆提议，我们要不边拆边猜，谁输了一个小惩罚。这个主意不错。小猪第一个同意。大家把所有的礼物都放到大厅，当盲盒猜。又到了最尴尬的时候，就是到底谁先来。云帆正要说话，结果老张说话了：“要不女士优先。”云帆到嘴边的话直接变成了：“你这个时候女士优先，是不是有点不好？”小马反应快：“你说的，那就你先吧。”大家一起起哄：“对啊，你先吧。”老张被架在这里了，没有办法。可以啊，我可以先来。大家看着他，他直接拿了最上面的一个小礼盒。经过一餐饭的时间，老张已经淡定多了。我来拆开看看这是什么。说着，他开始拆包装盒上的丝带。小马提醒他，好像不用拆丝带，直接掀盖子就可以了。大家都笑了。小马继续解释，开盒有惊喜，开吧。子涵笑着说：“我喜欢小马。”3位男生都表示学到了。老张掀起盖子，看到里面是一个粉粉的拍立得。因为输的有惩罚，所以这个时候是搞破坏最好的时候。小猪就说话了：“这看着像节目组的。”其他人也配合地说：“有点像节目组打广告。”观察室的众人也在猜测到底是谁的，观众也都在猜测。每一季都有拍立得，应该是节目组的。不一定，很多女孩子都喜欢拍照，拿一个喜欢的东西作为暖房礼物也说得过去。我觉得像是小马的。小诗看起来像是美妆博主之类的，应该是她的。老张没有被大家的话题带偏，这个东西粉粉的，应该是一位女孩子的。几位女生都面带笑意的看着他，不说话。云帆安慰他：“别紧张。”小猪继续拱火：“没事，万一猜错了，就是接受惩罚呗。”他认真的观察了一番之后才说：“子涵，是你的吧？”子涵笑得更加甜美了：“我的吗？为什么？”老张解释：“因为刚吃饭的时候，你有说你来自自媒体之都，做自媒体应该对相机这样的东西比较敏感。”子涵绕了这么大一圈。秦岚点点头。所以大家聚在一起之后，老张话特别少，但是他很细心，都听得见，这点好评。老张说出答案之后，所有人都看着子涵。
所以是你送的吗？子涵点点头，是我送的。因为刚刚有人猜测是送节目走的，所以子涵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他认真的跟大家说，其实送这个，觉得我们要在这里住21天，想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到时候照片打出来，就算我们离开小屋，每个人看到照片，也可以随时记起在这里的点点滴滴。拍立得这个暖房礼物，在恋综节目中经常出现，所以算是无功无过。子涵的解释还不错，得到了满堂喝彩。大家继续相互拆礼物，轮到孟云帆了。他看了一眼所有的礼物，没有像老张一样选最上面的。云帆不客气的直接把堆在上面的礼物移开，拿了下面一个大的礼物盒。他还贴心的给大家解释，这个礼物包装大小和颜色都和我的很像。就这个了，一个淡绿色包装的礼物盒被云帆被搬到了桌子上，还挺沉的。这么大一件，我好喜欢。云帆一点也不掩饰眼中的欣喜。大家都看着他，想看看这么大件儿会是什么。网友比他还期待。哈哈，老张客气，选择最上面最小的。云帆直接不客气，选择最下面最大的。这一季2位男嘉宾主打一个反差。云帆，你已经暴露了，大家都注意一下。另一个淡绿色的大礼物盒。云帆有点贪心，家境肯定不好，这么大一个箱子，该不会是积木或者平衡车之类的小孩玩具吧？云帆，你是大帅哥，请继续耍酷，不要让我看到你幼稚的一面。对啊，你只需要保持帅就行了。盒子已经慢慢的被打开，一个黑色的机器放在满满的拉菲草中间。云帆把不在上面的拉菲草给打开，就看得更清楚了，是个唱片机。这个礼物也太贵重了，我很喜欢。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欢，同时关注着每个人的表情。小猪眼里满是震惊，哇，这个也太好了，兄弟，你运气真不错呀。小马拍手，送唱片机，这是大手笔啊。第10章，正常人谁送洗涤用品呀？观察室的观察员们也在猜测。秦岚猜测，我感觉像小诗。张绍刚，我觉得也可能像老张，他也是质感类型的。他们之所以这么猜，是因为从下午见面到目前为止，小诗和老张给人的感觉就是低调中带点沉稳。而且小诗下午出场就是一件礼服类的连衣裙，晚上用餐又是一件旗袍。老张的话，一身正装加上梳的板正的头发，给人的感觉就有钱。其他人当然也有看起来像有钱的，比如小马。不过小马看到唱片机时的反应，注定送礼物的不是他。网友们早就被这个礼物给震惊了。哇，太牛了，这是大手笔，这个看起来都很贵的样子。看过这么多恋综，这是最特别的礼物。前面一个普普通通的拍立得，后面就是一个酷毙了的唱片机。拆礼物真的很玄学，这个礼物看起来和老张更加适配。云帆的运气太好了，不要过分解读，这是暖房礼物，以后要带走的。就在大家震惊的时候，小诗说话了，轮到你猜了。云帆不假思索地说，我猜肯定是你的呀。小诗问，为什么？因为刚刚看到礼物的时候，其他人都很惊喜，只有你很安稳地坐在那里。他解释得很清楚，没有悬念。小诗这才想起来，这么容易就让你猜着了，我刚刚应该装一下。云帆一边研究一边问，那你可以说说为什么送这个吗？小诗说，我前段时间搬家的时候，一个喜欢音乐的朋友送了我这个。这个音乐确实给我们家带来了很多幸福感，所以我就也带了一个这个。希望这个唱片机也可以给我们小屋带来幸福感，而且我们很多线下的唱片店，到时候可以一起去选。小诗的发言让大家每个人对小屋的未来都充满了憧憬，特别是最后一句拉近了每个人的距离。弹幕，小诗的发言真好，言之有物，不愧是我磕的第一眼 CP， 他俩外形最搭。小诗这是在邀请整个小屋的人，还是单独邀请云帆？这就是说话的艺术了。只有我觉得云帆看起来不配吗？对啊，他研究唱片机的样子看起来就没有见识。很多人不玩唱片机的，谁说不会玩唱片机就是贫穷。这个唱片机明明更适合老张，我磕小诗和老张。小诗看起来就很优雅，而云帆只有帅气了，还没有揭晓职业呢，不要那么物质。楼上的你如果不物质，怎么会在意别人什么职业呢？别吵了，我是颜控，我只磕颜值。这些不谈恋爱，只看别人恋爱的人就会在弹幕里面瞎操心。当然，这些瞎操心不会影响到小屋里的人，因为他们还在继续拆礼物。男生就剩小猪了，他受到了云帆的刺激，直接选了一个大的礼物盒。当然还有2个大礼物盒，他选其中一个也无可厚非。但是他在深蓝和浅蓝色之间选择了浅色。云帆有种不妙的预感，我们俩抽的礼物都是女生送的，你该不会抽一个男生的吧？小猪很自信地说，不会，看颜色就是女孩子准备的。他以为浅绿色一定是女孩子的，可是他完全忘记了，
之前云帆说过自己礼物盒子的颜色大小，小猪更不会知道云帆的礼物是妈妈帮忙准备的。他拿着礼物很开心地说，这个也很重，会不会是游戏机？有了刚刚前面的打底，在他印象中这么大的盒子又很重，里面肯定是电子产品。结果在打开盒子之后，他直接崩溃了。他拿着盒子左右看看，确定自己没有拿错，这应该是节目组送的。云帆很肯定地说，一看就是节目组送的。看到礼物的同时，其他人第一反应都笑了，然后都起哄确定这是节目组送的。见到嘉宾都是这种反应，网友们更好奇是什么礼物了。随着镜头移动以及小猪的动作，大家终于看到了，只见一套洗涤用品整整齐齐地摆放在盒子里，洗手液、洗洁精、油烟清洗剂、消毒水，甚至还有一瓶洁厕灵。所有人都明白了嘉宾刚刚的反应，弹幕直接飞了起来，这是节目组送的，一定节目组的。所以选礼物还不能只看盒子大小，里面装的什么咱也不确定。差不多的盒子，云帆拆出来一个唱片机，你拆出来这个。拆礼物也是需要点运气和玄学的。小猪真是阳光开朗大男孩，拆个礼物都这么搞笑。还好是男孩子选的，要是女孩子收到这么一个礼物，肯定会伤心吧。好了，这一期喜欢你我也是，有人洗碗了。天选的大冤种就是小猪了。其实面对这些礼物，最震惊的不是其他人，而是孟云帆。他都不敢相信这礼物竟然是从自己盒子里翻出来的，所以他一直在引导大家，这是节目组送的。虽然这些洗涤用品是自家的品牌，是国内最知名的品牌，同时也很实用，但是不管怎么样也不能否认它只是洗涤用品这个事实。谁送礼物送洗涤用品啊？一个正常人是不会把洗涤用品拿出来送礼的，这是所有人的想法。云帆的脑袋在快速运转，想着怎么样才会不尴尬，同时他在心里暗暗的吐槽老妈不靠谱。所有人都被孟云帆带偏了，怀疑洗涤用品是节目组的，而且都在开玩笑，试图缓解小猪的尴尬。可这个时候小猪脑袋突然开窍了，他盯着云帆，这是你送的吧？就刚刚我准备拿这个礼物的时候，你说提醒我这个礼物可能是男生的。说完他使劲的跺跺脚，开始怎么就没听出你的弦外之音呢？小猪越推理越觉得自己说的对。云帆笑着问，你确定吗？猜错了可是要受到惩罚的哦。其他人也都看着云帆，他们越看越觉得不像，毕竟孟云帆一看就是那种很会恋爱的男生，怎么会送这么实用的礼物？第11章，弟弟会制作惊喜。云帆一看就是那种很会恋爱的男生，看起来就好像不会送这么实用礼物的人。众人也都被他的外表迷惑。老张摇摇头，我还是觉得这东西是节目组送的，毕竟他能看出孟云帆身上隐隐的贵气，而且他不相信自己的对手只会送这么简单的礼物。小猪又全部推理了一遍之后，很确定地说，刚刚我们在各自收拾东西，你把我们共用的更衣室也整理了，擦桌子的消毒液用的也是这一款。云帆不想承认，但是也否认不了，这的确是自己拿过来的礼品，但是他还想垂死挣扎一下，他不相信自己一个富二代妈妈会那么不靠谱。孟云帆淡定地说，这是一个国民大品牌，我用这个消毒液很正常啊。小猪拍着云帆的肩膀说，没关系，大不了以后我俩一起洗碗。见小猪这么肯定，再看看孟云帆的脸色，大家慢慢的反应过来，小猪说的可能是真的。不过大家还是很体面的没有揭穿，而是静静的看着云帆，想看他辩解。只见他不慌不忙的拿起盒子，把里面的洗涤用品一瓶一瓶的拿出来，然后把铺垫在上面的拉菲草也都清理出来。大家对他这样的做法是不理解，网友们已经炸翻天了。果然男人不能太帅，这也太不靠谱了。送的礼物不上台面就算了，还不想承认，实在太 low 了。之前说颜控的出来挨打，你很喜欢一个男生，可是他送你洗洁精，让你当黄脸婆，你愿意吗？我要哭死。这么看起来，成熟稳重的老张和阳光大男孩小猪都是不错的选择。云帆，你承认吧？你承认的话，说明你从不撒谎，这也是一个优点。糟糕了，感觉要上热门。恋综第一下投男。虽然不理解云帆现在把盒子翻出来的意义，但是其他人也没有打断他。终于，盒子里面的拉菲草全部被他整理出来了。所有人都以为云帆送的是洗涤用品，只有他自己淡定的把盒子给翻出来。云帆指着盒子最下面一层，说这个才是真正的礼物。众人看到盒子底部，只见一排小盒子整整齐齐的摆放着，几个长方形的白色小盒子很精巧的薄薄的铺了一层，每个上面有个小小的 logo。 云帆拿出一个小盒子，小诗，这个才是你准备的礼品。云帆故作深沉，你们猜猜是什么？小诗，这个可不好猜。子涵，口红。小马，录音笔。
小猪脑袋已经打结了，和洗涤用品放在一起的能是什么？不会是消毒水吧？别耍酷了，快告诉我是什么！可惜云帆自己也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他给每人一个，盒子里还剩下几个，这应该是留给后面新嘉宾准备的。看来这个富二代老妈还挺靠谱的。不过他人不知道云帆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都没有拆包装。云帆看大家都没有动，他就催促大家都拆开看看吧。说着，他率先打开了包装，还好是一支笔。如果没有记错，这个牌子的钢笔最低都是3000一支。趁着其他人都在研究手里的笔，云帆默默地把剩下几支笔收起来了。这个笔的逼格可比洗涤用品不知道要高出多少倍，就是和小诗送的唱片机比也高出许多。要知道恋综的暖房礼物大件是每个人都只有使用权，节目结束原主人是要带走的，而小件是可以归个人所有。因为一般来讲，牵手成功拿什么礼物都好，如果最后成没成男女朋友，大件礼品就不好拿。相识一场，拿点小件礼品都无伤大雅。更何况这支笔云帆还给来每人一支，就是不管以后怎么样，大家都可以带走的。小马拿出笔，试探地问：这钢笔你确定我们一人一支吗？云帆说：当然，除非你不想要。小马把笔拿回去：你既然送了，我当然要。孟云帆：我送出去的礼物也没有拿回来的道理。小诗很开心地表示喜欢，这个看起来还不错。子涵比较细心：你有心了，还给每个人单独准备了礼物。老张举着笔：谢了，这个礼物很用心。所有人都表达了谢意。小猪不说点什么好像不好，真没想到你会送这么特别的礼物。小猪不爱做家务，也不爱写字，实在不知道应该如何评价。他转了转手里的笔问：为什么会想到送洗洁精和钢笔啊？孟云帆轻松地说：我们每天要吃饭就要洗碗，这样即使我不做饭，你们也会想起我的。至于钢笔就更简单了，每晚我们都要写信的，这个也更很实用。不得不说，这样的解释很完美。这个礼物的反转也引起了观察室的众人的关注。张绍刚刚看到洗涤用品的时候，我真以为是节目组准备的。他记得之前就有人抽到了节目组送的手套和抹布，抽到这个的人拿最后的礼物。秦岚说，开始我也挺担心的，以为云帆年纪小不会送礼，后来看到钢笔的时候才发现年纪小也有小的好处。张绍刚一时没有听懂，这有什么好的啊？秦岚解释，会制作惊喜啊。你想，如果一上来每人一支笔也可以，但是肯定没有这样的反差来的惊喜。张玉龙，原来女生是这样的想法呀。徐一阳，对啊，女孩子都吃这一套。男生都表示学到了，网友也直呼，这也太会了，这送礼的反差感，再来100次，我也喜欢。云帆真的是偶像剧男主，这明明就是霸道总裁爱上我的剧本。哈哈，本来觉得挺正常的，楼上的一说，还这么真有点总裁味儿了。我会来世的男朋友，给我来一打。楼上的你太贪心了，快看，他们开始拆其他的礼物了。开盒有惊喜，希望后面越来越惊喜。子涵开出来一个面包机，他看了一圈，感觉像小猪准备的，结果是小马的。小马客气的解释，我送这个，当时在想，看谁抽到了，我可以给他做早饭。云帆，这是在变相督促我们早点起床吗？小马每次和云帆说话最轻松，所以也不装了。我想最好是谁抽到了，谁能给我做早餐的。小猪打趣，哈哈，目前希望不大。没关系，我给你们做早餐。小马无所谓的说。子涵笑着说，这个很实用，我很喜欢。第12章，有挑战性的问题。子涵收到的礼物是小马早餐机，他很体面的笑着，看不出喜好。到小诗选礼物了，还有3个礼物摆放在大家面前，一个节目组的，这是老张的，还有一个是小猪的。小诗认真的看了看，拿起一个中等大小的盒子，打开一看，又是一个拍立得，不过这个颜色是蓝白色系的，盒子里面也没有拉菲草。小诗不假思索地说，这个是小猪的，不要总是猜我，这可能不是我的。小猪还想挣扎一下，小诗坚定地说，这个颜色搭配就是你的。老张这个时候也低头看了看自己黑灰色系的衣服。小猪看看自己的衣服，我有这么明显吗？有呀。小诗肯定要说。小猪装不下去了，好啦，我送的。没想到前面有送一样的，这个就没有惊喜了。子涵说，没关系，我们一个场景可以拍2次，是我们一会儿每一个都拍一点。最后只有小马没有选礼物了，只剩下2个礼物，如果先选到节目组的，老张的那个礼物也归他，所以注定他会抽到老张的礼物。他在2个礼物之间犹豫了一下，选了大的。大家都在猜测会不会又是唱片机。小马利落地打开包装，是一个咖啡机。小马表示非常喜欢这个礼物，这个不错，我爱喝咖啡。张绍刚说，看得出小马非常开心。
他很喜欢这个礼物。秦岚，小马太可爱了，他想什么就说什么。小诗和子涵兴致缺缺。老张问：你们不喝咖啡吗？两位女生一起摇头。老张有些许失望，他的这个微表情被小马全部看在眼里。已知的3个女生有2位都不喜欢喝咖啡，所以氛围没有那么高了。小马还是很体面的说：所以你是喜欢喝咖啡的吗？老张点头：对，我是喜欢喝咖啡的。我想大家平时工作比较累，喝点咖啡可以提提神。小马是真的喜欢喝咖啡，他拍着手说：感谢这个东西，我们超喜欢。小猪是个捧场王，又在开始活跃气氛。他说：我相信送礼物的人看见我们刚刚的反应一定超开心。小马接话：你提供了一台咖啡机，我们提供了情绪价值。老张听到这话心情好了很多，场面氛围好像挺不错的。但在场外的人看得更加仔细。张玉龙把这些看在眼里，小马有点东西。张绍刚说：是的，有一个有趣的灵魂。但是这里我们还是要注意，明明是小马抽中的礼物，他却把眼光看向了小诗和子涵。秦岚突然问：老张最开始选的是谁呀？这说的是选照片的时候，他们回想录一下，好像是小诗，所以小马不是他喜欢的类型。目前看起来是这样的。观察室里的明星们看到的更多是适配度，但是在网友眼里，礼物最能代表一个人消费层次的东西。没想到选礼物居然也能成为修罗场。我觉得唱片机和咖啡机是比较搭的，我站老张和小诗。早餐机和咖啡机也很搭呀，我站老张和小马。只有我觉得洗洁精是万能的吗？云帆才是百宝箱。不好意思，说到这个就很想笑。不光洗洁精，还有钢笔呢。钢笔也是万能的。我查过了钢笔牌子，最便宜都要好几千，这是大手笔。不会是 A 货吧？毕竟和洗洁精放在一起，就算是 A 货，云帆也是最用心的。就没人在意男3女3吗？难道拍立得占不了一席之地吗？当然，网友们的这些想法是没有办法实时传回喜欢你小屋的。这个选礼物的环节结束了。为了让大家有初步的了解，爱凑热闹的小猪提议大家玩了真心话。男生问女生问题，女生问男生问题，每个人轮流来一遍。云帆看着阳光大男孩：你是隐形主持人吗？专门来活跃气氛 Q 流程的？其实不怪云帆这么想。小猪从一开场到现在所作所为和主持人太像了，不管谁说话他都能搭上，任何时候任何话题到他这里变得都很搞笑。现在又在组织大家玩游戏。要知道这是直播节目，参加节目的几位嘉宾他们身在其中，更多的时候会觉得尴尬紧张，但是并没有看穿这个问题。被云帆这么一说，他们一时之间不知如何反应。哈哈，你为什么会这么想？隐形主持人吗？小猪直接弹跳起来：我冤枉呀！我们这么多人总不至于一直坐着吧，我就想活跃一下气氛。小猪说这话的时候连蹦带跳，看起来好笑极了。场面一时乱作一团。云帆也觉得自己这话说的太突兀了。不好意思，你别激动，看出来了，这么不淡定一定不是主持人。云帆有台阶就下，也不拖泥带水。其实不光他有这样的想法，约有上帝视角的网友们更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这是可以说的吗？我觉得小猪是个气氛组，小猪就是过于活跃了。不要做搞笑男，搞笑男没有爱情。我觉得云帆才像是搞笑男，他在一本正经的搞笑。搞笑的最高境界就是自己不笑，别人都在笑。话题已经到这里了，云帆自己的烂摊子需要自己找不回来，这是一个好环节。那谁先开始呢？小猪，我本来都想好问题的，这一笑都给忘完了，就你先开始吧。小猪也是有脾气的，来这里参加节目就是为了找对象的，有些问题早晚都得知道。所以云帆问了一个大众的关于3观的问题：亲情、爱情、友情是怎么排序的？女生相互看了一眼，子涵出马了：我现在的工作已经很好，能够很好的平衡这些了，不需要因为任何一项而放弃另外一项。子涵一股聪明劲儿在身上，这个问题回答的滴水不漏。男生们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信息，这肯定和预期不符。所以云帆又问了：那万一亲情和爱情发生冲突的时候，你会怎么选？这个问题就有点挑战性了。第13章，端水大师孟云帆。那万一亲情和爱情发生冲突的时候，你会怎么选？因为上一个问题没有得到有用的信息，所以云帆问了一个有挑战性的问题。其实这也是为所有谈恋爱的人规避风险，毕竟任何不被家人祝福的爱情都注定长久不了。还不等子涵回答，小马抢答了：这是第2个问题了。子涵感激地看了小马一眼：对，这是第2个问题了。孟云帆轻轻地摇头：你不会也是隐形主持人吧？小马眉毛一挑：你猜。从嘉宾这里是找不到答案了，
观察室里的每个人说起了自己的观点。徐一阳，我觉得亲情、爱情、友情都是感情，如果非要选一个的话，亲情是在前面的。秦岚分析，这个是分年龄段的，年轻的时候就是要打拼，所以会觉得很多事情都很重要，但到了一定的年龄，觉得家人更重要。弹幕，第一个问题就遇雷了，要笑死我。小马反应好快，其实我也想知道答案。我认为我和秦岚是一样的想法，年轻的时候可能觉得爱情很重要，这2年觉得家人更重要。其实爱情也可以变成亲情。第二个问题轮到女生问男生了。之前的活动中，小猪对小马的眼神他能感受到，所以小马就直接问了小猪，你选的那个画像，你猜到他是谁？和你印象中的一样吗？小猪认真的想了一下，我猜到画像是谁了。后面还有半的问题，我一起问的。小马提示他，后面的问题也需要回答。第2轮问题，果然大家都聪明了很多。小猪有点犹豫，我再想想，画像。过了3秒，他回答，也算是吧。大家都看出了他的犹豫，但是也没有点破。毕竟画像只是初印象，相处才是真道理。而小马不知道，就是因为自己老提画像这个问题，让小猪在第1天晚上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弹幕，感觉小猪刚刚有犹豫。他和小马互动的最多，这个时候其实爽快的回答会加分。是呢，我也磕青梅竹马 CP。可是他选的画像不是小马吧？画像应该不重要吧？青梅竹马这个 CP 名我爱了，你们一定要在一起。看热闹的人永远不嫌事大，有人总会找各式各样的机会磕 CP。轮到老张问问题了，目前还可以问小诗和小马。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小诗，你觉得什么样的男生你会不喜欢？小诗认真地说，特别固执，不管你说什么，他都没有办法达成共鸣。我觉得不管是男生女生，如果难以交流和沟通，我都不太行。老张继续问，那延伸一下，如果他说了之后你改了，你会对他有改观吗？小诗，如果一个问题能够坐下来好好的说清楚，我觉得是一个好的开始。老张，我的问题问完了，下一个。弹幕出来了，老张喜欢小诗这种类型的，他们俩准备的礼物也是最配的。目前为止，我觉得老张和小诗的品味都非常高。老张一上来就认亲戚，不要随便拉 CP。又是女生提问环节了。云帆，我准备好了，你们问我吧。小诗急忙举手，那我来问。他看着云帆，那你形容一下我们3位女生。这个问题很有深度，而且可以探索到很多有用的信息。那丑话先说在前面，现在说的只代表目前的认知，如果不对或者后面有变化，大家也别放心上。从来到这个平行世界之后，孟云帆就直接到了喜欢你小屋，这里将是他在这个世界全新生活的开始，所以他来这里除了找对象，还要为以后的生活打下基础。俗话说多个朋友多条路，所以没有得罪别人的想法。首先是小马，你是那种我喜欢你就是喜欢你，我不喜欢你不管怎么样都不没可能。云帆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每个人都很震撼。小马瞳孔放大后又慢慢的放松，小诗猛地看向小马，眼光由不可思议变成淡然。子涵眼睛在人群中穿梭，脸上的表情还是像刚来时一样，笑得纯真无害。每个人心里都像坐过山车一样转了一圈。小猪打破僵局，你吓死我了，你知道刚说完前半句，大家都以为你第1天要表白呢。老张直接指出，刚刚小诗反应好大。小诗笑着缓解尴尬，我以为刚来你们就锁了呢。这戏剧化的一幕让观众们都坏了。云帆主打一个出其不意，送礼物是，发言也是，恋综名场面呀，云帆你要一战成名。小诗刚刚的表情实在是太有意思了。我磕的诗人说梦 CP。 云帆继续说，小诗比较知性感性，感情中想的比较多，可能更看重的是真诚，只要是真诚是可以做出一些改变的。小诗轻轻的点头。子涵是性格开朗活泼的，对待感情可能更像小女孩，应该喜欢那种甜甜的恋爱。子涵的确是笑得最甜的，而且打扮也是往可爱上面去的。云帆很认真的说了每一个人的优点，主打一个谁也不得罪。弹幕，本来以为云帆年轻，没想到他观察细致的。小马是御姐，小诗是熟女，子涵是甜妹，云帆这是端水大师啊，每个人的优点他都说出来了。情商这一块云帆就没输过。刚刚在厨房，孟云帆和小马单独在一起，小马都没有想到他看事情如此透彻。现在小马想再了解多一点，那你更想了解哪个类型的女生？孟云帆毫不犹豫，第2个问题我可以拒绝回答。这种场合踢皮球的话术他已经学到了精髓，可是明显女生们不想放弃这么好一个机会。小诗温温柔柔的语气说，没事，我们不会对号入座的，我们就当是聊聊天。一把温柔的刀，
子涵点头，声音甜美。你自己也说了，这才是第一印象，我们也不一定是你说的那样。有脑子的甜妹不好对付。小马继续拱火，我们可能存在反差，说不定过段时间你发现我才是知性的。他说这话的时候还故意撩撩头发。云帆心里暗叹，三个女人一台戏。比三个女人更可怕的是，她们三个人统一战线，看来避无可避了。好在小猪时刻冲在吃瓜前线，及时把话题给接了过去。就冲小马这句话，你也是搞笑型的。小猪的表情再加上这样一句话，大家都笑了。第14章，我是一个正经人，怎么会见色起意呢？三位女生联合起来，想让云帆说出喜欢的类型。小马甚至说后面可能有反转，自己也有可能是知性。说这话的时候还撩了撩头发，看起来有点搞笑。小猪时刻都在刷存在感，就冲小马这句话，你也是搞笑型的。小猪的表情再加上这样一句话，大家都笑了。观众们看到也很欢乐。可不是嘛，小马就是搞笑型。小马反差太大，跟他在一起一定很开心。外表是御姐的小马，结果是个搞笑女。搞笑女是没有爱情的，小马你可长点心吧。还有人不磕青梅竹马 CP 吗？小马的每一个笑话，小猪都能顺利接上。可我感觉小马真的想了解孟云帆。小屋里面，大家因为搞笑女都笑得前俯后仰。小马指着孟云帆，我都变身为搞笑女了，你还不愿意说吗？孟云帆很认真地说，今天才第一次见面，说什么理想型太早了。小猪看热闹不嫌事大，这说话太官方了，而且氛围都到这儿了，说呗。孟云帆坚持，所有的一见钟情就是有预谋的变色起意。我是一个正经人，怎么会见色起意呢？前面的那句话听起来好像有几分道理，可后面的这句正经人直接把所有人都笑喷了。弹幕，哈哈，这是什么发言？见色起意，正经人。我收回之前的对孟云帆所有的美颜滤镜。如此义正言辞的脸，是怎么说出这么让人羞耻的话？谁说云帆除了帅一无所有的？这么有趣的帅哥，即使没有见识，我也愿意每天为他做饭洗碗。送洗洁精怎么了？我就喜欢做家务。这个男人用脸把人迷得五迷三道，说的话更是让人不着四六。这样的随心所欲的恋综才有意思。喜欢你，我也是节目组这次真的用心了，没有剧本，还都是名场面。小屋里面就剩小马和老张没有回答问题了。子涵的问老张，到小屋之后有遇到自己理想的异性吗？初印象怎么样？老张很无奈地说，有了前面的答案，我现在说什么都显多余，所以这个问题我想在1周之后给答案。因为有了云帆的珠玉在前，他的回答显得平平无奇。观察室的众人给予的评价是，老张稳扎稳打，很踏实。小猪看了小马一眼之后，看向了云帆，这人是个直肠子，一贯眼神，云帆都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了。他很愿意帮小猪这个忙。现在就剩下小马了，小猪你问吧。小猪早就准备好了，他难得正经的说话。小马说，你是日久生情的情况，那你觉得在小屋里多久会日久生情？这个问题也不错，但是对象是小马，结果注定是有点不一样的。21天结束后，这可以续住吗？小马满脸疑惑地问。问题把大家都给整笑了。看热闹果然是人的天性。孟云帆煽风点火地说，你的答案是22天。说到这个，大家都笑了。小猪继续认真地问，就是在小屋的这21天，你觉得跟那个合适的人要多久可以确定感情？来这里的嘉宾就是为了谈恋爱的。小马不可能一直回避这个问题，所以他认真地思索了一下。如果是这个环境的话，我觉得需要1周的时间。小猪点点头，没有说话了。弹幕，哈哈哈哈，小马实在太有意思了。姐姐你住多久？我看多久。我觉得和小马谈恋爱一定很开心。感觉云帆在给小猪打配合。你别说，还真有点这种感觉。小马的每一句话，小猪都会接。现在小猪问小马问题的时候，孟云帆负责插科打诨。小猪你别太矮。经常看恋综的网友们都在建议嘉宾不要上头太快。经验告诉他们，一般刚开始太上头的结局都不怎么好。网友能看清的事情，小马也看清了。孟云帆给小猪打配合，明白这就是对自己没意思。老张看不出来，现在能接触的就小猪了。小马已经暗暗地做决定了，因为规定今天不能说职业和年龄，所以他们又玩了一个简单的抓鸭子游戏。输的人真心话。在这期间，孟云帆的手机一直震动个不停。他看了一眼是林女士发的语音，刚好轮到他玩游戏了，他就没有第一时间看，一直到9点左右的时候，游戏才结束。输赢见人品，几轮游戏下来，大家有输有赢，对彼此的性格有了更深的一个认识。孟云帆看看时间，已经不早了。时间不早了，要不我们去写信吧，明天再玩。这个提议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
毕竟才第一天见面，6个不熟悉的陌生人在一起聊天玩游戏是很耗费精力的，所以大家都各自回屋写信。孟云帆回到屋里，拿出手机，一共23条信息，他一个一个点开看。儿子，这3位姑娘都不错，你看中了哪一个？一个温柔，一个大气，还有一个可爱，真是个有千秋呀！妈妈都挑花眼了，你到底有没有喜欢的？云帆，你别听网上乱说，这礼物我可是花了大心思的。那些洗涤用品是你爸爸他们公司研制出来的新品，我可是把新品的配方当作见面礼，就知道他们不识货，我就做了2手准备。还是我儿聪明，在里面翻出了钢笔。洗涤用品和钢笔的组合就是内外兼修，我家儿媳妇就要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我这个礼物是不是特别用心？云帆，这个时候你别犯糊涂，相亲就是要见色起意，不要被那些鸡汤文洗脑了。不过3个都各有千秋，确实不好选。不过我选的话可能会选第3个，看起来软软糯糯的，很可爱。云帆，我跟你爸出去参加个晚会，没看到节目，晚上我回来看回放。儿子加油！花了几分钟的时间，孟云帆把所有的信息看了一遍。林女士为了原主做的还真多，特别是送礼加上那个寓意，虽然好像有点多此一举，但是对于这些，孟云帆只能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同时他也算是知道了原主为什么一事无成了，身后有庞大的企业，还有一个如此溺爱的老妈，根本不需要那些成就。第15章，主打一个公平公正。孟云帆看过林女士的信息，也算明白了她的良苦用心。要知道孟家可是国内最常见的日化公司之一，现在直接把新品研发拿出来送礼，这手笔不得不说很豪爽。虽然所有人都有眼不识泰山，不仅如此，还很贴心的准备了很上档次的钢笔。孟云帆心里感触还是很深的。目前需要先把今天的信件投出去，把这封信投给谁，他没有纠结很久。虽然大家的目的是找到心仪的对象，但是前期相互了解的时间还是要预留一点的。而且前面几天大家是看不到信的，那主打一个公平公正，按进房间的顺序，每人每天1封。感谢小师准备的唱片机。这话是自言自语，同时也是说给镜头外面的观众听的，因为他知道像这样的节目会有明星团队分析他们的投信结果，每一次投信不管嘉宾的出发点是怎么样，在分析之后都会被无限放大。孟云帆现在身体里面有2段经历，他不敢保证自己在小屋里后面的表现。目前小屋里的几个女生，小诗的颜值最高，如果作为女朋友带出去一定很有面子。小马性格直爽，适合做朋友。子涵最可爱，一直保持得体的微笑，虽然看不出，但身上隐约有一种宜家宜室的贵气。孟云帆也不喜欢自己做的每一步都被别人预判，所以他故意说出这段话。而其他几个人还在纠结写信的对象以及内容，其实在孟云帆看来，这些都有点多余，毕竟前面几天是看不到信的，而且规定信不能署名，也不能备注日期。第一天见面只有初印象，以后不一定，真没必要纠结信的内容。他很快出了房间，往3楼走去。观察室的观察员看到了他信已经写好了，就有点着急。张绍刚，他这就写好了？我们还在讨论呢。几位观察员还准备猜测嘉宾第一天的意向呢。云帆不算，他都说了他会按照顺序投。果然孟云帆投给了小诗，他投好信下楼，刚好遇到出来投信的小朱。小朱疑惑，你都下来了？云帆，对啊，那你投给了谁？云帆直接说自己的想法，这才第一天，我随便投的。你呢？其实不问，他也知道小朱会投给小马，但是他还是问了一下。谁知小朱不按套路出牌，他左右看了看，然后小声说，我还是先投给子涵。云帆没有多想，随口说，哦。小朱看云帆的反应，自己纳闷了，你不觉得奇怪吗？是有点奇怪，毕竟今天小朱跟小马互动的最多。小朱认真的说，我对小马印象挺深刻的，但是我觉得理想型好像是子涵。听了小朱没头没脑的解释，云帆有点不理解，但是尊重他的选择，所以呢，看着云帆兴致缺缺，小朱就没有纠缠了。我这就去投信，你等我一下，一会儿找你打游戏。看着小朱高高兴兴的往楼上跑，云帆轻轻的摇摇头，就回宿舍了。这边刚进宿舍，老张就出来了。老张直接上楼，然后遇到了下楼的小朱。小朱也是热情的打了招呼，不过老张这人话不多，所以2人也就是点头之交。人多了，老张就不爱说话。倒数第2入场的小朱不知道老张的性子，镜头一动，3位男生的投信结果已经出来了。云帆和老张投给了小诗，小朱没有投信给小马，投给了子涵。对于这个结果，虽然有点超出预期，但是可以理解，毕竟第一天同性结果并不代表以后。张绍刚问，男生都投完了，还是很好猜的。对女生而言，如果让你们选，可能会选什么样的呢？
徐一阳毫不客气地说：“我要和云帆谈恋爱，和老张结婚。”张绍刚笑喷了：“别这么贪心，只能选一个。”张玉龙：“这是典型的成年人不做选择，我都要呀。”徐一阳：“现在这个阶段先谈恋爱，那就选云帆。”秦岚：“第一眼我可能会选小猪，接触下来我会选云帆。小猪是阳光开朗大男孩，比较让人不尴尬，但是接触下来会觉得云帆也很有内涵。”张绍刚听这话有点疑惑了：“你不喜欢成熟稳重的老张吗？”秦岚：“你就不懂了吧，弟弟会制造浪漫，有梗让人开心，弟弟才香呢。”张绍刚摸着额头：“你们年轻人的世界，我现在已经搞不懂了。”观众也都在网上投票，几位男生孟云帆呼声最高，女生钟小马和小诗平分秋色。不过最终结果还是要看嘉宾们自己的选择。就在云帆和小猪打游戏的时候，女生完成了投信，小马感谢了老张的咖啡机，而小诗和子涵提笔写信的时候，看看手里的笔，都把信写给了孟云帆，内容也都是感谢的话。张绍刚：“看来送礼真的也是一门学问。”张玉龙：“暖房里真的很加分，云帆给每个人都准备了钢笔，女生在没有确定之前打好人牌是最保险的。”秦岚轻轻的摇摇头：“不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有的礼物，即使再贵重，其实就没有特别的意义，单独的礼物代表偏爱。而且……”秦岚在这里语气加重，停顿了一下，所有人的目光看向他：“我们有点太代入了。”其实看得出来，第一天他们都很理智，还都在相互了解。我们是按我们观察到的好感度排的，可是身在其中的他们可能没有感受到这些。张绍刚：“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秦岚：“对，就是这样的感觉。”弹幕：“家人们谁懂啊？我查了那支笔真的很贵，每人一支钢笔，真的很豪啊。任何一个人都想要独一无二的偏爱，不要乱代入。老张也不知道这个礼物会被谁收到。恋爱我选孟云帆，玩耍我选小猪，长期发展选老张。看明白了会这么说，身在其中就不一定了。我看恋综就是磕 CP， 他们有没有感觉一点都不重要。我为我的 CP 举大旗。井号34。小屋里的成员都陆续休息了，张绍刚带领观察员们跟大家道别。观众朋友们，今天是大家在喜欢你小屋的第一天，很高兴大家的陪伴。明天早上8点，请大家锁定喜欢你我也是的直播间。明天见。网友们依依不舍地跟大家道别。这么快吗？我还没有看够呢。其实我可以看2位男生打游戏了，看女生卸妆也可以啊。这么多俊男美女，来一个睡播也是可以接受的。楼上的你想的太美好了。第16章，没想到财力方面，云帆居然输了。小屋里慢慢的安静下来，但是小屋外面的世界却依旧繁华热闹。特别是网络上很多人把他们的精彩片段给分享在各个平台，搞笑女小马，阳光开朗大男孩小猪，还有被他们拿出来做对比的其他男女嘉宾。当然最出圈的还是云帆，他的偶像剧出场气质、大力王的体力以及见色起意的言论引起了网友的热议。恋综人设天花板孟云帆，小鲜肉们快来看看，这才是我们要的偶像剧男主。目前没有在网上查到他的任何消息，应该不是网红，有颜有体力有内涵，这居然只是一个素人，他不会就是为了圈粉出道吧？这样内外兼修的人，即使出道我也是愿意的，这不比那些208们看起来顺眼多了。这些言论有好有坏，有些阴阳怪气，但是不影响他们被人熟知。很多不看恋综的人也因为热度而关注这个节目。第二天一大早，喜欢你小屋还在沉睡，孟云帆已经起床了。简单的梳洗过后，他穿了一套运动装就出门了。他要晨练，这个世界的他并不运动，目前他体格健硕，有用不完的力量，这个时候很适合做以前没做过的事。踏着初升的太阳，在别墅区里跑了几圈，了解了周围的一些设施，也更加熟悉自己的这个身体。孟云帆回来的时候，大厅里还一片安静，看来大家都没起来。他回到房间梳洗了一下，在翻找衣服的时候，他确定了一件事，今天一定要抽空去买2套不那么夸张的衣服。整理好一切，他就上了2楼餐厅，打算自己做点吃的。他翻了翻冰箱，除了本来就有的鸡蛋，还有昨天晚上剩的一点青菜和宽粉，那就下一个鸡蛋青菜鸡蛋粉吧。只见他拿出2个鸡蛋打散，手脚利落地拍了2个蒜，麻利地打开火，烧热锅，倒油煎蛋，起锅一气呵成，然后开始烧水，准备煮粉。这个时候虽然观察员们没有上班，但是直播间早就开启了，有些早起的人已经到了直播间。听到云帆的自言自语之后，还挺震惊的，一大早就起来锻炼，这个好评。没想到小屋里第一餐居然是男生在做。云帆没有说自己会做饭吧？
但他也没有说自己不会做饭呀。煮早饭和做6、7个人的饭完全是两码事。只有我在意，他的早餐很接地气吗？没想到啊，我在恋综看到如此简陋早餐。哈哈，这的确比咖啡、面包、稀饭、鸡蛋看起来接地气多了。看他手脚利落的样子，肯定没少做饭。睡觉咕噜咕噜的水开声，一般把粉丝倒进了锅里。开锅之后，他又入了准备好的青菜和煎鸡蛋，一碗看起来色香味俱全的早餐粉就做好了。孟云帆把这一大碗粉搬到餐桌上，就着昨晚剩下的蘸酱吃起来了。一些还没有吃早餐的网友们不淡定啊，看到青菜鸡蛋粉就感觉有妈妈的味道。以前在家的时候，早餐妈妈就爱做青菜鸡蛋面之类的，好久都没有见过这么接地气的早餐了。家人们，周六加班早起，看到如此可口的早餐，这样的心情谁懂啊？楼上的同款996人的悲哀。抱抱。今天休息，本来打算躺到中午再起床的，现在也想起来吃点东西了。但是云帆小哥哥，你这样会没人爱的。看了这么多恋综，所有人都在用四肢不勤、五谷不分来表示自己家境很好。云帆这样是会容易吃亏。那你想多了，来参加恋综的都是为了出名，云帆也可能是人设。在线看直播的网友为数不多，可是他们的想法却出奇的多。不过这没有影响到云帆出东西的心态。一大碗粉，他很快吃完了。把餐具清洗过之后，看看时间，距离出发时间还有1小时。仔细的听楼上已经有动静了，看来女孩子们是快起来了。他把昨天的那个唱片机搬出来，连接手机蓝牙，在大厅里放出了轻音乐。果然音乐一出，都把所有人都炸出来了。女孩子在楼梯口出来看看谁，一大早这么有闲情逸致。结果看到一身清爽的孟云帆，他们都露出了会心的笑容。老张和小猪也在音乐声中快速的洗漱。集体生活就是这样的，没有听到声响的时候，大家都会慢慢的默契。当知道有人等着的时候，速度都会不自觉的加快。很快大家就在大厅集合了。女生们都自带的有小零食，她们拿出来一部分分给大家吃。这里没什么东西，我们随便吃一点。等人到齐的时候，他们准备出发去超市采购。怎么出行也需要讨论一下。小猪和老张表示自己有车，可以载大家一程。云帆双手一摊，我没有车，辛苦2位了。车是一个成功男人的门面，特别是3个男性2个都有车的情况下，一般人都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孟云帆却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反而能把自己没有车说得如此风轻云淡。大家才认识第2天，其他人更不会说什么。小猪和老张2人承担起了司机的责任。大家出了门，看到2辆车摆在面前，老张的大奔在小猪的宝马面前格外显眼。云帆暗叹，好家伙，原来都是有家底的人。这个时候观察室的明星团队已经上班了，他们开始了讨论。徐一阳说，大奔、宝马，只有云帆没有车。张绍刚，这个时候选择座位非常重要，不知道他们会选择座位。直播间的人也多起来了。3位男嘉宾2辆车，好戏就要登场了。我猜的果然没错，老张有炒能力。这一回合老张赢妈了。小猪也还不错呀，没想到财力方面云帆居然输了。或许云帆有车，只是没有开出来而已呢。这个理由不成立。正常人如果有1辆车，这种需要展示自己的场合是不会藏着掖着的。这么一说还真是，虽然我是颜粉，这种情况下我也会选其他人。你这话说的，大家又不可能走路去，只能选择其他人啊。老张和小猪已经打开了车门，大家随意坐。小猪招呼着，小试问，2辆车我们应该怎么坐？我们6个人，1辆车坐3个人。孟云帆说完这话，直接坐在了大奔的副驾驶上。和他一样利落的是小马。第17章，3行必有电灯泡。孟云帆坐在大奔的副驾驶座上，小马则直接坐在了宝马的副驾驶上。小诗和子涵2人看了看，分别坐在了2辆车的后座上。这样看起来好像不太好，但是如果没有人坐副驾，2个人坐后面的话，好像把老张和小猪当司机，这样不礼貌。有点常识的人，这些基本的礼仪都知道的，所以众人也没有说话，就出发了。可网友不会想这么多。救命！云帆为什么坐副驾？云帆不坐副驾就只能坐后面了，那就是直接和子涵约会，老张就是工具人了。正常人都会做他一样的选择吧。心疼小诗3秒，心疼子涵3秒。心疼小诗就好，因为毕竟只有他是纯纯的电灯泡。网友以为云帆和老张都会争取子涵的注意，所以没有心疼子涵。可惜结果好像并不是网友们想象的那样。大奔车里氛围也还不错，子涵一个人坐在后车位也会主动找话题，2个男生一人一句，气氛活跃起来了。老张在人少的时候开朗很多，当然也有可能是大奔的原因。子涵，我发现老张话也挺多的。
昨天是一直收着吗？老张，我昨天说过我是慢热型的，熟的话就多了。孟云帆，你这是属于深藏不露呀。老张心情好，昨天我夸你天生丽质，今天你夸深藏不露，这也算是扯平了。子涵认真的说，你俩还挺像的，我说的气质。老张什么都不说，面上也看不出来。云帆虽然话多，也看不出心里在想什么。云帆点头，找到知己实在太难了。老张笑着说，我俩是知己。子涵，你俩这样，感觉我好多余。大奔车里的氛围是副驾和司机聊得正欢，这完全超出了网友们的想象。弹幕：子涵，你俩在一起得了，浅磕一下男一男二。昨天就看出来了，老张在云帆面前还挺放松的。两位男生在一起，我也可以磕的。其他人是来找对象的，老张是来找云帆的。一群磕 CP 的人总会找到各式各样的证据，表明自己的臆想是对的。而另外一辆车情况和这个有点相似，又不相似。宝马车里，两位女生完全都没聊起来，但是副驾驶和司机聊得正欢。当然不可避免的，后排有个吃瓜群众小诗。宝马车内司机小朱和搞笑女小马两人已经聊起来了。小朱就是氛围组的，很会调节氛围，再加上小马也很直接，两个人聊得不亦乐。后排的小诗开始偶尔还能插上一两句，到后面直接插不上话了。观众看得一脸姨母笑。动物园的动物都在一辆车上，最尴尬的三人行，现在还挺和谐。小猪和小马是明白我心里想看什么的。这俩昨天晚上都没有投对方，今天聊这么好，他们完全忽略了后面的女孩。小诗，那我走。对不起小诗，这一对实在太好磕了，暂时委屈你当电灯泡。看到这些的网友觉得又好玩又好笑。子涵和小诗凑对吧？两辆车的后排都表示磕到了。三行必有电灯泡。好在超市距离这里并不远，大家很快到了目的地。下车后，大家简单的进行了分工。云帆，我们菜品和生活用品分开。小马主要负责做饭用的东西，我们其他人看看自己喜欢的、用得上的，采购一部分。云帆这么说，是因为自己想买2件家居服。超市里的衣服虽然不怎么时尚，但是穿起来都很舒适。这个他有经验。其他人的想法，他没有想太多。张绍刚，购物应该按照自己的喜好分组吧。秦岚，天呀，他们还是按照坐车的分组。其实你们两一组，分成3队，我们也是可以的。不过这个只是吃瓜群众一厢情愿的想法。他们3人一组，已经分开行动了。动物园组合直接走向了食品区。小马大家默认的大厨，小猪是他最忠实的粉丝，一直守护在他左右。黑胡椒和白胡椒什么区别？你说需要多少，我来动手就行，不一定按照食谱来，只要把饭菜做熟就行。虽然说的3杯鸡，你把鸡肉做熟，他们都会说好吃的。小马的每一句话，小猪都会有回应。他们的车很快都堆满了。后面的小诗单独推着空车，显得孤单寂寞。观察室的众人看得只想笑。张绍刚，张玉龙，你怎么笑得那么甜？张玉龙，这画面甜甜的，让人有恋爱的想法。张绍刚，看小诗和小马觉得很欣慰，看到小诗又觉得有点搞笑。秦岚，小诗的购物车是空的。张绍刚，跟他是我心一样，也是空的。秦岚，你这话聊得有点伤感了。张绍刚及时找拨，没事儿，第一天出去活动吗？来日方长。网友又开始整事情。弹幕：一家3口的即视感。父母带着女儿逛超市。小诗，我就多余。小诗像一个小跟班跟在后面。他俩太好磕了，根本都没有注意到后面的小诗。小马应该多跟小诗互动，女生要相互照顾，不要雌竞，明明就是小诗在给他们独处的机会。对啊，小诗独美。3人行必有电灯泡。另外一组，老张和云帆都推着手推车，他们要采购日常用品。经过针织区域的时候，云帆说，我要在这里选点东西，你们可以先去买其他的。老张，那我们往这边走，去买点巧克力和零食。本来还想说什么的子涵，听到要选择巧克力就犹豫了。不过转念一想，云帆和老张都让自己走，可能是需要买贴身用品，他就不纠结了，对云帆说，那我们去休闲零食区等你。云帆到针织区了。其实云帆真的就是去选2件平常的衣服而已，不过这一幕没有播放出来，毕竟这个是个恋爱综艺，当2件事情同时进行的时候，自然选择播放更有话题度的2人画面。画面里面，老张推着车带着子涵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去。这是到小屋以后第一次有私人的空间，他脸上的欣喜掩饰不住。这一幕看到吃瓜群众心里直痒痒。这个时候云帆怎么走了？是在给老张机会吗？哥们，有时候不能让啊。我情愿看云帆和老张2个人逛街。子涵，难道是我不配？不，可能只是想看单纯的雄竞争。
快看老张那不值钱的笑！老张，云帆这个兄弟能处。所有人都以为云帆是专门给老张机会，但这情况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因为云帆很快就出现在大家的视线。他选好衣服就跟上了大部队。第18章，正经人谁天天吃外卖？云帆很快就出现在大家的视线。他选好衣服就跟上了大部队。老张和子涵正在选择芝麻糊，计划当做早餐。云帆提议说：“那我们选点黄豆和坚果，打点营养豆浆，当早餐会更好。”子涵说出自己的担忧：“我怕我起不来。”老张想起云帆早上起来运动，就说：“云帆能起来，他早上会晨练。”早上云帆锻炼回来的时候，住在外屋的老张已经醒了，出来打了一声招呼，所以知道。可子涵是现在才知道。他眼睛一亮：“你每天都早起吗？”云帆点头：“算是吧。”要知道子涵因为工作原因平时都需要早起，所以对除了工作之外的早起很是钦佩。那行，我们选点豆类和坚果。云帆想过了，每天出门的时候把豆浆插电，等跑步回来，豆浆刚刚可以喝。然后子涵就跟着云帆一起选坚果类了，黄豆、花生、核桃。云帆根据自己的爱好选了很多品类。原来这些东西都可以打豆浆呀！子涵看得奇怪。云帆点头：“对，味道不一样，而且这样营养均衡。”因为只在这里住21天，他每一个种类买的都特别少。老张这次沦为他们两个的跟班，跟在后面。他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就没有了。他感觉自己刚刚好像说错了。现在的他还不明白事情的严重性。很多年后，老张回忆，在小屋的第一天，因为一句话错失一次小诗；第二天又因为一句话错过了子涵。弹幕：我就说云帆不是故意让的。哇，云帆这一招绝地反杀，太帅了！老张可以参加川剧变脸了。子涵，这俩刚在车里都不理我，现在这是做什么？其实都是网友们臆想太多了。云帆也只是单纯的想要表达自己的想法，而子涵也只是跟着自己的喜好选食材。这三个人可能老张心里比较敏感一点。所有的东西都选好之后，他们在收银台集合。孟云帆把自己的衣服单独挑出来，这些我分开付，其他的一起付，大家好 AA。 看到他拿出的衣服，其他人的脸色都变得怪怪的。小猪毫不掩饰自己的震惊：“你在超市卖衣服？”云帆，像这种大超市的衣服，虽然款式有点普通，但是穿起来很舒服。他说着还问：“你要不要也选2件？”小猪直接摇头：“那还是算了。”其他人也觉得有点尴尬，但是都没有说话，都在静静的排队。弹幕：搞了半天去买衣服，这个也太接地气了。但是年轻人在超市选衣服，我真的接受不了。买衣服就算不去商场，网上选潮牌也可以啊。我可以接受买贴身衣物或者毛巾之类，可是即使很多网友给云帆戴上了美颜滤镜，但还是接受不了他这么接地气的做法。小猪眼里只有小马，他想到了小马说肚子饿，就提议去买点咖啡。你们在这里排队，我们去买点咖啡和糕点。他们大多没有吃饭，自然都同意。孟云帆结算了自己的东西，其他的老张一并负责了。提着大包小包到了停车场，小猪和小马也提着咖啡和糕点过来了，每个人分到了一份。张绍刚，回去的时候应该可以重新分组吧？之前那样坐着确实不舒服。可镜头一转，大家没有经过商量，直接就按照来时的座位坐好了。子涵和小诗这次学乖了，2个人都在装睡，把空间留给前排的2人。云帆和老张聊的是对经济的一些见解，这是男人的话题，子涵是真插不上嘴。弹幕：这2个男人旗鼓相当，女人在这里显得多余了。2位大哥，你们俩是来谈恋爱的，不是来找兄弟的。子涵，别说了，是我不配。至于小马和小猪聊的是兴趣爱好，2个人都没有打算带上小诗，这也就算了。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小猪直接从后座那里一张毯子，大家都以为他会给睡觉的小诗，结果毯子提给了小马，搭一下，别着凉了。张绍刚，嗨，我还以为他是给小诗的呢，谁知道小猪担心小马冷。徐一阳，虽然很搞笑，但是我支持他，女生都喜欢这样的偏爱。观众，哈哈哈，我也没想到，是我想多了，瞎说什么大实话，这么明显的偏爱，小诗不睡都不行。终于回到了小屋，大家相互帮忙，把东西搬到相应的位置。各种蔬菜瓜果自然是搬到2楼的厨房，其他的东西都是自己缺的，各自拿着回去。云帆把买回来的衣服丢进洗衣机里面，这些需要过一遍水清洁一下。其他人也整理好自己的东西之后，都在2楼帮忙。食材分门别类后，看看时间已经2点了，午饭来不及了，晚饭还是来得及的。云帆翻出一些水果，刚吃了糕点，再吃点水果，然后一起帮忙做晚饭吧。大家吃着水果，
点心、咖啡，就开始讨论以后的家务问题。小马点头，是，我需要帮忙搭把手。你不说我也会帮忙的。小猪积极配合。还有我建议，我们分组洗碗做饭。子涵，行，我可以保证大家吃的饭菜都熟。小诗，如果不讲究味道的话，我也可以。老张，轮到我的时候，我可以点外卖，你们随意点。孟云帆，我可以做。其他人看向他，明显不相信他的厨艺。小猪试探地问，要不你做饭的事我们来，所有的碗归你洗。不要。孟云帆最讨厌的就是洗碗了。我可以做饭，我会做家常菜。云帆之前是会做一些简单的饭菜的，不过在这个世界没有做饭的经历。小猪不相信，你之前没说啊？你该不会是为了逃避洗碗，故意这么说的？孟云帆一个眼神过来，放心，一定让你们吃饱了。小猪感受到一股压力，瞬间不敢贫嘴了。那行，我们自由组队，我和小马今晚做。看来小猪是完全上头了，第一时间直接选择了小马。现在就看两位女生选择跟谁组队了。一个是打算轮到自己就会叫外卖的老张，一个是号称会做饭的孟云帆。徐一阳，其实这个时候挺难选的。如果选择老张，以后都叫外卖，少了很多互动的机会，还会被说懒。如果选了孟云帆，就要帮忙做饭，会做饭的还好点，不会做饭就会纠结。观众也想看热闹，这也算一种变相的选择理想对象了。老张有超能力，如果我选的话，可能会选择他。女孩子找对象不是为了给别人当保姆，能叫外卖当然好。只有我觉得男孩子下厨真的太帅了。我也觉得两个人一起做饭很浪漫呀。对啊，两个相爱的人一起做饭，即使饭菜糊了也是香的吗？正常人谁天天吃外卖啊？简单的饭菜还是要会做的。如果这个男人很帅，还愿意为我下厨，我可以养他。不过这都是大家一厢情愿的想法。小诗问孟云帆，我把握不好火，但是可以帮忙准备菜。最后子涵只能自动和老张配对。子涵倒不偷懒，到时候我们叫2个菜，自己再做2个。不得不说，小诗和子涵两个人说话都有水平，情商很高。一个表示可以帮忙，一个即使没有机会帮忙，也会创造机会。分组完成，小猪就直接把大家赶了出去。行了行了，你们都出去玩吧，等饭菜做好了，我叫你们。第19章，会做饭的男人最帅。小马做事比较利落，做饭的时候不喜欢太多人。小猪直接清场，行了行了，你们都出去玩吧，等饭菜做好了，我叫你们。云帆，你小子那点心思还挺嘚瑟。大家哈哈哈大笑着起哄，并且尽量不靠近他俩。小马也不介意这样的玩笑，毕竟来这里就是为了恋爱的。当然，这一对能相互看对眼，那几位嘉宾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是欣慰，到小屋第2天就有配对成功的情侣，这给了很多人信心。另一方面，这也给了其他人一个无形的压力。毕竟大家起点一样，目前少了一个选择，自己还没有着落，难免有些着急。对于吃瓜群众来说，倒是很喜欢这个画面。看恋综这么多年，这一对成的最快。青梅竹马 CP 实在是太好磕了。不要太激动，据我多年看恋综的经验，任何反转的剧情都可能发生。很多第1天的人气王，接下来就会无人问津。很多前期很甜，后期直接翻脸。那些稳稳的细水长流的 CP 反而能够长久。虽然说的很有理，但是我现在磕青梅竹马 CP 的糖感觉很甜。小屋的人虽说要出去，但毕竟才认识第2天，所有人都等着2个人做饭，好像不太合适。所以大家还在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一些需要用到的菜帮忙摘干净，包好葱姜蒜这些必备的食材。因为需要先煮排骨汤，小马把排骨先焯水。小猪贴心的给小马系上围裙，在旁边递调料。云帆看着洗好的菜，拿了几个土豆，你们想吃土豆片还是土豆丝？土豆片吧。子涵说。小马回头问，土豆可不好切哦，你确定吗？云帆，试试看不就知道了。只见他一手按着土豆，右手上的刀快速的落下，几秒钟之后，一个土豆切好了。没想到你真的会啊。小马惊叹，毕竟现在这个时代会做饭的人很少，会做饭的男孩子更少了。能有云帆这样水准的真心不多。所有人都还记得几分钟之前，老张连土豆皮都削不好。云帆再次拿起一个土豆切片的时候，这次大家都盯着他手里的土豆以及菜刀。这是颜狗的盛世，一些颜控们原地尖叫起来。哇，这手起刀落太帅了，会做饭的男生真的太拉好感了。果然男人在工作的时候最帅。我虽然喜欢超能力，但不影响我欣赏帅哥。如果这个人是孟云帆，即使他没有超能力，我也喜欢。不过也有一些现实的人，姐妹们都醒醒，颜狗是没有未来的。快点揭晓职业吧，目前我只磕外表，等职业出来再做选择。云帆长相帅气，会给人惊喜，晨练，还会做饭，
这么多优点，为什么只选超能力？现在的女生都太物质了。其他人看孟云帆的样子，的确会做饭，都松了一口气。大家手里的活差不多了，加上小猪的眼神，大家都陆陆续续的退出了厨房。云帆也准备走，但是被小马给拦住。小马很直，本着有人就用的原则，直接对云帆说：“你既然会做饭，把鱼也腌一下。”好，厨师长。哈哈，我这就成厨师长了。小马很开心云帆对他的这个称呼。云帆手脚利落的把鱼划上花刀，并且倒上了葱、姜、蒜、盐、酱油、醋。看到他手脚利落，小猪有点小情绪了。他对云帆说：“现在不是你表现的时候，你先去歇着。”云帆，你确定不需要我帮忙？小猪很认真的点头，不需要。云帆放下手里的活，清洗了手部，拍了拍小猪的肩膀，离开了厨房。那表情好像是在提醒小猪自求多福。小猪笑得像二傻子一样，显然他没有看懂云帆的意思。其实云帆觉得小猪太上头了。小马虽然有点搞笑，但是骨子里有一种倔强，这样的人适合做兄弟。小猪这种小迷弟的表现可不一定能镇得住，不过这对自己没什么影响。他到了楼下，没有人，看来都回屋去了。他没有回屋，而是到了后面的小花园。今天天气不错，花园里阳光明媚。他走了几步，发现坐在秋千上的小诗，好像女孩子都喜欢当秋千。需要帮你推吗？他很礼貌地问。小诗拒绝了。啊，不用，我在冥想。冥想？这个和你工作有关吗？云帆随口问着。小诗想了一下，这个现在好像还不能说。云帆笑了，我知道了。我在这里会不会打扰你冥想？不会，我已经冥想完毕了，我正想活动一下。小诗看看时间，准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小诗昨天晚上收到了一封信，虽然不知道是谁的，但是心情是好的。任何一个人在这样的场合，如果没有人投信，是很尴尬的事情。可是今天让他有点怀疑自己。大家一起活动，只有自己是落单的，还是一个顶级电灯泡，这种不论是谁都会难有点想法。所以现在有男生过来说话，如果再拒绝的话，显得有点不识好歹了。那我就不客气了。云帆说着就在秋千上坐了下来。小诗，孟云帆看他的表情就很疑惑，你不是要去活动吗？那我坐一会儿。他的这番操作让小诗的挫败感更加浓厚了几分。去超市的时候，小马和小猪把他当电灯泡，这个还能忍，毕竟那两人聊得真不错。可孟云帆明明是一个人，自己是来参加恋爱节目的，不能总是错过和男生相处的机会。所以这个时候的他不打算走了，我还想坐一会儿。孟云帆嗯了一声，就不再说话了。昨天下过雨，今天的太阳很柔和，这样享受着午后的太阳非常惬意。小诗看孟云帆真的没有聊天的心思，有一股挫败感迎面而来。昨天刚到的时候，小诗还是挺自信的，可是后来搞笑的小马和活泼的子涵加入之后，他就觉得自己没什么存在感了。他犹豫了很久，尝试着说，没想到昨天还有点冷，今天太阳出来就暖和多了。孟云帆轻声的回了一个字儿。刚看你切菜的动作很熟练，你之前专门学过吗？还行。云帆一下子睁开了眼睛，说到这个，以后轮到我们组洗碗的时候你洗，轮到我们组做饭的时候我做。啊，好。小诗努力的找话题，结果云帆直接这样一句，让他摸不着头脑。第20章，孟云帆炫画画的天赋。云帆和小诗两人在后花园相遇，被忽略的小诗想和云帆聊聊天，不停的找话题，谁知云帆只想到了两人洗碗做饭的分工，这让小诗摸不着头脑。他很疑惑，难道自己真的没有魅力吗？其实小诗本人很自信大方，有自己想法的。一进小屋，见到帅气的孟云帆，他心里是暗喜的，觉得来这里没有错。可是后来他发现孟云帆好像对谁都差不多。后来的老张一见面就认亲戚，小猪迅速和小马锁死了，这才让小诗有点慌了神，开始怀疑自己。不过云帆没有意识到这些，他听到小诗愿意洗碗的时候松了一口气。我最讨厌洗碗了，他轻声嘟囔着。听着云帆的语气，好像朋友间的唠嗑，小诗放松了一点。小诗，那行，以后等到我们组的时候我洗碗。听他们说你每天早上会起来晨练。对啊，早上空气好，而且也熟悉一下这片的环境。那你大概几点开始？我能和你一起吗？孟云帆牛头看着小诗，你真的要一起啊？也不怪他这么大反应，毕竟女孩子都不爱跑步这样的运动。而且今天子涵听到他晨跑的时候，那表情可骗不了人。没想到小诗会喜欢，还提出来和自己一起。小诗点头，我想跑跑步，健健身。那行，明天早上7点我们从小屋出发。小诗说，那我早点起床。两人约定好明天的时间，关系好像瞬间近了很多。小诗心情也好了很多，这里风景还真不错。云帆，
现在还不太热，不适合游泳，要不然感觉更好。来这里住一次，如果花园的游泳池用不上，感觉多多少少有点浪费了。云帆愿意和他说话，小石心情好了一些，他这才有心情认真的看花园。其实这里适合写生或者烧烤。云帆听这话来了兴趣，写生、烧烤，为什么要把它们放在一起？一个艺术，一个生活，好像也不错。两世的经验让云帆对很多事情充满了包容性，也对很多事物充满了想象力。风景是不错，要不我们现在就开始画画吧？改天我们做一个烧烤派对。小石说现在就画。小猪和小马在做饭，不太好吧？他想到了自己今天当电灯泡的情景，住在这里不带其他人玩，他有点过意不去。云帆，没关系，我们可以把他们也画进去。我记得多功能厅有画板和颜料，我去拿。你把子涵叫下来，我再顺便叫上老张。云帆看到这件事的可行性之后，迅速安排。小石本来以为只有他们2个人，本来还有点不好意思中带点羞涩，在听到要叫上子涵和老张之后，他愣了一下，原来是自己想太多了。那我上楼去叫子涵。小石话是这么说，可是心里已经默默地下了决心。虽然还不知道职业，但是云帆长相帅气，还会做饭，是一个不错的对象。最主要的是，现在好像还没开窍，对每个女生都差不多。这个时候主动出击应该是最好的。因为职业的原因，小石非常有主见，确定了的事情，他也会尽力去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孟云帆叫了在房间发呆的老张，和跟他说准备在后院画画，希望他帮忙搬一下画具和颜料。老张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他其实也正在想着尽快融入大家，所以云帆的这个提议对他来说简直是天外之音。两人搬出了画画的架子、画板、颜料，找好方位放好。小石和子涵换了一身轻松的休闲服，带了一壶花茶，找了个位置席地而坐。这氛围还不错。子涵，我画画技术可不好，这景我画不下。孟云帆，不一定要画景，就画你想画的东西。子涵抿着嘴，我感觉还是有难度。孟云帆，那你画抽象派、意识流。什么叫抽象派？什么叫意识流？云帆越说，其他就越迷糊。说着，他从手机上找了几张看起来杂乱无章的图片。你看，这就是抽象派。他继续翻动着手机，这几张就是意识流。他把手机里面的画面又拿给老张和小石看，其实就是很简单的随意涂鸦，想怎么画就怎么画。云帆之前学过画画，他知道其实对于不会画的人来说，什么技巧都是白搭，只有拿起画笔，动手画画才能够出作品。特别是成年人，很多想法和意识都已经禁锢了，只有用这样激励的方式，才能够慢慢的融入其中。孟云帆选择的那几张照片，看起来就是颜料的涂鸦，看起来好像没有规律，这给了大家很大的信心。老张看了几眼就心里有数了，他拿起画笔慢慢的涂鸦起来。那我画一个类似于这种的可以吗？子涵看中了一张照片，孟云帆侧身一看，是一张类似于海水的照片，各种不同纯度的蓝色，但是没有规矩的铺散开来，很有眼光嘛。这幅画就叫做深海。他给子涵解释，深海看起来是像那么一回事儿。子涵喜欢这幅画，当知道他的名字之后就更加喜欢了。他略带调皮地说，那我就画这一幅，画的不像你们，别笑我哦。井号39，就是画着玩，没人笑你。安抚好子涵之后，再看看其他两人。老张画的看不懂，但是他异常认真，有点画画功底的小诗也已经有点轮廓了。云帆才开始自己画画，他早就想好了要画的内容，直接他的手握着画笔在画板上飞快的移动。一栋3层的小屋子跃然纸上，屋子的2楼有一男一女，2个身影正在做饭。而房子右边的草地上，他也画了4个人，一个正在荡秋千的少女，旁边一位男士依靠在秋千架子上，眼光盯着远方，那里有一个少女在捕捉蝴蝶。在草地的边上还坐着一位少年。6个人在喜欢你我也是的小屋里的画面，形象的出现在画纸上，这些都被网友们看得一清二楚。第21章，老张是绿茶。云帆快速的用简笔画出了大家每个人在小屋的形象，其他人都在画着自己的画，没有注意到云帆这边，但是一直在观看直播的人注意到了。孟云帆画画的这一幕震惊了网友，云帆也太牛了，这幅画的构图和意境真的很温馨。我虽然不懂画，但是看得出来这幅画非常好。现在美术生都这么卷的吗？几分钟就勾出这么好看一幅图。还有一些好事者把刚刚的画面截成小视频发在各个平台，这也引起了很多艺术学院美术生的注意。我是美学院的学生，因为目前达不到这么快速精准的水平，很负责任地说，这画画的技术没有10年功底根本完不成。
没想到云帆竟然是个美术生，云帆的美颜滤镜又加厚了。画好大致的轮廓之后，轮番开始给画面上色。他很认真地搭配着颜色，尽量让整个别墅的色彩和谐。手在调色盘以及画板上来回穿梭，一幅生动的简笔画慢慢的有了颜色。小诗和子涵两人第一次当着这么镜头的面画画，没有信心，所以就伸出小脑袋看旁边人画。不知道一看就被云帆给折服了。他们都知道孟云帆是最后一个开始画的。子涵开心地说：“啊，我们都在里面，这个是我。”小诗说：“这个意境真的好美。”他们的夸赞声引来了老张的视线。和你那一比，我这……老张无奈地笑了。他指着自己的画，自嘲着，意识流。哈哈。云帆看了一眼老张的画，你这个画的真心不错，色彩搭配很好，在意识流中及格了。子涵捂嘴笑着问：“那我呢？我都及格了吗？”还行，女孩子审美一般都在线，即使不会画也不会太差。小诗没有问，而是轻声邀请：“那你帮我看看我的画，哪里需要改进一下？这里再加两笔，整个构图会更加好看。”这里吗？对，左右不对称的美更符合视觉观感。还真是，加上这两笔的确好看多了。不得不说小诗很聪明，他一个邀请直接把云帆的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子涵看见了没说什么，依旧保持着得体的笑容，继续画自己的。老张本来想说两句话的，他脚步都移动了2下，嘴巴微微动了动，又退回去低头继续画画。这一幕被屏幕前的观察员和网友观看到了。张绍刚很疑惑，老张这里有点犹豫，他原来是喜欢小诗的吗？秦岚，他目光看小诗的时候最多。徐一阳，去的时候他跟子涵单独在一起，也很开心呀。张玉龙解释，可能他还没有想清楚谁合适。网友评论就没有这么客气了，老张这样也太败好感了。云帆也没有确定，但是人家的表现就好多了。对啊，云帆一直平等的对待每一位女嘉宾，人多的时候就看着小诗，人少的时候私下里却又故意对子涵表示好感。如果女生这么做，就会被称为绿茶了。老张有超能力，多选择一下也是应该的，这就是男绿茶呀。其实他们不知道，云帆之所以这么大方自信，而且对每个人都平等，主要是来这个世界之后就直接来到了喜欢你小屋，接触的也只有小屋的人和电话中出现的林女士，这里给了他一定的归属感，所以他是抱着生活交朋友的心态来的，所以才看出来从容不迫。时间在慢慢的过去，厨房里的饭菜已经闻见了香味，大家的话也都初见成效。这个时候，每个人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小诗往前迈出了一大步，勇敢地表达自己。云帆的回应在他看来算是及格的，他感觉还不错。老张后退了一小步，看着第一眼心动的女孩跟其他人互动，有点迷茫。子涵外表看起来甜美，但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得很稳，她一直在认真观察，并且表现得非常得体。大家把画好的东西收到多功能厅，然后各自梳洗。相比较，大家都看到室内做饭的画面很温馨，以为结果会非常好。毕竟2个人在厨房做饭，互动会非常多，很容易了解到对方的喜好以及生活习惯。等大家收拾妥当，到餐厅看的时候，小猪很开心地跟大家炫耀他和小马的劳动成果：排骨汤、红烧鱼、3杯鸡、土豆片，这菜名报得可喜庆，大家也都很捧场，起来就很好吃的样子。小马厉害了，色香味俱全呀，以后吃饭有着落了。大家帮忙摆餐具、倒饮料，就等着大厨上桌了。最后一个炒鸡蛋上桌，小马也终于有空了。饭菜齐了，大家吃吧。经过一整天的相处，大家自然多了，直接略过了让座位的环节。当然也有可能提前就设计过了。云帆、子涵和老张坐在餐桌的一边，小诗、小猪和大厨小马坐在对应的另一边。而且小马的位置是小猪特意留出来的，他要坐在旁边照顾小马。众人都已落座，云帆站起来举着杯子里面的饮料。虽然这是在小屋吃的第2餐，但是我们自己做的，还是值得庆祝一下，为我们以后每天都能吃到丰盛的饭菜干杯。其他人跟着一起站了起来，干杯。今天小屋里面的人只有这一餐是正正经经的在吃饭，所以大家很饿。吃饭的时候大家都没像昨天那么客气了。哦，这个糖醋排骨很好吃，我要多吃点。那个鱼看起来不错，帮我加一个。网友看到他们吃饭都不淡定了，你们还在上节目呢，注意点形象。哈哈，饿狼捕食也不过如此了，早知如此就应该多吃点东西。成这样下午还去画什么画啊？直接吃东西不香吗？吃饭的状态实在是太真实了。观察室的嘉宾、观察室的观察员们帮他们找布。徐一阳看着就很香。秦岚，我都看饿了。第22章，
你们给我物质生活，我还你们亲情。小马的饭菜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大家风卷云卷的吃了起来。10几分钟之后，大家肚子里终于都有点东西了，没那么饿了，吃饭的速度这才放慢了一点。云帆，白吃的果然就是香。老张说这个也太好吃了，希望以后天天都能吃到。子涵，大厨，这几天能活着都靠你了。小石轻轻的点头，虽然夸奖的话像洗脑包，但是都是真心话。小猪嘴里还包着菜，都开始夸奖小马，是不是感觉这顿饭都飘在天上？被夸奖的小马瞬间就明白了他们的心思，你们这简直都是糖衣炮弹，其实就是想让你多做饭菜，开始慢慢的享受美食。之前觉得麻烦的鱼和虾成了大家主要进攻的对象。小马看了一下鱼还是翻一下再吃吧。小猪自然的开始帮忙，为了方便，他直接拿过了小马的筷子，2双筷子果然方便多了，一下子就把鱼翻过来了。小猪把筷子还给小马，小马正要吃饭的时候发现不对，我们筷子拿反了，你那双是我的。小猪好像没有察觉，不会吧？是呀，你那双上面有口红。小马说这话的时候淡定中带了一点点冷意。小猪筷子拿起来认真看了一下，这不是口红吧？是的。哦，我们换过来。他们把筷子还了过来，其他人都一脸看好戏的表情，可能因为自己是当事人，所以搞笑女没有搞笑，气氛小猪也没有活跃起来，大家只能暗暗的吃瓜。弹幕：恋爱的酸臭味迎面来。天哪，所有人都在嗑，现场直播可还行？快点锁死吧，我觉得青梅竹马实在太配了，进展太快，我怎么有点担心呢？这餐饭吃的比昨天轻松多了，不知不觉大家都吃得很饱，还有不少剩菜，大家要不休息一下继续吃？我是真吃不下了，大家都表示吃不下了，我们收拾吧。小马和小猪，你们坐着，碗和盘子都不用端，帮忙收拾了餐桌，厨房有限，而且他们已经分组了，所以在家务这方面也没有争抢。老张和子涵留下来清理碗筷，子涵还很细心的帮老张找了一个围裙围上，老张笑意盈盈的接受了。云帆提议，我们到后面院子里走走消消食吧。他们下楼把空间都留给老张和子涵，2个人在厨房，大家也没有打扰他们，给每一人相处的时间，这是一种相互成就。后院设置的是非常漂亮的，白天和晚上的光景又不一样，特别是用帐篷搭成的小屋，晚上在灯光的照耀下，布灵布灵的特别梦幻。这个小屋每天只能使用1次，每次只能进2位成员，而且被邀请的一方不能拒绝，这等于算是给了大家一个私密空间，不管是想和有兴趣的异性聊，还是想和竞争对手聊都是可以的。几个人围着小屋转了2圈，都没好意思进去。就这时候，云帆接到了电话，是林女士的。她想了想，走到了没有摄像头的地方，才接通了电话。云帆呀，网上那些评论你别看，别听他们的，那些说你的人都是势利眼。不过这事儿也怪你吧，把你所有的车都给收走了。下午我说过他了，这会儿司机已经送车到门口了，你去拿一下钥匙。这些车跟你之前的跑车没法比，但是也算上档次。孟云帆听了几句才听明白，原来自己被网暴了。老妈，林女士说服了孟老爹，要送辆车过来。其实也不用。孟云帆还没想到，如果离开小屋要去哪里，所以下意识的拒绝。还没等他把话说完，林女士又机关枪似的开炮了。你不用，未来儿媳妇也要用的，而且一个男孩子连辆车都没有，什么样的女孩子愿意跟着你啊？听妈妈的绝对没错。还有别在超市里买衣服了，我给你转了些钱，明天去商场买衣服。孟云帆啊，我不缺衣服。林妈妈别说这话，你这以后要是被人扒出来，我们老2口的脸往哪里放啊？好了，就这些了，我会时刻关注你的动态，有什么缺的我到时候再给你送。你看到车了吗？我不占用你的时间了，加油儿子。李女士说完就快速的挂断了电话，只剩下孟云帆一个人在原地发愣。他往大门口看去，一辆黑得发亮的保时捷停在门口，旁边站了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孟云帆开门出去，那人毕恭毕敬的把钥匙放到了他手上，一同附上的还有一张银行卡。那人是有备而来，把车钥匙留下以后，坐着后面一辆车就离开了。孟云帆坐到车里试了试，高档车手感果然不一样。把车停好之后，他坐在车里面感慨，没想到昨天之前自己还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上班族，今天就要啥有啥了。他想了想，拿起手机翻看下午林女士发来的信息：儿子，没想到你切菜还有模有样的，会做饭吗？什么时候学的？这么多年你在外面打拼，辛苦了。不过我都没有吃过你做的饭，你什么时候给我做一顿啊？哇，我儿子画画这么有天赋，等你回来了，
记得给我画一幅画哦。爸爸妈妈不称职，都不知道儿子这么能干。云帆看到这些，加上支付宝又叮咚到账2万，这连环炮让孟云帆很感动。孟家父母是有点溺爱的过分，但他们也是真的关心原主。现在自己既然接受了他们物质方面的馈赠，就还他们一份亲情。他快速在手机上打出一句文字：车子我收到了，很喜欢，不会给你们丢脸的，放心。过了1分钟，他又打了2个字发了出去：谢谢。发出这2个字，孟云帆整个人轻松了很多。他算算时间，外面遛弯的人快回来了，他就回屋了。嘉宾和网友都是看不到这段的，原因前面讲过了，一般2件事同时发生的时候，节目组不给单人镜头。第23章，小猪上头，小马下头。云帆穿过大厅，正要去花园的时候，子涵和老张已经下楼了。云帆举了举手中的信封说：刚刚拿到了个人信息的卡片，我们可以根据指定信息猜测职业了。这是刚刚进门的时候 PD 交给他的。老张肉眼可见的高兴，要揭晓职业了吗？云帆手里的信封递给他，信封上说里面有6张卡片，每个卡片上有信息，但是名字是遮住的，需要我们猜对应的人名。子涵点点头，哦，好像还挺有意思的。老张看看信封，那我们在哪里呢？就在1楼大厅吗？可以。云帆站在玻璃门前，喊花园里遛弯的人回来。职业信息是恋综的最重要的一趴，也是经典保留项目。为了避免大家一开始因为职业错过自身的感受，很多节目特意把职业信息放在第2天甚至第3天公布。当然这对嘉宾来说其实有一点鸡贼，但是对节目组和观众来说这是一个看点。张绍刚很期待要公布职业了，观众更是抱着看戏的态度。终于到了最重要的一趴，厨房是恋综修罗场，那公布职业就是战场，正面出击，要重新洗牌了。激动的心，颤抖的手，我磕的 CP 不要走。对于我来说，这一趴简直是公开处刑。看看老张的小表情，他是稳赢呀。我反而更加期待孟云帆的职业。没有车，在超市里买衣服，却送出洗洁精加高价位钢笔的神奇搭配，不知道是什么身份。听你这么一说，我也好期待。逛花园的人回来了，不知道要公布职业环节的时候，整个氛围又发生了一点变化。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人都会有一个特性，在紧张的环境中都会做一些无意义的小动作来掩饰自己的尴尬。在这个马上公布职业的重要时刻，小屋里的嘉宾也是这样的状态。6张有着大家职业信息的卡片摆放在桌子上，大家都不刻意去看。小诗拿着一块毯子围在身上，今天有点冷。子涵端着一杯水放在嘴边，半天都没有喝进去。就连直爽的小马都吸溜着鼻涕，我也要找一块毯子。当然这样的事情自然由小猪代劳了。小猪很自然地递给他的一条毯子，这个给你。老张站在边上擦在手上并不存在的水渍。云帆招呼着大家，大家都差不多了，我们开始吧。小猪问，谁先开始？老张不是的，窝在沙发里，这是个好问题。话是这么说，可是这2人都一动不动。几位女生更是满脸期待地看着3位男士，没有主动的想法。那我就先来吧。孟云帆站起来，我们用接力的形式，我抽中谁的，下一个就是谁来。对此大家都没有意见。孟云帆随手抽了1张，反正他知道自己是个无业游民，这一趴对他来说并不是很重要。他在这里的意义，了解和自己生活在一起的人是做什么的。其他5个人的眼光都放到他身上，他们都想知道第一个公布职业的人会是谁。云帆看看卡片，已经隐约猜出大概是谁了。姓名是……他故意停顿，卖了一个关子，不知道。这么一来，大家稍微轻松了一点。小马问，那关键信息呢？云帆，这个就有意思了。体育科技公司创始人，全国羽毛球锦标赛冠军。他一读出这段话，所有人把目光都看向了小猪。大家都猜到了，应该是他，因为只有小猪是运动风的装扮，而且性格也很外向。只是小马的眼神充满了疑惑，但是他也没有开口说话的意思。小诗问，那你猜测他是谁？云帆眼光在人群中扫了一遍，眼神定格在中间的女性身上。在我们6个人中和体育有属性的，你们仨不太像，排除我和老张，那只剩下运动属性较强的小猪了。小猪左右看看，我就这么好猜吗？众人点点头。好吧，这个是我。小猪第一个被猜中，其实还是很开心的，毕竟他这份简历拿出来很 nice。云帆，那你介绍一下自己吧。小猪很正经地讲起来，我打羽毛球有20年了，是全国羽毛球锦标赛冠军。退役以后就做了羽毛球科技公司，已经5年了。我还有一家羽毛球培训公司，我还有3、4家羽毛球馆，并且在一些学校做一些羽毛球的培训，而且我拥有自己的俱乐部。这简历一条条说下来，连云帆都懵了。难怪昨天还搞笑的氛围组，今天一本正经起来了。抱着八卦心态的云帆
看了看一眼小马。看过之后，云帆都疑惑了。曾经全国锦标赛冠军，现在做体育事业，这样的身份拿出来说还是挺有面的，为什么小马会满脸尴尬呢？不过这个疑惑并没有让云帆持续太久。小猪自己跳出来自爆了，今天还有人问我会不会打羽毛球。这个时候小马表情已经很尴尬了。小猪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我告诉他我不会打。他说这话的时候还很嘚瑟，他看着小马，在车上的时候我还说以后请教你的，你还记得吗？但是小猪并没有发现小马的异样。孟云帆觉得自己想多了，眼睛扫了一下其他人，大家都不说话了。这个时候的小马尴尬中带着体面笑，就连以稳重自持的老张都瞳孔地震了。看来这位兄台捅了马蜂窝而不自知啊。现在我可以说了。小猪很高兴地说，以后我可以教你。小猪是气氛组的，他高兴起来了，大家自然跟着起哄。毕竟大家都没那么熟，遇到任何事情能装傻最好。观察室里的明星看得更加仔细，但是在做节目，他们也在疯狂找补。徐一阳这样的不知后觉反而很好磕呀。秦岚，一般软萌的女生喜欢这样的后知后觉。观众们依旧毒舌。小马的表情已经不对了，可惜小马性子比较强硬，不是软萌的女生，她就要尴尬死了。小猪这个操作直接把小马给整不会了。代入一下小马，觉得被戏弄了。青梅竹马 CP， 小猪最上头的时候感觉小马下头了，两个人都很骄傲，后面看缘分了。第24章，退役军人是云帆吗？经常看恋综的网友们已经看出了问题的本质，他们开始为青梅竹马 CP 即将毙感到悲哀了。不过当事人小猪并没有发觉，身份职业被暴露的小猪反而多了几分自信。那下一个人的身份我来揭晓。他从桌上抽出一张卡片，其实我特别想知道小马的职业，不过上天好像不如他的意，他念出卡片上的冥想引导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证书，应用心理学硕士。小猪边说的时候把目光看向了小诗，今天好像听谁说他想要冥想一下。小猪已经猜出来了。小诗笑笑不说话。老张，揭晓一下答案吧。打开图层，果然就是小诗。小诗，我有一家线下冥想体验馆，不知道会不会让大家有压迫感。小猪，没有，真的没有。小诗继续介绍着自己，我平时给人的感觉可能比较柔知性，但是其实我内心里有一些反叛和力量的一面。心理学还是一个大家接触较少的行业，所以大家都很期待的为他鼓掌。小诗需要揭晓下一个人的身份，他从桌上拿了一张卡片，互联网金融大厂运营专家，一流工商管理学硕士。大家把眼光看向了子涵和老张，这两个人话都不多，让人看不出深浅，所以都在猜测是他们。小马已经缓过来了，所以他们两个人到底是谁呢？小诗直接把话题抛给了云帆，你觉得是谁呢？云帆这个时候也在心里猜测，没想到被点名。我就不需要觉得了，这个完全跟我没有关系。小诗，那你给我一点意见。我给点意见。那子涵。云帆说出一个大家意料之外的答案。子涵看了孟云帆一眼，整个人依旧笑得甜美。小马问，为什么不是老张呢？小诗跟着云帆的思路说，我就觉得是子涵。小猪直接站对小马，我猜是老张。一个弓一个长出现了。等小诗打开图层，看到的真的是子涵。子涵捂着嘴笑着说，哈哈哈，对，是我。我是毕业之后在银行工作，现在在大厂工作2年了。张玉龙，子涵一讲，工作状态完全就不一样了。秦岚，这是真正的情商和智商双高。弹幕，外表那么可爱，没想到居然是大厂运营专家，500强的专家立马高大上起来。子涵的这个反差感真是绝了。双商在线的女孩子看起来就是舒服，这么美丽又这么自信的女孩子，难怪前面表现那么淡定，难怪一直看她都不紧不慢，而且目前为止没有表露出任何情绪。网友们还在讨论，子涵已经大方地抽出了一张卡片读了起来。科技类创业公司 CEO， 投资人，投资的公司成功上市。这个是谁呢？他说这话的时候把眼光都看向了老张。小诗，这个需要问一下老张，问问他觉得会是谁。现在只有老张、云帆和小马3个人没有公布职业了，所有人都认为是老张，连车都没有的孟云帆和搞笑派系的小马自觉被他们排除在外了。老张还想垂死挣扎一下，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小马。在吃瓜群众的小马没想到被点名。哦，那等一下，我要换一个姿势。小马立刻坐，端正大腿，翘着2腿，表情严肃。这一幕看起来就非常搞笑。小猪笑得很大声，但是也及时替小马澄清，如果第一张抽到这个，老张肯定会说小猪也像，但现在还都打光了，没得跑了，不要拉扯小马。老张很认真的解释，因为小马也说过
是自由职业，时间比较自由。小马认真的点头，对，你说的有可能。氛围已经到这儿了，老张不得不承认，我现在说这些没有任何意义了。云帆终于编不下去了，自爆吧。这个时候的老张闪闪发光，他从容不迫地介绍着自己的事业。我有自己的公司和研发团队，也会是做一些投资的。因为做投资会做风险规避，所以对于很多事情都比较慢热。这段话很明显已经在脑海里过了很多遍了。大家很全场的给他鼓掌。子涵，还有2张，老张轮到你抽了。老张站起来，我现在最期待就是小马的身份了。小马性格直爽中带点搞笑的因素，的确很难让人猜出他的职业。我们也很好奇小马的身份。老张看着手中的卡片，看看云帆，又看看小马，他没有直接做出决定，而是说，其实这个还是挺有难度的。职业：品牌创业者，退役军人。老张说完这话，眼神就看向了云帆。军人自然是会想到了云帆，毕竟看小马的性别和性格都不像当兵的。但是云帆不一样，他身材高大帅气，做事有分寸。小诗高兴的鼓掌，退役军人啊！子涵毫不吝啬的夸奖，难怪气质不一样。小猪开着云帆的肩膀，没想到深藏不露的是你啊！老张也很肯定的对他点点头，云帆分寸感非常好。所有人都对军人有一种天然的滤镜，夸赞的词语像不要钱一样的都崩了出来。云帆明显愣了一下，他也以为是自己，但是很快他又把眼光看向了小马，因为他了解这个世界的孟云帆并没有参过军。小马本来听到职业的时候就知道是自己，但是说到退役军人的时候，大家把眼光看向云帆，他也看过去，所以他也发现了云帆的异样，但是他什么都没说。曾就职于国家机关单位。老张满脸疑惑地念完卡片上的最后一个信息，这是云帆吧？小猪第一个猜，这一定是啊。你是做什么类型的品牌啊？小石多问了一句，毕竟他实在想不到一个品牌创始人会在超市买衣服。云帆，你们确定是我吗？有没有可能是小马？小马端坐在沙发上，认真的点点头，很可能。鉴于前面小马有过冒充老张的事件，这次大家都不相信。小猪笑得最大声，哈哈，小马怎么可能？第25章，云帆才是真正的大佬，分分钟钟让人破防。显然所有人都认为孟云帆是退役军人。老张因为职业习惯，眼神中充满了疑惑，没有第一时间下结论。观众也都开始了盲猜。云帆看起来像当过兵的，干净，做事有分寸。可即使是这样，云帆和另外2位男生的地位也差太多了。云帆有没有可能是军二代？绝对不是。军二代会在超市里买衣服吗？那就是小马了。刚刚他的表情说明了一切。如果是小马，那这反差也太大了。小猪催促着老张，说说你的猜测吧。老张又认真的看了看云帆和小马的，你们都觉得是云帆吗？其他人都点头。投资人老张一锤定音，那我选小马。众人爆笑。小诗铺垫这么长时间，最后选择小马。老张废话不多说，直接刮开了涂层。真的是小马，这真是让大家大跌眼镜，同时也让云帆对老张有了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老张能做到，投资人果然是又文眼光又狠。小猪到现在都不相信小马居然是军人，这反差也太大了。小诗，小马，你厉害啊！云帆对着小马行了一个军礼，长官你好。你好。小马回了一个军礼。2个人的互动很有意思。老张有国外生活经历，并没有很震惊，而是在推进流程。介绍一下自己吧。小马，我曾经当兵5年，退役了之后在单位工作1年，现在自己做服装品牌。张绍刚，这个反差还挺大的，没想到居然是小马。张玉龙，女孩子当兵真的很少见。弹幕，小马实在太可爱了，当兵5年不容易，反差实在太大了。云帆和老张猜职业有点子运气在身上，他们这些人的职业都很厉害，那我就更期待云帆的职业了。感觉云帆会被吊打，一共6个人，5个人的职业都很体面。云帆，你要撑住啊！只剩下最后1张了，不用猜就是云帆的职业。小诗提议，要不云帆自己给我们揭秘吧？大家都起哄，觉得可以。孟云帆拒绝了，这个还是小马来吧，每个人都有机会，公平公正。他之所以这么说是有原因的。孟家父母虽然气愤儿子没出息，但是他们不会在这种重要的场合让儿子丢脸的。昨天的钢笔，今天的保时捷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像这样提前需要向节目组报备的信息，他相信孟家父母不会亏待儿子。既然开奖有喜，那自己念出来效果就达不到了。小马也不扭捏，拿起了桌上最后1张卡片。其他几个人都带着体面的微笑看着云帆，他们在心里暗暗的发誓，不管云帆是什么职业，都不会嘲笑他。
在他们心中，云帆的职业应该是上班族，而且是那种没有达到管理级别的人物。毕竟有点身份的人都不会在超市买衣服。小马看着卡片上的词，用震惊的语气读了出来：休闲俱乐部创始人。他猛地一抬头看着云帆，有点东西啊你。其他人的表情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老张和小朱。本来在外形上他们输了云帆一头，但是知道云帆没有车以及在超市购物的举动，让他们对云帆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从开始揭晓职业到现在，他们都有点自信过头了，错误的判断了云帆，现在有点尴尬。其实最尴尬的是云帆，他想过孟家父母会安排一个不会太大分公司经理这种职务，没想到直接给了一个俱乐部。他皮笑肉不笑的迎接着其他人的目光。小马继续读：经营一个高尔夫球场，2个赛车场，3个滑雪场，4个游乐园。越念到后面，他的声音越低，大家的眼光就越奇怪。小猪有点尴尬，现在炫富都流行按数字排列吗？小诗若有所思，难怪身材这么好，原来是俱乐部创始人。子涵大方的笑着问：那我们有机会去你的俱乐部玩吗？老张一脸纳闷，之前不是说不打高尔夫吗？云帆淡定的解释，有球场和会打球是2码事，你们看看更喜欢什么活动，改天可以约个时间一起去玩。他还故作轻松的邀请大家去玩，鬼知道他的内心已经惊涛骇浪了。这些项目都是孟云帆之前想做却都没有做成功的，没想到孟家老两口把这些都给盘下来了。特别是赛车场，之前在比赛时发生了点事故，孟家父母可是严令禁止他在玩赛车的。特别是林女士，当时整个人像疯了一样，赶走了所有人，并命令他关闭了赛车场。结果到头来他们还盘了2个赛车场。即使孟云帆是不是原来的孟云帆了，这些记忆也足够让他感动。张绍刚，孟云帆反差还挺大的，看前面完全想不到他竟然有这么多产业。秦岚，是啊，他动手能力那么强，对东西品质要求也不高，结果还开了那么多俱乐部。张玉龙奇怪地问：这是张老师你不知道吗？张绍刚，我是台前主持人，又不是幕后策划，怎么会知道这些事儿？徐一阳，这才是真正的深藏不露。观察室里面都是简明扼要的表达自己的思想，但直播间的观众就无所顾忌了，弹幕更是瞬间刷屏。卧槽，竟然这么有实力，亏我还担心你丢脸，结果你是个王炸。你说你都是创始人了，怎么就不开辆车呢？对不起，之前嘲笑的声音太大了，我向你道歉。原来富豪都是这么低调的吗？这么多产业，一定是富二代无疑了，这才是真正的大佬，不显山不漏水，分分钟钟让所有人破防。难怪他那么自信从容。我要是有这么多产业，我穿着拖鞋也很自信。看恋综这么久，第一次觉得把职业放在后面是正确的，应该把职业再往后放1个星期，那时候再看嘉宾们的脸色一定更加精彩。之前以为有超能力的是老张，没想到真正的超能力在后面，这一幕也太刺激了。所有人看云帆的眼光不一样了，一时之间氛围有些奇怪。职业在任何一个场合都很重要，特别是婚恋市场尤为重要。这个时候还得是小猪开着玩笑说：那你应该做 C 位啊。运动员的心态和对抗突发事件的能力就是强，这时候想到的是 C 位。第26章，新嘉宾来了。介绍过职业之后，大家知道了云帆才是真正的大佬，大家看他的眼光都变了。小猪更是夸张的邀请他做 C 位。云帆笑着说：别整那些虚头巴脑的，大家能聚在一起就是缘分。他拿起水杯，我们一起举杯庆祝一下。最先站起来的是老张，隐形的大佬都说话了，谁敢拒绝啊？来干杯。其他人赶着举杯。张玉龙，没想到第一个站起来的是老张。张绍刚，我们要相信他是一个优秀的投资人。这边大家在庆祝。小马说：你刚刚为什么对我敬礼啊？云帆，我以为这一趴都过去了，你怎么又提起来了？因为只有你敬礼了呀。小马说：云帆，可能有一个军人梦没有实现吧，所以不自觉地行了一个礼。对了，你5年的话应该升到士官了吧？小马轻轻的点点头。我退役的时候是班长，那以后我不叫你小马了，就叫你班长。小马哈哈哈的笑着。子涵附和：那我们以后都叫你班长。小猪，随便你们怎么叫，我还是叫小马。听到这话，小马的神色又有一点点变化了，应该是他工作经历的关系，性格比较直，不会掩饰想法，而且不太会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之前小猪隐瞒职业并调侃他，一般的人如果不喜欢这种做法，会直接说出来，可他没有告诉小猪，也没有给小猪一个答复，现在又开始主动接云帆的话茬，而且所有的行动和话语毫不掩饰。小屋里比较善于观察的几个人已经感受到了，比如老张，比如小诗，还有一直没有表态的子涵。只有小猪还没有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依旧在嬉笑。
而云帆的心思早就飞到了九霄云外。现在因为敬礼引起了小马的怀疑，看来以后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合理化，快点融入这个平行世界，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大家碰杯过后，还没等坐下，就听到了外面的门铃声。云帆看时间正好9点，是有新成员要加入了。他这么一说，其他人都想起来了。小申，这么快的吗？一般的恋综节目，为了每个人都尽可能的配对，都会在后期加入人选，大多都是1星期，最早的也是5天以后，这也太快了。小猪伸着脖子往外看，不知道是男生还是女生。小屋嘉宾一起往外走，准备迎接新成员。张绍刚跟大家解释，因为之前的几季他们待了7、8天才有新人进来，那会儿先到的人已经成团了，后到的人就没有办法融入他们，就容易躺平，所以我们这一季叫破茧季。希望所有嘉宾不要拘泥于眼前，也希望新人能够突破自我，同时破开他们的茧。秦岚，但是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前面都是白磕了吗？张绍刚，对，我们希望大家抱团的对象可以大一点。张绍刚，我之前一直提醒你们，才1、2天，先不要着急磕糖，但你们太上头了，我没办法。秦岚有点沮丧，我喜欢的 CP 要分开的感觉。张绍刚，也不一定，说不定到了某一个时刻，你还希望他们早点分开。秦岚，那我更期待了。观众挂心态全部被激活了，这就相当于漂流瓶，一切随缘。所有的恋综都过来学，新人早点进来，太喜欢这样的设定了。后面的人终于多了机会，每次都喜欢最初的人员，但如果新人加入的早也可以接受。张绍刚的话是暗示说青梅竹马 CP 会逼吗？很可能是，你要相信一位优秀主持人的观察力。镜头一动，随着小屋人员来到了门口，他们有期待也有紧张。终于一个身影出现了，是男生。小马轻声说。云帆看得更远，2个人好像一男一女。不会吧？老张探出生的半个身子看，果然2个人的身影出现在门口。前面的男生戴着一个西瓜皮的帽子，后面的女生戴着一款贝雷帽。秦岚，新人形象都不错，我觉得一切都有可能。大家列队欢迎，迎接2位到了大厅，但他们还有一点拘谨。云帆就说，我们先坐会吧。子涵他们一人递了一杯水，喝点水。谢谢。都在关注新嘉宾的同时，小猪递给了小马一张毯子。老张有点社恐，为了缓解尴尬，拉着云帆，你坐这里。云帆想说没啥好紧张的，吃瓜群众们早就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节目组这个策划实在是太好了。男四有点文艺范儿，当然忽略他那顶帽子的话。女四颜值绝杀，衣不如旧，人不如新。我也喜欢女四，各位拔刀吧。女生不大高兴，男生们都暗自窃喜。小猪，你别太矮。云帆，老张，你能不能稳重一点？新来的嘉宾知道自己可能会面临的场合，所以表现都还挺不错，但难免还是有些紧张。云帆问，你们之前就认识吗？女四，那倒没有，我们刚刚在门口遇到的。他捏着手中的袋子，有点紧张。云帆看出了他们的拘谨，提议，要不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吧。小诗，对，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男四，我叫任若曦，你们可以叫我3金。3金，老师都记住了，的确很好记。3金，我是一个画家，美学院硕士，主理人，目前正在申请博士。说着从包里拿出自己的画，是我自己画的画，我们每人准备了一张。他把手里的画分发给大家，每一个都不一样，你们可以选，有生活写真，有水墨画，还有风景。这份礼物准备得很用心。3金，谢谢。弹幕，果然是学艺术的，那个帽子的品味实在让人不敢恭维。哈哈，我现在觉得云帆去超市买衣服都比他有品味多了。3金实在是太不客气了，直接说自己是画家。云帆画那么好，都没有说自己是画家。我一般也只说自己是画画的，混饭吃。3金和大宝一起出来，潜意识会比较亲近一点。第27章，出场顺序真的很重要。在3金介绍完之后，女四没有那么紧张了。她开始自我介绍，我叫秦美宝，大家可以叫我大宝。我的职业比较自由，主要是经营自己的品牌，还会做一些自媒体。小诗说，那你和小马是同乡了。大宝听到这个还挺开心的。真的吗？小马，以后可以相互学习，相互进步。我向你学习。大宝很开心。对了，我也准备了礼物。他故作神秘地说，你们要不要猜一下？就是跟火锅这个城市有关系的东西，大家都可以玩。孟云帆，这也太好猜了。麻将。大宝看了他一眼，使劲点头，对，就是麻将。小马，这个不错，麻将我会。这个我也会。哈哈，没事的时候
大家可以坐在一起配一桌。秦岚，这个麻将带来的很好，代表要重新洗牌了。现在大家都认识新成员了，需要做一下自我介绍。云帆第一个，我叫孟云帆，你们叫我云帆。老张，我叫张志轩，大家叫我老张。嘉宾们都在做自我介绍，网友们继续吃瓜。这一期的职业色彩都好丰富啊，所有嘉宾颜值也很不错。有麻将了，谁还恋爱啊？美女拿出麻将，立马就接地气了。哈哈，重新洗牌的意思吗？感觉修罗场马上来了。新人的加入，让每个人都有一些小心思。云帆没有想那么多，要不我们还是来玩问问题的游戏吧。两位新人也可以问我们问题，我们也可以问新人问题，相互了解一下。他像一个隐形主持人一样，把新人带入到这个团体中。老张提议，我们对新朋友不要太狠哦。小猪吃瓜，昨天可不是这么说的。大宝和三金看着他们，昨天怎么了？子涵，我们有一个问题库，从里面随机出问题。大宝，真的吗？那有点吓人了。没有那么夸张。云帆解释说，因为我们这个是恋爱主题的节目嘛，所以可能会问一些恋爱的问题，比如你会觉得什么样的女孩子会让你特别喜欢，特别上头？三金，事情特别认真，属于自己的事业或者自己的专业。云帆，那你自己也是这样的人吗？是的，比如说我画画可能一坐就是6、7个小时。三金的回答还算不错。男生也各自表达了自己喜欢的类型。云帆，懂事，懂我的就行。回答比较笼统，让谁真正的懂另外一个人都比较难。但是想到他的实力，这话好像也没毛病，毕竟在绝对的实力面前说什么都是多余的。老张慢悠悠地说，没有特别喜欢，可能时间长了觉得有合适的。老张说这话大家都不觉得奇怪，毕竟投资人的身份在那里，很多事情都是权衡利弊的结果。小猪，我就喜欢了，不喜欢就不喜欢。这完全就是云帆运来形容小马的，他现在照搬，好像也没什么问题。子涵把话题让给大宝，我们女生也都说一说理想型，你先开始吧。大宝，我可能会在意细节，把我说的话放在心上。女生应该都这样吧？在座的几位女生都点头。子涵问，那我问第二个问题，如果你们遇到自己喜欢的异性，会怎么样表现呢？大宝回答，表现比较兴奋吧。三金，我可能会反着来，我会慢热，相对比较冷静，是慢慢的通过细节去让对方感受。老张认真的回答，我这点和三金差不多，会慢慢了解。那我就是和大宝一样了，直接表达。小猪倒是很实诚。云帆，我还是那句，所有的一见钟情都是。小猪直接打断，你不说我们也知道了，我们一起说。其他几个人一起起哄，见色起意。两位新人听到这个回答，觉得挺有意思，都笑了。小屋的氛围也欢快起来了。可观众看到的和大家感受到的完全不一样。三金这是直接在说自己喜欢大宝吗？哈哈，男四要是喜欢女四，那这也太有意思了。小猪对大宝也很好呀。你们都没发现老张今天很活跃吗？哇哦，大宝一通乱杀，想想就刺激。你们都去看大宝了，那云帆就归我了。你们注意到小马已经在故意找话和云帆聊天了吗？我错过了什么？难道公布职业小马变心了吗？小马变心是因为职业，是因为小猪戏弄他。我注意到了大宝看云帆的眼神了。喜欢你小屋里面的嘉宾通过问问题越来越了解其他人，有了新人的加入，可以聊的话题也增加了，所以氛围非常不错。大宝趁着大家心情都好，就提出来建议，作为新成员，明天上午我想请大家一起出去玩。出去玩？小猪问。子涵和小诗直接把眼光看向了孟云帆，毕竟云帆是有赛车场和滑雪场的人。对，去人民公园，大家一起聚一聚。大宝看出了大家的神情，你们是有其他的安排吗？他有点尴尬。云帆摇头，没有，我觉得人民公园是个不错的选择。其他人听云帆这么说，知道他目前没有计划带大家去玩，就都随声附和着，公园空气好，可以当郊游了。大宝略显不好意思地说，其实这也是节目组给我们的特权，我是觉得公园里生活气息比较重，有相亲角，还有很多特色小吃。云帆对他竖起大拇指，这样大家会更自在一些。老张附和，好像很有意思的样子。上午的行程确定了，三金就说了下去的行程。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特色街那边逛一下，那边是新旧城市的一个结合，很有特色的街。两位新嘉宾给大家安排的时间，一个是早上8点30分，一个是中午12点30分，刚好上午和下午都全部占满了。大家这算是确信了，集体出游的行程是节目组确定的，是为了让大家接触新嘉宾。那这样的情况的确没有让云帆出面的必要。弹幕，约会的事情找云帆就行了。哈哈，这个出场时间我要笑死了。
如果是在表明身份之前他们出现，我觉得这个活动会很有意思。现在已经表明身份了，他们出现的太晚了。出场顺序真的很重要。惊喜没有了，修罗场好像也不存在了，但是去公园我还是有点期待的。看他们一起去相亲角吗？你这么一说，好像很期待了。第28章，这波我占云帆。在结束聚会之前，小屋众人约定了第二天出发的时间。云帆正要回屋，小诗对他招了招手。他往周围看看，没有其他人，确定是在叫自己，就过去了。你每天早上都跑步吗？我可不可以一起？小诗用小心翼翼的眼神看着孟云帆，他很害怕云帆拒绝。这么快出现的女嘉宾，大宝颜值出众，让他有了压力。云帆没有想那么多，可以啊，不过明天我们要去公园，所以要早点。早点是多早？你回来是不是还要化妆？给你算半个小时化妆时间。那我们6点30分就要出门。小诗，需要这么早吗？云帆，早一点空气好。你要是赶不上的话，可以改天，反正我每天都会跑。那行，我看看我能不能起来。小诗没有给准确答案，云帆倒是无所谓。他扭身去厨房倒水喝，正好看到2位新来的嘉宾都在厨房。你们没有吃饭吗？大宝，吃过了，我想明天早上给大家做早餐，所以来熟悉一下厨房。三金也点点头，我看看明天早上能不能给大家做点早餐。云帆，你要给我们做早餐？那我可以点菜吗？三金看云帆动作表情都很自在，开玩笑的问，都这么不客气的吗？三金才到这个环境还没有完全放开，实在不理解云帆的行为。云帆大方的表示不需要客气，反正住这里就把这里当家一样。他的这种表现让2位新嘉宾都放松了很多。大宝也笑了，我打算给你们做特色鸡蛋煎饼，你可以选择咸味和甜味的。云帆双手一摊，我选咸味的鸡蛋煎饼。大方爽快的答应了，好，给你做一个咸口味的。云帆，看吧，这样是不是自在多了？三金对他竖起了大拇指，表示学到。那你们研究研究厨房，我先撤了。这个厨房今天才开始用，还是小马和小猪的主场。云帆对厨房也没有很了解，也不是闲得没事的人，所以没有主动帮他们。他要回去写信了，今天写完信，今天的事情就完成了。之前他还是习惯性的看了一眼手机，果然手机信息又多了10几条，都是林女士的。这次他直接拨通了视频，老2口的头像同时出现在视频中，看着很熟悉儿又有点陌生的2张脸，他自然的打招呼：爸妈。孟云帆发现这2个字并不难喊出口。视频那头的林女士很优雅，她拍了拍有点严肃的孟老爹，你看我就说儿子长大了，懂事了，你听这2声多亲热。孟老爹咳了2声，这臭小子还是受点苦就懂事了。林女士把他扒拉开，你说什么呀你？视频里只有林女士一个人了，云帆，你别听你爸的，他就是嘴硬心软。孟云帆，我知道。妈，我想问问那个职业是怎么一回事？林女士，这个啊，你之前爱玩的赛车、滑雪、马场，这些你爸都给你买下来了。那高尔夫球场呢？孟云帆记得很清楚，他不玩高尔夫。哦，你记得3年前山地摩托车比赛的时候，有个人故意别车，导致你摔伤了腿吗？我记得就是因为这个，你们再也不允许我赛车了。高尔夫球场就是故意别车那个小子家的，你爸爸花了快3年的时间，把他们家的产业都给收购了，这也太豪横了。孟云帆耳朵嗡嗡的，已经听不清楚对面在说什么了。好一会儿，他听到有人喊他：云帆，云帆，你有在听我说话吗？他镇定的回答：我在听。你说，这几个女孩都挺好的，你到底有没有注意的？我跟你爸都看好子涵，新来的大宝也不错。孟云帆开玩笑的说：要不你们替我参加？林女士，傻孩子，我们这不是担心被其他人抢了先。孟云帆理解他们的想法。林女士，你见过哪一对见面2天就成了的？林女士，那我看好子涵，你多关注点他。孟云帆，我回去，你继续，我挂了。挂断了电话，云帆想也不想花了3分钟，写了一封信就出房门了。爸妈这一段观众是不知道，他拿好写好的信件在信箱前。这天有了新人的加入，同信箱那里多了一红一蓝2个信箱。不过这也没有影响到云帆的决定，他看了一眼信箱，毫不犹豫地把信投了进去。按顺序是小马了，这份信给我的班长。班长，加油哦！他甚至对着信箱做了一个加油的姿势。张绍刚直接笑了，他还真把公平公正贯彻到底。张玉龙可能还没有心动的感觉。秦岚，优秀的男孩子的确没有那么容易心动。其他人的投封信也按部就班地进行着。这天的结果出来了，孟云帆3封信分别是小诗、子涵和大宝。老张还在观望。小猪1封信是小马投的，小诗1封信是三金投的。
小马2封信分别是小朱和孟云帆，子涵没有封信，大宝1封信来自老张、张绍刚，其他的多少还有一些理由。最意外的就是老张。秦岚，是呀，以为他会投给小诗或者子涵。得知投票结果的观众们都是一片骂声。老张也太花心了，偷看小诗的次数最多，跟子涵逛超市的时候明明也很开心，结果把信投给了新嘉宾，都不说话，心里憋着坏呢。心思深沉的人话都比较少。也有人替老张鸣不平的，孟云帆也投别人了，怎么都没人骂。这个议论一出，下面一堆帖子，拒绝碰瓷。云帆主打公平公正，轮流着投信。老张表现的对小诗很感兴趣，对子涵也不错，结果女生把信投给了新人。没有心动女生给谁发信息，我觉得都可。明明有了心动女生，为什么要跟别人发信息呢？都是大佬，这波我站云帆，当然绝对不是颜值的原因。楼上的你暴露了，哈哈，课堂我只看颜值。投票结果出来了，一天的拍摄就结束了，观众依依不舍地离开直播间，网上冲浪的行为依旧在继续。很多人把云帆的片段都放到了网上，特别是送礼、超市购物画画以及最后表达身份，这个反差感真的惊呆众人。隐形大佬上恋综，见面礼居然是洗洁精，富豪都隐藏在人群中，超市买家居服。谁说有钱人一定要显摆的？家人们谁懂啊？下次见面就送洗洁精，谁说不是呢？富豪都能这么做，我也可以。富二代超市买衣服，我也在超市买衣服，4舍5入，我也是有钱人。第29章，和小诗看日出。第二天早上6点30分，孟云帆准时起床，简单的梳洗了一下，他就到了大厅。想了想，他上2楼的厨房，选了黄豆、花生、核桃3样，放进了豆浆机，全部做好。6点35分，他往楼上看了一眼，算了，自己去锻炼了。他自言自语的下楼了。打开大门，外面天还蒙蒙亮。孟云帆伸了一个懒腰，正要开始跑，就听到房间里有声音，一扭头就看见了小诗穿着一身运动装，急急忙忙的往这边来。还好你没走。小诗着急忙慌的把门关上。孟云帆当什么都没有发生，在原地踏步着跑着热身。正要走了，你也热热身。小诗跟着他的脚步也踏起了步子。如果跟不上和我说一声，我会跑慢一点。孟云帆没有好为人师的打算，但是最基础的礼貌还是有的。没关系，我平时也锻炼，应该能跟上。小诗倒是很要强，值得孟云帆等的这5分钟。因为一早要有集体活动，今天跑步的时间云帆只预留了半小时。小诗很少这么早起床，但是精神还好。毕业之后很少这么早起床了。孟云帆，那你要多锻炼了。小诗很会聊天，你经常晨跑会看见日出吗？有时候会遇到，有时候看不到，这个倒是事实。有时候位置不方便，有时候阴雨天气。孟云帆看了看天气，今天天气不错，应该可以看到日出，但我们时间来不及。小诗一脸失望地说，啊，日出大概几点？7点10分左右。孟云帆说，但那个时间我们要回去了，否则你没时间化妆。小诗犹豫了半分钟，立马做出决定，我可以不化妆，我们去看日出吧。那行吧。孟云帆不化妆，所以无所谓。他们跑到一个相对高一点的地方，太阳已经探出了一个头，正在慢慢的往上爬。真的有日出。小诗开心的看着天边的太阳，甚至对着日出许愿。这一刻的小诗很开心，这又不是流星，许什么愿？孟云帆很不理解他的迷惑行为。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认真的看日出。小诗解释着说。孟云帆，那行吧，我们看10分钟，必须要走。啊！小诗一下子反应过来了，哦，好。一些早起无事的网友们简直笑喷了。现在富二代流行这么谈恋爱吗？原来直男除了不分年龄，还不分有钱没钱。噗！一大早的我正刷牙呢，被这一幕笑死。还好我不吃早饭，否则我都吃不下去了。一大早要不要这么搞笑啊？小诗终究是错付了。10分钟后，他们回城的路上速度明显比出来的时候快了很多。终于在7点45分回到了小屋。小屋里和昨天的安静不同，大家都已经起来了，整个小屋里热热闹闹的。起得早的在厨房里忙碌着早餐，起得晚的还在房间里收拾。和小诗分开之后，他回屋里去换衣服，简单的清洗了一下，把头发抓了抓就出门了。经过老张房间的时候，看到他开着房门在整理头发。云帆敲敲他的房门，你头发需要我帮忙吗？老张看到是云帆，先是愣了1秒，然后重重的点头。我想打理一下，可好像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他尴尬的站起来，拿着手中的定型喷雾。孟云帆走近一看，老张头上已经喷了一层厚厚的定型喷雾，但是头发依旧是塌着的。他接过老张手里的地形喷雾，用手把头发从额头往上整理。
喷发胶要拿远一点，从发根喷，拿得太近会不成形。发梢喷得太多，它就很重，就会往下塌。云帆边设计头发，边把方法交给老张。只见他一手拿着定型喷雾，一手拨动头发3、2下，老张的发型就成功了。来看看镜子，他侧出半个身子，把整个镜子让给老张，这样是不是很精神？老张举着手在头顶上，但他不敢摸头发。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发型，会不会太奇怪？孟云帆上下看了一眼，这样很好，你现在看起来就是一个精神小伙。一整个镜头给到老张。今天的老张穿衣风格和前2天完全不一样，一身天蓝色的衣服，穿了一个毛衣马甲，这种搭配跟是云帆第一天来的时候很相似，再加上特意打理过的帅气的头发，老张比昨天看起来年轻了10岁。弹幕：老张还是要打扮一下，这样看起来瞬间年轻了好几岁。家人们谁懂啊？老张才25岁而已。哈哈，真没看出来，以前以为他35呢。还得是云帆，否则我们怎么能看到如此年轻的老张呢？整理好头发，他们一起往楼上去。大宝已经做了好几个煎饼，你跑步回来了？这个是甜口的，等做完这个就给你做。在这里住了一晚上的大宝已经没有了任何紧张的感觉，看起来落落大方。云帆点头，没事，我可以先喝豆浆。小猪和3斤已经吃上了，味道真好，很好吃。老张也加入了吃饭的队伍。你什么时候做的豆浆？出门跑步之前。云帆打开豆浆机，一股香喷喷的味道飘溢出来，好香。大宝离得最近，夸奖的声音不绝于耳。孟云帆拿了几个杯子，我给你准备一杯，感谢你的早餐。大宝，哈哈哈，我们相互换着吃早餐。子涵和小马也收拾好了，到了厨房。好香啊！子涵嗅着鼻子就往前了。小马记得收到的咖啡机，我本来还想说打一杯咖啡的，好像来不及了。老张一愣，我没来得及。小马听到声音，回头看了看老张，哎呀妈呀，你是老张啊，我还以为是云帆。老张，小马以为老张尴尬的是咖啡机，没关系，我的早餐机也没有用过。其实老张尴尬的是他做了一个发型，结果被人认错。第30章给子涵橘子。好在这样的尴尬没有持续太久。孟云帆端着几杯豆浆出来了，我打了豆浆，谁想喝可以自己拿。说着他自己拿了一杯，然后又接过了大宝的煎饼。这个早餐搭配算是很丰盛了。一大早起来就晨跑，还多跑了半小时，肚子的确饿了。豆浆只有4杯，其他人有的喝水，有的喝牛奶。他们开始吃早餐。小诗最后加入吃早餐的队伍，只有牛奶和面包。我们看他们吃早餐也都饿了，终于在恋综节目看到大家一起吃早餐了。是啊，昨天他们没有吃早餐就出发了，以为他们不吃早饭呢。这次吃早餐的样子好接地气，好像早上急着出门的我。有什么吃什么，早上来不及，都是面包牛奶垫吧垫吧。终于他们诸事妥当，出发了。孟云帆还在想着一会儿怎么告诉大家自己有车这件事情，结果一打开门就见门口停着一辆商务中巴。今天我们坐这个车吗？大宝开心地跟大家介绍，大家一起活动，我就租了一辆车。他一脸快夸我的表情。气氛组的小猪，今天气氛不对，没有搭话。云帆只好充当气氛组的，你想的真周到，这样大家都在一起。子涵笑得甜美，这个安排特别好。然后率先上车了，其他人也都跟着上车了，这样的感觉还不错。昨天坐在后车当背景墙的小诗特别有感触，8个人坐在一起，视线不会那么聚焦，即使尴尬也不会是一个人尴尬。聚会的发起者大宝很努力的活跃气氛。我们可以去吃点早茶，感受一下公园的氛围，还有那个香青角，我们可以去看看。这么一说，话题一下子打开了，这是个不错的选择，吃喝玩乐一条龙服务。一条龙服务，这个我喜欢。车子路过了一家画室，小马指着那里说，那里有一个画室哎。3斤点点头，对，这家画室很出名。那里面有你的画吗？小马问。那倒没有。3斤吓了一跳，连连摇头。小马安慰，以后会有的。我有个提议，等结束的时候给我们每个人画一幅像。小马一直在主动和3斤说话。子涵说，其实云帆画画也不错。云帆一般一般，我随便乱画的。今天没有加入聊天话题，主要是因为坐在他外面的小猪脸色阴沉，一言不发。他也不好总是跨过小猪跟别人聊天，不过现在既然提到他了，他也没有不搭话的道理。上午的主要活动是大宝准备的，所以云帆把话题撤回到公园上面。以前去公园主要玩游乐设施，后来长大了就很少去了。大宝很感激地看了云帆一眼，这个公园里面有特色，采耳，大家可以享受一下。小马也意识到自己话题扯远了，有点不太尊重主人公，所以也跟着附和。我特别愿意去公园里吃烤肠、棉花糖之类的。
云帆说，其实大家到公园里，就算什么都不做，就静静地坐在那里看人生百态，就很有意思。小诗接话，对，我之前在公园有看过读诗的大爷。三金疑惑，读诗的大爷？对，就是在公园的相亲角读情诗。小诗看起来是知性的，其实内心有小公主的那一面，她的一些幻想和想象力就很梦幻。一个老大爷拿着一个小板凳坐在那里读诗，很多人去看他，他也不会尴尬。后来慢慢的就形成了一道风景线，所以我觉得那是一种情怀。小马总结，我发现小诗每次一说话就像上课一样，我说的都是没用的内容，大家都把当成一个笑话听了。大宝很会平衡数，我觉得大家都愿意跟你聊天。小马，因为跟我说话不累啊，不过脑子。不过小马说到这话的时候，小猪心里还是有点搞不懂，小马为什么躲着自己。气压猛地一冷，云帆也不想说话了。女生们还在继续嬉笑打闹，子涵也加入了聊天队伍。男生中能活跃气氛的小猪气压越来越冷，云帆也不好太聒噪。剩下2个话本来就不多，这个点观众越来越多了，他们看得更清楚。3个女人一台戏，4个女人一台舞台剧，笑死了。唯一能聊的2个男生都不想聊天了。女孩子们的乐趣，男生们不懂。果然有女人的地方就不会安静，还好有女生，要不多尴尬。好在这段旅程是有终点的，大家很快到了目的地。清晨8、9点的公园已经人来人往了，一些大爷大妈们在公园里遛鸟看花，还有一些年轻人带着孩子在嬉戏打闹，烟火气特别浓厚。大宝带领着大家往里面走，终于在湖边一家茶楼停了下来，就是这里了。大宝指着摆好的桌子和凳子，小马很喜欢这样的设定，你这准备也太齐全了，这活动我喜欢。云帆看着老板已经帮忙煮上的茶水，还有烤红薯、玉米、土豆这些，直接对大宝竖了一个大拇指，真的很用心。子涵，这些东西真的可以吃吗？大宝用手按了按红薯，还没有熟，可能还要再烤一会儿。子涵疑惑，为什么橘子还要烤呢？这个烤熟了是什么味儿？孟云帆一本正经的回答，就是热的橘子味儿。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子涵捂嘴直笑，这算是一个冷笑话吗？你喜欢当笑话听也可以。孟云帆把橘子拿起来，直接剥了，递给于子涵。这个就是这个橘子，你尝尝就知道是什么味道了。子涵没有客气，接过橘子就喂到了嘴里，有点酸，但更多的是甜，暖暖的。比他感觉更甜、更暖的是观众的表情。哇哦，太甜了！云帆递的好随手，子涵接的也好顺手。这里只有我磕到了吗？兄弟们，我先磕为敬了。强烈要求这个地方加粉红泡泡。CP 名我就想好了，就叫紫云 CP。我的小诗呢？我为诗人说梦 CP 举大旗。你们也太上头了，只是随手递一个水果而已。今天云帆是不是要给子涵发信息？理论上是这样，家人们谁懂啊？子涵连续发了3天，今天终于要有回信了。第31章，云帆有新手保护期。新来的大宝招待大家到公园里玩耍，大家各自就坐之后，大宝给大家每个人斟上茶，大家随意。我们这里的茶水和其他地方不一样，味道的确不同。老张夸奖着，子涵喝点茶水暖和多了。云帆喝着一口茶，感慨道：坐在这里喝着茶，看着人生百态。他指指后面的湖水，再指着公园上的人，有一种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感觉。老张左右前后看看，之前没有感觉到，你这么一说，的确是有这种感觉。小诗，还是你会说。大宝招待大家吃瓜子、花生以及水果，你们吃着，我给你们弄一些特色小吃。云帆拉着小猪，我们跟着你一起去吧。小猪一直在愣愣的发呆，孟云帆打算带他出去溜溜弯。到了买吃的地方，大宝给大家介绍每个食物，咸口甜口，还有云帆的插科打诨。小猪慢慢的也开朗起来了，他选了自己觉得会喜欢吃的饭菜，也帮小马选了2样，还顺便学了一下当地话。早餐大家吃的都很简单，在看到这些丰盛的食物，他们都很开心。小猪特意把一个咸口的面递给了小马，本来在开开心心说笑的小马瞬间不说话了，才活跃一点的小猪又被打回原来的状态。大宝的这个食物搭配也很齐全，有吃甜水面的，有吃小笼包的，有吃特色小饼的，还有像梅菜扣肉这样的大菜。子涵发自内心的赞美，第一次早上吃这么丰盛。云帆不贪功，这些都是大宝准备的哦。观众们看到这么生活气息的一幕也很开心。云帆和谁都能很快的熟络，我的社交人群里缺少像云帆这样百搭自来熟的人。我的青梅竹马 CP 已经毕业了吗？即使小猪隐瞒了职业，也没有必要冷脸呀。小马逃避性人格，一直在逃避小猪爱。救命好抓马，别人是在度假，这2个人是在渡劫。吃过上午茶之后，大宝询问了大家的意见，你们想不想采耳？云帆，
这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体验一下。老张表示可以尝试，可以感受一下。小猪想了想也同意了，好有意思的感觉。三金委婉的拒绝了，我就是本地的，经常在这边采耳就不用了。女生不好意思，都摇头。大宝，你们确定不去采耳吗？这个很好玩的。得到确定的答复之后，大宝请了4位师傅过来给大家采耳，身下的几位在旁边旁观。子涵第一次这么直管的看身边人在大庭广众之下采耳，感觉还挺奇怪的。小师，你们别紧张啊，这种时候越放松越好。老张左右看了看，云帆和大宝两人舒服的躺着，都快睡着了。老张连连让师傅先停一下，我也要换一个像他们那样躺着的姿势。换了一个姿势，他心里踏实多了。大宝边采耳边说着话，以前我不敢采耳，但是采过一次以后，之后就无法自拔了。云帆没有说话，一直在闭目享受。师傅在耳边一阵敲敲打打之后，整个就更加放松了。在采耳之后，师傅还对头部肩颈做了按摩，女生在旁边拍照聊天，整个感觉相对是很舒适的。大宝抢着把单给付了，刚刚吃的也都是大宝买的单。云帆顺嘴说了一句，早餐和采耳的钱加起来也就1000把块，所以他现在的身价并不多，但1000块钱上班的话也要辛辛苦苦挣很久。如果自己花了1000多块钱请朋友吃喝玩乐，结果是一定会希望朋友能够记住的。采耳完，他们送走了师傅。看着时间还早，大宝拿出了自己的麻将。时间还早，我们要不打麻将吧？这个好。女孩子们都欢呼起来了。几位男士面面相觑。云帆虽然不理解，但是我们支持。小猪支持支持。4位女士已经分东南西北坐下了。孟云帆、老张、小猪、三金4人围着4个角坐了下来。小猪发现了，只要他一靠近小马，小马就黑脸，没人愿意给自己找不痛快。小猪也是的，所以他特意坐在了大宝和子涵旁边。孟云帆坐在了子涵和小诗中间，小诗和小马中间坐的是老张，小马和大宝中间自然坐的是三金。第一次这么认真的看几个女人打麻将，感官还是挺奇怪的。不过看了2、3局之后，云帆已经理解了他们的套路，他还时不时的指点子涵和小诗出牌，这里出2万，哎呀，这个出8饼更好，碰9万。小狮子看他非常上心，直接站起来把座位让给他，你来吧，我看着你打。云帆客气的拒绝，啊，这样不好吧？没什么好不好的，我俩一组。小狮子来了斗志，我们一起做大做强。那行，我上。4个人的麻将，云帆作为唯一的男士出战，开始还有点蒙圈，到了后面越战越勇。云帆打趣的说，你们不行呀，我一个新人打得你们3个人落花流水。小马，你那是在新手保护期，我们不跟你一般见识。这一局麻将网友们看得很是兴奋，我有一个麻将和这个一模一样。小狮直接把位置让给了云帆，小马真的适合当哥们儿。哈哈，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挡小马打麻将的斗志。云帆运气太好，新手保护期，这个也太接地气了。大家坐在一起看市民的生活，学当地话，采耳打麻将，时间过得也挺快的，眼看就要到中午了。大宝的行程还有一个没有走完，我们现在去相亲角看看，然后去吃点东西。几位女生还依依不舍，不过这是大宝攒的局，当然以主人说了算。相亲角贴满了各式各样的简历以及想找的对象标准。云帆问当地上午3个人，小诗、大宝、三金，这里会不会有你们的信息？大宝直接摇头，我要来这里看就不会上节目了。云帆问，那你们会经常来这边逛吗？三金表示自己一次都没有来过。大宝偶尔会过来看看。云帆说，那我知道了。大宝是过来对象的，那小诗呢？小诗说，我也就来过一次。你都是心灵导师了，来这里难道是学习的？小狮自嘲着说，来对标自己，看看剩下的都是哪些人。第32章，大妈要给云帆介绍自己的女儿。喜欢你小屋的嘉宾本来就是节目组挑选的俊男美女，在公园的相亲角有说有笑的。那些看信息的大爷大妈们看到他们过来，自动让开了一段距离。他们友好的跟大爷大妈打了招呼。一个大妈看了很久之后，终于下决心上前了。她直接冲到云帆面前，问他，你们是来找对象的吗？云帆看着同伴们调侃的目光，斟酌了一下用词，我们算是来相亲的。他看了看旁边的几位女生，小声问，那你有没有确定相中的？孟云帆摇摇头，我们都才认识，还不太熟。大妈眼睛里突然有了光，那你可以考虑一下我女儿。说着，她把一张照片塞给了云帆手里，你看我女儿是不是长得很漂亮？我跟你说，她在国企上班。其他人都惊呆了，发出哄堂爆笑的声音。云帆其实自己也无所谓，但是看到跟拍的摄影师脸色，还是客气的拒绝了。谢谢阿姨，
我还想再了解了解。说完这话，孟云帆飞快地逃离了人群，跑出好远，其他几个人才跟了上来。小猪无情地嘲笑：那你长这么帅干啥？多招人惦记啊！小石也调侃着，就是刚刚阿姨的眼神好像在看女婿一样，人太帅了，没办法。他故意耍酷地甩了甩头发，来缓解此时的尴尬。众人笑疯了。恋综嘉宾来参加相亲角，这在整个恋综界也是相当炸裂的存在。我看恋综以来最舒服的一天了，看得出来了，大家都是社恐，只有主人公大宝和云帆两个人最自在。刚刚阿姨上来介绍女儿，真的是猝不及防。救命！怎么真的有人要给云帆介绍自己的女儿？因为云帆优秀啊，这么大一群俊男美女，谁不会被他们吸引呢？更何况孟云帆是里面最显眼的一个。希望以后的恋综都来学学这样接地气的聚会方式。逛完相亲角，已经中午了。虽然大家不饿，但是三金准备了午饭和下午的行程，大家一起一部车上去吃午饭。云帆，上次这么人一起出游，大概应该是学习时期了吧？众人都点头，谁说不是呢？这么多人一起吃饭，一起逛公园，一起坐车，这就是学生时候的标配。大宝客气地说，只要你们不会觉得累就好。小猪，不会累，我们要不来一首歌吧？大宝，像春游一样吗？对，我们一起。大家一起唱歌，这种感觉真的像是在春游。在欢声笑语中，很快到了吃午饭的地方。导游三金终于有了表现的时间。到地方了，这个地方是一条特色街，是老城区和新城区的结合。我们先吃点东西，等一会儿可以逛逛。可以看得出来，三金非常用心，在一间咖啡厅订了一个大包厢，几张咖啡桌拼在一起，准备了8个人的凳子，大家随意坐。我们今天吃西餐，如果不喜欢吃的，我也可以到外面买些特色小吃过来。云帆8个人众口难调，我们就客随主便。他说完了，其他人也都客气地表态了，不用了，吃西餐就好。特色小吃我们上午都吃过了，吃点西餐也好。大家落座的时候，小猪又看了一眼小马的神色。本来跟三金聊天笑呵呵的小马，感受到他的目光，脸色立马变了。小猪犹豫了一下，挑了个距离小马最远的位置坐了下来。这一幕再次被观察室捕捉到了，这么明显的变脸，节目组不好，再装作看不下去。张绍刚，今天小马和小猪的感觉完全不一样。秦岚，对，小马一直在刻意躲避小猪。张绍刚，小马昨天培训的时候说对小猪没感觉，所以他不想跟小猪接触。秦岚，小马如果真的对小猪没感觉，在跟小猪相处的时候可以跟大家一样做朋友，风轻云淡就好了。但是他其实是有点别扭，所以我觉得还需要观察一下。秦岚实在舍不得他磕的青梅竹马 CP 就这么毙了。张绍刚，那先看看吧。只见几个成员边聊天边等菜上桌，小猪和小马即时隔得很远。小马依旧背对着小猪，他和大宝热情地聊着咖啡的口味。子涵和小诗虽然对咖啡了解不多，但是也搭上1、2句。这聊天的氛围直接把男生和女生分开了。好在这尴尬的时候并没有持续很久，他们点食物都已经到了，因为都不太饿，所以点的东西不多。吃饭的时候，三金向大家介绍了接下来的行程。下午是这么安排的，如果想运动的话，我们可以玩一下滑板。大宝，你还准备的有滑板吗？三金，我准备了2个滑板。大宝很捧场，我正好想尝试一下滑板。子涵可以的问，你还有其他的安排吗？三金介绍，前面有一家画室，如果不喜欢运动的话，我们一会可以画画。云帆，油画吗？三金表示底漆和水彩。昨天画过画的几人眼睛暗暗地看了看云帆，又看了看三金。小诗说画画也很好。小马举手，我呀想试试滑板。子涵左右看看，2位女孩子选择了滑板，那我也画画。三金跟大家解释，这2个活动大家都可以参加，并不是只能选一样。这是男生安排的活动，云帆他们几个没有想抢风头的意思。来这里的每个人都有公平竞争的权利。这位后来的兄弟要释放他的特长魅力，孟云帆3人自然给他机会。而且节目组给3位男士安排了晚上的约会，所以午饭之后他们就自由活动了。小马和大宝想体验滑板，三金就带着2人去滑板。三金教女孩子滑板，大宝和子涵有点基础，学得很快。小马和小诗学得很慢，但是整体来说很开心。这样的活动人越多越热闹，而且当女孩子很多只有1个男孩子的时候，反而这个唯一的男生会紧张。三金面临的就是这样的情况，2个滑板，4个女孩子。女孩子一玩起来根本就不会顾虑到他的想法，他想照顾到所有人那是不可能的。当然如果他想单独照顾一个也是不可能的。弹幕，哈哈，给三金机会不中用啊。刚刚分手的时候，三金终于轮到我表现了。现在的三金太累了，
有心无力。三金，三位兄弟，你们回来吧。第33章，玫瑰向日葵 vs 爱情未来。三金带着女孩子们体验滑板的过程非常心酸，所以他很快的结束了这个环节，迅速的进入了画画环节。毕竟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肯定轻松自在一些。到了画室，他给了每个人一张画纸，我们就画画你心中人的样子。小马，这个有难度啊。三金解释，画形象画就行了，比如一根电线杆，一个小动物这样的。小马，那懂了。而子涵和小诗昨天在孟云帆的指导下，有了画画的经验和灵感，画起画来手到擒来。小美也有点底子，三金一解释，他就清楚了。就在他们画画的时候，孟云帆、老张和小朱已经回到了小屋，他们要为今天晚上的约会做准备。小朱问：“你们知道选你们的女生是谁吗？”云帆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摇摇头：“我不知道。”老朱没有说自己的，而是在问小朱：“你知道吗？”小朱点点头：“我知道是小马。”老张这个时候觉得自己多嘴了。今天小马对小朱的疏离，所有人都看在眼里。这个时候，老张找不到什么话来安慰小朱，缓解这种尴尬。他看了看眼小朱，又迅速看了一眼云帆。云帆上前拍着小朱的肩膀：“这是你猜的，也不一定啊。”小朱摇摇头：“我倒是希望是他，这样可以把话说清楚。”云帆，那你加油。老张也安慰小朱，希望一切都如你所愿。至于后续，两个人没有给小朱意见，都是成年人，追女朋友的方法还是得自己来。作为一个认识2天的室友，出主意真的不合适。他们都各自重新收拾了一下，然后就各自出门了。孟云帆是最早出门的，他想趁着这个机会先熟悉车子，顺便出去兜兜风。根据记忆，他在市区逛了一圈，电话预定了一家餐厅，然后就去商场了。当然不是买衣服，这次他是去选个礼品。不管是任何女孩子，收到礼品总该是开心的。在闲逛的时候，他看见了一家影碟店，想了想，他进去选了2张黑胶唱片，一张是轻缓音乐的，一张是摇滚乐的，让店员包装好。他又去化妆品柜台选了一支口红，并且包装了一束鲜花。云帆想得很简单，没有女孩子会拒绝口红和鲜花吧？这一场约会是根据女生选择照片来进行约会的。到小屋之前，那次选照片的时候，云帆选得很随意。现在想想，照片好像拿的是小诗的，就是不知道是哪位女生选的她的照片。按照小朱的说法，小马的理想型是她，那就只剩下小诗和子涵了。如果是子涵的话，送一支口红，她应该很开心的。如果是小诗的话，回去的时候就把口红和黑胶唱片都送给她。反正小屋里面有唱片机，到时候大家可以一起听。这东西都收拾好，距离预定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云帆开着车往预定的餐厅去了。男生准备礼物的同时，女生在画画，所以按照节目组惯例，没有拍个人画面。这个时候的女生都已经结束了画画。三金示意女生们可以先展示一下自己的画。小诗画了一个房子，有2个小人带着2只小狗。认真去看2个小人的样子，像极了云帆昨天画的2个小人。再仔细看那2个小人，就是孟云帆和小诗自己。张绍刚、小诗昨天还不怎么会画，今天画的意境非常唯美。秦岚一看就知道是一对相爱的人，带着2只小狗在散步。张绍刚，对，我看到的也是这样的。子涵的画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他画了一片向日葵，中间有2个人手牵手，很开心的样子。观众也从这幅画中发现了华点，这2个小人衣服的搭色和昨天云帆画的一样。这么一说，那个高高的男孩子还真的有几分像云帆，那个笑得很甜的女孩子就是子涵自己吧？这么一分析，还真是耶。这2天他们一直表现得很体面，我以为看不到修罗场了，没想到修罗场在这里等着呢。我支持他们，各自争取自己的幸福，但是不需要看到任何雌性和雄性。我也喜欢他们各自闪闪发光，相互吸引的样子。小马是最后动手的，他画了一个身骑白马的骑士。大宝也画得不错，很多人中只有一张脸是清楚的，寓意茫茫人海中一眼见到你。最后揭晓的是三金，他的画很简约，一个格子桌子上放着一束鲜花。三金解释，这是岁月静好的意思。网友看得直呼上当，这是画家画的画吗？这种水平还称之为画家？不说和云帆这种级别的比，连一点没有基础的小马画的都比他好。不说还好，一说我还以为这个是个初中生画的。哈哈，感觉三金有点惨。昨天云帆才炫过画画功底，今天他还搞这一套，还没有别人高级。出场顺序真的很重要，晚了半天，晚了全部的机会。和三金告别后，他们也各自赶往约会的地点。而此时的3位男生也各自预定好了餐厅，等着男生们的到来。云帆到了预定的餐厅，到了餐厅，他把鲜花摆在桌上，
黑胶唱片和化妆品的2个礼品盒被他放在了椅子上，要了杯白开水，等待女生的到来。没等多久，一个活泼可爱的身影出现在了视线里，是子涵。他手里捧着一束向日葵。你有没有想到是我？云帆，我觉得每个人都可能。这是向日葵，是送给你的。子涵大方地递上手中金灿灿的向日葵。云帆接过向日葵，谢谢。还好我给你准备了花，否则多不好意思。他把桌上的玫瑰花拿起来，亲手递给了子涵。子涵开心地笑着说：“谢谢。”他把玫瑰花拿去嗅了嗅，鲜艳的玫瑰花映着子涵的脸格外粉嫩。2个人像是完成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一样。这是到小屋以来第一次单人约会。节目组很会搞事情，给了粉红泡泡，观众们看得心花怒放。哎呀呀，这一幕实在太暖了！我送你玫瑰，你送我向日葵，我给你爱情，你给我未来。玫瑰向日葵 vs 爱情未来。井号34，这样势均力敌的感情太好磕了。井号34，太浪漫了，不磕不行了。紫云 CP 上大分。你们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小诗吗？我不管，我只磕我想磕的。才2天而已， CP 随便组。第34章礼物和礼仪。云帆和子涵交换了鲜花，他给子涵倒了水，并叫了服务生点菜。不过子涵客气地拒绝了，你点吧，我有点辣就可以。能吃辣，很多菜都能点了。和女孩子吃饭最担忧的就是不能吃辣，吃的少不说，而且不能吃辣，很多菜味道会差点。等菜的空隙，2人聊起了天。子涵，这几天我感觉你就像向日葵一样，给人带来温暖，所以就给你送了向日葵。他认真的解释。孟云帆点点头，我很喜欢。然后他扭身从椅子上拿了一个盒子。子涵疑惑，这个也是给我的吗？鲜花是给女士的礼仪，这个是给你的礼物。孟云帆解释。子涵的神情溢于言表，那我能拆开看看吗？当然。子涵打开盒子，开了2层之后，看见了里面的口红。这是口红？云帆点头，这个是颜色最正的999色号口红，我想你应该喜欢。记得第一天，云帆翻出洗洁精下面小包装的时候，子涵就想过口红，所以他知道子涵喜欢口红。至于颜色，他想都没想，直接选择正红色。不是有一句话，要是某某有颜色，一定是正红色。目前看子涵的眼神，就知道他非常喜欢这份礼物。这是我有生以来收到的第1支口红。子涵非常高兴，没想到你还是挺会选颜色的，正红色真的非常好看。云帆，你喜欢就好。饭菜上来了，我们边吃边聊。云帆，你知道是我吗？第一天一见面，我就知道是你。子涵重重的点点头，他自己选的人心里特别有数。云帆，我完全都没有发现。没关系，我们才认识2天。而且大家在小屋里一直都是集体活动，没有注意到也是很正常的。云帆认真的看了看这个一直面带笑容的女孩，没想到还挺通透的。子涵落落大方，会倾听，而且云帆的每一句话都能得到一个简单又有价值的答案。孟云帆来到这个世界之后，就在小屋里面，就在摄像头下面，所以很会包裹自己。跟子涵聊天的过程中，他慢慢的放开了。应该早点跟你聊，你的性格和外表真的差别很大。子涵，是吗？我外表是什么样的？你外表看起来是个可爱的小女孩，其实你的内心很强大温柔。子涵笑笑的举杯，或许我还有很多面，我们还有19天的时间慢慢了解。2个人交流得很轻松愉快。张绍刚很喜欢看他们2个人聊天。秦岚，对，他们都能懂对方的点，这一点我想磕了怎么办？张绍刚，那直接磕呀，你在犹豫什么？秦岚解释，害怕像竹马 CP 一样一下子就逼了。张绍刚说，你这是一招怕蛇咬，10年怕井绳。云南重重的点头。张绍刚主持了好几季恋综节目，这方面还是有点经验的。其实云帆和子涵，他们2个人都是情绪稳定而且体面的人，所以我预测，就算没有结果，他们也不会闹得很难看。秦岚半信半疑，那我就放心的磕糖了。张绍刚正要点头，然后话音一转，我只是说了这2个人体面，但没说一定要磕他们的糖。作为金牌的主持人，在吊观众胃口这方面，他已经炉火纯青了。弹幕，体面这个词用得太好了。小马现在就是有失体面，还没有怎么着，老是扮黑脸，也就小猪愿意忍。小猪隐瞒职业，还有这个调侃，的确不对，但小马的做法也太过了。恋综守恒定律，不要太快，要不结局会很惨。子涵和云帆的相处就非常好，送口红，云帆也太会了。你们要稳稳的细水长流。哈哈，看到他们，我嘴角不住的往上翘。这边孟云帆和子涵开心的聊着天，另外2组就没有这么开心了。一处优雅的餐厅里，老张也等到了小诗，
他给小诗准备了黑胶唱片，整整齐齐的把3张唱片送给小诗。小诗很礼貌的接受了，并且拿出了自己提早准备的一本书作为回礼。这两人就像商务会谈一样。他们在吃饭的时候，老张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小诗话里话外的意思是，没见面之前是想象，见面之后已经有了想要理解的人。老张听懂了，但是他没有表态。张绍刚说，老张很明显喜欢小诗，可是他第一天就没有开好头。秦岚看得更加通透，其实现在也是一个好的契机。他其实可以直接告诉小诗他的心意以及他后面的做法是继续还是放弃，可他什么都没说。秦岚说这个的时候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意味。张玉龙，兰姐你别急，老张可能现在还没有想好。弹幕，老张明明就是在权衡利弊，可能老张之前受过什么伤，我觉得是职业习惯，作为投资人不想自己的投资没有回报，他怕他直接说了得不到结果又白付出了。其实老张和小诗、子涵和云帆这样配对我也是可以磕的。不要，小诗颜值那么高，配老张浪费了。城市的另外一个特色餐厅里，小猪等了很久，就在他以为小马不会来的时候，看见了小马的身影。今天一天小马对自己都爱答不理的，现在小马出现了，他心里还是很开心的。可开心了不到1分钟，他帮忙提包、让座位以及倒水，所有朋友的帮助小马都拒绝了。小猪只好坐下，很体面的给他送了礼物，点了餐。在饭菜吃的差不多的时候，小猪才问出了心中的疑惑，为什么感觉你今天和前几天不一样呢？你一直在拒绝我。本来一直靠吃饭掩饰自己紧张的小马，这个时候不好再逃避了。他咽下嘴里的饭，喝了一口水，认真的说，你觉得一段感情认识3天就要有答案吗？小猪喝了一口水，让自己慢慢的平静下来。你是觉得太快了？小马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到底是太快了还是不合适，反正和我想的不一样。他说完这话，又再次埋头苦干起来。小猪默认小马觉得发展的太快了，他暗暗发誓要放慢速度。弹幕，救命，这也太窒息了。所以他们聊了半天，没有聊出任何有用的东西。第一次约会，2组都聊崩了，还是第一次见。这3组放在整个恋综中也是相当炸裂的存在。第35章，又来2位新嘉宾。喜欢你小屋这一天，忙碌又充实，结果自然是仁者看仁，智者看智了。等孟云帆他们回到小屋的时候，小猪已经回来了。他坐在大厅里面发呆。云帆随口问着，你回来这么早呀？小猪看到和云帆一起的子涵，像是早就猜到了一样，也没有任何表情。我回来很久了。云帆说，那就只有老张和小诗了。老张估计会晚点。小猪说，他们已经习惯了老张做什么都慢了。子涵拿着花上楼，到了女生的宿舍，他想找一个花瓶把这个装起来。看到桌子上已经有了一束花，小猪也送你花了。小马明显不感冒。子涵，有没有花瓶？我想装起来。2人找了个花瓶，把花给放了起来。子涵认真的端详着花，小马不是很理解，一束花用得着这么认真吗？不但有玫瑰，还有口红，当然要好好对待了。小马，口红什么色号？我看看。999。子涵拿出口红给他看。小马，没想到云帆看着最不靠谱，结果是最靠谱的。你为什么会觉得云帆不靠谱啊？子涵奇怪。小马，我就觉得他又那么帅，还有钱，肯定很花心。子涵不敢苟同，我觉得感情的事是相互的，我是真心的，人家肯定也是真心的，以真心换真心。小马不想说话了。后来等到小诗回来，看到了礼物和鲜花，每个人都有礼物，小马心里才好受一点。晚饭的时候，看到小猪给他准备花和礼品的时候，他可是拒绝了好久。现在女孩子都拿花和礼品，表明这是男生的标准操作，他就没有那么难受了。3个女生在一起就会聊约会的感受，小马也从他们这里知道了，女生也给男生准备了礼物。子涵，第一次约会准备礼物是相互尊重，我也是这么想的。小诗也认同。小马直爽地说，那我欠小猪一个礼物，改天给他补一个礼物。小诗，其实男生应该也无所谓吧，我不想欠任何人。小马坚持。为了表示决心，他还特意跑到楼下跟告诉了小猪，整得小猪一脸懵逼。孟云帆安慰小猪，应该是不想觉得欠了你什么。小猪还是不理解，那也不用这样吧，一直在体制内做事直来直爽习惯了。云帆的解释没有问题，但是听在小猪耳朵里又是另外一番话了。晚上到了投票环节，他们才发现3金和大宝没有回来。云帆，你们今天晚上看到3金和大宝了吗？其他人也摇摇头表示没有。楼道里喊楼上的女生，你们看看大宝在不在宿舍里。女生们开始没有听清，
等听清的时候去宿舍里看，宿舍被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没有，小诗在楼道里喊。云帆站在楼下，第一天见面的一幕很像。三金也不在，他们应该是离开了。离开了吗？小诗也非常疑惑。小屋里一下子少了2个人，大家都很困惑。大家坐在一起讨论了，开始还以为他们2个人去约会了。这个时候收到了短信，节目组的制度，他们小湖体验时间到了。嗨，只有1天的体验感。云帆还是挺可惜的，虽然不是很熟，但是这一天2个人也是用心的安排了大家聚会。大家心里各自都有不一样的想法，就这么结束了啊，真的很舍不得，感觉要换新的人。张绍刚给大家说规则是这么规定的，而且后期还有新人加入，具体他们能不能成为小屋的正式成员，还需要等一等。秦岚，真的有新人要来吗？那有点期待了。弹幕，这么快就走了，感觉像客栈一样。不理解这个操作，时间太短了，适当的离别会更加珍惜。小屋的6位是常驻嘉宾，其他的都是飞行嘉宾。他这么一说，有意思多了。说着，然后门铃声响了，众人一惊，真的有人来了。他们都朝着门口走去。云帆问：是三金和大宝他们回来了吗？小诗有穿越的感觉。小马飞快地向门口跑去，来了来了。老张、小朱和子涵走在最后，一个男士的身影出现在大家的视线里，看形象不是三金。大家跟他打招呼，热情地把他迎接到屋里。小朱在不面对小马的时候，心情还是很好的。他帮新成员接过了礼物，看着4份礼物，他就问了一嘴：我们6个人，你4份礼物是要我们打起来吗？新成员哈哈大笑着说：远不止4份哦。小诗，可能礼物是女生的，没有男生的。小朱觉得不对，女生也只有3位，那后面还有1位，也不怪他那么想，毕竟前一天晚上来了2位新嘉宾。新成员的回答也模棱两可，我也不确定，要不你也回去看一看。小朱还真的到门口看了一眼，目前没有人。看得出新成员的到来，小朱还是很开心的。不过他正在想把门关上的时候，又一个声音出现了：哎，大家快过来看，真的还有1个人。有人知道门口一看，又一位拎着礼品的男士到场了。女孩们肉眼可见的开心。小朱再次接过了礼物，招待新成员往里屋里去。到了屋里，他招待新成员坐中间。这样子的小朱让大家梦回第一天。然后大家自我介绍，知道了第1位新成员是厨师小伟，第2位新成员叫户外运动室的杨毅。2个人分别给大家准备了礼物。小伟给所有人都准备了特制的勺子，额外给3位女生各自准备了1份特制的酱料。子涵收到的是1份松露酱，小诗收到的是1份蓝莓酱，小马收到的是辣椒酱。他们都很客气地表达了感谢。小诗，这个我们会放到厨房，大家一起吃的。孟云帆说：这个肯定是大家一起吃啊，那我们可以规定不让你吃。小马略显调皮地说：好好，我知道了。孟云帆一脸认命的表情，这一幕把大家都逗笑了。2个新人也放松了很多。第36章，云帆和小诗听音乐。最后来的杨毅也给3位女生准备了礼物，每人1个飞盘，飞盘上面有自己独特的设计。给小马飞盘，上面画的是太阳；给小诗画的是一片海洋；给子涵画的是一只小猫咪。3位女生都各自表达了感谢。寒暄过后，那就相互自我介绍了一下。这次没有做游戏，因为众人已经明白了一件事情，他们是来体验1日游的，很多信息也没有必要了解太多。孟云帆就提议带着2位新成员参观一下小屋，小屋大概的格局以及大家会用到的场所。当然最重要的是介绍了厨房，毕竟有专业的厨子在，他肯定想给大家展示一下。作为小屋的老成员，还是要给他们这个表现的机会的。小伟很上道了，让大家点菜。男生们没有客气，直接说了自己爱吃的。女生稍微含蓄一点，都说了自己不爱吃的菜，这反而把小伟给难住了。你们说喜欢吃的菜，我脑中都有印象，可是你们说到不喜欢吃的菜的时候，我就感觉很多菜谱都从我的菜单里拿掉了。云帆，没关系，大家吃东西就是一个氛围，你做什么大家都会吃的。小伟这才放心了。子涵说：那我们明天中午是在家吃饭吗？杨毅举手说：我上午安排了活动。大家懂了，看来2位新嘉宾都安排了活动，上午1个，下午1个，中午可能没有时间赶回来吃饭。小伟表示：明天晚上我给大家做饭。大家倒是很期待2位男士的活动。最后参观到信箱的时候，云帆告诉了2位新同事，需要在23点之前写好信并投进信箱。你们好好记住每位女生的名字，避免投错信箱哦。没有其他的事情，大家就各自回屋去收拾准备了。在分开之前，云帆把唱片给了小诗，今天看到给你选的。小诗收到唱片非常高兴啊，
这个我很喜欢。他并没有告知云帆，老张也送了唱片，因为觉得那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云帆，那需要现在听一下吗？小诗很开心的点头。2种风格的，我看看。云帆认真的看了2张唱片，他从中选了一张。现在晚上了，我们听一个舒缓音乐吧。小诗自然没有意见。这个时候大家都在准备写信，房间里相对安静。舒缓的音乐响起的时候，刚好可以抚慰大家一天劳累的身心。2位新成员听到音乐，以为是小屋的常规操作，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几位老成员进行了大家的聚会、私人约会和迎接了新成员。一天经历的事情太多，整个人就像一团乱麻。听到这样放松的音乐，都轻松了很多。女生会八卦一点，小马和子涵特意趴在楼梯那里，看是谁这么有情调。发现是云帆和小诗之后，子涵，是你们呀？小马调侃地说，你们小点声哦。云帆，收到。小诗不好意思的捂嘴笑了。这里还有一张是摇滚乐的，你有空了听。小诗，行，那这一张就放在这里，大家有空的都可以提。云帆，送你了，你想怎么安排都行。小诗，行，那明天我就不客气了。他说完，开心的拿着唱片上楼了。他没有提晨跑的事情。孟云帆本来想提第2天晨跑的事情，但是小诗没有提，他就没有说。毕竟晨跑对于孟云帆来说可能是一个习惯，可是对于小诗来说，今天从早上到晚上一直在高强度的活动，同时明天还有其他的安排，这种情况还要起来晨跑的话，对小诗来说难度有点高。张绍刚不理解，老张送了3张唱片，小诗都没有这么开心，这扭头抱着一张唱片这么开心。秦岚，其实老张是少做了一个步骤，他把礼物送出去了，可是没有跟小诗分享音乐的这个环节，没有共同做一件事，就少了一些互动，就少了心动的感觉。张绍刚为老张棋差一招感到可惜，那就只差一步了。秦岚点头，女孩子的心思很奇怪，有时候就差这么一步，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看恋综的观众都是为了磕糖的，所以才不管老张的感受。云帆和小诗2个人的互动也好甜啊。云帆刚刚邀请的动作好自然，但是小诗好上头。哈哈，这些不经意的小细节更容易打动我。我没有办法接受男孩子一边跟这个女孩子约会，一边给那个女孩子送礼物，但这个人是孟云帆的话，我可以接受。哈哈，搞笑的是他做这些好像是没有意识的。对，云帆给我的感觉就是他想做这件事就做了，随心而欲，率性所为。再次心疼老张3秒钟。这天晚上孟云帆的信自然是投给子涵的，一个是按照计划应该投给子涵了，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今天约会了。作为男生，这是第一次收到女孩子送的花，要说心里没点感触那是假的。毕竟在很多人的心中，男生好像是理所当然付出的那一个，而女生收礼物收花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子涵的那句男孩子也可以收花，对于一般来说是有触动的。这天孟云帆再次收到了2封信，分别来自于小诗和子涵。今天很开心会把信投给云帆，他是知道的。对于和老张约会之后，小诗还把信投给自己，云帆是没有想过的。小猪的信自然投给了小马，老张的信自然给了约会的小诗。最不好猜的是新来的2位把信都给了子涵。这一晚子涵一下子收到了3份信，分别来自于云帆、小伟和杨毅。不过男生的信都投在不透明的信箱里，别人是看不到的，所以子涵只知道今天晚上收到了1封信，不用想他也知道是云帆的。他心里想，虽然给小诗送礼物，但是还是送了礼物。因为这一晚上有约会，在有约会的情况下会打好人牌，所以观察室没有刻意分析。经常看恋综的人心中也有数了，约会之后的礼貌互投都可以理解。现在又看不到信，投给谁都是可以的。再加油，云帆就可以看到信了。这么说我也很想看看云帆看到信后的反应。哈哈，我更想知道云帆最后会选择谁。第37章飞盘和射击。晚上睡觉前，孟云帆才知道2位新成员组织的活动，男嘉宾是不参加的。疑惑了1秒，他就想通了，可能3金和大宝的经验让节目组成长了，觉得所有人一起去玩，对新成员来说不太友好。第2天一早，孟云帆起来跑步，他照旧煮了豆浆，然后出门。小诗果然没有出现，不过他没在意，毕竟早起跑步是为了健身，呼吸新鲜空气。回来的时候，小马在厨房里做早餐，看到是孟云帆回来了，就招呼他吃早餐。我的面包机，这都第3天了才用上，你来了就帮忙尝尝吧。小马炫耀着他的面包机，煎鸡蛋和热面包，这个不错。云帆看着味道还不错，就洗了手，坐下来吃。哦，对了，我打的还有豆浆。他想起早上打的豆浆，那正好。小马说着打开豆浆机，一股热气迎面来。
他给云帆杯豆浆，你先吃，我再煎个蛋。云帆吃着面包说，西式早餐就这点不好，需要一人份一人份慢慢的做。小马，没办法，中式早餐太油腻了。云帆，改天我给你们做，或者炒米饭简单，大家都能吃。小马才煎好蛋，云帆就吃完了。他把盘收到了水池。小马说，放那里吧，我来洗。哈哈哈，正好我不喜欢洗碗。于帆也没有客气。回屋的时候，小猪也起床，正在我的健身房举铁。你起来了？我觉得我也需要练练了。小猪一边挥动着哑铃，一边问，你刚上楼吃早餐了吗？吃了，班长做的早餐非常好吃。云帆对小马的早餐赞不绝口。小猪举铁的动作停了1秒，然后说，练一会儿了，我上去找点水喝。云帆没有多想，就回屋梳洗换衣服了。这边小马刚收拾好炊具和厨具，正要坐下吃早餐，小猪就上楼了。本来小马心情很好，喝了一口豆浆，看见小猪到了厨房，他艰难地咽下了豆浆，然后就低头跟盘子里面的面包鸡蛋做斗争。小猪见他的反应，其实挺受伤的，倒了一杯水。喝下一杯水之后，心情缓解了一下，才强装镇定地打招呼，自己做的早餐呀。小马点头，我喝点水就下楼了。小猪看到这样的场景，直接选择了撤退。这一幕看到的网友们各说风云，看到云帆吃早餐觉得太香了，再看到小马吃早餐没有胃口了，浪费了我的心意，亏得我还磕了1天驻马 CP。 青梅竹马 CP 1日体验卡已到期，快来个女嘉宾拯救一下小猪吧。小马也很好，但是2个人都没有 get 到对方的点。现在我算是知道了，强扭的瓜就是不甜。孟云帆知道了今天小屋里的安排没有男生的份儿，也就不期待了。正好周一，他可以去自己名下的那几家公司去看看。收拾妥当，他就要出门。这个时候，老张也一副要出门的样子。去公司吗？云帆问。需要去开个会。老张说。2人打过招呼后，都往车库的方向去了。老张疑惑，需要我载你一程吗？云帆愣了1秒，才回答，不用，我有车。前天晚上这辆车到的，昨天坐的大巴。后来约会也是分开走的。老张不知道自己有车。小屋里面唯一知道他有车的人就是子涵。子涵话本来就不多，加上昨天晚上又有新人加入，根本没有时间跟大家分享这个事情。老张本来没有多想，看见孟云帆上了那辆保时捷。昨天云帆比老张先出门，所以老张没有见到。回来的时候看见保时捷，后来因为有新人加入，所以也没有多想。这是你的车？老张一脸震惊。云帆点点头，没有多说话。其实第2天公布职业的时候，老张听到孟云帆公布的那些俱乐部一个比一个大的时候，有一些震惊的。不过只持续了几分钟。对于老张这种上市公司投资人身份的人来说，那些都是虚的。他以为云帆的那些俱乐部只是挂名或者是占很小很小的股份。毕竟商业圈里找个小公司挂靠法人或者有点关系，挂个虚值是很简单的事情。基于孟云帆这2天的表现，老张觉得他应该有这样的人脉，但没有实权的那种，所以云帆才会做一些别人看不懂的行为。现在看到这辆车，说明云帆是有一些实权的。老张试探地问，那天是拿去保养了吗？是呀。云帆已经系好安全带，准备开车了。你不走吗？等会要堵车了。老张，这就走。那晚上见。云帆开着车一溜烟的就走远了，留下老张在原地愣神。老张看看时间，也开着车离开了停车场。而观众们也是第一次见到云帆的车。老张是行走的100万，云帆是行走的300万，都心中有数了吧？有钱还有颜，这还用选吗？再一次后悔没有参加这一期节目。这期的职业都好顶，我996配不上。总和大佬都在上班，我也在上班，4舍5入我们是同一种人。楼上是会算账的。小屋里的人也都陆续活动起来。作为上午飞盘活动的发起者杨毅，因为要提前布置会场，是第一出发的。女生们在收拾好之后，卡着时间点，3人一起出发的。屋里只留下小猪和小伟。后来小伟也出发了，只有小猪了。小猪的工作是相对而言是比较自由的，为了更好的适应小屋的环境，他推掉了很多工作。没想到出师不利，这让他信心受挫。另一边，女生到达了运动场，杨毅把所有的装备都已经准备好了，然后教了3位女生最基础的动作和规则。两分组开始玩，杨毅和子涵一组，小马和小诗一组，还上手很快，几个来回就学会了。飞盘这个项目对于不喜欢玩的人来说很无趣，比如小马，他和小诗2人飞盘总是不按方向飞，而且一直接不到对方的飞盘，越玩越沮丧。小诗就呼唤教练杨毅，能够帮忙指导一下飞盘。杨毅指导过后，2人的技术的确进步了很多。杨毅本来就是教练，
其实可以做到每个人公平，可他很明显是对子涵特别照顾。此刻的小马完全沦为了陪衬。体育类项目女生都比较容易累，玩一玩休息一下，时间倒是过得很快。杨毅请了3位女生吃午饭，弹幕：小诗和小马都成了陪衬。这个活动的意义在哪里？杨毅明显只想帮助子涵，我都替小马和小诗尴尬。节目组做做人吧，还不如像昨天一样全体出动。观察室的明星们已经发现了，这样的安排其实也不够合理。张绍刚，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一次约会3位女生好像有点不太好。秦岚，精力会分散，每个人都了解不到。张绍刚，那下午的活动我们把规则改改。秦岚，改。然后吃饭的女生们就收到了信息，以抽签的方式邀请小屋里的2位男士参加下午的活动，要抽出2个名单，属实有点为难。小马说，我弃权，你们抽吧。小诗和子涵2个人就一人抽了一个，子涵抽中了孟云帆，小诗抽中了老张。看到抽签结果，小马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屏幕前的观众为小猪鸣不平，有黑幕，一定有黑幕，怎么刚刚好小猪就被剩下了呢？小猪也太惨了，2个出门上班的被叫回来参加活动，留着守家的继续落单。这波操作666，看热闹的永远都不嫌事儿大。我觉得目前这样的结果是最好的，大家体面而又和谐。享受午餐的云帆和老张接到下午需要参加射击比赛的时候还愣了一下，不过这2个人的财务自由这个时间还是有的。下午13点50分，云帆和老张同时到达了射击馆门口。云帆打招呼，好巧呀，我也没想到，所以你也是2点？老张问。云帆说，我习惯提前10分钟。到达预定的射击房间，小伟和3位女生已经到了。此时的小伟正在炫他的射击技术，同时指导3位女生该如何射击。云帆和老张进来，他没有任何打断教学的意思。几位女生用眼神和动作跟云帆他俩打招呼。云帆笑笑，看了看架好的长枪以及放在那里的短枪，他拿了一把短枪，拿起来试了试手感，瞄准之后干净利落地扣下了扳机。那边还在教学的小伟听到枪响声之后看了过来，可以啊，兄弟，正中红心。小伟还是很佩服云帆的。你之前经常玩这个吗？云帆放下手枪，今天第一次。真的？小伟满脸震惊，我也是第一次，不过我上午就过来练习了。老张听到大家都是第一次，心里踏实了。那你能打多少环？哈哈，目前没有打过红心，靶子都在那里放着。小伟倒没有隐瞒。老张不理解，那你还一本正经的教他们，懂和会是2码事儿。小伟主打一个自信。小伟指着云帆说，我懂规则，他会打，我们一起教，一起玩。第38章，我为紫云 CP 举大旗。云帆和老张被选中到了射击馆，现在射击场上刚好3男3女6个人。女生一般很少玩这种射击类的运动，包括有部队经验的小马，所以对这个都很好奇。这样安排就很清楚了。云帆和小伟教大家射击，老张沉稳帮忙记录。你们想先学哪个？小伟问。女生其实什么都不懂，问他们也问不出个所以然，还不如直接做主了。云帆说，大家就当玩，先来这个机关枪。张绍刚井号34，小伟说是学云帆，直接说玩。玩这个词用得好。井号34，每个人在面对自己不会的东西都会紧张，但是说玩耍的话，其他人就会放松很多。秦岚，云帆说话就是有让人安心的感觉。女生各自坐到提前准备好的位置上，开始练习。小马性子直，直接开始瞄准，就射击起来。虽然效果不怎么样，但是好歹动手了。小诗和子涵2个人研究半天都没有开始。孟云帆距离子涵比较近，就开始指导他了。我也需要指导。小诗提出需要帮助，小伟自然去帮忙了。老张从见到孟云帆之后，话就很少了，他就像是1日自信体验感已到期的感觉。老张默默地去小马旁边，子涵状态不错，笑着问，是这样对吗？对，可以扣扳机了。子涵很听话，砰，第一声5环。我打得不好。子涵有点不好意思。云帆第一次打枪能有5环非常不错了，继续加油，再接再厉。在他的鼓励下，子涵枪打得越来越好，几轮过后就打到了红心，而且命中红心的几率特别高，能达到70%左右了。弹幕，哈哈，老张又自闭了。子涵简直像个神枪手一样，看起来软软糯糯的女生，没想到打枪这么厉害。有没有可能是云帆教的好呢？哈哈哈，我为紫云 CP 举大旗。果然甜妹才是最终选择。然后孟云帆又教他了专业气枪的瞄中方法。情绪稳定，心态好的人学东西就是快。小诗露出羡慕的目光，
但是有小伟在旁边，他也不好说什么。好在小伟教的还不错，所以最后效果还可以。小马性子急，越是看着两位朋友都已经学得很快，他就想快点学会，可是追不上，越是想追上，反而适得其反，最后结果自然不如意。这是一个很考验体力的活动，上午的飞盘也是体力活，所以结束得很早。而且小伟也答应了今晚给大家做饭。他们回到小屋之后，女生都表示很累了，就回去休息。做晚饭的重任自然落在了几位男生身上。这行程安排的也太满了，今天没有什么行程的小猪还抱怨上了。小伟和杨毅也有一样的想法，这样高强度的接触新人，其实他们也很累。一共8个人的饭菜，小伟主厨，杨毅也想表示一下，所以也在忙碌。孟云帆他们3位老成员挺不好意思的，然后他们都在帮忙配菜。厨师小伟做菜的却有一套，不管是搭配还是速度都很不错。云帆只会做家常菜，也没有逞强。晚饭大家吃的还是挺开心的，和第一天的和火锅氛围差不多。7个人，大家在表面上都是有说有笑的。晚饭过后，女生们开始清洗餐具厨具，而小伟和杨毅的1日体验卡到期了，他们接到了要离开小屋的短信，两人很礼貌的跟所有人道了别。孟云帆他们依旧不舍，但有了昨天的一次前车之鉴，他们能理解。而且这是节目组的安排，既然参加了这个节目，就应该按照他们的规则来。送走了2位男士之后，大家有遗憾，但是也没有多说什么。小马也到时候约了小猪谈话，并使用了小屋特权约会。其实这2天他也想了很多，在今天这个环境中，他感受到好像所有人已经把他和小猪锁死了，2个新嘉宾都逼着自己，他需要把一些事情说清楚。小猪接受到邀请的时候，其实还是挺惊喜的，他很兴奋地进了迷你小屋。小屋的特权第一次使用，所有人都在屋子里透过窗户围观，但这些都影响不了小马的决定。我可能有些话没有说清楚。小马说，其实你对我好，我是感觉到压力的。小猪愣了一下，解释说，我已经再努力不靠近你了。小马直接摆摆手，不是这样的，我是希望有一个人能发现我内心，能跟我在一些方面上达到公平的。在和你接触1天之后，我觉得你不是这个人，所以我一直在逃避。小猪，你是说如果我能够感受到你的情绪，你觉得就 OK 了吗？小马也说不清楚，并不是这一个点。小猪很冷静地分析自己的心情，但是在我看来，一个男生做他认为对的事情是没有问题的。小马看他把鸭舌帽又压低了2分，换了一种说话方式。我能感觉到你情绪不对。小猪抬头看了看小马，又把眼睛放下了。小马继续说，但是我没有办法去安慰你，因为我怕给你一些错误的信号，但这是我自己处理感情的一种方式。小马认真地说着自己的想法，可能不对，但是这是我的方式。小猪认真地听小马说话，他认真地说，所以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才是理解的人？看到我的另一面。小马很果断地说。小猪说，其实我发现你在很多时候都喜欢包裹自己，但是我们并没有太多的机会去了解对方。这话让小马愣了一下，不过他决定的事情不愿意改变。我承认你是有一点了解我，你之前没有告诉我啊，也没有找我聊过，就是今天也是我找的你。小猪很明白地表达了自己的心意，其实那天我想找你聊的，但是你反应那么大，我没有办法跟你说一些话。小猪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但是小马最后给2个人的事情给了一个结论，我们2个人就像火星撞地球，是不合适的。小猪点点头，其实我表达完自己之后受到这样一个反馈，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处理这样的事情。小猪看出来了，小马就是在抗拒，在逃避，但是作为一位男生来说，他觉得自己做的够多了，没有必要再坚持了，所以他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这里也有我的问题。小马说，我觉得你也没有错，我也没有错，我只是我们2个人不合适而已。小猪直接站了起来，我们还要在这里生活10几天，希望大家都像朋友一样相处。小马得到自己想要的答复，也点点头。第39章，小屋又加2位新成员。小马和小猪的这个沟通，让一些人产生了共鸣，同时也让一些人产生了反感。张绍刚说，小马还是挺乱的，他又想让别人发现他，又不想让小猪接近他。秦岚说，可以理解，他说之前自己做过类似的事情，很累，所以不想你这么累。徐一阳，单纯的不喜欢，所以说话太直接。张绍刚，这个是沟通出现的问题，他做的太绝了，其实这样也会错过好的姻缘。秦岚很认同，如果不喜欢就不是恋人，那就没有资格用这样的语气说话。最后张绍刚体面的为这件事情结尾，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经历。网友们也如鲠在喉，理解了，因为不爱对方说做什么都是错的，但是沟通真的很重要。恶语伤人6月寒，这方面小猪有所隐瞒，但小马这样说人实在是太伤人了，这也是给小猪上了一课，长痛不如短痛。
祈祷再来一个女嘉宾给小猪吧。小屋里的众人正在准备写晚上信的时候，女生们各自收到了来自节目组的任务，在纸上写下最想留下的第4位入住小屋男士名字，装进信封。本次投票请保密。女生们各自投票。半小时之后，小屋众人又听到了门铃声。孟云帆不知该喜还是悲，这频率也太高了。楼上的女生们也都下楼来了，可以看出她们还是挺喜欢这种感觉的。应该是女生吧，不知道，但是感觉好兴奋，感觉每天都有新鲜的事发生，好开心。孟云帆理解不了女孩子这么爱看热闹的心思，看了一眼旁边的老张和小猪，老张的表情有点期待，也有点无奈。小马面无表情，估计是受创太深了，此时是他已经完全没了半点活力。云帆希望来其他女孩子后能够给小猪回点血，不过可惜来的竟然是杨毅。孟云帆他们这才知道女生们刚刚还做了选择。他看了看3位女生，有点想不通，为什么没有选择会做饭的小伟或者画家3金。张绍刚给大家解决了这个疑问。我知道了，肯定是那个互动游戏，3金那个根本没有表现的机会，而飞盘和射击肯定是选择轻松的飞盘。这么说好像有几分道理。杨毅再次跟大家郑重其事地做了自我介绍，这次氛围都欢快多了。大家正要回房，门铃声再次响起了。这次大家不说话都知道，应该是女孩子。新来的女孩子笑着跟大家打招呼，直接做了自我介绍，我叫高兴，也可以叫我星星。子涵大方的夸奖，高兴这个名字还挺好听的。小诗听名字都感觉很开心。大家相互礼让着坐下，然后又听见了门铃声。张绍刚，今晚可真够热闹的。大家再次聚集在小屋门口迎接新成员。对新来的女成员也一点不怯场，我叫佳丽，大家可以叫我丽丽。我可能平时有点迷糊，给大家准备了礼物，但是忘记带了。还有一件事就是我比较迷糊，我今天生日，但是我自己不知道，我家人给我订了蛋糕，我就带过来了。高兴是一个漂亮得体的美女，佳丽是一个可爱话密的小女生。小诗鼓掌，那刚好大家跟你一起过生日。佳丽话真的特别密。对啊，要不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大家依次做了自我介绍。高兴默默的再次记人名。佳丽一遍一遍重复人的名字，并且认真的观察他的特征。到了孟云帆的时候，他说最高的叫云帆，我记住了。众人哄堂大笑。有这么记名字的吗？孟云帆也笑了。佳丽小姑娘的心性，马上下一个话题了。那你有多高？放心，不到2米。孟云帆回答。所有人都介绍完佳丽，就开始让大家猜自己的职业。他话题转得快，孟云帆的话题转得更快。孟云帆，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吃蛋糕？佳丽没想到有人会这么直接，愣了一下。你要现在吃蛋糕吗？现在已经很晚了，如果不吃，放到明天就坏了。孟云帆嘴角往上一扬。再说了，你是今天过生日，明天吃好像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佳丽把头往旁边一歪，我还是想让你们猜我职业。孟云帆说，你这有点强人所难的，哪有第一次见面非要猜职业的？小事做和事佬，要不你说个关键词？佳丽表示自己的职业跟戏剧有关。这么一说，大家一下子就猜到了戏剧和舞台剧，还真让大家给拆。子涵说，那跟小马还挺像的，他会唱民歌。小诗说，你们可以找个机会 PK 一下。孟云帆跟着拱火，班长 PK 一下。从佳丽进屋之后一直都在说话，刚好趁着这个机会让他休息一下。所有人都在供货，就连话最少的老张也开玩笑，小马来一段。小马大家氛围都不错，就真的给大家来了一段不行的网络舞蹈。就这样莫名其妙爱上你，哒哒哒哒哒哒哒。小马不但唱还带着动作，这段连唱带跳的表演有点好看，也有点好笑。这一段跟小马平时给大家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把所有人都给笑疯了。新来的高兴陪着大家一起笑。弹幕跟小猪把话说清楚的小马真可爱，小马综艺效果真好，我的下饭剧。虽然脚趾抠出了3室一厅，但是真的特别有意思。小猪放手吧，跟你说开了，小马就自由了。小马就像脱缰的野马，反差好大，我太爱了。小屋里的众人都很开心，而一直以自己为中心的佳丽蒙圈了。旁边的小马安慰他，没关系，他们经常这样熟悉了就好了。佳丽，所以你是安静的那个吗？小马淡淡的说，开始2天我是活泼的那个，大家熟了之后就不需要我发力了。大家笑过之后又寒暄了起来。云帆再次提议，我们吃蛋糕吧，要不真的就等明天了。佳丽，那我来给大家切蛋糕。第40章盲盒的隐藏任务。喜欢你小屋又来了2位女生，高兴沉稳大气，佳丽娇小可爱。当然她们也是带着任务来的。在简单的聚会之后，大家开始投信。这一天孟云帆的信自然是投给子涵的。
子涵也把信投给了他，因为新嘉宾的信都在公用的信箱，大家看不到。可即使是这样，孟云帆的信达到了7封可以看信了。他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他拆了信件，有小诗的，有子涵的，出人出乎意料的，居然还有小马的。看了看信的内容，他心里有数了。小诗的信很有诗意，女孩的心没有深度。小马的信就是好人卡。今天小屋约人的名额已经用掉了，云帆也没有约人，也没有约人再谈一下的意思。而且他现在没有做决定，主要是新来的2个女生，也要给他们机会的。在睡觉之前，2位女生同时到了男生宿舍这边，他们一一敲响了房门，说了明天的计划，给了每人一个盲盒。孟云帆打开了盲盒，里面只有一个小摆件。谢谢。高兴说里面有隐藏任务，很可惜你没有抽到哦。没关系，他很客气地跟2位女生道谢。第二天早上，他照旧出去跑步。今天一天，2位女生安排了上午和下午的活动，邀请小屋的全部男生。杨毅 PK 掉了大厨小伟，决定承包大家的伙食。所以这天早上孟云帆没有煮豆浆。果然回来的时候，杨毅已经煮了一大锅面，小猪还煮了咖啡。是在小屋以来第一次吃男生做的早餐。杨毅的做的鸡蛋面条虽然只有鸡蛋和面条，好像少了点青菜和葱花，但是味道还不错。他锅里一共盛了5碗面条，热情地招呼大家吃饭，刚好我们5个人1碗。孟云帆又看了看，只有我们的，没有女生的吗？不知道他们吃不吃。杨毅说，孟云帆做一点吧，人家第一天来不给早饭吃，这可不行。好像是这么一回事，我再做一点。杨毅又把锅清洗之后重新烧水。孟云帆开了另外一个灶，那我再煎几个蛋。他拿了一个平底锅开始煎蛋。就这时候高兴到厨房了，闻到了咖啡的味道。早上是有咖啡可以喝吗？小猪说，我们这里有咖啡机，但是需要自己打。你需要吗？他很客气地问高兴是否需要。高兴有点失望，咖啡机啊，我不太会。没事，那我教你吧，很简单。小猪面无表情地站起来，就往咖啡机那边去了。他现在已经心灵上受到了创伤，目前还在回血中。对小猪来说，不管现在是坐着吃饭还是运动，还是去打咖啡，毫无意义的。杨毅又煮了2碗面，云帆把那6个蛋也煎好了。佳丽这才扎着2个马尾辫扇上来吃。老张给佳丽盛了1碗面条，给你们留的。高兴的咖啡已经喝到了，所以你们一大早做了所有人的早餐吗？杨毅有点不好意思，大家都吃一点，垫一垫。女生开始吃饭，杨烨拍了拍孟云帆的肩膀，谢了哥们。这个早餐算是很丰盛了。大家快吃完的时候，小诗也出现了餐厅，还有一个煎蛋，专门留给你的。老张推了推自己面前盘子里面的煎蛋，高兴说，今天的煎蛋是云帆做的，很好吃。这句话好像无意识说的，但是又好像有意说的，因为他说完之后把眼光看向了云帆。孟云帆没有注意到，他疑惑地问小诗，你也要去的吗？小诗不好意思点点头。老张这才解释道，我昨晚抽到盲盒，里面有个隐藏任务，可以邀请1位女生参加今天的活动。我邀请了小诗。孟云帆点点头，没有说话，继续开始吃饭。老张继续解释，我刚跟大家说过了，只不过那时候你还在跑步没回来。孟云帆抬头看着老张，这事你没必要跟我解释。老张尴尬地咳嗽了2声。其他人不明白里面的门门道道，说不上话。而唯一明白的小猪现在只有一点残血，根本不足以支持他来活跃这个气氛。我吃好了。第一个吃好的是佳丽，我把碗清洗一下。吃完饭之后，大家又各自开始收拾。在出发之前，老张特意邀请了小诗坐他的车，其他人继续坐中巴车往返。我不能开自己的车吗？孟云帆觉得奇怪。小猪冰冷地说，那不行，我也就随口说说而已，走吧。孟云帆率先上了中巴车，人多热闹。路上高兴和佳丽2个人也在话题活跃气氛，整个过程还算是很开心。上午去的是一家溜冰馆，小猪小声对孟云帆说，如果出了小屋，我们还会是朋友吗？当然会是，到时候去你的俱乐部玩玩，这都是小事情。孟云帆一口答应了。前面一个声音在喊，你们俩快点啊，我们要去登记换鞋了。是杨毅，因为领取溜冰鞋需要尺码，所以叫了他们。上午溜冰场并没有什么人安排的，他们换上鞋之后就开始尝试着滑，但真正会滑的只有高兴和孟云帆，都算是半吊子。让人没想到的是，说不会的老张滑的还算不错，而运动员出身的小猪确实真的不会。小猪虽然没什么精神气，但是也不想被任何人看清了，所以还是解释了一下，我学的是羽毛球，主要是上肢力量。云帆给他打气，小猪还是学得很快的，第一次滑成这样已经非常棒了。刚夸完小猪就一下子摔倒了，孟云帆连忙上去扶。
哎呀，这个弯太急了，不好意思。小猪在地上尴尬的道歉。听到这话，孟云帆也顺势坐在了地上。可不是吗？这里太滑了。老张也过来看两位兄弟。孟云帆说：“来了，我们就一起吧。”老张愣神了，1秒不到就被云帆拉倒，摔坐在了地上。3个人坐在一起，这画面看起来太搞笑了。杨毅也加入了这其中。然后就看到溜冰场里面4个男生嘻嘻哈哈的坐在地上，整个画面看起来多搞笑，有多搞笑。第41章，我不敢选你。4个男生或真摔或假摔，摔都摔在地上，瞬间让整个氛围变得搞笑起来了。孟云帆，哪位可爱的女生帮我们拍拍照啊？你们确定吗？高兴又问了一遍。确定，你们快拍吧。其他几位男生也都觉得拍照无伤大雅。咔咔的相机声之后，他们留下了一张荒唐而又搞笑的画面。这时候云帆2个人才站起来，老张和杨毅2人也可以自己站起来，只有小猪半天爬不起来。孟云帆和老张2人一起扶着他站起来。你们要不要选一个，然后改善一下别人对你们的感官？小诗指着周围的监控和摄像机。来就来，谁怕谁。孟云帆、老张、杨毅3人轮番上场，开始炫技。这是一个比较小的室内溜冰场，差不多一直都在转圈圈。当一直在转圈圈的时候，随便一个动作看起来都很帅气优雅。女生们在旁边喝彩。在转了几圈之后，孟云帆又提一个新玩法，要不我们几个人串一起玩吧，这样会的不会的都有的玩。小猪有点担心的问，就我这技术你确定吗？没关系，就你和佳丽不会。孟云帆给他打气，可以混合在大家中间。你们只需要站稳，前面会带着你们走，后面会推着你们走。小猪听了之后觉得有理就答应了，可他理解的和孟云帆说的完全不一样。他居然和佳丽2个人一前一后站在一起。孟云帆一下子看见了问题的所在，立马制止他们这样的战法。你俩要分开，否则摔一个另一个来不及救，我们所有人都会倒的。小猪说，就我这体格，不管只要我倒，大家都会倒。那你站第1个，我第2个，后面再站一个人，佳丽站到第4位。小诗，那我站第3位。剩下的高兴、杨毅和老张自然排在了后面。7个人一起玩这种游戏还是挺有意思的。又玩了2圈，小猪和佳丽2人也掌握了里面的诀窍。然后老张提议来一场比赛，就是接力赛，1人1圈，看看用10短的队伍获胜。孟云帆，那我们7个人留1个人当裁判吧。老张举手，那第1轮就我当裁判吧，我帮你们记录时间。孟云帆，剩下的人手心手背分组。小猪经过刚刚那一摔，又运动了这么久，心情放松了很多。这个时候已经慢慢回血了。游戏是女生发起的，不然就3个女生，选我们3个男生吧。作为裁判的老张看热闹不嫌事大，非常支持这个提议。那你们女生选吧。女孩子在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她们都会选择猜拳的方式。石头剪刀布之后，小诗第1个出局，最后选高兴和佳丽2人，高兴胜出。高兴认真的把大家看了一圈之后，选择了中规中矩的杨毅。炫技选手孟云帆和小白选手小猪留了下来。这下轮到佳丽选择了。佳丽看着对面的2人，犹豫了很久。孟云帆疑惑，你不会，小猪也不会，这个时候你还需要犹豫吗？小猪，哎，哥们，这有点太打击人了。可是佳丽还在犹豫。孟云帆的角度出来玩自然是要开心的，2个都不会玩的人在一起，那根本就没有机会融入，大家自然开心不起来。所以云帆再次毛遂自荐，你要选择他，你们俩就没得玩，2个都不会。可他没想到佳丽说出来的话让他自己都吓一跳。我不敢。佳丽说这话的时候看着小诗，孟云帆才知道2轮下来都没有人选自己。原来新来的2位女生以为自己和小诗是一对。我们也就比你们早认识2-3天而已。孟云帆说，不用这么早下定论。他这话是对女生说的，也是对其他男嘉宾说的。在他心中虽然知道也只能在小屋待21天，但是他并不想因为21天这个期限做出错误的决定。看看小猪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才3天而已，已经伤得体无完肤。接下来还有10来天，要完全恢复到刚开始的状态，估计很难。既然这样，那还不如慢慢了解，然后有更多的选择。快选吧，只是一场溜冰比赛，并不是结果。其实孟云帆前面说完那句话，对小屋里的每个嘉宾都有帮助，特别是小猪，毕竟他是感同身受的。小诗好像也想明白了很多，他对佳丽说，你还是选云帆，把你们俩最萌身高差。犹豫了一下，还是拒绝了，我选小猪，我们俩一起进步。小猪竖起大拇指，这格局大了呀。昨天才被拒绝，今天又被选择的小猪自然是很开心的。比赛之前大家都在商量战略，小猪也找到了裁判老张，教了自己几个技巧。
孟云帆和小诗一组，本来应该也是要商量策略的，但是小诗有话说：“你不想跟我一组吗？”孟云帆绝对没有这个意思，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呢？小诗偏着头，笑着问：“你是不是吃醋了？为什么要吃醋？”孟云帆不明白小诗为什么不讨论赢的方案，而问这个无聊的问题。小诗站在他面前转了一个圈：“我们第一天早上还一起跑步，后来我跟老张约会之后，你就很少跟我互动了，而且今天我坐老张的车过来，你就开始拒绝跟我一组了。”孟云帆摇摇头：“那你还真是想多了。第一天要跟我一起跑步，是你自己主动要求的。后面大家集体活动，你跟老张约会，我跟子涵约会，这都是多了一个大家相互了解的空间。至于刚刚分组这个问题，我觉得玩游戏就是势均力敌，有一点悬念才好玩。”孟帆这段话说的不像开玩笑，作为心理师的小诗一眼就看出了他神情中的认真，所以小诗的骄傲没有允许自己说出后面的话。孟云帆、小猪的例子在那里，其实我们可以相互了解一下，再做决定。第42章，不喜欢被安排的感觉。孟云帆发现小屋的所有人都因为频繁的高强度的互动而紧张，因此所有的决定快速且果断。他不喜欢这样被外界支配的感觉。小诗明显被他这样的想法给镇住了，他努力的挤出一个微笑，大家都希望能够快点定下来。孟云帆嘴角扯了扯，根本没有什么大家，最起码不包括我。走吧，小猪在叫我们了。孟云帆说完这话，就率先向小猪那边划过去了。小诗表情变了变，就紧跟其后了。开始比赛了，孟云帆单人滑得不错，但组合就是不行。小诗明显有点心不在焉，好在有佳丽和小猪的组合垫底，结果还算看得过去。观众看多了热闹，好久没有溜冰了，出来玩就开开心心的呀。全小屋里的人都在内卷，只有孟云帆一人佛系。井号39，如果我在小屋也会被迫。井号39，很佩服云帆，任何时候都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看他每天早上坚持跑步就知道了，顶级自律的人一般都很强大。下午佳丽给大家安排的是烧烤，所以中午大家随意吃了一点东西，就往预定的烧烤店去了。这是一家有名的户外自助烧烤店，所有的都需要自己弄。孟云帆他们先端了一些水果和凉菜垫垫肚子，烧炭这样的事情杨毅一个人就够了。稍微吃了一会儿之后，孟云帆提议大家来玩炸鸭子的游戏。本来以为老张不会玩，没想到最后才发现是高兴总是蒙圈，而他旁边的小猪虽然还没有满血复活，但偶尔也能帮他解围。大家边吃边玩，完了，时间过得挺快的。临近结尾的时候，佳丽给大家唱了一首她自己的歌，大家坐在篝火边上，还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回去的时候，因为老张开的有车，但是又坐不下，大家需要分开坐车。小猪，可以坐3个人，还是只能坐1个人？老张，只能且必须坐1个人。小诗左右看了看说，我想回去的时候坐大巴。站在老张旁边的杨毅说，那走吧，我跟你坐一辆车。老张没有办法，带着杨毅坐着自己的车回来了。车上杨毅还不断的劝老张，小诗还没有完全做决定，还是有机会的，即使没有选择也没有关系，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就好。目前的问题是你每次遇到事情的时候会犹豫，给人一个开放性答案。如果真的喜欢一个人，你现在做的还不够。老张重重的点头，这的确是有我的一部分问题，在我回去会好好考虑的。回去之后，小马和子涵2个人还等着他们。孟云帆把带的烤肉递给了他们，会不会很想我们？小马，我更想你手里面的烤肉。子涵接过了烤肉，你们一天也辛苦了。孟云帆，吃着，我去楼下收拾一下。大家才会小屋没多久，然后就收到了节目组的短信，小屋2位新成员将会在晚上12点之前离开小屋，请珍惜最后的时刻。小屋的人收到这条信息之后，还是有一些遗憾的。高兴和佳丽2人完全不明白状况，当知道所有的新人会在这里，会随时离开之后，他们明白了这件事情的重要性。高兴说，这也太突然。孟云帆，我招呼大家都过来一起聚一聚，然后做个送别吧。观察室里张绍刚问大家，这种情况你们应该怎么做呢？秦岚，坐在一起聊啊。张绍刚，聊什么？聊人生，聊理想。张绍刚，这么多人，只有这么多时间，能聊出个啥？反正我是不会聊。秦岚点头也是。那这样的情况能怎么办？约出去单独聊呀。可现在大家都坐在一起，单独约一个人不太好吧？那就看谁更加勇敢，有勇气了。果然，太多的人在一起，还真聊不出什么。目标是分散的，聊的话题也是开放的。7、8个人有一个人开，整个话题就乱了。在聊了一会之后，高兴直接说，小猪，我能约你去小屋吗？瞬间整个喜欢你小屋变得鸦雀无声。男生把目光都看向了高兴，女生把目光都看向了小猪。
男生震惊于高兴的胆子，女生好奇小猪的选择。张绍刚一拍桌子，看吧，这个时候就需要有高兴这样的人出来。秦岚，我很好奇，小猪会做怎么样的选择？弹幕：高兴太帅了，小猪终于被看见了。小马估计要被气死了，一定要答应呀，要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爱情。本来还在放空的小猪，在万众瞩目中反应过来，有人提到了自己，他下意识的点头，好。高兴指着外面，那我们现在就过去。我回去加一件外套。小猪还不明白状况，有蛋晕乎乎的。高兴拿着一条毯子就出门了，那我在下面等你。留下一群吃瓜群众。孟云帆，我们接着聊。小诗，我还没有用过小小屋，好好奇他们会在里面讲什么。杨毅，每天只有一次，说不定明天就有人邀请你呢。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神是看着老张的。老张苦笑了一下，没有说话。佳丽，马上要走了，突然有些伤感。他说着说着还哭了起来，大家都开始安慰他。张绍刚解释说，佳丽心理年龄也小，所以还是个小孩，只不过大家能一起安慰他。秦岚，我可以体谅柔弱，但是在这种场合哭好像不合适。张绍刚，年龄小，体谅一下。好在这个画面没有持续很久，导播已经把画面切到小猪和高兴的画面了。高兴说，其实我才到小屋没多久，跟所有人都没有太多接触。昨天晚上的自我介绍和今天篝火晚会的时候，让我觉得离开之前应该找你聊一聊。小猪点头，没问题，你想了解什么都可以问我。高兴，你在小屋里有什么期待吗？比如说理想型。小猪想了一下说，我想找一个在生活和爱好上对有共同点的人，还有一点就是善良。高兴笑着说，这有点太笼统了，很官方。小猪，我希望有共同点，多一些沟通，最主要的是要善良。高兴，其实直接找你来这里，我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小猪点点头，你很勇敢。两个人的聊天真是先有效率，他们聊到了未来的规划以及以前的一些经历，两个人都很冷静，说的话都很理性。直到夜色渐深，他们俩才结束了这次谈话。第43章，最美的子涵配最帅的云帆。高兴和小猪的这次谈话，让小屋内外的人都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张绍刚、小猪和高兴的谈话是有效的，他们两个人有点合适。秦岚，对，每一句都有回应，虽然没有很多情绪，但是很真实。弹幕：求求让高兴留下来吧。小猪现在需要高兴，人美心善，这样的人值得留在小屋。虽然他们没有说喜欢，但是我已经开始磕了。又到了晚上投信的时候，对于这次的结果，大家都很期待。观察室甚至还进行了一次猜测，主要矛盾点在于孟云帆、小诗、小猪、高兴这几个人。孟云帆把信投给了高兴，他站在镜头前说，这是一张好人卡。高兴是一个勇敢的人，希望留下来陪陪小猪。他的这个投信让观察室两组猜测的人都输了。张绍刚笑着说，反正每次云帆的我们都猜不中，输了就输了吧，我们还有其他的机会。秦岚附和，对，我们还有机会。小诗的信投给了孟云帆，子涵的也投给了孟云帆，佳丽把信给投给了老张，高兴自然把信给了小猪，小猪把信给了高兴，但是只是一张好人卡，感谢他的认可。还有一个变数就是小马，在昨天把话说清楚之后，今天小马把信投给了杨毅。在投票环节结束之后，送走了2位女孩。接下来的这一天，喜欢你小屋终于没有了任务。第二天早上，大家该上班的上班，该工作的工作，一切都步入到正轨。孟云帆在晨跑过后，再次吃到了小马的早餐。大家都进入工作状态，他也不能闲着。想了想，他就去熟悉他的公司。在公司里，他大概了解了公司的规模、镜像以及管理模式。了解这些之后，他不得不再次感叹孟老爹和林女士的能力。他们请了专门的管理团队，有专业的经理人，公司的运营模式非常好。林女士知道他到了公司，还特意打了电话过来。孟云帆一再保证自己很快会上手的，而且不会像以前那么莽撞，会多听取别人的意见。林女士虽然还是不放心，但是想着云帆最近已经改变了很多，所以也没有逼太紧。第一天接触公司东西太多，孟云帆很有谱，他并没有急着去立威。而且在中午的时候，他请了所有的管理层吃了饭，说了一些冠冕堂皇的话，让他们安心工作，自己不会亏待他们的。之前当过996的，他知道老板不走，其他人也不会走，所以5点不到他就提前撤退了。很多事情欲速则不达，所以他不着急，等以后弄清楚了所有的管理模式之后再去整顿也不迟。现在什么都不懂，贸然出手乱打一通不是孟云帆的是习惯。孟云帆没有第一时间回去，而是去超市购了一些生活用品。他回到了小屋，然后开始准备晚饭。子涵是第2个回来的，他不会做饭，可是准备了很多食材。你已经开始做饭了吗？
我准备了椰子鸡的食材，我准备了牛排。孟云帆指着手上的牛肉。子涵说：“那今天晚上有口福了，我需要做点什么吗？先把鸡肉解冻一下。”云帆说：“杨毅回来的时候，看见他们在厨房里忙碌，都着急了。你们不等我就开始做饭了吗 ？PK 掉真正的厨师，杨毅的压力也是很大的，在做菜方面他必须很积极。”孟云帆开着玩笑：“等你回来，大家要饿死了。”这就来了。他放下包，清洗一下手，就要开始帮忙。子涵正在用水解冻鸡块，杨毅直接接过来：“我来，我来。怎么好让你动手呢？”子涵：“没关系，这简单的准备工作我还是可以的。你要不看看其他还有什么要帮忙的？”子涵直接婉拒了杨毅的帮助。他把解冻好的鸡块在盘子里放好，然后又拿起了小青菜开始清洗。杨毅看着确定是帮不上忙，站了一会儿之后就往外面去了。子涵问云帆：“还有什么要清洗的吗？我还需要请教，这个我来就行了。”孟云帆：“青椒简单呀，我可以来。”孟云帆说：“我选的这个青椒比较辣，如果你没有经常触碰的话，手会有灼辣感。”子涵：“那会很难受吗？”当然。云帆想了想自己小时候手被辣得通红的样子，第一次的时候会很辣，后来就是戴手套或者注意一点就会好很多。子涵听得有点心疼，一向大方的他说话都有些结巴了。那我找个手套。孟云帆：“不用了，现在已经不会了。”子涵还是坚持的找到了手套，他戴上手套就开始清理辣椒了。孟云帆：“没事儿，你放着我来就行。”子涵说：“你在清洗辣椒的时候手也会辣的。”他举起了双手，戴着手套一点问题都没有。孟云帆看着子涵，他的脸上带着笑容，双手像招财猫一样的摇摆着，看起来可爱极了。行，那你清的时候小心一点，别把辣椒水溅到皮肤上了。子涵：“好，我会注意的。”其实子涵特别能吃辣，而且他不怕辣椒，但是他喜欢云帆关心他的感觉，所以此刻的他整个人也是甜甜的。很多观看到这一幕的关注，感觉自己看到了粉红泡泡，太甜了这一幕。相互关心，相互救赎才是正确的恋爱方式。子涵漂亮温柔，而且懂得体谅别人，这点太好了。最美的子涵配最帅的云帆。慢慢的，小屋里的人除了小马都接二连三的回来了。这天大家都带了很多东西回来，已经住了好几天了，已经把这里当成家了。回来自然的打招呼收拾，能帮忙的帮忙，帮不上忙的也不添乱，这种感觉真正的好。小石一直观察着孟云帆的情况，发现他真的对每个人都一样，也就放心了。老张继续做隐形人，在大家饭菜都快吃完的时候，小马终于有气无力的回来了。孟云帆，还以为你走丢了呢。杨毅，你可终于回来了，还有点椰子鸡，你要吃点吗？小猪说他不吃椰子，今天去了市区太远了，快累瘫了。小马伸了一个懒腰，我现在去放个包。看到小马离开之后，小猪就到厨房单独炒起了蛋炒饭。小马从楼上下来的时候，他的蛋炒饭炒好了。你等一下，马上就好了。小马饿坏了，就接过了小猪炒好的饭。第44章，原来杨毅喜欢子涵啊。小猪给小马做饭，在他自己看来只是朋友间的正常互动，不过在其他人眼中就是不一样的感觉了。特别是小马，整个人又变得阴沉沉的。孟云帆说话了，米饭和鸡蛋都是我留的，打算明天早上吃的。现在小马吃了，就当还早上的早餐了。小马这才露着笑脸，这是点我呢，那明天早上还给你做早餐。孟云帆打趣，不错哦，班长。这么一打岔，氛围又好了很多。晚上在投信之后，孟云帆接到了一个任务，就是选择一位新加入的女生入住小屋。孟云帆选择了高兴，话不多，而且很勇敢，这样的人不会让任何人尴尬。虽然这一环节保密，男生之间不能互通信息，但是孟云帆相信小猪和老张也会选择高兴的。除此之外，在睡觉之前，男生也接到了盲盒任务。收到盲盒的人，请准时到预定地点与天选之人约会。约会的地点和路线，两人见面之后自行商量。孟云帆看了卡片上的时间，上午9点，虹桥，看来是个有意思的约会。同一时间，小屋里的所有人都收到了类似的信息。所有的盲盒地点都是在虹桥，时间差了半个小时左右。不过为了节目效果，屏幕上只显示了卡片内容，至于盲盒的持有者是谁，没有显示。所有观众看到这个设定，观众开心起来了。终于等到了，天选的约会要开始了。盲选才能够撞出不一样的火花，天选的约会也是天意的安排，感觉越来越有意思了。兄弟们谁懂啊？谁家恋综每天都在约会啊？这每天的约会，各式各样的团建，简直是恋综天花板。第二天早上一早，云帆照就起来跑步，因为小马说了会做早餐，所以他也没有去打豆浆了，更不用等小诗了，只有第一天出现过，后面只是在前天说了一句
最近太累，过段时间没有这么多安排的时候会继续跑步。记得当时孟云帆礼貌的点头，一句话都没有说。早上的空气非常新鲜。就在云帆出门没多久，小猪也出门了。小猪打扮休闲，并且带上了他的羽毛球拍，看来是去约会的。只是不知道跟谁约会，这么早就出门。等孟云帆回来的时候，小马已经把饭菜准备好了。小马看到他回来，着急忙慌地跟他交代，给你煎了鸡蛋和面包，还有一杯咖啡。你吃完有时间就收拾，没时间的话放那里，晚上回来收拾。我要准备出发了。孟云帆看到放在桌子上略显丰盛的早餐，你不吃了吗？来不及了，小马说，如果不是答应了给你做早餐，我连你的都没时间做。感谢班长。孟云帆对着小马抱拳敬礼。少贫了，你吃了饭也要该收拾收拾出发了。小马丢下这句话就上楼换衣服化妆了。孟云帆大口大口地吃着早餐，果然早餐这种东西还是别人做的好吃。正吃着，老张上来了。你一个人吗？目前只有我一个人。孟云帆指自己碗里的鸡蛋，你要不要吃点儿？老张摇摇头，走到了咖啡机面前，我时间来不及了，弄点咖啡带着路上喝。你几点？老张看孟云帆吃饭不急不忙的，就又问了一句。孟云帆，我9点的。那你慢慢收拾，我要出发了。老张的咖啡已经完成了装杯。约会愉快。孟云帆给老张了一个祝福。老张不爱说话，第一次集体出动的时候还能够应付。前几天的高强度社交让老张感觉力不从心。孟云帆是真的希望老张能够开心，而且根据时间猜测，老张的约会对象很有可能是小马。小马虽然总是对小猪挂脸，但是对其他人都是特别的好。希望开朗的小马让老张也开心起来。果然，老张走后没多久，孟云帆鸡蛋还没有吃完，小马就噼噼啪啪地跑下楼了。孟云帆吃好饭，把盘子碗清洗了一下，才不紧不慢地回屋。从林女士给他转钱之后，他的衣橱里面的衣服全部都变成简洁大方多了。再加上他1.88的大高个，随便一套衣裳穿身上都很有范儿。早上跑步的衣服明显不适合约会，所以他又重新冲澡换衣服。而此时厨房里，杨毅又在做饭了。子涵也出现在了厨房。等一下，马上就有饭吃了。杨毅邀请子涵一起吃早饭。谢谢。子涵客气地笑了笑，但是他没有坐着等早餐，而是继续在冰箱里找了一些菜，拿了一些面包。你早上想吃汉堡吗？杨毅看着锅里正在煮着的面条。子涵说，早上吃面条可以。那你这个，杨毅指着他正在拿的青菜、火腿和面包。子涵笑着说，我想做一个冷餐，今天出去的时候吃。跟你约会的人有福了。杨毅眼中的羡慕是隐藏不了的。他看看锅里的面条，再看看子涵做的简餐，一股无法名状的感觉在胸腔中窜动。因为他是会做饭的。如果子涵希望约会的对象是自己，那就不用这样做食物了。杨毅一边煮着面，一边时刻关注着子涵的动静。终于在面条快好的时候，他找到了话题。你知道今天约会的对象是谁吗？杨毅终于问出了心中的疑惑。不知道。子涵礼貌地说。那你准备的这么用心？杨毅笑着摇摇头，掩饰自己的尴尬。那你们约会的内容一定很累，居然还需要准备食物。子涵一愣，这个可以说的吗？节目组的约会既然以盲盒的形式，自然是不想让参与人员知道约会的对象是谁。我也就是随口一说。杨毅盛了一碗面条递给子涵，面好了，你先吃点面吧。子涵，好。他把最后一片生菜洗好，放进菜筐里晾起来，就端着面条就往餐桌去了。杨毅希望自己约会的对象是子涵，但是他太明白了，子涵一个大方且直接的人。如果是子涵希望对象是他，肯定会要求他自己准备简餐。现在看着子涵忙碌的样子，杨毅明白子涵的心思并不在自己身上。面条味道很不错。子涵吃着面条连连夸赞。杨毅站在厨房半天都给不了反应，特别是越想越觉得子涵准备的简餐对象很可能不是自己，就更难受。第45章，所有人都选择了高兴。一些早起的观众把小屋直播当消磨时间的神器，他们会早早的打开直播，边看边洗漱。看到子涵忙碌，没有时间理杨毅，杨毅眼神中藏不住的失望都笑喷饭了。原来杨毅喜欢子涵啊！哈哈，子涵的反应太搞笑了，之前都没有发现子涵体内还有搞笑基因，他是搞笑而不自知。杨毅都表现得那么明显了，子涵愣是没有一句听出来。不知道今天和子涵约会的是谁，有点期待了。这还用猜吗？用排除法就是云帆。小猪一大早就走了，老张明显是跟小马约会的。看杨毅这表情，他知道子涵对自己没有期待。这样算下来，就剩下云帆了。如果我没记错，他们理想型也是对方。哈哈，真的是这样吗？
紫云 CP 上大分。这么一说，我有点期待了。当然，所有约会的对象都只是网友的猜测。小屋里没有出发的小诗也是一个未知数。子涵吃过饭之后，把自己的碗筷洗了，就开始做简餐。一层面包，一层午餐肉，一片生菜，再加一个煎鸡蛋。子涵做的简餐，说实话看起来就很好吃。杨毅看着子涵认真的准备，自己碗里的面条不香了。观众也狠狠的带入了。我给女神做早餐，女神去给别人做简餐。杨毅换个对象吧，小诗和新女嘉宾都行。话说，按照规则，新的女嘉宾应该是高兴吧？高兴和大宝都行，这俩我都喜欢。好人啊，你还记得大宝？话说大宝有没有可能回来？想知道第4位入住小屋的女生是高兴还是大宝？杨毅简单的收拾以后就出门了，在停车场见到了孟云帆的车，呼啸而去。豪车就是豪车，他感叹着。随着时间流逝，小屋最后2位成员小诗和子涵也都相继出发了，观察室的明星们也都各就各位了。张绍刚，今天的约会将是小屋经典的盲选约会，这是打乱小屋里现有的暧昧和情绪，重新给每个人一次约会的机会，看看能不能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秦岚，那小屋第4位入住的女生也是盲选的吗？张绍刚连连摇手，不，因为第4位女生入住小屋的时间太短，所以有自主选择男生的权利。秦岚眼睛里冒着小星星，你这么一说，我有点好奇了。我想先看新嘉宾的约会。秦岚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张绍刚看着其他的观察员，你们的意思呢？张玉荣、徐一阳都连连点头。毕竟八卦是所有人的天性，期待感已经到这里了，大家都想早点知道答案。张绍刚嘴角掩饰不住的笑容，其实我也想看。那还等什么？我们看吧。那行先看第4位女嘉宾的。主持人做了决定，然后镜头移动到了浪漫而又充满诗意的桥。桥上自然是最早出门的小猪。小猪接到了一张任务卡，需要前往击剑馆。半小时之后，击剑馆有2个人正在全副武装的进行击剑比赛，因为看不到脸，所以大家一时都猜不出来。然后门口出现了小猪的身影。小猪一脸懵圈，他看了看2个击剑的人，然后打了一声招呼。左边的这位选手把头盔摘了下来，是高兴。高兴热情的跟小猪打招呼，和小猪明显还愣了一下。是你啊？高兴笑着说，是呀，没想到吧？就在这个时候，后期把3位男生选择高兴的画面给放了出来。弹幕，所有人都选择了高兴，我也太高兴了。看到高兴，所有人都会高兴的。高兴给人的感觉就很舒服，大方真诚的人，谁能不爱呢？小猪现在就需要高兴这样的人帮他回血。看着小猪们圈，我有点心疼。希望他们俩3观性格都合适，不要再让小猪白高兴一场了。小猪这2天已经在慢慢回血了，他愣神了2秒之后就很镇定了。高兴带着小猪去换了衣服之后，开始教小猪击剑。另外一边，老张在一个护栏边上吹着风等着来约会的人。小马到达约定地点之后，看见的就是等待的老张。没想到是你啊！小马明显是开心的。或许只要不是小猪，不管约会对象是谁，他都是开心的吧。我也没有想到是你。老张表面上是也是开心的。你今天穿的还挺漂亮的。小马问，会失望吗？为什么要让失望？老张被小马的笑容给感染了。你好，有缘人。你好，有缘人。小马大大方方的回答，我准备的地方下午才能用，是做一个香薰蜡烛。看得出来，小马只要不是面对的小猪都很大方自信。他在这个时候直接说出他自己的时间安排，其他的时间交给老张安排。老张面对什么时候很多事情的时候会犹豫，所以小马单刀直入的打开话题，他还是很受用的。我是订了一个餐厅，离这里不远。对于他们这一对约会，观众在看小屋里出门的时间就已经猜到了，没有任何惊喜。但是看到他俩的氛围，还是感觉很有希望的。老张真的不会约会，1天的约会时间他只准备了餐厅。老张这样不爱说话的，就适合小马这样的搞笑女。这2人一见面状态都不一样了，只是性格互补，说不定能擦出不一样的火花。大家都在猜测下一对出现的天选约会人会是谁。毕竟杨毅和孟云帆前后脚出门，小诗出门的时间也只比子涵早了几分钟而已，所以很期待他们是怎么组的 CP。 随着时间流逝，杨毅先到了虹桥，他在原地等了一会儿，小诗也到了虹桥。所以今天是我俩约会。杨毅其实内心还是希望来的人是子涵，如果不是子涵的话，其他人也无所谓。但是对方是小诗的话，他会惊讶，是因为杨毅昨天还助攻老张追小诗来着。明显小诗也没有猜到是杨毅，他笑着说，哈哈，早知道是你，我应该吃了早饭再出发。杨毅，没关系，我们先去吃东西。好，那上午就听你安排，下午我安排。
小诗大大方方的答应了。第46章，看国宝，喂羊驼。观众看到杨毅和小诗的反应，觉得太搞笑了。哈哈，这两人明显都没有约到心仪的人，我要笑死了。两个人都很失望，也要装体面。小诗一直在云帆和老张之间摇摆，结果约到了杨毅。哈哈，杨毅做了早餐，子涵吃了，而他约会的对象小诗没吃上。这是什么错位约会？换成恋爱正式开始，那就剩下子涵和云帆了。还别说，紫云 CP 真的可以磕。理想型也是他们俩约会，这个天选的盲盒约会也是彼此。想知道他们约会的地方是在哪里？上午8点50分，孟云帆提前了10分钟到达了虹桥，他手里拿着娇艳欲滴的鲜花。而此时小屋的另外几对已经开始了约会。视频的画面里面，4个分镜同时开始直播。高兴已经教小猪玩了半个多小时击剑训练，老张和小马因为距离吃饭的时间还有很久，所以就去了公园。杨毅带着小诗已经开始骑自行车了。8点55分，子涵出现在了桥头上。你等很久了吗？子涵看到是云帆，有点惊讶，更多的是开心。他惊讶的是自己提前了5分钟，云帆已经到了。开心的自然是约会的人，真的和他想的一样。没有，我也是刚到而已。孟云帆不喜欢别人迟到，子涵早到了5分钟，这是加分项。这是送你的花。他把花送给子涵。谢谢。子涵接过了鲜花，不过今天我可没有花还给你哦。我送你花并不是让你还我什么。孟云帆解释。而且上次我是唯一收到花的男生，这一点已经够吹嘘很久了。哈哈，你们还会比这个吗？会啊，男孩子的胜负欲你不要小瞧。寒暄过后，子涵问，你今天是怎么安排的？我们对一下行程。你有没有特别想去的地方？对约会有什么要求吗？一般的女孩子约会都希望男方能够多考虑到女孩的感受，所以孟云帆就直接问了。子涵大大方方地说，我是这么想的，我们今天一个运动的项目，一个不需要花体力的项目。如果你安排的是运动的项目，我就安排一个轻松点的。你还做了2手安排。孟云帆没有想到子涵做事情竟如此妥帖。子涵笑着举起手里的简餐，我还带了点吃的。我知道其他的女生都没有准备简餐，这也是独一份的哦。子涵说这句话的时候显得更加调皮可爱。孟云帆的眼睛被初升的太阳闪了一下，他记得昨天跟子涵就是在厨房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感觉。他转了一个身看着远方的风景，既然如此，那上午听我安排我们去活动一下，下午听你安排轻松一点。行，听你的。观众看着他俩有商有量的把所有的活动都给安排妥帖了，眼中都冒出了八卦的味道。云帆提前出门却后到，居然是给子涵买花去了。每次约会都有鲜花，这种仪式感，爱了爱了。子涵可真聪明，第一天他就知道理想型是云帆。盲选约会，虽然不知道是云帆，但是子涵也用心准备了。第一次独一无二的鲜花，第二次独一无二的简餐，子涵也做2手准备，有商有量，轻松却又尊重对方，想不磕都难。我发现子涵虽然平时话不多，但是真的很会。第一次在云帆脸上看到这么轻松的笑容，明明就是心动的感觉。目前来说比较好，磕的就是这一对以及小猪高兴组合了。说到小猪和高兴，经过了几轮运动下来，他们正坐在一起，边休息边聊天。高兴首先夸了小猪进步非常快，然后就聊到了小猪的专业方面，羽毛球。说到自己的舒适领域，小猪非常开心且健谈。很多观众仿佛回到了第一天初见时那个阳光开朗大男孩。这才是高质量的约会，他们2个很合适。我替小猪感到开心。CP 名已经想好了，就叫幸运猪 CP。盲猜下午就会到小猪的主场羽毛球馆了。上午击剑，下午羽毛球会不会太累？开心的时候干什么都不会觉得累。幸运猪 CP， 我为你们举大旗。另外一个镜头，杨毅正带着小诗在骑自行车，休息的空闲，杨毅一直在聊老张。这一幕难免让人想到了昨天杨毅开导老张的画面。我要笑死了，杨毅是来助攻的。救命，跟美女约会居然只说其他男生的优点。哈哈，在小屋当冤种，一直做饭，出了小屋继续做冤种，给其他人做助攻。杨毅也是一个宝藏男孩啊，他绝对拿错了剧本。小诗的心思明显在云帆身上多一点，他好像助攻错方向了。云帆完全可以靠自己，不爱说话的老张更需要助攻吧。还好小诗是学心理学的，一眼就看出杨毅的小心思了，否则小诗都要怀疑自己的魅力了。此时的老张完全不知道有人在助攻他和小诗，他在努力的配合小马完成公园里的一些游乐设施，比如用枪打气球，比如套圈圈，比如划船。其实在老张看来这些都毫无意义，但他自己安排的活动太过于无聊了。如果不玩点什么小游戏，那2个人就要在餐厅里尬聊了。
很显然，在无聊和尬聊之间，老张选择了无聊。相较于这一组的无聊，孟云帆安排的活动就有趣多了。他带着子涵到了动物园，趁着时间还早先去看了大熊猫。哇，那个熊猫软软萌萌的，好可爱，子涵很喜欢。孟云帆笑了，我看到你的时候就决定带你来看它了，你们俩很像，你们都带着笑脸，很可爱很萌。子涵一点都不介意，而且两只眼睛笑成了月牙状。我可没有国宝珍贵。孟云帆，任何时候人都比动物要珍贵。子涵看着孟云帆说，谢谢。看了一会儿熊猫，他们又去萌宠乐园近距离参观小动物了。孟云帆买了2份喂养动物的白菜和胡萝卜，他们拿着食物小白兔、小松鼠等动物，然后又到了专门喂养羊驼的地方。动物乐园里面的羊驼胆子很大，而且很会看眼色。孟云帆和子涵手里都有食物，可他们只追着娇小可爱的子涵咩咩咩的叫。子涵觉得害怕又觉得新奇，孟云帆只好把子涵护在身后。第47章，我希望来的人是你。羊驼总是围着子涵转，他有点害怕，孟云帆就把他护在身后。这一幕让很多观众都露出了迷之笑容，这一躲一护的也太有默契了。本来觉得到动物园是最幼稚的约会，没想到成了目前为止最浪漫的约会。动物园这个地方真的适合软软萌萌的子涵，把子涵比作国宝。云帆你不要太爱了。子涵看到羊驼虽然围着自己，但是没有进攻，又探出半个身子喂养它们。羊驼很聪明，就转到子涵那边。这次子涵学聪明了，迅速的把手上的食物全部递了出去。几只羊驼跟上来，叼着他手里的白菜叶子。剩下的羊驼看到子涵手里的没有食物，孟云帆又赶了一下，羊驼就不再围着他了。他们从萌宠乐园出来，找了一个连廊坐在那里休息。子涵还在兴致勃勃地说，羊驼还挺聪明的。孟云帆看他调整的挺快的，不害怕吗？子涵认真地说，算不上害怕，就是看到这个大个的动物扑过来就不自觉地想躲。理解。这个动物园非常大，过了一天下来，半天也过去了。我带了简餐，我们先吃一点。孟云帆问，为什么想到做简餐呀？你明明不会做饭。简单的食物我还是会做的。子涵拿出了的三明治，之前在国外想吃口合适的饭菜只能自己动手，不过那里材料有限，所以也只学会了三明治，味道还是错。孟云帆毫不客气的夸奖。张绍刚，这个真的会好吃吗？张玉龙，井号39，饿了吃什么都好吃。张绍刚，你们会再给对方做好吃的吗？万一做的不好吃，你们会吃吗？张玉龙，我做过，都说不好吃，最后叫的外卖。我可伤心了。秦岚，我没有给别人做过，但是如果是别人专门给我做的，不管好不好吃，我都会吃的。我要是男生，太难吃，估计也不会吃。张绍刚，所以子涵做的这个东西还不错。张玉龙，可别说了，再说我都饿了。这倒真是，因为很多人在看到别人吃东西的时候，不自觉的想吃点东西垫吧一下。张绍刚，现在距离吃饭时间还早，先吃点水果吧。说到这里，就有工作人员给他们送上了果盘。子涵还沉浸在刚刚喂动物的快乐中，其实我还蛮喜欢去动物园的，每次看到小动物，心情都会很开心。孟云帆，开心就好。吃过早餐之后，子涵补了一个妆，两人在动物园挑了很多风景优美的地方，拍了照片。王子涵感觉到有点累了，两人才离开了动物园。这个时候已经临近午饭时间，几组约会人员都到达了餐厅。餐桌上是最容易看出一个人的品性，以及是否能够吃到一起。小猪和高兴两个人主打一个治愈。高兴非常会递话题，然后认真倾听，小猪慢慢的敞开了心扉。他们还顺便把下午的约会定了下来。小猪试探的问，下午我们去羽毛球馆。高兴点头，下午就到了你的主场了。而这个时候，老张预定的餐厅也终于派上了用场。老张，我本来想订一个接地气一点的路边摊，但是不太好订。没关系，这边陆地边摊的确很难订到。小马其实并不在意这个环境，因为两个人是作为恋爱约会的，所以难免说到感情。老张还想着开的小马，跟你接触半天下来，才发现其实你有很温柔的一面，而且会照顾到别人的情绪。你好像什么都不在意，可是小屋里所有的人你都挺在意的。小马听到这话有点触动，他看着老张，其实我们都有一点像你是默默的观察所有的人，我是外放的观察所有人。两个失意的人说到了共同点，整个用餐过程还是挺和谐的。杨毅和小石用餐的氛围又不太一样，两个人像朋友一样达成同盟，相互助攻，聊理想型，聊希望对方能够做什么，聊以后的规划。杨毅的每一个表情都表示自己学到了，回去会告诉老张。小石，虽然老张很不错，但是我还是想争取一下云帆。今天约会的对象不是云帆，其实小石心里还是有些感触的。
冲浪的人都知道，天选的约会是所有恋综中最容易走到最后的。从上次溜冰云帆说不喜欢被环境迫使的感觉，小诗就很少主动找云帆聊天了。他把很大一部分运气都交给了天选的约会，可惜这个约会没有如愿。小诗要找个机会和云帆继续互动起来了。杨毅知道小诗喜欢的是云帆，瞬间来了精神。我知道了，子涵的理想型也是孟云帆，这样助攻小诗和云帆在一起，那自己就有机会追子涵了。而小诗也知道了杨毅的心思，两人达成初步认知。哈哈，这两人不恋爱，却在一起研究其他人。虽然我很喜欢看这样的修罗场，但是你们要拆的是我紫云 CP， 我就不乐意了。你们在一起得了，别去拆别人 CP 啊。杨毅，你对面的女孩子也很美，别去追着子涵了。子涵是甜妹，谁能不喜欢呢？此时的子涵和孟云帆正在吃烤肉，子涵吃饭的神情大大方方的，他把一片生菜包着一块肉直接丢进嘴巴里，整个脸都鼓起来了，看样子特别像一只小兔子。我吃饭的样子是不是很丑？子涵咽下了嘴里的肉，就问云帆，为什么会这么说？我觉得很可爱啊。孟云帆说完也把一大块肉扔进了嘴巴里。我闺蜜说我吃饭的样子一点都不优雅。子涵说感觉像是饿了很久的人。这么一说倒还真是，一般的女孩子在异性面前吃饭都是小口小口的吃，包括第一次和子涵约会，她都是有点拘谨的。看来今天是真的开心，子涵已经毫不在意自己的形象了。我也是这么吃饭的。孟云帆说，如果连吃饭都要小心翼翼，那人生还有什么意思呢？他说着又把一块烤好的肉包好送给子涵。子涵接了过去，既然你不介意，那我就不客气了。说完他又是一大口开始吃着烤肉。此时的子涵是真的开心。如果说第一次约会是相互的试探，那么在这几天的接触中，让子涵更加坚定自己的想法。今天约会的对象是云帆，他很开心很放松。你知道哪几封信是我写给你的吗？子涵知道云帆的信已经达到了7封，并且已经拆开看过，最有诗情画意的那一个。云帆收到的那几封信虽然都没有署名，但个性还是挺明显的，一猜就知道是谁写的。哈哈，你怎么确定是我写的？会不会觉得我很矫情？被猜中的子涵很开心，同时也在意云帆对他的看法。直觉，看到信就知道你写的。子涵说，除了那一天李小晴约会，其他时候我们并没有私下里联系。我也不知道应该跟你写点什么，我就每天想一些有意思的事情，然后用另一种方式表达出来。孟云帆，你知道今天约会的对象是我吗？我希望今天来的人是你。子涵很坚定地说。张绍刚，这俩有点意思。秦岚，他们应该可以磕了吧？张绍刚，这快1个星期了，可以磕。第48章，真诚才是必杀技。几组约会人员，除了小猪，下午的活动都是女孩子准备的，所以活动内容大多都是偏安静的。小诗带着杨毅去了自己的疗愈工作室玩乐器，为了避免尴尬，小诗还叫来了一个好朋友陪伴，几个人边听音乐边聊天，氛围还是很不错的。就连搞笑女小马下午也安排了相对比较安静的做手工香薰灯。老张就纳闷了，你那么外放一个人，怎么会安排如此安静的活动呢？但我也是一个甜甜的小女孩。小马很认真地表达自己的想法，都是云帆子喜欢开玩笑，我以后不能把你当哥们儿处了。老张说完了就即刻找补，我知道你内心有比较温柔的一面，一个性情比较直的女孩子被夸奖还是很开心的。老张这句话说得特别认真，认真到小马都发现他的变化了。哈哈，你脸都红了。老张转移话题，我们需要干什么？小马给他介绍自己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把融化的蜡烛弄成形状，上面做上图案就可以了。小马教老张调蜡烛颜色，调蜡烛的香味，两个人慢慢的互动多了起来。老张，做的图案你有想法吗？做一个老张和小马。小马再次直求起来。行。老张愣了1秒，在情感方面比较迟钝，从来都没有见过小马这种横冲直撞的打法。过了一会儿，老张又说，我们把小屋所有人都画上吧。行。他们这一对看起来也非常好，但吃瓜群众有不同的想法。小马也太直爽了，那边才拒绝了小猪，这边又觉得老张好。老张和小马在一起也挺有爱的。老张是个体面人，今天约会对象不管是谁，他都会做得很体面。我感觉老张对小马只是朋友，所以才轻松。观察室里面的人都替老张着急。张绍刚说，第一次看老张乐成这样，他们这一对今天约会的效果很好。秦岚，但我觉得老张有些犹豫。张绍刚，老张对小诗就是犹犹豫豫的，导致小诗去主动出击孟云帆了，都不愿意搭理他。现在遇到直爽的小马了，他又选择了退缩。秦岚，这可能跟他的情感经历有关系，而且我觉得他还是更喜欢小诗，可能在场外看得更清楚，老张其实并没有那么心动。张绍刚，
老张从来没有在众人面前表达过自己的情绪，今天一下子放开了，小马会觉得老张对自己有意思。秦岚，在小马的角度来说，的确是这样。我们就是破茧剂，其实在这里，老张可以畅所欲言。张玉龙，老张这状态感觉太不果断了，还是看看果断一点的。下午，高兴跟着小猪到了羽毛球馆。小猪先安排了一场和冠军的双打比赛，高兴坐在旁边当唯一的观众。挥自己主场的小猪挥洒着汗水，心情慢慢的好了起来。高兴不光是一个适合聆听的听众，也是一个很好的观众，他时不时的鼓掌并开口赞扬。小猪打了几场比赛下来之后，开始慢慢的教高兴打羽毛球。你会不会太累？高兴还是很关心小猪的状态。小猪脸上带着傻笑，以前训练的时候，从早上到晚上比这个累多了。高兴看着爽朗的小猪说，今天认识到一个不一样的你。每个人会经历一些事情，情绪会有变化。小猪回想了一下，前几天的状态为自己感到不值。来吧，我们开打。弹幕，我的阳光开朗大男孩真的回来了。高兴真的能让所有人都高兴。幸运猪 CP 太治愈了，最好的高兴送给最开朗的小猪。另一边，子涵带着孟云帆到了古镇这里。我们上次来过这条街，子涵介绍着，我发现这里有一家扎染坊，就想尝试一下。今天的子涵依旧是可爱的公主裙，在古镇的街道上边走边拍照，时不时的还给孟云帆来一个抓拍。两个人非常轻松惬意，非常有情侣度假的感觉。两个人终于到了扎染坊，这里看着古香古味的看，特别有民族风情。这个是做手工，你会喜欢吗？子涵很在意云帆的感觉，孟云帆自然没有意见。扎染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前一直没啥机会，刚好今天体验一下。我也是这么想的。听到孟云帆也想尝试扎染，子涵就开心了。因为扎染还是需要一定的技术，所以现场有老师做指导。老师认真的操作了一遍，而且边操作边认真的讲解，怎么样折叠出好看的图案，从哪个地方包扎，把哪些地方放进颜料池里面。所有的流程老师操作一遍之后，就由孟云帆和子涵两人自己操作了。子涵问，你有喜欢的花吗？向日葵。看到子涵甜甜的笑，孟云帆就想到了上次子涵送自己的向日葵。你真的很喜欢向日葵吗？孟云帆老实的说，其实对于所有的男生来说，对花的概念并不强烈。子涵难得的尴尬了啊，那孟云帆说，但是看到你，我就想到了向日葵。这是真的，你可以是很多小动物。他认真的说，但如果一定要用花来比喻你的话，那只能是向日葵。子涵很快做了决定，那我们就做向日葵。孟云帆没有意见，随意，你喜欢就好。一片向日葵，中间一朵玫瑰花。子涵认真的说，所有的向日葵都面向玫瑰。终于知道你的诗是怎么写出来的了。孟云帆笑着说，你是浪漫主义诗人。子涵笑了，井号34，诗人，我可不敢当。井号34。弹幕，哎呀，这俩甜的都要溢出屏幕了。还得是云帆，不管任何时候都会直接说自己的感受。我也想说这个，一般男孩子在追女生的时候，都会顺着女孩的心意说喜欢鲜花。子涵也没有挂脸，还觉得他说的对，真诚才是必杀技。刚开始还在奇怪怎么把故事写成诗，结果子涵就现场来了一个。子涵外表是最可爱的，可内心是最浪漫的。和甜妹约会实在是太甜了，请多放他俩的画面。第49章，子涵，你不会害我吧？孟云帆和子涵两人都是第一次动手做扎染，虽然有很多地方不是很熟，但是做出来的还挺像模像样的。会不会太花了？孟云帆看着亲手制作好的这片丝巾，他的眉头就直接皱了起来。一大片金黄色，中间一朵鲜艳的玫瑰。不管是孟云帆还是子涵，都是简单明了的风格，和这个风格实在是不搭。子涵，没关系，我可以收藏起来。那这一条你收藏起来，我们再做一条日常的吧。孟云帆直接做了决定。这次他们的花纹和颜色就没有选的这么跳脱，老老实实按照老师教的方法做了一个民族风的丝巾。不错，很适合你。孟云帆拿着扎染好的丝巾在子涵面前比划，子涵笑着接受了，那我就收下了。孟云帆拿着那条色彩格外夸张的说，那这一款我就珍藏了。啊，这有点不合适吧？子涵挺不好意思的，当初是他提议的，结果做出来这么丑。孟云帆无所谓，没关系，我拿回去给我妈戴。啊，那就更不要了。子涵连连阻拦，孟云帆坚持，你放心，他会喜欢的。子涵还是很不确定，会吗？你别害我。会的。弹幕，哈哈，我要笑死了，把自己都觉得丑的东西送给老妈，真是个大孝子，笑出天际了。侧面的见未来婆婆吗？这么一说，子涵担心的不无道理啊。礼轻情意重，心意最重要。其实孟云帆没有想那么多，
之所以会答应，是因为想到原主那些花花绿绿的衣服，他觉得林女士应该习惯了原主奇怪的审美，应该能够接受这条颜色鲜艳的丝巾。他不知道，正在自家后花园打麻将的林女士无意识地打了一个喷嚏。这个点打喷嚏，你们家老孟想你了。一位富太太调侃着。另一个富太太说，对了，听说你家儿子上恋爱节目了，有没有相中的呀？谁知道呢？这两个父子俩呀，就没一个省心的。林女士不想接这个话题，这个时候面子要保住。砰！来，快上牌了。林女士想到儿子和老公就有点心烦。老孟一忙起工作来，根本就不会顾家里。儿子孟云帆以前不懂事，还会时不时的会打电话撒娇要钱。这次参加节目之后，就好像有了媳妇儿忘了娘。最开始林女士还担心他不适应，天天给他打电话发信息。谁知那小子适应的还挺快，人也成熟了很多。结果变成熟的孟云帆去公司都2、3趟了，也没有主动家里打电话了。林女士正在生闷气，按道理来说，儿子早就应该给自己打电话了。还没等到孩子电话，林女士多多少少有点心烦。这边孟云帆已经带着子涵回到了车里。我们现在直接回去吗？子涵问。玩了一天，当然要吃过饭之后再回去了。孟云帆说，难道你想回去做饭？不想。子涵对做饭这事实在不感冒。孟云帆就知道是这样，我们去海边逛逛，吃个晚饭再回去。去海边？那我也太开心了。走了。有一些公事是万能的，特别是约会方面，比如见面的时候送玫瑰花，比如带可爱的女生去看小动物，比如去海边吹海风看海鸥。子涵这个活泼的女孩子披着新沾染的丝巾，在沙滩上裸脚奔跑，画面看起来美极了。弹幕：太浪漫了，我要哭了，请赐给我一个像孟云帆一样的男朋友吧。+1+10086。晚上，其他组的约会已经陆续的回到了小屋。杨毅和小诗自然是第一组回到小屋的。一个是两个人的确没有那么多话说，二是杨毅可以做饭。第二组回到小屋的是小朱和高兴。这俩一天的活动都是高强度的，一天下来真的很累。看到高兴回归，还是跟小朱一起，他们还挺开心的。你俩应该没有吃晚饭吧？我多做点。杨毅很主动的承担了做饭的工作。小朱，那行，我去收拾一下。高兴也上楼上了，不过他上楼没一会儿，拿了一个筋膜枪下楼。他直接敲响了小朱的房门。正在床上躺尸的小朱，他需要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没想到这个时候，高兴又来找他了。他打开房门，高兴把筋膜枪送给了他。今天一天你都在高强度的运动，先放松一下吧。小朱接过，谢谢。高兴礼貌的点头离开了。小朱看着手里的筋膜枪，往自己腿和胳膊上都试了试，嘴角往上扬了起来。张绍刚，哎呀，这孩子笑得可真甜。秦岚，是啊，这种情况任何人都会很感动吧。而此时被感动的小朱一定不知道，另外还有人在挂念着他。老张和小马已经吃过了晚饭，在餐厅外面散步消食。小马还是很喜欢这种氛围的。老张却话锋一转，说，那天你和小朱聊过后，我看见他哭了。直接一句话让小马变脸了。老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觉得你们之间沟通可能出现了问题。然后这件事情我觉得需要跟你说一下。小马很尴尬，他解释，我说话可能太直了，我觉得我跟他不合适，就找他聊了一下。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可能在表达上有问题。老张稳定的输出，其实我觉得被人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你很真诚，很直接，但是方式方法上还是需要讲究一下。老张和小马两人性格互补，一静一动，在白天互动的时候也很和谐，所以还是很多人希望他俩在一起的。不过看目前这状态，好像是不行了。弹幕：老张话不多，人真不错，金牌投资人怎么可能笨？老张这话一说，小马彻底没机会了。小朱，别聊我了，我现在正高兴着呢。小马前期对小朱的态度太影响大家对他的观感了。老张开导别人有一套，自己的事就拎不清了。第50章，小屋茶话会。子涵在小屋的第一天就点菜，要吃3杯鸡，后来自己又准备了椰子鸡的食材。孟云帆想着他应该是爱吃鸡肉的。谢谢。子涵今天真的很开心，没想到这些你都记得。客气。孟云帆没在意。快吃吧，吃了我们回小屋去。子涵加快了吃饭速度。张绍刚都气笑了，前面还觉得他们氛围真好，后面男生催女生吃饭快点，感官好像不太好。这操作你们女生受得了吗？后面这句话他问的是秦岚和张一阳。秦岚，我刚刚是带入子涵的，很开心，并没有觉得不妥。徐一阳，如果是我本人的话，可能不喜欢别人催我，但是出来一天了，想回去可以理解。张绍刚，
好吧，原来只有我一个人介意。秦岚，晚上了不急着回家，还嫌弃别人催你，那叫矫情。张绍刚，你们年轻，你们说的都对。他们吃过饭之后，孟云帆让服务员把剩下的菜都打包了，他们一定有人没吃饭，带回去给他们吃。子涵也帮忙打包，这一幕直接把网友笑死在屏幕前。云帆真的让我说什么好呢？这么真实，也就子涵能够容忍了。感情你俩吃香的喝辣的，给其他人打包剩菜剩饭，哈哈，有点良心，但不多。难得呀，自己吃饱喝足了，还记得小屋其他人。其他人吃你俩的狗粮就够够的了，还要吃剩菜，这是锁死了吗？锁死了吧？锁死了，那我就不客气，磕喽。都甜成这样了，此时不磕更待何时？孟云帆开车往小屋，两个人在车上又聊了音乐、星座、兴趣爱好的。孟云帆和子涵回到小屋的时候，小马和老张他们也回来了，并且在车库相遇。老张看到和云帆约会的是子涵，整个人瞬间松了一口气。而此时的孟云帆一手捧着玫瑰花，一手拎着2个饭盒，子涵也是拎着2个饭盒，这样自己在小诗那里就有机会了。啊，你们还带了好吃的回来。小马总是爱找孟云帆开玩笑，看你们的样子像是吃过了，所以孟云帆也毫不客气，这没有你们的份儿。小马很傲娇，我们吃的也很好，不需要了。老张，这就是你不够意思了。孟云帆，吃独食不给其他人带是吧？老张，哈哈，开玩笑的，说不定他们已经吃了。果然等他们到了小屋，就发现了其他4人正在吃晚饭。看到高兴也坐在一起，每个人都很开心，特别是小马大大的松了一口气。毕竟高兴昨天约了小猪，如果高兴和小猪成了的话，他的压力没有那么大。你们吃了吗？一起吃一点。杨毅看到子涵回来，就热情的打招呼。我们吃过了。子涵递上是递过手中的2个饭盒，云帆给你们带了点菜。杨毅，哦，那好。小猪的活力已经恢复了一大半，非常配合的活跃氛围，还有加餐，不错不错。他越过了子涵，接过了孟云帆手上的2个盒子。子涵把餐盒打开，里面是红烧排骨和虾滑蛋。小猪打开的2个盒子，一份是猪脚和一份是辣子鸡。所有的女生忍不住吐槽，这么多肉类，难怪没有吃完。那你们要不要吃？孟云帆做事要把打包的菜都收起来。小诗心里有点酸酸的，但表面的体面还在，虾滑蛋等明天早上也吃不成了。辣子鸡下饭也留下吧。小猪，是排骨和猪蹄留着明天吃吧。子涵把2个较油腻的菜收起来，放进了冰箱。那你们吃，我们去收拾一下。子涵说完，从孟云帆手里自然的接过玫瑰花，就上楼了。看到这个，有人起哄，有人心里在吃醋。起哄的自然小猪、小马、老张。人在任何没有利益冲突的时候，氛围就会特别好。留下几个人吃饭，剩下人都回屋收拾了。观众也都发现了，他们现在的氛围是真的好，现在有一家人的感觉了。互损、斗嘴，有矛盾及时沟通，这不比什么狗血剧好看多了？家人们，你们发现了吗？到目前为止，他们都没有正面冲突，日常才是正常人的生活。谁要看那些抓马环节啊？说实话，看综艺能甜甜的恋爱最好，不能甜的时候，日常一点，大大方方一点，这就是我要看的生活日常。预估着他们吃过饭了，云帆他们特意上楼，正式庆祝高兴的加入。谢谢大家。高兴今天跟小猪聊了很多，心情不错。这个时候已经过了9点，大家确定扩列门不会再开启了。所有人都知道小屋的人应该到齐了，不会再有新人加入了。今天大家都进行了约会，每个人的心里都有很多话想讲，特别是小诗，今天是天选的约会，他非常想找个机会跟云帆谈一谈。这是小屋全员最齐的一次，我觉得晚上有空，我们可以一起做一个茶话会，定一个主题，单个或者两的一起。小诗是心理师，在这么多人的场合，他肯定不会自私的只关注自己，所以把所有人都拉到了台面上。提议很大胆，也相当于小屋人员的第一次当众表明心声。杨毅来小屋之后还没有过这样的环节，所以很期待。这个好，要不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呗。小诗，今天那我们定一个话题。杨毅，小诗老师，你定一个话题吧。这2人今天的约会没有白费，配合打得真是好。小诗看了一眼，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正在神游的孟云帆，他又把目光在周围人中转了一圈。那小猪吧，小猪来说。大家把目光看向蒙圈的小猪，包括孟云帆。八卦是人的天性，来小屋之后，小猪是最直球的一个，当然也是最先败下阵的一个。每个人都想知道他的感受。第51章，别乱按 CP， 我俩不是。小诗把茶话会的第一个话题直接丢给了小猪，小猪就很突然啊，
为什么是我？子涵，心理老师点名了。小马今天被老张开导过，在面对小猪，他的态度好了很多，甚至还帮小猪缓解尴尬，这个话题甩得真远。而今天一天都被治愈的小猪心情非常好，思路已经清晰了很多。他看着众人，那大家说一下直球的看法。小石拍板，这个可以。子涵有点犹豫，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难。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其实他感受到杨毅对他的不同，但是子涵只想接受云帆的帮助。等会儿，这个问题有点难。小马也举手制止，应该有一个前提。小石也连忙附和，对，会有一个前提。他心里明白，老张一直在对很委婉的自己表达好意，他也正在找机会接近云帆，所以此时的小石也是有点矛盾的。子涵，对，是有前提的，前提就是你也喜欢他才行。小马终于想到了用合适的词语说出那句话。说这话的时候，他努力让自己放轻松，并伴随着大笑。几个女生都纷纷点头。杨毅不是很理解，那就没机会了呀。孟云帆理解了，喜欢被喜欢的人直球。小诗，是的，其实女孩子是喜欢被喜欢的人直球。小马解释，被不喜欢的人直球会是一种压力。他这算是为自己辩解，也是真正的第一次这么剖析自己的内心。说到压力这个词，场面安静了下来。直球话题是小猪挑起的，他说了自己的见解。这一刻的小猪冷静克制，他说，我觉得直球非常重要，它代表着真诚、直接和简单。无论喜欢与否，这个直球给到你，如果你不喜欢，还可以直球还给别人。如果你喜欢，就可以接受他的直球。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OK 的。这个观点杨毅非常认同，只要喜欢都可以直球，如果被直球的人不喜欢是可以拒绝的，喜欢就接受。高兴也是很直球的一个人，毕竟第一天就约了。那大家在拒绝这件事情上会直球吗？虽然今天跟小猪玩得很开心，但是高兴晚来了几天，他还是有点不确定。对于这个问题，所有人都是异口同声的，拒绝这件事情必须直球。杨毅补充，态度还要必须坚决。这个话题给每个人都带来了不一样的感受。小诗看着孟云帆，问大家，那你们怎么是去判断是心动还是不心动？其实对于孟云帆来说，他并不想加入这个话题，但是小诗已经专门问了他也不会逃避的。而且他觉得适时的说出自己的想法是对每个人的尊重。当云帆要开口的时候，小马抢答了，我是那种喜欢就是喜欢，不合适就是不合适，没有第二种可能。他今天下定决心要重新树立一个形象了。等才说完了，孟云帆才说，心动就是一刹那的感觉。之前我有说过，一见钟情就是见色起意，这个是外表上面的。这个是孟云帆之前的想法，如果在前几天他一样是这样的回答，但是他现在有不同的感受了。在相处的过程中，觉得一瞬间觉得对方很美好，那就是心动的感觉。如果相处了很久，还没有那一刹那的感觉，那就是朋友。孟云帆的话瞬间把话题又上升到了一个高度了。每个人心中都瞬间出现了一个让人觉得心动的场面。比如小诗想到的是那天云帆在楼上，他在楼下，两人四目相对的画场景。比如老张想到的是小诗分享唱片机时自信闪闪发光的样子。比如子涵想到的是那天后花园，没有存在感的他被云帆画进了画里，画里的他那么活泼灵动，感觉真实的不像自己。那个时候子涵就知道自己第一眼选的人没有错。比如高兴想到的是那场篝火晚会里，灯光照耀着小猪的脸，明明那么忧郁，却还时刻关心着自己。比如这些心动瞬间只在他们自己心中暗暗的生根发芽，实在是不好说出来。小屋之间的助人心思涌动，场面有点暧昧，有点尴尬。杨毅尴尬的大笑，现在已经聊到这里了吗？那我再问一个爆炸性的问题。他真的很会抓话题，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他。你们有心动的人吗？这真是一个爆炸性的问题，整个场子瞬间热了起来。其他人都尖叫着，顾左右而言他。只有小马一马当先，这个问题我来回答。有。他说这话的时候还打了一个响指。小屋里面蛙声一片。小马瞪着大眼睛，我很坦白啊，怎么了？好，下一个到谁了？小马看了一圈，直接把话题丢给了小诗。小诗有点不好意思，为什么问我啊？有，他的今日组团搭档杨毅，他有这个问题，我替他回答了。小马嗅到了一些八卦的信息，你俩今天约会有点意思啊，他都替你回答问题了。小马这么一说，大家回想一下，这两个人今天的配合，觉得很有可能。小诗和杨毅齐声摆手 ，No No No， 别乱按 CP， 我俩不是。那是谁？这下所有人的都有点好奇了。下一个了。小诗转移话题，每人一个问题。小马继续发力，高兴，这个屋里有让你心动的人吗？高兴，有。
高兴昨天晚上约了小猪，今天白天的约会又刻意约了小猪，到底什么意思？大家都不言而喻。一圈下来，只剩下在小马旁边的子涵了。到你了。说完，他想起子涵本来就不爱说话，怕他会尴尬。算了，不为难你了。杨毅还抱着希望，那就是没有了。小马，你要是想知道，你自己问。其他几个相熟的也都开始打趣了。对啊，你自己问。杨毅自己当然是不好意思问的。小石接过了话题，我来问吧。子涵，你有心动的人吗？小石知道子涵约会的对象是孟云帆，上次也是。这事儿私下里专门问好像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像这种场合问问应该没关系。大家因为子涵不会回答，毕竟子涵平时很温柔，大家讲话题的时候他都是在笑着听着。没想到子涵笑了笑之后重重的点头，有，我有心动的人。第52章，小诗在约云帆跑步，小马已经给子涵找不了，让他不要回答了。可子涵坚定的回答，我有心动的人。他的回答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毕竟作为第一批入住小屋的人，每天和大家在一起，如果有心动的人，在行动和眼神上多多少少会被其他人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可子涵看谁都是笑着的，对任何人的事情都很认真，真的很难让人猜出来他的想法。不过杨毅反应过来了，他把目光看向了孟云帆。他知道子涵2次约会的对象都是孟云帆，而且今天早上还特意准备了简餐。杨毅有点后悔非要子涵说出答案了，他想找个话题搪塞过去。看到一旁勾着头一直没有加入话题的老张，杨毅决定把他带入到话题中心。老张，是睡着了吗？老张茫然的抬头。小马替老张解围，没有，老张刚刚笑了半天呢。你是今天才认识老张啊？老张今天和小马玩了一天，幽默细胞也慢慢的冒出来了一点。小马很肯定的说，你们别看他这样，他真的一个笑都没有落下。老张点头，我是一个倾听者。话题已经问到这里了，如果再这样下去，这节目估计也会进行不下去了。导播及时切换了镜头，观察室，张绍刚把这个话题抛给了在座的其他年轻人。他先问年龄最小的徐一阳，来吧，说说你是否有心动的人。作为一名爱豆，这话不能随便说，所以徐一阳就顾左右而言他，什么东西我听不懂。没事，他问你有没有魔法。张玉龙也害怕引火伤身，所以提前避险。秦岚，魔法打败魔法了。而关注还在刚刚的修罗场中出不来。我发现了茶话会才是恋综最大的修罗场，这个茶话会放在任何时候都是相当炸裂的存在，每个人都揣着小心思，还想看清楚别人的小心思。哈哈哈哈，他们没有上帝视角，这个茶话会主打一个雾里看花了。小马一人冲锋陷阵，把大家都架在火炉上烤，只是苦了小猪。云帆的那段输出可以说算是恋爱宝典了。子涵在主人面前坚定的回答，伤了多少人的心呀。我想看小诗和杨毅的表情，他们组织茶话会时估计想破脑袋也不会想到结局居然是这样。好抓马，好有意思，想看下一次。我脚趾已经抠出了30亿听，希望下一次能让我抠出一栋别墅。看这样子估计不会有下一次了。果然的镜头在转到喜欢你小屋的时候，大家都已经解散了。说是解散了也不算全部解散，大家都想趁这个话题把心里的一些想法找人倾诉一下。孟云帆去接水，小诗跟了过去，等会儿有时间吗？我想和你聊一下。孟云帆不明白。小诗想了一下，我明天早上能跟你一起跑步吗？路又不是我开的，你想跑随时都可以跑。孟云帆笑了。那我能和你一起吗？孟云帆怀疑的看着他，你能起来的话可以，明天早上6点30分我一定起来。小诗信誓旦旦地说。行。孟云帆觉得小诗心思挺多的，有点搞不懂小诗的心思。之所以答应，是因为马路和时间都不是自己的，不占用自己的地方，也不占用自己的时间，这是放任何时候他都会答应的。另一边，小马单独叫住了小猪，我和你聊一聊。小猪脚步没有停，怎么了？小马，我跟你道歉，对不起。小猪停下了脚步。小马，我说话太直接了，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其实我说那些并没有什么恶意，我的本意是说我们不合适，结果让你不开心，这点真的很抱歉。这话说得很直接，但是语气和脸色比前几天好很多。小猪其今天心情已经好了很多，通过刚刚的茶话会，小马时刻在向大家传递他只是直接的意思。现在小马找到了自己面前。没事，我知道。小猪给了台阶就下，毕竟大家还要在这里住10几天，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不能让彼此太尴尬。真的对不起。小马说，希望你能够开开心心的。小猪终于等来了道歉，他坦然地接受了。他拍了拍小马的肩膀，没关系，
那是你的方式，我都接受。你这样说，我心里好受多了。小马，明天早上我做早餐给你做一份吧。小猪认真的说，其实我并没有吃早餐的习惯，但如果你要是特意给我做的话，我就勉为其难吃一点。后面这句话就有几分活泼的成分在了。小马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给你做早餐，显着你了是吧？这样打趣的话，瞬间把两个人的关系又拉近了很多。是有点。小猪点头。都住这里，为什么云帆能吃，你做的早餐我就不能吃？小马，知道了，以后早餐都给你带一份。两人的谈话以沉重的对不起开头，以开心的早餐结束。这算是一个很完美的和解。这是以当下的情况来说，双方都很能接受的方式。弹幕：小马今天的话也很直接，是我不够善良吗？小猪虽然不计较了，但是我不想原谅。为什么小马性子直，受伤害的却是小猪呢？小马那么一个容易挂脸的人，现在心平气和的跟小猪道歉，还要做早餐赔罪。都散了吧，他们决定一笑泯恩仇，我们尊重他们的意见，这是最好的结果，他们心里都好受了，我们也要接受所有的结果。小猪真的很好，希望以后小马不要后悔。餐厅里大家都散了，子涵一直坐在那里等所有人都离开。厨房里只剩下杨毅，他在厨房里准备第二天早餐。子涵看他忙得差不多了，我们可以聊一聊吗？杨毅刚刚看子涵约了云帆，他也一直在找机会，但他实在不知道怎么说。现在子涵约他，他自然不会拒绝。杨毅把手擦一擦，就坐到了子涵旁边。你不用这么严肃，我们随便聊聊。子涵还宽慰他。杨毅还没有想好怎么说，你说，我听着。子涵说，就是你来小屋之后，经常给我们做饭，我很感谢你，特别是你每天都会专门做一个我爱吃的菜。杨毅眼中的笑意更加明显了，毕竟做的是被对方看到了。子涵说，今天大家聊到了心动的这个话题，我想说，我跟你相处的状态是平稳的，目前没有那种感觉。杨毅说，我感觉还好，你还处于一个很冷静、很理智的状态，所以目前没有心动的感觉，很正常。子涵说，我觉得感情必须有心动的感觉，不管是一见钟情还是日久生情，是必须存在的。心动是感情发展的一个必要因素，我和你之间是没有的。第53章，我对你不心动，作为理解，我会努力。子涵的意思是很明显，目前杨毅做的这些事情，他看见了，但并不足以他心动。杨毅可能并没有听懂，他认真的说，其实对感情的热情我也有，但平时就是平平淡淡的，比如关注对方喜欢吃什么，喜欢干什么。子涵听这话，看了杨毅一眼，平淡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觉得你做的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你每天刻意给我做准备饭菜，我很感激，但是没有心动。我说这个，你也不要有压力哦。杨毅估计只听了半句，他点头，其实应该我主动点找你聊的，结果让你来找我了。子涵说，其实今天赶巧了，聊到了这个话题，有一些想法就找你聊一聊，这样聊一聊，我感觉心里舒服多了。杨毅说，下次我找你聊。子涵认为他该说的都已经说完了，下次杨毅找自己聊天，应该就是朋友类型的，所以也没有拒绝。观察室里大家看到的就不一样了。张绍刚，你觉得他们聊清楚了吗？秦岚，聊清楚了呀。子涵思路很清晰。张玉龙，前面说面对没有心动的人，直球会有压力，子涵说了自己有压力。前面子涵说了有心动的人，这边告诉杨毅自己对他没有心动。张绍刚，我听的也是这样的，但是你们观察到杨毅的表情了吗？秦岚想起了，杨毅好像听到的不是这样的，他好像更加有斗志了。张绍刚，看看后续发展吧。弹幕：子涵的这个拒绝和小马的拒绝形成鲜明的对比，可以放进教科书里面了。这个沟通非常好，每一点都很明确。子涵，我有心动的人，那个人不是你。杨毅，我会努力。哈哈，主打一个错位理解。哈哈，他只听到了现在没有心动的感觉，忘记了人家已经有心动的人了，所以拒绝的太温柔也不行，会让别人会错意。晚上固定不变的是投票环节，今天晚上所有的投票都很礼貌的投给了约会对象。孟云帆在投信之后想了想，给林女士打了个电话，而电话那头的林女士好像就等着他的电话，下一秒就接了起来。你个臭小子，你到底什么奇葩审美啊，亏得我还以为你变好了呢。林女士语气里有一股很浓的恨铁不成钢的意味。孟云帆，我给你送丝巾，你不喜欢呀？下午做好扎染，孟云帆直接叫了同城快递，把那条丝巾给林女士送回去了。可显然林女士不太满意，谁能喜欢这个奇葩的配色啊？林女士看着面前的丝巾，再想想儿子以前那花花绿绿的穿搭，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孟云帆嘴角往上一扬，这是子涵亲手做的。子涵？哪个子涵？林女士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孟云帆问，你没看今天的节目啊？林女士，
你这样上21天，我怎么可能天天盯着看呢？我还有自己的事情好不啦？孟云帆，你对我的关爱有，可还真不多。林女士不以为然，你都多大的人了，怎么可能天天关注你？林女士前几天一直盯着电视，是因为害怕儿子出错，发现儿子变懂事之后，就很少关注节目了。孟云帆说，既然如此，那条丝巾，你要是不喜欢，就扔了吧。林女士，话说你现在有什么进展吗？跟我说说呗。不说，你自己去看节目。孟云帆，还有不要熬夜，小心会长皱纹哦。他说着就挂断了电话。电话那头的林女士好像嗅出了不对，每天投信之后，设备就会停止直播。现在林女士看不到小屋里面的场景，但网上可以查到啊。她快速在网上查找了，喜欢你，我也是这个节目的片段。搜索关键词找到了孟云帆约会的场景。子涵呀，对，这姑娘叫子涵，我怎么给整忘记了呢？还别说，这丝巾还挺好看的。讲到这里，林女士又噼里啪啦给孟云帆发了一大堆信息。信息的大致内容就是子涵人美心善，心灵手巧，丝巾很漂亮，很喜欢，儿子继续加油之类的话。孟云帆瞟了一眼，就知道会这样。第二天早上，孟云帆照旧起来跑步，没想到刚出房门就看见子涵坐在大厅里了。你怎么这么早？那你要早起的。小狮子说话很有意思，明明是他约的，现在却说是自己应邀。不过这个时间点起床的人不多，看直播的人更少了。孟云帆也没有在意，走吧。好了，一会儿我们云帆有点后悔这个决定了，因为小狮子速度很慢，他要时不时的停下来等一等。不好意思，小狮说，昨天上午蹬了一上午自行车，腿还有点酸。孟云帆原地踏着步，甩着胳膊，那我跑慢一点。小狮，好。接下来的跑步，云帆每一步都把腿抬得高高的，步子跨得小小的，速度降下来了。过了好几分钟，小狮才慢慢的缓了过来。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日出？孟云帆看看天色，我们速度快的话，应该可以看到日出。这2天天气都很不错，日出的时间往前移了很多。那我们就近看吧。小狮的确跑不动啊。到高点看日出，可以看日头慢慢爬过山峰的景象。就近看日出的话，就是看太阳爬过高楼大厦房顶的景象。好，孟云帆经常早起，对看日出并没有很强烈的欲望，所以不在意。而当日出升起的时候，小狮自己也不太满意了。一个是场景不对，这样的日出没有意境；二个是心境不同，自己太累了，根本没有第一次的浪漫。小狮有点沮丧，回城的时候没有说话，默默地跟在孟云帆后面。这个时候，大多数人都已经起床了，直播间的人也慢慢多起来了。回到小屋，小马的早餐已经做好了。今天小狮也去了吗？小马看着他俩一起回来，那我再做一份。小狮摇摇头，不用了，我去睡个回笼觉。那行吧。小马目送小狮上楼，然后一脸八卦地看着孟云帆，这是什么情况啊？他怎么看起来那么累？孟云帆，谁知道呢？可能昨天没有睡好吧？还用一脸质疑的眼神看着他。我今天真的已经跑得很慢了。小马这才相信，这一周连续每天都在高强度的社交，是人都会累。今天终于可以好好的休息一天了。第54章，小狮刻意接近。前一天晚上9点，扩列门没有开，也没有新人的加入，大家也没有收到任务卡，所以这一天是自由活动。小马嘟囔着，要不是答应给你做早餐，我一定睡到10点再起来。你也可以回去睡个回笼觉。孟云帆提议。小马摇头，那倒不用，一起来就睡不着了。孟云帆，今天你干嘛？放松一下，再顺便看看市场。小马，你呢？孟云帆说，去公司。2个人有一搭没一搭的吃着早饭，聊着天儿。弹幕，小狮怎么今天又去跑步了？这学心理学的，做事方式就有一些奇怪。小马和云帆2人相处的方式好舒服，像是几10年的老友了。有情绪稳定的云帆在旁边，小马看起来也顺眼多了。云帆真的有一种治愈能力，让所有人都愿意亲近他，靠近他。今天没有约会吗？那多无聊啊。吃过早饭的云帆收拾一下就出门了。现在他可是有着好几家公司的投资人，那些公司都等着他去宠幸呢。老爹安排的职业经纪人固然可靠，但是自己多少的懂一些，否则到时候被人卖了还帮忙数钱呢。他不知道他前脚刚离开小屋，杨毅就出现在了餐厅。小马把一份做好的早餐用盘子盖好交给了杨毅，让他帮忙转交给小猪，然后也出门了。杨毅很快就做好了2份早餐，他一边如同嚼蜡的吃着早餐，一边看着楼梯口，希望子涵能够早早的下楼。大家还记得吧？男生宿舍和客厅在1楼，2楼是厨房和餐厅厅，3楼是女生宿舍。今天要去公司处理事情的子涵忙忙碌碌的下楼了，根本就没有看到餐厅里的杨毅。杨毅看着一个人影飞奔下楼，他在楼梯那里一看，
只看见一个身影。刚刚是子涵吧？怎么跑那么快？他都有些怀疑自己的眼睛了。后来还是高兴下楼告诉他，子涵赶着上班已经走了。杨毅才确定之前跑的是他。那这份早餐给你吃吧。杨毅把多的那份早餐给了高兴。这份是小麻给小猪赔罪的，也交给你了。杨毅的神情多少有点幽怨，连高兴都感受到了一丝八卦的气息。等小猪来吃早餐的时候，他还问小猪，杨毅是不是喜欢子涵？不知道呀。小猪，我还真没关注到。哦，你吃的那份早餐说是小马给你赔罪的。高兴状似不经意地说，他得罪你了。小猪看着盘子里煎好的蛋和里脊肉，没有，就是他说话太冲。我反驳来着。高兴点点头，小马真不愧是小马，什么都一马当先，横冲直撞的，是容易得罪人。此时观察室里的明星嘉宾已经各就各位了。张绍刚说，吃早餐的这样子有点像一家人的感觉了。秦岚他们住进小屋有1个多星期了，也该熟悉起来了。张绍刚一颗老父亲的心藏不住，云帆和小猪的状态都不错，就是杨毅的样子有点一根筋了。秦岚，你不是说恋综都有变数吗？怎么听你这话的语气好像子涵已经跟别人锁定了一样？张绍刚叹息的摇摇头，没有再说话了。他主持了好几季恋综节目，已经看明白了。以前节目安排1个星期之后新人加入，但是大多没有办法破冰，所以这次才会每天安排新人进入小屋。这么多人在小屋里每天朝夕相处，有感觉就有感觉，没感觉的也不愿意将就了。所以杨毅逆风翻盘的几率太小了。弹幕，谁能告诉我紫云 CP 可以磕吗？云帆的早餐是小马做的。子涵虽然没吃早餐，但是杨毅给准备了。这样一说，感觉小马和杨毅像2个大冤种。杨毅是冤种，小马不是。小马只是纯粹的喜欢做早餐。小马给小猪做的赔罪早餐是由高兴交给小猪的。前任做的早餐，现任端给端过来。我理解的没错吧？小猪和小马算不上前任了，我现在就颗幸运猪。这天小屋里的成员多多少少都安排了一些自己的事情，包括老张也在半上午的时候出门了。小屋里稍显安静，直到下午云帆回来，小屋里才慢慢的热闹起来。他回来的时候看着空荡荡的小屋，还有点纳闷。结果小诗从楼上下来了，云帆正在把从超市购买的东西往冰箱里面放，看到小诗下来就打招呼了。你一个人在家吗？小诗理了理头发，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就没人了。估计都要工作。孟云帆应和。小诗往孟云帆的方向走来，你都买了些什么？就是一些吃的。孟云帆，你饿的话可以先吃点。所有的东西孟云帆都已经分类放好了，他就往餐厅走去，刚好跟小诗错过了。其实孟云帆不是故意的，他需要把小票放在这个固定的抽屉里，这样好方便，大家算公共的开销。很明显小诗误解了，你是在躲着我吗？为什么这么说？孟云帆一时没有明白小诗的意思。小诗一拳打在棉花上，顿时没了脾气。他说，没事，我们听点音乐吧。小诗走到唱片机的地方，播放了云帆买给他的唱片。这个唱片还是你送的呢？孟云帆点头，我知道，最近你每天都在放这里面的音乐。说实话，这首曲子真心不错，舒缓放松，不管是早上还是午后或者是晚间听起来都很舒服。2个人静静地听了好一会儿音乐。小诗看孟云帆没有开口说话的意思，他就问了，是不是我不找你，你就不会找我？孟云帆被问得莫名其妙，我为什么要找你？小诗想了一下，云帆好像从来没有主动找过谁，而唯一一次主动找自己就是给这2张唱片。小诗完全忘记了，同一天老张和他约会，并送他了3张唱片，第55张还没有到那一步呢，就开始做了。孟云帆进小屋之后，从来没有单独找谁聊过天，一直都很随性自由自在。跟子涵的2次约会，一次是节目组安排的理想型，一次是盲选的。小诗说，你跟子涵约会却特意给我买了唱片，我以为……孟云帆想起来了，第1次约会的时候准备了2份礼物，一份给了子涵，另外一份就是唱片，回来之后就给了小诗。就是因为这个唱片，在后来集体出去玩的时候，高兴和佳丽2个新人都没有选择和他组队。小诗脸上的笑意也浅了几分。那天你说大家都太过于急躁了，所以我也没有打扰你。可是你也一直找我，我就想我们应该聊聊。小诗不愧是做心理师的，思路很清晰，几句话就把所有的事情都理了一遍。有那么一瞬间，孟云帆觉得好像真的是自己做错了什么，但是他很快反应过来了。孟云帆认真的解释说，我去买礼物的时候刚好看见了有卖唱片的，所以就准备了一份。解释完唱片，孟云帆顺着事件发生的顺序继续说，我第2天在溜冰场，我觉得我可能做的有点多，所以说了那番话。这倒是他的真实感受。
当时在溜冰场，高兴不选他，佳丽说不敢选。当时孟云帆是有一种被人算计并贴上标签的感觉，这种感觉特别不好，也没有任何一个男人会喜欢。更何况孟云帆从来一试就想逍遥自在，他这拒绝的意思很明显了。小石都快哭了，这么说是我误会了吗？孟云帆看着小石说，你很漂亮，也很聪明，但是我们可能不合适。这话说的没有半分犹豫，掷地有声，让小石更加难过了。好在他是心理师，心理素质较大，才没有哭出来。孟云帆很真诚地说，我没有说你，我是说我自己的感受。话题已经进行到这里了，小石是个心理辅导师，也没有办法瞬间平复自己的心情，毕竟医者不自医。孟云帆好像没有注意到小石的情绪，要不要换一张唱片？说着他拿出了另一张，我们听点欢快的歌，这一个里面全部都是快歌。小石点点头，好。他不想待在这里了，同时也有点后悔，如果昨天茶话会结束直接找云帆聊效果会不会好一点？那个时候氛围正好，大会的内容就是直球，也不尴尬。小石认为现在之所以是这样，一定是氛围不够。他打定主意，下次再找机会找孟云帆谈。观察室的明星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可是看了个一清二楚。张绍刚，小石喜欢云帆，这2天一直没有互动，是因为溜冰的时候云帆的那番话。秦岚在女性的角度分析，其实也不全是，因为小石完全可以自己创造机会啊。虽然像今天下午这样的机会很难得，但是每天早上跑步是有私人空间的。张绍刚，那你的意思是？张玉龙对这个有经验，就是做呗，喜欢被人宠着呗。秦岚不好意思的捂嘴笑了，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张绍刚，你说的自己好像很懂一样。张玉龙，其实我也挺会做的。秦岚，你一个男孩子也会做吗？男孩子做起来跟女孩子也没什么两样。张玉龙说。秦岚，看来有经验了，分享跟我们说说。张玉龙也不扭捏，就开始分享。比如平时都是叫外卖吃的，这一天突然不叫外卖了，也不准备菜，就生闷气。对象问怎么了，就说没事儿，外面的饭菜不合胃口，等着对象做一大桌子菜，说一大堆软话就好了。张云龙的这段分享很真实，很多恋爱中的女生经常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大家听得哈哈大笑。张绍刚笑过之后分析着说，那你也说了，对象你才能这么做，他们这个明明还没有到谈对象的地步呀。张玉龙，问题就在这儿啊，还没有到那一步呢，就开始做了，能不出事儿吗？秦岚，你可别说了，当时我们组 CP 名都取好了，叫诗人说梦，没有到最后时刻，张绍刚绝对不表明自己的立场，先看看吧，说不定有转机。观众们情绪就没像他们这么稳定了。小诗这是要 CPU 云帆吗？把所有的错都往云帆身上推？还好云帆时刻清醒，他明白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他以为云帆送了一张唱片，就是对他情根深重，还到处炫耀。小诗长得好看，可能追他的人比较多，他以为云帆也是喜欢他的。可惜云帆那张唱片真的是随便买的，我可以作证。老张也不错，小诗可以回头看看老张。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男人女人都能做，但是要看清自己的位置。诗人说梦 CP 如果没成，一定是这个名儿不好。哈哈哈哈！痴人说梦吗？就这个空荡小屋里的人陆续回来了，杨毅也买了一大堆食材。你真把自己当厨师了？小猪不理解。杨毅，不，我买的这些只有这个鸡块是我要做的，其他的你们随意。小猪想到了早上高兴说的话，再加上子涵爱吃各式各样的鸡肉，他立马理会了，还以为我们又有口福的呢。小猪的话语里也是不住的调侃。老张说，好，我今天准备给大家煎的牛排。小猪看了一眼孟云帆，他们都做了，你做一个什么菜？孟云帆不在意的时候，我昨天晚上带回来的，不是还有2个剩菜吗？热热就行了。小猪，你真的有准备？那我做一个什么好呢？今天晚上都是肉，简单的煮一个青菜汤。孟云帆给他出主意，这个可以，我搜一下食谱。小猪说干就干，就开始忙碌起来了。刚回屋的小马看到大家都在忙碌，也没有遮掩，直接从包裹里拿了一个礼品盒。这个是补你的礼物。所有人一时都没有反应过来，都是一脸懵。小马有点尴尬地说，就是第一次约会，大家都相互送了礼物，只有我没有送，我就觉得不好意思嘛，所以特意给小猪选了一个。小马这么一说，大家都了然了，只有高兴一人满脸蒙圈。孟云帆正好坐在他旁边，我们之前有一次约会，我们6个人参加，5个人都准备了礼物，小马没有准备，小猪就没有礼物。哦，高兴点点头，没有再多说什么了。弹幕，迟来的礼物其实可以不要的。小猪真的非常体面，如果是我肯定不收。肯定要收啊，人只有对外人才是客气的，收就说明2人没有关系了，不收代表还有感情。
小马这样直来直去的性子真的很伤人。云帆的说辞真棒，6个人的约会只有小猪没有礼物，听起来就像个集体约会，高兴就放心了。真的是全员都在助攻幸运猪啊！这也是高兴自己争取来的，毕竟那么多新人，只有高兴一人选择在小小屋谈心。我为幸运猪举大旗。第56章，给子涵留饭菜。晚上大家都在吃饭的时候，子涵还没有回来。杨毅看着楼梯口张望着，就子涵没回来了。孟云帆直接拿了一个干净的盘子，把每样菜都分了一点出来，给他留一点，我们先吃吧。小屋里的众人并没有觉得什么不妥，包括杨毅和孟云帆两人。大家住一起这么久了，帮忙留个饭菜本来就是很小的事情，但是这一幕直接让观察室沸腾了。张绍刚一拍大腿，你们说这一幕熟不熟？这一幕和送唱片那一幕何其相似。杨毅前几天还在劝说老张主动一点，多做一点，秦岚手捧着脸抑制自己的表情，今天自己犯糊涂了。张绍刚也不理解，对啊，像云帆一样直接把菜留出来多好。观众被这么一分析，瞬间明了。老张给小石送了唱片，没有找机会一起听。杨毅专门做了子涵爱吃的菜，却没有想着留一点儿。哈哈，怎么这么搞笑呢？杨毅前几天化身情感大师，昨天的茶话会也起主导作用，结果事情发生到自己身上，就这。事实证明，在关键时候千万不要掉链子。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大家才吃到一半，子涵回来了，他很歉意地跟大家说：“对不起，回来晚了。过来吃吧，给你留了菜。”孟云帆拍了拍旁边的凳子，子涵放下包包，清洗了一下手，就自然地坐在了孟云帆旁边。如果说前面留菜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这一个邀请子涵的动作让大家感受到了孟云帆对子涵的特别。小马哦的一声，好像发现了什么重大情况。小石认真地观察了一下他俩的表情，好像和平时没什么不同。但是下午孟云帆对自己可没有这么亲密。子涵坐在了空位子上，这么多好吃的，那我不客气。之前他在小屋里相当于一个透明人，都是得体大方的笑着迎合所有的事情，并没有受到特别多的关注。今天子涵也是这样的，所以他不扭捏的吃了起来。女生这是第一次认真看到他吃饭，吃饭的状态有点相似。小马打趣，饿了的时候吃什么都香。高兴点头，看起来是挺香的。小石笑笑没有说话，真的很香，你们都快吃啊，别看着我。子涵嘴巴里都是食物，他用手捂着嘴说，这整得我多不好意思。没事，你吃你的。孟云帆随手递给他一杯水，他们都吃得差不多了。子涵接过来水，哦，谢谢。实在太忙了，都没有好好吃饭。他喝下一口水，把嘴里的饭都咽了下去，实在太好了，回家就有可口的饭菜。你们今天忙不忙？小石说，除了我，大家好像都挺忙的，都出去了。其实小石不光是心理师，在线下有疗愈馆，同时也是百万博主。今天虽然没有出去，但是也做了一场小直播。小马，说到这个，我可太有经验了。上次我就忙碌了一天，今天好点儿，但也挺累的。小马退役之后，一直在企事业单位，才辞职半年不到。现在自主创业没多久，事事都需要亲力亲为，自然是最忙的。我看你穿衣服风格也特别好。小马对小石说，下次你要没事，我们一起。小石，好，那你答应了，下次我可就不客气了。小马依旧是那个直来直去的小马，他一点都没有听出小石嘴里的敷衍，还热情地跟小石讨论服装。一说到服装，高兴也加入了讨论的环节，三个女人一台戏，瞬间热闹起来了。子涵虽然吃着饭，也会时不时地插一两句嘴。剩下四个大男人面面相觑。孟云帆，他们这聊起来的太快了吧？杨毅，你们还记得之前大家聊的什么话题？老张和小猪齐齐摇头。弹幕，吃饭这一幕好温馨，好日常。哈哈哈，所有的女性在聊到化妆品、服装这方面都会达成共识。任何聚会，女性都容易抱团。我的关注点就不一样了，我觉得云帆和子涵好有老夫老妻的感觉。他们一直就很佛系，也很随意。每次看恋综都会有那种用力过猛的表现，还要时不时的来个三人行或者电灯泡。就在这里看到了轻松的日常，这样的生活对我的心灵进行了保护。小屋里每个人的关系也渐渐的开始明朗起来。晚上的投信环节几乎不用猜，都可以猜到了。第二天一早，又是孟云帆一个人跑步回来，大家也陆续起床了。厨房里，小马在煎蛋，小猪用蒸锅加热包子，老张在弄咖啡。今天厨房这么热闹啊！孟云帆调侃。班长现在变成厨师长了，你看他俩那手脚笨拙的样子，像不像你的徒弟？云帆指着两个像是刚装上4只的男人说。小马，别，我可不想当什么厨师长，大家能吃饱饭就行。小猪，云帆，你要咖啡吗？给你来一杯。
好呀。正在这时，他们听到了一阵门铃声响起。有人要来了吗？小猪问。孟云帆也不懂，不知道呀，没通知呀。以前小屋里来新人都是晚上9点左右，可现在明明早上7点30分。我喊女生，你们喊其他的男生。小马官掉擦擦手，就噔噔噔的往楼上跑。男生就剩杨毅没有在这里，而且男生收拾起来很快。孟云帆他们下楼，杨毅已经听到门铃声出来了。我们还要来新人吗？他也是蒙圈的。他们先到门口迎接，刚站定，女生们也都匆匆忙忙的跑了过来。所有人都面面相觑，是会来男生还是女生？小诗问。小马，这次可能会来3个男生或者3个女生吧？哈哈，众人爆笑。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小马认真的拿出手掌扳着算起来。第一组来了1个男生1个女生，第二组来了2个男生2个女生，第三组应该来3个男生3个女生了。众人鼓掌。你这说的挺有道理的。大家都在猜测这次来的是男生还是女生。第57章选择约会的地方。在小屋众人期待的眼神中，2个人手拉手出现了。8个人的脑袋都放出一个大大的问号。朦朦胧胧看不清身影的观众也发出了疑问，这都已经是情侣了，还来恋综节目，手拉着手来参加恋综，这放在整个恋综界也是相当炸裂的存在。节目组越来越会搞事情了。哈哈，我还是很期待这样的剧情。小屋众人很佛系，不搞事情，节目组就帮忙搞事情吗？终于要迎来修罗场了吗？脚趾抠地，尴尬的感觉迎面来。随着2人慢慢的靠近，大家发现来的这一对情侣有点面熟。经常在冲浪第一线的小诗先开口了，是申哥和小熊姐姐。然后他快速的跟大家科普，他们曾经是喜欢你小屋的成员，而且牵手成功，并且到现在依旧恩爱。小诗才介绍完，2位元老已经到了，有点了解了，所以都大大方方的打招呼。你们好，我是小熊，这是申哥。小熊大大方方的跟大家打招呼。申哥作为他坚强的后盾站在旁边，而且2人的手一直紧紧的握在一起，没有松开。申哥自来熟，跟大家热情的搭话，这就是你们居住的小屋吗？真好看。走吧，你们是元老。孟云帆，这里就是你们的家。先把2人给迎了进去，2人在门口换鞋。申哥的手上有东西不方便，我们还带了一些早餐。孟云帆把东西接了过来，你们还客气，谢谢谢谢。他的语气有点夸张，明显就是在活跃气氛。小猪瞬间懂了，我刚刚还热了几个包子，你们早餐就来了。孟云帆，那你吃包子，我们吃申哥给我们带的早餐。这样不好。小猪，申哥要带的早餐我还是要吃的。小猪回血的速度挺快的。孟云帆一说话，他总能像初见面一样直接搭上话。2个人一唱一和，氛围瞬间变得轻松愉快。他们一起往楼上餐厅走去。这个时候，观察员们上班了。张绍刚说，申哥和小熊是3年前在小屋里牵手成功的情侣，你看他们到现在手还牵着呢。秦岚，还真是，从见面到现在，他们的手就没有松开过。张绍刚，男生是坚守的代表人物，中间经历了无数次被拒绝，打倒重来，打倒再重来，从头坚持到尾。秦岚说，这多好的榜样，我很佩服这样的男生。张绍刚，对，今天他们是男生助力官，选一位男生给他指定一场专属的约会，并且女生不能拒绝。他一介绍完，秦岚就听出来了，这就是专门给老张准备的呗。看一下小屋里的3个男生。孟云帆不用说，虽然年纪不大，但是做事成熟稳重有分寸。他永远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小猪也很积极主动，虽然刚开始有碰壁，但是回血也很快。杨毅虽然比大家晚来2天，但是也很清楚自己的位置。只有老张好像在感情方面没有开窍，如果不是因为场外观众有上帝视角，根本就没有办法猜中他的心思。小屋里面，申哥和小熊给大家带来的早餐已经分发到每个人的手上了。小熊问，有没有凉，需不需要加热一下？子涵和小诗都说不用了，很好吃。申哥热心的给大家介绍，之前我们住小屋的时候，我特意一大早跑很远去买早餐。小熊说，当时周围没有早餐，申哥开车很远去买。申哥看着小熊说，我不会做饭，又不想他饿肚子，就会去买点早餐。这眼里的爱意是怎么也藏不住的。孟云帆把手里的汉堡凑近鼻子闻了闻，这明明是咸味的呀，我怎么感觉吃的酷甜酷甜的？这话引得其他人也都哈哈哈大笑。申哥也听出来了，他倒是大大方方的，对，我们就是来撒糖的，而且我们也带着任务来的。一听到有任务，大家来了精神。小猪问，什么任务？小熊说，我们先吃饭，吃完饭了之后我们来做小游戏。说的也是，什么能有吃饭重要？孟云帆，这是在吊我们胃口呢。申哥，你们快吃，我们也准备一下。
这就让小屋众人更好奇了。申哥说，今天需要带你们出去活动一天。孟云帆，什么类型的？运动。申哥说，其他人都好说，毕竟前辈过来安排一些互动很正常。只有高兴啊的一声。小熊问，你们不开心吗？我前天和他，高兴指着小猪，上午击剑，下午打球，现在胳膊还有一点酸痛。小熊，这样的，我们可以做一些调整。高兴连连摆手说，没关系，我可以一起玩。小猪配合，对，玩游戏吗？重在参与。小熊瞬间心领神会。一些早起的观众看到新老成员融合的不错，他们也很开心。小屋成员的氛围真好，申哥和小熊融入的很快。没办法，谁让小熊和申哥他们那时候太抓马了。这一季是友情天花板，大家在一起的氛围特别好，每个人都在各自努力，且没有打扰其他人，这才是年轻人的社交。小熊和申哥在这里应该也会被治愈吧。这一季小屋成员的相处方式真的值得大家学习。小屋成员吃过饭，简单的清理一下，就等着小熊安排了。今天在出发之前，小熊在大家期望的眼神中说，我想做一个测试默契度的小游戏。申哥补充说，我们需要男生女生暂时的分开一下。大家面面相觑，不知道要干什么，但是都很乖乖的听话。毕竟人家花钱请大家出游，记规则还是需要遵守一下的。随后小熊和女生一起到3楼，申哥和男生到1楼，一到楼下他就拿出来4张照片，你们一人选一张自己喜欢的。孟云帆看了看面前的4张照片，是4处风景图，分别是蜿蜒的小路、古香古色的凉亭、操场跑道、海边瞭望台。小猪问，这是什么地方？申哥故作神秘地说，你们猜。孟云帆，我们这是要选择约会的地方吗？申哥看了他一眼，哈哈，算是吧。这话模棱两可的，几人听得一头雾水。第58章，申哥，你这是后悔了吗？孟云帆看着几张风景图就猜，我们这是要选择约会的地方吗？申哥看了他一眼，哈哈，算是吧。这话模棱两可的，几人听得一头雾水。孟云帆就直接问了，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算是吧，是什么意思？到时候就知道了。申哥是真的不打算说了。而楼上的女生也在做着类似的事情，不过他们是面前的是图片上画的，却是几个运动场地，有攀岩，有蹦床投篮，有高空行走，还有躲避障碍物过独木桥。就这些活动我们大概都会做到，但是你们可以先选一个。小马，那我们这个是选给男生做的吗？小熊也没有直接回答，都不确定，或许都会做。因为而且男生们在楼下等着，所以女生们并没有花太多的时间。不一会儿，女生们就下楼了。申哥正在传授他成功的经验，坚持自己的想法就好，没有直接拒绝就不要放弃。小熊又在说你的丰功伟绩呢。申哥笑着说，他们这在向我取经，我不说不好。老张和杨毅不好意思的笑了。小猪有点尴尬，但什么也没说。孟云帆调侃，这是申哥非要说的，我们并没有很想听。申哥看着老张和杨毅，你们不想听？再看看孟云帆和小猪，我懂了。他的眼神说明了一切，这表情有点夸张，大家都觉得很有意思。小熊拉着他的手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你现在说他们是因为我们在一起了，其实刚开始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想要找个什么样的。小熊这话倒是引起了所有人的共鸣。没见面之前谁知道自己会遇到什么样性格的人呢？见面了之后也都是在慢慢摸索中前进的。小熊接着说，那时候我第一感觉异地不行，但是小屋的相处是一个契机，同时因为他的坚持，我们才发现彼此都是一个宝藏。高情商的发言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孟云帆，还是小熊姐姐会说话。众人都附和。小熊哪里能看不出来，他直接打断了众人起哄的声音。好了，那我们现在也一起去寻找宝藏去。这次出行，小熊和申哥都帮把大家安排好了。申哥，我们10个人，女生坐一辆车，男生坐一辆车。小猪脸上的失望遮不住，这样分的吗？高兴急忙找补，没关系，我们几个都会开车，男女分开坐，有助于我们今天游戏的完成度。申哥，大家都体谅一下哦。出门了才发现，其实这次出行节目组帮忙安排了大巴车。高兴有点不好意思。小猪眼神示意他没关系，小声说，都不记得了，你也别在意。子涵是个在人群中不爱出头的人，但是他很会给别人提供情绪。子涵开心地说，这个很好，就跟春游一样。小熊听到这话自然开心，是呀，这样热闹。子涵看着2辆大巴，指着其中一辆说，我们是上这辆车吗？得到小熊的答复后，子涵往男生那边看了一眼，就迅速的上车了。小诗、小马、高兴紧随其后，最后小熊跟申哥又交代了几句才上车。男生们这边上车就干净利落多了。在往目的地的这一路，
作为过来人的申哥和小熊都没有闲着。小熊鼓励大家，遇到心动的人，就不要在乎那些条条框框，要表现出来，找机会聊天，并适当的释放一些魅力。虽然不需要特别猛烈，但是一定让人知道。这点几个女孩子听得都很认真。弹幕：小熊真的很不错，让女孩子不要太多设限，限制太多的确会影响最后的选择。说我又想到了我的竹马 CP， 我的意难平，千万别，现在幸运猪非常好，紫云和幸运猪是我最喜欢的2对了，不管发生什么，请不要拆开他们。男孩这边，申哥也在分享自己成功的经验，如果再给一次机会，可能会做得更好。申哥因为刚进小屋，思维真的很混乱。他说这话的时候，所有人把目光看向了孟云帆。申哥诧异，云帆也说过这话吗？小猪点头，他说的类似。孟云帆说，我个人觉得不能因为在小屋给自己压力而盲目的决定。申哥对他竖起了大拇指，的确是这样，人在压力太大的时候做出的决定也不一定正确。大家好像闻到了八卦的味道，其他人不敢问，孟云帆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就直接问了，申哥，你这是后悔了吗？这一问吓坏其他人。小猪睁大了双眼，这是可以说的吗？申哥拍着大腿说，你想哪里去了？我的意思是就不用走那么多弯路了。申哥跟大家讲了他的心路历程。我以为的，只要合眼缘，觉得差不多就可以尽力去追。其实这样做女孩子会觉得没有安全感。下节目之后往回看，才发现其实当时可以更加稳重一点，把自己的魅力释放出来，让对方发现你的魅力，自然水到渠成。他说的这些孟云帆都懂，所以礼貌的点头表示认同。小猪感受是最深的一个，他就是在小马的问题上头的太快，所以没看清楚问题的本质。杨毅也从这话处悟出点门道，他觉得自己要增加跟子涵的相处机会。老张却只听了前半句释放魅力，后面让对方发现魅力这方面根本没有听进去。弹幕：这2位助力官都很不错，就是不知道他们的理解能力怎么样了。哈哈，有事情吧？会的，一开始就会不会的，再好的老师来了也不会。你看云帆，从小屋到现在，他一直都很清醒，所以也很受女孩子喜欢。再看老张，虽然财力直逼云帆，可这方面就是不开窍啊。哈哈，还有杨毅，不管别人怎么讲，他都会错意。杨毅是挺搞笑的，平时看着挺机敏，一到感情上面就犯迷糊。本来以为小屋的关系就要明朗化了，但看现在每个人的表情，好像又要进入白热化。我也有点期待今天的活动了。果然，我还是那么爱看热闹。第59章重新分组 CP 大乱炖。大概半小时之后，小屋众人到了目的地，大家先换了装备。在活动之前，小猪还带着大家做了简单的热身运动。热身完毕之后，才开始正式活动。作为游戏的发起人，小熊和申哥在这里面有绝对的话语权。小熊说，在活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完成一个分组。首先，男生选女生，这里有4张卡片，是女生为你们选的运动。选中相同图片的人，配对成功。大家都没有想到，居然是以这样的方式组队。小马，这我们也没有通过气，等于盲选了。小熊说，对，就是打破规则，重新选择。孟云帆没有想那么多，那选吧，都是要选一个搭档，不如早点选。女生们背过身子，男生们开始选图片。平常都很慢的老张抢了蹦床投篮。老张，各位承让了，我就这个还行，其他的我做不好。孟云帆说，明白，你的4肢是新装的。说完，他选了攀岩，他觉得这个比较有挑战性。小猪选择了高空行走。最后，杨毅只有独木桥一个选项了。申哥，你们选好了，那就和女生配对喽。小石看了看图片，站在了老张身边。小马做着怪脸，到了孟云帆身边。子涵的图片是在杨毅手里，高兴走到了小猪身边。看到这个组队结果，大家都哭笑不得。孟云帆问，你们是根据什么选的呀？小马说，我们以为这个是要我们做的，就选了应该可以完成的。子涵，我运动不太行，这个看起来最简单。小石问，你们是怎么选的？老张，我就会这个。孟云帆说，我就喜欢冒险。很明显，这个分组真的很随机。弹幕，哈哈，都从自己的角度选的，说起来也算是兴趣相投。只有幸运猪 CP 是在一起，女生只有高兴一个人是高兴的，其他3位女生，老张和杨毅也算是得偿所愿了。哈哈，云帆还是那么无所谓，我就爱看这样的 CP 乱炖。小屋的关系都渐渐明朗化了，现在来这么一招，太有意思了。没事，小屋的人关系很好，并没有尴尬。第一个项目就是最简单的过独木桥，用时最短的算胜利。小熊和申哥给大家做了一个示范。独木桥很短，一会儿就走过去了。申哥走完了才说，
其他人可以捣乱哦。这些泡沫块可以作为障碍物，影响别人的视线。他刚说完，小猪已经拿起泡沫块，跃跃欲试了。杨毅想上场比试，可子涵的心理建设还没有完成，我还有点害怕，再等等。老张本来就慢，是指望不上了。所以孟云帆第一个上，你们准备好，我马上就要开始走了。老张和杨毅也跳下了泡沫池，看他们手上都拿了泡沫，孟云帆才开始走。我先走了，班长。这句话刚说完，他的大长腿几步就把独木桥走完了。小马之前的职业让他不能像其他女生一样害怕，更不能掉下独木桥，所以他的每一步走的都特别稳。因为是女生，大家意思的扔了几个泡沫，这些泡沫对小马来说根本就达不到干扰效果，他轻松过关。小诗，你们这一组赢定了呀！弹幕：运动组合，这两人是强强联手呀！小猪扔泡沫的样子，多少有人私人恩怨。哈哈哈，看破别说破哈。第二组是小猪和高兴，高兴有点害怕，小猪就跟在后面，双手扶着高兴的手臂。孟云帆拿着泡沫块，怎么也扔不出去，给你俩加个护栏，你们就是泰坦尼克号。他这么一说，大家泡到前面一看，还真有几分杰克和露丝的感觉。噗，众人都笑了。小诗，这姿势是有点搞笑。高兴差点摔倒，小猪把他稳住，对着孟云帆喊：云帆，你可以了哈。独木桥是所有项目中最简单的项目，就这功夫，小猪和高兴已经走过来了。大家鼓掌。弹幕：这里也太甜了。小猪真的有一种助人为乐的精神，之前对小马也是，现在对高兴也是。事实证明，一个对的人真的很重要。那时候的小马有多抗拒，现在的高兴就有多安心。看来情侣还是要互补才甜蜜。再过来是老张和小诗，小诗选择了最稳定的横走，他走得很稳。老张在后面摇摇晃晃的跟着，也没有想要打扰的意思。两人主打互不打扰，岁月静好。孟云帆和小猪玩心大发，两人想逗逗老张，就向他扔泡沫。小诗还有最后两步了，老张摇晃得越来越厉害了。小诗预估了一下距离，一把拉过老张的手臂，往终点迈了2步，两人直接冲到了终点。弹幕：小诗实在太帅了，明明自己很害怕，还拉了老张一把。老张行不行呀？还要女生去扶。老张10秒走一步，把小诗给急的。多好的表现机会啊，老张居然没有把握住。小诗需要云帆那样强大的人保护，老张给不了。最后的子涵和杨毅，子涵站得远远的，你先冲，我随后就来。杨毅伸出一半的手，又收了回来。他有点失望的向前走，才走过一半，就故意掉了下去，然后在泡沫池里面看着子涵走。孟云帆说：你掉下来了，要重新开始。杨毅跑到终点，我先把他接过来。这个时候的子涵已经最后2步了，急忙摆手：不用不用。说完，一个侧身，人就跳到了安全区域。申哥，杨毅还要再走一遍哦。杨毅重新开始。弹幕：子涵是个体面人，明确态度，拒绝肢体接触。杨毅一个体育生，真是干啥啥不行。不要说杨毅，只是子涵不喜欢，杨毅做的有点多余。子涵明明说得很清楚了，态度也很明显了，杨毅自己看不懂。我觉得杨毅适合马氏拒绝法。以前觉得小马太绝情，现在觉得有人就适合绝情。结果毋庸置疑，自然是杨毅和子涵的组合输了。他们接受惩罚，再粘粘墙，粘1分钟。本来看热闹的人，这个时候真的心疼子涵了。第60章，人不怕别的，就怕总喜欢干能力之外的事。子涵和杨毅游戏输了，需要在墙上粘1分钟以表惩罚。杨毅想把子涵给举上去，子涵连连拒绝：我可以自己来，你站远一点。子涵自己试了好几次，但奈何力气太小，每次都站不住。杨毅再次尝试想要帮忙，子涵再次拒绝后表示：我累了，那你先开始吧。说完这话，他就退到了场外。孟云帆及时给他了一瓶水，先喝点水缓缓。子涵，谢谢。此时的杨毅也开始尝试，但是不管怎么样都没有办法粘在墙上。他忍不住吐槽：不行了，这个也太难了。孟云帆说：要不我们帮忙，男生举男生上墙，女生帮女生。惩罚的内容是让他们在墙上1分钟，并没有说不能帮助，所以大家帮忙是没有问题的。其他人自然是愿意的，毕竟这个惩罚是错的时间都超过了刚刚游戏的时间了，所以大家一拥而上。3个男生很轻易就把杨毅给举了起来，把他使劲的往墙上按，终于粘上去了。众人松手的那一瞬间，杨毅大喊：哇，这个太痛苦了。另一边，女生的力气小，没有办法托举起子涵，几个人摔作一团。孟云帆看见了，就说背靠着墙，意思一下就好。几位女生也同意，表示这样就好。子涵说：那你们帮我按紧一点。1分钟的惩罚终于完成。
网友们更加心疼了。杨毅每次自己都干不好，还教别人。子涵尴尬，只能笑着掩饰。我感觉尝试这个已经是很大的惩罚了，还得是云帆，要不两人不知道折腾到什么时候。杨毅快点跟云帆学分寸感，人不怕别的，就怕总喜欢干能力之外的事。第二个游戏是跳床投篮，大家站在蹦床上，在相同的时间内投篮最多的人算胜利。因为有2个篮筐，大家分成2次进行。杨毅和老张一组，这次老张打得还不错，很轻松的就赢了杨毅。杨毅一脸羡慕，可以啊，老张。老张还很不好意思的说，就会这个了。男生组还有小猪和孟云帆没有比了，他俩同时下场。孟云帆的球技还不错，小猪是羽毛球运动员，对球类有天然的目标感，所以轻松获胜。统计总分，小猪31个，孟云帆30个，老张28个，杨毅又是最少只有21个。男生投完了之后，女生投篮。女生对篮球没有什么天赋，但是也在认真参加。结果很快的出来了，小马第一进球13个，子涵第二有11个，高兴和小诗并列第3都是8个。按照男女分组统计总分，孟云帆小马组合43的超高分赢了。子涵虽然在女生组第2，但是杨毅落后太多，所以他们所在的组合又输了。这次的惩罚是直接从高空掉落，而且惩罚的次数是和第3名相差球相同。第3名小诗老张组合一共36个，杨毅和子涵一共32个，4个球，也就是说要摔4次，两人平均一人2次。到了惩罚的地方，2米高的平台，这个高度对于大高个或者经常运动的人来说没什么，但是女生还是有点害怕的。子涵说这个看起来有点高，这就是一句简单的话，就像是今天天气不错一样。女生们也都你一言我一语的说着话。小马说是呀，我恐高，看这个还有点害怕。高兴心有余悸的说还好小猪投的不错。小诗也笑着说哈哈，老张看着胳膊腿都挺老的，没想到投篮还不错。子涵活动着胳膊腿，活动，我来尝试挑战一下极限。男生这边，杨毅已经做好了随时跳下去的准备。孟云帆说要不你直接把子涵的那2次也跳了呗。他这话说得很随意，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子涵在女生组第2名，被杨毅一个大男人拖累了，所以孟云帆认为杨毅一个人承担惩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他没有想到一句无意识的话挑起了杨毅敏感的神经。杨毅语气很冲地说你行，你上呀，你替他呀。今天杨毅接连2场失利，一直在强颜欢笑。现在孟云帆说这话，让他想到了子涵和今天总是在拒绝自己，他最后那点可怜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看杨毅的样子，孟云帆有一瞬间觉得自己可能管太多了。你们是组员啊，我替他。话还没有说完，他就反应过来了，直接改口，我替就我替，不就是一个小惩罚吗？他从来就不是一个逆来顺受的人。孟云帆的本意是大家一起出来玩，是为杨毅着想，但是杨毅还要摆脸色，那就对不起了。这个时候，孟云帆没有站在子涵的角度去想问题，是因为他觉得这个活动打破小屋原有的氛围，重新分组，就是为了每个人都有接触异性的机会，尊重节目组的决定，尊重游戏规则。孟云帆的声音一下子就把所有人的目光给吸引了过来。子涵知道他俩吵架的原因是因为自己，急忙表示我可以自己来的。小猪害怕两人打架，站在他俩中间，怎么了？这是？孟云帆先拍拍小猪的肩膀，放心，不会打架的。然后对子涵说，这不是你的问题，我认为输了游戏就要承担后果，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但自己不争气却拉着队友受罪，那就不对了。这话等于直接打杨毅的脸。杨毅脸上五颜六色的，好看极了。这是整个节目播出到现在小屋嘉宾的第一次正面冲突，节目组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给了他们大写特写。张绍刚终于知道为什么都很喜欢云帆了，这种担当和责任感在任何时候都很显眼。秦岚点头，其实我也理解杨毅的愤怒，但是在很多事情上他做的真不妥帖。作为明星嘉宾，他们很多话不能说，剩下的自然交给网友讨论了。杨毅为什么挂脸啊？明明云帆的提议很不错，还能帮他提升在女生眼里的好感度，可能是自卑或者恼羞成怒吧，还不如像老张一样什么都不做。老张，我真的很喜欢小诗，但我什么都不做。杨毅，子涵拒绝我了，我很生气，我要更努力接近他。哈哈，楼上的总结到位。第61章，小诗是一个骄傲且坚强的人。杨毅不会审时度势就算了，还阴阳了孟云帆，这孟云帆怎么能忍？他几句话就让杨毅无地自容，场面一度尴尬。还是申哥出来打圆场，大家都是兄弟。这个惩罚对女生来说是有点难度，还是我来吧。说完他直接上到了平台上，申哥从平台上面往下一看，
故意装作很害怕的样子，夹着嗓子说：“我有点后悔了，能不能下来？”小猪，申哥，怎么感觉你变得娇羞了？申哥表示，刚在下面看起来没这么高，怎么上来之后才发现有这么高，挺吓人的。他嘴里虽然说着吓人，人却毫不犹豫地跳了。随着砰的一声，申哥掉了下来。我还没准备好就掉下来。申哥一脸懵。小猪拍拍孟云帆，看起来好有意思，要不我俩上去玩玩？孟云帆，我本来就是要上去玩的。杨毅和子涵一共输了4个球，要来4次。杨毅肯定要来1次的。申哥1次，小猪和孟云帆如果跳的话，女生也不用跳。小猪意思不言而喻了。孟云帆明白小猪的意思，自然没有拒绝。两人上了高台，他们做好准备，双手交叉抱肩，砰就下来了。小猪，还没开始就结束了，一点都不好玩。孟云帆也笑了，你是猪八戒吃人参果。小猪，哎，不带人身攻击的啊。他俩有说有笑的完成了惩罚。杨毅看已经有3位男生跳了，什么也没有说，面无表情的最后一个上去，同样砰的一声，他下来了。同时杨毅受到了惊吓，发出了啊的一声。没事吧？申哥上前扶起杨毅，这个惩罚太重了，还好已经结束了。杨毅苦笑着说，是我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杨毅这一下脑子好像突然回来了一样，反应过来，他朝着女生的方向大喊，子涵，对不起，拖累你了。杨毅这明显的找台阶下，大家也没有计较，毕竟还要住21天。子涵礼貌地笑了笑，没事。还有，谢谢大家。他又感谢了帮他完成高空掉落的人。弹幕，呵呵，杨毅这打脸有点太快了。没跳之前，我就是想和子涵一起跳，跳完之后太恐怖了，我拖累了他。杨毅这战五渣真的不适合子涵。最恐怖的是，杨毅自己做的不好，还用所谓的经验去教子涵。子涵拒绝还不高兴。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很多人说普男很可怕了。求求吧，赶快换组合，这样玩下去大家都不开心。观众们的心声好像也传到了现场。这一趴结束，小熊很及时地说，我们下一趴女生选男生。这是下午，申哥有点犹豫，但是看到小熊的眼神就点头了。也行吧，听你的。这是专属于2个人的小默契。其他人看不懂，但也知道终于可以重新分组。张绍刚解释说，我明白了，他们应该是上午男生选女生做游戏，还有一趴是女生选男生的，本来安排在下午。秦岚说，现在把选人环节提前了，是因为子涵和杨毅吗？张绍刚说，可能吧，但我知道下午的活动是户外的。秦岚，现在临时去户外可能没那么方便。张绍刚说，先看看他们怎么处理吧。竞技场里面，为了避免尴尬的事情再次发生，小熊让申哥把男生带走，留下女生在原地。这些图片是男生选的，小熊手里是男生们选的4张风景照片，你们每人选1张。看着面前的照片，女生都被里面的风景吸引。4幅图分别是蜿蜒的小路、古香古色的凉亭、操场的跑道以及海边瞭望台。小诗，我想要这个在海边，看起来就很浪漫。小马，这个是爬山的吗？我觉得不错。子涵，那我就选凉亭吧，休息一下。操场那一张自然就是高兴的了。小熊看了一眼他们选的图片，还不错，只有高兴还是小猪，其他人都打乱了。那我们开始下一轮游戏吧。小熊叫了申哥，大家重新分组完成。小诗和孟云帆一组，小马和杨毅是一组，子涵和老张是一组，高兴自然是和小猪一组了。这个组队结果对大家来说不算很好，但是也不算很坏，毕竟同住小屋，一起出来玩，不管和谁组队都是一个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小猪问，你们是怎么选的？高兴他们选了其他的，只有这一张。孟云帆看了一眼，一看就是故意留给你的。高兴自然明白是大家故意把小猪让出来的，现在被人说破也不生气。他话不多，而小猪什么时候都很会活跃气氛，这一点让高兴很有安全感。其他几人也都尊重这个组队结果。看大家分组完毕，申哥说，接下来的2个活动的运动量比较大，我们量力而行。我们先进行高空行走，男女2人一组，第一组出发，走过第1关之后，第2组出发，以此类推，用时最短的获胜。至于出发的顺序，自行协商。这事情需要2人配合，但是女生多少有点害怕，所以男生们都没有主动，在等女生做决定。几位女生商议了一下，小诗第1个，高兴第2个，第3个是子涵、小马、孔高最后。小诗对孟云帆说，我们先出发吧。孟云帆，那你走前面，我跟在后面。好。小诗也没有墨迹，就出发了。孟云帆紧随其后。不得不说，小诗虽然看起来瘦瘦的，但平时也会运动，所以核心力量很不错。她走得不算快，但是女生中也不慢了。
孟云帆不用操心，只需要时不时地告诉小诗一些技巧就行。他们两个高颜值的人，各自美丽，在这些阻碍中相辅相成，看起来甚是养眼。其实小诗之所以能够走这么稳健，最主要的原因是不想成为任何人的负担，特别是在孟云帆面前。小诗是一个骄傲且坚强的人，为了初见面的惊鸿一瞥，他有做过努力，反而引起了孟云帆的反感。后来小诗也想了很多，那天孟云帆说的也不无道理，没有必要太快做决定，所以现在小诗不拘泥于情爱，直接放开了。今天他就是要做回自己，当然这些是小诗的自己的想法，其他人不知道。第62章，关键时候还得看云帆。小诗今天自信从容，作为搭档的孟云帆倒是发现了小诗自信了很多，有第一次见面的感觉了。不过他没有多想，认为小诗爱挑战，喜欢做这些。再次声明，孟云帆不是花心，只是不经意的做法就是比其他人优秀，总会不自觉地吸引来异性的关注。而且他们到小屋满打满算才10天左右，一直在高强度的社交，他在认真的去了解每一个人，而不是快速定义所有人的关系。孟云帆他们开始过第2关的时候，第2组也出发了。高兴的话不多，但是他旁边有一个热心的运动员小猪，他们一动一静结合，看起来很是舒服，就是来撒狗粮的。两人相辅相成，很快就走到了第2关。第3组，子涵和老张出发，虽然有安全绳的帮助，但是两个人都很紧张，不敢说话，而且走得缓慢。如果说第1组是配合完美，相辅相成，第2组是一强一弱，超级互补，那么第3组就是沉默是金，同样都是在空中障碍行走，3组形成鲜明的对比。第3组完成第1关，第4组出发。小马可能体力比其他女生好点，但是恐高这一点让她寸步难行。你先走吧。杨毅习惯让搭档先走，只要手扶好安全绳，每一步踩稳就没事。小马直接拒绝，你先走，我在后面慢慢来。杨毅听人说话，永远理解不了重点。在上一轮的游戏中，他还悟出一个道理，那就是不能要求女生和男生一样，要多问。可他忘记了，现在他面对的是说一不二的小马。杨毅秉着礼多人不怪的思想，说：“那我先走，我会走慢点，等你的。”不，小马直接拒绝，你别等我，两个人晃得会更厉害，我害怕。那我先走。杨毅终于开始走了，你看着我怎么走的。才走了2步，他话锋一转，这个还是有点吓人的。观众看前面几组都是在加油打气的，看到这里都笑了。杨毅好为人师，啥也不会，还想教别人。子涵拒绝，杨毅听懂了，但继续坚持。小马拒绝，杨毅就怂了。子涵性子好，同样的话他说出来软软糯糯的，杨毅自然会得寸进尺。杨毅就适合小马的冷言冷语，还得是马姐，这就是一物降一物。而与此同时，孟云帆两人又稳又快，已经完成了4关，到达了终点。小熊和申哥给他们鼓掌。小马听到声音，知道他们结束了，就大喊：“云帆，过来帮我看一下。”孟云帆来了，马姐。小马经常给云帆做早餐，两个人每次相遇的地方都是厨房，所以孟云帆把她当姐姐一样对待，喊小马为马姐，大家也不奇怪。小诗说：“你去吧，我去喝水。”孟云帆走到了起点的位置。此时杨毅第1关只过了一半，还在叫小马：“小马，你先过去，现在晃得很厉害。”他一只脚跃跃欲试，就是不敢踩。孟云帆个子高，站在下面直接扶着晃动的板子：“马姐，可以走了。”小马看木板没有晃动了，这才下脚。他走了2步，发现没有那么害怕了。谢谢，我好像可以。小马其实胆子挺大的，之所以没走，是因为恐高，站不稳当。站稳了之后，他就让孟云帆松手了。那行，你慢慢走。孟云帆松手了，站在旁边观看。前面的高兴和小猪已经完成了所有挑战，正在解设备了。子涵和老张两人都很沉稳，不需要帮助。小诗过来给孟云帆递了一瓶水。孟云帆，谢谢。这时小马第1关都快走完了。杨毅问：“我需要等你吗？”“我的队友，你先过第2关，我马上就来。”小马说。杨毅：“行，那我先走。”小马走完第1关，杨毅第2关没有走完，他不敢上。可想而知，等他们第2关过完，那要花多少时间。孟云帆又上前去帮小马扶着设备。小马先道谢，还好有你，要不然我不知道怎么办。他踩实了，心里踏实了，就开始催促杨毅：“杨毅，你快点啊！你这样，我们的时间比别人要多花2倍了。”看到这里，观察室的明星们也都坐不住了。张绍刚扑的笑了，小马这人真是，作为公众人物不能带节奏，所以他话锋一转，说什么好呢？直接爽快，和云帆的关系真好，像姐弟一样。秦岚：“是啊，
亲姐弟也不过如此了。张绍刚，还是说杨毅和小马的事情吧。其实他俩在做事风格上挺互补的，你们觉得他们可能吗？秦岚或许可以尝试一下。徐一阳轻轻的摇头，我感觉不一样，小马缺乏安全感，杨毅给不了。张绍刚，或许女强男弱也行。徐一阳，就杨毅喜欢子涵那执着劲儿，就弱不起来。弹幕，哈哈，弱不起来，这是什么神仙发言？杨毅也没有那么差，虽然实力弱，但是很坚持，很自信呀。杨毅都给不了子涵安全感，更不可能让小马幸福。说到这个，他不是飞盘教练吗？怎么体力如此差？飞盘用的是技巧，不是体力，关键时候还得看云帆。那是当然了，云帆安全感爆棚。马姐这么强势的女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第一个喊的人是云帆。云帆1.88米的大高个，脑袋灵活且情绪稳定，我有困难也愿意找她帮忙。每天的早餐可不是白吃的。网友们没有发现，他们已经跟着云帆喊小马为马姐了。小马不会知道，因为杨毅的迷惑操作，在网友心中的风评迅速急转上升。画面中，子涵和老张也在摸索和自我打气中到达了终点。杨毅第3关才走了一半，后面的小马看见大家都完成了，心里着急。在大家的鼓励下，他也上了第3关，并且很快追上了杨毅。在最后一关的时候，急性子的小马决定走前面。我走得快，我先。小马和杨毅错了一个身，又把安全绳的位置换了，检查了安全绳，他就出发了。小马真的很快，没有骗人，因为他是用跑的，几秒钟就过了最后一关，终于走完了。站在上面太煎熬了，小马感叹。几个女生扶他下来，小马还夸小诗，我应该像你一样选择前面走，其实一咬牙就过去了。上面的杨毅看着被小马冲得晃晃荡荡的设施，看来我们要输了，这晃得太厉害了。小马说，就是让你感受一下在后面有多害怕。这个比赛的结果不言而喻了。第63章势均力敌的比赛才好看。高空行走这个比赛又是杨毅这一组输了。小马直言，杨毅你太慢了。杨毅有点尴尬，但这是事实，他也没有办法。申哥和小熊真的非常用心，最后安排的一个项目是攀岩，这也是他们定情的地方。接下来我们要玩的项目大家都猜到了。申哥说，对的，就是攀岩，在相同的时间内爬得最高的人获胜。他说完了游戏规则，还特意请了教练，告诉大家注意事项。大家都认真的听着。小熊说，男生先开始，女生在后面，你们看谁先来。一共有2个安全绳，所以同时可以上2个人。杨毅主动要求，我和老张先开始吧。老张无所谓，很是认命，行，反正早晚来这么一遭。2人开始准备了。孟云帆和小猪2人在喝水闲聊，他俩去了，等一会儿就是我跟你这个冠军比了。小猪大笑，哈哈，怎么你还怕输啊？孟云帆，那倒不是，只是觉得万一我赢了你，会让你没面子。2个男人在这边谈笑风生，女生们就没有那么轻松了。高兴说，看着就好难呀，还是垂直的。子涵，怎么办呀？感觉我又要垫底了。小石安慰他，没事，爬不完也没关系。子涵，我胳膊没力气，怕掉下来了。小马也担心的说，我可以爬，但是我恐高。小石一左一右拍着2人的肩膀，没事儿，还有教练，教练会教我们的。下面的杨毅和老张已经准备妥当了。一声哨响，2人开始攀岩。老张看起来比较成熟，但是在这个环节，每一脚踩的还挺踏实，爬得还很快。杨毅也想努力，但是找不到下脚的地方，老张都爬出去3、4步了，他还在原地。不过爬得快也有坏处，老张一个重心不稳，掉了下来，还好有安全绳。小猪给他加油，没事，可以再来一次。老张放松一下胳膊和手，继续开始。看到老张的样子，杨毅为了不掉下去，双脚站在一个大的岩石块上，不敢动了。杨毅走稳扎稳打路线，情愿站在原地不走，也不会让自己摔下去。小熊开始倒计时了，5、4、3、2、1，时间到。2人按照教练教的办法荡了下来。孟云帆，辛苦了。这一局老张比杨毅高出5、6个岩石力。接下来孟云帆和小猪上场，2人都有运动属性，没有废话，直接开始。2个人势均力敌，在攀岩墙上你追我赶，比赛起来很有意思。小马，看他俩比赛就是很精彩。小石说，小猪打得不错，但云帆自带身高优势，可能会赢。果然认真看去，小猪在后暂时半个落后身位。高兴，小猪，你是最棒的。子涵，他俩还真是强强对决。孟云帆和小猪的速度都很快，不到1分钟，2人都快登顶了。申哥说，快登顶了，就最后一步。小猪听到这话，运动员的爆发力瞬间上来，快速往上爬了2步，抢先1步登顶。
在登顶的那一秒，小猪因重心不稳，抓住安全绳跳了下去。这一幕有点惊险，但是小猪明显是有计划的，所以有惊无险。孟云帆登顶后也下来了，他打趣小猪：“你吓死我了，就只为了那1秒的时间。”小猪：“对我来说，0.01秒都很重要，那就是我的荣誉。”孟云帆理解，永争第一是运动员刻在骨子里面的荣誉感。弹幕：两人实力不相上下，这样的比赛看起来才有意思。果然人还是要坚持运动才更有魅力。运动员的胜负欲不是盖的。云帆长手长脚，攀岩的样子太帅了。快看杨毅和老张的表情，你是会挑事的。孟云帆和小猪两人换下了设备，男生组4人成绩高低立现。云帆太争气了，小马嘟囔：“我现在能再换回去吗？”子涵因为杨毅受惩罚的阴影还在，小马实在不想因为杨毅受惩罚，这是对杨毅赤裸裸的嫌弃了。小马心直口快，话是这样说，还是勇敢的往比赛区去了。这是他看开了，不如早点上。小马打定主意，等一会儿尽量往上看，不看下面。旁边的小猪鼓励高兴：“没事，你上去，我在下面帮你看着。”看到小猪自信的表情，高兴安心的过去了。小猪当然是跟着一起的，他帮着教练一起给高兴绑好了安全绳。旁边的小马看了一眼幸运猪，不知道是什么想法，他向旁边直接喊：“可以开始了。”本来在看台的杨毅看到小猪一直陪着高兴，也到了攀岩墙下面为小马加油。高兴和小马两人开始上墙。杨毅说：“对，就选大的岩石点，比较踏实。”小马：“太滑了，根本站不住。”小猪本来在小声指导高兴的，听了这两人的对话，他先对高兴说：“我一直在，你要是坚持不了，就下来，我接着你。”高兴点头：“好。”看到高兴不再害怕，已经开始爬了，他后退了半步。小猪这个时候才开始大声说：“看上面，不要选择大的岩石点，那些都是迷惑人的，选小的，凸起多的。”这个自然是说给小马听的。杨毅愣神了，没想到自己的方式完全错了。听冠军的。小马也愣神了，现在能够和小猪维护表面的平静已经很难得了。他从来没有想过小猪会主动帮自己。弹幕：不知道这个时候的小马心里会不会后悔？看到曾经全心全意对自己好的人，把关爱都给了其他人，是会有难过的吧？别，现在的幸运猪 CP 非常好，小猪不需要马姐了。马姐性子太直了，但是内心又没有安全感，真的很矛盾。其实小屋里面适合小马的就是小猪和孟云帆，可小马把小猪给伤了，和孟云帆也处成兄弟，现在有点想小伟了。当初要是留下来的是小伟，结果就不一样了呢。太感动了，这个时候还有人记得小伟。第64章，孟云帆接住了子涵。小猪好像没有发现小马和杨毅的异样，他继续大声说：“别急，慢慢来，每一脚都踩实，先找自己手边上的岩石力。”这些保姆式的教程比刚刚教练说的都细致多了。小马体格好，听到方法以后也没有犹豫，很认真的往上爬，很快就爬得很高了。孟云帆在观看台上给他打气：“不错呀，马姐。”杨毅、小马，加油！他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明显了，毕竟小马爬得越高，两人的平均分就会高。总是输的感觉，真心不好。在这时，高兴啊的一声，整个人掉了下来。他本来爬的就不高，小猪又及时拉住了他。没事吧？小猪问。高兴吹了吹手指，刚刚挂上了指甲，那一定很疼。小猪看了看他的手指，不是很严重，但他还是说：“要不我们就不爬了。”高兴，没事，没伤到指甲，我可以爬的。小猪给旁边的工作人员找手套，结果直接工作人员说没有手套。高兴表示自己可以，就又重新开始攀爬。过一会儿，2分钟的时间到了，小马已经即将登顶了，高兴只爬了一半的位置，现在他们需要下来。教练在指导。刚刚爬得很快的小马，这个时候往下看了一眼，立马怂了：“我下不去，这个太高了，我害怕。”小马着急的脸部都变形了。孟云帆、马姐又变成了搞笑小马：“哈哈，往上爬的时候蹭蹭的，下来的时候下不来了，我怎么办？我是真的不敢。”小马闭着眼睛说。教练指导他，双手抓住安全绳，脚轻轻的蹬一下。小马呼吸之后照着做，但是有点紧张，左手松开的有点晚，又是用左脚蹬的，就导致身体不平衡。小马的整个人都往右边落了下出去，这一下刚好从小猪面前经过。此时的小猪本来眼睛正看着上方的高兴，看到一个人影出现，下意识的伸手，手伸了一半，他反应过来这个人是小马。这个时候小猪不可能抽手了，好在他反应快。只见小猪把手抬高，假装抓了抓后脑勺，就这1秒的时间，小马已经从他身边荡到左边。好在本来准备接小马的教练已经及时过来了，接住了他。小猪，
你没事吧？小马连连摇头，没事。教练给小马解装备。小猪转身和高兴说，你可以松手了，我在下面接着你。高兴重来了一次，爬的就不高。那我下来了。高兴说完就松手，小猪一下就接住。弹幕，哈哈哈，第一次感觉女生攀岩有意思。小马总是在搞笑女和御姐之间反复跳，家人们谁懂呀？这是最新的练宗修罗场。小马，以前全心全意对我的男生，看我从他面前掉下来，居然视而不见。小猪，温柔的高兴才是我应该关心的人，谁还管你小马？高兴，我眼光真好，明明晚了好几天才来，就遇到了对我全心全意的小猪。杨毅，小马虽然有点冷，但比赛的时候这个搭档真不错。今天不会输了，以后谁说厨房是练宗修罗场，我第一个不同意。太尴尬了，我脚趾已经扣出了3室一厅。不过这些都是网友自己的脑补，小屋的人都好似没有发生这件事一样。因为最后一轮比赛已经开始了，小诗和子涵两人已经系好了安全绳，随时准备攀岩。子涵在努力的记刚刚他们提到的重点，选小的，凸起点比较高的，不要往下看。小诗，没关系，这个就是玩。孟云帆给他们打气，没事，我也在下面看着你们。现在小诗是队友，但是子涵没运动细胞，所以这话是对2个女生讲的。子涵点点头，好，我听你的。他的搭档老张，你先试一下，感受一下受力点在哪。子涵，哦，好。随着一声哨响，两人开始攀岩。一般刚刚走的是左边，所以这条路的每一步他都记得。小诗，往左走一点，先踩紫色的那个，手抓住绿色的那个。对，就这样慢慢来，所有能扣住的地方也都是可以让你休息的地方。小诗已经渐渐找到了规律。另一边子涵还在摸索，老张也在说他的经验，这里可以走，这一块也行。孟云帆看老张指的位置，心里暗叹，老张自己只爬了一半，教的还有模有样的。当然这是拿老张和杨毅比，小诗平时有训练，已经慢慢的超过了一半。子涵却掉了下去。如果说之前在观看台上，那时候看有人掉下来觉得好玩有意思，那么现在就站在攀岩墙下面，人就不自觉地带入其中。当有人往下掉的时候，会觉得有点紧张，所以子涵往下掉的时候，孟云帆的长胳膊长腿不自觉地往右迈了一步，在老张蒙圈的状态下，孟云帆接住了子涵。台上的众人发出哇的一声，老张还在原地蒙圈。小猪，这也太帅了。他声音里面的遗憾引得高兴侧目看了好几眼。刚缓过神的小马神情苦涩，对比太明显了，刚刚自己掉下来，队友杨毅和前 CP 小猪没有一个人伸手接他，看到这个心里多少有点发酸呀。孟云帆把子涵扶好放正之后说，慢慢来，别着急。子涵满脸通红，好，谢谢。观察室里张绍刚说，老张真的是，他怎么没有把子涵接住呢？秦岚，是啊，这多好的一个机会啊。当然他们说的机会并不是说要让老张想子涵怎么样，而是给老张一个表现的机会。今天这场活动，经常健身的孟云帆和运动员小猪自是不必说，这是他俩的主场。战五渣的杨毅明知道自己做的不好，为什么在时刻表现自己？他做了很多多余的事情，但是他一直没有放弃，因为他想让别人注意到自己。只有老张像隐身了一样，但这是每个人的选择，几位观察员也不好说什么。张绍刚说，竞技场上有运动细胞真的很占优势，这就是网友们常说的男友力吧。秦岚说，对啊，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女生都希望是被人保护，会让人有安全感。张绍刚，是啊，就是小马掉下来的时候，小猪都会下意识的伸手。老张这个不太行。第65章，云帆左拥右抱。子涵没有站稳，从攀岩墙上掉下来，被孟云帆接住了。已经爬得很高的小诗听到声音往下看，正好看见这一幕，他心里五味杂陈。老张有点尴尬，但是什么也没说。网友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弹幕瞬间都飘了起来。哇塞，这是什么偶像剧情？终于明白偶像剧里面的爱情了。任何一个女孩子在这种情况下都没办法不心动吧。说起来，子涵今天虽然没有和云帆在一组，但是刚刚那一幕含糖量很高。我磕的 CP 总是不经意的放糖，太甜了，有点羡慕老张可以近距离磕糖。紫云 CP 真的很好磕，可我还是有点心疼小诗，小诗终究还是错过了，或许可以争取一下。这边子涵站稳之后就开始又一轮的攀爬，知道即使掉下来也有人接，子涵心里踏实多了。再加上孟云帆的指导，这次他的速度都快了很多。然后整个攀爬墙这边出现了一拖二的情况，孟云帆像一个专业教练一样，在下面一步一步的指导两位女士。小诗，右手边那个橙色。子涵，左脚踩在紫色的岩石粒上。对，小诗稳住，左脚踩粉色。子涵，
不着急，慢慢来。右边那个绿色。面对这样的情况，老张不知道该做如何表情。好在整个比赛的时间本来就不长，小诗快要登顶了，子涵爬得连1/3都没有，时间就到了。两位女生相继下来，小诗下来的时候遇到了跟小马同样的问题，没有把握好平衡，荡到了老张旁边。如果说小猪没有接小马，是因为避嫌。老张给小诗连续投信好几天，明显是有好感，这是一个机会。但是老张也没有接住小诗，他甚至手都没来得及伸，小诗已经和他擦身而过了。不过小诗比小马幸运，因为他的搭档是孟云帆。只见孟云帆往右迈了半步，他一只手就拽住了小诗身后的那根安全绳。就这样，小诗双脚着地。谢谢。小诗，刚吓死我了。老张连续2次近距离观察了孟云帆英雄救美，再看看这还在墙上的子涵和正在解安全绳的小诗，老张已经麻了。子涵喊：老张，你往后退一点，我也要下来了。老张后退了2步。子涵本来爬的就不高，而且这次做好了准备，所以跳下来的很轻松。拖你后腿。子涵尴尬的笑着说：老张，没关系，这个运动也不适合我。子涵快速的解着身上的安全绳，以后我要加强运动了。张绍刚说：云帆真的很 man。秦岚终于知道小诗为什么会喜欢云帆了。老张除了眼神上的关注，其他的什么事情都不会做。徐一阳说：如果是我，我也会选云帆，即使是做普通朋友也好。谁说不是呢？性格又好，而且时刻都能够给人安全感。弹幕：老张真的除了在投信，平时也不说也不做，跟这样的人做朋友太累了。关键是所有的信件要7天之后才能看。刚刚和小诗一组，也没有见他多说2句话，甚至小诗还拉了他一把。我感觉老张只是在自我感动而已。虽然我磕紫云 CP， 但是诗人说梦我也 OK， 小诗加油。因为空中行走以及攀岩2个项目的活动量比较大，所以没有做惩罚。时间也不早了，申哥看看时间说：大家都累了，我们去吃饭吧。大家简单的整理过之后就出去吃饭了。节目组很早就在旁边的餐厅准备好了包厢，他们一进去就发现饭菜都已经准备好了。哇，节目组也太贴心了。高兴说。小诗看了桌子上的菜，说：这菜搭配的真不错，一半辣的，一半清淡的。水煮牛肉、宫保鸡丁、麻婆豆腐，还有夫妻肺片。子涵爱吃辣，把自己喜欢吃的都念了一遍。当然考虑到所有人的口味，还准备了几个清淡的粤菜。太香了，我们快坐下来吃吧。生哥和小熊2人自然坐主位，其他人分散坐开。在坐座位的时候，不知道有意还是无意，坐的位置非常奇妙。小猪和高兴自然坐在了一起，紧挨着高兴的是子涵，再过来是孟云帆、小诗和小马。老张和杨毅2人并排坐着。因为是高强度的运动，所以大家没有多说什么，直接开始吃了。现在正是中午吃饭时间，看直播的人也很多。看到他们吃饭，我也饿了。刚才磕完糖再来吃饭，我今天从精神上到身体上都满足了。只有我觉得这个座位充满了戏剧性吗？幸运猪 CP 和紫云 CP 坐在一起，可是小诗也在云帆旁边。哈哈，我也发现了，云帆左云右抱，不知道小诗会不会做点什么。还有老张，他为什么非要选小诗旁边呢？有没有可能他们都饿坏了，没心思想这么多？吃了一会儿之后没那么饿了。孟云帆说：10几岁的时候听说有个菜名叫夫妻肺片，我好奇了好久。他说到这个的时候故意停了下来，不再说了。果然子涵上钩了。然后呢？孟云帆后来发现是猪内脏。子涵好奇地问：然后你再也不想吃了吗？孟云帆轻轻地摇头，我觉得味道不错，后来爱上了这个菜。子涵因为在国外留学的原因，所以不吃内脏，但是听云帆说过之后，子涵就想尝试，那我也尝尝看。子涵说着就从盘子里加了一片夫妻肺片，先闻了一下，浓厚的辣味和蒜味盖住了内脏本身的腥味。子涵无辣不欢，闻到这味道自然喜欢，很中肯地说：闻起来挺香的，好像还不错的样子。他正要吃，小马说：你要是不喜欢吃就别尝试了，喜欢一个菜就跟喜欢一个人一样，喜欢就喜欢了，不喜欢就不喜欢了，没必要勉强自己。小马这话虽然是对子涵说的，但何尝不是对自己说的呢？今天的活动让他对小猪有了新的看法，但是也回不去了，所以说这样一番话安慰自己。第66章，孟云帆，你知道男生需要什么吗？小马的直爽是双刃剑，一边快速斩断了自认为不适合的姻缘，同时一切回头的可能。所以小马一再强调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同时这几天大家的反应和今天的活动，小马才真正的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那一件伤到的不光自己和小猪的姻缘，而是斩断了自己在小屋里面所有的姻缘。
小马的骄傲让他不得不一遍一遍地强调自己性子直，周而复始。小熊和申哥作为上一季的元老，又是今天活动的发起人，自然会处理这样的问题。我有点好奇，小熊说，你们男生都知道女生在感情中需要什么吗？很明显，在任何时候转移话题是最好的方式。孟云帆认真的回答，我觉得分场合。小熊，怎么说？孟云帆，今天这样的场合自然是给他安全感。说完，他指着餐桌说，像这样的情况肯定更需要陪伴和理解。孟云帆，简单来说就是理解和真诚。小熊鼓掌，不错呀，理解和真诚满分。小熊说，来，我们每个人都说一下吧。有了孟云帆这个标准的答案，后面的人不想落俗套，所以都没有直接说话。反正是话很少的老张看看没人讲话，就开口了，我觉得需要陪伴、支持和勇气。小熊引导他继续说，那你觉得哪个最难给到对方？勇气。老张的双手紧张地搓来搓去，因为我自己是一个被动的人，我这样的情况应该需要被人引导。孟云帆的想法不一样，他还是很坚定地说，我觉得很多事情不能想当然的，还是需要换位思考，相互理解很重要。孟云帆和老张两个人两个回答没有对错，但是很显然也代表了他们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张绍刚，老张说的是自己需要的，不是女生需要的。秦岚，女生也需要，但是她只带入了自己。张绍刚，那云帆的理解满分，感情是两个人的事儿，特别是这个时候是需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的。秦岚，老张有点固步自封了。张绍刚叹息，其实他俩的起点都差不多，但是云帆每次都是有效输出，所以就喜人。秦岚，对啊，云帆和老张开始都不确定，但是云帆做的每一步都让人喜欢。网友更多的时候是看热闹。经过张绍刚和秦岚的分析，他们才真正意识到，在小屋里每个人的机会是相等的，但是有人抓住了，有人没有抓住。网友评论，小诗约着云帆跑步，这么几天了，小诗还念念不忘。和子涵约会2次，子涵那么内敛的人也很青睐他，每天吃着小马的早餐，冷脸小马对他另眼相看。再看看老张，真的总是说自己被动，可总不见行动。小马抽到了老张的咖啡机，当时那么高兴，甚至后来还有一次约会，结果没了下。和子涵逛超市的时候，明明笑的话，回来之后没了下文。和小诗单独约会后，嘴上说着喜欢，可一点行动都没有。个人感觉，就算再被动，也要带一点主，感情是相互的。云帆的优势在于每一次接触都有回馈。老张在收到了情绪价值后非常享受，可是不会反馈给别人情绪。老张真是一手好牌，打得稀碎。网友越分析越觉得老张只会打嘴炮，云帆才是真男人。小熊听了云帆和老张的回答之后，沉思了很久。那小猪呢？你怎么想的？他问小猪。小猪说，我觉得女生更需要情绪安全感和倾听。我觉得女生比较容易感性，所以我在投入感情的时候也会比较感性，这样会共情。安全感是责任和信任。小猪的这番话是说给谁听的？大家都一目了然。坐在他旁边的高兴这一阵是真的很开心。小熊说，不错呀，你还挺懂的。那杨毅，你呢？他又问杨毅。杨毅苦笑着说，我不懂，教教我。孟云帆，就是不懂，你更应该说，只有说出来，大家才知道你哪里不懂。杨毅，其实他们前面说的都很好，安全感很重要，因为我做的不是太好，所以我觉得包容和理解很重要。还有一点，我跟大家不一样的是，我不确定。小熊，那你是要好好的想一想，跟大家学一学。他手指的方向是云帆和小猪。观察室里，张绍刚说，云帆和小猪真的很让人安心，不管是在运动场还是在其他的社交场合。秦岚，那当然，云帆可是我第一个看好的人，小猪的 CP 我也一直在磕。张绍刚，那老张和杨毅两个老大难，怎么办？秦岚，老张他只想象不行动，这就太难了。张绍刚，还有那个杨毅，只行动又不思考。秦岚，他俩要是中和一下多好。张绍刚，对，互补。这么一对比，观众也看出来了，难怪云帆和小猪有人追，这情商杠杠的。老张情商也行，但就是不行动。每次听杨毅讲完话，我都感觉他没有听懂。哈哈，杨毅在某些方面的确少根弦，所以当时为什么没有选厨师小伟呢？说不定会喷出不一样的火花。可以投票换小伟回来吗？几位男生都聊完了，大家又都进入了下一个话题。孟云帆想到了一件事情，所以他又直接把话题给扯回来了。我有一个问题。他打断了大家的对话，所有人都看向他。孟云帆问了一个让人想不到的问题，在女生看来，男生需要什么？这个问题把小熊也给问住了。他看向申哥，对啊，男生需要什么？申哥一拍大腿，对啊，怎么没人问问男生需要什么？我发现在所有场合，
都会有人问女生需要什么。孟云帆很疑惑，可从来没有一个场合有人问男生需要什么。第67章，男女压力来自不同的地方，需要相互理解。孟云帆问女生知不知道男生想什么，在场的女生们相互看了一眼。这个问题其实并不算难，毕竟男女平等的。刚刚女生需要什么，男生也是同样需要什么。他们犹豫的是要不要第一个站出来说。他假装不在意地扫视了一圈。这个问题是孟云帆问的，他当然希望有人回答。就在要收回眼神的时候，坐在他旁边的子涵说话了：我觉得感情是相互的，但男生和女生的需求会有一点不同。在我看来，男生需要信任、支持和自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有要完成的事情。支持他的事业、兴趣爱好，相信他的做法，给他一定的自由。特别是自由这一点，更多的女生可能比较粘人，需要全程陪同，但是男生需要有自己的空间。孟云帆鼓掌，说得不错。子涵说的话，孟云帆第一个肯定。不管男生和女生都需要信任和支持，但是自由男生要的肯定多一点。小马不理解，为什么其他地方一样，这里不一样的？孟云帆，这就是因为男女压力来自不同的地方。男生因为天生的责任感，很多压力需要自我消化。他说完这话，小马又要立马反驳，他及时制止。我说这话并不是说男生比女生强，事实上，在很多时候，女生的抗压能力比男生多出很多。大家都知道，很多时候女生面临的压力和困难比男生要多。男生在需要自由这方面，跟女生需要陪伴是不冲突的，需要相互磨合、相互理解。子涵和云帆两个人的疯狂输出，让很多人都理解紫云 CP 了。刚进小屋的时候，每个人都在努力表现自己，只有子涵在笑着，认真地倾听着每个人的需求。他第一眼就知道自己的理想型是云帆，却没有打扰他。一次约会过后，子涵很确定自己的心意，但是也没有刻意做出让人误会的举动，而是以后默默关心，给了云帆绝对的自由。这里对比小诗就有很强的掌控力。小诗第一天收到唱片，第二天所有女生都不敢和云帆互动。对于男生来说，少了自由，而云帆自己本来就很强大，他会换位思考，知道每个人都很不容易，所以他需要空间，也会给对方空间。子涵说完以后，高兴在小猪眼神的鼓舞下也说话了，觉得男生在两个人相处的过程中需要得到鼓励，做什么事情都要给到他陪伴和鼓励，还有就是真诚。男生就也需要情绪价值，需要偏爱，需要边界感，需要陪伴。小猪端起酒杯，和高兴碰到一个，谢谢。高兴刚进小屋的时候，小猪正处于一个需要情绪价值、需要关心陪伴的时候，是高兴让小猪迅速回血，两人遇到的时间刚刚好。小诗，我觉得男生需要的是被认可，就是在任何条件下都信任他，只有被认可了，有了安全感，自然有了自由的空间。小诗说的也是自己的情况，他觉得自己没有被孟云帆认可，他缺少安全感，真的很需要被认可。最后没有发言的只有小马了。其实这不符合小马的性格，因为在这种场合，小马一般都是一马当先，任何话题都是冲在第一个的，就像之前的茶话会。但是小马今天迟迟没有发言，直到被小熊点名。小马，你也说说吧。小马犹豫了很久，说说我的前任吧，我觉得他最需要的是新鲜感。孟云帆，这么不同吗？他对另一半很好奇，还是自己要保持神秘感？需要我去理解他，支持他？小马声音越来越低沉，情绪越来越压抑。那个奇葩就不要再提了。孟云帆及时把话题拉回来，你就说说你觉得其他男生需要什么呢？小马向后伸了一个懒腰，认真的想了一下，他回答需要坚定的选择和安全感。小马的这个回答可以看出他是真的进步了，这个进步的点明眼人都可以看得出来，是从小猪身上学到的。因为高兴坚定的选择小猪，并给了小猪安全感。小熊经历过小屋前面的事情，自然不了解这里面的门道，他热心的跟大家分享自己的事情。我跟申哥刚在一起的时候，因为我的事情想得比较长远，喜欢规划。申哥，我也是这样的人。小熊撒娇，你当时不是的。申哥及时改正，对，我当时比较务实。小熊拉着申哥的胳膊说，你的性格很慢。所有人都看着他俩，小熊又放开了申哥的胳膊。所以刚开始我们会有一些矛盾，就是我催着申哥做事，那时候我就不太相信他能够把事情做好。申哥及时补充，其实我有自己的节奏和规划。小熊，其实他一直有规划，但是我俩节奏不太对，我总是用我自己心中的要求去要求他，我希望把他调整成为我理想中的那个样子。其实有时候我并没有看到他每天在做什么。申哥说自己尽力了，但是我看不到结果，或者说这个结果我不满意。这是很多人最终遇到的问题，都在努力，但是因为不同频，所以会有争吵磨子涵。
后来当我发现他真的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真的明白他是有在做，而且真的很尽力。小熊回忆这段过往的时候，整个人闪闪发光。世界上没有完全配对的两个人，只有相互理解、相互调整、相互适应。那时候我就明白了，我不能爱上一个我想象中的人，我要去爱一个具体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小马突然问，那你是妥协了吗？妥协吗？小熊有点懵，应该没有。申哥，不是妥协，而是把自己的想象完全击碎，发现一个新的我。他会发现原来自己爱的是这样的一个人。小熊，当我发现他是一个具有血有肉的人的时候，我会拿欣赏的眼光去看他这个人，而且经常去鼓励他，激励他。申哥，在他的鼓励和激励下，我做得越来越好。两个人边撒狗粮边向大家解释他们的心路历程。孟云帆看得很清楚，真的不是妥协。如果是妥协的话，就不会拿欣赏的眼光去看他的。的确是这样的，两个人的感情可以相互磨合，但是不能是妥协。一旦一方面开始妥协，那就意味着会失去平衡，必定不能长久。这是孟云帆追求的势均力敌的平等的感情。第68章，这就是看恋综的真正意义。人在经过高强度的运动之后，身体会疲惫，大脑会放松，所以大家谈的内容都是直击内心的。这些话的意义非常重大，很多人从这中间学到了，很多网友也在这些话里面找到了自己想要的。很多人都是接触之后才知道喜欢什么样的，之前的那些条条框框在喜欢的人面前根本不值一提。理想是完美的，但现实中并没有完美的人，所以两个人是相互磨合的一个过程，一定要学会相互欣赏，这样感情才能够长久。这就是我看恋综的真正意义，不管男女嘉宾成不成，都能够学到一些人生真谛。这段话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升华，真的学到了，大家讲的都很深刻，认真看总会从他们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这段话把大家都升华到一个不同的位置。杨毅问，所以这个变化是发生在小屋期间还是在后面呢？杨毅真的是有很多不确定在里面，所以他想问清楚。小熊认真的说，是出了小屋之后。杨毅，那在小屋的时候你怎么确定他就是你的理想型呢？其实在小屋的时候，开始我的理想对象并不是申哥。小熊说完捂着嘴，这是可以说的吗？大家都笑了。就是在接触的过程中，我发现了申哥的好。我告诉自己不要有太多的杂念，把一些标签、角色、身份全部都删除掉，用心的去感受他这个人，知道了他的想法以及对未来生活的看法，觉得他很真实，给我的感觉就是踏实、真诚，还有很多的家庭责任感。小熊越说越带劲儿。孟云帆打趣，申哥，小熊姐这样一直夸你，你受得了吗？小熊靠在申哥的肩膀上，我经常这样夸他的。申哥被小熊说的有点害羞，他摸着鼻子说，得妻如此，夫复何求。看到小熊和申哥这么甜蜜之间的关系，小屋的众人都发出惊叹声。才认识了10天的时间，到目前为止还处于一个暧昧阶段。看到从小屋里出去的人有一个好结果，自然对自己也充满了信心。弹幕，看看前辈是怎么恋爱的，这也太甜了，他们真的太恩爱了。撒娇的女人最好命，哥谁不迷糊啊？元老现场教学，大家快学起来。在大家都笑过之后，申哥一本正经地说，看到了，没努力是有用的。张绍刚、小熊和申哥对他们的帮助应该很大。秦岚就怕杨毅继续往错误的方向努力，还有老张在行动上也要努力一下。张绍刚略显遗憾地轻轻摇头，杨毅还不清楚，但是感觉老张很难改变了。吃过饭之后，看看时间也差不多，小熊和申哥两人准备撤退。在车队之前，他们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他们来小屋的主要目的就是助攻男生，并且选一位男生给到特权。至于这个特权的机会给谁，他们就已经想好了，但是流程一样的不能少。所以在饭后，大家回到了小屋，女生该休息的休息，男生抽空找小熊和申哥寻求特权的机会。小熊说，我们下午会一直在喜欢你小屋，机会只有一次，大家自己争取哦。申哥给几个男生加油，登哥和小熊把其他的时间都留给大家，他们先去了喜欢的小屋等着。杨毅说，要不我先去吧，我有挺多问题想要问的。其实孟云帆不在乎这个一次的特权约会，毕竟如果以后交往又不是天天单独约会，还是要看生活和细节，所以他根本无所谓这样的机会。其他几人想着杨毅是最后来的，也没有和他争。行，你去打头阵。小猪打趣，张绍刚，他们只能选择一个人助力，你们觉得先去的会有优势，还是后续的有优势？秦岚，如果是我的话，接触1天下来，现在心里已经想好给谁了。张绍刚来了兴趣，那你觉得会给谁？肯定是给秦岚。说了一半停下了下来，我给谁不重要，
是要小熊和申哥决定的。张绍刚笑着说，那你觉得小熊和申哥会给到谁？秦岚想了想，如果用运动场上的输赢的话，他们会给到孟云帆；如果站在课堂的角度，应该也会给到孟云帆。看了半天，都想知道最后会选择谁啊？是优雅知性的小诗，还是可爱贴心的子涵？你这横竖都是孟云帆了。张绍刚，那有没有第三种可能？秦岚，那就是老张了。也不怪秦岚这么猜。小猪和高兴说什么，但是两个人互动频繁，小屋里所有的人也都在助攻这一对，所以自然用不上特权。而杨毅自己都不确定，没有想好要怎么做。就算给了杨毅特权，他也整不出什么变化来。至于老张，如果给老张的话，那完全就是同情分。他只说不做，或许小诗和申哥会因为同情他，给他一次特权的机会。但是为什么会选孟云帆？是因为上午的4场运动，他表现的都非常好，而且看得出来他和小诗、子涵中间的都有点关系。既然如此，让他趁今天这个机会做出一个选择，满足大家课堂的心理，也是很合情合理的。但这些都是猜测，真正的选择权还是在小熊和申哥手里。杨毅到了喜欢你小屋，和小熊他们打过招呼之后就坐下了。他坐下后握着双手，不知道怎么开口。还是申哥先开口的，没事，你怎么想的可以直接说。杨毅，其实我今天的状态你们能看得出来。申哥，是能感觉到，挺明显的。杨毅，其实我想两个人关系更亲密一点，但是看得出来他不喜欢，所以我就没做了。小熊和申哥没有参与他们前面的活动和对话，但是通过今天的观察，从这话里已经听出来了。小熊一脸疑惑地问，他是委婉地拒绝了你啊？不是的。杨毅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他也说过让我坚持做我自己，而且对我不反感，只是缺少那种心动。小熊和申哥对视一眼之后，小熊提议，你再找他聊聊看，我觉得你们没有聊明白。杨毅苦笑，我很在意他的感受，对他的时候是小心翼翼的，我是希望和他聊的时候有正向的反馈，但是如果他又拒绝的话，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第69章，你在规划未来的过程中更愿意把谁添加进去？看杨毅苦恼的样子，申哥提议，我觉得你还是要找机会再聊一聊。杨毅点点头，他明白这个特权机会不会是自己的了。他正要离开的时候，小熊说，其实你是后来的，你们接触的时间相对比较短，也可以试着了解其他人。杨毅没想到他们最后给自己这样的建议。弹幕，杨毅希望有正向反馈，子涵给的反馈是拒绝。他是觉得自己付出了，别人一定要给他答应吗？这就有点太强人所难了。希望杨毅能够早点看清自己。杨毅离开小屋回到了大厅，其他3位男士都在大厅里。孟云帆和小猪正在打游戏，老张窝在沙发的角落，好像睡着了。他跟正在打游戏的孟云帆和小猪说了一句话，就回房间了。小猪，这聊的什么结果？也不和我们说说。孟云帆，你想知道你就先去呗。小猪犹豫了1秒钟，就站起来了。那我先去了。孟云帆，你怎么有种慷慨赴义的悲悯感？小猪，你不懂。是，我不懂。孟云帆，你快去吧，懂王。此时在房间里的杨毅脑袋里快速地回想了申哥和小熊他们给的建议。今天子涵拒绝的意思很明显，如果找他聊，肯定又是拒绝的。很明显，申哥的方案不能用了。小熊提议换一个对象。杨毅在脑海里迅速闪过小屋里几位女生的脸，高兴和小猪几乎绑死了，没可能。小诗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已经跟小诗约会并达成了同盟，注定只能是朋友。小马太厉害了，惹不起。他认真的梳理一圈下来，还是只有爱笑且温柔的子涵适合自己。当然，杨毅在想这些的时候，只想到了自己的爱好，却并没有想过自己的能力是否匹配。那边小猪已经到了小屋，他努力保持让自己看起来很开心。和杨毅比起来，他很轻松自在，但是神情也是少有的严肃。小熊问，你之前有用过这个小屋吗？小猪，有来过2次，而且和不同的女生。小熊和申哥对视一眼，有故事。小猪也没有藏着掖着，他把自己在小屋里的经历简单的说了一下，并说了自己的感受。其实我不是一个主动的人，但是我主动了，可是他退缩了，畏惧了。我个人比较自信和骄傲的人，所以我会有很强烈的挫败感。小熊说，你说的真的非常对，特别是挫败感这个词，感觉是吧？才接触几天，不会有特别深的感情，你可能更多的是委屈。小猪说，对，做了很多没有被看到，肯定会有一些情绪。就这时候刚好又跟另外一个女生约会，我又感觉被治愈，被温暖到了。申哥问，你是怎么看待这份温暖的？只是感动，还是已经被点燃了？小猪，感动和点燃都有一点。他的声音低沉却有力，
不管是一见钟情还是日久生情，只有温暖是没有用的。小熊，你说的太好了，但是希望你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哦。申哥，保持自己的节奏就好。小猪真的理解得非常通透，现在的他真的成长了很多，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完全不需要别人的帮助。弹幕：小猪真的非常好，高兴真是捡到宝了。小猪和高兴两人是互补，听到小猪是挫败感，我心里也放心多了。不知道小马会不会后悔。小猪离开小屋之后，很高兴地回到了小屋。看样子你收获不少啊。孟云帆说。小猪笑得压点不好意思，有些事情还是要说出来，说一遍很多思绪给理开了。孟云帆，那是好事呀。你俩谁去啊？难得小猪开心之余，还记得催促他俩赶快过去。窝在沙发里的老张把头抬起来，云帆，你先去吧，我再想一下。那我去了。孟云帆，其实他思路很清晰，住在小屋10天了，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和规律大概也都了解了。参加大的活动可以了解一个人在处理不擅长事情的时候应对反应，这是大的格局观。而约会这样的生活方面，其实日久见人心。孟云帆到了小屋里，话说我还是第一次来这儿呢。小熊捂嘴笑了，哈哈，我还以为你们几个人你会来的最多，结果小猪都来了2次，你1次都没有。申哥打趣，对啊，就你这情况不应该啊。孟云帆的外在条件非常好，而且今天在活动的时候，控场能力以及男友力都是很优秀的。这样的男孩子即使什么都不做，也会有女孩子追求的。孟云帆可能没有合适的机会，没有想好怎么聊。来吧，说说你在小屋这段时间的感受。孟云帆说了自己见到每个人的感受，以及和小诗跑步以及和子涵约会的感受。小熊，那你现在是怎么想的？孟云帆，我一直认为太早的做决定对大家都不好，毕竟我们在小屋的时间一共才21天，几乎没有试错的机会，更没有重来的机会。孟云帆到这个世界10来天的时间，快速的与这个社会融合，所以我也一直在快速的调整自己的状态。今天听了你们的分享，我想我知道我要做什么了。小熊好奇，比如展开说说。自然是先规划好未来。孟云帆说，一定要有未来的规划，这一点小熊很认可。如果申哥没有未来的规划，我也不会做决定。申哥好奇，我真的很想知道，你在规划未来的过程中，更愿意把谁添加进去？孟云帆，这是可以说的吗？所有的恋综节目都有不成文的规定，在没有结束的时候，不能直接表白。高额的违约金不是说笑。虽然孟云帆现在的财力无所谓，但是他觉得没有必要。申哥笑着说，我大概猜到11天之后见分晓。孟云帆，一切皆有可能。观众听到孟云帆认真的分析自己这段时间的生活经历，也深有感触。云帆做的真非常棒，如果是我可能会被小屋的环境左右。在一个高强度社交的环境里，能够时刻保持清醒，真的不容易。云帆做到了，而且他还游刃有余。男生只有云帆是百搭型的。大家猜一下，最后云帆会跟谁在一起？不管是诗人说梦还是紫云 CP， 我都可以磕。我最反骨，我磕唐小马和云帆。哈哈，果然反骨，不过我支持。第70章，自我感动的老张。孟云帆离开小屋之后，小熊和申哥2个人都笑了。这一期氛围真好。小熊，他们对我们都好坦诚，什么话都和我们讲。小熊说这句话，自然是对比他们那一期。那一期环境太过于抓杂，也没有现在小屋这么和谐。小熊感叹，不管前面几期也好，这一期也好，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努力，而且不去打扰别人。申哥，我们那一季也非常好，如果不好，我怎么能遇到你呢？小熊笑着靠在申哥肩膀上，遇到你我很幸运。话说另一边，孟云帆到了大厅。现在的小屋里，几个女生在3楼休息，杨毅和小猪都回自己的房间了。大厅里只有老张在沙发上假寐。孟云帆，老张，到你了。老张听到动静就站了起来。那我去了，加油。孟云帆给他打气。观察室里张绍刚很欣慰，这次的扩列门开得很有价值。秦岚说，小熊和申哥他们真的非常睿智，看问题一针见血，而且态度很温和。张绍刚，这是在小屋里住过21天的人，自然有经验。老张到了小屋里面，相互打了招呼之后，他认真的看看这个房子。我还是第一次来这里。申哥问，说说你今天有什么感受？老张，申哥，我感觉今天你给我那种说不出来的感觉。老张说，这个小屋之后，我觉得没什么机会去好好的了解一个人，包括自己的状态和一些想法也没有机会传达。小熊，你说的是谁啊？而他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1天下来，大家或直接或侧面都表达了自己的感情倾向。只有老张做每一个活动都很认真，
但是对搭档或者其他的女性有任何主动方面的行为。老张说，小诗第一理想型约会，他的理想型是我。小熊点头，所以你们有过一次约会？老张，是的。小熊看了一眼申哥，那眼神充满了疑问。小熊，他有感受到你的主动吗？申哥换了一个思路问，那在约会或者平时关心他的时候，他对你的反馈是什么？老张苦笑着说，其实第一次约会的状态还行，但是后面我觉得自己有点自作多情了。自作多情？小熊又把话题给拉了回来，我想请问一下，你今天的主动是什么？老张，我今天开始选了小诗。小熊，然后呢？还有其他的主动行为吗？老张，我看他更习惯靠近云帆，就没有打扰了。小熊叹了一口气，那就是你选择了逃避，什么都没有做了。俗话说得好，旁观者清。小熊这句话对老张来说或许有点过于直接，但是站在小熊的角度，这一天看得很清楚。老张活动的参与感不高，根本没有任何主动行为。不说别的，连给女生送水的动作或者主动问候的话语都没有。可能在这样的场合里，可能大家并不需要这些。但是如果在比赛过后，有人和你分享输赢，在感觉到疲惫的时候，如果有人送水送上鼓励的话，这些都足以让很多身边的感动。可老张不具备这样的功能，他像一个看客一样看了一天。弹幕：小熊的潜台词，这么好的机会，你任何事情都没有做。他们的问题实在太好了。老张就是在自我感动，只有自己以为，自己不努力还要说别人，这就是自我感动型的，就嘴上说说，什么也没有做。老张的自我认知是不一样，他认真的说，今天可能是有点逃避，因为这几天有做一些接近小诗的行为，或者是我表达错误。总之，我没有得到什么反馈。说完直接老张语气，又说了另外一点，我和云帆是很好的兄弟。小诗主动找云帆晨跑了2次，我觉得每个人都有相互了解的权利。申哥说，或者在云帆心中也是这么想的呢，看他今天的表现，他和小诗也只是在正常队友的关系。老张点点头，其实我这几天有点迷茫，我处于一个比较低迷的状态。小熊认真的说，你先想一想自己对小诗是怎样的感情。首先你要明确自己的感情，不管结果怎么样，不要给自己留遗憾，感情也好，兄弟情也好。申哥非常认同小熊的说法，因为有的时候你以为你主动了，但是对方没有感受到。小熊说，就是重启自己，重新体验小屋里面的生活。张绍刚非常认同他们的说法，通过之前的格式化，一切重新来过。秦岚，听他们这意思，要把特权给老张了。张绍刚，感觉有点像，我们先听听看。小熊和申哥对视了一眼之后，又给了老张一些意见。我想有一件事你是知道的。小熊说，我们今天来是有一次特选约会的机会。老张点头。申哥说，本来我们有心中预定的人选，不过在聊过之后，我们决定把这次特权的机会给到你。老张对此表示了感谢，我真的很需要这个，感谢你们。其实小屋的时间已经过半了，可能我需要把这些事情比较清晰的说出来，让大家也能够了解彼此的想法，这样有助于我后续的跟大家的相处。看到这里，网友们都有些愤愤不平。小熊他们本来有想给的人，聊过之后把特权给了老张，这样对其他人真的很不公平。他喜欢的只有自己，没有看出他喜欢别人。看老张的意思，一开始对这张特权券是志在必得的。老张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金牌投资人，如果趁其不意想要争取什么，别人还真没有机会。小屋的其他人想要得到爱情是在行动上下功夫，老张是在其他嘉宾身上下功夫。现在投资人的想法真是出其不意啊，这叫弯道超车。网友们的这些话或许有点过于苛刻，但是这何尝不是一种怒其不争呢？对于事件中心却不去解决事情，总是在寻求外援，可能是投资人的天性，但是网友们不买账。嘉宾们在小屋里已经10天了，能够追到现在的都是特别热爱看恋综的人。小屋里每个人什么特点？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牵手成功？屏幕前的恋综爱好者更有上帝视角。第71章，从说话和处事看出每个人的性格和结局。小熊和申哥两人送走了老张，两人深深的叹了一口气，一起聊了聊每个人的性格特征。最后申哥说，我觉得你需要跟小诗聊一下，不要给他一种强迫的感觉。两人商量好了之后就回到了小屋。别人往屋里面走，小熊还在交代申哥，不过你也跟其他几个人再聊聊，特别是云帆。申哥，我跟他聊什么啊？我们几个人一起玩一会就好了。小熊也行，你做事我放心。两人说好之后，申哥把几个宿舍里的男生都聚在一起闲话，而小熊就上到了3楼。3楼女生们的氛围果然没有1楼那么欢乐。小诗和子涵都有各自的想法，搞笑女小马的情绪最失落，只靠高兴一个人没有办法让氛围高兴起来。小熊的加入无疑是给大家打了一针强心剂。
小熊拉着子涵和小马的手说：“你们俩要勇敢地表达自己，特别是子涵，你们在小屋里的时间已经过半了，已经过了暧昧阶段，你需要关外放一点，该加油的地方加油，该拒绝的地方果断拒绝。”子涵是一个面上不显，但心里门清的人。今天之所以给小熊这种拎不清的感觉，主要的来源在于杨毅。子涵认为自己把话说清楚了，可通过今天杨毅的态度，好像误会更深了。他知道小熊看的是今天的状况，也没有就说谢谢小熊姐姐，我知道了。子涵并不是拖泥带水的人，那天主动找杨毅聊，就是不希望浪费彼此的时间。现在看来效果不明显，他没有很多感情经历，喜欢一个人跟着自己的内心就可以，但是拒绝一个人，子涵实在没有经验。或许试试小马的拒绝法。小马的方式看起来是有点无情，但是效果好呀。现在小猪已经完全回血，还有两高兴陪伴，小马也没有阴阳怪气了，最近好像对老张也挺好的。小马苦笑着说：“我努力的往前冲了，效果不是很好。”小熊抱了抱小马：“你说的新鲜感，我觉得不是所有人都这样，不要怀疑自己。”钢铁小马眼泪像豆子一样啪嗒啪嗒的往下落。听你说话我特别感动。小马说：“小熊，我们尽量往前看，以前的事情影响到自己以后的心情。”小马点头。张绍刚说：“其实小马今天过得也不舒服，不开心。”秦岚：“对啊，约会之后他把目光放在了老张身上，和老张不善于互动。今天这样的活动所有人都在场，又发现了小猪的好。”高兴和小诗看到小马哭了，都围过来：“怎么了？”小马说：“今天特别感动，因为你们让我觉得真的有爱情。”小熊说：“这不是你的错，你不要怀疑你自己。”小马把眼泪擦干了说：“其实我来这里就是想重拾信心，找到原来的自己。”小诗说话了：“而且你的自信也不一定非要限定于小屋里的这几个人。子涵，我们的自信不应该是由其他人来定义的，自己开心了就可以活得更加漂亮。”高兴在旁边认真的听着：“小马，你一定可以的。”弹幕看得出来，小马之前受了很深的伤，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每个人的性格了。小马因为之前的伤害，应激反应非常强烈，所以拒绝了热情的小猪。小诗很自信，恋爱方面希望男方主动适当的时候，自己也会努力。如果没有结果，他可以放弃。子涵自信美是由内而外散发的，可能第一眼不显，但身上的自信藏不住，会慢慢的吸引周围的人。高兴真的是温柔似水，而且跟所有的人都能够达成共情，比提供情绪价值。女生这边慢慢的讲开之后，小熊看他们的情绪好了很多，才找机会做自己的事情。他们把特殊约会的权利给了老张，老张一定会约小诗。他不清楚小诗会怎么看待不能拒绝的特殊约会，所以他把小诗单独约出来，告诉了他老张的想法。其实我们也不清楚这样做是对是错，但是目前来说，老张是真的非常需要，因为我们的初衷是好的，所以不希望这些事情给任何人带来伤害。你可以朋友一样帮他梳理梳理。小诗在感情方面是一个被动的人，开始云帆很亮眼，小诗能和老张谈高尔夫，就是很清楚自己需要适当的释放善意，给别人机会。后来主动和云帆跑步，和老张朋友像的聊过1-2次。老张和云帆都送唱片，只有云帆带自己听。在溜冰场的时候，云帆态度转变，但是在很多事情上依旧妥帖。可老张什么都没有做过，一直在周围默默的观察。这样的感情，小诗并不需要。他情愿追一份可能会拒绝的感情，也不愿去等待一朵不可能开的花。毕竟拒绝也是有互动的，而且还有1半的几率可以成功呢。而等待是孤独的。这么多天，在自己看来，老张一次都没有主动过，或者说老张主动的行为自己看不到，也并不认可。小诗真的不想强迫自己去迎合别人。这个时候，小熊告诉他，老张一定会约自己，所以小诗也想看看老张能够主动到什么地步。小诗也很体面的点头：“我知道怎么做了，谢谢你。”小熊说：“小屋的环境很好，你们人也特别好，我和申哥是真的希望你们在小屋里都开开心心的。”小诗，你们真的很贴心，特意提前来告诉我一声。小熊他们的做法的确很贴心。如果让节目组来纠结这件事情，肯定一个盲盒或者一个任务，女生必须答应男生的约会。如果真那样，连准备的机会都没有，你能理解就好。小熊说完，看看楼梯口，我们的任务完成了，要离开了。小诗也看到了站在楼梯口焦急的申哥，虽然很不舍，但是这个时候没有办法留你。他抱了抱小熊，两人分开之后，小诗回到房间里，叫了其他几位女生下来，他们一起跟小熊和申哥道别。第72章，子涵脸红了。小熊和申哥的1日专场到期，他们的到来为小屋每个人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方向，同时也加快了整个小屋的进程。
不过每个人的理解程度和做事风格不一样，得到的结果肯定不一样。小熊和申哥离开之后，每个人也都想了很多。小诗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冥想，小马更是直接躲在房间里面哭了起来。如果说之前他怀疑自己不会恋爱，但是看到小熊和申哥他们那么开心，所以他觉得自己不配得到爱情，这对自己产生了很大的质疑。子涵和高兴陪着他，而男生们的方式就比较简单了，他们在健身房里，老张在跑步机上走着想着，孟云帆和小猪两个人在举哑铃，杨毅在做俯卧撑，他们边挥洒着汗水边思考事情，这就是男女差异的表现。观察室，张绍刚说不知道今天的行动会对他们的投票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观察室的众人根据今天的事情，他们猜测了一番投票结果。晚上大家按照规定写信投信。孟云帆上3楼的楼梯道，他正准备投信的时候，高兴从房间出来，看样子准备要下楼。啊，不好意思，不知道你在，我马上回去。高兴连忙说了，回去并把门给关上。孟云帆根本来不及说话，轻轻地摇摇头，把信投给了子涵。小熊和申哥说的对，小吴的时间已经过半，是时候该做决定了。孟云帆投完信，正要下楼的时候，子涵从里面房间冒出一个头来。云帆，等一下。孟云帆站定了，子涵双手背在身后，慢慢地走过来。我有一个东西要给你。听高兴说你在这边，他从身后拿出一个黑色的保温杯，这个送给你。孟云帆接了过来，怎么想着给我送杯子？子涵，看到了，昨天看到了，觉得合适你就买了一件。孟云帆，谢谢。子涵，小屋里那几个杯子有一个向日葵的，你看到了吗？小屋里有12个款式一样的杯子供大家用。女生们都很细心的在自己的杯子上做了标记。孟云帆想起最近总是看到一个画了向日葵的杯子，他记得子涵说过喜欢向日葵，所以一直以为那个杯子就是子涵的。孟云帆看到那个杯子里面经常都是泡着菩提花茶或者决明子菊花茶，虽然奇怪子涵一个女生为什么不喝玫瑰花、茉莉花这样的茶。孟云帆，那个杯子我看到，我以为是你的呢。子涵，我的杯子我画了一个口红。孟云帆，那杯子里面泡着不同的花茶，也是你准备的。子涵笑着说，这几天我经常不在小屋，所以给你准备了一些花茶。他是大厂的高管，虽然可以不用每天坐班，但是开始的时候每天都在聚会，确实耽误了一些工作，所以这几天每天都是早出晚归的。可即使是这样，即使是子涵也依旧关注孟云帆的生活，还给他准备了花茶。孟云帆，今天好像是金盏菊。子涵，今天运动量有点大，就泡了点菊花。孟云帆，那行，我现在下去就喝点。说完他就要下楼，子涵拉住他的胳膊，感觉又有点冒犯，又急忙松开，现在太晚了，少喝点。孟云帆看子涵的整张脸都变得粉扑扑的，他没有点破，笑了笑，举起手上的杯子说，还有这个，谢谢了。子涵又交代，保温杯可以泡茶，平时出门的时候用。孟云帆笑了，我知道。子涵脸更红了，捂着脸跑回了女生宿舍。孟云帆看着子涵刚刚拉过的胳膊，笑意更深了，原来被照顾的感觉是这样的。之前孟云帆每次跟子涵接触，觉得没有压力，很轻松，很开心。孟云帆觉得自己找到了在这个世界上被需要的感觉。在今天子涵的这些主动行为一下子暴露在他面前之后，他一下子有感觉自己被照顾到，被温暖到。这种感觉和林女士的关心爱护是不一样的，毕竟这副身躯本来就是他们儿子的。这个小屋里一切都是全新的开始。观察室，张绍刚，子涵以前一直关注着云帆，但是没有告诉他，但是今天子涵直接当面说了。秦岚，这样才对吗？说出来两个人心中都有底了。张绍刚再次感叹，小熊和申哥来对了。半小时之后，所有的人投诉完毕，孟云帆的信已经有14封了，再次拥有了开信的资格，同时也拥有了查看一位异性过去或者未来的机会。他先看了信件，一看笔记就知道这些到底是谁写的了。这里面混杂的还有一封小马的和小诗的信件。云帆把小马当姐姐，自然没有关注心里面的内容。小诗的信件他有点意外，因为在他看来，第2次晨跑过后，小诗不应该给他投信才对。孟云帆看了信里的内容，大致就是没有想到云帆会反感，以后会注意。还有一份就是分享生活的日常了。孟云帆对这些没有什么兴趣。他打开了子涵的信件，子涵的文笔一如既往的温柔细腻，每看一封信，孟云帆脸上的笑容不自觉的就深一分。他把所有的信件归拢到一起。第一次满7封信的时候他没有上去，是因为他不确定到底要看谁的信件，但今天他知道了，所以他去了小阁楼。小阁楼里放着每个人的以前的经历以及未来的希望。孟云帆走了进去，他选择了看子涵的未知信息。
打开他的信息和一张 U 盘出现在里面。这间房子正中间有一个放映机，正好可以播放。孟云帆把 U 盘插进去，子涵的身影就出现了，在了房间的视频里。子涵热情地对着镜头打招呼，他讲了自己的恋爱观念，希望对方能够包容理解自己，同时自己也可以成为另一半的小太阳，时刻去温暖对方。如果遇到心动的人，自己会释放信号，但是希望对方也能够感受到并给予回复。第73章，子涵给云帆做早餐，小马吃狗粮。第二天一早，云帆照旧出门跑操。小马昨天的心情不好，云帆预计今天没有早餐，所以在出门之前，他依旧打了豆浆。回来的时候，他听到厨房有声音，就上楼看了一下。厨房里不光有小马，还有子涵。你回来了，这个马上好。是还开心的跟他打招呼。难得啊，早上在厨房能看到你。孟帆调侃地说，我特意跟小马学做早餐。子涵一边翻着家里锅里的鸡蛋，一边回头跟孟云帆说，你等一下，我给你倒点水。小马听子涵这么说，直接把他拉住了。他又不是没长手，倒水这样的事让他自己来。子涵偷偷扭头对云帆做了一个鬼脸。孟云帆笑着说，我可以自己倒水喝。其实他想说自己也可以做饭的。看样子是子涵特意请求小马教他做早餐的，孟云帆肯定不会驳子涵的美意的。他先找到了自己的杯子，倒了一杯温开水，喝掉之后又找到了子涵的杯子，倒了2杯豆浆。马姐，你的杯子是哪一个？他把2杯豆浆放在桌子上之后，就开始问小马，我给你也倒杯豆浆。小马酸酸地说，哎呦，吃了我这么多天早餐，还是第一次主动帮我倒豆浆。子涵有点不好意思了，急忙跳出来解围，马姐，你的杯子是那个小马宝莉头像的，是吗？孟云帆听懂了，直接找到了一个可爱的卡通小马头像，这个呀，不得不说和马姐还挺像的。小马，你俩这一唱一和的，那就显得我多余了。子涵，不多余，一会儿第一块煎蛋给你。小马，本来就是我的。孟云帆噗的笑出声，你笑什么啊？小马很不满意，还有叫我小马，以后不要再叫马姐了，把我都给叫老了。小马把嘴撅起来，好的，马姐。子涵，哦，小马，我真不是有意的。孟云帆第一次见子涵这么鲜活可爱，我作证，他真的不是有意。小马嘟囔着说，你俩都是一伙的，那神情多少有点凄凉。孟云帆也不好再暗戳戳的秀恩爱刺激他了。今天的豆浆我放了很多核桃和花生，刚好是补脑的，你多喝点。小马一个眼神过来，子涵，马，小马，吃我做的早餐。是的，孟云帆不用秀恩爱刺激小马，却换了个方式，说他没脑，可不就是没脑子吗？孟云帆相信小马也知道，任何事情有很多种解决方法，但是小马选择了最激烈且最不体面的方式，虽然效果很好，但是伤敌1万，自损8000。如果到这里也没什么，孟云帆觉得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问题是，小马伤害的人现在已经全面回血了，开始新的生活了，而小马自己还在这里自怨自艾。当然，这里并不是说小猪怎么了，而是小马自己要调节好。小马，我吃好了，回去睡个回笼觉。说着，他放下这些，就准备上楼。就在这个时候，小猪出现了。你们都吃上了？小猪在厨房里看看，这还有1杯豆浆，有人喝没？孟云帆，多出来的1杯，你喝吧。这个豆浆机每次打出来刚好4杯。小猪在大家的杯子里面找了找，最后选了一个上面画着玫瑰花纹的。他把豆浆倒进去了，留给高兴。他总是一早就喝咖啡，对身体不好。小马都已经快走到楼梯口了，听到这话，摇摇头，自嘲着说，一大早净吃狗粮了。小猪手里的动作一顿，继续把冰箱里的包子放到蒸笼上热起来。听到楼梯道里已经没有声音了之后，他才小声问孟云帆，你说小马会不会后悔拒绝我？孟云帆听到这话，惊得半块鸡蛋都从口里掉下来了。大哥，你是从哪儿来的看出小马后悔的呀？小猪，刚刚他那语气酸酸的，不是吃醋吗？那是因为我俩。孟云帆看着子涵说。子涵耳朵瞬间红了，直接把头埋进盘子里面，拼命的吃里面的煎蛋。小猪一脸恍然大悟，哦，你俩呀。其实也不怪小猪如此后知后觉，他从一进小屋就快速跟小马绑定，然后受到冷落，后来遇到高兴，为了证明自己不是那么差劲儿，全身心都在高兴身上。小猪这10几天经历的大起大落，比很多人一生都精彩，根本就没空关心小屋里其他人的状态，所以他真的不清楚孟云帆和子涵已经这么好了。小猪知道小马不光是为了自己，还是因为其他人的时候也微微愣神了。不是也好，他的语气有点怅然。孟云帆理解他的心情，小猪在小马的事情上有挫败感，所以在遇到高兴的时候，他真的非常投入。他想要告诉所有人自己很棒，这件事情上是小马的损失。
其实小麻也是同样的想法，在拒绝小猪之后，他也想快速找到一个感情寄托。昨天一天的经历让小马有一种无力感，想了一晚上，小马非常明白，这种无力感是他自己的原因。他的应激反应过于激烈，在拒绝小猪的同时，也拒绝了小屋其他人对他的幻想。所以今天的小马不想被感情困扰的，他会酸酸的对云帆和子涵，也会半开玩笑的对小猪，这就是小马的可爱之处。孟云帆吃过饭，想要清洗盘子，子涵说放着，我来吧。你今天不上班吗？孟云帆看看时间，不知道子涵公司距离喜欢你小屋很远，每天早上通勤都要1个多小时，平时这个点子涵肯定出门了。子涵，今天在这附近开会，省了很多通勤的时间。这附近啊，需要我送你吗？孟云帆问。子涵，你要是方便的话，我自然愿意。子涵是个很坚定的女孩子，既然已经决定了跟孟云帆交往的时候，自然不会扭扭捏捏的。小猪捂着嘴，还真酸呀，难怪小马吃不下去饭了。你小子，孟云帆，虚晃一枪，高兴，早上好。小猪立马一本正经起来，结果往楼梯口一看，一个人影都没有。第74章，杨毅很刚，云帆4两拨千斤。孟云帆用高兴来转移小猪的注意力，自己趁机走了。走的时候还拉走了子涵。哎，你们碗还没有洗呢。他们走出好远，小猪才喊道：孟云帆，今天麻烦你帮忙洗一下，晚上我给你们做饭。小猪听孟云帆要做饭，就没有多说话了，把碗给洗了。在小屋10来天，孟云帆做了2次饭，那厨艺还真没得说。子涵上楼收拾东西，孟云帆先下楼准备了。他看了看天气，可能会下雨，就又带了2把伞。子涵下楼了，他们一起去车库了。我还没有开过你这个车。子涵说。孟云帆，今天有时间吗？可以试试。子涵看看表，晚上吧，今天下班应该比较早。孟云帆，行，晚上吃过饭了，我们开车去兜风。他晚上要给大家准备晚饭，可能没有时间接子涵，就没有提这一茬。子涵，好呀，我要是回来早的话，帮你做饭。孟云帆笑着点头。子涵果然细心，记住了云帆晚上要做饭，没有提让他接的事情，同时明明不会做饭，也表示会回来帮忙。子涵说，其实我以前不吃早餐的，不过来小屋的第一天，我就看见了你一个人在厨房吃面。孟云帆，你看见了吗？那么早？子涵笑着说，我习惯了早起，那时候还不太熟，听到厨房有动静，就在楼梯那里看了一眼。孟云帆，我要是知道你醒了，一定邀请你一起吃。子涵，是呀，看你吃的就很香，那时候我就想吃早餐，一定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孟云帆，那也没看你下来吃过几次早餐啊。子涵，那之后小马每天做早餐，我就不好意思蹭饭呀。孟云帆，哈哈，所以今天小马不愿意做了，你还给人叫起床来教你。子涵，之前怀疑小马和你，总要给你们留点空间。孟云帆，你在这里下车没错吧？他们已经到了目的地。这么快啊？怎么下雨了？子涵看了看车窗外。云帆把之前准备的伞给他，我备了伞，你带上。子涵感激地接过伞。我先下车。孟云帆，好，晚上见。看着子涵走远，孟云帆也离开了。弹幕，哈哈，感觉子涵还有好多话没有讲完。这是子涵脾气好，如果是我，下雨天，男朋友不听我讲话，还表示不会接我，我就要生气了。云帆这样才是真性情。站在理性的角度，下雨天自己还有事情，专门去接人，还不如打车更方便快捷。这就是男人和女人的区别。女人更加感性，想把所有的事情都讲清楚；男人比较理性，要的是结果。哈哈，云帆和子涵都没意见，网友们有意见，尊重每个人的选择。孟云帆这边自然是去公司刷存在感了。林女士知道了宝贝儿子下雨天还到公司，以为他缺钱花，心疼的又给他发了一个大红包。孟云帆哭笑不得的收下了，毕竟这是父母的一份心意。下午我们云帆买了很多菜，回到小屋。今天杨毅和小马都在屋里，不过他俩一人在1楼，一人在3楼，互不干扰。还是云帆回来之后，大家才一起去的餐厅。小马说，听说你要做饭，那就等着吃就好了。杨毅，我今天也可以做小美食了。2人是小屋里的大厨，大多数的饭菜都是他俩负责的。他俩知道做8个人饭菜很辛苦，所以话虽是这么说，但是也主动帮忙摘菜、洗菜、备菜。孟云帆在给肉菜焯水，小马把洗好的菜给杨毅，杨毅切好后，小马的盘子已经准备好了。你俩配合真默契。孟云帆说。小马一下子跳开了，你在说什么？杨毅后退了半步，眼神中尽是惊恐。这几天大家越来越熟，有时候会开一些玩笑，就好像小游戏一样，可以加强大家之间的互动。孟云帆是真没想到这2人反应这么大，
像合作伙伴。孟云帆，你俩反应干嘛这么大？小马，干嘛说话只说一半，吓死我！孟云帆说，谁知道你这么大反应啊？小马心烦意乱地放下手里的菜，你坐吧，我先上楼了。昨天一天他看得很清楚，今天小马没有出去，在家认真地想了一下这小屋的关系。本来上次约会之后觉得老张很了解他，觉得还不错，但是昨天的活动他觉得老张也不是最佳选择。小屋里剩下的就是杨毅单身了。小马想到杨毅战五渣的属性，而且爹味十足的教子涵，他就直摇头。今天又被孟云帆把自己和杨毅放一起，这搁谁身上都难受。孟云帆没有被影响，继续做菜。过了几分钟，杨毅故作轻松地说，小马人挺好的，但这性子太直了，我喜欢像子涵一样温柔一点的。终于还是来了。孟云帆，一个人喜欢谁是自己决定的，而不是别人决定的。杨毅没有想到孟云帆直接跳过了子涵，说了这样一句话。孟云帆看他的样子像是没有听懂，又说了一句，但那人喜欢谁是人家的自由了。杨毅嘴角扯着笑着，嘿嘿，我就随便说说。孟云帆，其实大家在小屋相聚都是缘分，不管以后怎么样，大家都是兄弟。杨毅点点头。观察室里张绍刚说，刚杨毅一说话，我以为他们要雄竞呢，谁知道被云帆四两拨千斤的给化解了。秦岚，云帆真的很会处理各式各样的关系。张绍刚，就是不知道杨毅听懂没。秦岚，我感觉杨毅又只听了前面一句。张绍刚，哪一句？秦岚，你喜欢一个人是你的自由。弹幕，杨毅跟云帆说那句话的时候真的好刚。刚有什么用？云帆一句话直接绝杀。哈哈，我看杨毅深呼吸了好久才说出那句话，结果被云帆一句话就给镇住了。云帆真的太强了，杨毅这个战五渣还想挑战，太搞笑了。可能因为是运动员，理解能力有限，听人说话只听一半。别这么说，云帆也经常健身，小猪也是运动员，人家就很好。现在还不确定，这样说人家不好，看他后续的表现就知道他听懂了。第75章，今天的糖是紫云 CP 发的，笑点是杨毅给的。子涵回来的时候就看到厨房里两个男人在忙碌。回来了。孟云帆，杨毅今天回来的挺早的。子涵点头，今天答应云帆回来帮忙的。杨毅听这话有点扎心，他做了很多次饭，子涵没有想过要帮忙，他也不知道云帆和子涵什么时候约的。子涵在厨房里看看，杨毅你去休息一下吧，平时都是你做菜，今天也该轮到你享受美食了。杨毅，没事儿，这些我都做习惯了。子涵，哦。孟云帆，帮我拿个盘子。哦，就来。子涵说着就拿了一个盘子。哇，这是香酥鸡块。子涵看着锅里的菜流口水，你先帮我尝尝味儿。在起锅之前，郭云帆用筷子夹了一块鸡肉，吹了吹就递给子涵。子涵上身前倾，把那块肉吃掉了。好吃。子涵赞不绝口。看到这一幕的观众们都表示磕到了。哦，太甜了，我也想找一个喂我吃饭的人。云帆也太会了，高情商多金且温柔，这样的男朋友给我来一打。百年修的朱小俊，千年修的孟云帆。柠檬树上柠檬果，柠檬树下你和我。不，还有一个杨毅。哈哈，杨毅这下应该懂了吧？太尴尬了，如果我是杨毅，我就退出了。哈哈，如果我是杨毅，我就去找小马姐姐，多香呀。可马姐情商严重，杨毅情商着急，给不了马姐温暖。网友聊到了情商和情商，这是一个好问题。观察室里面，张绍刚就这个话题拉着众人讨论起来。小屋里，刚刚的小插曲之后，其他人也都陆续回来了。厨房里有孟云帆做菜，子涵帮着收拾，还有一个打下手的杨毅，所以其他人也都很识趣的没有往厨房里凑。等饭菜做好的时候，孟云帆在楼梯道喊一声，楼上楼下的人都来了。有两个帮忙的人，所有的菜和餐具都已经摆放整齐了，桌子上看着摆得满满当当的，特别有食欲。哦，看着还真不错耶，色香味俱全了。小马第一个夸奖。哇，看着就好香。高兴说，小猪，这有餐厅吃饭的感觉了。孟云帆，都快坐下吃饭吧，凉了就不好吃了。吃饭的时候大家聊天也很愉快。小诗说，今天云帆做饭，那就是我洗碗了。这是一开始定下的，后来每天都有活动，加上杨毅要表现，这个约定就没有实现过。今天小诗提起来，大家才想起这一茬。小猪说，要不我们重新分一下组吧。那个时候这个提议是小猪提议的，也嘴支持的。现在第一个打破的也是他，当然也有人不愿意，比如小诗。还是我来吧，到小屋这么久，我还没有做过饭，也没有洗过碗。他都这么说了，众人自然不好再说什么。老张，那我帮你一起洗。小诗，没事儿，我一个人可以的。
老张少见的坚持说：“我还是和你一起吧，要不我们出门就太晚了。”小诗，好呀。他们这话众人一头雾水。小诗咬着筷子说：“老张获得了一次特权约会，他约我饭后出去走走。”大家都懂了。孟云帆给老张了一个大大的赞，再这样做才像一个老爷们，之前扭扭捏捏的一点都男子汉。孟云帆一直认为男人喜欢一个女人没什么大不了的，大大方方的表达出来就好，即使被拒绝也比什么都不说的好。饭后，杨毅提出帮忙洗碗，让老张和小诗早去早回。小诗直接拒绝了，这本来就是我的事情，我肯定要做的。杨毅还要说什么？老张也说话了，我也需要做点家务。杨毅只好留给小诗一个愧疚的眼神，然后暗暗的鼓励老张加油。弹幕：杨毅简直要笑死我了，一边要助攻好兄弟，一边要助攻盟友。现在很明显，好兄弟比朋友重要。其实他可以助攻小诗追云帆的，这样他就有机会和子涵相处了。杨毅那脑袋瓜子想不到这么远，哈哈，我要笑死了。今天的糖是紫云 CP 发的，笑点是杨毅给的，大家不要太荒谬，杨毅知道了心该多痛。网友们说是说笑是笑，小屋里的生活依旧在继续。老张带着小诗出门前还叮嘱他穿厚点，晚上外面冷。当时听到这提醒，杨毅听了都叹息，他就搞不懂了，老张为什么没有约一个白天的时间或者晚饭前一起出去吃饭，这样更容易拉近彼此的距离。现在吃完饭出去遛弯，却在提醒别人要穿厚点，这脑回路一般人都实在搞不懂。杨毅之所以听见了老张和小诗出门前的对话，是因为他一直在大厅里等着子涵。晚饭后，他在犹豫要不要帮老张洗碗的功夫，孟云帆就带着子涵出去遛弯了。这是在后花园凉亭里，小猪和高兴告诉他的。现在老张和小诗也出门了，家里就剩他和小马了。杨毅没有找小马聊天的打算，他在自言自语：怎么都喜欢下雨天往外跑呢？在家里做做游戏，聊聊天不好吗？而此时，小屋外面的停车场里，孟云帆的车上好，子涵坐在驾驶座，他坐在副驾。子涵是会开车的，只不过是第一次开孟云帆的这辆车，所以他需要熟悉一下。子涵问：可以调整一下座位吗？孟云帆：当然，你现在是驾驶员，一定要坐着舒服。子涵自己调了一下座位，感觉还是不太到位。云帆手跨过座位过来帮他调整座椅。从远处看来，两个人的身形有大面积的重合，但他们自己没有感觉到不妥。雨刷在哪里？调整好座位的子涵问。孟云帆指给他看，这里。这里是刹车和油门对吧？子涵再次确认。对。那我开了哦。没事，我看着呢。第76章，紫云 CP 天涯海角 vs 老张小诗约会。孟云帆带着子涵熟悉自己的车，子涵上手的非常快，不一会儿就会开了。孟先生，我很乐意为你服务。子涵，有想去的地方吗？孟云帆：天涯海角。好嘞，这就出发。子涵开着车子就慢慢的出发了。其实两人都没有真正想去的地方，不过孟云帆说了想去天涯海角，所以子涵就把车开到了海边。找了一个地方停车之后，他们就在海边吹着海风看着夜景。这地方空气真好。孟云帆感叹：我就知道你想来这里。子涵说：这是昨天你选的海景。孟云帆：难为你居然找到这里。子涵不是这里人，能够在一天之内找到图片上的具体位置，肯定是花了心思的。孟云帆和子涵这边岁月静好，另外一边老张和小诗就没有这么好了。小诗开玩笑地说：你和申哥他们说了什么？他们会把这个特权约会给你呢？老张苦笑：可能是觉得我问题比较大吧。小诗是感受到上次约会完以后，你是有一些变化的，你给的一些信号和表达，我有感受到。老张听到小诗这话，眼睛都睁大了一圈，紧张的说不出话来。小诗说：其实之前我有想过找个机会和你聊一下，我感受到你这个过程中，你有一些混淆或不开心的情绪在里面，所以有这个机会我就想说一说。老张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约会之前，他以为自己做的事小诗没有看到，现在小诗告诉他自己感受。老张感情方面很空白，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这样的心情。小诗说：其实我也有认真的整理过自己的思路，按照画像来说，你应该是我的理想型，但是接触之后总会感觉少那么一点东西。这几天我一直没有跟你投信，你应该能够感觉到。小诗表达很清晰，昨天做活动的时候你又选择了我，其实我是很开心的。老张一直都不说话。小诗继续说：但是在昨天的整个活动中，我也没有在你身上感受到我所需要的那种东西。老张依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小诗，我希望你在小屋里面有更开心和更轻松的一个状态。老张的状态真的很不在点上，很让人无语。张绍刚说这个约等于是拒绝了。秦岚当然是拒绝了。
张绍刚，其实老张现在做什么意义都不大了，而且他只是约会了，什么也没做。秦岚，其实小熊他们的意思是，不管怎么样，在小屋里面不要有遗憾。他们希望老张把内心打开，能够去轻松的生活去，哪怕小屋里面没有在外面也可以，能够迎接新的生活。但老张这个样子，挺最让人生气的。张绍刚，我挺理解兰姐的想法的。我们所说的勇敢，并不是说让谁回心转意。秦岚，对，是内心的想法。张绍刚，老张敢不敢大胆的说，当面说一句，小诗，我喜欢你。可能我做的不够到位，不是你心中想的样子，但是我也希望你能够找到你喜欢的类型。张绍刚，只要一说出来，我觉得就大家可以开开心心的，就可以把这件事情画上去，好开开心心的继续生活了。观察室里面说的很含蓄，网友们分析的更加深层次了。小诗这是在给老张做心理疏导。我的天，这两人在一起太压抑，看得我都蔫了。老张什么话都不说，和他相处太累了。和老张在一起图钱可以，图快乐那是没有的。开始看觉得老张最成熟，现在看老张最幼稚。这样的男人真的不值得爱。老张一点都没有想谈恋爱的感觉，还没有观察室的明星们更有感觉。这样很不男人，在后背面只说不做，当面连说都不说了。这么一说，感觉老张就是高级的扑爱小诗。还好小诗心里足够强大，如果一个普通人被这样追，估计要答应了。可以感受到跟老张交往和机器人交往没什么区别，还要非常感谢他。姐妹越说越像那么一回事了。老张终于带着小诗到了目的地，一个非常大的露营帐篷，在里面早就准备好了美食。小诗很礼貌的道谢。老张到了自己的主场，终于有了说话的勇气。上次大家去烤肉，我感觉挺不错的，这次就定了一个大型的。小诗把包包放下，上次那么多人是几个小型的帐篷，今天我们两个人这么大些一个，我还挺不好意思的。小诗调皮的笑着说，而且在家里已经吃过饭了。老张，我们就当吃宵夜了。那我就不客气了。小诗，味道还真不错，很好吃。老张，喜欢就好，本来还怕路程太远你不喜欢。不得不说，小诗非常会说话。虽然坐了这么久的车，一路颠簸，但是很值得。他们边吃边聊，小诗问，在平时你是被照顾多一点，还是照顾别人多一点？老张，我照顾别人多一点，在小屋里生活类社交的场合，让我有点不会了。你们可能觉得有点自闭。小诗说，可能不太会表达。老张，我在事业上很努力，物质生活上的保护会给的多一点，生活常识我可能会差一点。老张这话已经说得很直白了。小诗笑笑点头，又转移话题，开始夸奖美食了。弹幕，他的保护和照顾就是金钱方面的。总结，我会给予经济保障，情绪给予不太会。他的潜意识给钱就是照顾，这样也太难大男子主义了。女嘉宾，如果只想给钱，我要你干嘛？我自己又不是没钱。老张这样不适合谈恋爱，适合找一个人搭伙过日子。还好小诗情商比较高，不管什么样的话题都能聊下去。第77章，添加人口。这话是可以随便说的吗？事实证明，心理疏导是有一定作用的。有小诗这个金牌心理辅导师在他们聚餐即将结束的时候，老张终于能够敞开心扉的说话了。老张，其实第一次约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多地方有契合点，我们都是慢热型的，而且你能够懂我。后来我发觉你好像对云帆更上心，我怕打扰到你，所以我经常会很纠结，有时候也会睡不着，很乱。有史以来第一次听老张说这么多话，而且很走心。小诗点点头，你今天能够这么说，我很开心。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是很大的改变和尝试，真的不容易。同时，我也会比较你和其他人，我很清楚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会更加轻松一些。我以一个朋友的角度感谢你今天所有的一切。老张，可以理解。那我们好好享受美食吧。老张说出这段话，也除了小诗，其他人也大松了一口气。弹幕，差点以为老张哑巴了，还好终于说出来了。小诗真的很会说话，这个时候还鼓励老赵。朋友二字说明了一切，这个结果大家都很满意。只有老张受伤的世界达成了。老张什么都没有付出，怎么可能受伤呢？而此时，云帆和子涵已经准备返程了，他们正准备往车子那边走。子涵被一家小型的水族馆给吸引了，我们进去看看吧。子涵提议。好。水族馆里有各式各样的水产品，最多的就是各式各样的鱼。子涵看着那些鱼，很开心。我们能买几条回去自己养吗？子涵指着一个鱼缸说。孟云凡看了一下里面的鱼，有3、4种颜色，但是每一条都只有2、3公分长，很是小巧可爱。那我们就买8条，每一条都代表每一个人。孟云帆叫来工作人员帮忙挑选了4条金色和4条粉色的小鱼。子涵看了几条可爱的小鱼，还和他们对话起来。你们乖乖的哦，
马上就可以跟我一起到新家了。孟云帆为了小鱼活得更长久，还买了一个小型鱼缸和氧气泵。看到工作人员搬着鱼缸以及孟云帆手里的氧气泵的时候，子涵有些不好意思。对不起，是我考虑不周了。他说，我只想着带他们回去，忘记了小屋没有鱼缸。孟云帆，没关系，我一直都觉得我们的后花园可以弄一个小池塘或者假山鱼缸之类的，现在有了，也算是完成我的愿望了。小屋的后花园有一个大大的游泳池，可惜大家都没有那么熟，而且这段时间经常下雨，根本没时间下水，所以这个泳池也一直是个摆设。孟云帆有想过，如果是自己在家，他一定会好好改造一下。不过因为在这里只住21天，就没有折腾。刚好趁这个机会养2条小金鱼，给小屋增添一些色彩也好。而且天公作美，这一阵正好没有下雨了。工作人员帮忙把鱼缸放在了孟云帆车的后备箱。孟云帆开车带着子涵回到了小屋。一路的大厅里没有人，孟云帆把鱼缸搬下来，子涵在大厅的角落整理了一块地方。他们把鱼缸放在那里，其他人听到动静，知道是他们回来了，还买了鱼缸和小鱼，他们都过来围观。哇，好可爱的小鱼！高兴眼里冒着小星星。怎么会想到买小鱼呢？小马问。看到就买了。孟云帆也算是为小屋添加人口了。小猪，添加人口？这话是可以随便说的吗？众人听了都哈哈大笑。装好鱼缸，放上水之后，几条小鱼在里面自由自在的游。小马看着那些小鱼，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这2只应该就是老张和小诗。小马，他们2人现在在外面约会。子涵，哈哈，都长得一样的，你怎么看出来的？猜的呗。小马，到时候离开小屋的时候，能不能送给我1条？子涵，可以吧？云帆，可以，每个人想要都可以带走。孟云帆本来想的都是带回去，不过如果他们喜欢，都带走也没有关系，到时候再买点，放家里自己养也可以。小马，我只要这1条，头上还带一点白点，很有个性。子涵另外1条说，那我要这1条，这个最活泼，我离开的时候带这1条。你们观察的可真仔细。孟云帆买鱼的时候倒没有注意到哪1条鱼上有白点，怎么看出来它活泼的？杨毅也上来凑热闹。子涵认真的说，你看它一直在游，一刻都没有闲着，而且幅度最大。杨毅凑近了观察，子涵把位置让给了他。杨毅观察了一会儿，这条鱼最自在，一点都不怕生。小猪，那不就是和云帆一样吗？杨毅，云帆是这样的吗？小猪高兴地说，你不知道云帆刚来小屋的时候，大家都很紧张，也很客气。我为了缓解尴尬，每天都在找乐子。只有云帆像在自家后花园一样自在。暖房里他带的是洗涤用品去超市，他在超市里买衣服。我都没有见过这么自在的嘉宾。杨毅和高兴是后面加入小屋的，他们进来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们知道这里大概有几个人，什么样的性格。第一批进来的人可没有这么好的待遇，所有的一切都要靠自己猜。所以第一批进来的几个人，前面2天是有些紧张的，后只有云帆从第1天到现在始终保持一样。就说云帆唯一的变化就是第1天没有车，后来送去保养的车子回来了，其他的真的没有看出什么不同。杨毅听到小猪的介绍之后，多看了云帆几眼。此时的云帆正在跟子涵说话，同时还会顾及到旁边的小马。杨毅很是佩服，他想起自己在单独跟子涵坐一起的时候，会紧张的说不出话，跟小马组队玩游戏的时候，会不自觉的听小马支配。但是孟云帆好像在任何场合都可以游刃有余，这一点杨毅不得不佩服。第78章，子涵看信，小诗拒绝老张。小屋里多了几条鱼，也给小屋带来了更多的活力，大家的话题变得更多了。大家闲聊着，不知不觉就已经很晚了。这个时候他们才发觉老张和小诗还没有回来。小马就纳闷了，他们这是去哪儿了？这么晚还不回？孟云帆，他们估计没有11点，是回不来的。大家都回屋写信吧。他的潜台词是没必要等了，大家都是成年人，他们要做什么样的决定，跟其他人没有多大关系。显然有人会错了意。杨毅就想歪了，他说他们该不会去酒店不回来了吧？孟云帆昨天才看过小诗给自己写的信，即使再想得开的女孩子，今天再也不会跟老张发生什么。对此孟云帆觉得不可能，但是也没有点破，因为不管他们回来是否，跟自己都没有多大关系。孟云帆这么说了之后，其他人也不好再等了，各自都回屋写信了。与此同时，老张正邀请小诗看一场华丽的烟花，烟花很漂亮，老张很自信，小诗很体面地回应他每一句话，并且给予了鼓励。在回去的旅途中，老张说，谢谢你今天陪我这么久，你给了我一个主动的机会。小诗问，你真的释然了吗？老张，刚刚在烟花绽放的那一刻，我就释然了。
他想起放烟花的时候，小诗的面色并不是很好。不好意思，让你陪我看了这么一场荒诞且嘈杂的烟花。小诗，烟花真的很美，你开心就好。两个人虽然在同一个空间里，但并不是爱情的样子。张绍刚分析，没关系，这场烟花不是放给小诗的，是放给老张自己的。张玉荣说，这里真的很棒。前面那一段老张表白，我并没有看不进去，因为他又只是在说，并没有真正的做。我觉得这段烟花才是他真正应该做的事情，也算是给他对这段感情做一个结束。张绍刚很体面，老张是真的错过了，好在终于是做了。小屋里就是另外一番风景。小屋投信已经结束了，老张他们还在路上。今天投信过后，子涵今天收到了2封信，每个人的信达到7封就可以看，子涵的信有8封了，可以看开箱看信了。他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把信件打开，第一份就是杨毅的。看的内容，子涵眉头直皱。这封信是他回屋的第1天，杨毅和小伟同时到小屋里的那一天，新人的信件不能被看见，所以也不算。第2封信就是在约会那一天，云帆投给自己的。子涵露出了甜甜的笑。接下来的2封信又是杨毅的。这封信是茶话会结束那一天，子涵找杨毅聊过之后，杨毅把信还是投给了他。这没什么，主要是里面的内容让子涵很苦恼。难道我没有说清楚吗？为什么他还要继续努力？看着信自言自语，又翻了下一封信，是今天的杨毅写给自己的。大致意思是他看到子涵和孟云帆互动，有点心酸，但是他不会放弃，自己依旧会努力的。子涵的眉头紧皱，在他的潜意识里，那一天聊过之后，杨毅应该听懂了，即使心里不甘，没有放弃。后来运动日那一天，自己的态度也很明显了，而且子涵知道昨天运动日杨毅把信投给了小马，他以为杨毅是真的放弃了。杨毅投信给小马，是知道小马在埋怨他，他道歉的。但在子涵看来，以为杨毅可能想通了，去追求小马。在子涵的认知里，事情已经完全解决了，这个时候可以大胆的接受孟云帆的爱了。所以昨天晚上送了杯子，甚至间接的表白了孟云帆。谁知道杨毅整的这么一出，这让子涵有一种愧疚感。在他的心里，所有的感情纯粹的是不可能重叠的，所以他在发现杨毅有一点苗头的时候，就想掐掉。看看手里的8封信，有一半都是杨毅的，这让子涵很苦恼。还好后面几份全部都是云帆的，云帆的字非常好看，每一笔看起来都苍劲有力。最重要是内容，孟云帆的文字和他的人一样有魅力。前面几封信都比较简洁，但是今晚云帆的信内容比较多，洋洋洒洒一整页。子涵的心情也随着云帆信里面的内容而变得开心起来。弹幕：好想知道杨毅的信里面写了什么，看得子涵眉头都皱起来了。子涵苦恼的是写信的人，而不是信的内容。就字数来看，杨毅几分写的都挺用心，云帆只有最后一封最用心。哈哈哈哈！事实表明了，字数写的再多也没有用。杨毅写那么多字，还不如把字好好练一练。那字体跟云帆的字放在一起，简直是云泥之别。虽然前面几封信很简洁，但是字很漂亮，对我的眼睛非常友好。子涵看完信，已经很晚了，他就回屋休息。大概过了半刻钟，老张和小诗才回来了。小屋里的人大多数都已经睡了，就算听到了动静，也没有刻意出来。小诗，太晚了，大家都休息了。老张，今天辛苦你了，都早点休息吧。他们各自回到房间，小屋瞬间回归于安。这一晚对小屋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夜晚。张绍刚总结，可能现阶段被拒绝会怀疑是自己是否很差劲儿，但是其实我们自己的价值是由我们自己来决定，它并不是因为一段感情而改变。小屋里小马、子涵、小诗都拒绝过，所以被拒绝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任何人的感情都会遇到坎，遇到这个坎了之后，你敢不敢面对，能不能越过去，其实这都是成熟的表现。小屋的时间已经过半了，很多答案好像已经呼之欲出了，剩下的时间我们还要继续，所以我们一起期待明天小屋生活。张绍刚的这段话算是对小屋里所有人的回顾，也是对小屋前10天的一个总结。这10天，有人关系已经明朗，收获了爱情，也有人还在迷茫纠结中。不过还好，时间只过了一半，还好，一切都来及。第79章，小诗辞旧迎新。第2天早上依旧，云帆一早起来了，因为外面还淅淅沥沥的下着小雨，所以他健身房做一些有氧运动。运动了一会儿时间，小猪就起来了。小猪随口问：“今天没出去啊？”孟云帆：“下雨啊，出去怎么跑？”小猪：“还在下雨吗？”他拉开大厅的落地窗，看到外面的雨。那今天做点暖和的早餐。孟云帆：“你什么时候对早餐这么上心了？”小猪以前是不吃早餐，大家要吃啊，我晚餐帮不上忙，
早餐还是能够拿得出手的。小猪说这话，脸部红心不跳。孟云帆，哦，就给大家吃的，那我可不可以点餐？小猪，可以。孟云帆，我感觉你这说话的时候咬牙切齿的呢。小猪，没有，我很开心。那一本正经的样子让孟云帆不忍心再逗他。冰箱里有速冻水饺，可以煮点。小猪，知道了。孟云帆继续锻炼。小猪上楼，从冰箱里翻出了水饺。他才刚开始烧水，没想到小马就来了。小马，早呀，你在做饭吗？小猪，早上，你要做饭吗？可以做一个虾仁炒蛋。小马看看冰箱里的食材说，我们人多，做饭每次都是一大份。小马一连打了6、7个鸡蛋，看起来好大一份。小猪终于确定小马真的只是把自己当朋友。他回答，搭配水饺刚刚好。还好2个人没有尴尬太久，子涵已经来了。小猪早上好。子涵热情地跟他们俩打招呼。马姐，你这就开始了，有什么我能做的吗？小马，你烧锅热油，把鸡蛋放进去炒炒。好嘞。子涵爽快地答应，然后开始热火，准备炒菜。小猪终于找到机会，他问子涵，你怎么也起这么早？子涵，我和马姐学做菜呀。小猪，做菜那为什么不直接跟云帆学？子涵，我一般晚上回来的晚，他想学会了之后做给云帆吃。晚上回来的时间很多时候没办法控制，但是早上起床的时间子涵可以控制。小马，猪哥，你这是瞧不上我的手艺啊？小猪，我绝对没这意思。这场面多少有点搞笑，一些早起的网友们都看到了这一幕。一大早这个厨房还真热闹，虽然不是修罗场，但是也挺有意思。哈哈，这一幕怎么这么搞笑？同样是大家公认的 CP， 幸运猪是男方到厨房做饭，紫云 CP 是女方做饭。小猪，遇到钱 CP 就算了，还遇到了别人撒狗粮。小马依旧是那个搞笑女，直接喊老猪了。猪哥，哈哈，这个称呼实在是太有意思了。果然是马姐才能整出这样的事儿来。如果现在云帆上来，厨房会更加有意思。加上高兴和老张，果然搞事情还得看网友。云帆自然没有那么听话，他每天的运动量和运动时间是有计划的。所以下一个到厨房的是杨毅。哇，今天早上厨房这么热闹，3位主厨。子涵连连摆手，我不是大厨，我是学徒。杨毅，那就是2位大厨加一个帮厨。帮厨自然指的是子涵，他知道子涵不会做饭。子涵性子好，笑笑没有说话了。杨毅在厨房站了一圈，没有找到机会说话，就在旁边坐了。子涵在小马的协助下，不一会儿虾仁炒蛋已经做好了。小马正在煎香肠，一边煎3至5分钟，感觉差不多了，翻个面就行。就在这个时候，云帆上来了。子涵先去给云帆倒了一杯水，先喝点水，饭马上好了。小马看得直翻白眼，说多少遍了，他有手。子涵，我知道。孟云帆对子涵说，别理他。小马无语，杨毅更无语，因为直到这个时候，他这才发现子涵和云帆已经这么亲密了，自己错过了很多。后面大家都陆续出来吃饭了，最后只有老张和小诗没来。他俩昨天回来的太晚，早上自然起不来。不过等食物刚端上桌子的时候，老张就来了。老张今天换下了他经典衣服搭配，穿了一身很年轻时尚的卫衣。哟，这身穿的真精神。孟云帆，以后不能叫老张了，要叫小张。老张，还是叫老张吧，大家都这么叫我习惯了。孟云帆，你确定？老张也放开了，叫小张，不符合我大佬的气质。众人都笑喷了。孟云帆，真没想到小诗能有这个魅力，让你彻底打开自己。他本来以为老张和小诗已经谈好了，才这么说的，结果云帆说完这句话，老张不说话了。孟云帆发觉自己说错了话，急忙转移话题，菜都好了，我们吃饭吧。小马，我们吃吧，给小诗留一点。大家坐定，开始吃饭。正吃着，小诗则是一身大红色连衣裙惊艳亮相，所有人都看着她。小猪，哇塞，今天这是……孟云帆调侃，你这是辞旧迎新。小诗自信大方的摆了一个 pose， 过年了。大家还不敢相信，小诗坐下之后笑着说，一切都是新的开始，当然值得庆祝一下。说着他夹起一个饺子，我们碰一个吧，迎接美好的一天。小诗的状态特别好，大家也都很配合，只有老张隔着厚厚的眼镜片都能感到他眼神中的受伤。不过这是搁任何一个男人身上都无法忍受。老张是一个事业有成且多金的男人，很少主动去追求一个人。虽然在这个小屋他没有做过什么，但是在他心中自认为自己付出了很多。是在拒绝他之后如此高兴，让他很有挫败感。其实他的心里还有更多的是不服气。在老张看来，孟云帆一样什么都没做，没有自己做的多。可子涵、小马、
甚至小诗都对他另眼相看。他没有想过云帆之所以受女孩子欢迎，是因为他时刻给别人提供了情绪价值，一般能与所有人共情。遇到问题的时候，云帆能够很轻松的解决，所有人跟云帆在一起是开心的。但是老张不一样，老张会选择新的社交。就像刚进小屋的时候，只有2、3个人不清楚别人的底细，他很自信能够谈笑风生。在后面慢慢的发现自己与别人的区别之后，他就没有办法融入大家。在遇到事情的时候，他思考太多，以至于错过很多机会。第80章，云帆很受人欢迎。吃过早饭，杨毅自觉承包了洗碗的事情。上一次申哥和小熊过来是为了助力男生的，既然有助力男生的，那一定有助力女生的嘉宾，所以小屋众人也知道今天就会有人来。他们专门在大厅里等着。果然大概在9点左右的时候，随着一声叮咚响，大家都急忙跑去开门。还有一个居然是名花有主 CP， 这是一对非常有灵性的 CP。花花是一个事业有成且离异带孩的女人，明凯是一个模特，他们是标准的女强男弱组合。开始不被所有人看好，结果却是最甜的一对。已经1年了，他们还经常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放糖。花花一进来看到这里的设施，说这里比我们那时候好好多。明凯是很酷，看到在1楼摆放的健身器材，花花就来了兴趣。这些你们有人用吗？小猪，有啊，今天早上都有人用。他说这话的时候看向云帆。孟云帆个子本来就很高，在人群中非常显眼，被小猪点名就更加鲜明了。花花，看这体格就应该是经常锻炼的。他们上楼看了餐厅、客厅，甚至还上了到3楼看了投信的地方。花花感叹地说，云帆信很多呀，看来很受欢迎了。孟云帆也还好，凯子哥当时也应该很受欢迎吧。孟云帆没有看过前一季，并不清楚凯子哥是后来的。他看着明凯也是个子高挑类型的人，第一眼给人的感觉就很好，所以他预计明凯应该挺受欢迎的。谁知明凯和花花2人都摇头。花花说没有，他当时的状况完全不一样。孟云帆，那是他们没有发现凯子哥的优点。小猪是看过的第1季的，是呀，凯子真的很勇，而且很坚持。花花看到女生宿舍就想进去看一眼，现在女生都住了10来天了，男生们自然不好再进去，所以明凯带着大家在楼下餐厅等候。大家简单的自我介绍了一下，开始闲聊了。男人们聊天没有那么多弯弯道道，很直接。明凯说，其实我跟小马认识很长时间的，这是大家没有想到的，因为小马自己没有说过。明凯，小马是典型的钢铁直女，人非常好的。孟云帆，马姐人是挺不错的，毕竟10几天的早餐不是白吃的，说2句好话应该的。明凯直奔主题，那你们现在是什么进展？孟云帆，每个人进展不一样，其实整体来说小屋时间还是太短了。明凯，的确，我跟花花也是出了节目之后才确定关系的。小猪，小屋里的时候你是怎么处理这段关系的？小猪这个非常感兴趣，上一次申哥和小熊的时候他也问了这个问题。其实他有这方面的顾虑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前面和小马受到了挫折，虽然表面上已经回血了，但是一些伤害还是存在的。明凯，我那时候可用心了，每天画画，可是一点用都没有。后来我改变方式，打直球。孟云帆，所以这是努力的结果。明凯，感情这种事不能说的这么绝对，应该是努力不一定有结果，但是不努力一定没结果。老张还使劲的点头说是。平时大家都在的时候，老张几乎不说话，这个时候居然还接了一句，所以引起了云帆的注意。老张双眼无神，好像懂了些什么，又好像什么也没懂。其实小石今天的态度已经告诉了大家他和老张不可能了。弹幕，没想到小马是凯凯介绍的。说实话，他们骨子里面都有一种搞笑基因。凯子哥实在太搞笑了，我记得上一季他为了追到花花都哭了。花花真的很谨慎，所以他们的感情才会这么长久。搞笑男配商业女大佬，有一种看恋爱们的感觉。老张刚刚接的那句话简直太搞笑了。老张除了在写信中说自己勇敢，其实什么都没做。明凯不明白小屋里的变化，他就开始分享自己跟花花的一些事情。明凯眼里的笑意根本就遮挡不住。就这时候，花花带着女生们都下楼来了。聊什么呢？我们方便坐下来听吗？花花问。凯子哥立马站起来挪位子，当然可以，你坐这里。孟云帆也站起来，1到2个椅子在饭桌的顶头，你们坐这里，这是 VIP 双人位。2人没有拒绝，毕竟这个位置可以看到所有人的表情，对他们今天的工作有帮助。花花，这所谓的前排吃瓜。孟云帆，刚刚凯子哥。明凯的表情一变。
孟云凡语气顿了一下，继续说：“他说你们是在小屋之后才在一起的。”说完，他看着明凯：“凯子哥以为我会说什么？不知道啊，所以我害怕。”明凯捂着自己的胸口，一个1米8几大高个，在女生面前装柔弱是有几分搞笑，但是确实很甜。小马爆料，当时录完节目之后跟我们一起吃饭，还说花花好难追。明凯怕小马说出什么劲爆的事情，急忙说：“哈哈，录完节目之后还没有确定关系，就很郁闷，约了3、5个人一起吃饭，他们说花花很难追。”小马补充：“他说遇到一个心动的女孩子，好难追。”听到这里都哈哈大笑。任何一个人群中有一个人愿意放下面子的搞笑，这个环境就会非常欢乐。花花说：“别说我们了，我们是来看你们的，说说你们吧。”孟云帆：“先圆一下我们八卦的心。”花花：“现在都反了，说说你们的八卦吧。”一直没有插上话的杨毅说：“那你们猜猜我们谁跟谁更默契一些？”花花看了一眼之后，直接指着子涵说：“你跟云帆一对的。”花花没有记住所有人名，唯一记住的就是云帆，但他这么猜是有依据的。今天刚进入这个小屋，最亮眼的就是云帆，所以在集体参观小屋的这段时间，他的目光总会不自觉地被云帆吸引。那时刻跟在云帆旁边的子涵，自然也受到了他的关注。云帆和子涵都笑了，其他几个人也在起哄。花花，看来我猜的还挺准的。孟云帆，你是根据什么猜的？面相吗？花花，山人自有妙计，不告诉你。而此时的杨毅脸色很难看，他本意是想活跃一下气氛，顺便引起大家对他的关注。谁知道花花第一个就认为子涵和云帆是一对，杨毅有一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感觉，脸色难看极了。但是大家都在欢笑，他也不好再说什么，只是愣在当场。孟云帆承认也没有否认。那猜下一位。第81章名花有主 CP 大乱斗。杨毅提议让名花有主 CP 猜测小屋里众人的关系，第一个猜测的就是云帆和子涵的紫云 CP， 杨毅自讨了个没趣。第二个，花花让明凯猜，明凯看了一圈，小猪配小马，运动员配钢铁直女。说完这句话，整个小屋里大家都笑了，当然除了2个人，受伤的小猪和蒙圈的是高兴。高兴出现的时候，竹马 CP 已经分崩离析了，所以他并不知道小猪跟小马有一段。小马直接拿起桌子上的餐巾纸就要打明凯，怎么能给我乱牵线？小马语气中有点无奈。孟云帆，搞笑女对上搞笑男，你俩这是要杠上了？明凯求生欲很满，开玩笑的，别介意。这样的场面看起来很欢乐，网友们也很喜欢。弹幕：熟人局太搞笑了。说到钢铁直女，小马就自动对号入座了。凯子哥在故意整小马，哈哈哈。花花看到大家的反应，加上自己的观察，他提出了不同意见。花花，我看的跟你不一样。明凯，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分？孟云帆，所以你们俩到底谁拿主意呢？明凯，肯定是他，这你都看不出来吗？看出来了，我就想问一下。孟云帆说，凯子哥的求生欲真的很满，不过像花花这样强势的人，的确需要这样的男生。花花认真的说，我觉得小马配你。他指的人是杨毅。花花和小屋里男生接触时间短，唯一记住的男生就是云帆。对于这个结果，杨毅是没想到的。自己跟小马相配，杨毅想都不敢想，他一时不知道说什么。而小马这一次很安静，没有暴走，而是认真的点点头。得到肯定的花花认真的看着小诗和小猪，我觉得你们俩是一对。花花是参加过恋综的，他知道小屋里面不可能所有的人都配对成功。不说话的老张和话很少的高兴，在他看来自然很难配对。这并不是说2个人不优秀，而是这是一个社交平台，当一个人只是躲在角落的时候，别人就会看不到。在任何社交场合，只有发射出社交信号，别人才会去社交。如果什么都不说别人，根本就没办法破冰。花花的这种想法并没有错，只是在小屋的时间太短了。而高兴和小猪在刚刚这段时间表现得太少了。高兴紧张地咬着嘴唇，短短的时间，小猪配了小马，配了小诗，就是没有配高兴。孟云帆，那就先这么配吧，等晚上的时候再来一遍，看看是否一样。花花捂着自己的脸，你这么一说，我感觉我好像又猜错了。明凯，没事，只要猜自己的感情，没猜错就行。这话瞬间让整个小屋爆笑如雷。凯子哥怎么能这么搞笑？都1年多了，求生欲依旧很满。花花现场拆 CP， 小屋里全军覆没，一整个 CP 大乱斗。还有一对紫云 CP 呢，就这一对最明显的，花花看出来了。如果不是知道花花的性格，我一定以为他故意的。哈哈，我也希望他故意的，但他是花花，绝对不可能故意去做一件事儿。哈哈，这时候越搞笑了。他们坐着闲聊了一会儿，明凯说，
其实我们今天是带着任务来的。大家都看着心花有主 CP， 前天运动一天的恐惧感让每个人都很紧张。明凯笑着说：“别紧张，是好事情。我们那时候第一次约会是烧烤，后来还自己弄了一个烧烤 party， 所以我们今天也自助做一个烧烤 party。这个提议倒是非常不错，赢得了大家的喝彩。运动项目固然好，但是每个人都有擅长的和不擅长的，会有短板。而且每天运动，女生们吃不消。但是烧烤不一样，男女可以搭配分工合作，而且所有有关吃的东西会增进彼此的感情。明凯，大家都没意见，我们去采购吧。花花，男生去采购，我们在家里聊聊天。好，凯子哥自然一口答应了。孟云帆几个也懂，今天是女生助攻日，小屋里所有人的关系都很好，面对选择的时候，他们肯定需要好好聊一聊的。大家一起去买菜的时候，明凯也说了很多，他一直在开导大家，时间过了一半的，该做的事情要做一做。杨毅，我也给他买水果，给他做饭呀，但是好像他不爱吃。他这话一说出来，大家都知道是子涵。小猪，他爱吃啊，只是他不爱你做的。杨毅没有听懂，继续吐槽，他还会在行为上抗拒我。凯子哥不知道他说的对象是谁，他希望是小马。一个是因为花花猜的，还有一个是因为小马是自己朋友。凯子哥希望小马能够找到自己的幸福，所以他在给杨毅出主意，说明你的方式他不喜欢，可以换一种方式，慢慢的寻求他喜欢的方式。杨毅瞬间受到了鼓舞，我会努力的，不会放弃的。他说这话的时候看着云帆，云帆自然感受到了他的目光，但是也没有在意。孟云帆认为这是对彼此的一个考验。小屋里每个人都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包括子涵和杨毅。最后结果怎么样他不知道，但是现在每个人都有自由，而且他相信如果杨毅能够打动子涵，那说明子涵也不适合自己。弹幕，凯子哥明明在跟大家说话，杨毅总是能把话题扯到自己身上。我也发现了，杨毅就没有真听过别人讲话，听了也听不懂啊。子涵讲话的时候听得多认真，结果只听了一半。小熊和申哥说的也很仔细，可是他也只听了一半。杨毅有点太爱强化了，杨毅真的是又自卑又有点普信，一个纠结的矛盾体。小猪刚刚那句话把我笑死，都挑得那么明显了。这话云帆不好说，还得是小猪出马。云帆和小猪感情真好，云帆和老张关系也不错呀，他俩坐在一起。我发现了，云帆和所有人感情都不错，除了杨毅单方面的想辞敬他。这么看起来，老张真的很体面，毕竟小诗也喜欢云帆，但老张和云帆感情依旧很好。第82章，女生茶话会云帆是什么样的人？名花有主 CP 各有分工。明凯带着男生们一起去超市采购烧烤食材，花花和女生们在房间聊天，每个人都讲了自己的现状。聊完之后，花花才发现自己刚刚错的有多离谱，只有笑得很甜的子涵，他看对了，话很少很安静的高兴。聊下来之后，花花才知道他是有 CP 对象。一身红衣自信大方的小诗，反而目前是落单迷茫的那一个。还有凯凯的朋友小马，好像也很苦恼。花花问小马，那你是那种比较慢热的吗？小马，我和朋友融入得很快，因为相处起来没有压力。其实我也尝试过主动，但是好像都没有任何人发现。高兴，那你的主动的也太隐蔽了。子涵，你这叫不动声色。小马，可能人家觉得只是朋友，互帮互助而已，但是这已经是我的极限了。花花，所以你到这里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小马，对，这倒是一个问题，因为每个人或多或少的都有这样的情况发生。高兴，其实我跟你一样，我都没有主动过，但是如果对方超出预期的对我好，我会心动。小诗，其实我也是被动的人，如果遇到特别心动的，我会尝试2至3次，如果对方没有正面的反馈，我会后退。子涵，我如果遇到心动的人，会自觉靠近，释放信号，对方最好能够同频，接收到这个信号就可以了。这些话代表了每个人的态度，可以看出每个人的区别。小马因为受过伤，所以把自己包裹得很厉害。高兴很期待感情，所以会给机会，也会认真感受别人的付出，当他觉得达到自己的要求就可以。小诗很有主见，遇到喜欢的也会含蓄的表达，但是如果对方理解不了，他不愿意将就自己。子涵叫本性会先观察，确定值得的时候才会释放信号，合适了就会接受。从这里就可以看到每个人的恋爱关系。花花是见过大世面的，这些在他看来都是可以理解的。子涵说，其实大多数女孩子经常等到正确的反馈才会去表达，但是我认为女生也可以先释放自己的信号，这样有选择的权利，主动去选择你想要的，而不是等着别人来选择你。子涵是这样做的，而且目前看来收效还不错。大家仔细想了想，自然从到屋里开始都是跟着大家伙一起，可是就这样不动声色，现在和云帆感情如此好。果然大厂的营运专家，思维方式并不是其他人能够想到的。而小马的感触特别深，
同时太早释放错误的信号，导致走了很多弯路。小诗有点可惜自己和老张的气场不合，而与云帆又错过了最佳时期，以至于现在进退两难。花花说，其实你们每个人对自己定的条条框框太多了。他问，你们除了小屋规定的约会，还有其他的约会吗？因为按照小屋的约会规矩来讲，他们每个人单独相处的机会并不多，所以花花还想知道每个人的状态。小诗，我昨天有一个特殊约会。子涵想了想说，还有我昨天跟云帆一起外出了一趟，也算是一场约会吧。小马思维很是跳跃，对，那鸡尾鱼就是他们买回来。他这么一说，大家的目光都看了过去。子涵自然是高兴的，一共8条，每一条鱼代表我们每个人。小诗昨天回来的晚，没有注意到角落里多的那个鱼缸，现在这么一讨论，小诗自然注意到了那鸡尾鱼。本来他觉得小马有点封闭自己，还想劝小马想开一点的，现在也没有那个心情了。每条鱼代表每一个人吗？小诗再次确认，是的，你看这一条就是我。小马指着其中一条鱼，看他的额头上有个白点，和我一样与众不同。他的语气中带着点调侃，一说完大家都笑了。就这样话题聊开了，大家又拿了一些食物，边吃边聊，整个聊天氛围变得活泼开朗起来。花花说，那我们不聊自己了，聊聊男生们吧，你们谁愿意先来聊聊？他把眼光看向在场的几位女生，几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还是子涵先站出来了。我是第6个到的，到的时候大家都在了，当时感觉好多人啊。说到这里，全场都笑了。第一天大家打扮都很精致，觉得大家都是俊男美女。后来玩游戏的时候，我慢慢的确定了我的理想型。好了，你们都知道是云帆。第一次跟云帆约会的时候，我们聊天就很契合。当时感觉他好像并没有把所有的心思放在小屋，所以我也是在观察。第2次天一约会的时候，又是我跟云帆，那个时候我感觉他的状态不一样了，他对小屋更加上心了。所以我觉得云帆也是一个性情中人，虽然平时看起来嘻嘻哈哈的，跟每个人都很好，但是其实他的内心非常细腻。子涵很少这样大段的输出，每个人都听得很仔细。不得不说，这段话让作为心理师的小诗都自愧不如。小诗也感觉到孟云帆的变化，以为云帆和大家一样是小屋的环境影响的他，没想到云帆是自己在成长。小诗看子涵的眼光不一样了，想起来在刚进小屋的时候，每个人都急着表现，避免自己被剩下。现在看来，都是被小屋的氛围裹挟着前进。当时小猪的活泼是为了缓解尴尬，老张的健谈也只是在特定环节，小马的搞笑分也分场合。而云帆和子涵不一样，云帆亮眼表现是他的性格使然，子涵也是什么都没做，一直陪跑，但却在默默地绽放自己的魅力。花花看小诗想得入神，就问他，你心中的云帆是什么样子的？小诗愣了一下，我跟他没有单独约会，但是有陪他跑过2次晨跑。他帅气健谈，情商很高，是个很好的人。花花点点头，没有多说什么。这里他已经知道小诗前面说释放了2次信号，对方都没有搭上的意思了。毕竟在没有晨跑习惯的人，专门早起晨跑2次已经是一种态度了，但是好像效果不太好。第83章，一人千面孟云帆。花花问小马，你觉得云帆是什么样的人呢？我兄弟啊，肯定是好人。小马的双眼睁得老大，无奈地说，现在不管他心里怎么想，云帆都是把小马当姐姐看，小马自然也没有多余的想法。弹幕，一人千面，说的就是孟云帆。其实你我何尝不是如此呢？不同的时候遇到不同的人和事，做出的反应肯定会有所不同。这种微妙的事情呢，人心是肉长的，在生活中有变化有浮动才是正常的。如果子涵不说，真没有看出云帆的心理变化。所以为什么子涵才是云帆的命定之人呢？这就叫心有灵犀一点通，永远为这些小小的举动暗暗的暧昧感到心动。我为紫云 CP 举大旗。花花公平公正，其他3位女生都讲完了，她看了一眼高兴。高兴，我来小屋比较晚，只跟小猪约会过，跟其他人交流多不多？花花，那你讲讲小猪呗。小猪是一个很热心的人。高兴说，我刚来小屋的时候，其实其他人挺熟的了，那么多人坐在一起，我看得出来他心情并不好，并不打算聊天，但是他还是注意到了我。可能他当时只是习惯性的关心，但是后来在接触中发现他真的是有一颗非常火热的心，这一点很触动我。高兴说的是事实，大家都点头。小马虽然有不同的见解，但是这2天换朋友的角度看，小猪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人，只能说当时自己太冲了。花花，还有2个呢。小马，杨毅来的比较晚，每天给大家做晚饭，其他的交流并不多。小诗说，我跟他有次约会，不过他有心仪的目标，所以我俩没聊太多。他说到这里，
小马和高兴都把目光看向了子涵。杨毅每一餐都会做子涵爱吃的菜，特别是每一餐的鸡肉变着花样的做。小马曾经开玩笑说过，如果有人问鸡肉的100种做法，杨毅一定能够回答得上来。这短短的10几天，大家都深有感触，知道很多事情注定是没有结果的，所以都没有强求。花花，还有一个戴着眼镜不说话那个。花花的这个形容再次让大家爆笑如雷。弹幕：老张真的，他的勇敢，所有人都看不见。明明才20来岁，结果沉稳的像40、50岁的老人，就是传说中的少年老成吧？不要侮辱这个词，我觉得是对文化的不尊重。我都能理解小马，但是理解不了老张。小马明显是情商太重，缺乏安全感，防备心太重。跟老张除了每晚的投票，以及平时眼光随着小事移动，还做过什么？昨天的约会也是小熊和申哥送给他了，可能平时都是女孩子追他吧，那也要老张释放魅力啊，不释放魅力别人怎么追？云帆一样也是女孩子追，看看云帆整天活力四射，荷尔蒙爆棚。我们不是在聊老张吗？怎么又到云帆了？没办法，有对比就会有伤害，这个对比实在太惨烈了。好在去买菜的男生们终于回来了。孟云帆一进门就开始问，聊什么呢？感觉很欢乐。小马，聊你啊，说曹操，曹操就到了。孟云帆，哈哈，被我英俊的外表迷惑了吗？小马无奈地向其他女生展示，你们看吧，这就是我弟弟。所有人都笑了。弹幕：平凡在的地方氛围就很欢乐。这一季别的不说，友情满分，大家相处得非常好，每个人都在暗暗发光，而不是针对其他人。我们也要向小屋的人学习，就是多大的事，哪有一个笑话过不去？如果一个笑话不够，那就2个笑话。孟云帆把手上的东西放到桌子上，说是姐姐，这么多东西都没有帮我拿。花花，这是在点我们的，我们都来搭把手。大家7手8脚的，一会就把所有的东西搬到了屋里。杨毅又在干着主厨的活，这些需要清洗一下，要拿到厨房。这些我们等一会儿直接烤，拿到院子里。还有这些得拿几个盘子去装。此时的云帆拉住了子涵，等一下，给你拿个东西。说着，他从袋子里拿出一条天蓝色的披肩。逛超市的时候看见了，就给你买了一条。云帆这么说的时候，弹幕都炸了。没错，这就是我认识的那个孟云帆，从超市买衣服，甚至买东西送女朋友。天啊，为什么这样的人都有女朋友？子涵应该不会收吧？根据我的经验，只要收了一次廉价的礼物，以后的礼物都是廉价的。云帆明明开着特斯拉，为什么就不愿意多花点钱给女朋友买品牌呢？是啊，大牌多有面子。子涵不要收。在网友各式各样的讨伐中，还接过了那个披肩。正确的是说是他很开心的接过了那个廉价的礼物。子涵一看到这个颜色，眼前一亮。你怎么知道这是我的幸运色？孟云帆，我就觉得这个颜色适合你。子涵把披肩放在肩膀上，围在腰上展示给云帆看，是不是很好看？他眼里的笑意都藏不住。云帆，我买的礼物当然好看。小屋里8个人加上名花有主，一共10个人，只有2个人旁若无人的在这边秀恩爱，好像其他人的忙碌跟他们无关一样，而其他人看到了也像没有看到一样。还是子涵不好意思的说，我今晚上就披着，现在我们要去帮帮忙。孟云帆，行，送你了，你随意。子涵噔噔噔的跑到楼上，把披肩叠整齐之后闻了一下，放在床头，噔噔噔的跑下楼。下楼只看见男生，女生们都不见了。子涵很是纳闷，还有其他人呢？杨毅很会找存在感，他们都在楼下，那我也下去。子涵说完就往楼下跑。第84章，云帆和子涵相互投喂。孟云帆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顺便给子涵带了礼物。子涵上楼放礼物的时候，明凯提议大家玩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就是身份互换。从现在开始，男生说每一句话都要加上人家，女生去帮忙烧烤、摆桌子、盘子这些。明凯一说，其他人都懂了，毕竟这是去年他和花花的定情约会。当时花花制定了游戏规则，男女身份互换，花花搭帐篷做烧烤，凯凯负责吃。张绍刚去年看这个的时候特别有意思。明凯还贴心的说，如果你们有什么不会的，可以问我们。小马把袖子往上一卷，不用，这些我会。走。他说完，帅气的转身下楼了。正在喝水的花花哈哈哈的大笑，他已经换了。孟云帆，这可是军中绿花，办事就是利落。小马已经带着几位女生下楼了。弹幕：凯子哥就想看他们出现当时约会的场景。花花就是在那次心动的。小马终于可以释放本性了。哈哈，有一种感觉，小马根本不需要换。小马有换过吗？他不一直这样吗？跟小马这种人交朋友很有安全感。小马，
真有意思，这能难得到我。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干就完了。所以子涵下楼的时候没有看到其他女生。杨毅告诉他女生在楼下，子涵就要往楼下去。孟云帆叫住了他，有一点要和你说一下，我们现在需要角色互换。子涵，角色互换？什么意思啊？就是你现在是男生，需要下去帮忙生火，布置桌子椅子。我们几个说每句话要带上人家，然后什么也不做，在这里等你们做的差不多了，人家再下去。子涵明白过来了，捂着嘴哈哈大笑。他笑过后就迅速的融入其中了。那老子现在要喝水，他的这个老子让所有人都哄堂大笑。子涵找杯子倒水喝。孟云帆说，平时不都是你给人家倒水吗？怎么现在还命令我们了？子涵笑得弯不下腰，观众都要笑死在弹幕了。子涵弱弱的一句老子哈哈哈，不演了是吗？藏不住了，哈哈哈。子涵真是搞笑女。云帆扮柔弱挺有趣的。子涵进入角色太快了，666，名场面又一名场面，老子要喝水，哈哈哈，这也太男人了，哈哈哈。人多力量大，饭量也大，所以虽说主要是女生在做，男生也没有闲着，差不多能帮忙的时候都会搭把手。到后来差不多都是女生在帮忙摆盘，准备酒水饮料，男生在烧烤了。孟云帆和明凯一人一个烧烤架，桌子上的肉烤熟了，刚好看见旁边的小猪，孟云帆就喊，猪妹妹，这几串肉拿过去吃吧。小猪，给人家走开。说是说笑是笑，小猪拿了干净的盘子，把好好的肉串装起来，又端了一盘子青椒过来。烤点蔬菜，女生都爱吃。小猪，要不我来烤，你歇一会儿。孟云帆，不用，这点小事人家能行。他们这么玩的停不下来。张绍刚听得直摇头，其他人都不玩了，他俩还沉浸在其中呢。秦岚，哈哈，这样虽然有点搞笑，但是也能让彼此的距离更近。这样的人做朋友真的很轻松。子涵拿了一些饮料，给每人都倒了一杯，然后他一手拿着饮料，一手拿了2串肉串，坐到了云帆旁边。子涵把水递给他，很热吧，喝点冰镇饮料。孟云帆接过了饮料，谢谢。炉子里的火烧得很旺，一口冰镇饮料下去，还是很消暑的。子涵，是一根肉串吧？这个时候的云帆双手正要翻动烤架上的食物，就自然的用嘴咬了一口肉串下来。肉串刚吃到嘴里，云帆就开始自夸，味道真不错。子涵本来感觉这样的投喂有点不好意思，被云帆这么一说，一下子就笑了，哪有这样夸自己的？孟云帆，人家本来就很棒啊。子涵直接笑得弯了腰，哈哈哈，的确很棒。这一幕看的观众都露出了蜜汁笑容，这里也太甜了，人家可以作证，那根肉串绝对好吃。刚刚子涵的表情好细节，又想吃又不好意思，笑死我了。云帆真的很会带气氛，本来子涵脸都红了，结果一句话就把子涵逗笑了。赐给我一个像云帆一样的男朋友。两人呀闲聊了一会儿，孟云帆说，辣椒可以吃了，你先吃点。子涵，好呀，我最爱吃的辣椒。孟云帆说着拿起了一串烤好的虎皮青椒，有点烫，人家先吹吹。他沉浸在身份互换的游戏里不可自拔。子涵伸出去的手又缩了回去，静静的等待孟云帆把虎皮青椒吹凉一点，应该差不多可以吃了。孟云帆把手里已经吹凉的虎皮青椒给子涵，这次子涵也没有伸手，而是脖子往前倾，直接咬了上去。这一串上面有2个辣椒，他没有办法一口一个，所以云帆一直举着等子涵咬下一半。这个时间有点长，自然被旁边其他人看到了，但是大多数都不好意思说什么，只有凯凯和花花一脸磕到了的表情。弹幕，太兴奋了，今晚2人第一次相互投喂。为什么是青椒？如果是肉串，画面会更美。哈哈，就是青椒，所以才真实，才搞笑，才好磕。子涵喂云帆吃肉串，云帆喂子涵吃青椒，这2人实在是太搭配了，太甜了。这是我不付费可以看的吗？信女一生行善积德，这是我应该看的。子涵吃完了一个青椒，说剩下的自己吃。孟云帆也不打算逗他了，就直接给他了。子涵很快把另外一个青椒吃完了。云帆把烤好的青椒和玉米装盘端到桌子上去，又拿了几个鸡翅和鸡爪过来。这个我想试一下。子涵看着烧烤架，孟云帆，当然可以。说着就把戴在手上的手套取下来，递给了子涵。子涵把手套戴好，试着翻动烧烤架子上的辣椒和玉米。第85章，相当炸裂的话题。孟云帆烧烤，子涵想尝试，他把手套取下来给了子涵，自己在旁边指导。你看，这边有点变颜色了，我们就需要翻一面，加点油，继续烤。子涵按照云帆说的翻动鸡翅和鸡爪，本来还以为烧烤挺难的，没想到自己烧烤这么有意思。孟云帆，
很多事情都是看起来难，其实真正做起来也很轻松。烧烤把握好火候，最后放孜然、胡椒粉就可以了。子涵很聪明，在孟云帆的指导下，一会儿就把握了火候。烤到这个颜色，应该差不多了吧？子涵把鸡翅翻了一遍，云帆看了看，不错呀，老子姑娘的天赋不错。子涵，是人家教的好。两个人开始了商业不吹模式。弹幕：他们俩谈恋爱比自己谈恋爱还甜。云帆和子涵在一起，磁场才会有这种感觉。双向奔赴真的太重要了，应该就是爱情最美的样子吧。可爱爱的子涵和帅气的云帆，他们看起来真的很甜。就这样，柴米油盐酱醋茶才能走得更远。这种在小院里自家烧烤，大家都很轻松自在，不知不觉的就吃多了。花花说：“要不我们玩2轮游戏，消消食。”小猪：“可以啊，我们玩什么游戏？我们现玩几个人来？”花花想了一下说：“这个简单，大家都会玩。”小猪：“啊，我好像不会哎。”子涵解释：“第一个人说今天几个人来的，说的几个人就站起来几个人，按照顺序2个人、3个人、4个人，我们上限就是8个人。”小猪：“8个人这里就结束了吗？”子涵：“倒过来变成7个人、6个人、5个人。”小诗：“这样好像有点难度。”小猪直接站了起来：“我还是跟凯子哥学学怎么烧烤吧。”作为运动员的小猪，不吃烧烤也不会烧烤，想到游戏的难度，直接知难而退了。他直接走到孟云帆面前：“那游戏太费脑子了，你去玩吧。”孟云帆：“我有点担心你的手艺，万一烤糊了或者没手怎么办？”兄弟，江湖救急。小猪双手抱拳向孟云帆行了一礼：“我保证烤熟，糊不糊这个我控制不了。”孟云帆：“那行吧，做烧烤能烤熟已经很不错了，而且大家已经吃的差不多了，万一小猪烤的吃不成，还有凯子哥烤的可以吃，倒也不是很担心。”高兴本来和小猪挨着坐的，他看小猪换了云帆过来，就站了起来往旁边移了。那我换个位置吧。高兴这么做的目的很明显，换座位之后，空位子就变成了高兴和子涵中间，云帆过来刚好挨着子涵坐。弹幕：自己人也在磕糖的感觉真好。高兴真的很善解人意。小屋所有人都助力幸运猪，高兴当然也会助力其他人。云帆坐下之后，老张才突然间反应过来，他一下站起来，杨毅拉着他不让去：“哎，你别走啊，我也去烤串。”老张不带一点停留的跑到了烧烤区。凯哥，我派来烤可以吗？明凯看了看大家的情况，没有第一时间回答，可能是想等花花发话，但花花背对着没有注意到。孟云帆说：“可以换一下，一直坐在那里烤的脸很烫。”有人说话，明凯就有底气了：“那行，你来烤。”他把手机套脱下来给了老张，过来直接坐在了老张的位置上。那来吧，开始吧。凯子哥烧烤了半天，现在能够玩游戏，瞬间就放飞自我。他对花花说：“从你那里开始哦。”花花点头。明凯：“今天几个人来的？”花花：“1个人来的。”子涵和云帆2个人来的。第一局才走到7个人来的，杨毅就出错了。小诗，这个有惩罚吗？小马：“那就真心话和大冒险吧。”杨毅犹豫了一下说：“那就真心话吧。”花花：“比如我问你小屋里心中的人是小妈吗？你回答是或者不是。”杨毅：“这哪里是真心话，明明就是大冒险。”花花肯定地说：“这就是真心话。”杨毅只好认命：“你问我问题，别让我盯着人家。”花花点头，我就懵了。说完，他把手指指向了子涵：“是他吗？”杨毅点头：“是。”花花这一次指得太准了，大家也没有想到杨毅会直接承认。子涵很是尴尬，他有些担心的看了一眼孟云帆。孟云帆知道花花和凯凯是带着任务来的，他们要帮大家打破现状，只是没想到是以这样的方式。他点点头，像是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一样。子涵像是吃了定心丸，笑笑没有说话。张绍刚，今天一开场就打名牌啊！弹幕：这也太刺激了，这将是恋综史上最炸裂的一幕。哈哈，真的有人不怕死，敢直接面对已经名牌撒糖的 CP。云帆真的很体面，脸色都没有半点变化。云帆真的很能给人安全感，子涵的选择没有错。接下来他没有玩第2轮游戏，在第3次转到云帆这里，他故意没有站起来，输掉了这次游戏。明凯，你是真心话还是大冒险？真心话。孟云帆说。明凯看了一圈，问了一个很炸裂的问题：如果你的好朋友跟你喜欢同一个女的，你会怎么做？这个问题看起来很平常，但是在这个小屋这样的环境下，刚刚问了杨毅回答过之后，再问这样的问题就显得非常刺激了。花花用手捂住了嘴，他没有想到明凯会问这么爆炸性的问题，毕竟所有人都知道子涵和云帆是 CP 了。杨毅暗恋子涵，他们也都看出来了。
但是两个男人该怎么相处，这个问题真的很考验人。在生活中，这样的事情肯定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的。但是在小屋的话，我觉得大家都是在公平的赛道，我们要做的就是努力的展示自己。最重要的是，决定权肯定是在女孩身上，所以根本就不存在让不让，我们根本没有资格去决定别人的选择。花花边听完第一个拍手，并竖起了大拇指。明凯点头，这个回答满分呀。第86章，子涵坚定的选择云帆，真的太好磕了。孟云帆表示，在小屋里每个人都是公平的起点，不是争不争不争让不让的问题，而是释放自己的魅力，自主选择。这一话题得到了所有认可。张绍刚，云帆这番话说的真好。秦岚，是啊，就因为他看得通透，跟所有人关系这么好。张绍刚，这样的感觉真好，我喜欢花花和凯凯的到来。弹幕，很犀利的问题，云帆说的太好了，和杨毅刚刚的发言形成鲜明的对比。的确，这个时候女生的选择更重要，而不是男生的争抢和退让。永远为嘉宾们真诚的发言感动，尊重女生的选择，也是尊重自己。杨毅，这是在点我呢。接下来的这一轮，小马输了，他想去烤串，逃避惩罚，被所有人都拉了回来。花花，看来你是逃不掉了，真心话还是大冒险，选吧。小马，大冒险吧。那你就站到心仪的对象背后。作为好朋友的凯凯自然没打算放过他。小马，要不要玩这么大啊？其他人都起哄，这个好。凯凯，这样吧，我们大家都避，你去完成就行了。观察室里秦岚说，原来大冒险是这么玩的呀。张绍刚，他俩认识，熟人局就是玩得开。花花和凯凯站在众人面前监督大家。凯凯，天黑请闭眼。孟云帆故意炒气氛，有点紧张啊。凯凯告诉小马，现在可以了。小马左右看了看，他的右边是杨毅，左边还有一个孟云帆、小猪和老张两个人在烧烤。他往左走了几步，在云帆身后停了1秒，又继续往前走。小猪那里没有停，在老张那里停留了大概3秒。小马快速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可以了。子涵，还挺快的。孟云帆打趣，马姐，我有透视眼，刚可是看见了哦。弹幕，刚刚小马站到云帆后面的时候，吓死我了。老张是目前来说小马唯一能选的，其实杨毅也挺好的。哈哈，马姐性子爽利，瞧不上爹味浓厚的杨毅。不知道老张有没有感受到，但是小猪肯定知道小马从他背后经过了。哈哈，太扎心了。在现场的人不管知道还是不知道，都装作没有发生，继续开始下一轮游戏。这一轮凯凯和花花两个人都出错了，他们是在一起1年了的真情侣，所以大家提议他们亲一个。花花没有拒绝，凯凯倒也大方，两人来了一个甜蜜的亲吻。小猪，我还没有看懂呢。没事，没有整清楚规则的小猪第一轮就输了，他选择了真心话。凯凯说，花花问吧，他的问题跟爆炸一样。花花就不客气了，那你现在明确了吗？不管是小物理还是观众，都能够看得出来，小猪和高兴两个人感情比较稳定。这个问题等于是提前向所有人揭晓最后的结果，大家的目光集中在小猪和高兴身上。小猪冷静地说，没有那么明确。他的这个回答着实震惊了所有人。张绍刚，我可以理解他，是因为前面太快，所以这里不想做决定。秦岚，但这样真的很伤高兴。张绍刚，高兴不知道前面的事情，听到这里肯定会误会。God， 弹幕，节奏太快了，没有明确，很正常。站在高兴的角度，有点太伤人了。小猪说实话才正常，真是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可以对高兴好，但是不能把心全部交出去。守护幸运猪，不允许你们拆 CP， 我磕的 CP 必须成。小猪的回答让现场气氛显得没有那么活跃了。花花想到了孟云帆，同样的犀利问题，他回答的要高级得多，不会让任何人尴尬。这个游戏有一个弊端，就是会玩的人一直都不会说，不会玩的人一直输，所以花花就直接喊云帆他们过来。这些也够我们吃的了，不用再烤了，大家都回来玩游戏吧。看看桌子上的食物，的确很多了。孟云帆和老张把手上的食物烤熟之后，就坐到大家一起了。花花，那人到齐了，我们换一种方式，我转这个瓶子，瓶口指到哪里，那个人就玩真心话大冒险。因为是长桌设计，总会有落空的时候，所以他又加了一句，如果指向空白处，就由我们来指定谁来玩真心话大冒险。这样主导权一大半全部都在花花和凯凯两个人身上了。果然第一轮就转到了一直没有输的子涵。面对子涵的时候，杨毅总是有一种特别的冲动，这次他又抢先说话了，你是玩真心话还是大冒险？子涵想也不想，大冒险。凯凯说，那你指定一个男生抱着你做3次蹲起。
子涵啊，玩这么大吗？不管他指谁，所有男生都会做，但是所有人都知道，在这样的场合，指定的人肯定是自己喜欢的人，这相当于提前表白了。所以全场一阵啊尖叫声。杨毅还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没事，你指定谁都可以。子涵看着孟云帆，你抱我吧。孟云帆1秒都没有犹豫，直接从凳子上弹起来，走吧。小猪哈哈大笑，你这是老早都准备好了。其他人也配合着笑。张绍刚，这一对太有意思了。秦岚，是啊，第一次约会，天意约会都是他们俩，这些冥冥之中早有注定的。弹幕，刚刚那一幕杨毅的表情，我要笑死了。哈哈，杨毅总是想什么都想争一点，结果每次都打脸。都这样了，杨毅应该看明白了吧，会放弃吧。哈哈，第一次在恋综看到玩这么大尺度的游戏，本来以为他们会像所有恋综一样，等到最后一天才公布的，没想到提前1个星期就看到了结局。如此时看来紫云 CP 是妥了，希望幸运珠也能够成。云帆默不作声的就得到了子涵的偏爱，云帆早就等着了。哈哈，子涵坚定的选择云帆，真的太好磕了。哈哈，这个游戏也太有意思了。小猪遇到自己的事情就冷静，在其他人的事情上就是神助攻。第87章，我哭了，为幸运珠，也为云帆。在玩游戏的环节，子涵选择了大冒险。惩罚项目是找一个男生抱着他做3次蹲起，这个重任当然是交给孟云帆了。孟云帆拉着子涵走到众人面前，打横抱起他，1、2、3、10。孟云帆一连做了10个上下蹲起，才把子涵慢慢的放下。小猪，你怎么还强行加戏呢？对啊，明明3个就可以。凯子哥说。孟云帆像是如梦初醒，啊，只需要做3个吗？我以为是10个。观察室里，张绍刚说，这哪里是惩罚，明明就是奖励啊。秦岚，这是他们2个人的恋综，看起来太甜了。张绍刚，2个人的恋综，其他人的变形记，这一幕观众更是看得赏心悦目。云帆故意想多抱一会儿，抱着女孩子做10个蹲起，可不是谁都能做的。云帆健身当然没有问题。哈哈，全员都在磕他们俩，2个人的恋综，其他人的变形记，太真实了，这才是真正的恋综啊！大家都笑得好开心。杨毅假装镇定，子涵，我想和花姐一样的亲亲。照这个局势，亲亲可以有，但是估计在最后一天了。紫云 CP 我太爱了，花花和凯子哥真的太会了。后面又有一次瓶口指向了空白的地方，花花把问题抛给了高兴。高兴，你是选真笑话还是大冒险？突然被点名的高兴愣了1秒，真心话。花花正准备说问题，又被高兴叫停了。高兴说，停，还是选择大冒险吧。孟云帆笑着说，你这是在玩幸运大转盘，还能及时叫停。他这是故意的还小猪的。小猪总是在线吃紫云 CP 的糖，云帆吃一下幸运猪的糖，很合理。小猪对高兴说，没事，按自己的意愿。高兴，我还是大冒险。这几场游戏他算是看出来了，花花的问题太过于犀利，他怕自己出错。花花想到了前面小猪说的没有明确，抱着吃瓜的心态，他再次给了幸运猪 CP 一个机会，走到你心动的人后面，拍一下他的头。这和刚刚小马的那个有点不同，小马只站在后面，没有拍头，那个人不一定知晓，但是高兴这个完成了惩罚，那个人是一定会知晓的。花花，来，天黑了，大家请闭眼。高兴站起来，凯凯，开始吧。孟云帆，我们一点动静出来，不要让大家听见他的声音走路的声音。这是刚刚小马做游戏的时候，云帆总结出来的经验。凯凯，大家一起鼓掌吧，这样只有心动的人知道。所有人都鼓起掌来。张绍刚，我要是高兴，我就不拍小猪。秦岚，对啊，刚刚真心话那里，小猪都没有选择高兴。虽然话是这么说，但是高兴还是拍了小猪。弹幕，哈哈，因为我觉得云帆是故意的吗？他说是掩盖声音，其实就是让小猪心里明白，我要是高兴情愿不拍任何人，也不选小猪。高兴这一下太轻了，应该使点劲儿。拿板砖敲，我也同意啊。感觉小猪有点猛，要来一个追妻火葬场。为啥子？我有点想哭呢。喜欢有主 CP 实在是太会玩了。高兴回到自己的位置上。花花，我要回去消化一下，这信息量太大了。本来大家觉得高兴都会拍小猪，他们都处在小屋中，并没有觉得刚刚小猪的话有什么问题。但花花这么一说，小屋其他人反而有点不确定。小马，什么意思啊？孟云帆看了小猪在发呆，故意打破尴尬。刚刚拍我肩膀的人是谁啊？高兴看着云帆当面造谣，却又不好点破。小猪却反应过来，这个时候不应该发呆，他直接转移话题。好了好了，
我们下一轮吧。小猪有点懵，又心烦意乱的表情的写在脸上，难免让人误会。不会真的是？小马一脸恍然，说了一半，他用手捂住了嘴，刚有只蚊子。其他人知道小马的性格，也没有揭穿。小马挺不好意思的，他现在开得很开，其实不在乎小猪和高兴怎么样。但是如果小猪真的和高兴分开，还是因为自己的原因，他也不好受，所以内心还是希望他们好的。小马打定主意下去好好问问。这一轮凯子哥没转瓶子，小猪吧，这一轮你来。看出来了，他和花花今天一定要现场吃瓜。这么突然吗？小猪，那真心话吧。花花，你今天晚上的信会投给谁？凯凯笑着说，别写给男生。那我写给小诗，可以吗？小猪说。孟云帆也不逗他了，这是真心话，别开玩笑了。小猪，我今天晚上写给高兴吧。这个回答很多人不满意，高兴一下子就不高兴了。弹幕，认真一点可以吗？高兴都不高兴了，都挂脸了。兄弟，爱情不能开玩笑的。这回答的也太勉强了。前面的不确定，这里的犹豫。小猪，我说你什么好？高兴回去揍他。当然，发现这个问题的不只是网友，还有孟云帆。他直接站起来走到小猪面前，写就写，加个吧干嘛？这可不是你平时的作风。这样给你个机会重新说。孟云帆使劲拍着小猪的肩膀，像是在给他力量一样。他不想让小猪留遗憾。在孟云帆看来，不管在任何人面前，任何事情都不能模棱两可的回答，这样太伤人了。小猪本来是一个爽快利落的人，他不希望小猪一直这样消沉下去。被孟云帆狠狠拍了几下的小猪，看看云帆眼里的坚毅，重重的点点头。他举起双手，今晚我投信给高兴。这句话是他喊出来的，众人听得震耳欲聋。弹幕，卧槽，吓我一跳。我哭了。为小猪，为高兴，也是为了云帆。小猪前几天受到了伤害，表面已经修复，内心的伤口还在，只有已经明牌的云帆能给他力量。高兴进小屋的时候什么也不知道，现在为什么要承受这些？云帆真的他懂得怎么安慰人了。希望小猪能尽快跟高兴说清楚，而不是这样似是而非。刚刚吼的那下，有一开始阳光大男孩的感觉了。阳光开朗大男孩，好久没有这样称呼小猪了。希望高兴的温暖和云帆的义气，让他早点找回原来的自信。第88章，始终如一才是小诗的魅力所在。小猪大声的宣誓自己要投信给高兴。高兴心里又开心又难过。他开心的是小猪终于说出来了，承认了自己。他难过的是这话是在孟云帆鼓里吼小猪说出来的。大家都在欢笑，只有高兴把头埋得很低。下一轮的游戏又开始了。明凯说来一个没有玩过的。他左右看看，最后锁定了小诗。你吧，你还没有玩过。小诗点头。凯子哥没有为难他，那你是真心话还是大冒险？小诗，那大冒险吧。凯子哥，现在大家闭眼，你拍一个男生吧。小诗站起来走到云帆身后，轻轻地拍一下他之后就回到了自己位置上。凯子哥说大家可以睁眼了。花花意味深长地说只有这个是真正的大冒险。其他人不明就里，但是有2个人最清楚这句话的意思，那就是孟云帆和老张。孟云帆是当事人，对他来说有些话说过了，双方就是朋友了。而今天小诗拍谁是小诗的选择，对自己没有多大影响。但是昨天才和小诗约会过的老张知道，如果小诗没有拍自己，那一定是拍缘分了，所以心里多少还是有点想法的。老张整个人像大爷一样靠在椅背上一语不发。在他的想法里面，今天孟云帆和子涵已经明牌了，小诗可以选择的只有自己，所以他刚刚有一点期待的。现在老张已经不知道如何形容自己的心情了。张绍刚，云帆真的很体面，这个时候不做回复，淡然的看待这件事情是最好的选择了。秦岚，对啊，这样就很好，因为是朋友关系，所以可以做到不喜不悲。他们这里对比的是小马对待小猪的态度。张绍刚，老张这次真的心灰意冷了。秦岚，老张加油。刚刚小马在犹豫过后，最后选择了你啊，还有机会。张绍刚，小马那个只是站在后面，并没有拍他，所以老张可能不知道。秦岚，这就尴尬了，小马这次主动了，老张又没有发现，老张心心念念的小诗还是拍了别人。张绍刚，要这么下去，他们几个就难了。这是观众早都已经料到的结果，但是看到众人的反应，还是忍不住讨论一番。云帆真的很体面，建议小马跟他学学。老张心里在想什么呢？有点为小诗不值，都这个时候了，完全可以再换一个人。始终如一才是小诗的魅力所在。如果因为对方拒绝，立马就换对象，那就是海王了。即使没有可能，也尊重对方的选择，而且默默守护，这样的感情我也磕。这么多场游戏，小诗一场都
都没有输，就是为了避免尴尬。现在是凯子哥点名让他表白，肯定要按照自己的心意啊。我明白你的心意，我会默默守候，永远只为这种暗戳戳的情感感动。我尊重小诗的选择，即使没有结果，也不比选择老张要好得多。真不知道老张来这里的意义是什么。几轮游戏下来，所有人都参与了其中。花花也大概把场面上的局势看了一个清楚。花花，我手心里的汗都已经出来了。凯凯还贴心的递给他一张纸，擦擦手，我们回去好好消化一下。然后刚才又看了周围一圈，好像只有你了，老张。老张，是我指定谁说真心话吗？用这个反应把大家都给整笑了。坐他旁边的杨毅，不，就是你要真心话。老张，嗨，我还以为我来指定一个人呢。杨毅，你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真心话。老张选择真心话。凯凯和花花两个人都想不到怎么问。我一直没有点你，就是不知道要问你什么问题。名花有主今天晚上的问题都很犀利，但是多多少少都会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或者性格来的。他们并不是没有问题问老张，而是今天老张输出非常少，不确定什么样的话题才能让场面不尴尬。凯凯，要不你们问吧。花花支持，对，有时候报仇有怨的抱怨。老张一个头两个大，本来略显老成的脸，这时候看起来更加严肃了。跟他接触过的人都知道他只是有点不适应，所以小屋里的人倒没有什么感觉。高兴举手了，跟你接触比较少，我问一个我想问的问题。老张没有想到高兴会提问，但是也点点头同意了。高兴，就现在的情况而言，你是愿意去探索新的感情，还是不打算放弃，继续坚持？这话是问老张的，其实也是问高兴自己的，因为刚刚小猪的犹豫多少会让他担忧。目前高兴是选择了小猪，但是如果小猪一直这个态度的话，他不知道自己能坚持多久。老张想了一下说，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给我带来了很多压力，但现在我还没有找到答案，所以我还是要考虑。张绍刚忍不住吐槽，这都啥时候了，怎么还要考虑呢？弹幕，刚开始觉得老张最成熟，现在看起来老张最幼稚。都是成年人，有什么玩不起的？可以像小猪一样开始下一段感情，也可以像小诗一样继续勇往直前。犹犹豫豫不做决定，算什么男人？这么看起来最成熟稳重的居然是云帆。老张，向身边的人学学吧，别这样了。老张含糊不清的回答，名花有主自然不满意。花花说，有没有一种其他可能性呢？老张说，小屋里只有21天，不管是友情还是感情，都可以慢慢来。我愿意去了解更多的人。花花松了一口气，终于问出了点有用的东西。算下来，所有的人都参加过惩罚了，不管是真心话还是大冒险，名花有主已经从每个人的回答和举动中知道了他们每个人的想法。他们得到了想要的结果，瓜也吃得差不多了。花花说，特别开心认识大家，也让我重新体验了一下当初在小屋的那种感觉。大家也知道我们是带着任务来的，这是女生的助力官，所以最后需要留点时间跟女生聊一下，看究竟是谁更需要那个约会的机会。话说到这里，就意味着这场聚餐要结束了。孟云帆率先站起来，好，我们一起碰一个吧。其他人也都站起来，大家一起为今天的聚会道别。第89章，高兴和小诗的烦恼。小屋聚餐过后，名花有主去了小屋，他们要讨论把女生助力卡给到谁。女生们在收拾自己的心情，思考自己应该说的话。烧烤前期的准备工作是女生做的，男生则负责烧烤过后的善后工作。观察室里，张绍刚，你们在猜名花有主会把这一张女生助力卡会给到谁？秦岚说，应该会给到小马吧，毕竟女生中她最纠结，而且刚刚她站在老张身后，老张是不知道的。徐一阳，我觉得可能是小诗，因为小诗有明确的目标。张绍刚说，现在重点就是小马和小诗两个人，有没有可能是子涵或者高兴？他的这个问题直接把大家给逗笑了。秦岚，肯定不会啊。张绍刚，我觉得很有可能。子涵虽然现在和云帆已经明牌了，但是还有杨毅的事情没有解决呢。刚刚小猪的那番话，高兴或许想要探究一下呢。秦岚，你这样一说，每个人都有可能啊。张绍刚，是的，每个女生都有可能。秦岚笑笑不再说话了。弹幕，张绍刚老师想要整点神秘感，不想结局这么早曝光。哈哈，张绍刚太一本正经了，他那点小心思根本挡不住兰姐。话说我觉得小马的可能性大些，他是真的需要，而且这是凯子哥的朋友。名花有主，肯定花花做主，明凯的朋友不一定有特权。如此说来，为了避嫌，都不可能给小马了。其实给小诗的可能性也很大，毕竟恋综节目组都爱整一个大三角。这么说来，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可能。哈哈，越来越乱，主打一个和稀泥是吧？没办法，看习惯了各种修罗场，
这次的恋综大家都在暗暗努力，让人不习惯。不要修罗场，不要故意搞事情，我就喜欢看岁月静好。当然，不管是观察室还是网友们的意见，小屋里的众人都是听不到的。高兴是第一个进到小屋的。花花问：今天感觉怎么样？感觉更加困惑了。高兴说。花花纳闷了，怎么会困惑呢？我以为会更加明确了。高兴，我是真的困惑了。说来听听。花花来了兴致。高兴说，刚来小屋的时候，第一天我就使用了小屋的特权，邀请了小猪。集体活动的时候，我觉得他跟我有很多相似和互补的地方，所以我就约了他，聊过之后更有一些心灵上的相通。后来单独约会，我选择了他。小熊姐那次集体约会，他也选择了我。而且当天有一些肢体上的小接触，我也都有回应。我以为我们已经很确定了，但是今天在烧烤的时候，他说他还没有明确，所以我有点懵。张少刚分析，其实小猪有2次，一次是没有那么明确，第2次写信的时候有犹豫。高兴说，他说不确定的时候，我心里在想，你不确定，我也不确定了。我有点不确定的是，那天我在小屋里有问到小屋里有没有心仪的女生，他的答案是有。那天是我正式入住小屋的第1天。高兴说，所以说在我之前他就有心动的人。花花作为旁观者看得更加清。今天的所有活动中都看得出小猪其实心里是有高兴的。至于当时为什么会说这话，他觉得小猪会有一些隐情。花花，其实你来的比大家晚一些，和大家了解的程度不一样。我觉得小猪有很多东西在持续给你答案，可以再认真的感受一下。高兴点点头，我再观察一下他之后的行为动作。花花，对，也有可能他到后面就会有更多的表达。名花有主刚刚在讨论的时候，觉得高兴和小猪这一对还挺稳定的，所以没有打算给到高兴特权。但现在听高兴这么说，花花动了恻隐之心。那我们这里有个特权，你今天想用吗？高兴认真的说，如果今天他说明确的话，我其实还想用这个特权的，但是他不明确，我就不想用了。花花，那行，你再考虑考虑。高兴真的很清醒，花花分析的也很在理，而且很尊重高兴的意见。这场聊天听的大家都很舒服。秦岚，其实算起来，高兴也才来了7、8天。张绍刚，我们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理解小猪的做法，但是小猪的做法也会引起其他女生的困惑。观众都很支持高兴，高兴真的人间清醒。小猪主要还有一些心理阴影。花花真的太聪明了，很会开导人。高兴，小猪，我要考验你小子2天，哈哈哈。我支持高兴，你不明确我也不会选，你就再等一下。高兴回去之后，小诗去了小屋，相互打过招呼之后，小诗就很主动的聊起来。我先说说我的经历吧。小诗慢慢的说，刚进小屋的时候就觉得云帆不错，身上的少年感和从容让人感觉很踏实。我有刻意陪他晨跑过，但是刚开始他的心思好像并没有放在小屋，所以我就想侧面观察。后来单独约会后，是我和老张人挺不错的，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思想不在一条线上。正好云帆送的礼物，所以我就跟所有女生公开了，但是这在云帆看来很不尊重他。花花和明凯都没有想到他们之间还有这么一段。后来再次跟云帆晨跑的时候，他就很冷淡了。后来我才发现他是确定了子涵。小诗说的这些，花花今天大概都能看出来了，但是他没有想到小诗能够这么大方的说出来。毕竟这种挫败感对很多人来说很难启齿。花花问，那他们已经明牌的情况下，你还想再争取一下吗？小诗，从来都没有一次正式的约会，也没有好好的聊过，所以我想有这样一个机会去了解一下。花花，你是需要这个机会把你们的关系再推进一下。小诗点点头，我再找一个契机，想怎么表达才不会给他带来困扰。第90章，只要云帆想，就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小诗从进小屋开始就没有和孟云帆来一次真正的约会，所以其实不管结局怎么样，他都想有一场约会。花花说，你和其他人比，好在没有困惑。凯凯点头，对，很明白自己。你知道之前发生了什么，也很清楚以后想要什么，所以其实你是很需要一个机会，然后想想有这样的一个环境去你想说的想问的。小诗，我想我可能已经知道结局了，但是如果就这样，我觉得会有遗憾。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孟云帆和子涵已经锁死了。在花花看来，明知是没有结果的，还不如再找出路，完全没有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不过人各有志，他尊重小诗的选择。加油，相信自己。这个时候除了加油打气，花花也不知道说什么。至于特权卡，肯定是要4位女生都见过之后再揭晓结果的。弹幕，小诗真的我哭死，不求一个结果，只求有这么一次过程。小诗真的有偶像剧女主角的气氛。你们猜花花会不会把特权给小诗？如果小诗真的约了云帆，结果会不会发生变化？
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期待了。小诗回屋的时候，所有的餐具已经清洗完毕了。孟云帆、子涵、小马还有小猪都在。我回来了，你们谁去吧？小诗说。子涵对小马说：“你去吧，加油。”大家都知道小马和明凯是认识的，为了避嫌，小马一直想去，却没有去。子涵给了小马鼓励，他想了想站起来：“那我去了。”小马到了小屋，和名花有主打过招呼后，就想找话题。花花看出了他的窘迫，来抱抱。小马扑上去给了花花一个熊抱，花花拍着他的背说：“没事，你可以的。”明凯看得一头雾水：“你们干嘛？”小马是明凯的朋友，跟小马也就见过1、2次而已。你们什么时候感情这么好的？我怎么不知道？小马和花花依依不舍地松开。花花解释，因为今天跟小马聊过之后，觉得他就是5、6年前的我。其实小马和花花的脾气挺像的，但是缺了花花的精力和睿智。小马说：“我现在挺困惑的，虽然来小屋挺早的，感觉自己错过了很多。今天做游戏的时候，我有犹豫。”花花说：“是的，我看出来了。小马，其实这不像我，但是我挺难的，也很难过。我怕我的一些举动也会给别人带来困惑。我觉得和云帆聊得来，但是老张更懂我。花花，你就是说的很少，但是想的很多。小马，对，我也是这2天慢慢的开始认真思考大家的关系。我发现我还是在意老张的看法的，所以最后还是站到了老张后面。”花花点头，你现在开始正视自己的想法，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平时你把自己包裹得太紧了，今天我特别希望大家都随心。你要正视自己，没有那么坚强。小马，是的，在小熊姐他们来的那天，我就知道我需要被保护，因为和老张约会过，我觉得他很懂我，所以我希望老张能够给我安全感，但是他好像并没有这样点想法，而且我感觉到他自己也很纠结。其实我也很理解他，他也是那种慢热的性子。花花听完了后说：“其实你是因为之前的经历给了自己太多条条框框，你现在更应该走出来。凯凯，老张也跟我聊了，我觉得他别想走出这个困惑，所以你可以试着帮他走出困惑。”花花直接打断了凯凯：“我觉得你就先不要拯救别人了，先拯救自己吧。你走你自己的。”花花这句话说的特别坚定，凯凯立马跟着说：“对，听花姐的没错。”小马，行，我知道了。观察室张绍刚，花花说的太对了，自己先走出来再说。秦岚，对，不要太纠结和老张约会那个事情了，先自己走出来，别像套娃一样套在别人身上。小马现在就是感觉一谈恋爱，别人在害他，这种自己没有走出来。张绍刚，自己走出来先。弹幕，花姐是真清醒呀，小马的壳子太硬了。其实我觉得他错过了最好的小猪，这个真的被花花拿捏得死死的。小马这么乱，应该得不到特权卡吧？谁知道呢？他们是朋友，而且聊了这么久。名花有主给了小马建议。最后到的是子涵。花花看到笑口常开的子涵，心里也开心，终于等到你，你是这几个人中心里最明白的。子涵不好意思捂嘴，笑着说：“其实我也有我的烦恼，我知道有女生对云帆有好感，还有杨毅的事情也需要再聊聊。大家都很优秀，而且关系都不错。花花，那你觉得你和云帆之间的问题呢？”子涵，他对每个人都很好，现在看来问题不大，但是如果长时间的话，我担心自己的承受能力。虽然你们看我一直都是在笑着，而且好像什么都不在乎，但是其实我也有小女孩的一面。有时候看云帆跟其他女生聊天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紧张。花花点头，都是女人，你说的我懂。子涵，我知道大家都是朋友关系，但是就像我和杨毅明明说的很清楚了，但是今天我才发现好像没有说清楚。花花，那你觉得杨毅的事情你能处理吗？子涵，应该没问题。花花，那你认为云帆能够解决其他女生的问题吗？子涵，当然，只要他想解决的事情就没有解决不了的。花花，所以你考虑的是2个人一起去解决这件事情？子涵点头，对。花花，我相信你们可以的，加油。观察室张绍刚，子涵的外表看起来柔弱，内心真的很强大。秦岚是个沉得住气而且能成大事的人。弹幕，子涵把所有事情看得都很通透，他真的有在默默观察每一个人，所有的事情他都清楚，而且都从容对待，知道对方的问题，同时也反思自己的问题，双向换位思考。这样的高情商和云帆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紫云 CP， 你们加油。第91章，孟云帆思考和节目组合作的可能性。名花有主和子涵聊了他自己以及云帆，差不多想了解的事情都已经了解完了。他们送走子涵，明凯和花花2个人开始聊起了几位女生。花花问：“你觉得特权卡应该给谁？”凯凯：“小诗吧，他目标明确，而且自己表示缺的就是机会。”
虽然这样可能会影响到云帆的判断，但是有些事情早点说比晚说好。观察室里，张绍刚说：“凯凯说的对，很多事情需要摆到明面上，他们要选择小诗。秦岚，他们俩到底谁做主？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张绍刚自然下意识的回答：“花花啊。”说完，他反应过来：“嗨，凯凯说的不算，那我们再看看。”凯凯继续在分析，高兴很通透。他自己想再考验考验小猪，就不需要了。花花点头：“对。”还有小马，虽然我很想给他，但是我觉得你说的对，他需要先展开自己。花花：“对，小马现在需要先稳住自己的节奏。”凯凯：“那就小诗吧。”花花：“行。”两个人定下了，把特权约会交给小诗。张绍刚有喜有忧，选择小诗虽然会让局势看起来有点乱，但是他们本来就是女生助力官，站在女生的角度，这几个人中的确小诗更适合。秦岚：“是的，小诗很明确，她要的不是一个结果，而是单独约会的这个过程，这个仪式感。”屏幕前的网友们：“太好了，凯子哥没有把这个特权给小马。”其实4位女生高兴和子涵的问题都可以自己解决，有需求的只有小马和小诗。小马已经跟心仪对象老张约会过了，不过老张无感而已。而小诗还没有跟云帆单独约会过，如果没有约会，可能会留有遗憾吧。言外之意，小马先治病。最后做决定的时候，花花给小凯哥面子。名花有主这个助攻太棒了。花花和凯凯两个人商量好之后，他们回到了小屋。花花把特权卡给了正在秋千上冥想的小诗。这是我们商量之后的决定，希望能够帮到你。小诗上前拥抱着花花，谢谢。花花，那你加油，我们要走了。这就走吗？我去喊其他人一起送送你们。同时，房间里的凯凯把所有男生聚集在一起，给每个人送了一盆花。你们也知道，花是我和花花的定情信物，所以也希望你们也像我和花花一样，能够有一个好结局。云帆自然选择了向日葵，小猪、老张和杨毅也各自选择了一盆。凯凯才分好花还没几分钟，就听到了花花和小诗的进屋的声音。他把头往玻璃门那边一看，果然花花。凯凯对大家说：“花花回来了，我要走了。”孟云帆：“那大家一起送送你们吧，我叫其他几个女生也下来。”小猪边说着边往楼上跑了。不一会儿，大家都聚齐了。在知道名花有主要走他们后，大家相互道别，一直送到门口，大家都依依不舍。凯凯：“行了，你们早点回去吧，加油。”孟云帆：“有空了我们再约。”那是当然的。凯凯可是知道孟云帆有好几家俱乐部，虽然他和花花财务自由，不在乎去俱乐部的钱，但是他总觉得在云帆的俱乐部一定更有意思。这是后话，暂且不提。张绍刚：“今天他们的出现非常重要，全部都是直球。”秦岚、小熊他们帮忙破冰，这里直接直球。这两组嘉宾请得非常好。经过了今天一天，小屋里面的关系更加明确了，但也意味着很多问题摆在了明面上，需要每个人去解决。小猪边走边问：“明天应该没有安排了吧？我们几点起啊？”孟云帆：“明天自己有活动，你想几点起几点起。”目前这状态，小屋里的嘉宾人数已经固定了，男女都有助力，应该是没有人来了。而且小屋里的人也确实需要自己去磨合一些东西，而不能总靠外力。这天晚上的投信就更加明确了，观察室连猜都不用猜，都知道会投给谁。随着投信结束，小屋慢慢进入了梦乡。第二天又淅淅沥沥的下着小雨，很适合睡觉。云帆做完运动之后，发现小屋里还没有人起身。孟云帆自言自语，看来下雨天真的很适合睡懒觉。他自己打了一杯果汁，煎了一个鸡蛋和片里脊肉。早餐吃过之后，他又煮了一锅稀饭，还写上了一张便签条，锅里有粥，大家请自行取用。做完这些，他就出门了。昨天和凯凯告别的时候有约，虽然不知道下次见面是什么时候，但是给孟云帆提了一个醒，那就是需要知道俱乐部的一些具体操作。目前来说，所有的活动都是节目组和嘉宾这样以后安排的。如果这样的话，或许和节目组有合作的可能性。任何项目合作的前提都是知己知彼。现在孟云帆既不知己也不知彼，所以他还要做很多功课。在他离开小屋后不久，小屋里其他的人也慢慢的起床了。小马和子涵是最先到的。厨房里的那张便签写得非常显眼，小马一看字迹就知道是孟云帆写的，他直接把便签递给了子涵：“写给你的。”子涵拿过一看，应该是给大家的吧。他打开电饭煲一看，果然满满的一锅粥，每个人都有份。子涵笑着说：“小马还算他有良心，吃这么多天早餐还知道主动给大家做。云帆一直都很好，只是以前你太勤快了，把早餐都可以承包了。”小马昨晚想了很多，今天心情不错。他故意逗子涵：“我听这话怎么不对劲？你这是觉得我抢了他表现的机会？”子涵摇头：“我觉得这样正好。
小马，是，你当然觉得正好，其他人都没有发现云帆的好，就你发现了，你这是捡了一块宝。子涵，小马姐也很好。子涵认真的说，你是真的好，只不过其他人没有发现而已。那当然，小马很吃这一套，还是你有慧眼。弹幕，哇，女生间的互动也好有爱。小马是个好厨师，也是个好师傅，教了子涵做早餐。如果小马也学点子涵身上的淡然从容就好了。近朱者赤，小马也会越来越好的。第92章，他们第一次这么亲密的接触。下午，孟云帆回到小屋的时候，子涵在1楼客厅办公，其他人不知道去哪里了。子涵看到他就问：“你今天出去了呀？”孟云帆：“对，有点事情需要处理一下。”孟云帆：“在这里工作会不会冷？这里风景好。”子涵扯了扯身上蓝色的披风，说：“而且你送我的这个非常好用。”孟云帆一眼就看穿了：“你不是故意在等我吧？”子涵笑着说：“才不是，这里就是光线好。”其实还真让孟云帆猜中了。3楼女生区有一个公共的空间，坐在窗户那里工作，可以看到小花园，风景更好。2楼的小客厅也很温暖，但是2楼、3楼都看不到大门，不知道孟云帆什么时候回来，所以子涵就坐在1楼了。子涵的这点小心思，孟云帆怎么可能看不出来？你先上楼，我换件衣服就上来。被发觉小心思的子涵头往脖子里面一缩，那我去2楼小客厅。看到了一番点头之后，子涵麻溜的把自己东西都收拾好抱到怀里，跑上楼了。孟云帆回屋换了一件白色外套，经过客厅正要上楼的时候，看到子涵刚刚坐的地方有一个粉粉的东西，走近一看是一个小型按摩器，不用想就知道这是子涵的。他边用按摩器敲着自己的肩膀边上楼了。子涵看着云帆手里的粉粉的东西，直接笑出声音了，哈哈，在你那里啊，我刚刚还在找呢，这个还挺好用的。孟云帆说着把小按摩器给了子涵。你真的喜欢？子涵看他依依不舍的样子，那我改天送你一个蓝色的。那倒没有必要。孟云帆说，我想用的时候找你要。孟云帆平时锻炼需要用到按摩器的机会真的很少。观察室里，张绍刚和秦岚也笑得停不下来。秦岚捂着嘴，云帆用那个粉色的好可爱啊。张绍刚猛男用粉色是又调搞笑，反差太大了。秦岚就是这样才可爱啊。观众看到2个人互动弹幕，疯狂地刷起了粉红色的泡泡。下雨天大家除了工作的都在屋里待着，或者子涵真的很好，特意等云帆回来。还真没有想到云帆居然喜欢粉红色，他们是在自己手动打粉红泡泡。2人同用一个按摩器，这是要官宣吧？明明就是2个人决定同居。真的吗？是真的，那我就磕了。我就要磕，我有手机，我可以造谣。的确，这比工业糖精好磕多。子涵要工作，孟云帆就拿了一本书坐在旁边陪他。子涵说，我收个尾，一会儿就好。孟云帆，没事。他们2个人，一个人在静静的看书，还有一个人在电脑上噼里啪啦的工作着，看起来相得益彰。10几分钟后，子涵关上电脑，站起来伸了个懒腰，终于好了。孟云帆放下书，休息一下。子涵，哈哈，我觉得有你在我工作效率都高了很多。孟云帆，吃点水果。你先吃，我上楼拿个东西给你。子涵说完，快速的把东西收拾一下，又噔噔噔的上3楼。孟云帆看着子涵的背影，什么时候变这么冒失了？张绍刚，人家只在你面前冒失，在其他人面前可不这样。秦岚，女生只有在喜欢的人面前才会表现自己小女孩的一面。弹幕，是谁在笑了？我不说。以前子涵笑得体面，现在子涵笑得开心。都说男人至死是少年，恋爱中的女生也一样是少女。孟云帆拿起书本继续看，他听到子涵下楼的声音了，但是同时也感觉到子涵故意把脚步声放低，他嘴角的笑意更深了。子涵越走越近，越走越慢，走路声音也越来越低。孟云帆还刻意翻了一页书，好像真的没有感觉到子涵的靠近一样。子涵继续往前走，他轻轻的、缓慢的凑到云帆，还不等他吓唬云帆，云帆把头一抬，啊！子涵被云帆吓了一跳，本来弯着腰的他一个不稳跌落下来。云帆眼疾手快，一把拉住他，子涵整个人瞬间红成水蜜桃。观察室蛙声一片。张绍刚，这是在干嘛？这是我们能看的吗？他俩在演偶像剧吧？秦岚脸跟着红了，之前演戏的时候，每次到了这样的环节，总觉得很尬。张绍刚现在亲眼看到，是不是感觉不一样？秦岚真情流露和故意站位演出来的当然不一样。观众更是直接把弹幕刷飞起来。啊，我看见了什么？这是他们第一次这么亲密的接触吧？是抱在一起了吧？一定是抱了，2个人都完全重叠了。这是我不付费就能看的吗？偶像剧情节走进现实，这比偶像剧好看多了，
最起码他们真实。快截屏，这以后就是我的屏保。这俩不结婚很难收场了。节目组快把民政局给搬过来。紫云 CP 结婚，我随礼800，记杨毅账上；随意1000，记杨毅账上。子涵被云帆接住，手忙脚乱地往上爬，想要快点站起来，谁知却弄巧成拙，越想起来越不起不来。别动！孟云帆沉声说完，趁着子涵愣神的功夫站起身来，把子涵扶好。站好的子涵把头埋得低低的，顺着整理头发的功夫，用头发遮住了脸上所有的表情。子涵的内心太尴尬了，太社死了。刚刚那一幕太像投怀送抱了，怎么办？怎么办？他该不会以为我是一个很随便的女生吧？子涵抬眼看去，孟云帆却像没事人一样，还调侃他救你，还想吓唬我呢。哈哈，被你发现了。子涵有点尴尬的回应。孟云帆，刚你说拿什么东西给我？哦，对，我有东西给你。子涵大松了一口气，然后开始找刚刚拿下楼的东西。他此时的内心，还好，还好，云帆没有介意我冒失。可是不对啊。云帆一点反应都没有，是不是我魅力不够？子涵在胡思乱想，自然找不到东西在哪里。孟云帆看着沙发边上一个很大的礼品盒，就问：是这个吗？可以拆开吗？子涵点头，是这个。这么大的盒子，孟云帆不会又是咖啡机或者 CD 机之类的吧？这个盒子很大，装的肯定是大件，但想想又不对，因为如果是咖啡机或者 CD 机的话，一定很沉。但子涵刚刚下楼的时候很轻松。第93章，小屋每个人都长嘴了。孟云帆打开子涵送的礼物，眼前一片红。这是玫瑰花。看到礼物的那一刻，他不确定这是一束玫瑰花，因为眼前的玫瑰花不是真花，也不是布艺花，而是所有红色的小颗粒积木拼凑起来的。子涵特别自豪，好看吧？孟云帆，这个很花时间吧？花了几天晚上而已。子涵，这样的玫瑰花永远也不会凋谢，更不会褪色。孟云帆，你这是点我呢？我明天再送你一束。子涵，我正要和你说呢，我明天约了杨毅，我觉得提前要和你说一声。孟云帆眉毛一挑，所以这个是贿赂我的。子涵，彼此哈，我知道小诗也打算明天约你呢。孟云帆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他为什么要约我？子涵说，昨天名花有主送的女生特权，不能拒绝哦。云帆点点头，那我知道了。画面往前1-2个小时，小诗半天没有见到云帆，所以在午饭的时候问了一下。后来午饭结束的时候，小诗特意留下来陪子涵洗碗。那个时候他告诉了子涵自己会约云帆，而帆今天一早出门还没有碰到其他人，还真不知道这件事。张绍刚，这一期的嘉宾都很通透，小诗是这样，子涵是这样，孟云帆也是这样。秦岚，对啊，他们把所有的事情都看在明面上讲，每个人都长嘴了，所有的事情都会说开。张绍刚，所以真不能把他们当偶像剧看。秦岚，偶像剧没有10几集，误会都没有办法解除的。弹幕，云帆好福气，子涵和小诗都很好，没有雌竞，而是大大方方的告知对方。云帆也很好，在对待感情的事情上很认真。每个人都长嘴了，兰姐要把我笑死了。现在看来，偶像剧有些情节是真的，有些情节是假的，这就是看恋综的真正意义。真人恋爱真的很好磕，大多数人的生活都是平平淡淡的，哪里有那么多狗血剧情？但是我还是很想知道小诗和云帆约会的内容。我懂，主磕一个反骨 CP。谁懂呀？我也是骨磕。任网友吵吵闹闹，小屋里面的生活继续。孟云帆和子涵两人聊完了正事，就一起看书。看到一段话，两个人就都说说自己的见解。有的时候见解相似，有的时候会有异议，但这都不影响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反而因为有争议，两个人在沟通的时候更加了解对方。等稍晚的时候，小马下楼来看到这一幕，都忍不住说：你们这跟个小夫妻一样的，在这岁月静好呢。子涵弄了一个大红脸，马姐，你说什么呢？好，我不说。小马往厨房去了。孟云帆，马姐，晚上吃什么呀？螺蛳粉。小马说，这空气中就有一股酸臭味，配螺蛳粉肯定香。子涵扑的笑出声，马姐，你现在是没有遇到合适的，以后遇到合适的了还不一定怎么酸呢。孟云帆，就是这世界上的男人不都是你认识的那样，你看我们4个都不一样。小马，是，你们4个都不一样，但又不是我的菜了。子涵，马姐，不能这么说，这世界上又不是只有小屋里他们4个男的，外面好男人多的是。孟云帆故作沉思状，这话我怎么听得有点别扭呢？小马看他这样子，觉得有点搞笑，故意头一仰，可不嘛，这世界上好男人多的是。他说完拉着子涵，走，我们煮螺蛳粉去。孟云帆看着两人手拉着手，高高兴兴的去做饭了。
他在后面叮嘱我的那份要加炸弹。小马头也不回，你想得美。子涵回眸一笑，我知道了。云帆继续坐下看书，隐隐约约听着小马告诫子涵，别对男人太好，否则你自己要吃亏的。子涵，我知道，我心里有谱。小马被嘴里说着有谱，到时候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呢。子涵，云帆不会的。小马，行行行，反正我说什么你也听不进去。厨房和小客厅之间没有隔断他们的对话，孟云帆听得清清楚楚。他没有在意，而是心想上一段感情对小马伤害得太深了。张绍刚，这3个人的关系也不错，秦岚有点像家人的感觉。很快小马就煮好了一大锅螺蛳粉。子涵，要不要叫其他人一起？孟云帆，等我们开吃，他们自然门的味儿就来了，也不一定每个人喜欢吃。小马，如果他们吃的话可以再煮。果然3个人没吃几口，楼上楼下都有动静了。最先到的是小猪，他一脸羡慕地看着几人，我就说闻到什么味道奇奇怪怪的，原来你们在吃螺蛳粉啊。孟云帆，你要吃吗？锅里还有。小猪咽了咽口水，摇摇头，算了，我不敢尝试。这也是他和小马最大的区别。小猪之前是运动员，从小因为锻炼在吃的方面很克制，虽然已经退役多年了，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接受太过于刺激性的食物。小马只是入伍5年，因为从小尝试过各式各样的美食，所以在退役过后就会疯狂的去弥补这5年的缺失，包括饮食，包括感情。我还是煮几个饺子吧。小猪看他们吃得很香，克制住自己，煮点水饺解解馋。孟云帆看出来了，真的有多的，你吃点呗。小猪坚持，我煮水饺吧，一会儿高兴下来了，可以一起吃。说曹操就到了。高兴从楼上下来，吃什么呢？这么香，螺蛳粉。子涵和他打招呼，一起吃一点。好。高兴点头，我只吃一点点。小猪已经大锅里的螺蛳粉全部沉进了汤碗里面，正准备洗锅烧水。听到高兴说想吃螺蛳粉，就拿了一个小碗给他盛了一碗。高兴正准备拿碗筷的时候，小猪把螺蛳粉递给了他。啊，你不吃吗？高兴，小猪，我煮点水饺。水饺呀？高兴端着螺蛳粉，脚步却有些犹豫了。小猪，你想吃水饺？可我也想吃点螺蛳粉。高兴很诚实的点点头。小猪干脆利落的说，那就半碗螺蛳粉，半碗水饺吧。高兴，行，那这碗里的螺蛳粉有点多了，分一半出来，等一会儿我吃。小猪自然的说。第94章，小猪搞笑吃螺蛳粉。孟云帆刚开始可是邀请过小猪吃螺蛳粉的，小猪很明确的拒绝了。现在高兴想吃水饺，碗里的螺蛳粉吃不完，这个时候分给别人明显不合适，所以小猪决定自己吃。现在处于暧昧期，高兴也觉得小猪帮忙吃没有问题。孟云帆想不笑都难，所以他遵从本心，哈哈，你这变得也太快。子涵也笑而不语。小马嘴角往上扯了扯，没有说话，只有一脸猛的高兴。怎么了？没事，他就是想笑。小猪一边安慰着高兴，一边淡定地拿出一个碗分了一半螺蛳粉出来。你先吃。小猪，我煮好饺子就来。高兴端着半碗螺蛳粉坐到大家一起，因为刚刚问完效果，所以他有点不好意思吃。子涵说，没关系，你吃你的，不和我说说怎么回事？高兴问。其实小猪吃不惯螺蛳粉。子涵，所以才去煮水饺的。高兴，啊，不吃的吗？他看着在厨房里忙碌的小猪，准备站起来。你别去。孟云帆制止了他，螺蛳粉多好吃啊，这样的美味不让他尝尝可惜了。子涵也小声说，对啊，想想昨晚你说啥了。高兴立马坐端正，想想也是，螺蛳粉那么好吃，不尝可惜了。小马没有说话，快速把碗里的螺蛳粉都吃了。我吃好了，你们慢慢吃。他站起来端着饭碗准备往厨房走，看着厨房里只有小猪一个人，他又把碗给放下了。今晚我做的饭，你们洗碗。他说完就潇洒的上楼去了。高兴搞不清楚状况，小马不高兴我吃螺蛳粉吗？不是，孟云帆，他就这脾气，得治。子涵默默的不说话。弹幕：小猪拒绝吃螺蛳粉，但是高兴碗里分出来的，他就吃。小猪嘴里说着不确定，其实已经到了是一碗螺蛳粉的地步。哈哈，难怪小马生气，这是在演我自己。作为女生，可以理解小马这种心情。曾经暧昧过的对象在自己面前秀恩爱，任何一个女孩子都很难接受。是的，即使不爱了，也希望前任做得比自己差。哈哈，看大家都一样，我就放心了。这个时候的高兴，心里是开心的。在这几天的聊天中，高兴你已经知道了，小猪和小马之前约会过。现在小猪为了自己愿意吃螺蛳粉，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高兴是值得开心的。他边吃螺蛳粉边偷看小猪。
孟云帆和子涵两人都心照不宣，没有说话。如果偷看的人是小猪，他们肯定打去。高兴是后来的，跟大家不在同一个平行线上，而且话本来就少。孟云帆不好打去。好在小猪很快煮好了水饺，小猪先给高兴盛了一碗，才对孟云帆说：“我多下了几个，你们也吃点。”孟云帆：“行。在我吃水饺之前，先看你吃螺蛳粉。”子涵使劲的点头，我也想看。高兴更是一脸期待。小猪，你们都盯着我，让我怎么吃啊？你就正常吃。孟云帆：“小猪还是很为难，我又不是吃播，你们盯着我，我不好意思。”孟云帆：“这绝对不是看你笑话的意思，只是想让你尝尝人间美味。”子涵和高兴都使劲的点头。小猪，那我尝尝。别闻，直接吃。孟云帆提醒他，这东西只要吃到嘴里，就会喜欢上了。小猪在厨房这么久，早都已经闻习惯了这个味道。终于在大家期盼的眼神中，小猪夹起了一块的螺蛳粉。味道还不错。孟云帆，那你形容一下。有点辣，有点酸。小猪说。小猪退役以后吃辣也吃酸，但这样的辣和酸还是第一次吃到。他又吃了第二口，味道还不错。分享美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小猪爱吃，大家自然高兴。孟云帆，是吧？以后大家可以一起吃了。小猪，以后就是一起吃螺蛳粉的兄弟了。张绍刚不理解年轻人的想法，这螺蛳粉有那么好吃吗？都在疯狂安利。秦岚，真的很好吃，但我不敢多吃。张绍刚，改天也整点吃吃。秦岚，别改天了，今天下班就可以去啊。张绍刚，也行，看样子今天他们会休息得很早。秦岚，下雨天确实适合睡觉。弹幕：螺蛳粉虽闻起来臭，但吃起来实在美味。哈哈，小猪像极了我第一次跟朋友安利螺蛳粉的样子。为了让小猪尝尝美味，云帆也是操碎了心。小猪吃螺蛳粉，搞笑的程度10%；云帆看戏，搞笑的程度1000%。看戏归看戏，该吃的饭一样吃。云帆夹了几个水饺，放在螺蛳粉的碗里，一会儿就给炫没了。他吃好后，子涵知道他讨厌洗碗，就把洗碗的活揽了过去。子涵看着厨房里剩下的螺蛳粉，就问小猪：“还剩这么多，小猪，你都吃了吧？”小猪：“不了，吃东西要循序渐进。出场美味，很多人都克制不住自己。运动员出身的小猪还是能很好的把握这个度。”子涵洗碗过后，和孟云帆一起下楼散步了，还淅淅沥沥的下着雨，所以他们都打了伞。子涵拿的那把伞，就是那天云帆送他上班的那把。他撑着伞说：“本来想抽空还你的，没想到又派上用场了。”云帆，走吧，消消食。两个人撑着伞，一前一后在雨中散步，别有一番风味。张绍刚，这俩提前进入了退休模式。秦岚，真的令人羡慕啊！我经常就在想，老了之后有一个人这样陪着我散步。张绍刚，可不嘛，这是每个人的想法。弹幕：提前开启养老模式。现在很少看到年轻人这么散步，上一个这么散步的还是大哥大嫂。年轻人太忙了，没空散步，希望老了之后能有这样的机会吧。这样说来，我更羡慕紫云 CP 了，还没有老就进入了养老模式。养老模式，我可太羡慕了。孟云帆、子涵，你们一定要这么一直走下去。第95章，子涵的厨艺有上升的空间。孟云帆和子涵在雨中散步，子涵忍不住开始念诗：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孟云帆，先散步，别有一番风味。你就别愁了。子涵笑了，有你在，我自然是不愁的。两人时间差不多了，就往回走。在门口处刚好遇到了回来的杨毅。你回来了。孟云帆和杨毅打招呼。杨毅看到他和子涵在一起，表情都变了。他明知故问：你们这是在散步？刚吃的螺蛳粉，出来消消食。孟云帆像是没有看见杨毅的脸色一样：你吃了没？杨毅打算回来吃的。小马煮的螺蛳粉很好吃。孟云帆，我们出门的时候还剩挺多。那行，我先去厨房了。杨毅先走了。子涵看着他走远。今天他出门的时候，我约了他明天吃饭，明天就可以跟他说清楚了。是要说清楚了。孟云帆点点头说，请他吃饭是聚餐，但是在他看来是约会。这个小屋10来天，孟云帆已经开窍了。同样是男人，云帆太理解杨毅在想什么了。子涵，我会说清楚的。回到小屋之后，两个人观察了一会儿小鱼，没有刻意秀恩爱，就分开了。子涵上了3楼，小诗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的，看到子涵回来之后，就快速下楼了。孟云帆正拿着海草在逗小鱼玩。小诗，这些鱼真可爱。孟云帆把手里的海草递给小诗，你要不要逗逗他们？小诗接过来水草，好。孟云帆坐在旁边的沙发上，开
看着他的水草。过了好久之后，小诗才说：“明天你有空吗？”孟云帆眉毛一挑，点点头。小诗，那明天下午1点，我约你。好。孟云帆1点从这里出发，还是到达目的地。小诗没有想到孟云帆回答的这么爽快。这里出发吧。他回答：“我可以坐你的车吗？”孟云帆说：“当然没问题。”那我就先上楼了。小诗约好于帆，整个人如释重负。他把水草横放在鱼缸上面，就上楼了。小诗此时的内心，原来约一个人也没有那么难说出口。孟云帆在沙发上又坐了一会儿才也回屋了。大家果真早早的投了信之后就休息了。张绍刚虽然已经大致知道结局了，还是很想知道他们明天约会的内容。秦岚，这是小诗准备的约会，应该会比较有特点。张绍刚，嗨，现在说这些也没用，我们还是去吃螺蛳粉吧。秦岚，走，下班。观众们也依依不舍。哈哈，小诗约云帆那一段，我看一次笑一次。哈哈，感觉云帆专门在等小诗，小诗喂鱼也只是想找机会和云帆说一声。哈哈，那几条小鱼完全就成了工具人。鱼，原来是我不配。哈哈，太喜欢看高智商的人极限拉扯了。和聪明人打交道就是这么有意思。第二天，云帆晨跑回来，子涵一个人在厨房忙碌。云帆、子涵看到云帆回来之后，连忙拉住他：“我做的早餐好像不能吃。”子涵指着锅里的食物说：“你快去看一下。”之所以说是食物，没有说具体的食材，是因为孟云帆看不出来它的原型是什么了。他认真的辨认很久，看出了里面的面条和鸡蛋。云帆指着一块没有活的地方说：“这一块是好的，可以吃。”真的吗？子涵，还是倒掉吧，吃坏了怎么办？孟云帆，没关系，剩下的交给我。他把锅里的食物分开，糊的、熟的和生的各装了一个盘子，糊的自然倒进了厨余垃圾里面。云帆认真的把锅刷一刷，重新放了油，煎了蛋，然后把生的放锅里继续翻炒，感觉熟了之后再放之前就熟的。子涵在旁边看着，还想做点早餐给你吃的，结果做成这样。他很自责，我是不是没有做饭天赋？很不错了。孟云帆，你的厨艺还有上升的空间。他知道子涵是不会做饭的。前2天的早餐，子涵是小马在旁边指导做的。今天师傅不在，子涵这个没出师的徒弟就只能手忙脚乱了，做成这样真的很不错。弹幕啊，这一幕要甜死我了。刚刚子涵拉云帆的时候好自然呀，我没有看错对吧？子涵是在跟云帆撒娇吧？恋爱中的女人真的太美了。面对女友做糊的饭，低情商，都糊了，太难吃了。高情商，还有上升的空间。云帆也太会了，难怪子涵愿意洗手做汤羹。这一幕甜到我心巴上了，我要反复观看。如果紫云 CP 是假的，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真 CP 了。孟云帆把回锅做熟的饭端到了桌子上，2个人坐在一起吃。子涵觉得自己又心酸又搞笑，这个真的能吃吗？孟云帆面不改色，还行，那我明天再给你做。子涵故意逗他说，明天要不你还是做简餐吧。孟云帆，我觉得上次你做的很好吃。说到简餐，子涵来了信心，觉得云帆很真诚。上次天意约会他做了简餐，味道的确还不错。好，子涵，我再煮点咖啡。老张正好进屋就听到咖啡了，今天早上有咖啡喝吗？孟云帆，没有，你要自己煮。那你们，老张。子涵说，我们打算明天煮。哦，老张正要去厨房的时候，看到了他们盘子里面的东西。你们吃的这是什么啊？子涵恨不得把整张脸都埋进桌子里。孟云帆镇定地说，煎蛋炒面。老张看看2个人的表情，就知道这是子涵做给孟云帆的。他对着孟云帆竖了一个大拇指，然后不再说话了。弹幕：云帆进小屋，从自己做早餐到蹭别人的早餐，到专人为他做早餐，果然还是要恋爱。老张，合着就我一个单身狗了呗？这样甜蜜的画面，如果都刺激不了老张，那老张真的没无药可救了。老张追错了方向啊，小诗不爱他。老张回头看看小马，马姐每天早上给你做早餐。第96章，孟云帆小诗约会。孟云帆吃过早餐就出门了，今天他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做。子涵今天依旧在家办公，为了避免尴尬，他在3楼的休息区。杨毅起来后在屋里等了很久，都没有等到子涵，还是小马告诉他子涵在楼上办公。杨毅这才出门。昨天子涵找他聊聊的时候，他把时间定在了今天晚上。小诗一向起得很晚，这天也没有例外。虽然你已经出门了，但他看起很淡定，毕竟约的是下午1点，目前时间还早。住进小屋10几天了，第一次气氛这么奇怪。张绍刚，今天虽然没有下雨，但有一种山雨欲来的压迫感。秦岚，明明就很正常啊，
你别挑事儿啊。张绍刚愣了一下，嘿，一起吃了一顿螺蛳粉，你就开始对我了？秦岚捂嘴，那以前是同事，不好对你，现在是一起吃了螺蛳粉的朋友，能一样吗？张绍刚早知道就不吃螺蛳粉了。弹幕，哈哈，张绍刚明明就是在 Q 流程，想让氛围变得紧张起来，搞点事情。秦岚一句话就让他破功了。节目组就喜欢整活，在恋综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大三角、小三角以及抓马剧情，观众其实爱看的就是两个人正常的谈恋爱。恋综就需要兰姐这种看得开、敢说真话的姐姐。张绍刚一碗螺蛳粉差点断送了主持人的饭碗。中午的时候，孟云帆带了2只烧鸡和一些凉菜回到了小屋。厨房里小马正在做饭，子涵又在旁边偷师。子涵看到他带点食物，瞬间轻松了很多。你带了这么多吃的呀？小马，那我可以少做2个菜了。孟云帆，家里还有谁啊？小诗和高兴都在楼上。子涵说小猪应该也没出去，那就只有老张和杨毅不在。孟云帆看着已经做好的小炒肉，说那就再简单的炒个青菜，做个西红柿蛋汤就行了。小马，我也是这样想的，这2个菜都非常简单快捷，所以子涵就上楼去喊女生了。小马，我还以为你不回来吃饭呢。孟云帆，有好吃的当然要回来了。他拿盘子把烧鸡和凉菜分别装盘，我去叫小猪。大家聚在餐厅，小马的菜也很快就炒好了。大家坐在一起吃饭，子涵给孟云帆加了小炒肉，孟云帆也给他了一个鸡翅膀。小马，好好吃饭，别随便喂狗粮。孟云帆吃过饭后和小诗说，我在楼下等你。小马看了他俩一眼，又看了看子涵，而子涵一副早就知道的样子，还给小诗加油。小诗走以后，小马仔细观察子涵，趁着小猪和高兴在聊天，他跟着子涵到了厨房。你不担心？这有什么好担心的？子涵笑着说，而且我晚上还约了杨毅。小马，你心真大。子涵指着小猪，你应该试着相信周围的人，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很难。你先看看小猪，等过段时间再看看我和云帆。小马看着小猪和高兴2人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又回头看看自信的子涵，他喃喃自语，或许可以试着相信。子涵，你可以的，加油。另一边，孟云帆已经在小诗的指引下到了目的地马场。孟云帆既惊讶又奇怪，小诗以为他不会骑马，所以才惊讶。我之前跟朋友来过，觉得不错。他解释说，这次预定了这里，也是知道这里面有教练全程陪同的。孟云帆自然听出了小诗语气中的意思，没关系，我会骑马。这下轮到小诗惊奇了，那你刚刚？孟云帆，我只是没有想到你会把地点选在这里，这里是孟云帆的产业，今天上午他才来过。看小诗的样子是歪打正着，他也就没有计较。有前台大厅工作人员正要打招呼，看到了孟云帆，他正要打招呼，孟云帆眼神制止了。工作人员很懂颜色，立马职业化，先生小姐，请问你们有预约吗？小诗，有，我是昨天打电话的张小诗。一切登记就准备就绪之后，工作人员给他们分发了骑马装备，他们各自到了更衣室。孟云帆打开包裹一看，居然是自己专用的衣服，他觉得工作人员有点多此一举，想要换成公用的，可想到小屋节目录制结束后，很多事情都要摆到明面上了，也就没有纠结了，直接穿上了。换好衣服的孟云帆在马场入口处等着小诗。小诗英姿飒爽地往这边走的时候，眼光瞟见一个帅气逼人的身影站在入口处，他第一反应这不是孟云帆，所以没有刻意观察。他扭头向更衣室的方向张望，孟云帆在这个时候跟他打招呼，小诗这边。小诗闻声转头，一脸欣喜，这真的是你啊。孟云帆怎么明明看见我还扭头了呢？小诗，你穿这一身太帅了，像一个绅士一样站在那里，我不确定这个人是你。张绍刚，也难怪小诗不敢认，云帆刚从更衣室出来，我都不敢相信。弹幕，云帆的骑马装他穿着太合适了，像是量身定做的一样，明明从前台领的公用衣服，怎么他穿的那么合身呢？天生的衣架子，穿什么都好看。说到这个，就想到他在超市里买的衣服了，这是马场为孟云帆量身定做的衣服，自然很合身，显得整个人气质超凡，和平时完全不一样。但是这些孟云帆觉得没有必要向小诗解释。2人去挑选马匹，这人也很有眼色的把孟云帆他们带到了精品区，他的马在这里养着。小诗说，这里和我之前来的地方不一样，这里的马没有普通的马多，但是每一匹马看起来特别精神，毛发都是油光发亮的。孟云帆可能是马场升级了。工作人员急忙应和，是的，我们这个月整体升级装修了。孟云帆，走吧，我帮你挑。小诗，你会挑马？还行。孟云帆才走进精品区没几步，他的马就不停地听他嘶叫。
他走过去摸了摸马的头，马立刻安静下来了。小诗，他真的很听你的话耶。孟云帆对工作人员说：“那我就骑这一匹。”然后他又选了一只温顺的小红马。你骑这一匹吧，比较适合女生。小诗试着上前想摸一下这匹马，这匹马把头一抬，小诗吓了一跳。孟云帆轻轻地摸了摸马的头，然后在马的耳边说了一句话，然后又对小诗说：“可以了，你再试试。”小诗这次带着防备心理，慢慢的伸手。这次小红马果然很听话，它真的让我摸啊！你真的太厉害，孟云帆，你到底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不知道的？第97章，痴人说梦骑马名场面。小诗带孟云帆去骑马，孟云帆反而比他更懂马，而且孟云帆松弛有度，让他觉得很放松。小诗感叹：孟云帆，你到底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不知道的？孟云帆笑了，那可太多了。其实他的内心不喜欢小诗这种探究人心的感觉，但是孟云帆打定主意，小诗既然想要一个愉快的约会，那就满足他一次。他们牵着马到了马场上，教练教小诗上马，告诉他控马技巧。小诗平时也会锻炼，学习得很快。看他上马之后，孟云帆直接翻身上马，太酷了！小诗，你真的很会。走吧。孟云帆一拍马，就先走一步了。小诗想学他的样子跟上，直接被教练给拦住了。孟先生会骑马，你不会，要慢一点。孟云帆听到声音，转头对小诗说：“我先溜2圈，等一会儿回来陪你。”小诗只好耐着性子骑在马上，跟着教练的步伐慢慢走。张绍刚，小诗这个约会项目选错了。秦岚，对啊，应该选一个擅长的，用一个自信且大方的姿势出现在云帆面前。张绍刚，可能他也不知道云帆会骑马吧。弹幕：云帆简直帅到了我心巴上，感谢小诗让我见到了这么帅气的云帆。小诗歪打正着，选中了云帆的特长，真是太酷了。小诗真是美丽且大方。子涵，你们礼貌吗？哈哈，刚刚见面那一幕真的很骨科。我也终于理解小诗为什么想要一个这样的约会了。在2个人的环境里，真的很容易产生情绪。孟云帆说跑2圈，就真的跑2圈。在第3圈的时候，他放慢了速度，跟在小诗旁边。小诗整个人很紧绷，把缰绳拉得特别紧。这小红马不吃很听话，走得特别不稳。孟云帆观察了一下他的姿势和状态，你学得还不错。他毫不吝啬自己的夸奖。小诗听到这些，果然开心了很多，一下子松弛了很多。教练及时的安抚小红马，还夸赞小诗：“对，现在这个状态非常好，松弛有度，很放松。”小诗听到教练的话之后，尴尬撩了撩头发：“我刚太紧张了，不能怪小红马。”他及时承认自己的错误。孟云帆：“没关系，第一次骑马都这样，你能骑成这样，已经非常不错了。”小诗：“真的吗？”“真的。”孟云帆：“走吧，我陪着你一起走。”小诗在孟云帆的注视下，轻轻地拉动缰绳。我试试。一松一放之间，小红马慢慢地走起来。孟云帆跟在旁边。教练很有眼色的，没有跟上去。他是见过孟云帆骑马的，几天的时间就已经驯服了这里最烈的马，是教练见过骑马最有天赋的人。而且小诗在云帆旁边反而更加轻松，对学骑马也有帮助。小诗，感觉小红马见到你之后更乖了，是吗？孟云帆坐在马背上，吹着风，慵懒地回答。放松的小诗已经能够简单地控制马匹了。他回想，我记得刚进小屋的时候，每个人都很紧张，你当时也是这样，很轻松自在。孟云帆，我是抱着交朋友的心态来的。小诗，当时我那你应该不缺女朋友，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个节目。孟云帆侧头看小诗，现在明白了。小诗轻轻地摇头，现在我也不是很明白。不明白就对了。孟云帆，很多事情不需要很明白。小诗叹气，人生呀，就是难得糊涂。他感叹完之后，突然对孟云帆说：“我想冒险一次，尝试一下骑马奔跑。”孟云帆，那你需要学一段时间。小诗，不，我想今天就感受一下策马奔腾的感觉。孟云帆上下打量着小诗，小诗，可以吗？孟云帆犹豫了3秒之后点头，他伸出左手对小诗说：“把手给我。”小诗伸出右手，孟云帆左手握着他的右手腕，使劲一拉，直接把他带到了自己的马背上。小诗还来不及惊呼，自己就已经到了云帆的马背上，坐着他的前面。观察室里蛙声一片，这也太帅了。弹幕：救命，这是什么偶像剧情节？云帆也太会了，大哥你都这样了，小诗只会更加爱你。是小诗真的很会撒娇，如果我是云帆，我也会做同样的事情。云帆，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子涵吗？云帆，你可以左手子涵右手小诗吗？诗人说梦和紫云 CP 我都可以，3人行，我没有任何意见，请求一个3人行。发现了，
网友最大的特点就是反骨。小诗捂着嘴，不敢置信：“你臂力真惊人，还好你很轻。”孟云帆，我现在终于相信偶像剧里那些情节了。小诗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作为心理师，别人看她都感觉都很强大。其实小诗也是一个内心细腻、渴望爱情的小女孩。这一刻说不感动是假的。孟云帆很中肯的评价：艺术源于现实，肯定有真的成分。准备好了吗？孟云帆问。准备好了，我们就跑起来。小诗点头，驾！孟云帆甩了一下马鞭，怀里搂着小诗，拉着缰绳，在马场上飞奔起来。速度起来了，风吹在小诗的脸上，突然她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小诗为了不让眼泪流下来，把头抬得更高了，甚至高声唱起歌来：“让我们策马奔腾，活得红红火火。”大概跑了5-6分钟之后，孟云帆才停下来。不是孟云帆不想跑了，实在是怕小诗腿受不了。我们下来走一走，放松一下腿。好。孟云帆先翻身下马，然后伸手：“来，我扶你。”小诗双手抱着孟云帆的胳膊往下跳。他本来平时有运动，这样下去应该没事。可是老师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骑马太久腿发软。他先坐在马6圈，后来又被云帆带着快跑，腿已经没有力气。所以预计能够站直的小诗腿一软，歪进了云帆怀里。小诗感觉这样不合时宜，所以一下子推开云帆，结果自己一个踉跄，差点再次摔倒。孟云帆借了一只胳膊给他。第98章，诗人说梦事意难平，还是真的不合适。小诗腿软跌在孟云帆怀里，推开的时候踉跄着快要摔倒。孟云帆借了一只胳膊给小诗，他扶着他的胳膊才没有再次跌倒。谢谢。小诗不好意思的小声说。孟云帆，没事。看到如此暧昧场景的网友破防了。弹幕：刚刚的画面太美，我不敢想。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吗？偶像剧情节全部被我碰上了，怎么就那么刚好呢？我怀疑小诗是故意的。云帆既然伸手接他，代表云帆也愿意的。一个正常人看到有人摔倒，都会想去扶一把。如果那紫云 CP 还可不可以磕？不要呀！如果云帆因为一次约会就换人，那也不值得我喜欢了。如果云帆像马某某一样，对他的滤镜会完全碎掉的。虽然我是骨科，但是如果真这样，我还真接受不了。这就是网友，他们有1000种磕 CP 的方式，当 CP 照进现实的时候，会觉得自己的滤镜碎了。小诗站了一会儿，腿慢慢的缓过来了。他想到了自己约云帆的初衷，特别不好意思，刚刚我真的不是有意的。孟云帆，我知道。小诗听听他的声音里面的确没有生气的情绪，所以暗暗的想是不是自己和云帆还有可能。孟云帆看出了小诗眼睛中的犹豫，他已经预计了给小诗一个美好的约会了，现在自然不会表现出来。他给小诗打气：“你很不错了，想当初我第一次跑马，半个小时腿就软了。”他提议：“我们先走走，放松一下。”小诗，好。他走在前面，孟云帆拉着马走在旁边。两个人慢慢的走了好几步之后，小诗才找到脚踏实地的感觉。我好多了。孟云帆指着教练来的方向：“我们走到那里去。”教练牵着小诗的马，正往这边来。行。小诗看了看距离，点头同意了。孟云帆把自己的马也交给教练，让教练让带2位马去吃点食物，休息一下。然后找了一块草地，我们坐那里歇歇吧。小诗也确实走累了。好。没想到你这么会骑马。小诗，感觉我失策了。孟云帆，那你开始是怎么预计的？我想我们2个都不会骑，然后一起学，比赛谁学得快，谁学得好。孟云帆，所以你希望你的伴侣是一个能跟你共同进步的人。小诗，对。孟云帆想说自己不想躺平，并不想奋斗，但是看了看小诗一脸憧憬的样子，他决定把这个环节继续往后排。那休息一会儿，我们再重新开始骑马。这次我也是什么都不会的那个人。小诗听到云帆这么说，心里既开心又担忧。开心的是云帆什么都愿意按自己的想法来，担忧的是他非常清楚云帆是一个很自己想法的人。一个有想法的人什么都不愿意想，就很反常。但是小诗也不想把话挑明的说，他非常喜欢这个事事都依着自己的云帆。小诗拿出手机说：“我们拍几张照片留个念吧。”孟云帆很配合。好。他们聊天拍照，然后继续重新开始学骑马。云帆果然像自己说的那样，装作笨手笨脚什么都不会的样子。小诗就告诉他自己骑马的经验。孟云帆耐心的学。张绍刚，这和名花有主的身份变换很相似呢。秦岚，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听话的，云帆还真有点不适应呢。张绍刚，其实小诗也感觉到了云帆的不同吧。秦岚，那是肯定的，女人的直觉很准。观众们说话更加直接，分析的比较透彻。原谅我，前面吐槽云帆的声音太大了。云帆现在抛弃自我，
去帮忙小诗完成一个愿望，格局真的很大。小诗终于发现，云帆和他心目中的爱人不一样了。小诗很聪明，他什么都知道。云帆完全按照小诗的节奏走的时候，也没有任何魅力了。之前一直为他俩意难平，看到这里，真觉得他们不合适。骑马是一个很消耗体力也耗神的运动，为了照顾小诗，他们休息的时间比骑马的时间更多。结束的时候，小诗虽然很累，但是依旧恋恋不舍。他们坐上车的时候，小诗以为要回小屋，因为她已经感受到云帆今天的反常。虽然跟心目中男朋友的样子是一样，但是这样的云帆和平时相差太远。她想把自己的感受都说出来，今天我很开心。孟云帆看出来了，我们去吃个饭之后再回小屋。小诗，我们要在外面吃饭吗？他觉得没有必要了。孟云帆，没有晚饭的约会是不完美。小诗，生活总会有遗憾。孟云帆，今天是你的特权约会，既然是约会，当然要全套。小诗酝酿了很久才点头，好。他们在一家特色餐厅停了下来，等走到了预定的摩天轮包厢，小诗才确定是真的。我们要在这里吃饭吗？小诗说，其实不用这么破费的。在小诗心中，如果是男朋友为自己花再多钱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只是有好感的人，真没必要花这么多钱吃饭。孟云帆，上去吧，我已经订好了。小诗，谢谢。当我欠你一顿饭。的确，一个男人订好的餐厅，女生如果到了又走掉，好像更加让男人没面子。所以小诗只好先上了摩天轮的包厢。在确定了菜单之后，摩天轮就开始慢慢的上升，不一会儿就到了半空中。小诗，我还没有尝试过在空中用餐。云帆笑着说，这不就尝试了？小诗感叹，这感觉真好。当摩天轮再次转下来的时候，工作人员按了暂停键，所有的菜在这次都上齐了。摩天轮的舱能再次关上，继续开始上升。孟云帆提议，先喝一杯庆祝一下吧。小诗，庆祝我们第一次私人约会。孟云帆，祝张小诗女士越来越自信，越来越漂亮。祝孟云帆先生每天都开心快乐。孟云帆，今天运动量有点大，先吃点咸菜垫垫胃。小诗，好，这里菜味道还不错，你也多吃一点。两人开始了一场浪漫且温馨的晚餐。第99章，紫云 CP 终于排除万难，要永远在一起了。云帆和小诗在摩天轮上吃着看起来浪漫温馨的晚餐，同时子涵也从小屋出发了。就在1小时之前，杨毅把地址发给了他。现在他要赴一场并不期待的晚餐。杨毅把餐厅定在一个热闹的街道里面，餐厅里的氛围很像酒吧，嘈杂且热烈。子涵到的时候，杨毅拿着花在门口迎接他。这是给你花。杨毅直接把手里的花送给了子涵。他迟疑了1秒，还是接了，谢谢。可以看出来，这份聚餐杨毅准备的非常用心。我点了这里的特色菜，一会儿就上来了，你先适应一下。他很热心地介绍这里的环境。这里虽然有一些嘈杂，但是就是因为这份嘈杂而充满了希望。在这里一切都有可能会发生。子涵，这个地方很不错，适合周末聚餐。杨毅听到子涵没有抗拒这个地方，很开心。我就知道你喜欢。子涵，你平时经常会来这里吗？还好，杨毅，一般只有因为什么高兴的事情才会过来庆祝。子涵听到这里，慢慢的放下了手里所有的动作，他的看着杨毅。杨毅感觉到了，他问，有什么问题吗？杨毅，你人很好。子涵，我一直把你当好朋友，以前是，现在是，以后也是。杨毅本来还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但子涵这么一本正经的盯着他，告诉他他们只是好朋友。杨毅终于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气息，他磕磕巴巴地说，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嗨，其实好朋友也值得庆祝。杨毅说完这句话，一口喝完了杯子里面的水。子涵抱歉地说，我昨天就想找你说清楚的，但是你说今晚才有时间。杨毅又倒了一杯，没事，我觉得现在反而轻松了。子涵，那你少喝点。杨毅没有听子涵的话，而是又喝了一杯。几杯神仙水下肚，他终于可以畅所欲言了。其实我早就看出你跟云帆感情很好，可是我就是不服输啊。你说我的方式没有问题，所以我就继续按照我的方式来对你。可后来我还是发现了，其实更喜欢云帆那样的性格。子涵尴尬的想说点什么，杨毅制止了。他继续说，昨天你约我的时候，我就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但我一直在骗自己，或许结果不一样呢。但是我潜意识还是把时间推到了今天。子涵，对不起。杨毅叹了一口气，嗨，你说这个干嘛？其实按照道理来说，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才对。你明明把话都讲得那么明白了，我自己没有听懂。其实我知道这给你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所以对不起。杨毅这是第一次在子涵面前说的这么多，也是第一次这么认真分析他自己内心的变化。张绍刚，原来杨毅都知道啊。秦岚突然有点心疼杨毅了。
弹幕：原来他早就知道了，只是不想放弃而已。永远为这样的真诚而感动。他们是很体面的拒绝和放弃，真诚就是必杀技。子涵从来没有隐瞒过自己的情感，杨毅也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内心。我曾经也喜欢过一个人，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因为太喜欢，做的事情总是无厘头。另一边的摩天轮上，他们已经用过餐了，摩天轮已经转到了最高点。小诗看着窗外的风景感叹，从这里看，这个城市格外美丽。孟云帆：是啊，这里是不一样的风景。今天很开心，小诗，我会永远记得这一天的。不，小诗突然又使劲地摇摇头。或许哪一天我就忘记了，但是最起码近几年我都会记得。小诗，孟云帆喊他。小诗回头，孟云帆，你知道我今天要说什么，对吧？小诗慢慢地转回身子，坐端正，她的头埋得很低。我知道。孟云帆，你是一个很好的女生，有自己的想法，漂亮又自信。我也很有自己的想法。我们两个要想和平相处，势必会有一个人要放弃自己的想法，去迎合那另外一个人。如果你改变自己，你就不是张小诗。如果我改变自己，你也看到了，今天下午我也不是孟云帆。孟云帆这段话说的沉稳且有力。小诗头越埋越低，过一会儿就听到了他抽泣的声音。孟云帆递了一张纸。谢谢。小诗带着鼻腔说，其实我早就知道会这样，我也不想哭的，但眼泪好像不听话。小诗一边狼狈地擦着眼泪，一边解释。孟云帆，没事。我有时候就在想，小诗明明第一次见面那么美好，怎么就不知不觉地走丢了呢？孟云帆，或许一开始就不合适，不过你被表象迷惑了。右边看到一朵花，看到一只小狗，你很喜欢，可以闻闻花香，可以逗逗小狗，但是它们都不属于你。小诗噗的一声笑了，干嘛要把自己比作花比作小狗啊？你明明就是一个人一个大帅哥呀。孟云帆，阿弥陀佛，你终于笑了。我就喜欢笑。小诗略带傲娇地说，而且今天本来就很开心。张绍刚本来挺心疼小诗的，他这一笑破功了。秦岚，云帆已经把话说到这地步了，小诗只能笑了。弹幕：怎么办？我也心疼小诗。小诗真的通透又聪明，云帆的控场能力真的很好，对方想要什么，只要他愿意都可以给。但是同时他也很清醒，每个人的立场是不会那么轻易改变的。在马场的时候，我希望他们一直这么下去，后来想想，或许他们分开是最好的。云帆说的太对了，他们两个必须要有一个人放弃自己才能够在一起。现在这样挺好的，子涵和杨毅说清楚了，云帆和小诗也说清楚了。杨毅、小诗，希望你们也能够快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紫云 CP 终于排除万难，要永远在一起了。第100章，小诗痛哭 vs 杨毅郁闷。晚上孟云帆和小诗先回到了小屋，在大厅的时候，两个人分开了。孟云帆把自己直接摔在床上，他有很多事情需要捋捋。自从来到这个平行世界之后，就住进了这个小屋，一直在为感情的事情努力。目前的情况，感情已经稳定了，应该想想以后怎么样更好的生存了。他不知道的是，小诗在离开他的视线之后，飞奔上了3楼。小诗也把自己摔在了床上，只不过是闷着被子使劲哭。旁边的高兴和小马听到重重的开门声以及哭泣的声音，都闻声过来。他们两人在门口观察了一阵，听到哭泣声慢慢变小，才敲门。小诗红着眼睛给他们开了门。小马看着情况，就做着搂袖子的动作，是不是孟云帆欺负你了？我去找他算账。当然，这只是做戏，他的脚一步都没有动。高兴轻轻地拍着小诗的背，给他安慰。小诗一下子搂住他们俩，不关他的事，我很好，可我就是很难过，很想哭。小马拍着他的背，那哭吧，哭过了就好了哈。高兴也温柔地说，我明白。他拿了纸巾递给小诗，两个女生一柔一刚，风格不同，但都做着同样的暖心动作。弹幕：小诗实在是太通透，太美好了。虽然知道他们不合适，但是还是有点意难平。小诗加油，一定会有那个值得你付出的人在等着你。小马平时看上去嘻嘻哈哈的，但是在感情方面真的很细腻，永远被女孩子之间的友谊感动，他们感情好好。当然这是女孩子之间的事情，也不会有人特意告诉孟云帆他们。没多久，子涵和杨毅也回来了。子涵，谢谢你送的花，谢谢你的晚餐。杨毅连连摆手，这段时间给你造成了很多困扰，当给你赔罪了。子涵知道如果自己不走，杨毅会一直这么客气下去。那我先上楼了。所以他干净利落的道别，先上楼了。杨毅看着子涵的背影消失在楼梯道里，才缓缓的转身。他没有回屋里，本来想在沙发上坐一会儿的，但是看到那鸡尾鱼，他又坐不下去了。杨毅打开了通往后花园的玻璃门，然后把门轻轻的关上。他在花园转了一圈，最后在一棵大树下面的石凳上
坐了下来。坐定之后，再向上看了看，确定树木足够茂盛，会挡住他的身影。他才揉了揉头发，拿出打火机，坐在那里吞云吐雾。他这一坐就是大半夜，什么时候回去的无人知晓。张绍刚，今天杨毅和小诗都挺难的。秦岚，是的，各有各的难。张绍刚，小诗是完全不合适，杨毅是开局就难。秦岚，如果第一次子涵找他聊的时候他听懂了，就不会这么难了。张绍刚，那时候他身在其中，根本没有办法看清自己。弹幕，看到这里我真的有点同情杨毅了。之前每次看到杨毅都有点烦，现在有点理解他了。杨毅本来和其他女生有机会的，但现在都处成了妇女之友。哈哈，妇女之友这个词实在太适合杨碎嘴的意了。要说脑洞之大，我只佩服网友们，因为紫云 CP 坚定的选择。小屋里的格局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第二天天气不错，孟云帆早上锻炼之后就带着子涵出去了。子涵今天有工作，孟云帆也有事情。他们在外面简单的吃了早餐之后就各自忙碌了。其他人起床后也都陆续出门了。下午孟云帆忙好之后就去接子涵了。他们回来的时候，杨毅和小朱在厨房里忙碌着做饭。杨毅手上有东西，听到动静之后问是谁回来了。小朱站到楼梯那里一看，是云帆和子涵。哦，杨毅不再说话了，你们都在呢。子涵，我先上楼放个东西。前面一句话是跟小朱杨毅打招呼，后面一句话是对孟云帆说的。孟云帆点点头，我洗洗手，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小朱正好电话响了，就下楼接电话了。杨毅，一点一点慢慢来，不着急。这话像是自言自语，因为说了一遍又一遍。在念叨几遍之后，杨毅终于觉得应该说点什么了。你们怎么这么早啊？才5点多，不到6点。孟云帆，工作忙完了，没什么事情就回来了。杨毅，你们今天去工作了？对啊，肯定要工作的呀。孟云帆慵懒地说。杨毅松了一口气，其实他知道自己不应该这样，但是很多事情不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孟云帆看杨毅在切菜，那我煮点米饭吧。他拿锅装米，然后走到水池子边开始淘米，结果眼神瞟到了一抹红色。仔细一看，杨毅不知道什么时候把手切破了，可是他手里的切土豆片的动作还没有停。弹幕，杨毅怎么看起来这么心酸又搞笑呢？流那么多血，杨毅一点反应都没有，估计他的心比手还疼吧。这样的男人很可怕，沉默且压抑。这一刻他太冷静了，会不会拿起菜刀砍云帆呀？哥们别说了，越说越恐怖。恋综现场变成情杀现场，有点期待。现在就看云帆怎么做了，一个不好很容易刺激到杨毅。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孟云帆，看他会怎么做。只见孟云帆手里的动作没有，也没有多说话。他关上水龙头，把洗米的锅放在旁边，就去1楼的客厅找到了医药箱。上来的时候，杨毅正用纸巾包着手在发呆。孟云帆说，你上点药，今晚我做饭。杨毅猛地回头认真地看着孟云帆，他觉得自己很狼狈，可以被任何人看见，唯独不想被孟云帆看见。可孟云帆的表情很平静，没有嘲讽，没有同情，更没有幸灾乐祸。孟云帆看杨毅还在发呆，就换了一个语气，你伤的是左手，应该不需要我帮你包扎吧。杨毅还是没有说话。孟云帆调侃地说，如果我给你包扎的话也是可以的，但是估计马上就会上头条。杨毅寂寞了3秒钟之后，叹了一口气，很认命地接过医药箱。谢谢，我可以自己来。这个时候他从心里真正的佩服云帆。和云帆相比，自己格局的确小了很多，难怪子涵不会选自己。第101章，云帆请杨毅离开。老张上楼来的时候就看到云帆在做菜，杨毅在包扎伤口。杨毅的伤口不太严重，他就问，今天损失1员大厨，我能帮忙做点什么吗？孟云帆知道老张不会做饭，走位看看，米我已经洗好了，你帮忙加水蒸上。说完他又问老张，蒸米饭你应该会吧？老张，这个我还是会的。想想也是，10来岁的孩子都会煮米饭，所以孟云帆也没有盯着。杨毅把手包扎好之后戴上了手套，继续帮忙做饭。子涵下来的时候看到他们几个人都在忙碌，还需要我做点什么吗？他也想找点活干。孟云帆，你帮我递盘子吧。杨毅，是的，其他的太危险。做菜有什么危险的？子涵奇怪，我刚刚就不小心切到手了。杨毅把手上的伤口给子涵看。子涵，那我帮云帆递盘子吧。弹幕，杨毅是搞笑型人格吧？我要被子涵的反应笑死了。杨毅别试探了，听到你受伤，他半点反应都没有。子涵一点都不在意杨毅受伤，昨天才跟杨毅讲清楚，今天关心他才叫奇怪吧。很理解杨毅心里的不甘，这样的举动幼稚中带点搞笑。
之前云帆看到杨毅的伤口，直接给他拿了医药箱，但现在杨毅故意把伤口给子涵看，孟云帆就不乐意了。他直接点名说：“杨毅，你今天受伤了，要不休息一下？”杨毅，我还。孟云帆，去吧，去陪陪老张。云帆的语气声音强硬又直接，把杨毅给愣住了。此时的老张已经煮好了米饭，坐在餐桌那里无聊地刷着手机，他完全在状况外。怎么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孟云帆，没事儿，杨毅心情不好，你陪他聊聊天。哦，好。老张，有需要帮忙的说一声啊。观众要被这一幕给笑死了，我可太喜欢云帆的直爽了，专治各种矫情。是啊，明明都说清楚了，还黏黏糊糊的。杨毅的做法我很理解，但是没办法认同。我要被云帆和老张笑死。之前觉得老张太窝囊了，现在情愿于杨毅和老张一样不正。此时老张已经拿了几包零食递给了杨毅，心情不好的时候适合吃点东西。他一本正经地说。杨毅看着这个和自己同病相怜的队友，想不明白老张怎么吃得下去，但看老张吃的还挺香，就也拿了一包。他拆开吃了2口，果然心情好了一点，还挺好吃的。杨毅这才有空看看手里的零食。老张，好吃也少吃点，留点肚子吃饭。杨毅，这不是小猪给高兴的零食吗？老张捂嘴笑，管他呢，反正放在这里就是大家共用的。其实小屋里的大部分开销都是共同的，每3、5天会统一分一次账，开销 A 到每个人身上。但是小猪上次买了整整2大袋子零食，他没有报账，说是留给高兴的。孟云帆那时候就说，这么多零食，高兴肯定吃不完，大家都帮忙分担。当时高兴和小猪都没意见，但大家也没真的吃，因为老张孤家寡人一个，他也没有想要追求的目标，无聊的时候就会拿一袋出来吃一点。无形中小猪买的零食反而便宜了老张。弹幕：老张虽然没啥梦想，但是确实搞笑。杨毅话多且密，但是其实很悲观。老张话少，但是很会想。他俩还真有点互补，他俩组合一下就好了。小猪，我买来哄女朋友的，你们都给我吃了。高兴，你们偷吃我零食，我可不高兴。孟云帆做饭没有那么多花哨，再加上子涵的帮忙，一会儿就好了。小马回来的时候看见子涵在帮云帆做饭，还夸奖了一番。可以啊，子涵都出师了。子涵连连摆手，没，我只负责端盘子。不过你既然夸我了，那今天晚上碗也由我来洗。不会做的事情，子涵不鞠躬，也不逞强。小马看着帮不上忙，也加入了老张和杨毅吃零食的队伍。老张很不合时宜地说，这是小猪买的。小马不乐意了，直接回怼，小猪买的，你们能吃我不能吃吗？小马这人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前几天看小猪和高兴互动，的确有点不开心，但是这2天早就想开了，错过了就错过了，说不定下一个更好。即使没有小马，也绝不吃回头草。老张看着小马洒脱的态度，想到最近小马给自己的信，他若有所思。小马看看这2个落单的男人，杨毅踏实能干，但是话多且密，有点普信。老张事业有成，但情商堪忧，生活技能为0。如果他俩中必须选一个的话，老张好像还有上升的空间。毕竟网络上充斥着各种普信男和妈宝男的理论。杨毅直接从小马的备选名单中 pass 掉。前面和老张的那一次约会，整体来说感受不错，就是最后的时候老张提起小猪，有点坏气氛。小马的思路很清晰，他就是来恋爱治疗情商的。云帆、小猪已经 pass 了，杨毅也 pass 了，那老张死马当活马医。这样想来，还有1周的时间，再试着攻克一下老张。菜做的差不多了，只有最后一个汤等着起锅。子涵先给大家摆了碗筷，招呼大家吃饭。观察室里的张绍刚说，云帆儿子涵还真有夫妻的感觉。秦岚，对，就是那种请朋友来家做客的感觉。张绍刚，而且分布明确，一个做菜，一个招呼客人。秦岚，哈哈，越说越像了。小马帮着子涵把菜往桌子上端。云帆最后一个汤也做好了。老张看了一眼电饭煲，等一下，米饭马上就好了。孟云帆，米饭还没有好吗？还是红灯，水分还没有蒸干。老张认真的说，快1个小时了。孟云帆，我看看。他记得这个电饭锅做饭很快，一般半小时就好。是不是水放多了？孟云帆问。老张，我按着水位线加的水啊。孟云帆，水位线？哪个？老张，最高水位线呀。大哥，煮米饭的水不是这么放的。孟云帆很清楚自己放了多少米，那些米只有半锅而已。煮米饭的水只需要高于米1至2厘米就好。孟云帆认真的给老张科普怎么做米饭。第102章，孟云帆组织大家滑雪。
孟云帆和子涵给大家做了一大桌子菜，就等米饭了。谁知老张却把米饭煮成了粥，这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老张煮个米饭还能出错？孟云帆，没事，大家今晚喝粥。弹幕，哈哈，老张怎么这么搞笑？像极了第一次离家的我，什么也不会做。不会做菜可以理解，怎么连米饭都不会煮？这家没了，云帆不行。杨毅，那我走。杨毅还真的找机会过来看了看，老张把米饭煮成粥了。当时是云帆让老张煮米饭的，那时候杨毅就站在旁边，他很清楚一开始是要煮米饭的，所以杨毅他本来只是想过来调侃一下老张，结果老张像一个做错事情的孩子一样站在旁边不说话。小马成了老张的发言人，老张没有回答，小马替他回答了。小马直截了当地说，他本来煮的就是粥。杨毅再问，他是本来要煮粥还是已经煮成粥？小马很肯定地说，本来就是要煮粥的。那语气让杨毅无话可说，他愣愣地点头，行吧。老张看到这一幕，心情复杂，他在迟钝，情商再缺失，也听出了小马语气中的维护之意。老张有点不知所措。孟云帆看破不说破，他对小马说，你先尝尝熟了没？你已经熟了，可以吃。小马先盛了点尝了尝，就是有点稠了。孟云帆，那行，先将就吃吧。老张想试试自己的猜想是否正确，就担忧地问，能吃吗？小马性子爽利，老张这样的废物表现，他忍到现在已经是极限了。如果这次小马还是不回怼，那一定是真的。老张认真地观察小马，就等着他发火。谁知小马依旧耐着性子说，我再2次加工一下。然后小马把粥倒在灶上的锅里，加水开火，继续煮。孟云帆招呼大家，我们先吃菜吧。小马，你们先吃，我这边开锅煮5分钟就好。米是真的熟了，2次加工也只是让粥有粥的样子，所以很快。也行。老张正想离开厨房，刚刚小马的表现，他需要好好的想想。孟云帆的菜做得不错，即使没有主食，大家吃的也很香。今晚的菜很好吃。小猪由衷的夸奖，杨毅厨艺进步了不少。小猪下楼接电话之前，是杨毅在厨房忙碌，他是真不知道这些菜都是孟云帆做的。杨毅一整个大无语，苦笑着说，感情我以前做的都不好吃啊。小猪急忙找不，好吃，都好吃。厨艺不精，只会煮速冻水饺的小猪，实在没有立场挑剔别人做的饭菜。弹幕，真的想尝尝云帆做的菜，每次都听到他们夸奖云帆的菜，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个愿望估计有点难实现。隔着屏幕，我都替杨毅感到尴尬。杨毅，终究是我错付了。小马重心煮的粥差不多了，他用大汤碗盛了一份，放在桌子上。小马热心的招呼大家，吃吧，老张为我们特意煮的爱心粥。大家都知道老张做一次饭不容易，所以都很配合的夸赞粥煮的好吃。老张默默的不说话，可是眼神不自觉的瞟了好几次小马。张绍刚，小马这么主动，老张应该感觉到了。秦岚肯定感觉到了，观众也感觉到了老张的变化。老张如果再不开窍，我就要进去把他的脑袋掀开，看看里面是什么。老张只是在感情上缺根筋，但能做到金牌投资人，绝对不傻。小马直爽外向，老张沉静内敛，他俩刚好互补。老张说他很被动，现在小马已经行动，就看老张的表现了。吃过饭后，小猪说，今天做饭没帮上忙，晚饭我和高兴2个人洗碗这样的事情，孟云帆自然不会争着做。一会儿我们一起散散步。孟云帆说，我们在楼下等你们。他们就先在1楼等他们。子涵看着小鱼说，以前养鱼，每次带回来，养不了2天就总会有几只不适应，这次他们适应的都还挺好的。孟云帆，这次的小鱼生命力很顽强。小猪他们下楼了，他们一起去后花园散步。孟云帆说，每次看到这个泳池，我就想什么时候我们弄一个游泳派对。小猪，我们录制的这段时间估计是没戏了，他们在小屋只有最后1周的时间了，而这个泳池是户外的，这段时间天气转凉，经常下雨，是真的没有机会聚了。孟云帆说，不过没关系，我们可以去其他的地方玩，你们有什么好的建议都可以提。他这么一说，所有人都想起来云帆是有好几个俱乐部的。小猪说，要不赛车吧。他刚说完，高兴就反对，不要吧，那个太危险了。小猪很识时务，及时转换想法，那滑雪怎么样？高兴，滑雪可以，我一直都想去滑雪。孟云帆问其他人，你们觉得呢？小马在运动上有些天赋，自然也是同意的。子涵肯定是没什么意见。老张思绪早都飘到很远了，更没有意见。就剩下杨毅了，我随意。他的语气里多少有点心灰意冷的味道。孟云帆说，后天就是周末了，我们后天去。小屋里的这些人，
要不是就是像老张、高兴和子涵这样的大公司做高管，他们平时偶尔需要去公司坐班，周六周末都是休息的。要不就是像小猪、小诗、小马这样自主创业的，时间都很自由，大家自然都没有意见。而且算起来只有1周的时间了，可以相聚的日子不多了，自然很珍惜每一次的聚会。张绍刚说，也不知道他们还有没有可能反转。秦岚，前面10几天都没有成功，最后几天可能性很小。张绍刚，那也不可能躺平。他说的倒是事实，如果恋综里面的嘉宾在知道结果以后都躺平的话，那将会失去很多乐趣。所以没有配对成功的嘉宾，节目组都会布置隐形任务，甚至会剪辑一些工业糖精。张绍刚作为元老级别的主持人，太知道里面的门门道道了。不过这些不能明说。第103章小屋游戏狼人杀。他们商量好滑雪事宜后，大家又在院子里做了狼人杀游戏。8个人，1个主持人，所以设定2狼2神3村民。老张再次主动充当了主持人的位置。玩法参考种地吧狼人杀版本。每个人看到自己的牌之后，游戏开始。老张，天黑请闭眼，狼人请睁眼。狼人是孟云帆和高兴。狼人群选择要刀的人。高兴看着孟云帆，希望他拿主意。孟云帆指了指小猪，高兴犹豫了1秒就点头答应了。这一操作看到老张目瞪口呆，请狼人再次确定要刀的人。这次孟云帆和高兴都指向了小猪。老张认命了，狼人请闭眼，预言家请睁眼。还睁眼了。预言家请看，好人是这个。老张做了一个大拇指向上的动作。坏人是这个。老张的大拇指是向下的。子涵点点头。老张，请预言家选择你要查验的目标。子涵要查验的目标自然是孟云帆。你查验的目标是这个。老张大拇指向下。老张，预言家请闭眼，女巫请睁眼。小马睁开了眼睛。你有1瓶解药和1瓶毒药，今晚被杀的人是他。老张指着小猪，请问你要救他吗？小马果断地摇头。虽然自己和小猪没啥关系了，但是他也没有大方的去拿解药救他的地步。你有1瓶毒药，请问今晚需要用吗？小马摇头。女巫请闭眼，天亮了请睁眼。昨天晚上没了1个人，是小猪。老张宣布这个结果，然后每个人发言。我是村民。小猪一脸懵，我第1晚就没了，也没人救我。大家都笑了。高兴我举手说，我是村民，我什么都不知道。杨毅看着小猪，这信誓旦旦的，不会是狼人自刀吧？话都已经送到这里了。孟云帆就不客气，直接悍跳预言家，指认小猪，刀得太好了，我昨晚验的你就是铁狼。小马还真相信了，我是女巫，因为不清楚身份，所以第1也没有用毒，也没有用药。子涵见孟云帆跳了预言家，还指认了小猪，他思考了一下，说我是闭眼玩家，村民1个，剩下的小诗是村民，也属于归票位。场上只有1个预言家，那云帆一定是好人，那就是第1天晚上狼人自刀了，场上还有1只狼。刚刚发言的时候，只有子涵有犹豫。我投子涵。这个游戏大家以前没有一起玩过，不明白彼此会如何做，所以除了孟云帆和杨毅弃权，其他人都跟投了。这里张绍刚都不会了，他们是要把真的预言家投出去吗？秦岚，因为场上只有1个预言家，还是狼人孟云帆悍跳的。张绍刚，他们可能不太会玩吧。观察室是按照专业的角度分析，而且分析得很浅显，但网友站在磕 CP 的角度看热闹不嫌事大，已经分析出了10几种内幕。弹幕，我要被这局狼人杀笑死了，全是感情，没有半分技巧。孟云帆觉得好玩，高兴为了报仇都决定刀了小猪。小马选择不救小猪，当时我就要笑死。小猪就是大冤种，现任生气要刀了他，前任无感不救他，哈哈哈，太搞笑了。还有子涵为了不暴露孟云帆狼人的身份，居然没有站出来认领预言家，操作实在是太溜了，哈哈，还因为犹豫的那一下直接被投出去了，哈哈，能不能不要这么搞笑啊？狼人杀果然要熟人局最好看。子涵被票出局，没有遗言。这时候大家才知道票错了人，但是已经没有发言的机会了，只能继续第2轮。再次天黑的时候，孟云帆选择自刀。小马以为他是暴露的身份的预言家，自然救了他。第2轮投票，大家因为第1轮归票的问题投给了小诗，还是没有找到狼人。再次天黑，孟云帆果断地刀了小马。这局游戏直接结束，因为没了神职人员。这2个狼人杀，所有人都晕晕乎乎的。他们复盘的时候才知道这一局狼人杀玩得多么离谱。高兴笑而不语，小猪也不好说什么，只能把矛头抛给云帆。小猪苦笑，你们都相信云帆，不相信我，我真的是村民，好人。还有子涵，你是预言家，你怎么不站出来呢？
问题引起了所有人的共鸣。对啊，子涵，你为什么不挑预言家呢？子涵，我看大家都是随意乱认身份，我就也乱认了一个。众人，你不会玩。子涵看别人玩过1、2次，自己是第一次。这么一说，大家都懂了。难怪说他看起来好像很赌，结果做出这么尴尬的操作。完了之后，他们又讲了一下规则，然后开始第2局。狼人是杨毅和小诗，他们看了对视一眼，继续选择刀小猪。小猪是预言家，茶叶的孟云帆是好人，高兴是女巫，选择救了小猪。这一晚是平安夜，大家都很开心，只有杨毅神色有点奇怪。每个人发言后，这局没有人悍挑预言家，小猪是预言家，高兴女巫的身份都已经曝光。结果发言不好的狼人杨毅被票了出去。晚上狼人只剩下小诗，他现在可以刀了预言家，也可以刀了女巫。不做他想，当然是先刀预言家。预言家小猪这次查验的是子涵，好人一个。女巫知道这次被刀的又是小猪，但他已经没有药，只能用毒。他联想了一下，场上几个人能够2次都到小猪的人，应该只有孟云帆和小马。犹豫了1秒，他把毒给了小马。一晚上死了2个人，小猪和小马，场面瞬间炸裂起来。大家觉得肯定是孟云帆，毕竟这么爱玩的，除了他不做他想。孟云帆被票出局，最后狼人小诗刀了女巫高兴。游戏结束，狼人胜利。弹幕：哈哈，高兴怎么这么搞笑呢？前面想要刀了小猪，后面小猪被刀了就要救，不但救还要报仇。高兴，小猪只有我可以刀，你们不能刀。小马，第1局我没有救小猪，是我怕狼人自爆，但这一局我真的很冤。孟云帆，看他们在相爱相杀，实在是太有意思了。小猪，我招谁惹谁了？每次都是第一个出局。后来他们又玩了好几局，每次大概都是小猪第一个被刀或者被票，在后面就是孟云帆、杨毅、小马3个人。熟人玩游戏就是这样，开得起玩笑，爱说话的几个人总会被大家推出来。最后还是孟云帆结束了这场游戏。第104章，老张真的带不动呀。小屋狼人杀的套路，大家已经玩得明明白白了，游戏规则什么的都是摆设，玩的全部都是人情世故。这个时候，孟云帆有点佩服老张的智慧了。狼人杀熟人局，做主持人是最爽的了，不用管人情世故，还可以看到所有人的八卦。所以在玩了几局之后，孟云帆就提出了结束游戏。大家也知道再玩下去肯定出事，自然都没有意见。秦岚还一脸可惜，这就结束了。张绍刚点头说，可终于结束了，再不结束他们不疯我就疯了。秦岚捂嘴笑了。张绍刚无奈地说，这还有1个星期呢，他们都明牌了，我们以后录什么呀？秦岚劝他，看着呗，他们不是还要去滑雪吗？他其实很理解张绍刚，担心没有拉扯，没有期待感，就没有收视率。但是秦岚没有这方面的烦恼，爱情不成的话，做朋友也是可以的。观众也看了，意犹未尽。这样的狼人杀，我能看100遍。这玩的是狼人杀吗？这玩的就是人情世故，他们是懂得人情世故的。感谢他们教会了我，怎么跟熟人玩狼人杀。哈哈，他们把人情世故都玩明白了。后面的结局我也猜到了，看得出绍刚老师很急，但是你别急，张绍刚，这一天天的一个让人省心的都没有。游戏结束后，大家都各自回房准备写信了。今天游戏玩的都是人情世故，让小屋关系越来越明朗化了，所以很多人也在重新整理自己的心情。而孟云帆单独找到了节目组，还有事情和节目组商谈。参加这个节目，平时的约会和聚餐都是由节目组定的，他们要自己组织游玩或者私人约会也是可以的，但是需要提前跟节目组报备。节目组需要提前对接拍摄场地以及跟拍人员。这次场地这方面是孟云帆出，但是也要和他商量好拍摄内容以及注意事项，不然在孟云帆看来，他请朋友玩，门票以及设备这些他都可以出，但是节目组还要出一些场地录制费用的，毕竟拍摄多少都会影响到其他顾客。而且这是孟云帆来这个世界的第1笔生意，自然非常用心。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孟云帆开心地回到了小屋，留下一脸无奈的导演。当初看着孩子外表精致，内在涵养不够，怎么这才半个月都变成这样了？导演助手1都是做背调的人没弄清楚，他有这么多游乐场都没有查到。助手2急忙拉住他小声科普，孟云帆是有人直接介绍给导演的，说是有钱的2世祖，除了会花钱，其他的都不会，所以节目组看导演的面子，没让人去做背调。助手1，导演叹气，传言害人不浅呀，以后不管什么来头都要做背调。2个助手一起回答，是。第2天，小屋人员一切照旧。不过到了晚上的时候，大家都早早的回到了小屋，一起商量需要带的东西。当然除了老张，老张是个典型的生活白痴，前面他的恋爱观就看出来了。
在老张眼里，只要能用钱解决的事情都不算事情。老张看他们忙碌的样子，还劝大家说，其实不用那么麻烦，那边什么都有。子涵，我们就带一些能用得上，自己也有的，不是很麻烦。孟云帆也说，没关系，你们看自己方便。他知道是他们不想给自己添太多麻烦，毕竟滑雪的开销如果往少了说，一个人几百块钱，可是如果不控制的话，每个人大几千也是有可能的。他们8个人，这是一笔很大的开销。以后的事情谁都不确定，谁都不想欠这么大的人情。就这样，其他人忙碌着，孟云帆和老张像大爷一样坐在大厅，与其他人形成鲜明的对比。弹幕：看看这俩大佬，有钱真好。这么看起来，老张也不差啊。在钱的方面，老张还真不错，毕竟他说过，只能够女方经济上的支持。老张的恋爱观，但凡正常一点，就不上这落到这个地步。这天周六早上，孟云帆一样打了豆浆，然后晨跑。他回来的时候，大家也都已经起床了。简单的梳洗过后，上楼准备吃点东西。子涵、小马在厨房里。你回来了。子涵又做了简餐，我想着你晨跑回来，可能会就简单做了一些。孟云帆点头，这里距离滑雪场还有一段距离，你们也吃一点。子涵，我再帮大家煎2个鸡蛋。小马，我这边也加热了葱油饼。不管是简餐、煎鸡蛋，还是葱油饼，都是便于打包，边走边吃的食物。孟云帆没有多说什么，他把豆浆给分成4杯倒了出来。豆浆只有4杯，你们有谁要喝咖啡的吗？子涵，我就喝豆浆。小马，帮我和老张冲点咖啡。孟云帆正往咖啡机的方向走，听到这话停了。马姐，经常帮我做早餐，我给你冲咖啡可以，但是老张的，你自己冲啊。孟云帆并不在意帮朋友冲一杯咖啡，但是他觉得这种事儿小马自己做更好。老张这个榆木脑袋也该开点窍了。可这话刚好落到正要上楼的老张和小猪耳朵里。老张疑惑，我怎么了？孟云帆，你问小马。老张看着小马。小猪理解小马的性子，看他们这样子，估计也听不出个大概，就先去打咖啡了。他和高兴是喝咖啡的。小马不喜欢解释，行，我自己来。说着，他也往咖啡机的方向去了。孟云帆对老张说，你也快去啊。老张不懂，我去干嘛？孟云帆反问，你不喝咖啡吗？老张，可是过去了也要等，那还不如在这里等。说完这话，老张就一屁股坐在了沙发。孟云帆看着小马的背影，无声的叹息。弹幕：老张真的是恋爱肿瘤，真的是什么都不做，也没有花心思。毕竟老张还为了小猪的事情劝过小马，可能是没有办法说服自己吧。不管怎么样，不作为的男生真的很幼稚啊。现在女孩真没有几个能主动照顾别人的，像子涵这样主动洗手做汤羹的女孩子太少了。是的，小马做菜都是看人和看心情的。第105章，坐车去滑雪场。因为要去滑雪，大家在简单的早饭后都出门了。8个人有3辆车，大家自由坐。子涵和高兴自然是分别坐着孟云帆和小猪的副驾，这是大家都默认的。小马站在车前特意问老张，你觉得我坐哪辆车最合适？老张，这按照你自己的意愿就好了，不用问我的意见。小马听到这话，脸上的笑意瞬间消失了，他直接3步并作2步超过小狮，上了云帆车的后座。小马的这一操作改变了2个人的选择。首先，正要往前云帆车位走的小狮犹豫了1秒，往右走了几步，直接上了右边小猪的车。杨毅看子涵坐上了云帆的副驾，没有多观察，就从另外一侧打开车门。正要上车的他看着冷脸的小马，尴尬极了。自从上次运动场下来之后，杨毅面对小马的时候是有点发怵的。已经有人了，那我坐另一辆。杨毅打了声招呼之后又退了出去，上了左边老张的车。杨毅趁着开车前也移到了老张的副驾。就这样分车完毕，大家有喜有悲，观众看得很欢乐。这次分车和之前几次有异曲同工之妙。小狮和小猪真的都不来电，第一次坐车看他和小马秀恩爱，这次看他和高兴秀恩爱。哈哈，这次正好小马坐在云帆车的后排，让他感受一下被强行喂狗粮的感觉。老张和杨毅2个孤独的男人再次坐在了一起。路上，小马很有眼色的把毯子一围，我昨天没睡好，再睡会儿。孟云帆和子涵相互看了一眼，都笑而不语。和他做同样事情的是强迫吃瓜的小狮。小狮本来不想睡的，但是高兴不像小马那么直接，他每次和小猪说话的时候都会顺带上小狮。虽然这样好像被人重视了，但是小狮真的不想吃狗粮，所以也借口自己没有睡好，就开始闭目养神了。按照道理来说，前面2辆车都是3人行，杨毅和老张的车上气氛应该比较和谐的。可杨毅是一个好为人师的人，即使自己感情受挫，也要充当感情导师。你有没有感觉到小马最近有点不一样，
特别是对你态度真好。说到一半，他突然反应过来，小马不会对你有意思。老张本来就不善于讨论感情的事情，他这么一问，老张就更不知道说什么了。杨毅继续猜测，你还对小诗念念不忘呢。要我说，小诗这边你再主动一点，还是有机会的。不像我，子涵已经跟云帆锁死了，我连努力的方向都没有。杨毅越说越沮丧。老张发出疑问，你真的觉得我再主动一点就可以？杨毅跟他絮絮叨叨了半天，他终于接了这么一句。杨毅的说话得到了回应，他立马来了精神。是啊，小诗温柔，看样子就很会体贴人。最主要的是，只剩这么几天了，换人也来不及了，还不如再努力一把。老张若有所思的点点头，我知道了。找到方向的老张也来了一点聊天的兴致，还反问了杨毅，你呢？继续还是？杨毅在别人的感情上夸夸其谈，在自己的事情上就有些犹豫。现在我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就像他说的，继续下去，子涵已经跟云帆锁死了，努力也是无用功。换人的话，这么短的时间他也没有把握。杨毅不知道，就他这番算不上开导的话，让老张坚定了继续追小诗的心。事后，很多网友认为，如果不是因为杨毅，说不定小马和老张就成了。当然这是后话，暂且不提。他们一行人到达了滑雪场地，因为是孟云帆自己的俱乐部，很多东西都已经准备的最好的，他们只需要我觉得适合自己的就行。男生中，孟云帆和老张是会滑雪的，可以不用选择护具。女生只有小诗玩过滑雪，但也选择了一套简易的护具，保护着膝盖和手肘。子涵选择了粉白色的小兔子坐垫和护膝，也给孟云帆递了同样款式的护膝，护着膝盖吧，以防万一。孟云帆想到可能还要带其他人滑雪，摔倒的可能性还挺大的，就绑上了。小猪和高兴两人都帮选了合适的护具，小马选了暗绿色的小乌龟坐垫和护膝，把另一套直接塞给了老张手上。老张不知道小马会这么直接，一时之间不知如何拒绝，只能默默地将乌龟的护膝绑在自己身上。大家都在撒狗粮，小诗和杨毅默默地自己选了护具带上。到了内场，所有人跟着一起先做了一下热身运动。孟云帆安排了一男一女2个教练，分别教大家滑雪。当然，子涵只有前面只是简单的基础动作，是教练教的，后面都是云帆带着滑的。子涵学习能力的确不错，刚开始还踉踉跄跄的站不稳，练习不到半个小时就能够在孟云帆的带领下爬出好远了。孟云帆止不住的夸奖他，不错，学习的真快。子涵笑得甜美，那是你教的好。小马在掌握了基本动作之后，就向老张请教。老张当然没有拒绝的理由，就带着小马滑。还有一个会滑雪的小诗，但是大家都不好意思请教他，所以剩下的几人都是围着教练的。孟云帆看子涵已经可以自己滑了，就把交代他在原地休息一下，他想自己一个人在场子里面溜一圈。子涵，你去吧，我在这儿给你拍照。孟云帆，好，我尽量早点回来。子涵说，去吧，可以跟高兴一起学。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新手区，大家画的都很慢，而且教练就在旁边，所以孟云帆很放心。子涵找了一个相对舒适而且视野较好的位置坐下，然后真的拿出手机给孟云帆拍照，然后自己自拍。孟云帆看到子涵坐在那里，很乖巧的给他拍照，就摆一个 pose， 还在雪中跳起来炫技。子涵比耶的姿势表示自己已经拍摄好了，孟云帆这才加速的向其他地方滑去。今天的滑雪场人很多，但是一点都不影响孟云帆潇洒的走位。他在人群中像精灵一样穿梭，身形俊美。这些好看的镜头，子涵都录下来了。一直到离孟云帆太远的时候，只能看到一个小点，子涵才放下手机。第106章，云帆闪现救子涵。孟云帆陪子涵滑了一会儿，就自己快滑起来。他在人群中穿梭，好不惬意。在滑到一个角落的时候，一个人摔在地上，看背影，他正在努力的往上爬。旁边还有另一个双马尾的姑娘，不停的道歉：“对不起，我不太会滑，撞到你了。你有没有伤到？你能起来吗？我这技术也不敢服你，怎么办呀？”孟云帆知道像这样的情况在滑雪场经常发生，秉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孟云帆也像周围人大多数一样漠视。就在他一闪而过的时候，听到躺在地上的人说话了：“没关系，我可以自己起来。”这个声音很耳熟，孟云帆立马停住脚步，又滑了回来。当然这次是正面，上前仔细一看，果然是小诗。小诗，需要帮忙吗？正在努力的小诗看到是孟云帆，直接点头答应了。孟云帆弯腰伸手，小诗突然有些犹豫了。旁边站着的双马尾帮他说出了心声：“这样拉起来很危险，你也会摔倒的。不管会不会滑雪，大家都知道站在雪地上是极度不平衡的。如果把一只胳膊借出去，万一力道没有控制好，2个人会再次摔倒。
孟云帆笑着对他们说：“没事，我可以。”小诗点点头之后，也伸出了一只手。旁边双马尾的女生开始还想制止，二次伤害不是说着玩的。双马尾在看到孟云帆的笑容之后，后面的话渐渐的没声了。孟云帆已经一下子把小诗给带起来了。刚起来的小诗重心不稳，孟云帆把她扶着。双马尾一脸震惊的对小诗说：“姐姐，你男朋友好帅啊！”小诗闹了一个大红脸：“这不是我男朋友。”双马尾明显不信：“女朋友？眉毛这么大，危险救你。”然后把目光看向了孟云帆：“帅哥，你的下盘真稳，还有你的臂力真惊人。”孟云帆淡淡的说：“我知道。”双马尾看孟云帆没有交流的意思，再次确定了小诗没事，才依依不舍的离开。弹幕：云帆臂力惊人，上次在马场就知道了，他下盘的力量真的很稳。就刚刚那情况，专业教练来也不一定做得比云帆好。专业教练只会让你慢慢的起来，才不会扶你呢。救命！为什么我又扣上云帆和小诗了？是啊，明明都已经滑过去了，听到小诗的声音又回来了。不要吧，连杨毅都知道，最后一个星期不能换对象，云帆不会不知道的。你们真能整事情，云帆明明是因为认识才帮忙的，怎么就被你们解读成这样了？当时的情况不帮忙才奇怪吧？就是啊，如果是我遇到认识的人，我也会停下来的。张绍刚老师，这就是你想看到的情形。小诗在孟云帆的搀扶下，在雪地上滑，走了好几步才慢慢站稳。谢谢，我已经可以自己走了。小诗很有分寸的放开了孟云帆。那我就先走了。孟云帆确定小诗没有什么事情，就滑走了，这让很多紫云 CP 大呼一口气。另一边，子涵休息好了，又踉踉跄跄的站起来。他想试着滑，这样可以早点赶上云帆的脚步。子涵按照孟云帆教的方式，开始滑得还挺好的，走出来好远，高兴还给他比手势，夸奖他呢。结果乐极生悲，一个很快的身影从他身边划过的时候，子涵受到了惊吓，一个重心不稳，马上要摔倒了。就在快要滑倒的时候，杨毅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子涵身边，及时扶了他一把。杨毅本身今晚不太会，子涵的手只是搭了一下，杨毅晃得比子涵还厉害。眼看着子涵和杨毅两人就要摔成一团，网友们也在各种担心。网友弹幕：杨毅还真是无处不在啊！看子涵的表情，宁愿摔一个大屁股墩儿，也不愿意被杨毅扶。杨毅只是好心，不要过度解读。但是杨毅再没有帮上忙，只会添乱。杨毅真是又菜又爱玩，节目组真会搞事情。紫云 CP 危机四伏。张绍刚老师，这盛世如你所愿。就在子涵和杨毅马上就要跌倒，孟云帆从后面飞速赶来。在经过子涵的时候，他一把搂住子涵的腰，因为惯性滑出好远，他们速度才停下来。而杨毅自然直接摔倒在原地，他看着被云帆带走的子涵，只能叹气了。弹幕：家人们谁懂呀？云帆闪现的那一刻，帅飞我了。刚刚那一幕好像打野就辅助，安全感满满。这么一说就更有画面感了。哎呀呀，这一段要重复播放。哈哈，没有人在意杨毅的死活吗？杨毅是工具人实锤，杨毅在场演绎望洋兴叹。哈哈哈，你是会用成语的。子涵整个人停下来很久，还恍恍惚惚的。孟云帆把子涵扶正，感觉怎么样？刚刚太快了，太刺激了。子涵兴奋地说：“我也要快点学会滑雪，太好玩了。”孟云帆笑着说：“我们在练习，一会儿我们去高位区，我带着你滑。”子涵点头：“好。”观察室里，张绍刚，这里可以看出子涵和小诗的区别了。上次小诗被云帆带着骑马，小诗是开心的，但是没有表明自己以后的做法，相对内敛含蓄。子涵被云帆带着滑雪，表示自己要努力，一起享受飞一样的感觉。秦岚、云帆和子涵真的很合适，他们两个都在努力的为对方做一些改变，一起变得更加优秀。我真的不希望有那些意外了。张绍刚也是，光为了对方相互成就，一直能遇到这样一个人，真的挺难的。秦岚，所以啊，那后面能不能没有这些尴尬了？张绍刚，那就要看杨毅了，我做不了主。这话倒也不假，嘉宾的一些行为，节目组会给意见，但是大部分还是看自己的。再说杨毅，杨毅其实心里已经放下了，但是他在小屋只有和老张聊得来，当然，也可能是只有老张愿意听他说话。可这会老张被小马拉走当私人教练了，杨毅不太会，又太无聊了。这次他真没有想那么多，只是下意识的出手帮忙。第107章，请云帆把滑雪服焊在身上。杨毅看着子涵和云帆两人很开心的样子，也就放心多了。他慢慢的站起来，看了一会儿，就朝孟云帆他们相反的方向发走了。秦岚，这次摔倒了都没人关心，是真的太伤了。观众也开始心疼杨毅，这样看起来杨毅也确实有点惨，感觉子涵有点太让人心寒了。
前面杨毅手切破了没有关心，这次摔倒了也没有过来关心一下。虽然是要避嫌，但是就算普通朋友受伤了，也要关心一下。你们真是太可怕了，前面还都在说杨毅上赶，追得太紧了，现在又觉得子涵躲得太远了。最可怕的是，之前骂杨毅的和现在心疼他的都是同一批人，网络上的纷纷扰扰跟他们都没有多大关系。滑雪运动还在继续，子涵看到杨毅滑出很远之后，他跟孟云帆解释：子涵，我在想，我是不是对他过于冷脸了？孟云帆，你天生爱笑，偶尔人脸也挺可爱的。子涵脸变得粉扑扑的，但是也没有忘记自己想说的话。刚刚多亏杨毅，否则不等你出现，我就摔倒了。孟云帆看了一眼杨毅离去的方向，那我们找个机会感谢他。子涵笑着点头，好。瞬间网络上又是一片夸奖子涵的声音，以及说杨毅不懂眼色。心无芥蒂的子涵学习得更加快了，其他人也在一遍一遍的学习中慢慢的进步。玩了快1个小时的时候，孟云帆喊大家在旁边补充了一下水分和食物，然后他带着大家去了高位区，大家都可以尝试滑一下，滑得快慢没关系，就是体验这个感觉。小马胆子大，他虽然也初学没多久，但是也想玩。他提议，我们要不分组比赛，两个的从这里滑下去，看哪一组滑得最快最好。孟云帆，可是你才学没多久。小马，没关系，老张会带着我。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看着老张，一般暧昧期的女生这样说，就是希望男生能够勇敢地站起来说，我可以。小马也是这么希望的，但是他明显高估了老张，因为不是一般人，他是一个绝对的恋爱癌症患者，他根本听不懂小马口中撒娇的意味，所以老张站在安全的角度，直接拒绝了这个提议。我自己滑还差不多，带人可真不行。小马苦笑，那大家随意组合着玩吧。他是打定主意，一定要玩的，所以稍作准备之后，就向前冲了过去。孟云帆给他打气，马姐，你可太帅了。其他人也鼓掌欢呼。弹幕：小马真的是直爽有余，温柔不足。这一马当先的性子，我可太稀罕了。很多人觉得小马脾气不好，但是我觉得他性情最直爽，但是最利落。子涵看小马已经滑走了，也想尝试。他滑到云帆面前，我俩一起。当然。孟云帆理所当然地说，我要保护你。子涵又笑了，小声说，谢谢，我喜欢被人保护。孟云帆，你在前面滑，我跟在你后面。这种大斜坡，手牵着手会影响方向，所以一前一后才能够更好的保护子涵。子涵慢慢的往前滑，马上到坡度的时候，他说，就是现在。云帆开始出发，子滑下坡度，速度太快，他不会掌握方向，就要摔倒的时候，云帆追上来了。云帆看他的姿势没有大问题，就给他下了口令，屈膝，重心下移。子涵配合的蹲下身子，整个人一下子平衡了很多，很快就控制好身体。刚好坡度的地方也走完了，接下来是一段平缓的滑程。云帆控制速度跟在他旁边。哇，这样感觉真好。子涵感叹，难怪你喜欢快滑，真的很爽。云帆，这是刚开始，以后你会觉得这里面的乐趣更多。说着，他做了一个原地旋转跳跃的动作，像这样的。子涵，哈哈哈，真的好帅！摄影师们快速记录了这一瞬间。张绍刚说，云帆这样的男孩子我都很欣赏，也难怪女孩子。秦岚，云帆是很不错的，而且子涵真的很真诚。赵绍刚点点头，现在我能理解你说的，他们互相成就了。弹幕：云帆简直要帅死我了，请云帆把滑雪服焊在身上。别忘了，云帆的骑马装也很帅。看你们说的，云帆什么时候不帅？子涵在平时的时候不显，但是每次到了这种集体活动，真的很亮眼。是啊，几个女生中子涵是最勇敢的。刚刚滑下去的时候，连莽撞的小马都有点紧张，但是子涵还是放心的把所有希望交给云帆。这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去信任一个人。他们两个人相互帮助，相互进步，真的很好磕。另一边，小诗在孟云帆之后出发了，刚好看到了云帆炫技的那一幕，也看到了子涵毫不掩饰的夸奖和开心。小诗想到了上次他和云帆骑马，当时很兴奋，但是没有像子涵这么直接的表露出来，这大概就是自己和子涵的区别吧。想到这些，小诗很有眼色的往旁边滑去了。后面，小猪和高兴踉踉跄跄的出发了。两人过第一个坡度就摔了一个屁股蹲，两人都很开心的哈哈哈笑着，然后又相互搀扶着起来，慢慢的往前。老张看到他们那么开心，也终于出发了。杨毅在最后，他想到了自己之前什么不懂还喜欢教人的样子，想到了子涵面对自己和云帆的两种状态，他怕离子涵太近会影响子涵的心情，所以杨毅不想请求别人帮忙，就留在了最后。杨毅慢慢的往前滑，
慢慢的滑过斜坡，同样也不可避免的摔倒了。这个时候，前面的人都已经到了终点。在滑雪的后半场，孟云帆已经感觉到杨毅在刻意躲避着自己和子涵。子涵的解释，穆云帆听进去，他相信杨毅去帮助子涵，真的不是刻意的。想到这些，他就把双手在嘴边，举着喇叭状大喊：“杨毅，加油！”其他人听到他的喊声，也跟着一起喊：“杨毅，加油！”第108章，滑雪场上的盲盒。在这个滑雪场上，杨毅一个人滑了很久，慢慢的从中悟出很多道理。他太清楚自己之前的所作所为有多讨厌了，所以杨毅没有奢望在滑雪场上能够得到别人的帮助。但是孟云帆带着所有人喊的那一声加油，带动着所有人一起为他加油，这让杨毅有了不一样的感受。他慢慢的站起来，调整方向，向着大家滑过去。杨毅，感觉怎么样？刚刚有没有摔伤？第一个上前询问的是孟云帆，旁边的子涵也一脸焦急的样子。杨毅苦笑着说：“我这么大个人，能有什么事啊？”说完可能觉得这样不太合适，他又故作轻松的拍拍膝盖上的护膝，还别说，多亏了这个。小马点点头，这东西丑是丑，还真管用。老张看着自己身上和他一样小乌龟的护膝，那当时为什么不选其他样子的？小马，我觉得就这个适合你。众人大笑。弹幕：杨毅不再纸质的时候挺有意思的，不是爱情会使人变得盲目，而是盲目的爱情会让人变得面目全非。相比起来，老张真的很让人无语。小马是会说话的。凌霄，骂人真高级。老张被人取笑也不生气，墨绿色挺好看的。秦岚，我算看出来了，目前老张是真的需要破茧。张绍刚，小马也是，其实两个人相互抱团取暖应该也挺好。秦岚，那也要老张做伸手这个动作啊。最怕的是老张只想取暖，但不想伸手。有很多人需要感情上的慰藉，却没有爱别人的能力。但是感情这样的事情本来就是双方的相互的，哪怕很少也要让对方感觉到。老张明显不具备这样的能力，这是节目组的一个老大难。所以在第二次大家向下滑的之前，工作人员在终点放了一个盲盒，第一个拿到盲盒的人可以有回程专车特权。这一次是反而没有人想在前面滑了，这个时候当然还得是孟云帆出马了。他先问小马：“小马，要不这次还是你第一个？”小马冷脸：“不了，我要缓缓。”他略带笑意地说：“既然你们都不要这机会的话，那我们就先滑了。”小猪点头：“你们第一个，我和高兴第二个。”孟云帆的意思是激励大家积极点。小猪比较直接，他认为这个机会给关系明朗的两队最好。小诗，那我在小猪他们后面。其他几人也分别排队了，小马最后。孟云帆轻轻地摇摇头。小马的情绪永远跑在脑子前面，而老张遇到任何事情都是脑子先动。按说他俩应该很互补的，看这样子好像又要错过了。孟云帆问子涵：“准备好了吗？”子涵重重的点头：“可以了。”那走吧。子涵还是按照之前的方式往前滑，因为有了上次的经验，所以一冲下坡就开始重心向下。这次没有孟云帆的提醒，他滑得也非常漂亮。孟云帆对他竖起一个大大的拇指，进步很快啊。子涵一扬下巴：“那当然，我要追赶上你的步伐，当然要快。”孟云帆，这次感觉怎么样？子涵，哈哈，我终于体验到了快速滑翔的感觉。前面那一次，子涵虽然面上不显，但是当时只顾着听云帆的指令，还没来得及感受就结束了。这次的子涵牢记动作，认真感受了这个飞跃的过程，所以是真的高兴。孟云帆，高兴就好。他们滑下来没多久，小猪和高兴就滑下来了。怎么说小猪呢？他的运动细胞几乎都在上肢，腿部的平衡控制是很好，所以反而是高兴因为下落，小猪却摔倒滑了出去。失去平衡的他没有控制好方向，正好碰到了高兴，两人摔成一团。弹幕蛙声一片：“小猪，你小子也太会了，这是什么梦幻爱情？这是追着喂我们狗粮呀！”幸运猪组合不爱显摆，但是一出镜头就是大事情。高兴，罢了罢了，看你这么上道，原谅你了。之前高兴因为小猪说不太确定，这几天可以回避，两人同框的镜头真的很少。今天好不容易拍到一个浪漫的镜头，节目组还给了大写、特写、慢写，让网友们365度欣赏到了两人的表情变化。网友直呼磕到了，当然这么一耽误，也让后面的小诗超过了他们。小诗以为自己会是第5个到终点的人，结果他滑下去才知道，小猪和高兴两个人在雪地里相互搀扶着起来，而再往下滑就发现孟云帆和子涵两人在一片大空地上嬉戏玩耍，也就是说前面4个人都没有去终点。小诗犹豫着滑向了另一边，也没有接近终点的那个盲盒。
观众刚开始都被小猪和高兴的名场面而吸引，现在看到了云帆、子涵和小诗的操作，都笑喷了。哈哈，节目组想搞点事情，给我们吃工业糖精，可奈何嘉宾都不配合，太有意思了。这届嘉宾主打一个真实。哈哈，你们猜最后谁会去拿那个盲盒？8成是杨毅，总感觉他是节目组专门派来搞事情的。哈哈，杨毅总会莫名其妙的自信，且死灰复燃，一定是节目组的原因。大家守着终点的镜头，想要知道到底是谁会拿到这个盲盒。顺序接下来的会是老张，不过网友们都猜测，依老张的性子是不会拿那个盲盒的。结果先下来的是小猪和高兴他们。小猪纳闷地说，盲盒在这里，你们跑错地方了。然后兴冲冲的去拿到了盲盒，高兴也跟了过去。小猪打开盲盒，只见上面写着邀请一位异性和你单独回城。他把盲盒里面的纸片拿出来左右看看。高兴说，这个好像没什么用。小猪不这么认为，有用啊，我们2个人多自在。高兴的意思是，反正不管怎么样，他都坐小猪的副驾，所以在他看来没必要这么麻烦，还要浪费一个盲盒。而小猪是觉得这几天都没有和高兴好好的说话了，想趁这个机会聊一聊。第109章大声密谋。小猪和高兴的想法出现了分歧，但是高兴是一个很内敛而且情商很高的女孩子，所以也说什么。老张、小诗、杨毅他们也依次滑了下来，最后下来的是小马。要不先休息一会儿，吃点东西，下午再滑。孟云帆征求大家的意见。好，这个太消耗体力了。小猪第一个同意，其他人也没有意见。任何运动对一个不熟悉的人来说都是很累的。他们卸掉了装备，在旁边的农家乐吃午饭。在吃午饭的时候，他们约定了回城的时间。孟云帆顺便订了几个房间供大家休息。他说今天体力消耗都比较大，大家可以休息一下。孟云帆不建议下午继续滑雪了，否则明天腿会酸软的动不了。子涵提议我们可以在周边拍拍照，当做郊游了。孟云帆，那就自由活动吧，大家想休息的就休息，不想休息的就去外面看看。说到这里，他故作神秘的对大家说，我和节目组说好了，下午不跟拍，大家自由组队哦。就这一句是孟云帆大声喊出来的，其他人也都欢呼起来。因为自从进小屋里来，除了工作时间，其他时间都是在摄像头下，不是专业的演职人员，每天在镜头下还要尽量保持良好的拍摄状态，真的挺累的。现在知道能够不用在摄像头下，开心的心情无以言表。他们不知道的是，就是刚刚这一幕也全部录进了在了镜头里。弹幕，哈哈，看来大家还是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一面呀。我们是会员，有什么不能看的吗？我真笑死了，他们是不知道有镜头吗？这是固定镜头拍摄的，摄影师可能也去吃饭了。这就是所谓的大声密谋，好像知道当他们知道计划落空的时候会是怎么样的反应。孟云帆，低调，大家低调，快吃饭吧，吃完了之后各自就散了吧。果然吃完饭大家各自散开，之后节目组的人就找到了孟云帆，不跟拍肯定是不行的，不拍摄大家看什么啊？孟云帆给大家争取了一下，大家想有一个放松的环境。刚刚你也看到了，大家有多开心。导演很坚持自己的职业道德，你们晚上可以早点休息，但是今天下午网友已经知道你们会自由活动了，不开肯定不行。孟云帆觉得导演说的也有道理，毕竟立场不同。他想了一下说，那你们悄悄地跟着，打扰到外出的人，而且只拍远景。导演想了一下就点头答应了，行，我们会注意不让发现，但是你要告诉大家，万一发现摄影师了也不要惊慌。就这样，孟云帆和导演2人达成了协议。回去后，孟云帆在群里侧面提了一下，万一出门见到有跟拍，那一定是某个敬业的工作人员在努力。换这个角度，大家都能理解了。下午，孟云帆和子涵在周围走了走，滑雪场外大部分都是自然景观，看起来赏心悦目。还遇到了一起散步的小猪和高兴，他们俩人手牵手，好不惬意的样子。他俩没有上前打扰，而是换了一个方向，继续在树林间的小路上行走着。孟云帆说，小猪昨天还担心自己和高兴，今天2人都手牵手了。子涵，小猪真的担心吗？孟云帆点头，可不吗？子涵，上次小猪说不确定真的挺伤人的，高兴回去郁闷了好久。孟云帆，原来是为这个事儿啊，那小猪活该。子涵收起笑容，使劲地咬着下嘴唇，犹豫了很久才问，那你呢？你确定了吗？其实子涵跟云帆在一起的时候，2个人都很轻松，也都很相信对方，但是云帆始终没有说过那句话。子涵心思通透，很多事情可以想得开，但是当周围的人有这样情况的时候，就会忍不住怀疑自己的判断。这里并不是子涵多疑，就像是早上出门看见别人带了伞，心里就会有暗示，也会担心下雨，而顺带也带一把伞。
作为亲眼见证小猪感情变化以及小马、高兴情绪变化的子涵，自然也是很磕幸运猪的。所以小猪说不确定的时候，子涵一直都想找机会问问孟云帆。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孟云帆自然看出了子涵这点小小的心思，他笑着说：“我自然是确定的，我可以不做决定，但是我做出的决定，我就会负责任。”子涵听了这话，开心的笑了。我也是轻易不做决定，做了决定我就希望有结果。孟云帆刮了一下他的鼻子，这个你不说我也知道。这么亲密的举动让子涵羞红的脸，他把头慢慢的靠向了孟云帆的肩膀。孟云帆看到了不远的地方一个摄影机，也没有在意，他很自然的伸手搂过他的肩膀。弹幕：我的老天，紫云 CP 太好磕了，家人们谁懂啊？云帆说：你不说我也知道，意思是一开始就喜欢了吧？对对对，我理解的也是这样。子涵刚开始真的很低调，刚刚刮鼻子那一下把我给刮没了。云帆懂得子涵的顾虑，子涵尊重云帆的决定，两个人都在相互为对方努力，这样的感情谁能不磕呢？以前不懂得高兴为什么那么快选择小猪，其实看下来才发现高兴也需要感情的寄托。以前我也以为是高兴选择救赎了小猪，现在才发现他们俩是相互救赎。事实证明相互的感情真的很好磕。老张，我怀疑你在内涵我。另一边小猪和高兴两个人已经聊了很久了，高兴的心情明显好了很多。他说：我想把这个盲盒给小诗或者小马，他们比我们更合适。小猪能有这样的机会跟高兴冰释前嫌，心里很开心。行，一切都听你的。高兴把头歪着认真的看着小猪，你觉得这个盲盒适合小诗还是小马？小猪认真的思考了一下，我觉得。高兴不知道自己在期待什么，但是他很认真的盯着小猪。这个盲盒给你了，你说了算。第110章，老张再次约了小诗。高兴想把盲盒的机会让出去，问小猪的意见。小猪把盲盒的归属权给了高兴，这个盲盒给你了，你说了算。高兴自然也很感动，你真这样想？小猪点头，这件事听你的。高兴本来的意思是想让小猪从小诗和小马选一个，不是就算了，如果选择小马，高兴肯定要重新考虑的。结果小猪把选择的权利给了高兴，这是高兴没有想到的。他思索了片刻，说：那就给老张吧。小猪点头，这个好，老张也不能总是等着。网友直呼：小猪太会了。小猪这波高情商的回答要惊艳多少人啊！小猪真的很需要高兴，在他面前小猪变得很美好，看出高兴也在认真考虑小猪的心情。美好的爱情就会让人变得更加美好，高兴值得，小猪也值得。哈哈，他们是不用选择了，却把选择权给了老张。老张半夜从床上惊醒，为什么呀？当然这么好的风光，出来游玩的也不止他们两个人，还有小马和小诗，两个人相互拍照合影。老张是情愿在房间里躺着，也不愿出门。杨毅不知道约谁，所以也没有出门。小猪回来的时候很容易找到了老张，把那一张特权卡给了他。下午4点他们开始回城，在大家快要上车的时候，老张犹豫再三，终于把特权卡刻意送了出去。可他送的对象不是大家都期待的小马，而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的小诗。张绍刚这几天在老家啥动静都没有，以为他已经放下，没想到他还要约小诗。秦岚可能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小马追着他，老张感觉不到，原来他的心思还在小诗身上。张绍刚，小诗现在也是一个人，说不定有机会。秦岚，希望吧。弹幕：说实话，老张这人也挺矛盾的，说他深情吧，什么都没做；说他不深情吧，他好像自始至终都没有变过。老张的这个选择让小马这段时间的付出都成了笑话。其实小诗也是被动型，就是不知道老张的这次主动能不能够打动小诗。看看其他两对 CP 就知道了，感情是相互的事情。这三人的感情真的太难说了。小诗没有想到这次盲盒的特权落到了老张的手里，而老张还是再次选择了自己，这和第一次小熊他们的那次特权约会何其相似。小诗很体面的跟着老张坐上了车，他们的特权在于有司机帮他们开车，两人可以坐在后排畅所欲言。剩下的几个人，小马这次没有坐孟云帆和子涵的后排，而是坐上拉着杨毅，坐上了小猪的车后座，然后继续睡觉。杨毅明白，小马是担心自己耽误子涵他们，即使他知道自己不会，但是之前做了那么多事情，小马误会也是应该的，所以杨毅也没有说什么。对于这样的排座，小猪很高兴，没说什么。弹幕：哈哈，本来以为老张约走了小诗，幸运猪就可以单独在一起了，结果来了小马和杨毅。哈哈，小猪和高兴送走了一个，来了2个，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后悔。
有什么好后悔的？小马能够坐小猪的车，说明他也已经完全放下了。小猪和高兴也没有意见，说明大家都看开了。现在没有看开的只有网友，大家都是朋友，小马跟云帆的关系更好，所以给紫云 CP 留空间，我是可以理解。都说小马莽撞，可是这个时候小马却是最通透的。回程的车子开始启动，大家都有些累了，有的在假寐，有的是在真睡。除了开车的人，精神状态最好的大概就是老张和小诗两个人了。他们两人在1周之前就已经说好做朋友的。小诗不明白老张为什么约自己，所以他没有说话。过了20分钟，小诗都没有等到老张开口说话，他迷迷糊糊的想睡了。就在这个时候，老张终于鼓足了勇气问小诗：“你要喝点水吗？”小诗精神一振，好。老张给他拧开了一瓶水，递给了他。小诗，谢谢。到这一步，小诗和所有网友都以为老张是茅塞顿开，已经做好了主动的准备。谁知老张一句话直接让网友破防了。他的语气依旧吞吞吐吐，其实我也没想到他们会把盲盒送给我。小诗重重的咽下刚刚喝的那一口水，没关系，我正好要休息。老张听到小诗这么说，后面更说不出来话了。两人一路沉默着回到了小屋。观察室里，张绍刚和秦岚齐齐拍桌子。张绍刚，老张是真的不会说话啊。秦岚，这机会给他真是太浪费了。网友更是又好奇又觉得很搞笑。亏我还想着老张终于勇敢一次，还是很期待的。是呀，小诗也在等他说点什么吧。小说之所以觉得老张不合适，就是觉得他不够主动。这次老张主动，小诗应该是抱着希望的吧。老张真的不值得，终于理解小诗为什么单着也会拒绝老张了。老张注定孤独终生，既然这样，为什么不约小马呢？是呀，还不如约小马，这样大家还有点期待。想知道老张为什么要参加节目呢？对他有感觉的人他没感觉，他有感觉的人也没见他主动。其实可以理解网友们的心思，大家来这里就是看人恋爱的，可是老张什么都不做，大家就少了看八卦的乐趣。相比较而言，回程最有意思的是孟云帆和子涵两个人。他们聊了一会儿天，刚好子涵的父母打视频过来，子涵直接跟父母打了招呼之后，争取了云帆的同意之后，直接把摄像头对向了云帆。爸爸妈妈，我刚和朋友去了滑雪场，现在在回去的路上。这是我的朋友孟云帆。第111章，4舍5入约等于父母见面。孟云帆对着镜头喊：“叔叔阿姨，你们好。”对面的中年夫妇说：“小伙子长得还真周正。”谢谢叔叔阿姨。子涵的爸爸还想说什么，都被他妈妈拉开。小伙子，你好好开车，我们不打扰你们了。子涵跟他爸爸妈妈又简单的聊了几句之后，这才把视频挂掉。你还挺受欢迎的。子涵撅着小嘴说：“我爸爸妈妈和你聊的时间比我都长。”孟云帆不以为然的说：“我受欢迎才好啊，如果不受欢迎，那你父母岂不是更担心？”子涵点点头，那倒也是。孟云帆，我父母也很喜欢你。子涵脸猛地一下子红了，他们又没有见过我，怎么会喜欢我呢？孟帆说：“真的，录制节目的前3天，林女士每天都在全天跟进，从第1天开始，她就跟我说，那个叫子涵的姑娘最好。”子涵，林女士？孟云帆解释：“就是我妈妈，因为不服老，所以让我叫她林女士。”子涵认真的记下来了。哦，那后来呢？后来她又说什么了？后来林女士对我的关心只有3分钟的热度，这次能坚持3天很不错了，哪有什么后来？孟云帆的话里面有一些夸张的成分，但是林女士的确不会插手儿子的感情生活，她会给孟云帆提一些意见，但是结果林女士不管。子涵问：“只有3分钟热度吗？”孟云帆说：“对，林女士在工作上还不错，生活上真的一言难尽，以后接触了你就知道了。”云帆这句话等于是给他们的未来上了一层保险。弹幕：他们真的太自然了，就这样介绍了父母认识。云帆真的很招人喜欢，未来岳父岳母好像很满意。林女士真的很有眼光，在我们都没有注意到子涵的时候，林女士都已经注意到了。他们这是约等于见父母了，这应该是在恋综中双方父母见面最快的一对了吧？哈哈，如果这样也算的话，的确是最快的一对。真的很喜欢看这种岁月静好的恋爱，恋综之生活中的那些小事儿。孟云帆放了子涵爱听的歌，子涵跟着一起哼唱了半路。路程过半，后来子涵实在太困了，慢悠悠的睡着了。云帆把车靠边停后，给他披上了毯子，继续前进。3辆车子按照既定的路线往前行驶，他们终于回到了小屋，大家各自收拾。今天晚上老张觉得大家都累了，所以叫了一大桌子外卖。之前大家排做饭的时候，老张就说过，轮到他的时候就给大家叫外卖。后来因为有厨师的加入，所以大家做饭的时间很少，所以老张一直没有这个机会。
今天终于抓住这个机会，老张自然好好的表现了。小猪忍不住感叹：“你这外卖叫的和在餐厅吃一样丰富。”老张愣愣地说：“我就是按照餐厅包厢的标准叫的。”原来他直接从餐厅让别人搭配好菜品，然后送过来。老张所做的只有打电话以及付钱2件事。孟云帆竖起大拇指，这真的很老张。众人哈哈大笑。弹幕：我可以理解小马，甚至可以理解杨毅，还是理解不了老张。真没必要批判老张，他就是这样一个生活技能为零的人。不要对有钱人带有滤镜，云帆一样有钱，可是并不像老张这样。他来这里也只是想破开社交壁垒，可惜行动力太差了。老张最大的错误就是来参加社交类恋爱综艺，却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做，怎么破茧呢？恋爱肿瘤说的就是老张。可能老张出现在这里的意义就是积极付钱。在他们用餐结束的时候，小猪说：“今天收拾收拾，早点睡吧，明天还有活动。”子涵和高兴几人都咳地咳嗽起来。云帆给子涵递了一杯水，先缓缓。小猪一脸无所谓，也给高兴了一杯水，说：“你们这么大反应干嘛？每到周末，节目组必定会给我们安排活动啊。”小猪说的是事实，节目组也确实是这么做的。要在21天中确定关系，只能通过高强度的社交约会来促进彼此的关系。云帆：是啊，这都是常规操作了，怎么都这么激动？子涵咽下杯子里面的水：我是吃到辣椒呛到了，亏你还那么爱吃辣椒。云帆给子涵了一杯牛奶，先缓缓，你这是终日打雁，还是被雁啄了眼？子涵放下水杯，又喝了牛奶，感觉舒服多了。老张和杨毅把没有吃完的饭菜放进冰箱，子涵贺高兴帮忙擦了桌子。小猪说：行了，没啥事，今晚就早点写信吧。孟云帆看看时间，还不到8点。小猪苦瓜着脸，之前就觉得滑雪好玩，所以想去，现在去了才知道太累了。孟云帆拍拍小猪的肩膀，以后多练练下肢的平衡。行，听你的。小猪爽快地答应了。子涵擦完桌子，给孟云帆端了一杯水，这个解乏的。孟云帆懂了，你今天也累了，路上还睡了半路呢。子涵点点头，我今天就是太努力了，所以才进步那么快的。行，小野猫早点休息。孟云帆点了一下他的额头。子涵捂着额头说：讨厌，前段时间还说人家是小白兔，现在就成小野猫了。哼，不理你了。跟他说完，蹦蹦跳跳的离开了。再看看客厅，其他人好像也都准备去休息了。孟云帆也下楼回自己的卧室了。按照惯例，写信投信后就打算休息，然后就听到敲门声，打开门一看，子涵一脸笑意的站在外面。你不是累了吗？孟云帆疑惑。子涵左右看了看，指了指后面的小花园，我们去那里聊。也是，现在小屋已经逐渐安静了，一个女生站在男生宿舍门口的确不像话，而且现在才9点左右，还很早，的确睡不着，所以孟云帆就跟着子涵一起出来。小屋的灯光全部都暗下去了，整个花园里只有小屋那里不灵亮堂堂的。子涵带着他到了小屋。我们在这里吧。孟云帆找了一个舒服的位置坐下。你约我来小屋干嘛偷偷摸摸的？子涵，今天都是我们单独坐车回来的，如果再当着大家面约你，那其他人心里多难受呀。为什么要难受？孟云帆不理解。他看到幸运猪他们恋爱的时候就很开心。子涵，哎呀，你不懂。第112章，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我们一起努力走得更远。孟云帆还真搞不懂，现在自己和子涵的关系已经很明朗了，小屋的其他人也都知道了。在他看来，子涵完全没有必要偷偷摸摸的约自己。不过想到还有几个单身的，所以他觉得子涵考虑的或许也有道理，就没有多说什么了。孟云帆感叹，从第一天来就看到这个小屋，一直在想找一个什么样的机会进来，没想到今天就来了。其实之前名校 CP 来的时候也有来过一次，但是那次是走马观花式的说自己的感受，根本没有认真看过这里面的装置。子涵也是一样的，他认真的观察这里的布置，这里面很温馨，让人有放松的感觉。孟云帆调整了桌子上的小台灯，这样看起来更不错。子涵夸赞，你看起来总是那么漫不经心，但是做事情永远那么靠谱。孟云帆终于感觉到了一丝不平常，他纳闷地问，累了一天，你不休息，找我出来就是为了夸我？子涵捂嘴笑了，当然不是啊，就是今天我爸爸妈妈打电话，我想了很多。他这么一说，云帆以为子涵的父母后来又打电话给他压力了。你爸妈不喜欢我？孟云帆说完又觉得不对，不应该啊，今天看听叔叔阿姨的语气很开心呀。子涵连连打住他的胡思乱，当然不是，你怎么想这么远？孟云帆瞪大了眼睛看着子涵，那美丽的小野猫为什么今天晚上睡不着觉呢？我想知道你未来的规划。子涵双手托腮，当然，孟先生如果不愿意回答的话也没关系。孟云帆，我未来的规划
不说真的没关系吗？他感觉今天晚上的子涵怪怪的，总是话里有话，这和平时完全不一样，所以他又把话题给抛了回去。子涵撒娇地说：“说嘛，你说嘛。”孟云帆，你先说。网友看他们半天都没有聊到正题，都替他们着急。这样的云帆和子涵真的是太少见了。哈哈，最直爽的一对开始极限拉扯了。第一觉得这样的拉扯有意思。哈哈，一个故意撒娇的子涵，加上故意逗他的云帆，其实主要是反差太大了，所以才会觉得有意思。子涵，想知道你的未来规划里有没有他，你直接告诉他得了呗。不过这都是两个人的小情趣，两人几个来回之后都不约而同的笑。我们这是在干什么？孟云帆，我感觉自己变成幼稚鬼了。子涵笑得停不下来，刚刚你很可爱。孟云帆，你故意的。对啊，就说是故意的。子涵笑着说，不这样怎么看到这么可爱的你？孟云帆笑了笑，认真的说，未来10年20年的规划我不确定，但是我知道未来3-5年之内，我的生活里一定有你。子涵瞬间安静，眼眶微红，说不出话来。弹幕瞬间炸了。啊，我听到了什么？这是可以现在说的吗？今年最火爱情宣言，未来我的生活里一定有你，这比喜欢你，我也是。厉害多了。喜欢是暂时的，但是未来有一切可能。云帆真严谨，如果他说永远，我一定觉得是在哪里看的标准答案。他说未来3-5年一定，太真诚了，我真的哭死。真诚才是必杀技，你们没有发现吗？子涵还没有问出口，云帆就说了答案。他们俩真的都很懂彼此。云帆在停顿了3秒，又加了几个字儿：你和小屋里的所有人，在未来3-5年，我们都是最好的朋友。我知道。子涵太懂云帆了，他知道他后面这句话是说给小屋的其他人和观众朋友们听的。子涵努力的让自己保持平静，很多人走着走着就散了。这话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共鸣，很多人都想到了自己最好的哥们儿、最好的闺蜜，可能因为工作、生活或者其他的原因，慢慢的联系越来越少，最后成为躺在手机通讯录里的陌生人。孟云帆说，我们可以一起努力，让这个时间变得更长。子涵重重的点头，我们一起，这个时间变得更长。弹幕，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所以不要太过于长远的誓言。有个人说一辈子对我好，现在变成了前任，不知道在哪个角落里跟谁鬼混。哈哈，想到了某位明星的老公，说这辈子只有丧偶没有离异，结果，所以一个人真的爱你，他一定会给你一个很明确的规划，而不是永远、一辈子这样含糊的词。可以理解云帆的意思了，因为未来不可控。子涵也很懂云帆，他们两个人一定能够长长久久的。后来他们又聊了好多好多，也已经很深了，两个人还在小屋里没有离开，网友们也陪着他们。张绍刚，这俩是一点悬念都不给我们留啊。秦岚，感情的事本来就是顺其自然，没必要加一个期限。张绍刚，是啊，这一季最喜欢的就是云帆和子涵，每次看到他们两个人都很舒心。之前的恋综都是暧昧，即使两个人感情很稳定，也是一直到最后一天的最后刻才表白。而且为了吊顾客胃口，经常会安排一些不合理的约会，或者和其他嘉宾产生工业糖精。张绍刚见过太多了，他也喜欢这样真诚的感觉。现在这么说，只是有点不适应。子涵的手机屏幕亮了，他看了一下时间，12点了，我要回去休息了。他解释说自己每晚12点必须睡觉的，害怕有时候控制不好时间，所以定休息的闹钟。孟云帆点点头，来日方长，也不在乎这一时半会儿。好，明天可能还有活动。他们从小屋出来，除了天空散落的几颗星星以及远处城市的灯光，外面一片漆黑寂静。原来晚上的小屋是这样的。子涵说，第113章，云帆是团宠，他值得。现在已经是凌晨12点了，孟云帆和子涵一直都在小屋里面，倒不觉得什么。可是，一出了小屋，外面漆黑一片，他感觉到子涵有一丝丝紧张和害怕。不要害怕，把手给我。孟云帆拉着子涵的手，子涵看着被拉住的手，心跳得更快了。孟云帆感受到了他的紧张，他劝慰，没事，有我在。子涵重重的点头，有你在，我不怕。孟云帆总感觉哪里怪怪的，可是一时说不出来。他拉开了玻璃门，然后砰的一声，大厅的灯亮一盏了，顺着灯光可以看到很多礼花从天上飘落下来，透过礼花可以看到对面几个熟悉的身影，正是小屋的老张、小朱、杨毅、小诗、小马、高兴，6个人争先恐后的大声喊祝你生日快乐。他们的手上都没有闲着，小朱和杨毅手里捧着蛋糕，老张手里拿着皇冠，小马手里端了一碗面，小诗和高兴手里刚放完的礼花筒。今天破天荒的观察室的人也都在。张绍刚苦笑说，
这没一个人在调上。秦岚，哈哈，感觉他们好像是在争谁第一个唱，谁的声音大。张绍刚说，看出来了，他们真的没有排练。孟云帆愣了3秒钟，所以今天是我生日吗？根本没有人听他说话。旁边的子涵明显什么都知道，他笑着说生日快乐。老张已经过来为孟云帆戴上了皇冠。小猪把蛋糕交给了子涵，然后拉着他，来，对着子涵的方向许个愿望吧。孟云帆摸摸头上的皇冠，看着大家热情洋溢的笑脸，我戴上这个帅吗？小猪，太帅了，简直帅飞了，快许愿吧。大家都在用期望的眼神看着他。孟云帆走到子涵面前，对着他手里的蛋糕闭上眼睛，他花了很长时间才睁开眼睛。我比较贪心，许的愿望多一点。子涵说，你是寿星，贪心一点是应该的。孟云帆吹灭了蜡烛，不知道是谁把大厅里所有的灯都打开了，眼前一片光明。还不等孟云帆再说点什么，小马已经上前把面端到了孟云帆面前。来来来，吃面了，高兴。你看看上面还有班长亲手刻的字。孟云帆看着那一碗面，上面是肉丝和鸡蛋，最下面是一些青菜，中间胡萝卜刻了生日快乐4个大字儿。孟云帆不知道说什么好，小马直接把面往他手里送，快点接过去吃一口。高兴打趣，怎么没有眼泪呢？孟云帆，我很感动，来不及流眼泪。弹幕，云帆是团宠，因为他值得。哈哈哈哈，给小马烫发财了，小马真的适合做大姐大。哈哈，怎么没有眼泪呢？来不及流眼泪，这是在全员大助攻啊，这样的氛围真的好好哭啊。上一次这么热闹的过生日还是在大学宿舍的时候，这一季的氛围真的特别好，友情天花板。孟云帆真的没有想到自己的生日他们做了这么多准备。小马，尝尝看好不好吃。小猪煽风点火，对，最好是一口气吃完，不要咬断，我干脆把碗也吃了得了。孟云帆这话一说出来，他整个人轻松多了，所有人都哈哈大笑，在大家的注视下吃下了美好寓意的长寿面。孟云帆给了每个人一个拥抱，他感激地说，真的太感谢你们了，我现在也不知道说什么好。说实话，孟云帆上次热闹的过生日也是在大学的时候了，后来上班之后整日996，为了生活奔波，每年这一天根本没有时间好好的庆祝生日。在这里，这一群认识10几天的朋友，他们如此用心的帮自己准备过。小猪递给他一个手机，坐着吧，来看看我们给你准备的视频。杨毅，来来来 ，C 位你来坐。大家都迅速让出了位置。孟云帆，你们准备这么充分吗？要知道，今天大家都是从滑雪场出来的，如果真的准备了拍摄视频的话，应该是在昨天就在准备了。小马催促，快打开看看吧。孟云帆深深地呼出一口气，接了屏幕，然后就出现了子涵的笑脸。今天是某人26岁的生日，我们大声密码。云帆，凭着你的聪明才智，一定猜到了，但是你会假装猜不到，对不对？子涵的这段话一出来，大家都笑了，我们都高估他了。小猪直接笑到嘴瓢，还别说，孟云帆还真没猜到，但他现在很感动，说不出话来。视频里子涵的声音还在继续，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段生日祝福送给你哦。小马对着镜头说，祝你生日快乐。因为画面太搞笑，孟云帆问马姐，这是在自拍吗？小诗，哈哈，小马在录视频的时候我们都这么觉得。视频里的小马搞怪过之后，认真的说，很高兴认识你这个朋友，一个很细心的人也会照顾到别人的情绪。作为朋友来讲，平时对我的照顾也挺多的，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希望开心快乐的度过每一天，同时收获满满的爱情。孟云帆看向小马，马姐，你这说话真的太官方。小马，没办法，你马姐是行动派。接下来视频里出现的是老张，神奇的缘分让我们聚集在这个小屋里，我们要一起度过这样一段美好的时光。我觉得这个生日绝对是你人生中非常值得一段美好回忆。云帆，生日快乐。视频最后老张做了一个加油的动作，孟云帆说，还得是老张，状态最自然。接下来是小猪， Hello 云帆，今天认识的第18天，过了凌晨就是你的生日了，非常开心在这个小屋里认识你，一个非常热心的人，帮助了我们很多，在你身上我也学会了很多道理，有你身上有很多男生都没有的特质，很好的性格，细腻的心思以及对爱情的勇敢，所以我希望你在小屋不仅收获我们的友情，最好的兄弟情，收获美好的爱情，还能够在事业上更上一层楼。生日快乐。孟云帆把视频按了暂停，兄弟必须爆一个。第114章生日会，云帆反向操作感动全员。小屋里所有人给孟云帆过生日，并且他们偷偷的录制了短视频以表祝福。看到小猪的视频，孟云帆把视频按了暂停，兄弟你说的如此煽情，
必须抱一个。本来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可是小猪却拒绝了。别，他边说边往后退。越是这样，孟云帆就越想逗逗他。其他人起哄唱了起来，兄弟抱一抱。弹幕：孟云帆是喜剧人实锤。明明是很温馨感人的场面，云帆一通分析，全都变成了搞笑风。哈哈，明明是大家在搞氛围，结果人都被云帆带偏了。氛围的是大家，搞笑的是云帆，受伤的是小猪。小猪，你不要过来啊！接下来录制视频的是小诗，云帆，很高兴认识你，你是一个真诚又很照顾大家的开朗大男孩，希望你在小屋里收获最好的自己，生日快乐，云帆。孟云帆说，还是小诗会说话，小猪你学着点。小猪，是寿星，你说的都对。接下来是杨毅，生日快乐，没别的了，拜拜。孟云帆，你好紧张呀。视频里是突然出现的高兴，这个拍照还挺美的。孟云帆都沉浸在自己的美貌里，无法自拔了。当时还有点懵，没搞清楚状况。高兴解释，祝福在后面。视频里高兴的声音传了出来，和你认识的时间不是特别久，但是我对你的感觉是一个认识很久的朋友，因为你给大家的印象就是外向，而且很好照顾整体氛围的这样的角色。祝你生日快乐，年年都可以祝福过幸福。孟云帆使劲的点头，哦，你的祝福我收到了。大家都笑了，高兴说第一次拍视频得到了回应。最后视频里出现的是子涵，哒哒哒，全员都已经到齐了，人家每个人都在为你的生日准备惊喜，我也给你准备了一份小礼物，应该在你房间的某一个角落，你回屋就知道。云帆，生日快乐。孟云帆用手指捏着鼻梁，小猪给他递了一张纸，谁知孟云帆直接拒绝，不要，真男人才不会流泪呢。众人哈哈哈大笑。子涵伸过去一只手，孟云帆感受到了来自他的力量，整个人平静多了。然后视频里小猪帮大家录制准备的过程，大家都很忙碌，有煮面的，有装饰氛围的，有打气球的。哈哈，知道为什么回来的车让你和子涵单独坐吗？哈哈，你一定猜到了，因为我们去买这些东西了。小猪把那些东西都一一展示给云帆看，这一幕真的很感动。现在视频里没有子涵，因为子涵是我们的特派员。哈哈，你一定发现了。视频的最后，所有人出现在视频里，一起喊生日快乐。孟云帆缓了很久之后，慢慢的说，我真没有想过，在26岁的时候会遇到你们这样一帮朋友。他深呼吸之后继续说，其实我这人没什么朋友，可能你们觉得我很会照顾大家，就有很多朋友，但是我对朋友的定义可能跟大家不一样。两世为人的孟云帆体验过世界上最艰辛的生活，见识过世界上最奢华的享受，所以朋友这个词对他来说陌生且熟悉。其实在进小屋之前，我对亲情、爱情、友情这件事情不期待，因为不期待就不会有失望。那个时候刚穿越过来，稀里糊涂就进入这个世界，真的没有办法期待。但是进小屋之后，我慢慢的感受到了亲情、爱情、友情。今天我是觉得异常，但是没有想到你们会给我过生日。孟云帆一方面是不知道今天是在这个世界的生日，另一方面是他对生很多事情看得很淡。但是刚刚那一刻真的很感动，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这么紧张。子涵双手捧着脸，我好感动，有点想哭。小猪直接唱起来，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孟帆跟着一起唱起来，所有的快乐说嗨嗨，然后大家一起唱，亲爱的亲爱的，生日快乐。喜欢你小屋在深夜里再次欢快起来。弹幕，我可以理解云帆，因为我也是这样的人，这种性格很好，跟所有人都能够相处，但交心的朋友很少。云帆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在这里他已经交到了真心朋友。这个小屋真的很温馨，很治愈，在这里大家都在改变，都得到了救赎。这个生日会好有意思，开始大家是要感动云帆的，结果被云帆反向操作，感动全员。这一季的嘉宾真的好和谐，友情天花板的存在。不管这一季能成几对，我都觉得这一季封神了。到这里网友们以为他们都结束了，因为作为只生活21天的室友，大家一起热热闹闹的帮忙过一个生日，已经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了。然后子涵又接过了小马递过的一个袋子，这里面是大家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同时还有一张贺卡。孟帆打开了那张贺卡，上面是每个人写了一句祝福的话，看到不同的字迹写着不同的祝福，说不感动是假的。小猪说，你要不猜猜这些都是谁写的？孟云帆一眼扫过去，这里面有一半都没有给我写过信，所以我猜不到。众人哈哈哈大笑。其实云帆看内容就知道是谁写的了，没有时间静下心来收获爱情友情，但在小屋里把最优秀的人都聚集在一起，创造了这个机会，好好珍惜生日快乐。孟云帆认真的念完了这段话。子涵问，快猜猜看。
孟云帆不用想就知道了，这一定是老张。每个人的祝福他都慢慢的念出来，还都猜对了。慢慢的这一张贺卡念到了最后，最后一个是子涵的。孟云帆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语气沉着冷静。第115章，我的未来规划里有你 vs 我们的故事不止于此。孟云帆一个一个的念着所有人的生日祝福，每念完一个就会猜出写祝福词的人，并且会道谢。到了最后，孟云帆倒是先说了名字，他的语气沉着冷静。最后一个是子涵写的，所有人都把目光看向了孟云帆和子涵，大家都想知道这个时候子涵会对云帆说什么。地方不够用的，长话短说。听到这话，所有人都笑了。孟云帆的语气依旧很冷静。我们的故事不止于此。生日快乐，我的男孩。2句话很短，他念得很慢，可念得再慢，这句话终究会念完的。熬夜的观众们全部发起了粉红色的弹幕。我们的故事不止于此，我的男孩。我要没了。我的男孩是心动的感觉。简短的几个字就赢了。这一段值得反复观看，再反复观看。大半夜的我都尖叫了。老夫的少女心都被激活了。之前就在纳闷，子涵总是要问云帆未来，可是他也没有给云帆承诺。原来子涵所有的承诺早就给了，都在这里。小屋的其他人被这一句话感动到了，他们跳起来欢呼起来。小马，我的鸡皮疙瘩都要掉下来了。高兴怎么这么想哭呢？小猪急忙给他递了纸巾，嘴里还埋怨孟云帆，过个生日搞这么感人干嘛？高兴，你不是说要把云帆弄哭的吗？现在明明我们哭的比他还狠。张绍刚说今晚这个加班值得了。秦岚，甜蜜爆表，我眼泪都要出来了。弹幕，小屋其他人的表情都在演我。紫云 CP 上大分，还是看别人谈比较开心。小猪，早知道你们害得高兴都感动了，我就不整了。小猪，看来以后求婚仪式还要加强了。又是为别人爱情流泪的一天。双向奔赴的恋爱真的很好磕。氛围已经到这里了，所有人起哄，亲一个。子涵，没有这一趴。不管，氛围都到这里了，不亲一个怎么行？在线的网友也在全力助攻。粉红色的弹幕飘满了屏幕，全部都是一句话：亲一个，亲一个。张绍刚，所有的压力全部给到云帆。秦岚，是不能亲吗？张绍刚，按照道理来说是不能的。秦岚，我觉得这个道理不对，本来就是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要加这么多限制呢？张绍刚为难，这我也不知道啊。最后一天应该可以。他这么一说，秦岚就知道这是合同的一部分，不便再多说什么。那还是看看云帆怎么做吧。只见云帆慢慢的站起来，走向子涵，在他面前慢慢的站定，拉起他的胳膊，在函数室站了起来。两人面对面的站地，众人都屏住呼吸，都想知道云帆会怎么做。孟云帆把子涵拉到自己怀里，抱一下你，可以吗？子涵眼泪瞬间流了下来，使劲的点头，可以。小屋里众人是捂住了嘴巴，然后开始大声是欢呼。小马感叹，你这也太会了。小猪哀嚎，兄弟给我留条活路。其他人也在笑着闹着。张绍刚，云帆真的太会了，在有限的条件里尽可能的做出最大的努力。秦岚，我感动的，他在抱子涵的时候还提前问了一句。张绍刚，怎么我们的关注点又不一样了？秦岚，你们男生看的是结果，我女生看的是细节。弹幕，太甜了，我的心脏快受不了了。云帆真的很尊重每一个人，第一次见到抱女朋友还要说一声的，突然很想哭。虽然是先抱了才问的，但是依旧很感动。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男友呀！如果遇到这样一个珍惜自己的人，不要犹豫，请嫁了吧。恋爱新标准，第一次牵手、拥抱、亲吻，问问对方的意见。感动的网友是大多数，当然也有一些整活的。还是不要征求对方意见的好，万一对方是老张呢？你是魔鬼吗？这个时候居然会想到老张。哈哈，老张，笑不活了。大家闹过笑过之后，夜已经深了。简单的分吃生日蛋糕之后，夜已经很深了。然后再次向大家表示了感谢，大家回去休息了。小屋再次回归了平静。回到屋里，孟云帆把手里的大礼品袋放到了床头柜上。床头柜上还有一个小盒子，那是子涵特意为他准备的礼品。他慢慢的打了小盒子，一个小王子的水晶音乐盒出现在面前。他打开开关，一阵轻缓的声音响了起来。孟云帆整个人放松，双手抱头躺在床上。他何尝不是像小王子一样呢？一个人在这个陌生的世界，还要做很多努力和改变，去适应全新的身份，需要快速的融入这个世界，被人发现是异类，从来都没有说过自己的经历以及喜好。可是子涵还是发现了，还在生日这天特意送来了一个小王子的音乐盒。
子涵真的很懂他，这一天真的很特别。孟云帆在这一天仿佛获得了新生，小屋慢慢的彻底陷入沉睡中。关于今晚的这个生日会再次冲上了热搜，恋综生日会友情天花板，云帆生日会反向操作感动全员，紫云 CP 互许终身，我的未来规划中有你 vs 我们的缘分不止于此，遇到这样的男生就嫁了吧，恋爱中尊重你的那些小技巧，喜欢你，我也是。上一次挂热搜榜单还是开播第一天，按照惯例收官的时候还会上一次热搜，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一场生日会被网友冲上了热搜榜单，而且这几个话题全部都在榜单前10名，一时间为这个节目造势不少。而热度上升最快的是后面2个热搜延伸出来的话题，云帆式的恋爱小技巧你学会了吗？要想感情长久必须做到这2点。第116章，太阳约会和月亮约会即将开启。第二天，小屋的众人起来的都很晚，孟云帆依旧早早的起来跑步，回来后煎了2个蛋，搭配着牛奶当早餐。等到吃早餐的时候，才看到自己上了热搜榜单。传播这么快啊！他自言自语。小马下楼喝水，刚好听到这么一句，就问什么东西啊？孟云帆急忙扣下手机，没什么，我是说今天早上这个煎蛋味道不错。他指着自己盘子里面的煎鸡蛋，问小马你要吃点吗？小马干脆的拒绝，不要，昨天太晚了，我要回去睡回笼觉。孟云帆急忙低头吃早餐。小马接了一杯子水，看孟云帆越觉得他的神情不自然。怎么了这是？小马问。孟云帆，真没什么。小马半信半疑，但是他真的还很困，脑袋还处于半休眠状态，反应不过来。他1步3回头的上楼了。小马上3楼开门的声音惊动了子涵。子涵看到是他，就问今天怎么这么早？没多睡一会儿。小马，我口渴，喝点水，这就去睡回笼觉了。他说着就准备往自己房间走，突然想起云帆奇怪的反应，就嘟囔着说，你下去看看云帆吧，感觉他怪怪的。子涵，哦，听着就准备往楼下去，走了2步又觉得奇怪，他为什么怪怪的呀？可回头一看，小马已经进屋了。算了，我自己下楼看看。子涵想一探究竟，所以就蹑手蹑脚的下楼，然后在楼梯口停下来，往厨房餐厅里看。孟云帆左手拿着手机，右手夹了一块鸡蛋，没什么很正常奇怪的，是他不吃鸡蛋，而是在傻笑。傻笑，就是傻笑，是子涵从来没有在孟云帆脸上见过的表情。这样一来，子涵就更加纳闷了。嗨嗨，他重重的咳嗽了2声。孟云帆急忙扣下手机，慌忙扭头一看是子涵，他又笑了，嗨，是你啊，快来，给你看个好东西。孟云帆招呼子涵过去，看他这表情，子涵就更加奇怪了，你怎么笑得这么开心？边问边走到了孟云帆旁边，在他左边坐了下来。云帆直接把手机给子涵，你看，昨晚我们上热搜了。子涵接过手机，看到手机里面的词条和他们的视频片段，而播放频次最高的就是频繁亲吻他额头的那个片段。子涵小声问，这样看我是不是很丑？孟云帆听到子涵这么说一愣，然后噗的笑了。子涵努力的让自己保持镇定，指着视频里面的自己，当时好像太激动了，面部表情并不是很好看。孟云帆笑了，固定摄像头能拍出这样的效果已经非常不错了。子涵当然不是只看外表的肤浅女人，她放下手机，其实我就是想知道你看到什么，笑得那么开心。孟云帆，我觉得自己昨天有点傻。子涵，昨晚的你才不傻呢，看起来很帅气，而且整个人熠熠生辉。子涵说这句话的时候，整个人看起来也是熠熠生辉的，他就突然觉得这样的情感不应该被窥探。云帆急忙伸手拦住他，快别说了，以后又上热搜了。子涵点点头，不说了。云帆开始没有意识到隐私被窥探了，在小马出现的时候他是不好意思，在子涵出现的时候他热心跟子涵分享，但是孟云帆当看到视频里的子涵和现实中的子涵同时出现的时候，他反应过来了。子涵虽然不明白云帆为什么突然这样，但是也看了他有顾虑。云帆看了看摄像头的位置，决定不讨论这个话题了。你要吃早餐吗？我跟你煎个鸡蛋。子涵自然看到了他的目光，也听出了他话里的意思。不用了，我一会儿也去补1个小时的觉。孟云帆，那行。子涵又拿起手机，看看手机里面的视频，在认真端详云帆。他认真的说，把你拍丑了，你本人比视频里面看起来帅气。孟云帆，我也这么觉得。说完这话，两人相视一笑。其实看到这条消息，子涵也是很激动的，但是他明白云帆的担心，他们都不是专业的演员，所以对他们来说上不上热搜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所经历的一切都是真的。两世为人的孟云帆太清楚网络的力量了，那些热搜视频是一把双刃剑，会提高知名度，会增加每个人的价值，同时让人陷入莫名其妙的网暴中。孟云帆喜欢小屋里现在的氛围，他不想在最后这几天因为这个影响到彼此的一个感情。陪孟云帆吃过早饭，子涵才上楼休息。孟云帆先去公司，他不知道，在他走之后，有工作人员进入了小屋，把1楼的黑板内容换掉了。同时，3楼的每个女嘉宾都收到了一封来自节目组的信。张绍刚给大家解释，这是我们节目的经典项目太阳约会 vs 月亮约会，由女生发起的叫月亮约会，她们可以各自邀约一位男生，而且名字不公开，只有被邀约的人才知道。黑板上的太阳约会信息是公开的，看到男生约了谁。不过今天大家起的都比较晚，黑板上的信息几位男生也没有注意到。最近中午的时候，孟云帆回到了小屋，经过黑板的时候，他也没有注意到黑板上的变化。走过了之后，他又退回来。太阳约会，从今日将开启太阳约会，截止23点前需要在白板上公布你想约会邀约的女生，请勇敢的邀约吧。孟云帆没有犹豫，直接拿起了笔，写了自己的名字，画了一个箭头，后面写上了子涵的名字。他上楼，杨毅在看报纸，小猪又不知道在厨房里捯饬什么。你们看到黑板的内容了吗？孟云帆有些奇怪，小猪怎么没有写？小猪，什么内容？孟云帆，太阳约会，可以去写邀约的女生，你们去看看吧。第117章，云帆和子涵两个人的日常真的好温馨。孟云帆告诉小猪和杨毅黑板上的内容变成了太阳约会。小猪是追剧达人，他是知道太阳约会的，他有点兴奋地喊杨毅，走，一起去看看。杨毅说，你先去吧，我就不去了。小猪没有多想，兴冲冲地去看了。杨毅把整个人埋进沙发里，用报纸遮住了脸上的。孟云帆问，今天没有出去吗？杨毅说，周末没有安排事情。自从雪场回来之后，杨毅尽可能的少出现在云帆和子涵面前。虽然很多事情想开了，但是他一时还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两个人。我看看小猪今天在忙碌些什么。孟云帆和杨毅聊不下去了，就往厨房去了。厨房里各式各样的菜已经搭配好了，都装在盘子里，搭配的还不错。锅里咕噜咕噜的煮着什么，他掀开锅盖一看，哇哦，居然在煮红烧肉。小猪已经兴冲冲的回来了，我已经写好了。杨毅从沙发上坐起来，约了谁？问完之后，他又一拍自己的脑袋，我也就多余一问。小猪，就是我除了邀请高兴，还能约谁？孟云帆，你今天做了红烧肉啊？高兴喜欢吃。小猪一脸得意，说高兴就到了，我在这儿呢。原来高兴本来一直在厨房里帮忙的，只不过刚刚上楼接了一个电话。和高兴一起下来的还有子涵。孟云帆把厨房让给小猪，示意子涵看楼梯的小黑板。小猪对高兴说，你也去看看。高兴有点犹豫，他们俩一起，我去看不合适。小猪，没事，我这走不开，你去看看，回来了告诉我。子涵到了，看到黑板上的内容和邀约信息，只有2个邀约信息，一个是孟云帆约子涵，一个是小猪约了高兴。子涵一眼就看穿了孟云帆的心思，你就是故意显摆呗。孟云帆，这不是显摆，这是抢的先机。高兴随后到了，也看见上面的信息，他终于明白小猪为什么一定要让他过来了。高兴回到厨房，默默的不说话。小猪问，你没有看到信息吗？高兴借用子涵的话回他，你也在显摆，是应该显摆一下。小猪，今天这一餐就是庆祝的。高兴，这有什么值得庆祝的？你不懂。小猪，小心点，别烫着了。刚说完这话，一滴油就溅到了高兴的手上。啊！小猪急忙放下手里的菜刀，没事吧？高兴看了一眼，没事，就是有点红。小猪，我拿点烫伤膏。不用那样，太麻烦了。高兴害怕餐具或者食材上沾上了烫伤膏，被人食用就不好了。小猪不但带了烫伤药膏，还带了手套过来。高兴看到手套就没说什么了，就由着小猪给他包扎了。弹幕：小猪和高兴两个人也很甜蜜，看他俩做饭的样子，就知道那些新婚夫妇是怎么做饭的了。什么都不会，主打一个热情和坚持。对，就是这样的感觉。而此时的孟云帆和子涵两人在下棋，杨毅看报纸看得无聊，就开始旁观，看着他们俩有来有往的下棋。子涵的每一句话，云帆都能接得上。杨毅想，这应该就是恋爱的状态吧。自己在子涵面前话都说不清楚，不说子涵，任何一个女生都不会喜欢一个唯唯诺诺的男生吧。想通了，杨毅又做起了碎嘴军师。你这个棋应该下这里，看吧，你不听我的又错了，你怎么不让着点女孩子？杨毅说话依旧唠叨，爹味十足，但是
众人听起来舒服多了。弹幕：云帆和子涵两个人的日常真的好温馨，这样的小游戏真的能够增加两个人的情绪。哈哈，还有杨毅一个大灯泡，杨毅还是那个杨毅，但是不那么讨厌了。这次他现在是站在朋友的角度出发的，错误的感情会让人变得面目可憎，正确的感情会使人变得美好。杨毅加油吧，相信你一定会遇到适合你的爱情。小马、小诗他们来了之后，在厨房里转了一圈，小马得到一个结论：厨房里并不需要我们帮忙。小诗点头，我们还是去看他们玩游戏洗吧。然后大家都围着云帆和子涵两个人下棋，又下了2盘之后，孟云帆把手里的棋盘让给了老张，子涵也把位置让给了会下棋的小诗。云帆厨房里看了一眼，小猪和高兴两个人虽然手忙脚乱，但忙中有序，他们跟着视频教材一步一步地做着菜。小猪需要帮忙的话吱一声，小猪吱，所有人都爆笑如雷。孟云帆，不是我让你吱一声，你就真的吱一声啊？小猪，我是真的需要帮忙。孟云帆，干什么？小猪，帮我看看爆炒牛肉，放这么多调料行不行？孟云帆，非常好，你这都是按照视频教的做的，不会出错。小猪松了一口气，视频里全都写着盐少许，葱姜蒜少许，我哪知道少许到底是多少啊？孟云帆认真的告诉了他，一盘素菜需要配多少盐以及什么调料，一份荤菜需要配到的盐和调料，如果做凉菜和汤需要用到的调料分量。弹幕：小猪在演我，太真实了，每次看到少许的时候最头疼。终于有人吐槽少许这个词了，少许这个量太难把控了。小猪和高兴两个人虽然不是很熟练，但是还有模有样的给大家做了一大桌子菜。终于最后一个菜上桌了，小猪第一次做得不好，大家将就着吃吧。子涵，你们都坐着吃吧，我们在旁边玩，看着你们辛苦了半天了。孟云帆，就是看着这份辛苦劲儿，就算不好吃我们也给吃完。子涵知道孟云帆是在打趣小猪，但还是忍不住捂嘴笑了。别听他胡说，我尝了2、3个菜，味道都非常好。第118章浪漫的午后，小猪很高兴，为大家做了丰盛的午餐，大家当然都很高兴。小猪说，万一不好吃你们就找云帆。孟云帆纳闷，为什么？小猪理所当然地说，因为油、盐、调料这些都是按照你说的放的呀。众人哈哈哈的大笑。子涵，这餐饭菜怎么会不好吃呢？肯定好吃的。小马，调料什么的都放对了，味道肯定错不了的。杨毅想调节一下氛围，火候够了就可以了。小猪就怕火候不够。孟云帆，先尝尝吧，吃了就知道好不好吃。大家才开始动筷子。高兴问旁边的女生，怎么样，菜好不好吃？子涵，好吃的。入味吗？高兴。小马一个大大的赞，入味了，很好吃。高兴踏实了，那大家都多吃一点。孟云帆看大家都高兴，就给每个人的杯子续上了饮料。我们一起来碰一杯，庆祝小猪和高兴的午餐吧。小猪和高兴碰杯，合作愉快。大家都端起杯子碰杯，开心每一天。说实话，这些菜的火候的确差了一点，但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最起码熟了，而且味道适中。小猪为了让大家开心，也备了卤菜和凉菜，所以大家吃的还算开心。这一餐老张洗碗，小马自己留下来陪老张。今天月亮约会和太阳约会都开启了，老张没有写，但是小马谢了老张，这是自己能约会的唯一机会，他还是想了解一下老张。小马之所以这么执着，也是因为看到了云帆和子涵的双向奔赴，以及小猪和高兴的性格互补。他已经试过了和自己性格相似的小猪，不合适，那现在再试一下性格截然相反的老张。而且老张很懂小马，最近小马也做了很多努力，老张太安静了，有时候就像老僧入定一样，所以小马也不确定他有没有感受到异样。努力过后才不会后悔，所以小马趁着只有2个人洗碗的时候，告诉了老张约会的消息。小马，月亮约会，我选择了你。老张听到这话愣了好久，好。这冷淡的反应让小马心里没底。老张感受到小马眼神的异样，他问，你有想去的地方或者想吃的东西可以告诉我。他说这话的意思是他去安排。小马自然也听出来了，女生们其实在私下里有聊天。小马知道老张在面对自己心仪的对象小诗，也只是觉得出钱就可以了，面对自己肯定没有更好的安排，所以小马对约会类型也没有抱多大的信心。我想的是，我们随意找个地方坐一坐聊聊天就好。老张，那我提前订个餐厅。小马，不用，是我来安排，你跟着享受就好。要不是想着上次约会的感觉还不错，小马一定不想继续和老张聊下去了。小马想一定是环境不对，在小屋老张没有放开，
等约会的时候换个场合可能会好一点吧。而此时的其他人都散开，各自做着自己的事情。小猪和高兴上午买菜做饭，已经很累了，就午睡去了。孟云帆和子涵两人在后花园消食。子涵拿了一个泡泡水，在空中一划，一串泡泡就出来了。透过泡泡看见孟云帆特别帅气。子涵说：“啊，你现在在泡泡里，加上这个阳光，有一种微妙的浪漫围绕在你周围，这样好梦幻，适合拍照。”他看着空中的泡泡说：“孟云帆，那我给你拍照。”说着就去屋里拿了拍立得。子涵把泡泡水给云帆：“我先给你拍。”孟云帆站在午后的阳光下，五彩斑斓，好看极了。好，现在挥动泡泡水。子涵的审美能力一向很好，认真的找了几个角度，给云帆拍了几张不错的照片。孟云帆看着自己的照片说：“有拍杂志的感觉。”子涵，你这到底是在夸我，还是夸你自己？孟云帆：夸我，也是夸你。然后孟云帆给子涵拍照，被泡泡包围的子涵看起来也很梦幻。子涵看了看照片，不错，你是懂构图的，我们俩一起来拍一张吧。孟云帆自然没有意见，两人站着一起拍了一张大头贴。这样感觉少了点什么？子涵拍不出泡泡的感觉。他们两人小声说：“要是有人能帮忙拍照的就好。”隔着玻璃在屋里上太阳的杨毅，我帮你们拍。孟云帆和子涵早就看到杨毅在这里了，但是看他没有说话的意思，两人就没有打扰。现在杨毅能说出这样的话，代表他已经完全放下了。所以孟云帆也不客气：“你坐在那里像个大爷一样，我们都没好意思打扰你。”杨毅倒是也会接梗：“可不是嘛，我就缺个保温杯了。”说是说，笑是笑。杨毅接过来拍立得，站在玻璃门的位置，给两人照了一张全身照。杨毅说：“来，你们看看我这拍的行不行？”他俩过去看了一眼。子涵说的很含蓄：“这个拍的是正在进行时，我刚好闭眼了。小马和老张洗好碗下楼，刚好看到了，就瞄了一眼。”小马直接吐槽：“你这拍照技术真是白瞎了一对俊男美女。”说完他直接接过了拍立得：“云帆、子涵，你们俩站好，我给你们拍。”好，就这样。小马快速抓拍了一张照片，这张还不错。没说话的老张也夸赞了。网友看到杨毅和小马拍的照片评论，同样都是在泡泡里面拍照，四个人拍出了四种感觉。云帆拍的最唯美，子涵拍的最浪漫，小马拍的最标准，杨毅拍的一言难尽。拍照这件事真的很需要很好的构图能力，杨毅真的缺乏美感。我发现杨毅有一个特异功能，就是把美好的事情变得平庸，就像他自己一样，明明有很多条路，他总是选择了最差劲的那一条。不要再说杨毅了，他已经变得可爱多了。第119章，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小马看过所有的照片后，对云帆说：“你拍的最美，也给我拍一张吧。”云帆自然没有意见，他拿过拍立得，给小马拍了一张看起来很柔和的照片。小马开的说：“对对，这就是我要的感觉。”孟云帆：“那给你和老张也拍一张合影吧。”老张：“好。”小马站到了老张旁边，摆了一个可爱的动作。孟云帆：“老张你自然点，不要像被绑架一样。”他这么一说，老张自己也觉得很搞笑，瞬间就放松了。好，孟云帆直接按了快门。孟云帆自卖自夸：“还真不错。”子涵：“照片都没出来，你怎么就夸上了？”孟云帆：“我自信呀。”他轻轻地甩了几下，照片出来了，看看视频不错的吧。小马认真的看了很久，这张合影给了老张。我有单人照了，这张双人的就给你吧。老张在小屋里还没有刻意拍过照片，所以这张就留了下来。拍照过之后，他们5个人玩了几轮数鸭子的小游戏，大家在一起玩耍嘻嘻的，时间过得很快。晚上，老张避免洗碗，又直接给大家叫了一桌子的饭菜。吃饭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有说有笑，倒也很开心。饭后，简单的收拾了一下，大家就各自寻找消食的办法。除了小诗说自己有工作之外，其他人都在小院子里面。这个院子最好的地方是有个小花园，所以在花园里散步荡秋千，消食是最好不过的了。3位女生围着秋千一起讲闺房话，男生们围着小院子散步消遣。孟云帆想到了什么，说：“老张和杨毅还没有写要约的对象呢。”小朱也说：“晚上11点就不能写了，你们记得写。”老张什么话也没说。杨毅说：“还早，不是还有3小时吗？”老张犹豫了一下，抽空回屋，在小黑板上写了小诗的名字。这一幕刚好被回屋喝水的小马看到了。小马的脚步停留了一下之后，若无其事地扭身去喂云帆他们的小鱼。老张可能有心事，经过客厅的时候，没有发现角落的鱼缸旁边多了一个人。小马眼角的余光瞟到老张出去，连半刻都没有停留在自己身上，脸上的表情再也挂不住了。他好想哭，但是还抱有一丝希望，可能是自己看错了。
张绍刚、小马发现了老张，可老张没有看见小马。秦岚两个人又错过了。子涵和高兴没有等到小马就回屋来了，结果看到小马不停地往鱼缸里投喂食物，那状态看起来不太好。你有心事？子涵柔声地问道。小马看到是他俩放松了很多，没事，就是有时候就想，如果多人能像这些小鱼一样自由自在的多好。子涵，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小马看了看大厅外面的人影，还有好几个人，嘴角使劲扯出一个笑容。是呀，人有人的烦恼，鱼也有鱼的烦恼。子涵抱了抱他，你能这样想就太好了。晚上大家各自回屋写信。小马投信之后，看着黑板上的确没有自己的名字，一时悲从心来。他想去花园里走散散心，可是如果去楼下，一定会经过大厅，或许有男生正在大厅里，看见就不好了。所以他在餐桌的角落坐了下来，开始默默的哭。按道理来说，这么晚应该没有人来餐厅，可今天好巧不巧，老张过来喝水。他也没有想到厨房里有人，就啪我一声打开了餐厅的灯。小马慌乱的抬头就看到了老张，整个人更加崩溃了，继续埋头痛苦。老张也看到了满脸惊慌，而且眼睛哭成兔子的小马。他愣在了原地，老张现在说话也不是，不说话也不是。在愣了3秒之后，默默地退了出去。后退了之后不放心，又去看了一眼小马。老张从来没有处理过这种事情，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弹幕：老张，怎么让我给遇见了？救命怎么办？在线等级。老张真是太难了，去也不是，不去也是，去了就代表还是有感情。可是作为朋友来说，这种情况不去又很尴尬。这个时候，小屋其他女生来安慰比较好。老张往楼下看去，希望能来的人帮他。此时还没有写太阳约会的杨毅正好在楼梯口，老张给他做了一个手势。杨毅一脸疑惑的上楼看了看老张指的方向，看到了正在哭的小马，他比划：你去啊。老张的头摇成拨浪鼓：我不行，你去。杨毅想了想点点头，然后两个人一个人下楼，一个人走下了餐厅。张绍刚，我理解老张是有一些手足无措，他不会处理这样的事情。秦岚，老张会不会有一些自责，觉得这都是自己引起的，但他又无从下手。张绍刚点头，就是这样，所以他只能用最笨的办法。兄弟来交给你。秦岚，其实在我看来，即使不会处理，也不能直接躲避。我觉得哪怕是一个最普通的朋友，看到这个情形，也应该上前问一句。张绍刚说，这样的情况怎么问都是错。秦岚说，其实那时候小马需要安慰，或许可以反问一下，直接问小马，你希望我现在在这里吗？你希望我留下我就留下，你不希望我留下，我会找其他人来安慰你，把选择的权利给到小马。张绍刚拍手叫绝，你这一招真是高啊。可问题是，如果老张这么会处理问题，他就不是老张了。说完这话，整个观察室的人都开始一起叹息。弹幕：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但是兰姐真的高情商。你需要我在这里吗？才是有效沟通。兰姐真的神回复。可是逃避什么都不做才是真的老张。如果老张这么会说话，小事早就被他拿下了。尊重每个人的选择，不批判小马，也不批判老张。最后只剩下大冤种杨毅了。不那么执着的杨毅，这2天还挺圈粉的。第120章，小马哭泣，杨毅安慰。杨毅倒了2杯水，给了小马1杯，喝点水缓一缓吧。小马舅舅不敢抬头，直到杨毅说话了，他才把头抬起来擦了擦眼泪。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想哭。杨毅转着手里的杯子，其实哭出来挺好的。你在小屋里一直很压抑，你怕你自己做的一些事情会影响到别人。杨毅像是在说小马，也像是在说自己。说到这里，他突然问，你开心吗？小马使劲的摇头，他悲伤的说，这次来到这里并没有改变我对感情的看法，我现在更不愿意触碰感情这件事情了。杨毅遇到的问题也是相似的，他也不知道怎么解决。他想了很久才说，你就把它当成一个情感表达，不要去求一个结果。小马擦干眼泪，整个人靠在椅背上，他抬头看着天花板，可能我不适合谈恋爱，只适合孤独终老。杨毅很肯定地说，你适合，你是一个感情很充沛的人，有人都需要你这样的人，你不要放弃你自己，我都没有放弃我自己。小马那杨毅这么说，就问，你还没有放弃吗？他说的是子涵。杨毅摇摇头，我是说没有放弃我自己。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只有小屋里这些人，我们也不可能一辈子都生活在这个小屋。他说完这句话，整个人都轻松了。杨毅整个人放松，抬头环顾这里，一切刚好看到了小客厅里的照片墙。你看那面照片墙，说明我们在这里还是收获了很多东西的。杨毅说完这句话，整个人彻底想开了，他笑得像个孩子。张绍刚、杨毅这句话加分。
秦岚，太加分了，我心都颤了。弹幕：杨毅的这个笑容实在太治愈了。杨毅这话是说给小马听的，何尝不是说给自己听的呢？他们同是天涯沦落人，这俩简直是卧龙凤雏，倒霉二人组。要不你俩凑一对，老张追求小诗，全员 HE。小马感觉自己一定是太伤心了，否则怎么会见到笑得如此治愈的杨毅？他揉揉太阳穴，感觉清醒了一点。其实我也需要被治愈。杨毅点头，你需要被治愈，没错。你需要，别人主动也没有错，这都是你的权利。但是这样哭肯定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小马，痛苦的点在于你们所有人都发觉的，只有他没有发觉。杨毅，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发觉？小马，也有可能他发觉了，可是他在躲避。杨毅，或许他没有躲避，他也是刚出来的状态，在尝试着接触其他人，但是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小马，是这样吗？杨毅点头，是啊，所以你可以在不伤自己自尊的情况下，正常的表达这件事情。小马觉得杨毅说的有理，他使劲的点点头。杨毅，行了，回去睡吧。张绍刚，小马应该一开始就知道老张不会写他。秦岚，就他感觉小屋里没有男生选他，所以他才崩溃。张绍刚，我要是知道所有人不会选我，我也会难过。秦岚，所以杨毅的安慰让他觉得自己没有被抛弃，还是有效的。弹幕：小马妆都哭花了，但是现在看起来很平和，很好看。杨毅做心灵导师有一套。小马之前觉得杨毅说话太啰嗦，结果现在需要杨毅来安慰他。走路也不快走路。杨毅在面对自己的事情上总是卡壳，面对别人的事情上还不错。机会是自己争取的。小马加油。小屋里最悲催的两个人在相互取暖，我觉得他们俩在一起也不错。杨毅在小马上楼之后，自己在原地坐了好久，终于在22点59分的时候，他走到了黑板面前，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张绍刚。杨毅会约谁呢？会不会约小马？秦岚，只要他不约子涵，我觉得都行。观众也都知道，杨毅在这时候是没有必要固执的，但是还是想知道结果。可是，在万众瞩目中，杨毅写了一个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名字：张绍刚。小诗，为什么约小诗啊？秦岚，对啊，他约子涵，约小马，我都能理解，为什么约小诗呢？张绍刚沉思半刻说，子涵拒绝了他，这时候约子涵的确不合适。秦岚，那他完全可以约小马呀。张绍刚，而小马和小诗的话，小诗的性格肯定更加符合杨毅心中的理想型。弹幕：杨毅这波操作真是溜啊！只要和爱情扯上关系，小马就太过于偏激了，的确不能给他希望。可能选择小诗会让所有人都不尴尬吧？或许吧，小诗都拒绝过老张2次了，应该不会介意多一个人。张绍刚说，现在和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次的规则是太阳约会和月亮约会合并了。就是说男女双方如果不选的话，他们就只有一场约会。如果有冲突的话，会以女生为主。比如云帆和子涵，小猪和高兴他们都是选择了对方，所以他们约会没有影响。小马选择了老张，他们两个人的约会也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有2个人选择了同一位女生，那就老张和杨毅、小诗他们3个人。秦岚，那其实每个人都少了一场约会，而且还会有3个人的约会。张绍刚，是这样理解的。秦岚，那小屋的其他人知道这件事情吗？张绍刚，他们不知道，他们以为约会是1对1的。我们一起期待明天，当太阳遇上月亮会发生什么样的美好事情。太阳约会和月亮约会是这个节目的经典项目，可是节目组这么操作，让很多观众不理解。弹幕：节目组这是又要搞事情了吗？操作太迷幻了，一时不知道是该心疼小马，还是该心疼小诗。老张，我就勇敢了这一次，结果这样对待我，哈哈，差点把老张给忘记了。杨毅，我也很冤呀，很期待明天的修罗场。第121章，他们的每次对视，我都看到了眼神拉丝的感觉。第2天是大家约会的日子，大家早早的都开始起床收拾打扮了，因为都是要出门的，所以大家早上都简单的吃了点牛奶面包，等着约会的时候再吃东西。杨毅抽空找到了老张，解释了他约小诗的意义。我和小诗是朋友，我约他是为了助攻你的，你不用担心。老张难得通透一次，你也觉得我成不了吧，所以要助攻。杨毅还拍他的肩膀，不是一下，怎么能知道呢？可他们等了很久，都没有等到小诗下楼。云帆和子涵已经收拾妥当，就先出门了。第2队出门的是小猪和高兴，然后是小马，最后是老张。杨毅自己挺无聊的，他没有等到小诗下楼，他就给小诗发了个信息。小诗对他的邀约表示了感谢，并且告诉他今天有事情就不参加约会了。杨毅放下手机之后，自言自语地说，注定我是孤家寡人一个了。
子涵和云帆约会的地点是子涵定的。他们刚出门，节目组发来了他们的规定：太阳约会和月亮约会将以女生为主，合并为一场约会。当太阳遇上月亮，将会是完美的一天，请开启你们的约会吧。孟云帆，也就是说，太阳约会和月亮约会合二为一了。你是太阳，我是月亮。子涵，我的月亮约会选择的对象是你。云帆，所以今天的约会你说了算。子涵重重的点点头。孟云帆，那请问徐女士，我们今天的约会内容是？云帆特意装绅士的时候特别搞笑。子涵抿嘴笑了，我想和你一起去跳摇摆舞。孟云帆，跳舞？这个我真不会。子涵，没关系，这个很简单，而且有老师教。孟云帆，那我先带你附近吃早餐。子涵看看时间，行。孟云帆快骑车带子涵到了早餐店，是一个路边的苍蝇馆，看起来很小，但是很干净。云帆征求了子涵的意见之后，叫了2碗面。前段时间晨跑的时候就发现了，就来吃了一次，我觉得味道还不错。子涵，那为什么后来没来了？孟云帆也不隐瞒，你每天起来做早餐，我没有来吃过呢。子涵，那我做的好吃，还是店里做的好吃？这样的2选1，云帆早就有标准答案了。你做的早餐更好吃，因为更加温暖。虽然知道云帆说这话多少是用了技巧的，但是子涵听了依旧开心。弹幕，我和云帆是一样的，遇到好吃的东西，第一个分享给对方。你做的更加温暖。云帆真的太会说话了。我觉得他们吃的不是面，明明就是甜点吗？对啊，酷甜酷甜的。驱车到了子涵预定的地方，已经有老师在等待了。相互打过招呼之后，老师就教了需要注意的事项以及基本的动作，是不是很简单？子涵，我不爱运动，但是每次跳完这个，觉得全身都很放松。孟云帆，其实我还没有这样的感觉。子涵捂嘴笑了，我之前有带爸爸妈妈还有奶奶一起来跳过。孟云帆，难怪我有一种跳老年迪斯科的感觉。子涵捂嘴大笑，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你已经抓住精髓了，很容易学会。老师也趁机夸奖一番。弹幕，老年迪斯科，云帆是会形容的。作为入门舞蹈还挺不错的。子涵又在默默地介绍家人给云帆认识了。他们这样不结婚很难收场了。喜欢他们这样暗戳戳的秀恩爱。这个舞蹈动作需要2人手拉着手，2人共同前进后退。云帆学得比子涵还快。子涵，你这样我一点成就感都没有。云帆，不会，你跳得很好看，我个子太高了反而跳得奇怪。子涵，你跳得很好看啊，很优雅。云帆，你跳得也很好。2个人你夸一句我夸一句，老师都不好意思打扰他们了。云帆和子涵学动作以及配合的时候，一些摇摆舞的爱好者已经陆续进入了会馆。老师建议他们跟着大家一起跳，非常不错，等一会儿跟大家一起跳2遍就会了。等音乐响起的时候，孟云帆和子涵跟着音乐一起起舞。孟云帆发现这个舞蹈看似简单，但是身体的每个关节都活动到了。云帆上手的很快，这对平时运动不多的子涵来说真的很友好。云帆带着子涵，2个人已经有了一些默契，他们在舞池里翩翩起舞，2个人越跳整个人越放松。弹幕，哇，他们俩跳舞太有感觉了，怎么可以这么甜呢？他们的每次对视，我都看到了眼神拉丝的感觉。这一刻不光他们享受，我们也很享受。这一段太甜了，我是打着胰岛素看完的，好羡慕他们还能遇到双向奔赴的爱情，真的很好。太甜了，有让人想要恋爱的冲动，这才是恋综该有的样子。很快，一曲终于完了，子涵出了很多汗，不行了，我要去休息一下。子涵说。到了休息区，云帆帮子涵擦汗。子涵，不好意思，本来我请你来的，结果还让你照顾我。孟云帆，你本来就不擅长运动，专门选这个也是在迁就我呀。子涵，你看出来了，以后我也要加强身体锻炼。看着子涵默默的发誓，孟云帆说，适当的锻炼就好，这样身体比较健康。弹幕，云帆帮子涵擦汗哦。不经常运动的人一活动起来是容易出汗。这个约会真的是太有意义了。2个人跳舞的时候身体有接触，感情升温会很快。这么一说还真是的，以前就没见他们相互擦过汗，他们越来越有谈恋爱的感觉了。真想把民政局颁给他们。子涵和云帆2个人相互为了对方都在改变。与此同时，另一边小猪和高兴也在约会。他们约会的地点是花卉市场。高兴细心地挑了一株多肉送给小猪，很可爱，很适合你。小猪觉得一个大男生拿一盆小多肉有点奇怪，就他把放在上衣口袋的位置。高兴，放得下吗？小猪很嘚瑟的显摆，可以，你看我多有心，把它放在我的左心房。这是我的新话。张绍刚替他说了后面的话。高兴笑得睁不开眼。第122章
4季3餐的约会主题。小猪和高兴逛花卉市场。高兴说：“我没事的时候就会来这边逛逛。”小猪：“这里很有生活气息，需要吃东西吗？我们先吃点东西吧。”高兴：“好的。”有人买了小吃，边走边欣赏各种鲜花。高兴说：“我们选一些鲜花回去，醒花插花吧。”小猪当然没有意见：“行，你喜欢什么花？”高兴：“芍药、郁金香这些都行。”说着就看到了一大片粉红的郁金香。小猪：“那我们选一点吧，你告诉我怎么选。”高兴：“如果是想要养得久一点的话，就选花苞。”小猪关注的是结果，一般几天能开？高兴：“现在天气暖和，一般3、4天就开了。”小猪：“那行，我们就选花苞。”高兴选择了一把粉色的和一把淡紫色的。小猪看到他选的花以后，就大概知道高兴喜欢什么样子的了。他指着一束花说：“也挺特别的，要不要？”高兴：“这是我没有养过的品种，而且会不会太多了？”小猪：“没关系，你想的话我们就养养看。”高兴点头，这一束是最特别的。小猪听到这话就知道高兴是真喜欢，就直接叫了老板买单。老板把花简单的包装了一下。后来他们又买了洋牡丹、黄玫瑰、绿毛球。不一会儿，两个人的手上都已经抱满了花卉。张绍刚感觉他们俩都被鲜花买起来了。秦岚：“对，我希望我是那个可以陪你一辈子的人。”孟云帆给子涵先盛了一碗汤，菜都有点辣，先喝点汤垫垫肚子。子涵：“谢谢。”他们边吃边聊。子涵说：“谢谢你的早餐和午餐，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会安排的这么周到。”孟云帆猜测：“你应该也有其他的安排吧？”子涵点头说：“1日3餐，我想的是简单的吃一下，相互了解对方的口味。”孟云帆稍稍自恋了一下，没想到我做了这么多，是不是很感动？子涵大大方方的承认了，是很感动。除了蓝色妖姬，还有这些菜，按照4季的颜色，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孟云帆这个时候的确值得小小的嘚瑟一下，毕竟恋爱中的人大多数的都会想告诉对方自己做了什么，除非是特别做的。子涵说：“其实上午去跳摇摆舞是提前体验老年生活。”老年生活？孟云帆愣了一下，那你还有其他的安排？子涵：“我想一起去做蛋糕和打篮球。”孟云帆看着子涵，打篮球可以理解，做蛋糕是为什么？子涵也不瞒着，少年的时候打篮球，中年的时候一起居家生活，老年的时候跳舞健身。孟云帆：“原来是这样呀。”他说这话的时候在思考问题。云帆和子涵在一起是轻松的，所以他规划了3、5年之内的生活。听到子涵直接把老年生活都已经规划了，多少有震惊的。子涵知道自己现在有点太急切了。孟云帆以前就表示过，一辈子太长了，只能规划到未来3、5年。但是小屋快要结束了，他想知道自己和云帆的底线在哪里，双方能不能在规划的时间上达成共识。现在这等于是侧面的想要一辈子的承诺，所以他时刻关注着云帆的表情。子涵把蓝色妖姬捧在手里，说：“这是我很久以前一个幼稚的想法。”这是子涵给各自双方找的一个台阶。云帆没有说话。子涵故作轻松地说：“因为知道实现不了，所以才会在约会的时候想完成它。”他知道云帆是个意志坚定的人，原则上的问题他不会因为自己做改变，而且来日方长，3年5年之后，说不定云帆能够许自己终生。子涵说完这些话之后，静静地看着云帆。之前有听过一句话，看一个人的品行要看他的最低处，这是两个人第一次在一件事情上产生分歧，所以他不急。孟云帆沉思了很久，慢慢地说：“人生很长，有的人可以陪你一阵子，有的人可以陪你一辈子。我希望我是那个可以陪你一辈子的人。”子涵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把头猛地一抬，看着对面的云帆。孟云帆就继续沉声说道：“但是未来的事情不好说，所以我想，如果有一天我们一不小心走散了，我们可以再来体验一下今天的过程。”子涵热泪盈眶，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小心走散了，一定要带着对方来体验今天的过程。他们两个人做了一个未来可能不会遇到的约定，看得我眼睛都发酸。张绍刚揉了揉发红的眼睛，他们这是直接把一辈子规划好了。秦岚也是眼圈泛红，而且他们有认真考虑，而不是随意说说的。张绍刚：“是的，如果云帆直接说我会一辈子陪你到老，反而显得不真诚。但是他说万一走丢了，我们再回来回忆这个过程，这就很感动。”秦岚：“一般最难得的地方就在于他从来都没有承诺过一辈子。现在很多年轻人一张嘴就是一辈子，可是他们不知道一辈子有多长有多难。”张绍刚点头。云帆从之前说的3、5年到现在，如果走丢了请找回来，这个心理路程走的也很难了。秦岚：“我很想知道云帆经历了什么，才会让他如此通透。”观众更是哭晕在弹幕里。
明明就是很深情的互托终身，很感人的画面，我为什么泪流满面？真的太感人了，太好哭了。上一个承诺我一辈子的人，现在早都走丢了。这个社会充满了诱惑和不确定，一辈子太长了，两个人走着走丢了，是很正常的事。云帆如果早点出现就好了，这样我就可以在和前任热恋的时候，告诉他，如果彼此走丢了，怎么找回对方。感谢云帆，他告诉了我们在这个浮躁的世界里，如何做正确的决定。第一，在恋综里学到了这么深奥的人生哲学。饭后，云帆说，我们去你订的蛋糕店吧。不了。子涵看着蓝色妖姬，缓缓地摇头。这样就挺好，我们随便走走吧。孟云帆看了看时间，行，我们就随便走走。其实像莫云帆和子涵以前都是相对忙碌的人，很少有时间静下心来享受生活。他们慢慢地走到了旁边的一个小广场，两人在一个花坛边的椅子上坐下来，看着匆匆忙忙的行人，看着带着孩子年轻夫妻，看着遛狗逗鸟的老人。子涵，我希望自己老了也是这样的。他说的是遛狗逗鸟的老人。孟云帆明明知道，故意指着带孩子的一家人说，那一家三口吗？子涵的脸刷得红了，他们还很年轻。观察室里人直接露出了蜜汁笑容。张绍刚，这是在规划生孩子的事情了。秦岚，应该没有这么快，但是云帆思想已经有2婚后生活的打算了。弹幕，这种情况还不把民政局赶快搬来，这个不结婚真的很难收场。云帆，我真的哭死。对方一句话，他就开始认真规划。子涵也很真诚，所有人开始行动的时候，他已经在默默地规划未来，并且弯道超车。如果在现实中遇到麻烦，这样的就赶快嫁了吧。这是恋综天花板，这一季所有的名场面都是他们创造的。这是喜欢你我也是的封神记。10年修得王小贱，100年修得李大人，1000年修得孟云帆。第124章，没有如果，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孟云帆和子涵两人吃饭散步，气氛好不惬意。子涵看到路边有一家小饰品店，就走了进去。他挑了一对钥匙扣和一个车的挂件。我想买这些。孟云帆又选了一个手链。你戴这个会不会过敏？不会。子涵说。云帆从众多手链中挑了一个淡紫色的。这个你喜欢吗？子涵戴到手上，和我今天的衣服很搭。你皮肤白，戴紫色的都好看。云帆说，这条线将就着戴，改天看到合适的再买一条。子涵说，其实这一条也很不错。云帆爽快地付钱了。子涵又看了看其他的样子，我想给马姐他们都戴一条手链。云帆点点头，但是这些我就不付钱了。子涵抿嘴笑了，我知道。张绍刚看不懂云帆为什么不愿意付钱了，子涵还挺开心的。这些都是小饰品，又花不了多少钱。秦岚代入一下就明白了。如果我对象给我买礼物的时候还买了相似的礼物给其他人，我会吃醋。张绍刚恍然大悟，原来还有这样的门道呀。弹幕呜，代入一下，真的太感动了。今天真是太棒，不管什么时候我都不希望男朋友给其他女生买礼物。说到这个，如果代入一下约会的是老张，他肯定把钱都付了。如果都付钱，约会的女生就没了特殊性，没有感受到偏爱的感情是无法长久的。云帆和子涵的边界感很好，两个人想到了一起。子涵是在自己的礼物买完之后才开始给其他女生选的。女生们请擦亮眼睛，出去不要什么都让男生付钱，和对方无关的东西尽量不要让对方付钱。另一边，小猪和高兴选好了很多花卉，然后选了适合醒花的桶，满载而归。他们找了一家餐厅吃饭。小猪问，你平时会怎么打发时间？高兴，看时间吧，如果时间短的话就在家里了，如果时间长的话可能会到中间走走。小猪，像今天这样吗？高兴笑了，差不多吧，周末的时候会这样。小猪，我可能更喜欢旅行。高兴问，那是一个人还是和朋友一起？小猪说，一般都是和朋友一起，但是我也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高兴，哦。小猪，就是在来这里之前，有一段时间我自我放逐去游玩了几天。高兴，自我放逐，听起来好有意思。我还没有这样的经历。小猪笑着说，但愿你永远不要有那一天。高兴笑笑没有说话。小猪又说，万一，我是说万一哪一天你想自我放逐的时候，可以找我，我陪你。高兴脸上的笑意更深了。好。观察室里，张绍刚露出欣慰的笑，这一对也成了。秦岚，小猪能给出这样的承诺，真的太难得了。弹幕，小猪和高兴走到这一步太不容易了。作为运动员的小猪，调整心态和适应能力都很不错。高兴眼中的欣喜根本就藏不住，我替他们感到开心。张绍刚，4个人成了2队，这一季的 KPI 达标了。紫云 CP 和幸运猪 CP 真的很值得看。不知道爱情癌症患者老张那边怎么样了？
老张呀，我已经不期待了。相较于看面瘫老张，我期待看到小诗的约会。观众没有等到小诗约会的画面，等来了小马的约会。小马这次把约会放在了射击馆。之前他们一群人有在这里玩过，当时老张指导的小马。那个时候的小马还没有跟小猪说清楚，内心很浮躁，很在乎输赢。他想再约一次老张，让老张见识到不一样的自己。不过他俩没有像紫云 CP 和幸运猪 CP 一样同时出门的。小马因为心里有事，所以先出门射击馆等待。老张开着车，按道理说两个人即使出发的时间不同，也应该前后脚就可以到达的。但是好巧不巧，老张走的那条路刚好发生了交通事故，以至于堵车。等老张绕路到达射击馆的时候，已经迟了将近1小时。见到小马，老张自己挺不好意思的，不好意思，让你等了这么久。你先缓缓。小马先递给了老张一瓶水。虽然今天等了你1个多小时，但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挺突然的，所以我理解你。月亮约会是不公开的，小马昨天告诉了老张会约他，但是具体时间和地点和节目组商定的，所以老张也是今天才得到通知，上午有约会。在小马看来，老张昨天晚上写了小诗，今天和自己约会肯定会有顾虑，所以来晚了，小马可以理解。老张，我就是单纯的堵车了，不好意思。小马问，我们现在是玩一下，还是直接去吃饭？你早上应该没吃饭吧？我怕你会今天的小马格外温柔，可能是因为出了小屋，也可能是因为昨晚哭了一场。老张，没关系，来了我们就玩一下吧。小马拿出一个保温杯，这是我早上从小屋带的咖啡，杯子是新的，你要现在喝吗？老张，还是先玩一会儿吧，晚点再喝。出了小屋的老张话也多了起来，就他的工作而言，他更喜欢这样1对1的聊天。观察室张绍刚说，他们2个人在小屋外都更自在一些。秦岚，我看他们俩就想到上一次2个人约会其实也挺合拍的。这么一说，很多人都想起来了那一次天选的约会。老张和小马在公园里闲逛，然后吃饭做手工，整个过程很有意思。除了最后老张提到小猪的时候，弹幕，我想如果刚开始小马和小猪2个人不要那么上头，结局肯定会更好。如果老张和小马一开始都是理想人选，他们应该能谈到一起。但是如果没有竹马 CP， 后面高兴来的时候，小猪可能就没有办法和他达成相互救赎。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没有如果，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第125章，喜欢一个人是会变得卑微。小马在射击馆终于等到了迟到的老张。老张问，你有没有先练一练？小马摇头，没有，上次是你教我的，这次我想你再教我一次。好。在老张看来，以女生的约会为主，那自然小马怎么高兴怎么来。有了上一次的射击经验，这一次小马的射击水平好了很多。2个人边打靶边聊。在射出2把之后，老张说，总感觉你出了小屋和在小屋里不像一个人。小马笑了，你也不一样，在小屋里你话特别少，更不会这样说话。这是小马为什么执意邀约老张出来一次的原因。2个人都笑了。老张说，我可能更适合这样面对面的交流或者工作，在生活上我是个白痴。小马扑的笑了，干嘛这样说自己？你也有独特的魅力啊。说着，小马开始细数老张的优点，成熟、稳重，虽然话不多吧，但是很懂人心。老张，没想到你对我评价这么高。老张的回答在小马看来有些官方。小马问，你还记得上次约会吗？那一天是我在小屋最轻松的一天。小马说到这个时候，老张直接愣住了。他知道小马对自己有好感，但是没有想到好感是从上次约会开始的。老张记得很清楚，上次约会他主要是帮小猪当说客去了。他看着小马不说话，心里想着是哪个环节出现问题了。小马自然感受到了他的目光，气氛瞬间有些沉闷。小马笑着说，当然晚上不算。然后砰的一声正中靶心。小马内心一点都不开心。那天约会就是在晚餐后，老张提到了小猪，氛围才变得尴尬起来。而此时老张仿佛又看到了第一天那个开朗搞笑的小马。他向小马道歉，那天晚上我确实有点破坏气氛了。小马说，其实也没什么，因为你说的那些话我回去想了很多，后面也有做一些补救，让我在小屋又多了很多朋友。同时小马话锋一转，当然如果你真的觉得不好意思的话，今天就好好的陪我玩吧。老张没有第一时间点头。小马问，不可以？老张，你知道今天是约会日，我太阳约会的对象是小诗。小马又打出一枪正中靶心。但是这次他也不开心。那你们约会的时间是什么时候？老张，时间和地点我现在都还没有收到。小马，那现在就先陪我玩吧，及时享乐。老张，好。小马说，我们来比赛吧。这样相对专注的运动，
老张还是挺在行的，自然不会反对。你想怎么比？小马，我们各打3次，看谁的更准。输的人答应赢的人一件事情。老张的胜负欲也被激起来了。哦，还有彩头的呀。小马，就是力所能及的事情，就算出了小屋也可以做的事情。老张想了一下，就点头了。好。然后他们俩分别射击了3次。小马前面2次都直接脱靶了，第3次8环。老张分别打出7环、9环、8环的成绩。小马很直接，我输了，欠你一件事情。观察室张绍刚，对小马这样性子的人来说，等1个小时真的很难得。秦岚，是的，我觉得如果真的有事情要提前说，而不是让我干等那么久。张绍刚，所以说我们平时总觉得小马太直了，但其实你看他也是有温柔的一面。秦岚，小马在小屋里可能压力太大了，大家一起聚会的时候他也没有很开心，但是在和老张单独约会的时候，我感觉到了他的放松。张绍刚说，这么说其实老张是可以解开小马心结的。秦岚，就看老张愿不愿意了，毕竟他约的是小诗。弹幕，小马外表看起来恋爱脑，其实他真的很通透。他在所有人面前都嘻嘻哈哈的，可是在老张面前会有小女生的一面。恋爱可能会让一个人的情商变高，但是真的会让一个人的智商变低。刚刚小马2次不高兴的时候都正中靶心。哈哈，说到这个我都要笑死了。自己提的比赛，结果2次脱靶输了的干脆。他应该是想赢的吧，这样那就有机会可以跟老张再次约会了。可惜老张不开窍啊，可能老张不想输吧，否则以老张的水平脱靶很容易。老张和小马比赛完之后就去了餐厅。进了餐厅，到了预定的座位，老张才发现菜都已经上齐了。你这么早就定下了吗？小马，我知道你可能来不及吃早饭，所以午餐就定得早。老张表示了感谢，实在抱歉，你准备这么充分，还让你等了那么久。小马说，其实等了过程中我有很多情绪的，但是我还是等到你了，我觉得自己还蛮厉害的。老张，是挺久的，刚刚射击的时候我内心都很慌张。小马，是不是觉得我下一秒就会把你踢出去？老张，我真的有过这样的担心，你会生气。小马半开玩笑地说，你明知道我约了你，可是你还约了其他的女孩子，是个女生都会生气的。小马的语气里面有撒娇的成分在，所以语气很柔和。老张只能点点头，不再说什么了。其实在他心里已经很早把小马定义在朋友的位置了，上次约会也是因为是朋友，所以才那么自在。而且此时的老张还在等着小诗的通知。虽然他知道和小诗约会自己会紧张，没有在小马面前轻松，但是他还是很期待。可到现在为止，不管是节目组还是小诗那边都没有信息。今天他已经迟到了，现在更不可能丢下小马去问小诗，所以他耐着性子认真的听小马说话。弹幕，这样的小马和我认识的马姐相差太大，是温柔了很多，但感觉也卑微了很多。喜欢一个人是会变得卑微，可是小马即使压着性子说出来的话也容易处成兄弟。说话的语气语调变了，但是说出来的话还是很直接。老张喜欢温柔似水的小诗，小马即使再压着也不会变成那样的。第126章，热恋期的孟云帆和子涵。小马破釜沉舟，邀请了老张。目前看来老张依旧没有开窍，他决定再试一次。其实我在小屋有一个心动的人，没有主动过，但是他好像没有感受到。老张看着他没有说话。小马说，其实大家都看出来了，而且在默默的帮我，所以我自己也想争取一下。老张心里慌的一批，他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感受到小马的主动。老张对小马的定义已经是朋友，而且还是和好兄弟小猪分手了的朋友，所以他注定是不会和小马有什么牵连的。老张静静地看着小马，依旧一句话不说。他们这一顿饭已经吃不下去了。张绍刚说，其实小马说这些话挺难的。秦岚说，对，他是一个那么骄傲且直接的人，现在拐着弯的说了这么久。张绍刚，老张是一个本来对感情敏感度没那么高的人，而且他说话做事都比较谨慎，可能现在还没有想好怎么面对小马。秦岚，看到不说话的老张都有一种想去敲开他脑袋的冲动。张绍刚说，不着急，我们再看看。他猜测的说，老张是一个善于总结且思路清晰的人，他今天来可能有准备。弹幕，小马当初不体面的分手，还是给小屋其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天小马的表达也是有问题，像今天这样的情况，完全有必要去回顾以前，直接用一个崭新的面孔、新鲜的事情去面对老张，反而胜算更大。小马提起从前的种种，是想让老张感受到他的优点，但是老张想到小马在小屋里的关系，小马说了很多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依旧没有听到老张一句话。小马笑着给自己和老张各倒了一杯水。其实我在感情上也很白痴，所以做的一些事说的一些话，
你也不必太放心。今天我说这些，只是觉得小屋里你最懂我，而且我们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所以你也不要有太大的压力。你可以继续按照你自己的心意和想法做你自己就好。老张静静地听小马说完了所有的话，才悠悠地说：“其实你刚到小屋的时候话比较少，而且很高冷，很有女神范儿。”小马笑了，后来发现我并不女神。老张点头，后来过了2-3天，发现你是一个说话很直接的人，而且你性格很活泼，跟小屋里每一个人相处都很舒服，很放松，很安全。小马使劲地点头。老张做事看起来大大咧咧，但是很细心，这点我们很相似。我觉得就这一点来说，我们能够成为很好的朋友。我们会在彼此很需要的时候出现，我会非常珍惜我们之间的友情。我也希望你可以早点遇到那个适合你的人。沉默寡言的老张第一次大量输出这么多，比上一次和小石表白说的还要多。弹幕：小马就输在语言组织能力上面了。这么一对比，老张语文是满分。表达是一种勇敢，拒绝也是一种勇敢。他们2个人都是勇敢 CP。老张如果遇到每个人都这么说话，还至于现在孤孤单单的吗？其实很佩服老张在这种情况下依旧选择坚持初心。小马听老张说了那么多，他笑着说：“谢谢你今天说这么多。其实见到你之前我不知道说什么，但是刚刚听你说完了之后，我觉得轻松了很多。”然后他举起了旁边的杯子：“接下来我要好好享受小屋的生活了，祝你早日找到属于你的幸福。”小马这是彻底的放开了，语气中的轻松连老张都听得出来。老张也大大的松了一口气。那我们一起好好享受小屋的生活。2人一起举杯向过去告别。饭后，小马说：“我先去享受一下个人的你好时光，祝你约会愉快。”老张，谢谢。小马出了餐厅，往人流涌动的街头走去了。他不知道他要去哪里，但是他知道自己不能待在这里，更不能回小屋。老张看着小马走远之后，回到了车里。他在等小诗或者节目组的信息。另一边，孟云帆和子涵2人已经在一个电影院看起了电影。子涵，附近电影院听说过很多次，但今天是第一次来。孟云帆显摆地说：“这里很有意思，我找了好久才找到的。”子涵，你特意找的呀？孟云帆：“这样看电影的时候可以边看边聊。”子涵：“不会打扰到别人吗？大声喧哗肯定不行。”孟云帆指着旁边正在聊天的姐妹花：“你看像这样的音量，完全就不受影响。”子涵也找了一个靠近角落的位置，这里比较宽敞，我们坐这里吧。孟云帆当然没有意见。一个电影有很多延伸话题，他们都会表达自己的观点，虽然有一些话题会有差异，但是都很尊重彼此的想法。孟云帆：“除了工作时间，你会做些什么？”子涵：“我喜欢郊游，有时候去公园玩1天，有时候去旁边郊区兜兜风。”孟云帆：“每次一个人吗？还是和朋友一起？”子涵：“可能因为工作的原因，我朋友多数都是工作上的伙伴。你休息的时候，有时候会想多一些私人空间。”孟云帆：“那你介不介意以后一个人郊游的时候多带一个人呢？”子涵捂嘴笑了：“当然没问题，如果那个人肯赏脸的话。”孟云帆：“那是必须的，徐大小姐邀请，怎么可能不赏脸呢？”这句话如果从别人嘴里说出来，可能有些油腔滑调的感觉，但是从孟云帆嘴里说出来，感觉就是那么一回事。子涵也大大方方的接招：“孟总，过奖了。”观察室张绍刚：“现在年轻人这说话一套一套的，挺有意思的。”秦岚：“这是一种情趣。”张绍刚：“今天3对约会3种，感觉这一对已经是热恋期了。”第127章，只有老张一个人，小诗呢？小屋的约会日目前放出来了3组约会，3组的感觉都不一样。孟云帆和子涵是热恋的小情侣，有说有笑，还会打趣对方。小猪和高兴是暧昧期小情侣，有一些小试探，和谐也有很大的期待。老张和小马在大家都想课堂的时候，他们直接聊开了，把关系固定成了友情。弹幕：希望每一个人都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云帆和子涵这样的人。云帆和子涵2人的相处模式就是生活中常见的小情侣，有一些小臭屁，有一些小嘚瑟，也是生活的小情趣。小猪和高兴2个人也越来越稳定了，值得庆祝一下。他们走到这一步太难了。至于小马和老张，我尊重每个人的想法。现在就看小诗、杨毅、老张3个人的修罗场了。所有的观众都想看修罗场，可是导播一直没有播放他们3人的镜头。大家看到了，小猪和高兴回家绣花，高兴一步一步教小猪怎么样做，小猪耐心的配合，画面看起来和谐且温馨。另一边，云帆和子涵看完电影之后去了小吃街，看到好吃的他们都会买1份，特别好吃的他们会买2份，买1份准备带回去给小屋的人吃。子涵：我从来没有一次性吃过这么多小食。孟云帆：我也第一次这么放肆。看子涵一点不相信的样子，
云帆解释说，以前不能这么放肆的吃。子涵点点头，父母都会觉得这样吃对身体不好。其实云帆想说的是，上一世没有条件如此放肆。不过子涵说的也有道理，按照孟家父母的教育，见不得儿子吃路边摊。他点头附和着说，这个只能偶尔吃，吃多了的确对身体不好。子涵说，其实我肠胃可棒了，能吃很多东西。孟云帆，我看出来了。他们边走边逛，等到两个人手里都拿不下了，才兴致阑珊地往回走。子涵看着这么多小吃，又有点发愁。你说他们会不会不喜欢吃这个？孟云帆故意逗他，这些都是垃圾食品，他们肯定不吃。子涵，可是这些真的很好吃啊，我今天吃得很开心，还想天天吃呢。孟云帆，那可不行，天天吃你会生病的。他故作沉思状，老张天天不怎么说话，吃点垃圾食品让他开心点，多说话。子涵看看手里的食物，那老张只能喝奶茶了，其他的都有点辣。孟云帆说，就是要让老张吃啊，吃上之后他就会爱上这些食物的。子涵也听出了云帆打趣的意思，可以，就这么决定了，全部给老张，不给其他。孟云帆，对，就这么决定了，全部给老张。两个人像幼稚的孩子一样，一路上说说笑笑的踏上了回小屋的路。因为两个人一直在聊天，倒没有注意到后面的车辆。在一个红绿灯路口，云帆把车子停下来，眼睛观察周围的时候，瞟到了右边车道有一个熟人。孟云帆，那边的是老张吗？子涵放下车窗，往右边一看，可不就是老张吗？他们给老张打招呼，老张好像有心事没有说话。孟云帆，老张今天跟谁约会来着？子涵，小马约了他，他约了小诗，老张应该有2场约会。孟云帆，副驾驶没有人，那应该是小诗坐在后面了。他太理解小马的脾气了，即使两个人没有谈好，小马也不会把老张当成司机的。子涵离老张的车更近，而且是副驾驶位，可以认真的观看旁边车子的情况。他说，我感觉后面车子后面没有人。怎么会没有人？孟云帆很奇怪，但是他一直在观察路面情况，现在红灯还有3秒了，也不好再去观望了。我们先走，回去了再说。子涵又往老张那车看了一眼，就默默地把车窗可以摇了上去。孟云帆和老张的车先后到达停车场，他停好车后站在那里等老张，可等了很久，老张都不出来。孟云帆只好去敲他的车门。老张摇下车窗，扯出一个笑脸，云帆呀，什么时候回来的？子涵露出半张脸，我们前后脚到。孟云帆就纳闷了，我的车这么显眼，你没有看到吗？老张松开安全带，下车，关好车门，不好意思，我刚刚事情。孟云帆往车里面看了一眼，你的车上只有你一个人吗？他们边往屋里走边闲聊。老张，午饭后我就和小马分开了。孟云帆，我知道你约了小诗，他没有来。老张说这话的时候，整个人没什么精神气儿。孟云帆，可能有什么事耽误了。子涵，是啊，肯定是有急事。今天下午开始，小诗就在忙碌了。月亮约会女生邀约男生，男生是不能拒绝的。太阳约会，男生邀约女生，女生可以拒绝。昨天午饭之后，老师回我午休后来说有工作，一直没有出屋子了。这不是他的性格，所以很有可能真的被耽误了。他们进入小屋，小猪和高兴还在摆弄他们的花。子涵，你们是准备开花店吗？这么多花。小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跟云帆在一起之后，越来越爱打趣人了。孟云帆，买的是有点多。小猪，你就宠他吧。子涵促进了那些鲜花小闻闻花的香味儿，高兴直接给了他一束。其实我只想买2把的，后来看到很多好看又特别的，他非要买回来。高兴说这话的时候，眼中的笑意藏不住。子涵接过鲜花，小猪还挺不错的。高兴笑得更甜了。对了，我也给你们带礼物了。子涵花找了一个位置放好，然后从众多的袋子中翻出一个礼品袋。子涵跟高兴分享，我选了4条装饰的项链，4条项链款式相似，只有颜色上有一些差异。这是子涵根据每个人的性格和穿衣风格选的。我是给你的，1条自然是送给在这里的高兴。子涵指着另外2条说，这条是给小诗的，这1条是给小马的。第128章，小诗离开了。孟云帆和子涵约会回来了，小猪和高兴正在摆放花，高兴送了子涵一束花，子涵舅舅拿出来小礼物给小姐妹分享。高兴非常喜欢子涵送的项链，他找到镜子开始抽臭美。子涵想把另外2条项链也送出去，看了看略显冷清的屋子，他就问，小诗和小马还没有回来吗？高兴回来的时候只看见了杨毅，他这会儿在厨房忙呢。孟云帆就奇怪了，因为大家都收到了信息，今天的约会主题以女生为主，和女生相关的约会就会合2为1。杨毅和老张因为不同的原因都约了小诗，一个在小屋，一个刚回来，唯独没有见到小诗。孟云帆察觉到了事情不平常，他问，
那你们没有看到小诗吗？大家才惊觉，从昨天下午开始就没有见到小诗了。子涵和高兴两人上楼去小诗的房间，然后两个人又急忙跑下楼，摇摇头表示没有看到人。杨毅看着他们一趟上一趟下的，也关了厨房的火，跑下楼来询问情况。子涵手里拿了一个信封，说他的行李都不见了，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梳妆台上只有这封信。大家看得很清楚，信封上写的几个大字：喜欢你小屋的所有人。这个消息让每个人都觉得诧异。孟云帆说，这是给我们的信，看看信里面说的是什么。老张不愿意看信，他还抱有一丝希望说可能是出差去了。其他几个人也应和着说，对，肯定是出差了。话虽然这么说，但孟云帆还是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他已经在拆信了。然后大家就听到了开门的声音，所有人都带着期盼的目光看向门口。结果小马拎着大包小包出现在众人面前。你们，小马看到大家都看着自己，诧异了一秒，然后故作女王范儿，这是在迎接我吗？摆了2个 pose 之后，小马笑了，这弄得我多不好意思。观察室张绍刚说，这就是我们刚认识的那个搞笑小马。秦岚，梦回第1天，小马换好鞋之后发现氛围不对，怎么了这是？小诗给我们留了一封信。子涵说，你过来，我们一起看信吧。小马闻言愣了一下，也凑到了众人一起。孟云帆已经把信拆开，开始念信了。小屋的家人们，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因为工作原因离开了小屋，很遗憾没有办法继续参加录制，我很抱歉。在小屋的这段时间我很开心，感谢你们让我有一个不同的人生体验，我相信我一定能找到属于我的幸福，不要担心我。祝小屋的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孟云帆把小诗的信念完了，小屋里静悄悄的，没有人说话。喜欢你我也是节目已经播到了第4季，从来没有人中途走过，整个恋综史上第一个中途退出的还隔壁的节目。当初那位男嘉宾的情况跟小诗有点相似，和他约会过的那个女生他感觉不合适，他喜欢的女生已经有了定向 CP。 此桥段来自《半熟恋人》第1季，雨成一直约会的对象是周南，他喜欢的是罗拉，和罗拉表白被拒绝后他离开了。老张难得主动一次，他把信拿了过去，认真的从头看到尾。是我给他太大压力了吗？小诗是离开的这个时间点，难免让大家联想到是不是这次的约会让他不自在。杨毅说，那要这样说，我的罪过更大。他俩这么一说，整个小屋的氛围瞬间变得有点怪异。孟云帆突然站起来，快速拍了他俩一下，你俩还真给自己脸上贴金呢。他的语气中带着3分调侃和7分洒脱。人家说了这几天错不开，提前离开小屋，怎么到你们这儿就是因为你们了？孟云帆这么一说，最先反应过来的自然是子涵。小诗离开自然也是因为没有期待了，他的月亮约会根本没有写任何人。这次太阳约会看似2个人都约了小诗，但2个人都是晚上写的，那些何尝不是权衡利弊的结果呢？作为一个女生，一个事业有成优秀的女生，她很清晰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当一些不属于自己的规则出现的时候，她自然有反抗的资本。张绍刚说，其实小诗的走认真回想起来也是有些迹象的。秦岚，对，从马场约会他和云帆说开了之后就有意隐藏自己了。张绍刚说，是的，以前小诗爱说爱笑，后来去滑雪场他明明什么都会，却一个人单独玩，那个时候已经在刻意减少镜头了。秦岚，其实离开也挺好的。张绍刚，不是，怎么就分析到离开也好了，就几天坚持一下就过去了。秦岚说，如果我面对小诗这样的情况，我可能也会离开。小屋里已经没有期待了，还要应付没有意义的应酬，还不如去好好工作，做有意义的事情。这话说的张绍刚哑口无言。秦岚把双手一摊，这世界上又不是只有小屋里这4个男的，干嘛目光只围绕着这4个人？张绍刚，我说不过你。弹幕，还真没想到小诗居然走了，虽然很可惜，但是还是想说一句，小诗简直太帅了。其实小屋的氛围非常好，小诗就算留到最后也没什么。是呀，看子涵和高兴都快哭了。哈哈，说到这个，你们有注意到小马的表情吗？小马的脸上就写着，居然这种玩法我都不知道。小马，早知道可以这么玩，我早就走了。小诗虽然没有组成 CP， 依旧是我心里的白月光。小诗很清晰自己要什么，离开这里对他来说是一种好事。小诗的离开让小屋的众人有些措手不及。孟云帆说，还有几天就结束了，等小诗忙完了，到时候大家可以线下聚聚。第129章，哄3岁孩子呢。小诗的离开让小屋的众人有些措手不及。孟云帆宽慰大家说，还有几天就结束了，等小诗忙完了，到时候大家可以线下聚聚。虽然大家都知道离开小屋之后大家就会各奔东西，但是有希望总归是好的，
所以每个人都迎合的点头。小猪，刚才说的对，大家也都别愁眉苦脸的了。来，一人送你们一朵花朵，开开心心的吧。他说后面这句话的时候，是征求了高兴意见的。高兴已经开始给每个人分发了。孟云帆也接了，不过他又随手递给了子涵。你拿去醒花吧，我怕养不了2天，还没开花就凋谢了。子涵，好，等花开了，我再拿给你。其他人也都在用鲜花来掩饰自己的心情。在一起住了10几天，说没有感情是假的，但是如果说非常深刻，深刻到想落泪，那也是没有的。毕竟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有的人来了，有的人走了，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孟云帆把带的那些小吃都塞给了杨毅，将就着吃一点吧，也别做饭了。其实云帆带的东西2、3个人吃完全没有问题。小猪、高兴和杨毅他们3个人吃也差不多够了。但是等他们把菜放好，吃了一会儿，老张也拿着筷子吃了起来。孟云帆就纳闷了，老张和自己回来的时间差不多，怎么就没吃东西呢？所以他就问了，你没吃饭呀？老张摇头，我今天一天就中午吃了一点饭。小马在厨房里接水，帮助高兴醒花。听到这话，噗的笑了。所有人都知道小石走的，这么一会儿，时间氛围还是有点沉闷的。小马这个一笑，把大家的目光都给吸引了过去。小马说，不好意思，我实在没忍住。然后他解释了自己为什么笑。老张平时起床的就晚，今天因为预计2场约会，所以早上出门比较早，还没吃早餐。中午的时候我和他吃饭，他挺紧张的，也没吃多少。谁知道一下午的时间，他也不知道找点吃的。这个事情很平常，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搞笑。但是小马又继续说，你为什么不化悲愤为食量呢？下午等不到人的时候，就应该大吃大喝的放松一下自己。这么一说，大家都觉得老张呆呆的，呆得可爱。毕竟老张是为了赶2场约会，一天下来才吃了1餐饭，最主要的是一下午根本就没有等到人。小马嘚瑟的告诉大家自己一下午吃了多少东西。你们都不知道，下午我一个人逛街，一个人吃东西的时候多开心。老张，你真的要适当的放纵一下自己，你太压抑了。小马今天中午把自己想说的话都说了，现在他整个人就是一个马大哈，把所有人都当成哥们儿相处了。这样的小马看起来才是真正的直爽，还有几分可爱。马姐，你这就不够意思了。孟云帆说，你看，我们出去吃好吃的，都给大家带，一个人在外面吃独食。孟云帆摆摆手说，你这样可不好，我主要是买太多东西了，拿不下。小马急忙找不，下次我再吃好吃的，一定所有人都有份。孟云帆，马姐真好，谢谢马姐。其他人也都笑呵呵地表示感谢。其实并没有谁真的想吃小马一餐饭，毕竟他是除了杨毅之外，在小屋里做饭最多的人了。说起来，还是大家欠小马的人情。孟云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大家还没有从小时离开的阴影里缓过来。大家在小屋里同吃同住，像家人一样生活了10几天，突然之间少一个人，如果说大家一点反应都没有的话，那才叫不正常呢。孟云帆和子涵在后花园的座秋千上坐了下来，子涵头慢慢的靠向云帆，明明还有好几天，但是我已经开始害怕离别了。孟云帆，我们是要开始另一种相处方式，并不是离别。不喜欢离别这个词，因为只要离开了，就会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子涵悠悠地说，我也要马上回去了。孟云帆，你害怕异地？子涵摇头，我们2个城市挨得很近，开车只要1小时。我只是在想，我们在小屋里的21天浓厚的感情会在多久消散？孟云帆，3、5年，我保证3、5年之内大家都会记忆很深刻。子涵笑了，你呀，永远都这么清醒。孟云帆，难道你想听我说大家一辈子感情都像这么好？子涵使劲的摇摇头，这话骗3岁的孩子还差不多。孟云帆，所以我们要珍惜现在拥有的，而不是提前去担心未来没有的。子涵点头，听你的。这个话题到此结束。子涵慢慢的哼起了歌。孟云帆，这是小石唱片机经常放的那一首，这首歌我很喜欢。子涵，是你的送的唱片，你真的很会玄学。孟云帆，不吃醋。子涵，你要是藏着掖着我反而会吃醋，你这样大大方方的，我有什么好吃醋的？孟云帆，你也很清醒呀，知道说说好听的话哄哄我。子涵，你还有哄呀。孟云帆，当然，每个人的感情需求都是一样的。子涵坐着身子，轻轻地拍拍云帆的胳膊，云帆，我吃醋了。孟云帆，算了，你还是不要吃醋了。子涵，为什么？不是你让我吃醋的吗？孟云帆，你是一个温柔大度的人，让你表演吃醋，实在是太为难你了。子涵，什么？你说我丑？孟云帆，没有，你怎么会听成我说你丑呢？子涵，我表演完你就后悔了，还说太为难我了，一定是我刚刚的表情很丑。孟云帆，你很漂亮，你什么时候都很漂亮。子涵，哼，
我才不相信你的鬼话呢。孟云帆，我是人说的是人话。子涵，我生气了，你要哄哄我。两个人像3岁的孩子一样，在花园里，你一言我一语，画面看起来幼稚又甜蜜。第130章，岁月静好 vs 轰轰烈烈。帆和子涵两个人幼稚的对话，引起了广大网友的热议。弹幕：他俩这是有3岁吗？真的太幼稚了。我3岁的侄女说话都比他们成熟。哈哈，这样的幼稚的对话，我能看300个回合。我也爱看，真是太有意思了。以后无聊的时候，就和男朋友来这么一段对话，不要随意尝试，我怕你会分手。现在像云帆这么有耐心的男生已经很少了。小诗离开了小屋，大家面上不显，但是心里多少有些感触。孟云帆陪着子涵说笑，两个人像3岁一样，你一言我一语，一直聊到了深夜。第二天，云帆跑步回来，特意给子涵带了早餐。回到小屋的时候，正好赶上子涵出门。子涵边走边向云帆报备行程：你回来了，我上午有一个会议，下午会早点回来的。昨天你说过了。孟云帆，不过我今天回来的可能晚点。子涵，哦，好的。孟云帆把手里的早餐递给子涵，这个路上吃。子涵就高高兴兴的出门了。孟云帆没有说送子涵的话，子涵也没有要求，两个人像是早就商量好了一样，特别有默契。云帆梳洗过之后也出门了。他的理解，现在这个时候应该为自己的未来多规划一点，而且也不能老是在小屋里撒狗粮，要给他们留点空间。小马今天也没有早起。小猪起来之后，看看冷冷清清的厨房，就开始了自己做早餐了。已经煮过几次速冻水饺的，他决定今天早上做点不一样的。小猪看了看冰箱，把三文鱼拿出来，然后做了酱汁，又用白水煮了西兰花，然后用平底锅煎了2个鸡蛋，最后拿了2片面包开始加热。趁着这个空隙，小猪去喊高兴下楼吃饭。高兴下楼的时候，小猪又洗了一些蓝莓和西红柿。高兴，这个也太丰盛了吧。小猪说，这样营养均衡，而且早上什么都吃一点，这样不会饿。高兴，我不管早上什么，白天都会有点想吃东西。小猪点头表示理解，说就是会馋。他想了想又补充，我是锻炼出来了。高兴笑了。弹幕：幸运猪主打一个柴米油盐，岁月静好。紫云 CP 主打轰轰烈烈，真诚浪漫。终于有人跟我一样的感受了。这2对虽然表现的形式不一样，但都是值得追捧的。子涵主要是工作原因，总要出门，否则会更甜。其他人是心动的信号，子涵是心动的 Office。小猪和高兴两人边吃边聊，一会儿就吃的差不多了。小猪去洗碗的时候，小马下楼了。高兴把水果分给小马了一部分，小马摇摇头拒绝了。高兴问：那你要吃东西吗？小马：没事。高兴还是对着厨房喊：小猪。小猪收到，想吃什么？见到小猪有回应，小马也不客气了：煎蛋吧。高兴：小猪，煎鸡蛋。小猪：好。小马：我要3个。高兴问：要不要这么大的火气啊？小马：我要从今天开始好好享受小屋里的生活。小猪提出抗议：你要享受生活，怎么就是我帮忙煎蛋了？小马看着高兴：高兴，我想吃煎蛋。高兴：小猪。小猪大声回答：好嘞，3个煎蛋马上就好。弹幕：他们2个人好像是在招待好朋友小马。高兴一发话，小猪自己要干什么？可以想象一下幸运猪 CP 以后的婚后生活了。哈哈，指挥老公招待前女友。小猪做好早餐，交代小马自己洗碗，然后就拉着高兴去醒花了。他们昨天买了很多花，也选了很多花瓶。小猪把这些都放在小客厅的茶几上，你看看怎么摆放比较好。高兴把自己最喜欢的花捡了2支，插在了一个粉粉的花瓶里。小猪看了一眼说，粉色的花和粉色的花瓶会不会撞色了？高兴，这个还需要修剪一下。说着拿起剪刀把下面的根茎剪掉一部分，这样和花瓶相接的地方就是那几片绿色的叶子，层次感一下子就出来了。小猪称赞，这样好看。高兴说，这是我最喜欢的花，我想把它放在好看的花瓶里。说着又剪了一支长的放进花瓶，氛围感一下子出来了。他们插好了花，小猪问，那要把这些放在哪里？高兴，这是一个好问题。小猪，绝世难题。2个人开始认真的寻找合适的位置。还是高兴指了指书桌，还是放到这边吧。书桌边上本来有一株绿植，再配上一束粉色的花，看起来相得益彰。小猪，还不错。然后他们又开始查第2瓶、第3瓶。小马吃过早餐，洗过餐具之后，就认认真真的看着幸运猪插花。他们把厅、书桌、餐厅全部都已经摆上了花。小猪说，帮我选一束放在卧室吧。高兴，你喜欢什么样子的？我对花没研究，你帮我选什么样的，我就要什么样的。
小猪这说的都是实话。小马这个时候观察着高兴的每一个细节，高兴答应了，而且认认真真的开始挑选起来。他没有半分犹豫，这让小马陷入沉思。当初小猪也是这样全心全意对自己的，但是小马总感觉小猪别有用意，反而逃得更快了。所以其实自己真的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勇敢。真正勇敢的人是高兴，他愿意敞开心扉的去接那一个自己好的人。小马最后得到结论，小猪人不错，高兴是应得的。高兴给小猪选了一朵黄色的玫瑰，送你一朵小黄花。小猪，可以，这个我喜欢。昨天高兴说过，他现在变得可爱了，适合颜色亮丽的花。高兴又拿了一支，再来一支，2只好看一些。小马说，花是高兴，叶子是小猪。小猪笑得牙不见底，我就这么大叶啊？高兴，喜欢吗？小猪摸着那几片叶子高兴地说，这是我的千秋大叶，我当然喜欢。弹幕，高兴真的好温柔，小马在修炼10年也达不到。这个黄玫瑰好好看。高兴负责美丽，小猪负责衬托，他们俩真的很合拍。他们2个人好有生活的感觉啊。高兴慢悠悠的真好。第131章，你听出醋味了吗？高兴插花，小马一直静静地坐在餐桌那里远远的围观。小屋里只有3个人，肯定有网友注意到他了。不过因为之前的竹马 CP， 所以网友还是挺介意的。弹幕，其实小马出去走走会更好。这个时候小马在这里多尴尬啊！是大家想太多了。小马小猪高兴，3个人都没有尴尬，我们尴尬什么呢？小马静静地坐在那里，又没有打扰他们，又没有随便插话，偶尔还助攻1-2句多好。其实我感觉小马在学习，他不怎么会恋爱，也不怎么会表达，所以他想看看别人是怎么恋爱表达的。插完花之后也各自出门了，他们今天都有其他的事情。子涵早上说他会早点回来，果然在下午3点多的时候就回到了小屋。小屋里只有晚出早归的高兴，2个小姐妹聊了一些私房话。子涵问高兴，还有几天了，你们现在怎么样？高兴，还没有想好，主要是感觉比我想象的节奏要快。子涵，小猪是很直接而且很温暖的一个人。高兴，是的，他人很好。杨毅回来了，也加入了姐妹茶话会。那你们女生一般困惑的点是什么？高兴，其实在小屋里我感觉他还不错，但是不知道在生活中他是什么样子的。高兴来的比大家晚1周时间，所以有这方面的困惑很正常。子涵不一样，我觉得合拍就好。杨毅苦笑着说，拍这2个字也太难达到了。子涵鼓励他，你也会遇到那个适合你的女生。杨毅大大方方地接受了子涵的祝福，谢谢。不抢着表现的杨毅偶尔插上几句话，还是有几分可爱的。后来小马回来，3个女生和另一个男生继续茶话会。杨毅问出了一个一直困惑在他心里的问题，我想知道那时候是谁把我投回来的？当初一共有3位男嘉宾进入过小屋，由3位女生投票决定谁留下。画家3金、厨师小伟以及飞盘教练杨毅。3金因为太早出现，以及前面孟云帆已经在大家面前秀画画了，所以并不出彩，直接0票出局。小伟和杨毅的 PK， 留下来的是杨毅。这么久了，杨毅第一次问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当面问的确有些尴尬，但是需要回答问题的有小马，场面就不那么尴尬了。小马说，我选的你，我觉得你那天安排的飞盘比射击有意思了。那倒是，小马那时候有点心浮气躁，在射击场总也打不中，肯定不会选小伟。到子涵了，子涵说，我选的小伟，因为他会做饭。这倒是符合子涵的性格，毕竟那个时候他到小屋3-4天了，已经有了目标。子涵不会做饭，选一个厨子很合理。杨毅叹着气说，那就是你和小诗我留下来的，可为什么留下我了又不选我呢？他这话里面有几分无奈，也有几分调侃。小马，那你觉得我俩合适？杨毅把头摇成拨浪鼓，还需要再修炼几年才能够达到马姐的状态。小马，那不就是了吗？这么一说大家都笑了。等笑够了，小马回过神来又说，你不是跟小诗约会了吗？谁知道你们搞了一个联盟回来。杨毅，不提也罢。小马，第一次约会你不好好把握，第2次约会你想约人家，人家都给你这个机会。杨毅感叹地说，悔不当初呀。我的差不多了。小马说，我可是放弃了厨师，选择了你，今天晚上还是你来做饭吧。杨毅，好嘞。张绍刚，这一天看下来他们是真的放开了。秦岚，看得出他们几个人都很豁达，并没有之前的事情影响到他们的友情。张绍刚就是有点太平了，不过这样就有了生活的气息。弹幕，今天的小马和杨毅都很加分，他们努力过了，大大方方的接受不如意的结果，状态真的很加分。真没想到杨毅直接问出来了，可以理解杨毅的心情了。你们把我选回来，可是你们都不选我。
杨毅的主场是飞盘，所以那天的飞盘让女生选他无可厚非。可是其他的运动项目，杨毅明明不在行，依旧是那副指导人的方式，就很让人不适。地球离了谁都转，这世界上的男人女人多的是，真的没必要纠结。闲聊归闲聊，晚饭他们还是要吃的，因为不知道其他人什么时候回来，他们就简单的煮了一些面。孟云帆回来的时候，他们正在吃面。子涵招呼他回来了，要不要吃点？孟云帆把手里的一个打包袋提给子涵，不用了，我今晚吃的烤肉，给你们带了一些。子涵打开包装袋，你今天去吃烤肉了？孟云帆，对，和几个同事一起。高兴笑着问，是男生还是女生呀？子涵手里的动作慢了一点，他竖起耳朵静静的听。孟云帆，男生女生都有。子涵拿出还带点温热的烤肉，没有接云帆的话，而是对大家说，刚好今晚没炒什么菜，可以搭配着吃。杨毅问云帆，你听出酸味来了吗？云帆自然听出来的，而且现在关系已经逐渐透明化，像这样的场合多少要给子涵一些面子。他笑着说，公司的几个高管一起聚一聚，否则一定带他去了。这个解释倒说得过去，如果是一般的朋友或者同事聚餐，带过去就带过去了。但是同事公司高管多少有一些工作上的事情要谈，带过去就不方便了。子涵听到这话，笑得甜蜜蜜的，他也不吃肉串了，而是拿出自己拍立得，今天找路人帮我拍了几张照片给你们看看。云帆，你又找路人帮你拍照？还记得昨天他们一起出去，单人照都是相互拍的，还有几张合影都是子涵去找路人帮忙拍的。子涵心的跟他分享，我每次好的路人帮忙拍的都超级好看。云帆，我看看有多好看，有我拍的好吗？子涵，你拍的也好。孟云帆，我还是要看看路人拍的究竟有多好。第132章，某人心里乐开了花。孟云帆和子涵因为有事情，所以今天没有在一起。子涵给大家分享别人帮他拍的照片，还一直赞不绝口。孟云帆就奇怪了，我要看看路人拍的究竟有多好看。子涵把相机给了云帆，云帆点评挺不错的，但是如果角度再调一点就好了。其他人打趣，是，你拍的最好。子涵说，我一般都找那种小姑娘帮我拍，她们审美一般都很在线。高兴也说，我也是，就找3、4个女生一起的，总有一个特别会拍照的。云帆认真的再看看那几张照片，他们拍的是不错，但是跟相比，寻找你的美点，他们还差一点。子涵看他的还在研究那几张照片，就把前面云帆拍的照也翻出来，说，这么一比，的确不如某人。小马打趣说，某人听到这话，心里都乐开了花。某人孟云帆自夸，某人心里有光，拍的自然比其他人要好看。弹幕，云帆太会说话了，他一回来，整个小屋的氛围都不一样了。有爱的人才会发现对方的美，好想看看他们拍的照片。我是会员，照片都不能看吗？小马和杨毅今天的状态都还不错，最后几天不要整什么幺蛾子了，大家就这么开心下去吧。我也喜欢看这样的日常片段。晚上最后回来的是老张，他到餐厅里找吃的，看到餐桌上打包的很多餐盒，左右看看，自言自语地说，我就看看，不吃应该没关系吧。老张其实给小屋里花钱挺多的，所以并不在意是不是吃别人的东西，就像上次吃小猪买的零食，他是毫无压力的。但是这些餐盒包装过于精美，应该是哪位男生买给女生的，这种情况老张反而有些不好意思吃了。打开第一个餐盒，里面就是一片烤好的牛排，他又忍不住打开了第二个餐盒，里面是烤好的鱿鱼，再打开一个，最后一个，然后老张又打开了一个餐盒，里面是南瓜饼，还有3个餐盒，他没好意思打开。老张默默地把这些都盖上，咽着口水到冰箱里拿了2片面包吃了起来，面包也不错。看到这一幕的观众都要笑喷了，这样看老张还挺可爱的，没想到他居然是这样的老张，表面看起来成熟稳重，思想里这么幼稚可爱。人多的时候老张太克制了，像这样多好多可爱啊。第二天上孟云帆跑步回来，没什么事情就开始给大家做早餐了。子涵今天也没什么事情，但是生物钟已经固定了，所以早上也是很早下楼了。看到云帆在忙碌就说，你怎么这么早啊？我还收下来给你做早餐呢。孟云帆说，你今天休息，应该多睡一会儿啊。子涵轻轻地摇摇头，已经习惯了早起。孟云帆，马姐现在也没了前几天的斗志，也不做早餐了。小马之前整个人风风火火的，但是每天早上都会起来做早餐，但是一再碰壁之后，他慢慢的没了那个兴趣。不过这也符合小马的性格，毕竟白羊座本来就3分钟热度，能坚持那么多天已经很难得了。子涵抿嘴笑了，也不能老麻烦人家做早餐呀。孟云帆今天早上煮了粥，刚已经炒了一个青菜，现在再炒一个玉米粒炒鸡蛋就可以了。子涵看着锅里金黄的玉米粒裹着鸡蛋，翻滚吧，蛋炒饭。孟云帆笑着说，翻滚吧，
玉米炒蛋。子涵看了一会儿就问：需要我帮忙吗？帮我拿个盘子吧。孟云帆做饭简单快速，其实根本不需要帮忙，但是他还是让子涵帮忙。子涵拿着盘子就站在他旁边，静静地看着他做饭。孟云帆，干嘛？在想事情啊。子涵，我才刚熟悉这些锅碗瓢盆，你都已经非常熟练的应用了。孟云帆，生活环境不一样，你可能很少有自己做饭的时候。子涵点头，上学吃食堂，毕业了吃外卖。孟云帆炒了2个菜之后，又把昨晚打包的菜放微波炉里加热了3个，很快简单的早餐就做好了。今天的早餐真丰盛。子涵说：就我们俩吃吗？孟云帆看了一下时间，这个点大家都醒了，喊他们下来一起吃吧。楼上楼下一看，果然大部分都在梳洗了。陆云帆给大家一人盛了1碗粥，也没有刻意等他们，就开始享用中式早餐。子涵问：你今天不出去吗？孟云帆：目前没有安排。子涵突然说：那我们今晚给大家做一餐饭吧。其实云帆给大家做过一餐丰盛的晚餐，但是那天子涵的参与度不是很高。他想像幸运猪做饭那样，2个人相互配合，共同完成一件事情。云帆自然没有意见。你有想吃的吗？子涵说：炒菜我不擅长，要不我们做包子或者水饺吧，这样只需要剁点馅儿和点面就可以了。至于做什么馅儿，网上的教程有很多，只要不是太咸都可以吃。云帆想了想厨房的餐具，我们的蒸锅太小，还是做水饺吧。行，那就这么决定了。他们聊天的时候，大家陆陆续续的都起来了。云帆说了，自己和子涵计划晚上吃水饺。小猪鼓掌，这个好，我想吃鲅鱼饺子。高兴也开始点菜，我想吃茴香羊肉饺子。孟云帆指着他俩说：你俩出去。大家都笑了。孟云帆说：你们2个把这儿当成菜馆子了，在点菜呢，你俩有点烦人的默契在身上哦。笑过之后，小猪说：我记得上次某人点菜，你可不是这态度，怎么我就不能点菜了？小猪说的某人自然是指子涵。在见面的第一天，小马说给大家做饭，所有人都很客气，没有说话，只有子涵说了自己爱吃的食物。孟云帆笑着说：你呀，没赶上好时候。第133章，小屋全员一起包饺子。小猪提起了第一天见面子涵就点吃的事情。孟云帆说：你呀，没赶上好时候。众人都笑了。弹幕：不熟的时候需要假装客气一下，熟了之后更需要客气。幸运猪怎么这么有默契呢？大家说说笑笑之后，就商量着去超市购买食材。孟云帆说：大家把想吃的食材写出来，我们看着购买。我们7个人包2至3种饺子就可以了。小马说：你们看什么方便就做什么吧。杨毅也点点头，对，最主要是要买面粉，我们好擀饺子皮。孟云帆本来想的是找一家压面店，选压好的饺子皮，不过杨毅这么说了，他就问了一句：你会擀饺子皮？7、8个人的饺子皮可是一个大工程。杨毅说：没关系，我饺子皮擀的还挺不错。孟云帆点点头，那行，我们买面粉，自己擀饺子皮。因为不需要炒很多菜，而且在小屋的时间也只剩下3天了，没有必要储备太多的食物，所以云帆和子涵2个人去了超市。他们很久都没有这么一起逛超市了。2个人各自说着自己喜欢的食材，但是买的很少。这是他们相互了解的一个部分，以后生活中需要相互理解的重要环节。他们走得很慢，聊得也很认真。弹幕：他们在认真为未来做规划，可以想象他们婚后的日子一定很和谐。我每次好久没有这么安静的逛街购物了。选了一些水果和食材就往回走，路过针织品的时候，子涵还说记得第一次逛超市，我还特意在这里买了衣服。那时候我就在想，现在还有这么奇怪的年轻人会在超市里买衣服。云帆说：那现在呢？子涵自然地挽上他的胳膊，分场合吧，如果家居穿的话，超市里的衣服会更加舒适。云帆这才笑着解释说，刚开始的时候只是觉得我的衣服太花哨了，不适合录节目，所以在超市里随便选了2件。子涵点点头，我看出来了，你第一天的衣服虽然你极力隐藏，但是看得出都是定制款。不得不说，子涵是一个包容性强且理解能力很强的人。云帆看了看着子涵，原来那时候你就对我心怀不轨啊。子涵脸通红，看看周围很多人，你说什么呢？2人说说笑笑的去付款，大包小包的回到了小屋。这个时候的小屋，有人在卧室睡觉，有人在客厅里打游戏，有人在花园里晒太阳。张绍刚，这云帆不在，大家就像是一盘散沙一样，都在各做各的事情。秦岚，这个家还是的有一个能把大家聚在一起的人。弹幕：这么一说还真是，云帆不在家，他们就都聚不到一起。这个家不能没有云帆。哈哈，这个画面真有意思。脸高兴和小猪都在各忙各的，这个家没了云帆就散了。孟云帆停好车后，喊大家帮忙拿食材。
这个时候，大家有空闲的都开始帮忙了。不一会儿，东西就搬完了。小猪还没有搬过瘾，就这么些东西啊！孟云帆2天肯定是够吃了，等吃完了再买。这么一说，小猪也反应过来了。他作为综艺爱好者，也知道最后肯定还有一次约会，在小屋最多能好好的吃2天的饭了。当然，其他人也有一样的觉悟，这样的聚餐吃一次少一次，所以大家都很积极，都在力所能力的范围内帮着做点什么。小马主动拿起来面盆，开始和面。杨毅，你和面的话，我一会儿擀饺子皮。高兴和小猪2个人在摘菜。孟云帆和子涵把切好的茴香加了一点油，单独放好。子涵问：羊肉不一起吗？孟云帆说：我们要先把羊肉腌制一下。子涵，你说，我来做。孟云帆说：加一点蒜末、生抽、耗油和少量的盐，再加点料酒，就入味了。子涵一样一样的找食材，其他的都有，但是没有蒜末。孟云帆往餐厅方向喊了一声：谁有空剥2个蒜瓣，我们需要蒜末。大家都忙着。小马看了一眼说：这是老张做最合适。说完，他扯着嗓子大喊一声：老张，过来剥蒜。老张正愁找不到事做，有人安排他，他自然满口答应。好，这就来。张绍刚，小马这一嗓子叫得真实诚。秦岚，自从话说开了之后，小马说话的语气都足了。张绍刚，我很喜欢小马放松的状态。秦岚，对，这样很自信且有魅力。弹幕，还别说，小马刚那一嗓子把我吓了一跳。小马，你要笑死我！我对小马那是又爱又恨，拿得起放得下，说开了之后就很自然，这样真的很好。小马是懂综艺的乐趣了，小马真的很适合做朋友、哥们儿的那种。老张在接受到任务以后，手脚不太利落的剥了2个蒜瓣。孟云帆用菜刀把蒜拍碎，并切成蒜末，然后放在肉馅里搅拌均匀。10分钟之后，他将准备好的茴香和肉馅混合，再加入多一点的葱油拌匀，一份茴香羊肉饺子馅就做好了。子涵，这就好了。孟云帆，好了，拿给他们，让他们先开始包吧。子涵把茴香羊肉馅递给小马，小马闻了一下，味道是不错，高兴还挺会吃。高兴笑笑没有说话。孟云帆说：我们还要做一个虾仁馅儿，不喜欢吃羊肉的可以晚点吃点虾仁，那不吃羊肉也不吃虾仁的怎么办？小猪皮一下很开心。那我想吃的鲅鱼馅儿没有吗？孟云帆才不惯着他，如果2样都不喜欢吃的，等一会儿可以煮点面吃。说完这个，还特意嘱咐小马：小马等一会儿记得多擀点面皮。小马自然听到了2人打趣的声音，直接爽快的回答：好嘞。第134章盲盒饺子。大家说说笑笑，手里的动作没有停。孟云帆和子涵继续做虾仁馅儿，杨毅开始擀面皮，小马教高兴包饺子，饺子皮馅放平，然后把馅放在中间，然后2个手使劲一捏就捏好了。高兴看小马做的挺简单的，就开始自己尝试，这样就能捏到一起吗？小马看了高兴的操作，急忙制止：你这样不行，会露馅的。又捏了2个之后，小马直接放弃了这种快捷的方式，教你复杂的，2只手慢慢把面捏到一起，然后把2个脚也压到一起，你看你的金元宝就成了。小马把饺子给大家展示。高兴说：对，我们平时吃的就是这样的饺子，原来它叫金元宝啊。小马，那行，你就包这样的吧。至于小猪和老张直接被嫌弃了，在旁边看着，随时准备上手。小马教完了高兴，看2人干看着有点着急，你俩再拿一个面，然后加点饺子馅，像这样一点一点捏到一起。小猪和老张很听话的拿起是一点一点的学着包。老张放到饺子皮里面就不敢做下一步了，他问小猪：这个是这样吗？小猪自己也不知道，就问高兴：这样可以吗？高兴已经包了2、3个，有点经验了，只要把皮捏起来，馅不露出来就行了。小猪已经成功和老张分享，捏到一起就行。小猪说着就把饺子捏好了，放到其他的饺子一起。哎，我包的还挺好看的。众人都在想，不会包饺子的小猪，第一个饺子能包的有多好看？然后就见他指着一个非常好看的饺子，是不是很好看？众人都夸奖，不错，这么快就出师。小马也夸奖他，上手挺快的呀。夸完了之后，小马才发现一个的大 bug， 不对啊，你这个是我包的。然后指着旁边一个又大的不规则饺子说：这个才是你包的。众人哈哈大笑。弹幕：会做饭真的很加分。小马在这个时候好帅气。小猪又变成了阳光开朗大男孩。紫云 CP 静静的在厨房里秀恩爱。我也看出来了，大家都不愿意打扰他们。孟云帆听到笑声，回头过来看了看，然后他提议：要不我们包2个盲盒饺子吧？盲盒饺子可以。子涵说：包那种硬币吗？大家都觉得不错，这样有过年的感觉。问题是现在人用现金的人很少，
大家都没有硬币。孟云帆翻看了一下厨房的食材，那就包2颗花生米进去，谁知道谁就算中奖。吃到花生的人可以向大家提一个小要求。大家都觉得这个主意不错，高兴。那小猪，你包2个有花生的。刚刚才上手的小猪慌的一批，真的要包啊？那先说好，包的不好，大家莫怪。高兴给他打气，不露馅就行。小猪得到了鼓舞，那行，我包了。小马在旁边看着高兴温温柔柔的2句话，就让新手小猪很乐意的包盲盒饺子。这操作，小马自问，这境界自己是达不到了。孟云帆和子涵做好了虾仁饺子馅，又做了2种蘸酱，一种辣的，一种不辣的。子涵，看你做饭真的好容易。孟云帆，别夸了，再夸我尾巴都要上天了。小猪，没事，我们不笑话你的。孟云帆看着子涵那眼神，好像在说，我就知道会这样。子涵笑笑的不说话了。孟云帆把酱料调好摆好之后，又拌了2个凉菜，也加入了包饺子行列。很快饺子包的差不多了，煮饺子专业户小猪自告奋勇要煮饺子。等水差不多开的时候，孟云帆喊小猪别开了，可以下饺子了。高兴提醒小猪慢慢下，别烫着了。孟云帆用筷子一个一个往锅里放。小猪说，之前都是煮的速冻水饺，新鲜水饺怎么样的算熟呢？杨毅，飘起来就熟了。孟云帆感觉自己擀的饺子皮有点厚，就说吃，飘起来再煮2分钟吧。杨毅，那先弄2个尝尝。他盛了一个饺子在盘子里面，小猪一直盯着他，饺子熟了吗？杨毅，我尝不太出来。小马看得着急，我来尝。大家看着他，饺子很烫的，在嘴里打了几个转，他的表情很奇怪。小猪很紧张，熟了吗？小马好不容易咽下了一半饺子，我吃到花生了，这样算吗？大家都点头，算呀，怎么不算呢？孟云帆，今天第一个幸运儿产生了。子涵，这是你应得的。小马点头，是，也该轮到我了。又煮了3、5分钟，第一锅饺子起来了，然后又煮第2锅饺子。大家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不同饺子和酱料。子涵，这样很有过年的感觉。孟云帆，那应该再来几个大菜。小马说，那倒不用，今晚这些饺子吃完就不错了。小猪，虾仁的饺子味道很好，我要多吃点。孟云帆，谁说只吃不吃茴香羊肉和虾仁的？小猪，是忘记了你的师厨艺。你做的这个味道真的绝了，茴香羊肉的我也能吃。大家边吃边唠嗑。突然，子涵神情怪异的指着自己的嘴，怎么了？孟云帆弄完想起来还有一个花生饺子，你吃到盲盒饺子了？子涵重重的点头，含糊不清的说，就在我嘴里。孟云帆，恭喜徐女士。其他人起哄，徐女士，小猪，你们这外号还真多哎。子涵脸刷的红了。徐女士、孟先生，这是他们私下里相互的称呼，在众人面前还没有这么大胆的说过。孟云帆倒不是很在意，他大大方方的说，不叫外号，这叫昵称，你不懂。小猪笑呵呵的说，是，我是不懂。可他在心里已经盘算着，私下里也要给高兴起一个专属2个人的昵称。这一餐的晚餐看起来很简单，只有饺子、蘸酱和凉菜，但是大家吃得很开心。第135章，云帆成了最大赢家。不知不觉，饺子都吃得差不多了。子涵不好意思地说，本来说只吃6个的，结果已经吃了12个了。孟云帆，你们吃饺子还按个数吗？我都不知道吃了多少了。子涵，女孩子都会数的。高兴也说，我也吃了10几个。小猪，吃饱了没？没吃饱，可以再吃点。高兴急忙摆手，不行，肚子装不下了。孟云帆看大家都吃的差不多了，就说，既然大家都吃饱了，要不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吧。大伙都挺感兴趣的。玩游戏？什么游戏？孟云帆说，第一个人说他干了什么，第2个人要把他的话接上，把他的活干完，然后下一个接着他说的话做的事儿，继续再往下，就是循环累加。孟云帆打了一个比方，大家隐隐约约听懂了。游戏黑洞老张说，就是把这个逻辑给盘活。孟云帆，连你都懂了，那大家应该也都明白了。我们开始吧。为了避免游戏出现失误，大家都推举老张第一个。老张，我今天喝了半杯咖啡，感觉脸消肿了。他旁边的小猪第2个。我今天喝了半杯咖啡，脸消肿了很多。我坐在了高兴旁边，拍了一下他的肩。紧挨着他的高兴，我今天喝了半杯咖啡，脸消肿了很多。拍了一下我的肩，我吃了2颗蓝莓。他们玩的都比较温和。到了子涵这里，他一样的很温和的说了前面。他手里拿了2颗蓝莓，还没开始说话，小猪就笑着说，然后喂给了云帆。孟云帆，这个好有意思。子涵本来有点不好意思的，听到云帆这么说，就把蓝莓喂到了云帆嘴里。其他人笑得直拍桌子，想想都觉得搞笑。小猪说，
等一会儿所有人都会喂云帆2颗蓝莓。子涵说：“到你了，云帆。”孟云帆，我今天喝了半杯咖啡，脸消肿了很多，坐在了高兴旁边，拍了一下他的肩膀，站起来拍了拍高兴的肩膀。高兴吃了2颗蓝莓，子涵又喂我吃了2颗蓝莓，他一下子吃掉了4颗蓝莓，所有人都笑疯了。我真的很开心，但是感觉没有完全消肿，所以我开始做运动拉伸。说着像模像样的做了几个拉伸动作，在他后边的杨毅看得目瞪口呆，还带这么玩的？小猪反应过来了，前面我们玩的太平和了，就是这么玩才带劲。杨毅最后一个，压轴不易。孟云帆，看你的了。杨毅记忆力还挺好，从第一位一直记到了最后，然后开始拉伸。杨毅越来越有劲，拉伸完了，觉得自己浑身是劲儿，所以背着云帆做了2个蹲起。孟云帆，这个帅，但是你确定能背得起我吗？杨毅已经蹲下了，试试才知道，快上来吧。孟云帆跳上了杨毅的背，杨毅用力的背起他，你还挺沉的。孟云帆，挺不错呀，能背起我。弹幕，他们这样的游戏真的很有意思。高兴，我得罪了谁？每个人都来拍我的肩。小猪现在估计肠子都悔青了，早知道就不拍高兴的肩膀。问云帆一共吃了多少颗蓝莓？杨毅，得罪谁了？都来整我，哈哈哈。从云帆开始，后面玩的都太有意思了。一圈下来，云帆成了最大赢家，又是被投喂蓝莓，又是被背。不知道老张会整什么活，但是估计到小猪那里会故意输。哈哈，小猪不输不行呀，总不至于让高兴背着云帆。这样想着还挺刺激的，有点想看。老张继续拍高兴，喂云帆吃蓝莓，背云帆做蹲起。老张做完蹲起之后，觉得还不够，我要做倒立。游戏瞬间变成竞技大赛了。小猪满脸不可置信，你真会啊，我们去看看。孟云帆，老张找了一个没有放柜子的墙面站立。孟云帆问，需不需要帮你抬一下腿？老张直接拒绝了，我可以。小猪，我们只是做游戏，别这么拼命啊。老张已经双手撑着地板，双腿直接立起来了，大家都为他鼓掌。老张下来了，特别的嘚瑟。下一个谁来？小猪直接认输，这个我真的不会，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个。其实大家心知肚明，不管小猪会不会做，这一轮都会认输的。老张问，那输了有没有惩罚呀？孟云帆，惩罚倒立一个。小猪，不要吧。众人哈哈大笑。弹幕，这游戏规则终于让老张给玩明白了。小猪，你们玩的太厉害了，我不奉陪。以后游戏黑洞这个称号可以给小猪了。老张，倒立很难吗？小猪，不难，但是我不能。哈哈，云帆说惩罚倒立一个，笑死我了。云帆算是抓住了综艺的效果。下一轮游戏的时候，小猪就知道怎么保护他的 CP 了。这次他依旧选择了很温和的方式，而且没有触碰高兴。小高兴和小诗的选择依旧也很温和，但是后面的几个男生会整活呀。孟云帆直接20个俯卧撑，杨毅不甘认输，又加了20个高抬腿。老张做的哼哼唧唧，但是还坚持下来了。到了小猪这里的时候，他依旧输。大家说什么都要惩罚小猪，小猪甘愿受罚。接下来几天的碗都由我来刷。这个惩罚看起来很重，其实很轻，因为在小屋里只有1-2天了。可以，大家都没有说什么，而且鼓掌同意了。张绍刚说，现在已经感觉到他们很珍惜在小屋的时间了。秦岚，对，他们时刻都很欢乐，可能就是为了装散那种离别的伤感吧。张绍刚虽然大概都知道结局了，但是还是忍不住想要继续看下去。秦岚，我相信他们就算离开小屋了，也会是很是好的朋友。张绍刚就像云帆说的，未来3-5年，他们的感情肯定差不多。第136章，去有风的地方。饭后，孟云帆和子涵2个人在小屋周围散步。子涵说，不知不觉时间已经过去那么多了，真有点舍不得。孟云帆点点头，谁说不是呢？他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以为只是来适应生活，没想到和这帮人的关系越来越好。现在距离分开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心里多少还是有点舍不得的。子涵，其实我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没想到会遇到一份适合自己的感情，可是后来遇到了你。子涵这话的意思不言而喻。孟云帆笑了，他想了想说道，其实大家都一样，因为不可能刚好遇到那个完全契合的人。就像小熊姐姐他们说的，他们也是在重新适应磨合一个新的人。我觉得感情是相辅相成的。孟云帆踢了踢路边的小石头，就好比2个60分的人，然后在一起慢慢的一起进步，共同达到100分。子涵悠悠地说，100分吗？那我现在多少分？孟云帆说，应该是问我们2个现在一共多少分。子涵把头歪着问，那孟先生，你觉得我们俩一共多少分？
其实子涵听到孟云帆会给他们的感情打分子涵时候，他就想到了上次林帆的犹豫，所以子涵知道孟云帆给的分数并不会很高，及格就可以了，毕竟来日方长。孟云帆说99分，子涵猛地一抬头，满脸不可置信地看着云帆。子涵，99分吗？孟云帆问。对，99分，还有1分，目前真的没有办法给。子涵含着泪摇摇头，不，我是觉得给的太多。张绍刚说，云帆这番话真的高情商。秦岚说，他真的给了子涵很大的安全感。张绍刚问，这不是还差1分的吗？怎么就安全了？秦岚说，什么都不能给的太满，当给的太满的时候，大多都不是真的。弹幕，云帆这番话会让我感动一辈子。这一季最喜欢的人就是云帆了，他真的看得很通透。如果他说100分我还会怀疑，但是他说99分，我真的哭死。子涵眼中的震撼是掩饰不住的，子涵完全被拿捏了，但是如果是我也会感动。一个人感情给的太满，那就没有自我了。两个人快走到小屋的时候，子涵说，我今晚又可以看信了。孟云帆点点头，应该都是我写的。子涵，也是，最近也没其他人给我写信了。这话怎么听得怪怪的？孟云帆问，你还想要谁给你写信？子涵笑笑说，人家付出也是想要回报的，因为我只投给了你，所以没有人投给我了。孟云帆，你说这话是有遗憾吗？那我是不是也不用投给你了？子涵，怎么办呢？我只想投给你。孟云帆，那行吧，今晚就等着信。反正我们有2个子涵，2人互投。2个人信的内容都是今天一天的经历，一起投票，一起包饺子，一起饭后散步，评价又特别的一天。秦岚，什么时候也给我来一个心灵相通的人啊？你这要求有点高了。张绍刚说，他们俩什么都没说，但是信里的内容大致是一样的。我主持这么多季，只有云帆和子涵2个人是这样的。张绍刚说的这都是实话。喜欢你，我也是这个节目已经第4季了，前前后后来了30-40号人，真正在一起的也就是申哥和小熊以及名花有主 CP， 而且他们也是经历过很多之后才在一起的。而云帆和子涵2人是慢慢的相互了解，约会以后确定了对方的心意，最后走到了一起。而是像秦岚这样的女艺人见识过太多了，很多事情看得太透彻，想遇到一个至真至诚的人特别难。弹幕，每次看他们俩聊天都好轻松。云帆和子涵也是万里挑一的人物，他们能够在人海中遇到彼此也是一种缘分。他们一个人没有想到会遇到那个人，一个人抱的希望只有一半，他们却活成了所有人都羡慕的样子。只能说希望越低，得到的结果就越好。看到他们那么好，其实我有点沮丧，连兰姐都遇不到那个人，那我更遇不到了。没关系，现在遇不到只是说明他还没有出现，当他出现的时候自然而然就合适了。而且云帆不是说了吗，遇到一个60分的人就可以了，2个人共同进步到100分。第二天云帆跑步回来的时候，看到小屋的小黑板又更新了，只见白板上写着一串字，春意暖，花渐开，为大家准备了2天1夜的旅行，珍惜集体美好时光，慢慢感受彼此心意，请你今日14点出发，前往古镇。 PS 请在分组栏写上你的名字，每组人数不得超过5人。左边的是节目组的要求，右边的是分组栏。第1天集体旅行，目的地古镇，任务感受华夏遗风。第2天随心自由分组， A 组却有风的地方， B 组我和花海有个约会。 AB 组的后面留了很长的空位供大家写名字。终于来了，今天已经是在小屋的倒数第2天了，也就是说2天约1夜的约会之后，大家都会告别小屋。他在心里暗自庆幸，昨天大家一起包饺子，吃了一个团圆的晚宴，没有给大家留下遗憾。孟云帆又认真的看了一遍规则，他没有写名字，而是等到子涵下楼的时候问他想去哪个地方。子涵说，花海的话应该拍照比较好看，去有风的地方应该比较有特色，而且有绿植。孟云帆点点头，的确是这样，整个地方看起来都挺不错的。那你更想去哪里？子涵想了想说，等一会儿再写吧，大家商量一下。孟云帆知道他不想麻烦别人，特别是在大家即将分开的时候，想给大家更多的机会。但是孟云帆有不一样的想法。第137章崩溃的小马。孟云帆知道这是一档节目，而且现在他在跟节目组谈合作，所以多多少少了解一点内幕。现在小屋里剩下7个人，节目组还是想抓住最后2天的机会来一个好的收官。如果这2天1夜没有看点，当然对孟云帆来说影响不大，他也可以像小诗一样潇洒的离开。但是他希望最后2天是开心的，给来到这个世界后的第一个家一个圆满的句号。孟云帆对比了一下之后说，那我们去有风的地方吧，我感觉这个地方听名字就很特别。子涵点点头，那行，我们就去特别的地方。
两个人就高高兴兴的在 A 组后面写上了自己的名字。等小猪他们起床的时候，特意跑到他们面前嘚瑟：“我们把花海留给你们了，你们要感谢我哦。”小猪还没有看到白板上的信息，一脸懵圈：“什么花海？”孟云帆把他带到小黑板面前：“你看看，为了给你们创造机会，子涵可是特意放弃了他喜欢的打卡地，把花海让给了你们。”高兴笑着说：“花海拍照很好看，我之前去过了。”小猪说：“去过了，那我们去有风的地方。”高兴点点头：“我也想去有风的地方，听名字就感觉特别浪漫，适合约会。”小猪又认真的看了一遍要求，看完了之后，他毫不犹豫的在 A 组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写好了之后，他看了一眼高兴，高兴点点的头，小猪就顺手把高兴的名字也写上了。写完了之后，小猪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这才彻底看懂了规则。什么叫让给我们啊？明明就是你们想这样而已。孟云帆哈哈大笑，子涵也抿嘴笑了。小猪拍着孟云帆的肩膀说：“我知道了，你们这叫激将。”云帆摇摇头说：“我们的内心是觉得高兴喜欢花，肯定喜欢去花海。但是如果你们能够跟我们一起，我们自然是开心的。”小猪一脸我不相信的表情。孟云帆说：“你知道的，子涵也喜欢拍照。的确是这样的，目前小屋里能够做成 CP 的，只有幸运猪和紫云 CP。按照节目组的惯性来讲，这两个没有悬念的 CP 肯定分开拍摄才有看点。至于杨毅、老张和小马三个人，他们一起能凑成一对最好，如果凑不成，也会给大家留着一个悬念。但是至于结果怎么样，就要看他们自己的选择了。”云帆是无所谓，他觉得谁跟着对他们影响都不大。后来先看到黑板的人是老张，观察室里的人都看着老张的反应，想知道他是怎么选的。毕竟他可以选择 A 组或者 B 组，如果选择 A 组的人就满了，杨毅和小马两个人将会自动在 B 组。如果老张选择 B 组的话，那杨毅和小马还有选择的机会。老张也很认真的把信息看了2遍，最后他把名字写在了 B 组。按照老张的意思就是 A 组已经那么多人了，还不如去 B 组静静的看看风景。而杨毅看到的时候，他把名字写在了 A 组。而他的想法就更简单，现在已经不想追求谁了，既然两对 CP 在一起，自己玩自己的。而花海一提名字就知道全部都是花，有风的地方听起来还挺特别的，所以就选择了有风的地方。等小马看到黑板上的消息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选择了，他只能跟老张去花海。小马其实这2天已经想开了，现在搞这么一出，让他很难做。他对着黑板大声说：“这我不去了，我。”他的语气中有点任性，有点搞笑。观察室里看到小马的状态都笑了，搞笑小马又附体了。张绍刚说：“小马现在已经没得选了。”秦岚也说：“杨毅选择 A 组是我没有想到的。”杨毅现在看得挺开的，但是真没想到他会选择去 A 组跟子涵在一个组。张绍刚：“那小马和老赵前面才谈崩了，然后2个人又要单独去花海，这好像有点尴尬。”秦岚：“是呀，杨毅为什么这么选？其实杨毅自己也很尴尬啊。”弹幕里网友已经开始帮助出谋划策了。2组热门 CP 选在一个地方，是我没有想到的。如果他俩热门 CP 分别在 UP 组，其他的就没悬念了。可偏偏他俩在一起，杨毅还要去当个顶级电灯泡。其实杨毅挺难的，他就算是待在 B 组，看着老张和小马2人尴尬的气氛更尴尬。哈哈，这么一说我就理解了。所以说，为了避免尴尬，不如去当电灯泡。杨毅现在心里一定很后悔没有早点走了，决定权真的不能在嘉宾自己手里，这都乱套了。不会啊，我觉得这样更有看点了。当然，小马说的这话自然是不作数的，只要没有离开小屋，这些规则还是需要遵守的。而且他其实并不是不想面对老张，而是不想在这种尴尬的情况下去面对老张。在小屋里7、8个人在一起，大家嘻嘻哈哈的时间就过去了，做朋友当然没有关系。但是节目组的最后一次旅行是大家深入交谈沟通的一次机会，可是他跟老张已经把所有的话都聊开了，已经沟通过了，这个时候就像刚分开的前任一样，最好是不要刻意单独出现在对方面前。但是这是事实拍摄，名字已经写上去了，就不能更改了。他写上自己的名字之后，郁闷地坐在沙发上。其他人已经开始收拾行李了。小马看高兴和子涵都穿了裙子，还给他们出谋划策，说：“你们这装扮好像不适合去有风的地方。”子涵问：“怎么说？”小马说：“有可能是风车或者其他高空的项目，因为有风啊。”子涵有些犹豫地说：“如果真是这样，穿裙子的确不方便。”云帆说：“没关系，可以带2件衣服，如果不合适我们再换。”其实孟云帆觉得有风的地方可能是一个风景很漂亮的旅游风景区，因为他之前有看过一个剧，就叫《去有风的地方》，那里很浪漫，很唯美。第138章，有计划的去旅行。小屋众人接到了要去古镇游玩2天1夜的消息，
写了自己想去的地方之后，都开始收拾东西。只有小马静静地坐在餐厅里，看着大家楼上楼下的忙碌，心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孟云帆问：“你为什么不去收拾东西呢？”小马呆呆的，没有说话。孟云帆继续说：“其实就当和朋友一起出去玩。”小马目光呆滞地说：“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深入交谈的旅行，可我和老张这就很没有意思。”孟云帆安慰他说：“你容易把很多事情放在心里，其实这样无形中给自己太多压力了。”小马甩了甩头，让自己稍微清醒了一点。我会尽量控制自己少想一点，不要想太多了。孟云帆，这对你来说好像很难，但是我知道你是可以的。小马，谢谢。孟云帆安慰他说：“其实你就是把自己绷得太紧了，放松一点。”小马点点头，两个人都不再说话了。等于他们两人都知道这是小马的性格所致，一时半会儿还真改变不了什么，只能希望到时候有他们想象的那样轻松自在一点吧。弹幕：云帆真暖心，这个时候来陪小马，他们俩关系一向都很不错。正常的小马看起来可爱多了。小马，你开始懂得人情世故了，很好。其实小马尴尬的点看在于老张容易冷场，就自己跟自己玩，多轻松自在啊。下午14点，小屋的众人都收拾妥当了，节目组安排的2辆车已经到位了。小马和高兴提前出来上了第1辆车，老张和杨毅也紧跟其后。杨毅往车上一看，3个人行李都挺多的，车厢里看起来满满当当的。他自言自语：“2辆车都行的话，我坐那边那辆车吧。”老张：“那行，我把我行李都放到车上。”孟云帆在门口等子涵，看到杨毅往回走了，杨毅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回来和你们坐一辆车。”孟云帆：“坐那辆车不挺好的吗？”杨毅：“那边的车行李箱只能放座位上，而且已经有3个人了。司机说这辆车的后备箱可以放行李。”孟云帆：“那咱们4个了。”杨毅有点尴尬，我感觉到哪边都多余。其实杨毅当时在选的时候没有想太多，只是觉得去玩就去自己想去的地方，而且他觉得你去哪边都会是一个静止的电灯泡，所以想留点时间给小马和老张。等所有人的分组出来之后，看到小马那么后悔，他其实是有点自责的，所以孟云帆现在这样说，他有点尴尬。孟云帆看杨毅尴尬的样子，知道这件事不能怪他，就坐这边呗，你先上车。杨毅带着他的背包坐上了后面这辆车，孟云帆还在门口等子涵出来。小马先拘谨的出来了，我们座位怎么安排啊？孟云帆、小猪高兴和老张坐在第1辆车，杨毅坐在后面这辆车。子涵蹦蹦跳跳的出来了，那我们坐一辆。孟云帆：“肯定是后面这一辆啊。”小马松了一口气，那行，我和你们坐一辆车。孟云帆把子涵的安排好之后，看到小马坐到了最后的位置，你坐那里多不舒服啊。他让小马往前面坐，然后把行李扔在了后座位上，不舒服的位置可以放行李。放好行李的杨毅上车后，只剩下后排的位置了。你什么意思啊？孟云帆：“就是后排专门为你留的。”杨毅刚坐下，立马又站起来，这话要说清楚，什么叫为我留的？孟云帆：“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呀。”子涵看着2个人打打闹闹的，捂着嘴在哪里笑。你俩有没有3岁啊？小马在这样欢快的氛围里，也慢慢的调整好了情绪。男人至死是少年，相较于这边车的热热闹闹，另外一边车就安静多了。高兴和小猪2个人在相互拍照，拍照的时候会让老张摆摆 pose， 顺便把他也拍进画面。弹幕：如果一开始这样分组就好了，这样才是正确的分组模式吗？紫云 CP 和幸运猪可以尽情的秀恩爱，杨毅和小马也可以尝试一下交往。老张比较安静，在任何一组当电灯泡都是可以的。变故就在高兴和杨毅这里。高兴去过花海，不想再去了，杨毅可以继续当妇女之友的，可是他却选择了当电灯泡。孟云帆车上的4个人对古镇都不太熟，所以他们开始在网上找攻略，看到风景区的一些介绍，他们都有底了。小马也慢慢的放松了，他认真的说：“这是难得的小屋旅行，我们要好好珍惜，因为离开这里，我们都各自有各自的生活了。”孟云帆：“这样想就对了，我们就好好玩。”子涵点头附和：“对，就是要好好玩，不管这里的景色怎么样，我们这些人在一起就是开心的。”小马：“是的，享受大家共处的美好时光，身边的人对了就很好。”杨毅：“对。”孟云帆：“我们一起期待目的地吧。”观察室里张绍刚说：“旅游是一件很现实的事情，旅游可看人的性格脾气，反正和我去旅行的人是会。”秦岚说：“很开心。”张绍刚摇摇头说：“他们会很有压力。”秦岚：“为什么？”张绍刚：“我会非常准时，说几点就几点。”秦岚：“有计划的旅游，这是好事。”张绍刚：“我是很早，而且必须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秦岚：“女孩子出门都很慢的。”张绍刚：“所以不要跟我一起旅游，会有压力。”弹幕：
我可能和张绍刚老师没办法一起旅游，我和朋友都很随意，有时间的时候几点出发都行。我喜欢跟有计划的人一起旅游，我也很准时，迟到半个小时以上就会挠到。其实旅游做好计划，跟着计划走很轻松。第139章古镇集体游玩。旅游是一个很好的相互了解机会。小屋众人乘坐安排好的车辆，抱着美好的憧憬到了目的地古镇。这个时间点，在古镇旅游的人不是很多，有种闹中取静的悠闲。他们下车之后，把行李放在指定的酒店，然后就轻装上阵，开始游玩古镇了。古香古味的小镇，有着各色的美食。小马说：“好香啊！”子涵：“这边好多小吃。”孟云帆：“你俩这样子，好像进了大观园。”小马说：“没办法，我怎么吃都不长肉，所以干嘛不及时享乐呢？”孟云帆：“你们女生都这么想的吗？”子涵连连摇头说：“不是的，我很少吃这些，所以也想尝一尝。”孟云帆：“行，那都买一点。”小猪问高兴：“你有没有想吃的？”高兴：“我想吃那个水果的冰糖葫芦。”孟云帆他们其实不懂得女孩子为什么总喜欢吃一些小零食，但是他们不会拒绝给女生买小零食。然后他们向着最近的一家摊位走过去。店铺老板看到这么一群年轻的男男女女，都很热情地和他们打招呼，买了糖葫芦，顺便也买了一些糖炒栗子，然后看见烤肠也买了一些。他们这群人中午也没吃什么东西，看到老板这么热情，都会上前买一点小吃。很快，每个人手上都拿满了小吃。不过整体看起来，孟云帆和子涵两人的手里的吃的最多。子涵像只小松鼠一样，嘴里一直没有停歇过，而且他还时不时的安利孟云帆，让他也吃一点。这个真好吃，你尝尝。你看，这个味道也不错。哇，这个好香，好像人间美味。他们一路走马观花，走到哪儿吃到哪儿，玩到哪儿。弹幕：哈哈，子涵是在演我逛街的样子。真没想到，开始最安静的子涵这么可爱。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云帆，子涵的每一句话他都有回应。云帆可真有耐心。云帆给子涵的情绪价值真高，安全感十足。请赐我一个跟云帆一样的男朋友吧。每一句都有回应，真的很重要。小马看到一处射击气球、营养娃娃的场地，说：“子涵，今天有没有信心玩这个？我要赢你。”子涵咽下嘴里的食物说：“好啊。”上次在射击场第一次接触射击，子涵一学就会，而且每一个环比都非常好，这让小马一直记在心里。高兴看着他们俩，满脸疑问：“又是我没有玩过的游戏吗？”小马就把之前他们去设计的这件事情告诉了高兴。高兴来了兴致，听起来好像很不错，我也要玩玩。就这样，3位女生达成了统一意见，4位男生自然帮他们拿起了包包和食物。很多事情学会了，在脑袋里就会忘不掉。子涵的射击就是这样的。而今天的小马虽然很想赢，但是没有上次那么强烈的功利心，整个人轻松很多，所以设计起来也很不错。至于高兴，刚上手的时候他还什么都不懂，但是打了2次气球之后，高兴就找出了窍门。孟云帆和小猪说：“高兴还挺不错呀，第一次能打出这样的成绩。”小猪嘚瑟地说：“那当然，他练击剑，目标感一向很明确。”孟云帆：“一通百通，就是这个道理。”其实子涵也是同样类型的人，因为学习能力强，学什么都很快。不过现在小猪正在高兴，不好打压他的信心。再说，还有老张和杨毅2个人在旁边无所事事，还是防着点的好。弹幕：说实话，小马的枪打得没有子涵好。这样大大方方说出心里话的小马很可爱，但是依旧赢不了子涵。哈哈哈！高兴真的是宝藏女孩，话不多，但是总是给人带来惊喜。这一季的女孩都很棒，爱了爱了，大家的关系也都非常好，希望最后2天继续保持。相较于这些，我希望他们在线下也是这么要好的朋友。没想到在恋综能看到真正的友情，这也是我一直追寻的理由。几位女生射击气球，结果都还不错，每人赢得了一个小公仔。他们路过一个套圈游戏的时候，小猪说：“我们几位男生要不要来比赛这个？”子涵：“我看过视频，一般这个都挺难套的。”高兴笑着说：“这个一般都套不中，套中了那就是幸运。”孟云帆：“可以啊。”老张和杨毅虽然兴致缺缺，但是也没有泼冷水，都答应了。小猪笑着对高兴说：“你想要哪一个，我都可以给你套回来。”高兴：“没关系，你套住哪个都可以。”他们开始套圈，每个人要了20个圈。云帆最准最快，不一会儿就套了5个小物件，大家都为他拍手鼓掌叫好。摆摊的老板心都在滴血，他一边拿小物件给孟云帆等人，一边纳闷地问：“你们该不会是来砸我饭碗的吧？”孟云帆笑了：“这种事本来就是靠的运气，今天你运气好，遇到了我们。”其他人听了他这话都哈哈大笑。老板直摇头：“你管这叫运气好？”孟云帆也笑了笑，没有多说什么。这样的小把戏，他想套中可以分分钟中，
全部都套中。但是大家出来玩玩的，本来就是一个开心，所以他把剩下的15个圈都给了子涵。你试试吧。子涵有点犹豫，我估计抽不中。孟云帆，没关系，就当投着玩呗。按照道理来说是不能够中途换人的，但是老板看到5发5中的孟云帆把圈给了女孩子，就默认了。那我试试。说着，子涵把手上零零碎碎的东西都给了云帆。果然，女孩子核心能力就差一些，连投了5个都不中。子涵很看的看，把剩下的10个圈给高兴和小马各5个。你们也试试吧，反正我们已经中了5个了，后面中不中都无所谓。这种圈投中的几率本来就低，女生每人投5个，结果可想而知，自然是都没有套到。第140章，做人留一线。后来，其他几位男生看孟云帆投的轻松，也进行了投圈。老张虽然慢一点，但是很稳，20个圈也套了5个。小猪信誓旦旦的，但最终只套到了4个。杨毅主打一个陪伴，只套了2个就完事了。虽然这样也比很多人套的好。老板的脸色已经越来越难看了。弹幕，哈哈，这才是正常人的水平嘛！我上次去古镇游玩20个圈才中了1个。老张还真是深藏不露，在这个时候居然还投了5个。老张别的不说，还是很稳的，之前打篮球也是。小猪估计有点后悔前面的大话了。无所谓，反正高兴情商高，不会计较这些。高兴真的包容性很强。子涵最后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我们拿的是不是太多了？孟云帆，不多。你要知道，很多人20个圈连1个都套不住。孟云帆一说完这话，旁边几个人就应和着。一个女生，是啊，我刚当40个圈1个都没套到。一个小伙子说，你们真厉害，大的操不到我，只套了一个最小的小公仔。孟云帆对子涵说，你看，所以没有必要心疼商贩。如果你真的觉得过意不去的话，留下1、2个，其他的送人都可以。孟云帆套中的礼物都是送给子涵的。子涵把一个中国结的小吊坠留了下来，这个留下来做个纪念。还有这个小公仔可以和刚刚的配对。云帆没有意见。其他3个子涵送给了旁边围观的人。拿到礼物的几个小女生开心极了。当然其他人的小物件也全部都送给女生了。小猪的自然是给了高兴。高兴拿着其中一个小公仔，爱不释手。其实这个就很好了。小猪听到这话很开心。老张想了一下，把手里的都给了小马。小马象征性的选了一个，谢谢，我只要这一个就行了。老张拿着手里剩下的4个小物件，对云帆说，你帮忙送出去吧。孟云帆就随手递给了旁边一直围观的一个小伙子，给你。小伙子本来还因为自己投了40个圈1个都没中，在纳闷呢，手里瞬间多了4个礼物，一下子开心起来。谢谢，这个我该怎么感谢你？孟云帆，真想感谢我，以后不要再玩这个了，踏踏实实的赚钱比什么都好。小伙子愣了1秒，然后重重的点头。他眼光瞄到旁边的奶茶店有2个女生出来了，匆忙的跟孟云帆道谢后就追了过去。看他面上的表情就知道他在跟朋友分享刚刚的事情。2位女生拿了礼物，还向孟云帆的方向挥手表示感谢。弹幕，万万没想到他会这么做，云帆真的很大爱，主要他们套中的也太多了。看到老板的脸色，我就放心多了。顾客套不中，商贩就开心；顾客套中了，商贩就摆脸色。大家出来玩就是为了开心的，商贩的格局不够。看收到礼物后，他们的笑容，终于明白云帆把礼物送出去的意义了。孟云帆对商贩说，你看到他们的笑容了吗？其实大家无所谓套中什么礼物，但是只要有套中就会开心。商贩的情绪还没有出来，听到孟云帆说这话，愣了一下。孟云帆继续说，如果是我，针对于没有套中的朋友，我会给一些小礼物安慰一下他们。商贩，与人方便就是与己方便。孟云帆点到即可，就没有多说了。杨毅手里只有2个礼物，看到男生都把礼物送出去了，有些犹豫的看向子涵。子涵在他开口说话之前就直接说，你可以带回家留作纪念。杨毅点头，那我就不送你们了，回家留作纪念。观察室里张绍刚说，云帆和子涵2个人情商真的很高，秦岚他俩绝配。弹幕，云帆教商贩的那段话可以算得上是教科书级别了。是啊，给没抽中的人一个小礼物好像是亏了，但是长久来说是赚了，赚得了人心。杨毅的礼物还是自己留着的比较好，毕竟别人不管怎么样都有过 CP， 只有杨毅一直在单恋，把这些拿回去做纪念，总比最后2手空空的回去好。当然这些都是小插曲。到了傍晚的时候，小镇的灯光都亮了，起来过来游玩的人也多了一些。子涵说，这里晚上都是点灯笼眼。小猪说，我查了攻略，这边古镇也各式各样的灯光出名，所以晚上人会多一些。高兴来了兴致，那有猜灯谜之类的吗？小猪，
应该有，但是我们还没有碰到。高兴，那我们遇到了就玩。孟云帆，你也想玩灯谜吗？子涵，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古镇，玩什么都好。孟云帆认为旅游讲究的是随遇而安，所以听到子涵这样说就放心了。那我们看到什么就玩什么吧。子涵，好。弹幕，果然我磕的 CP 没有错。小猪型鱼色适合高兴这样包容性强的女生。幸运猪大旗举起来。云帆随遇而安，子涵也很随性，两个人简直是绝配。我为紫云 CP 举大旗。哈哈，我记得幸运猪 CP 和紫云 CP 明天要一起活动，不知道会不会有分歧。楼上的，你的想法很危险。虽然，但是有分歧才正常吧。是人就会有思想，我喜欢看大家和平相处，当然有一些小矛盾也是可以接受的。孟云帆他们一大群人，只有小猪做了攻略，但其实也不太熟，所以大家都是边走边看，遇到好玩的就停下来玩一玩。他们路过了一家手工 DIY 折扇店，小猪说这家店很出名，我们进去看看吧。高兴问我们还去猜灯谜吗？小猪，现在还早，而且云帆说的对，我们出来玩，看到哪儿就在哪儿玩，轻松会轻松一些。高兴点头，其实我也不一定能猜着。小猪，没关系，我也猜不着。第141章自由自在三餐四季。小屋众人同游古镇，在孟云帆的提议下，大家一致决定看到什么就玩什么。他们走走逛逛，在一家手工折扇店停了下来。这里古香古味，摆放着各种风格各异的扇子，其中以水墨画面的扇子居多。而且根据老板介绍，可以在这里自己画扇面。老板说可以在扇面上画画或者写字，我们这边提供笔墨。子涵，那云帆可以试试，他的字比较好看。可能今天比较轻松，老张整个人也放松了。他说这样的话我也可以写。众人想起老张的字，瞬间笑了。小猪，不是我打击你，你那个硬笔写成那样。老张，我的字虽然丑，但我就想挑战一下。孟云帆，老张可能硬笔不行，软笔还行。众人起哄，硬笔不行，毛笔行。当然这里面打趣的成分多。后期还挺很贴心的，晒出了每个人平时写的信件。网友也是乐了，这一眼看过去就云帆的字比较好看，不知道老张哪来的自信。老张的勇敢运作的地方。老张，我想试一下而已，有点期待他们的扇面了。老板给他们拿了空白的扇面和镇尺，你们可以自由发挥。老张率先接过了老板递来的毛笔和镇尺。我写什么呢？孟云帆，你随意。老张，那我就写我们节目的主题，喜欢你，我也是。众人起哄，好啊。老张用镇尺压好扇面，提笔蘸墨，别的不说，姿势还像模像样的。孟云帆，不错不错，光看这个气势就知道老张的毛笔字肯定很好。小猪也说，没想到你真会啊。老张在上面的正面写上喜欢你，背面写上我也是。他的字虽然没有笔锋，缺少了一点毛笔的韵味，但是比平时的硬笔书法规整很多。大家都鼓掌表示鼓励。老张的字写成这样都敢写了，其他人更是来了信心。每个人都找好了位置，找老板拿了材料，就开始准备书写。子涵问，你准备写什么？孟云帆想了一下，自由自在。子涵，那我写三餐四季。云帆手起笔落，自由自在四个字龙飞凤舞地展现在画面上。老板本来看他们都很含蓄，这个时候也被忍不住啧啧称奇。你这草书行云流水，有几分功底啊？孟云帆，你过奖了，我随手乱写的。子涵拿起扇面吹了吹，写得不错。孟云帆，还行吧，到你了。子涵扇子铺好，在扇面上写了几个娟秀的小字儿。弹幕，云帆的字跟他的性格一样，随性自由，真好看。字如其人，子涵的字儿也很娟秀。他们一个草书一个楷书，没想到看起来还非常有意境。老板拿过扇子，左边看看，右边看看，还别说，这两张扇面还挺契合的。观察室里张绍刚说，他俩又在这儿暗暗的秀恩爱呢。秦岚，三餐四季都自由自在的，的确寓意很好。张绍刚说，他们最难得的是都没有去迎合对方。弹幕，他们的字写得真好，而且内容很有意思。如果去迎合对方，那就不是云帆和子涵了。他们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个体，两个人在一起是为了两人一起进步。两个70分的人一起慢慢加油到100分。本来我还有点遗憾，他们没有写一生两人三餐四季，现在听你们这么一解释，淡然了。这里云帆和子涵都写的自己的想法，但是又像商量好了一样。这就是紫云 CP 最让人感动的地方，他们都不会去刻意迁就对方，但是又默默的契合。陆云帆和子涵两个人的字都得到了老板的夸奖，其他人也都凑过来看。小猪感叹道，没想到你平时硬笔楷书写得好，到了软笔你写草书写的也好。老板看向小猪，听你这意思应该也很会写，
你写一个吧。小猪，我会看，不会写。他说的是实话，但是也挑起了其他人的兴趣。大家都起哄，没关系，你写一个试试。小猪求助的眼神看向高兴，高兴说：“我先写一个。”然后只见他用毛笔先换了一朵祥云，然后才开始书写。片刻后，一个顶着祥云的大大福字现在大家面前。哇，不错呀！高兴把笔递给了小猪，到你了。小猪提笔，高兴问：“你准备写什么呀？”名字呀。高兴：“谁的名字？”小猪不加思索地说：“你的名字呀。”我还能写什么？高兴不好意思的脸都红了。孟云帆，现在你们俩都不知道避嫌了。小猪，彼此吧。他看了一眼高兴，感觉高兴有点尴尬，就解释说：“我写的是名字，但做的是勇气。”观察室里张绍刚说：“年轻真好，说什么话都不会被说成油腻。我这个年龄要说这话，绝对很恶心。”秦岚，你适合写年轻真好。张绍刚，什么年龄适合干什么事？弹幕，高兴真的是宝藏女孩，这个不错啊。中规中矩，上面的话祥云简直是画龙眼睛。小猪这一波真的高情商，哈哈。最后的时刻，小猪也在奋力冲刺了。孟云帆他们看着小猪那写了高兴2个大字儿，都忍不住吐槽：“你真的就写了高兴2字？”小猪：“对啊，你看看觉得怎么样？”孟云帆：“你个大直男，就按照一般人的思维，写一个谐音的姓也是可以的，一面是姓，一面是福，寓意非常好。不过这样出了小猪的真心，没有那么多弯弯道道，简单直接，这可能也正是高兴欣赏的地方。”小马在扇面上竖着写下了：“喜欢你，小屋。”我要写下了8个人的名字，几个人的名字在扇面上出现，既秀气干净，和小马的性格截然不同。大家夸赞，文艺工作者果然不一样。第142章，擂茶点茶，大家自制 DIY 折扇，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喜好写了折扇。孟云帆和子涵2人写得非常棒，给大家开了一个好头。小马的意境好，每个人的名字都在上面，他特意拿给每个人炫耀，当然每个人都很给面子的夸奖了一番。孟云帆说：“是挺不错的，但是我俩真的就是2种风格。”小马：“那是我的外表是搞笑女的，但内心是个温柔的小女生。”弹幕：小马，你快来夸我呀！他俩在一起最自在，有几10年老友的感觉。这一趟下来，小马不亏，毕竟收获了一个好友。这么说的话，收获最大的肯定是云帆呀，爱情友情2不误。至于杨毅，他在大家都写好之后，写了等风来3个字。老张说：“挺好的，比我的有意境。”杨毅：“还行吧，你第一个比我有勇气。”2个难兄难弟相互安慰。弹幕：这俩又在这里惺惺相惜了。哈哈，杨毅是会阴阳怪气的。勇气这个词儿以后会成为老张的噩梦。提起勇气，有点期待明天的分组活动了。他们做完扇子之后，是拿着自己的扇子，然后请老板拍了一张合影。老板并不擅长拍照，在大家都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就按下了快门。孟云帆看了一下，感觉效果还不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子涵就是这种不经意的感觉，真实。他们这么一说，大家一看还真是那么一回事儿。高兴说：“这张照片有特别的意义，一定要留下来。”小猪：“好。”就这样，大留下了这么珍贵的一张照片。他们继续在小镇上闲逛，看到当地的特色小吃，会继续买2份，几个人分着品尝，直到他们看见一座古香古色的茶楼，又再次停了下来。子涵说：“这家看起来很不错，我们进去转转吧。”孟云帆：“好。”大家吃了很多各色的小吃，现在来杯清爽的茶水是最合适不过的了。看到他们的到来，一个穿着古装服饰的男子走了上来，看得出是这里的工作人员。他跟大家介绍，这座楼是根据记载1比1还原的古楼，主要就是宣传民族文化以及民族传承为主，那一定要尝试一下。工作人员知道他们要尝试之后，安排了专门的茶艺老师。阿英老师跟大家讲了煮茶的注意事项之后，建议大家分成2组，一半人备茶，一半人煮茶。孟云帆对子涵说：“我去备茶，一会儿你煮。”子涵：“谢谢。”刚刚听过规则都知道，备茶是一个复杂而且费力气的活，而煮茶相对而言比较简单，所以子涵会说谢谢。小猪对高兴说：“那你们要自己煮茶了。”在他的想法里，这种时候最好不要让女生做什么事，但是要尊重游戏规则，所以他有一些抱歉。高兴：“没关系，这个我可以。”小马说：“那我也去煮茶。”到此为止，所有的女生都选择了煮茶。茶艺老师说：“那男生都到这边来干体力活吧。”男生们都聚到一起，然后老师教他们怎么擂茶。老师先演示一遍如何擂茶。孟云帆倒是看过一些古装剧是这么擂茶的，但是看到每一步过程还是很惊奇的。他问：“
以前的茶还要放盐吗？茶艺老师说，茶水也是一种吃食，除了食盐之外，等一会我们里面还会加一些花生、芝麻之类的辅料。原来如此，老师给他们每个男生发了一个陶器，里面有一些茶叶，他们每个人也分到了一个木杵。现在可以开始了。他们把茶叶捣碎的差不多的时候，茶艺老师端来了花生碎和熟芝麻，这些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增加。几位男生按照记忆中的方法加辅料，继续捣碎。女生们早就烧了白开水，正看着他们操作，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孟云帆看了一眼说：“你要不要来试试？”“好。”“子涵，你是磨不动了吗？”孟云帆：“不是，就是看你好奇，让你来尝试一下。”他把木土交给子涵，开始认真的教他，一只手在，一手在下，顺着一个方向。子涵认真的学习。弹幕：时茶是茶，茶也是饭。云帆真好，这个时候记得 Q 子涵。子涵好开心。云帆是理想型男友。刚刚交换木杵的时候，他们摸到手了，倒回去看了一遍，还真是。哈哈，你们这是在门缝里找糖吃啊？女生喜欢这样的偏爱。看孟云帆他们这样互动，小猪也叫了高兴。小马左右看看，大大方方的站在了杨毅和老张中间。然后他们开始分组擂茶了。观察室张绍刚说，虽然没有分组，但是一到了活动时间，他们就自动分组。秦岚一对一对的，比较有默契。到了这些之后，他们开始点茶。他们按照老师的要求，把茶粉放入茶盏中，然后加入水，把茶粉调整成糊状。茶艺老师观察了每个人的动作，特意夸奖了孟云帆：“你这个可以啊。”孟云帆：“我看过类似的视频，原来是内行的。”孟云帆：“只是看过，算不上内行。”子涵看看左边的云帆，再看看右边的小马。小马做得非常认真。子涵说：“你们让我很没有成就感。”小马手里的动作没有停，笑着说：“我就做个第一。”大家可以理解小马的心情。孟云帆：“马姐，加油！”云帆给小马打气过之后，然后开始认真的教子涵：“你看，像这样，朝着方向力度均匀一点。”他教的仔细，子涵听认真。做好这些之后，孟云帆还在茶水上面画了一朵向日葵。茶艺老师看他真的很有天气，就高兴的跟大家炫耀，这位同学还做了一点艺术行为，大家都可以过来看看。其他人还在摸索阶段，听到老师的夸奖，忍不住都错了，过来看。只见乳白色的茶水上面飘着一朵黄色的花。第143章，火锅里吃出了甜味。孟云帆和子涵两人认真点茶，小猪和高兴两人拍照留念。他们的追求各有不同，所以做的事情也有所不同，但是相同的是，画面都那么的和谐。点茶品茶是一个优雅的活动，大家了解了民族文化和传统文化。做完这些，已经很晚了。小猪说：“让我们去好好的吃顿饭吧。”虽然一路上大家都在吃小吃，但是毕竟不是主食。对于中餐爱好者来说，不吃主食总感觉少了点什么，所以这个提议大家都没有意见。孟云帆：“行，要不我们吃火锅？”子涵自然很喜欢火锅，好呀。小马也说：“大家一起热闹热闹。”他们有7、8个人吃火锅是非常好的选择。但是到目前为止，也只有进小屋的第一天吃了一顿火锅。他们找了一家不错的餐厅，要了一间大包厢。孟云帆对老张说：“还是鸳鸯锅，你坐这边吧。”老张倒也不矫情，落座之后，他感慨这次可以大大方方的吃饱了。高兴一脸纳闷：“还有人吃火锅吃不饱吗？”孟云帆说：“这个话题问得好。”众人都笑了。在一般人的眼中，吃火锅会不自觉的吃多，最后吃到撑，吃不饱的情况很少见。小猪笑着跟高兴解释，刚进小屋的时候，大家为了暖屋叫了2个锅底，但是因为位置没有坐好，有人提出要跟老张换位置，他当时拒绝了，所以老张第一餐都没有吃饱。这次在餐厅，孟云帆照顾老张，第一时间让他坐在清汤锅那边。老张自嘲：“这算是我来节目最大的收获。”是啊，这是一个恋综节目，没有收获到的爱情，收获到友情也算是一种收获吧。孟云帆举了举杯子：“那我们为了友情干一杯吧。”小猪第一个站起来：“行，来干一杯。”其他人也都顺势站了起来，干杯，为了友谊。大家在碰杯之后都一饮而尽，各自感慨着准备坐下。这个时候杨毅又给自己倒了一杯，不等大家有反应，他直接把杯子里的神仙水倒进了嘴里，说到为了友谊，我需要自罚3杯。说着他又直接喝了2杯神仙水。你们都没有意见，那等于是认下我这个朋友。杨毅的这个态度大家都理解，毕竟刚开始杨毅的竞争意识以及盲目的执着，在人群中显得非常异类，给大家带来了不少的困扰。他的陪神仙水，如果大家不认一下的话，就相当于不要他这个朋友。所以不管是明里还是暗里，
所有人都默默地接受了他的陪神仙水。喝完了，杨毅就像是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也没有那么拘谨了。可以吃菜了吗？我现在需要吃点菜。连续喝了4杯，的确需要吃点东西。开吃，开吃！孟云帆招呼大家一起吃。大家都自己喜欢的菜放进了火锅里面。这些菜快的几秒钟，慢的10几秒就都能熟。他们按照自己的口味涮锅，吃得很欢快。这个味道真不错。子涵说。孟云帆给他加了一个涮好的牛肉。那你多吃一点。子涵看着刚从锅里出来的牛肉片，开心极了。当然这种事有来有往，他也给孟云帆涮了毛肚、黄喉。2个人你来我往，吃得好不热闹。弹幕：这对小情侣硬是把火锅吃出了甜味来，感觉有点过于腻歪了，吃个火锅还加来加去。他俩眼神在拉丝，太有意思了，就喜欢这样明目张胆的偏爱。我恋爱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刻都不想分开。这里糖分较高，建议吃降糖药。小猪看着陆云帆2人的互动，也给高兴加了几次菜。高兴挺不好意思的，在他心里私下里跟小猪怎么样都好，但是在众人面前他还是有点害羞。但是看着小猪兴致勃勃的样子，他也不好意思拒绝。小猪还示意他左右看看。高兴小猪的示意，看了一下，发现大家都在认真吃饭，没有关注到他，他才红着脸吃下了小猪家的菜，而且还趁着大家不注意，也给小猪加了菜。小猪看着碟子里那块牛肉，嘴巴都要裂到耳朵后面去了。弹幕：哎呀，这俩情窦重开的样子也很有意思。每次看到小猪无所畏惧的向前，都觉得很有意思。高兴话不多，而且情商高，和小叔的性子真的很互补。哈哈，就喜欢这样的真情流露。从不谈恋爱的我，就喜欢看别人恋爱。我喜欢的 CP 都成了，太开心了。大家一起吃饭是开心的，吃火锅也很容易吃到撑。但是很明显，有一个人今天又没有吃饱。这个人就是小马。他性子爽朗，一般像这样的时刻，他都是充当活跃气氛的人，但是今天格外的不同。众人都知道他是在担心明天的约会。孟云帆说，今天可能是我们大家最后一次坐在一起吃饭了，一定要吃好喝好。明天就是录制节目的最后一天，而且大家都知道明天的活动是分组进行的。小马打起精神说，对，我们吃好喝好。观察室里秦岚说，小马压力太大了，但是其实这件事不能怪小马。张绍刚说，是的，我们都知道这是阴差阳错的结果，但是在小马看来不是这样的。秦岚，小马就是那种外表很坚强，其实内心很柔弱的小女生，她对这件事情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看得开。秦岚，其实明天还要看老张的态度。张绍刚，对，老张的态度很关键。弹幕：小马太直了，什么都摆在脸上，大家都看出了他不开心。想念一开始就很搞笑的小马。老张过于木讷了，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有改变。如果老张有改变，那么就会有新的结局。这么一说，我反倒更加期待明天老张和小马2个人的约会了。紫云 CP 和幸运猪 CP 已经稳了，看样子杨毅也翻不起什么浪花了。明天的重头戏就是老张和小马。第144章，怎么能不算呢？大家吃吃喝喝，整个氛围倒也不错。孟云帆照顾好子涵之后，这才注意到小马一直没有说话。他笑着说，感觉小马今天又回到了第一天吃火锅的样子。小猪也说，对啊，你怎么不讲话，一直发呆？杨毅来凑热闹，问，怎么了？这是不好玩吗？孟云帆笑着回对，是你不好玩吧？小马笑笑没有说话。孟云帆知道，虽然小马和老张已经谈开了，但是明天2个人单独约会，多少还是有些压力的。小猪没有想那么多，话题已经打开了之后，他就开始畅想的活动了。但是去有风的地方已经有5个人了，为了照顾到老张的情绪，所以就说了花海。不知道明天的花海是什么样子，是不是整片的花中间就一条路那种？孟云帆听到他提花海，就问，你期待花海吗？本来孟云帆选择的时候，以为高兴他们就会去花海的，结果因为高兴去过花海，想体验不一样的，所以改变了行程，以至于现在的分组失衡严重。而且在选择去有风的地方以后，他就找到了节目组，专门穿插了自己俱乐部的项目，这样不仅可以跟子涵玩得尽兴，还可以顺便宣传自己的事业。等小猪他们选择了花海之后，他也和节目组做了沟通，但是节目组拒绝了他的提议。节目组觉得这样说不定能够再成一对，就算成不了也很有话题性，而且这个是直播节目，而孟云帆的流量最盛，不易变数太大，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其实总结成一句话就是不能换。现在大家在餐桌上，话题都到这里了，如果又有人能够改变心意，也是很好的。所以孟云帆想知道小猪的想法。这个时候杨毅也在拱火似的对小猪说，你们也可以换到花海去。这要求有点太直白了，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帮别人分析，但是不能帮别人做决定。果然
小猪看了一眼高兴，直接摇摇头，还是算了。小猪解释，我尝试过跳伞和蹦极，就是没有体验过滑翔伞，正好趁这个时间体验一下。他满脸期待地说，这样想想很期待呢。杨毅说，其实我也没有试过滑翔伞，而且我还恐高。一直听着大家说话的小马听到杨毅说恐高，瞬间活了过来，他立马接话说，我给你换，我不恐高。小马一脸真诚地说，我特想去玩滑翔伞。小马把所有人都给逗笑了，倒不是因为其他的，主要是跟平时反差太大了。弹幕：搞笑女小马有这么认真的一面真的很难得。话题虽然是云帆提的，但是杨毅 ZG9 提起的换地方，换一下应该没问题吧。看老张和杨毅两个人约会，感觉也挺有意思。楼上的，你别太离谱。哈哈，兄弟情，小磕一下。大家把目光看向了杨毅。现在情况，小情侣变动计划是很难的，没有 CP 的杨毅还是有活动的空间。杨毅连想都没想，非常肯定的摇头，我宁愿恐高。众人都觉得搞笑，不理解杨毅为什么这样，只有孟云帆轻轻的摇头，没有说话。这两个人性格都很倔强，而且都是喜欢站在自己的角度思考问题，注定换不成。小猪直接笑出了声，哈哈，你俩太有意思了。杨毅试图用语言说服自己，我一定要去尝试一下，挑战自我。小马无奈的摇摇头，继续挑了一颗菜，慢慢的吃着。弹幕：小马变得可爱了，知道没有用的时候会轻轻的摇头，而不是摆脸色。杨毅刚刚也太尴尬了，既然不想换，干嘛说自己恐高？杨毅刚刚要是答应就好了，虽然节目效果会差一点，但是对大家都好。宁愿怎么样也不怎么样，这样真的很尴尬啊。杨毅换不换都行，但是他这样说话真的让人心酸。这一趴我也心疼小马。别这么说，有可能节目组规定不能换呢。孟云帆拿起旁边的小酥肉，还是吃饭香，大家都多吃一点吧。杨毅正在兴头上，根本没有感觉到气氛的尴尬。怎么？是下午走累了吗？他继续说，下午有好好观察古镇吗？这就饿了。孟云帆，我观察古镇干嘛？我天天看人就行了。观察室里张绍刚老师说，云帆这是在替小马解围呢。秦岚，云帆情商真的很高，每个人都顾虑上了。弹幕：云帆是真的把小马当姐姐，她每次会照顾到每个人的情绪。其实有很多时候他们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但是杨毅说话太肯定，直接没有顾虑到其他人的感受。主要是杨毅格局太小了，真的应该向云帆学学。这是大家在一起的倒数第2天了，孟云帆也不想把关系整得太尴尬，他尽量找着话题。既然说到了古镇，我觉得今天的项目都很有意义。他认真的说，我们在那里慢慢的一笔一画的书写毛笔字，认真的倒茶点茶的时候，可以让我们的节奏慢慢慢下来，这个时候可以好好感受生活。子涵点头，其实出来玩不是单纯的看风景，而是陶冶情操。他们两个人的思想是同步的。小猪打趣，神同不雅，你们这叫夫唱妇随，出来玩就是放松的。孟云帆，你们就说是不是吧？小猪，是，怎么能算不是呢？就这样，在孟云帆的带领下，成功把话题引开了。而且孟云帆和小猪聊得火热，顺便把老张也都聊起来了。而且所有的话题只要杨毅一插嘴就会发生变化，倒不是孟云帆他们刻意孤立杨毅，实在是每次他一插话就容易把话题聊死。杨毅慢慢的也感觉出来了，大家的转换话题的频率有点太高了。其实在以前杨毅看来自己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说话做事就是这么直接，只是跟大家相处的这段时间，他意识到了自己说话语气语调的问题。这2天想了很多，今天他已决定全部放下了。第145章惊不惊喜。杨毅虽然意识到自己的一些问题，但一些习惯是刻在骨子里面的，这个一时半会儿真的改变不了。对此他就减少了说话的次数。孟云帆和小猪他们聊了一会儿，就发现了杨毅的话变少了。他打趣，杨毅现在有一种成熟稳重的帅气。小猪哈哈大笑着说，还真是，而且这么看起来跟老张还有点像呢。老张笑着摆摆手，杨毅比我勤快。杨毅这次没有鲁莽，而是笑着说，吃菜吃菜。哈哈，这一说话跟老张更相似了。说到这里，所有人都笑了。弹幕：哈哈，成熟稳重的帅气，云帆太会用形容词了。不得不说，不随便插嘴，不刻意去表现的杨毅，在认真听大家说话的时候，看起来还挺不错的。还好杨毅遇到了云帆他们这群人，即使知道他有一些缺点，也会包容。是人都会犯错，但是能这么包容的朋友真的很少。因为考虑到第2天会分组，所以今天晚上他们聊了很多大家在一起的点点滴滴，一直到很晚，他们才现在回酒店休息。观察室里，张绍刚叹了一口气，听他们回忆之前的生活，我也有点舍不得。秦岚，不用太忧心，明天也是一个新的开始。是的，
明天又是美好的一天，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明天见。观察室里的科学家简单的给网友们打了招呼，就下线了。弹幕一整个大期待住了，明天又是新的修罗场，明天应该很精彩，但是我挺为小马揪心的。第二天一早，孟云帆和子涵就早早的出发了，他们刻意避开了小猪、杨毅他们。小猪高兴和杨毅他们3个人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可是到了地方，半天都没有看到孟云帆他们。过了几分钟之后，他们倒是看见了小马。嗨，我们在这里。高兴大声的跟小马打招呼。小马飞快的跑到他们旁边，拉着高兴的胳膊。杨毅不好意思的说，你和云帆换了吗？小马点点头说，昨天晚上云帆和子涵找到我说想跟我换。小猪说，这下子你可开心了。小马，你也很开心，不是吗？的确，小猪也很开心。毕竟如果跟紫云 CT 一起的话，杨毅这个大电灯泡为了避嫌，肯定会全程跟着幸运猪 CP。现在小马的出现，在一些项目的时候，小猪就完全不用考虑杨毅了。高兴拉着小马，让他说说事情的经过。原来在下播之后，云帆先找到了老张，询问了老张对第二天的安排。老张可能在工作上很有思路，但是感情方面真的缺根筋。按照老张的想法，就是走一步看一步，他回花海中准备好他的经典项目用餐，而且他保证尽量不让氛围变得尴尬的。听了老张的想法之后，孟云帆挺无奈的，但是他也不好说什么，所以在和老张闲聊了几句之后就离开了。他回房间的时候，子涵也正在房间门口等着他。一问之下才知道子涵也有意换到花海那边去，专门过来找云帆商量的。我知道小马对你来说就像姐姐一样的存在，你不想她太难做，而且我在运动方面确实差点，不如去花海看看风景。孟云帆上前搂了搂子涵的肩膀，你真的想去花海吗？和你在一起去哪里都行。子涵认真的说。孟云帆想到子涵在运动方面的确少了点天赋，而且当初分组的时候，子涵都是说听云帆的。那我们一起去找小马。2个人商量好了之后，孟云帆看着跟拍的工作人员小王。小王是孟云帆慢慢的有流量了之后，节目组换给他的专属工作人员。孟云帆知道他多多少少有一些决定权，可能不足以改变一定的计划，但是网上传达一些消息还是可以的。你们也看到了小马的状态以及老张的态度，他语气坚定，就这样2个人即使强行把他们放在一起，也不会有任何火花的。小王一直跟着孟云帆，也知道老张的态度，但是这个事情他是做不了主。孟云帆，观众看直播就是图个乐呵，明天是直播的最后一天，你们也不想收官的太尴尬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小王还是决定给总导演打去了电话，把小马的情绪、老张的态度以及孟云帆和子涵的意愿全部都传了上去。几分钟之后，孟云帆就带着子涵敲响了小马的房间门，告诉了他这个好消息。小马明显的愣住了，这样不太好吧？毕竟你们也想玩滑翔伞。子涵拉着他的手说，你知道的，我在运动上面并不擅长。孟云帆也说，对于我，你就更不用操心了，我想玩什么，那就是随时随地的事情。就这样，他们换组成功。当然，等所有人都休息之后，孟云帆又找到了他的团队，在花海里做了一些适合2人约会的项目。等老张到达花海的时候，他观察了4周，没有看到小马，他就独自坐在准备好的用餐区等待。结果就在他发呆的时候，孟云帆和子涵骑着双排的共享单车出现。嗨，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孟云帆看见老张愣在当地，就大声打招呼。老张松了一口气，笑得牙不见底。你们怎么想到来花海的？孟云帆，昨晚你说你在这里准备了大餐，我当然要带子涵来尝尝了。这样的鬼话，老张当然不信。子涵笑着解围说，主要我是运动废物，昨天看了一下攻略，那边我体力不行，所以我们商量着来这边。老张知道子涵说的也是客气话，毕竟之前几次活动，子涵虽然体力不是最棒的，但是每次都坚持到了最后。但是在他还没有想好怎么样单独面对小马的时候，这样的结果无疑是最好的，所以他也没有纠结。能够邀请2位共进午餐，是我的荣幸。说这话的时候，老张还做了一个很绅士的动作。第146章，别样逛花海。孟云帆和子涵来到了花海组，当然不可避免的，他也增加了很多娱乐项目。他们2个人来也大松了，一口气做了一个很绅士的动作，没有压力的几人一起玩耍，真的很有意思。另一边，小猪、高兴、杨毅和小马几人正在爬景区的仿长城。这里的山路修得又陡又峭，几人爬得气喘吁吁。杨毅说，他们在花海那边美美的，我们在这边爬得气喘吁吁。小马，没事，等一下我们往下滑的时候就爽死了。高兴，是呀，想想就很帅。杨毅也感叹，所有郁闷都可以一扫而光了。小猪，走吧，爬山这种事越卸越累。
这话说是很有道理。几人终于爬上了一个凉亭，他们在那里开始拍照。小猪找了一个绝佳景点，让高兴摆好动作，他开始拍照。杨毅说：“小马拍吧，我想他拍的不好看一些。”小猪看一眼，没有多说什么。高兴摆好动作之后，他和小马两人同时拍。小猪把拍好的照片拿给高兴看，杨毅还在旁边说：“肯定小马拍的好看。”高兴认真的看了两个人拍的照片，他笑着说：“拍的都很好看。”后期很贴心的把两张照片摆放出来。怎么说呢？两个人拍的各有特点，两人意境不同。小马拍的风景比较美，小猪拍的人比较美。杨毅一个大直男，我还是觉得小马拍的好看一些。观察室里秦岚说，感觉小猪拍的更有爱一些。张绍刚说，有这么夸张吗？只是觉得多了一些滤镜而已。秦岚，你们是不懂的，你看有爱没爱一眼都能看得出来。张绍刚，小马拍的你当然没有爱意了，有爱意那还了得。众人大笑。秦岚认真的解释，小猪拍的是女生在男生眼中的样子。弹幕，如果是看风景的话，肯定是小马拍的更好，但如果看意境，小猪拍的好。我是女生，我更喜欢小猪拍的那一张。小马拍的是游客照，小猪拍的是有爱的感觉。小猪构图不错，女生都懂，哈哈哈。他们拍完了照片，还不忘了录个小视频发给孟云帆他们，跟他们分享美景以及汇报行程。小猪和高兴两个人边走还能边比赛，一会儿尝试一步跨3个台阶，一会儿比赛到下一个瞭望台。看到小马直摇头，你俩这样有意思吗？你们这也能比？杨毅，这是明晃晃的撒狗粮啊！小马摆手说，我恋爱过敏，我们快走吧。这段长城依据着山路而建，崎岖且漫长。杨毅说，马上到终点了，但是又感觉距离终点还有好远。高兴给大家打气，我们都是最棒的。然后特意对小猪说，你是最棒的。小猪开朗的笑了，哈哈哈，我是最棒的。高兴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说这句吗？小猪，这是我的口头禅呀。高兴没有认同，也没有反驳。你的时光站前面讲的都挺好的，特别沉稳，到了最后来一句我是最棒的，当时就觉得挺有意思的。小猪安静了3秒，你看了我的时光站？每天都被我同头信。高兴点头，够7封信就可以看了。不知道为什么，从小猪听到时光站开始就安静了很多，直到他们看见了山顶。杨毅说，我们要不要冲刺一下？这一下子瞬间让小猪的运动细胞以及冠军心态爆发了。来吧。小猪说完他就跑了起来，把旁边的小马和杨毅挤到了两边，都没有喊开始。小马，你们俩怎么耍赖呢？高兴也在后面说，等等我啊。小猪听到高兴的说话声，就回头退了2步，拉上了高青的胳膊一起跑，边跑边喊着，朱小俊要拿第1。小马和杨毅主动为他们让道，结果自然是小猪跑了第1，高兴第2。张绍刚说，站的时候很适合来这样的地方，可以从细小之处看人品。弹幕，看着小猪拉着高兴跑，真的特别有感触，这是在明目张胆的秀恩爱，宣示主权呢。小马和杨毅在这个时候称职的当了电灯泡，这边看起来摆不错，不知道另外一边怎么样。而此时的孟云帆和子涵正好骑着共享单车。孟云帆准备的景区自行车是可以坐2个大人1个小孩的，但是孟云帆、子涵以及老张几人都不愿意坐小孩的位置，所以他们骑了2辆车。还别说骑着共享单车，在花海里悠闲的逛着还是很舒适的，人不累，而且风景还好。当然，孟云帆给他们安排的项目不单单是骑单车。大概骑行了20分钟之后，孟云帆停了下来，走，我们去玩一下玻璃栈道。老张，一定要玩吗？玻璃栈道其实是景区有名的旅游打卡区，但是如果按照老张自己的想法，慢慢的走走看看花，吃一顿饭就很好了，真的没必要去挑战自我。但是出来玩就是为了开心舒畅，所以孟云帆准备单车就是为了多体验几个项目。走吧，就是没玩过才需要体验一下。子涵给老张打气，看到没有运动细胞的子涵都这么有毅力，老张就不再说什么了。一个大男人总不至于输了女孩子吧。他们走近了才看到玻璃栈道，不光光是玻璃栈道里面还有水。老张，这和想象夫人不一样。子涵知道云帆会安排好一切，反而不担心。他想知道这个是什么？这是漂流吗？只有孟云帆一脸淡定，这是玻璃漂流。子涵，这个看起来就很有意思。孟云帆也说，是吧，这个跟滑翔伞一样有意思。也拿出了手机录了一段视频发给了去有风的地方组。观众看到这一幕笑不活了。这一季是友情天花板。小猪他们看到好的风景会发给云帆他们，云帆他们看到不一样的风景也会发给小猪他们。不知道那边后面的滑翔伞怎么样，目前看来只觉得爬长城很累。这边的共享单车加玻璃漂流，这一组轻松又好玩。第147章速度与激情。
孟云帆他们去玻璃漂流，这里比较人性化，有电梯直达。站到电梯里面，孟云帆才发现这个扶手电梯上面的玻璃罩对他这种高个子来说不太友好，他很担心，一不小心头就碰到了支撑玻璃罩的横梁。很快，他找到一个舒适的姿势，一只脚踩在上面，一只台阶，一只脚踩在下面的台阶，这样直接错开了20公分。随着电梯的上升，大家通过玻璃也看见了整个景区的环境。这里好漂亮啊！子涵，我给你拍2张照片吧。站在子涵的角度看云帆的姿势确实很帅气。他选好角度之后，给云帆拍了2张照片。当然他是一个很周全的人，也没有忘记给老张拍照。跟在他们后面的老张听说要拍照，第一反应是拒绝的。不要吧，我不上相。子涵，不会，你拍照看起来很有福气。你是会说话的。老张没有拒绝的理由了。不一会儿，他们到了玻璃平台上面。老张，这个也太高了，我可以下去吗？孟云帆，不，你想在这里。老张也不纠结了，好的，我想在这里。整个平台有一段路也都是玻璃组成。魏云帆问子涵，你会不会害怕？我有一点恐高。子涵说，站在这里真有一种高处不寒的感觉。孟云帆把手伸了过去，那我拉着你。好。子涵也没有扭捏，这样有安全感多了。老张，我也恐高啊。孟云帆回也不回地说，你一定不想我拉你。老张，不想。弹幕，紫云 CP 又在撒狗粮了。狗粮给满分，毕竟有老张这个单身狗全程看着。哈哈，看老张可怜兮兮的样子，心疼他3秒钟。云帆完全拿捏住了老张。很快，他们走到了坐船的地方。问了老板，知道是2个人坐一辆车。孟云帆说，要不我俩一起坐一辆吧，我可以保护你。老张没有上当，别了，我不想跟你坐。他知道云帆是为了避免他尴尬故意说的，所以这次没有上当。孟云帆问子涵，那我们俩先。老张说，可以，你们先上，给我打个样。子涵说，我还要做一下心理建设。那我先。老张有点犹豫。子涵说，那我们石头剪刀布，谁赢了谁先。老张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他同意了。孟云帆和老张2人猜拳，老张赢了，赢了先。说着他就往前走了几步，但其实他内心是有点害怕的。我先下去，然后在下面给你们拍照。老张有心了。孟云帆拍拍他的肩膀，表示这哥们不错。老张一副视死如归的表情，我先下去了，兄弟，你们一定要保持帅气的造型。你先照顾好自己吧，兄弟。孟云帆说。老张坐进了漂流船里面，笑着说，我有点紧张，故意多说点话缓解一下。漂流的老板已经帮老张绑好了安全带。老张担心地问，这个安不安全？我下去会不会撞到头？他说的时候还比划了一下整个漂流通道的高度。老板打包票说，放心，这个高度即使是后面那位也不会撞到头。他口中的后里面那位自然说的是孟云帆。被点名的孟云帆捂嘴直笑。老张无奈地摇摇头，本来以为挺简单的，没想到这么紧张。说完他一副视死如归的模样。那行，走吧。老张靠着这股浩然正气滑了下去。孟云帆站在上面看，他顺着玻璃滑道顺流而下，这个看起来还挺壮观的。老张，他大喊了一声，注意表情，我给你拍照。这个时候老张正好经过一个螺旋，他正好面对着孟云帆的方向，看起来肯定不好看。老张大喊，孟云帆，没事，你是最帅的。老张发觉刚刚喊了一嗓子之后没那么紧张了，他又大喊了一声，啊，太爽了。旋转了2圈之后，水势逐渐平稳，老张的船停了下来。他解开安全带下去了之后，对着上面高呼，嗨，快下来。孟云帆他们得到指示，也坐上了漂流船。老板示意男生坐前面，女生坐后面。他们坐好之后，老板又说女生可以抱着男生的腰，这样更稳妥一些。观察室里张绍刚说，这个老板是神助攻。秦岚，我觉得这时候爬着2边会更稳妥一些吧。张绍刚，年轻人的世界咱也不懂。秦岚，看看他们怎么做吧。只见子涵也没有扭捏，直接搂住了孟云帆的腰。开始了。老板见他们俩都坐定了之后，就把船给放下去了，速度还挺快。孟云帆不禁感叹。子涵在后面又开心又紧张。孟云帆提醒他，马上要转弯了，你坐稳了。说完一个大旋转，因为弯度过大，而且速度过快，船都快翻了。子涵整个人都靠在了孟云帆的背上。弹幕，哈哈，这个活动实在太适合情侣去玩了，无形中增加了肢体接触，这个真的很刺激。他们2个真的很甜，很自然。这个不是云帆吃豆腐，是这条路线就这么设计的。上次去玩感觉没有玩尽兴，改天我要再去玩一次。这是花海吗？这明明就是速度与激情。哈哈，
云帆他们换组换队了。云帆和子涵两人在玻璃滑道里面漂流，老张在下面大喊：“摆个帅姿势给你们拍照。”好。孟云帆嘴巴张得大大的，做了一个搞怪的姿势。子涵在他后面说：“现在拍不好看，我要优雅。”孟云帆这个时候怎么轻松怎么来。子涵，哈哈，我相信你的眼光。就在他大笑的时候，老张按下了快门，然后一张两人哈哈大笑的照片出来了。到了最后平缓的时候，老张说：“刚那一张搞怪的，我们来一张正常的。”孟云帆把身体错开，让子涵的整张脸都露了出来，这叫优雅。第148章，互补的感情才能长久。孟云帆他们虽然改变到了花海，但是所有玩的项目却依旧刺激。他们从玻璃漂流船上下来，孟云帆问子涵：“你的衣服怎么湿了？”“对啊，是有一点。”子涵看看袖子两边的水渍说：“你的衣服是干的呢。”“还真是。”孟云帆：“你会不会冷？我得给你穿。”子涵说：“不用，今天天气好，一会就干了。”孟云帆还是把外套脱了下来，怕吃衣服容易生病，还是穿我的吧。那行。脱下了外套，孟云帆把他的外套披在了子涵身上。这个时候的老张已经很有眼色的转身，默默地观察周围的风景了。平凡拿着子涵的湿外套，跟老张站在一起看外面的风景。子涵穿好衣服，看着刚刚中国的玻璃栈道，说：“这个像极了神庙逃亡。”孟云帆：“那要不要再来一次？”子涵连连摇头：“不要了吧。他现在穿的是孟云帆的衣服，如果再弄湿的话，就不好意思了。”老张也不知道他们玩的滑翔伞怎么样了。孟云帆笑着说：“没事，等一会儿他们会给我们发视频的。”子涵，我们这分组了，又好像没有分组。观察里，张绍刚说：“可不是吗？看到的风景、游玩的项目都在全程分享。”秦岚，他们这是在享受双份的快乐。孟云帆他们又蹬了一会儿自行车之后，才开始慢慢的边走边欣赏花海。另一边，小猪他们4人已经换好了头盔，教练开始帮他们准备滑翔伞。杨毅上去跟教练交涉：“我可以先来吗？我和小马在前面，小猪和高兴在后面。”教练看了看两组人员的分配，他指着小猪说：“还是那个帅哥先来吧，因为现在风向不太好，这位帅哥看起来能跑一点。”被教练选中的男人小猪，专业的果然不一样，你这都能看出来。杨毅对教练心服口服，他是运动员。教练教了他们4个人一些注意事项以及应急方法。现在的风向不是很好，它是逆向的，所以我们需要再等待一下。听完教练解释，高兴说：“原来这就是等有风的地方。”杨毅晒着太阳，正好可以在这里睡一会儿。小马席地而坐，看着面前宽广的风景，这里太舒服了，感觉心情都好了很多。小猪问高兴：“赶快想想一会儿在天空中喊点什么。”高兴：“啊，还需要喊话吗？”小猪：“需要。”杨毅问小马：“你有没有想喊的内容？”小马眯着眼睛享受着阳光，一脸向往的样子：“我需要男朋友。”这话把小猪和高兴都逗笑了。杨毅也对他竖起了一个大拇指。弹幕：说实话，小马真的很洒脱，杨毅是应该佩服这样的小马。小猪真的很不错，我为幸运猪 CP 举大旗。风向正了以后，又吹了几分钟，教练才开始给小猪上设备。杨毅，小猪就看你的了。小猪点点头，我一定给你们一个最好的示范。杨毅，我知道你是最棒的。高兴笑了，我是最棒的。这句话是小猪给自己加油打气的。这件事还是刚刚高兴告诉大家的。一切准备就绪，高兴举着相机准备随时拍摄。小猪开始助跑，拖着滑翔伞，跑得毫不费力，而且笑得很开心。但是看身体运力的方向，就知道他用了很多力气。看着小猪助跑的样子，小马都有点担心了。他一个男生都跑成这样，那得到我们的时候怎么办呀？杨毅，没事，他会有办法。高兴没有加入他们的话题，他的全部目光跟着小猪，随着镜头在移动。眼看着滑翔伞撑了起来，小猪跳了下去，但是又随着滑翔伞飘了起来。高兴这时候才惊呼一声：“越来越远了！”杨毅，太帅了！而飘到半空中的小猪，感觉平稳了之后，整个人放松下来了。他对着摄像头说：“这样真好玩，感觉在天上飞。”当然，他也不忘了喊出口号。所有人都会以为他会喊：“高兴，我喜欢你。”谁知道他是对着镜头前的所有人打招呼。小猪阳光开朗的声音在高空中响起来：“嗨，这是我第一次玩滑翔伞，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勇敢迈出这一步，迎接好运。我是最棒的。”这种话虽然不是网友预期的那样，但是也收获了一众好评。弹幕上全部都是接好运、学业有成、成功上岸、工作顺利、身体健康。看着小猪已经往安全的地方降落了，小马开始准备。小马说：“其他的都没有关系，但是我怕我跑不动。”高兴，
加油！杨毅也提醒他，记得喊口号，马哥记得喊口号。小马被这句话以刺激，咬着牙往前跑。等跑过了平地，整个人飘起来的时候，他喊出了那句口号：我想找个男朋友。等他喊完之后，才有勇气睁开眼睛。这个时候并没有很美丽的风格，所以他整个人很平稳，也没有那么恐怖嘛。感叹过之后，小马在高空中大喊着：我要找到男朋友。降落伞开始慢慢的下降，下面有一个声音在喊他：小马，我在这里。小马往下一看，就看到了在下面的小猪。嗨，我来了。小马落地之后，被降落伞带动的整个人都快站不住了。小猪一边往这边走，一边嘲笑着说：你就像喝了假酒一样。小马努力让自己站直了身体，这个后劲也太大了。小猪问：感觉怎么样？小马高兴地说：太爽了。山上面，杨毅很有绅士风度的让高兴先跳。高兴已经一切准备就绪，但是教练告诉他，现在风速不行，不能起飞。高兴只能等待。山下面的小猪知道这事也急不来，就和小马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坐着休息。小猪，你下来的还挺快的。那时候风向正好，所以我也跟着下来了。小马还安慰他说，等一会儿风向对了，高兴就下来了。他们两个人就像多年的好友一样聊着天。小猪知道高兴虽然话比较少，但是内心很坚强，倒是不担心他。他感叹，不知不觉时间过去那么久了。小马觉得时间过得慢，后来熟了之后就觉得时间过得快了。可不是吗？小猪，这就到了要分别的时候了。突然小马把话题一转说，我感觉高兴来了之后没特别的放松，对于这一点我很为你感到高兴。这时候网友才想起来他们之前有过互动，而且小马当时的表现很不体面，好像还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对小猪道过歉。不过也可以理解，毕竟高兴出现了以后，小马专门去道歉也没有意义。现在小猪和高兴感情稳定，这个时候小马的祝福就显得尤为珍贵了。两个人在一起舒服最重要，小猪也算是放开了，放松对我来说很重要。小马点头，就是这个意思，不放松才是最自在的。小猪也礼尚往来的提到了小马的感情问题。我感觉那天你跟老张聊过之后，回来也好了很多。小马说，其实我和老张把话说开了就好了。小猪，所以你们聊的结果是什么？小马若有所思的说，老张觉得我们现在保持友谊就挺好的。话说出来之后，整个人放松了很多，而且很多情绪也更接近于内心。说完他自己就笑了，哈哈，我觉得我们俩心里了和经历都好像。小猪点点头，对，你现在就缺一个高兴一样的性格的男朋友。可惜啊，节目快结束了，也没有再来一个男嘉宾供我选择。小马看着宽广的草地，做着搞怪的表情。小猪笑笑没有说话。小马站起来对着空旷的地方大喊，请给我一个安静的美男子吧。张绍刚，其实开始的时候我也为青梅竹马 CP 感到难过，现在才明白恋人真的需要互补。秦岚在线喊话，小马一个安静的男朋友吧。当然这只是说说而已，节目组不可能因为这点事改变规则的。上面的高兴杨毅他们终于等到了好的风向，为了避免下次起飞要等很久，所以杨毅也准备好了，随时起飞。在准备的时候，杨毅不停地给高兴打气，等一会儿闭着眼睛往前冲，大喊大叫就行了。高兴，我知道，但是想到要从这么高的地方跳下去，我还是有点害怕的。杨毅，没关系，你看小马刚刚跳得多好。湖里的杨毅知道不能再耽误了，他一边闭眼往前冲，一边喊着救命。杨毅真的打去，真丢人啊。弹幕，哈哈，高兴简直是在演我自己，太可爱了吧。高兴，刚刚喊话的杨毅也有点可爱。果然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只要不恋爱都很可爱，这就是损友的日常。我宣布这一季友情天花板，不管任何两个人拉出来感情都特别好。第149章，我们未来可期。小马和小猪说了很多，这次谈话有一个好处是所有人都懂了青梅竹马 CP 本来就是不可能的。张绍刚叹了一口气说，他们终于把事情讲清楚了。秦岚点头，以前小猪对小马太好了，这样过于紧绷的好，以至于小马觉得小猪不真诚。张绍刚，他们两个人性格和观念都很像，像这样成为知己也挺好的。秦岚，是他们俩在一起就好友重逢的感觉。另一边，高兴已经跳了下去，在半空中他发现也没有那么恐怖。看他起飞之后，杨毅也开始助跑，结果跑了2步鞋子掉了，屏幕内外笑成一团。教练都没有见过这么离谱的事情。现在的杨毅性格开朗，嘻嘻哈哈，事情就过去了。他又重新开始，这次一切顺利。他一边跑一边大喊，希望一切都顺利。在山下面的小猪虽然一直在跟小马聊天，但是也一直注意着天空。看到天上一个彩虹色的降落伞下来，但是距离太远，他看不太清楚。但是小马注意到了，那个彩虹伞的好像是高兴。
小猪看都没看，往彩虹伞的方向站起来，大喊：“高兴！”小马调侃：“别激动，降落还要一会儿呢。”小猪根本不予理会，已经朝着那个方向跑了过去。小马在后面笑得前俯后仰，这小子这么傻，哪里和我像了？高兴站立之后，小猪就走了上去，采访一下：“你感觉刚刚感觉怎么样？”“感觉很爽。”高兴说：“就是我想到的口号，没有海蓝。”小猪就一边帮他卸设备，一边问：“你想喊什么？”高兴：“希望我们越来越好。”小猪：“然后呢？”“期待好事发生。”高兴有问必答。小猪：“那你喊到哪里了？”高兴很配合地演绎了一遍自己的状态，希望我是个人都看得出来，高兴很轻松，很自在。小猪自然也看出来了，没关系，后面的我替你喊了。这边收拾好设备没多久，杨毅就从空中下来了。高兴记得杨毅给他打气，所以问：“你的口号喊出来了吗？”“全喊出来了。”杨毅得意洋洋：“4个人只有你一个人是啊。”高兴，哈哈哈。小猪问杨毅：“那你的口号是什么？”杨毅：“希望我们以后每一天都很开心。”小马提议：“我们要不一起再喊一个口号吧？”“可以。”正好拍了视频发给云帆他们，然后4人记在镜头里，一起喊：“希望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他们开朗的声音在山谷里面回荡。另一边，孟云帆他们已经在花海中央了。孟云帆和子涵2人在看风景拍照，他们硬是拉着老张一起，老张配合的排了2张，就和他们分开了。老张不想当电灯泡，他提前预定的花海餐厅找了个顺势的位置坐了下去。这个季节的花海的确很好看，有金色的郁金香、粉红的玫瑰、紫色的小丁香，每一个地方都是不一样的风景。他们在每一处都留下了不一样的照片，最后还是想着让老张一个人等着不好意思，他们才恋恋不舍地嘟了花海餐厅。孟云帆感叹：“有人等的感觉就是好呀。”“老张，你们回来的正好，我点的菜马上就有上了。”孟云帆把手里的奶茶递给老张：“刚刚看到有奶茶，就给你点了一份。”老张也不客气，直接就接了过去：“谢谢。”子涵捂嘴笑了：“你请我们吃大餐，我们请你一杯奶茶，你还谢谢我们呀？”孟云帆加一阻拦子涵：“你别提醒他啊。”老张顺着话接了下去：“那不用谢。”哈哈，几个人笑了起来。这个花海餐厅是老张特意预约的，四周都是高高的花丛，外面的人不走近是看不到里面的景色的，只有几条蜿蜒的小路过来。不一会儿，就有几个服务生推着餐车过来，他们把食物全部都摆好后就退下了。这里描述的不太好，可以参考《喜欢你我也是3》里面 CEO 和贝贝最后的花海。在安排吃的这方面，孟云帆都佩服老张，吃的还挺讲究的。老张笑着说：“我没有办法给大家提供情绪价值，在物质上总该安排的好一些。”不得不说，老张看得很通透。孟云帆，你呀，让我说你什么好？弹幕：终于明白失恋33天里面那个婚礼的意义了。当提供不了情绪价值的时候，提供足够的物质也是可以的。可惜老张来的不是地方，恋综里的女性都很独立，她们需要更多的情绪价值。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每个人的追求不一样，结局自然不一样。孟云帆他们在餐厅吃着精致的午餐，小猪他们则在景点找了一个快餐店。景点像这样的快餐店更多，但是销量最好的无疑是方便面。特别是他们几个人爬了那么久的山，都很累了，这个时候特别适合来一桶美味可口的方便面。本来这也没什么，毕竟出门在外，能吃上一口热乎的饭已经很不错了。好笑的在于，他们2组还喜欢分享各自的经历。于是，孟云帆他们看到了小猪他们吃的泡面，小猪他们看到了孟云帆他们面前的豪华大餐。他们泡面在孟云帆他们的大餐面前显得格外简陋。小猪本来觉得泡面又美味又耐饿，现在瞬间觉得不香了。小马一看他们的食物就是老张的手臂。杨毅，早知如此，我应该去花海组的。小猪，现在去呗，我们不拦着。杨毅叹气，本来吃泡面没什么，这么一对比，感觉不得劲。小马说：“没事儿，晚上我们还有集体大餐，到时候让老张少吃点。”小猪，人家老张第一次到小屋就没有吃饱，今天是最后一餐，还不打算让人吃饱啊？小马，哈哈，对，就是不让他吃饱。弹幕：老张在这里没有收获的爱情，却收获了一群损友。这个时候，云帆应该出来说2句。云帆空着肚子来，空着肚子走，首尾呼应。另一边的老张当然不知道小猪他们在讨论他，现在的他在认真干饭，同时当一个合格的电灯泡背景板。至于孟云帆和子涵，自然享受美食的同时聊着兴趣爱好。孟云帆，这个酸汤肥牛不错，你多吃点。子涵尝了一口，不如某人。孟云帆，不会吧，这可是老张特意起5星级大厨做的，还不如某人。子涵抿嘴笑了。作为旁观者的老张，虽然没有刻意听他们说话，但是反而看明白了，
他也接了一句，的确不如某人。孟云帆不甚在意地说，那改天要认识一下这个厨师。老张忍不住笑出了声，子涵也是忍俊不禁的样子。孟云帆，你们笑什么？不逗你了。子涵说的那人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孟云帆，那人是我呀。子涵使劲的点头。别，这是捧杀。孟云帆认真的分析，实在是你们俩是厨房小白，才会觉得我做菜好吃。孟云帆为了印证自己的说法，就开始举例。老张没有做我不知道，但是子涵的厨艺也进步了很多。子涵来了自信，我以后会越做越好吃的。老张躺平，别看我立志当一个简单的废物。简单的废物。孟云帆也给他夹了一块的菜，多吃点菜。老张也客套起来，谢谢。能吃到孟总家的菜，真是受宠若惊。孟云帆直接打了一个寒战，能不能不要这么肉麻？老张，我一个电灯泡，肉麻一点怎么了？孟云帆，你单身你有理。这一幕大家都看出来了，不管是老张还是孟云帆，他们都很轻松，不会三人行而感到尴尬，更不会因为自己的情绪影响团队的氛围。下午的时候，大家自由活动，只要在晚上回到小屋就可以了。于是他们商量着相互体验了各自的项目，也就是说，孟云帆一行三人去体验了跳伞，而小猪他们过来玩了玻璃漂流。下午爬山的辛苦程度是上午的2倍，我在孟云帆、子涵、老张他们都坚持了下来，而且下午的风向不错，孟云帆他们玩得更加尽兴。子涵从滑翔伞上下来就感叹，玩这个太有意思了。孟云帆，那会不会像高兴一样紧张的忘记喊口号？我喊口号了。子涵，努力生活，未来可期。孟云帆，我们未来可期。这就是孟云帆欣赏子涵的地方，虽然有些东西不擅长，但是他会去尝试。2个人一起慢慢进步，未来将会有一切可能。至于最后下来的老张，他倒不是很害怕，但是他闷葫芦的性格实在没有办法大声喊出来。老张说，我在心里喊了一遍口号。孟云帆，你不说我们也知道。第150章，云帆的高光太多了。小猪他们下午去了花海的游玩，虽然项目很简单，只有简单的自行车以及玻璃漂流，但是对于爬了一上午山的人来说，还是很累的。小猪看高兴累了，就说知道我们上午应该玩这个，下午再去滑翔伞，这样体力充足一些。高兴，没关系，这个也不是很累。话虽然这么说，但是他们在花海里面也只是走马观花的看了一遍，用别的不说，光那一个长城就把人累得够呛，所以2组人员也没有多做安排。傍晚时分，他们就前后脚回到了小屋。先回到家的是小猪他们，进屋子就闻到了阵阵的菜香。餐桌上一看，果然整整齐齐的摆着10几盘大菜，有的菜还冒着热气。场景他们自然以为是孟云帆他们一组先回来做的。小猪，云帆他们回来这么早吗？小马看看饭菜说，应该不是他们。他指着几个大菜说，这么多菜自己准备加上做的话，最起码要2个小时。小猪，那就是节目组准备的了。至于原因，大家都猜得到，毕竟大家马上要离开小屋了，这是最后的晚餐，自然要丰盛一些。他们这边才说完，就听到了开门的声音。小猪把手放在嘴边，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然后小声说，一会儿我们就说这菜是我们做的。虽然明知道骗不到孟云帆他们，但是马上就要分别了，这样闹一闹也挺好的。所以等孟云帆、子涵、老张3人一进屋，小猪就说，你们怎么才回来啊？我们饭菜都做好了。孟云帆对这几人的厨艺有着相当的了解，除非下午他们直接回来了，否则根本做不出来这么一桌子菜。你们做的？我怎么不信呢？小猪笑了，就知道瞒不住你。看着摆放整齐的菜，他们突然有了一丝丝离别的伤感。高兴，看来真的要分开了。小猪走到他旁边，无形给他无形中增加力量。孟云帆说，今朝有酒有酒今朝醉，想那么多干什么？小猪说的也是，我们开吃吧。今天的活动安排有点密集，说实话他们都很累，所以说到吃饭，大家心中的那一点点伤感也都烟消云散。他们边吃饭边分享自己今天的收获。那个高空跳伞真的很爽。对，如果不考虑前面要爬山的话，哈哈，现在体验呀，下次我们可以坐索道上去。吃的没那么饿了，才开始感叹今天的饭菜真香。孟云帆，今天这餐真好吃。子涵说，那是因为太饿了，其实在我印象中最好吃的有一天的晚餐。小马，我印象中也是有一天的晚餐特别好。孟云帆自然听出来了，他们说的是自己那天做的几个菜。在人多场合很少说话的高兴也反应过来了，他说，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次早餐。杨毅不懂，早餐能有多好吃？其他人都笑了。杨毅也反应过来了，嘿，这明明说的是做早餐的人，是我狭隘了。说笑笑，一餐饭都用完了。
那股淡淡的伤感又开始了。杨毅说：“要不说说每个人对彼此的印象呗？”既然是杨毅提出来了，大家自然都先说杨毅的好处。孟云帆，勤劳的大厨师。子涵说：“对，我也觉得杨毅像一个大家长一样，每天为我们忙前忙后。”小马，其实你真的是来得太晚了。高兴，杨毅，你知道我的一封信写给谁的吗？因为必须有7封信才可以看，杨毅目前为止信都不够7封，所以他真的不知道谁给他写过信。这个时候，高兴讲出来，他就知道了。我呀。高兴点头，因为知道你也是后来的，然后我叫高兴，你叫杨毅都是开心的意思，就投给了你。小猪故作可惜的样子，是我的名字不好。孟云帆，你的名字很好啊，小猪多可爱。小猪听到这话，整个人开心多了，哈哈哈。那我们说说云帆吧。他第一个开始说，云帆性格开朗，虽然年龄比较小，但是在人情世故这一方面，我要向你学习。哈哈，过奖过奖。孟云帆笑着大哈哈。刚开始见你的时候，我还觉得你话太密了。小猪，刚开始的时候不是在活跃气氛吗？小马，我怕作证，那时候的你实在太闹腾了。小猪，行，以后改。说到这里，高兴就说，其实我来这里第一天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云帆了。小猪，怎么还不是我？高兴认真的说，因为我自己不会滑冰，还安排了滑冰，然后只有云帆注意到了。你那时候还特意跑过来跟我说没关系，开心最重要。高兴的这番话说得很真诚。孟云帆说，我觉得你不会溜冰，还安排我们溜冰，特别有意思。高兴，那么多人真的只有你过来跟我说这句话，我很感动。那时候的云帆闪闪发光，给了我很多自信。说到这里，高兴还有点不好意思，是心动的感觉。众人听了都笑了，云帆真的很暖。小猪一脸纳闷，我那个时候在干啥？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高兴说，他们都觉得你很活泼，话很多，但是我第一次见你就觉得你心里有很多事。弹幕，高兴落落大方夫人表示自己的想法，真的很好。孟云帆真的很暖，会照顾所有人的情绪。那个时候的小猪还在独自伤感呢。哈哈，小猪在吃醋，笑死我了。他这么一说，小猪想起来了，那时候他还在为小马的事情纠结，当然开心不起来了。虽然这事已经过去很久了，大家也都看开了，但是肯定不能在这个时候说。小马突然说话，说起来云帆处处都是高光时刻。他认真的说，其实说起来云帆真的很容易让人感动。我对云帆印象最深的是攀岩的那时候。小马边说边比划，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只有云帆站在下面接我，真的很感动。这就是友情的力量。孟云帆，这是应该的。小马说，其实说起来云帆真的很容易让人感动。我对云帆印象最深的是攀岩的那时候。他边说边比划，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只有云帆站在下面接我，真的很感动。小马很认真很冷静地说，这就是友情的力量，这是应该的。孟云帆，那马姐我问你，如果去接住你的那个人是你的备选，有好感的人，你会突然有感觉吗？小马肯定的点头，会。那时候最无助，如果有人做什么肯定能够记住。弹幕，云帆是个好人，时时刻刻都顾及着大家的想法。小猪那个时候想扶，但是小马一定会挂脸。感动不是心动。孟云帆真的非常好，在这个时候还记得点小马。这样的氛围让很多人都有发言的欲望，包括平时不说话的老张也开始说话了。其实我和云帆也有很多难忘的瞬间。他回忆一次是晚上两人在凉亭下坐着聊天，聊到一个点，两人都很认可，一起笑了起来。还有就是云帆性格处事方式非常好，是我想成为的人。弹幕，老张，你要做个勇敢的人，想要成为云帆，必须要行动，不能光嘴上说说。老张这样的性格真的需要云帆这样的人帮忙带一带。现在集体夸云帆时刻。子涵一圈下来，很快就到了子涵。他大方自信地说，我第一眼看到云帆就知道他是我选的那个人。进入小屋之前，他们都有选过自画像，不过后来见面之后都重新打碎了，重新来过。只有云帆和子涵是从初始至终选的都是对方。后来的杨毅和高兴并不知道这么一回事。高兴从心里底里有点像，这么准的吗？杨毅拿起手边上的水，一口气灌了下去。他自嘲地说，原来冥冥之中自有定数。弹幕，哇，果然是刻骨铭心。我们都忘记了他们是第一眼心动的人，结果他们彼此都记得。他们两个人真的很搭，灵魂上很契合。紫云 CP 让我又有了想恋爱的感觉。他们两个真的太好磕了，一定要天长地久。子涵说完，大家就起哄让孟云帆说说子涵。子涵，孟云帆做深沉的说，就是你们看见的那样。众人自然是不愿意他这样敷衍过去，不行，认真的说。孟云帆收起开玩笑的语气，认真的说，子涵最吸引我的地方是，我什么都没说，但他就懂了。
急性子的小猪不愿意了，你这说的也太笼统了，具体事情具体来讲。孟云帆笑一笑，继续说，其实刚到小屋的时候，大家彼此之间都很陌生，只有我和你在努力活跃气氛，子涵的话比较少，开始并没有注意到他。第151章单方面宣布脱单。在子涵看来，他和云帆是冥冥之中注定的。大家想听听孟云帆的看法。云帆的几句话就把大家拉回到了最初见面的时候。那天我们第一次约会的时候，我才发现我们性格不同，但是我们有很多点都是相通的，有很多点我自己都没有发现，但是子涵比我更了解我自己。他这么一说，大家都懂了。大家来这里就是谈恋爱的，如果有一个人关注着，能感受到被爱，怎么不算恋爱呢？这是一个很子人的过程，就像是小猪和高兴两人，虽然性格不同，但是在很多地方就能够达成共识。弹幕几位女生中，确实只有子涵是不争不抢的，这样细心且温柔的女朋友的确很难得。因为云帆自己就很成功啊，所以他不需要女生为他点缀什么。所有人在物质达到顶峰的时候，就会追求精神层面的满足。子涵天生就能给人一种心安的感觉，云帆给人安全感，他们两个人真是天作之合。小猪说，你们都说我和云帆性格像，我觉得是一点都不像。我最佩服他的就是在感情上的稳重和坚定不移的选择，这是这么久以来小猪自我总结出来的经验。在面对感情的时候，刚开始态度过于激进，而且对高兴其实一开始有一种报复小马的心态，只不过后来被高兴治愈了，觉得高兴很好，更适合自己。大家听得出来，小猪这段话绝对是发自肺腑的。小猪等于把自己的内心独白全部说出来了，这时候他当然不忘记了损友孟云帆。你说说对子涵的感觉吧，这是准备都打明牌了。子涵捋捋头发，看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要说我了吗？所有人的眼光都看着云帆，看看对小屋里的金童玉女能够说出什么样的话来。孟云帆说，子涵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他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他是多面性的。大家都在的时候，他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私下两个聊聊天的时候，我们的聊天让我很放松。谈恋爱的时候，她就是一个小姑娘。子涵说一个多方面的任务，我们人都是。孟云帆说的很全面，浑然不知旁边的小猪已经当起了吃瓜群众。小猪小声问旁边的杨毅，谈恋爱？他在和谁谈恋爱？杨毅捂嘴，这是可以说的吗？孟云帆发言完毕之后，发现这俩在悄悄话。你看你，明明你让我说的，你还在下面说悄悄话。被点名的小猪也不藏着掖着了，你就说说谁在和你谈恋爱了。子涵有点不好意思的轻拍了一下他的胳膊，是啊，谁和你谈恋爱了？孟云帆，口误，口误。而网上的吃瓜群众们都忍不住的大笑起来，这一幕简直太刺激了，以前非要等到最后一秒才告白，到云帆这里直接提前告白了。哈哈，恋综史上第一个说自己在恋爱的。子涵开始都认同云帆的说法的，被别人点名了又急忙否认，把我笑死了。云帆，这是在单方面宣布脱单呀。说真的，每天看他们说我节目都好像在看偶像剧一样。子涵其他人的感觉比较淡然，所以其他人也没有太多想说的内容。杨毅说，在我看来，子涵就是一个小吃货，特别是每次他在认真吃我做的饭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来这里是值得的。他吃每个人做的饭都很香啊。小猪，特别是在吃云帆做的饭最香。杨毅使劲的点点头，一拍大腿就大声说，是的，后来我发现他吃每个人做的饭都很香。弹幕感觉杨毅说这话既心酸又好笑。杨毅来的时候以为可以靠厨艺来征服大家，发现最后只有子涵爱吃他的饭，到最后才发现子涵只是体面而已，所有人认真做的饭他都可以认真的吃。杨毅主要是来得太晚了。这天晚上他们每个人都说了别人在自己这里的印象，也知道了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印象。这是一个漫长的话题，聊完之后很晚了，可是他们都没有要离开的意思。不还是因为大家游玩了一天，身体实在太累了才回屋休息。观察室里张绍刚说，正常来说我们今天要把所有的流程走完，不过因为下午他们又多游玩了一会儿，所以我们将会在明天进行最后的告白。秦岚虽然大致可以猜到，但是还是很想知道结果。张绍刚，没关系，好饭不怕晚。秦岚，观众朋友们，我们再见了。弹幕，单身的我又看完了一季恋综节目，虽然已经知道了结果，但是依旧好期待他们告白的部分。每次看他恋综告白的部分，我就知道我有可以了。这一季友情天花板，我真的舍不得。明天又是美好的一天。第二天，喜欢你我也是的直播开始的很晚。张绍刚打开直播间的时候，一大群网民都涌了进来，他不慌不忙地安抚着大家。今天是令人扣动心弦的一天，马上就要跟小屋的所有人说告别了，知道你们的心情也和我们一样激动，所以现在我们直接开始看直播。果然小屋里的人
已经开始活动了。男生们早已经不在小屋了，视频中可以看到他们在车上往一不同的方向去。他们手里有给女生准备的礼物，也有收到的信件。4个男生他们所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杨毅手里寥寥几封信件，被他看了一遍又一遍，看完直叹气。老张一脸淡然，看不出心里在想什么。云帆和小猪两人在认真的看信件。云帆把信件分为子涵的和其他人的，这个时候分清一切才是最重要的。至于小猪，则是拿着其中的一封信一直在傻笑，那是高兴对他敞开心扉的一封信。第152章，小猪，我太紧张了。已经出发的几位男生，他们的情况各有不同，出来的形象自然也有所不同。弹幕：失落的杨毅，胆怯的老张，清醒的云帆和阳光开朗大男孩小猪。他们4个人今天都有好好打扮，连杨毅也帅了很多。虽然知道不可能，真的舍不得他们结束。云帆的边界感真的很让人心疼。而女生们也都纷纷收拾妥当，拿着收到的信件出门了。路上，小马手里寥寥几封信，看着窗外的风景，看得出他对今天最后的告白日没有任何期望。而高兴认认真真的把每一封信都打开了看，他的信全部都是小猪写给他的。小猪的每一封信都很真诚，而且从语句上也能够看出他的性格有点急迫。高兴叹叹气，自言自语：“你是真诚的，那也太快了。”至于子涵，他把手里的信件分成了2类，一类是云帆给的，一类是其他人给的。而且在旁边的包包里有所有云帆送给他的东西，包括第一次见面的那一束花。弹幕：看女神们的表现就知道结果了。他们的性格各不相同，所以造就了结果也不相同。果然各有千秋，每个人都很有特色。子涵和云帆果然是同类人，他们都做着相同的事情，也难怪他们能走到一起。果然安全感、边界感这些东西，有的人一开始就有。那高兴的话，觉得小猪还需要加油啊？不，小猪不是要加油，而是要放慢步伐。高兴来得晚，他们相处的时间太短了。别说那些扫兴的，我们来看看云帆和子涵两人的甜蜜告白。这次虽然是男生先出发，但是女生们先到了告白的地方。子涵和高兴两人到了约定的地点，这里他们像刚见面一样，也有一道门。他们都站在门后，等待着他们的白马王子出现。有人发现小马不见了。张绍刚：是的，镜头里没有小马，让我们再等待一下吧。而男生这边选择抽签决定去表白的顺序，第一个出现的是杨毅。其实他的内心并不想出现的，但是按照节目规定，他决定站好最后一班岗。视频中看着他慢慢地走到了一扇门面前，门后的高兴通过门缝发现是老张一脸惊慌，观察室和网友们也是一脸惊慌。他这是找错地方了吗？看他的样子就知道找错地方了。高兴直接后退了半步，我要笑死！哈哈，因为高兴喜欢开朗的小猪，而愿意说教的杨毅。杨毅还不知道里面什么情况，他轻轻地敲了一下门，请问你是子涵吗？高兴：不是。杨毅急忙不好意思的道歉，不好意思，我走错路。高兴听到杨毅这话，也整个人放松了很多，没关系，你再找找。杨毅继续开始寻找，后来他到了子涵这里。你好，是子涵吗？子涵：不是。老杨毅愣了一秒，可是这里只有2扇门。子涵：那你去过另外一边了？那边也说不是。老张说。子涵打开门：我是子涵，你听声音听不出来。杨毅反应过来了，原来一开始自己都没有那么了解子涵，我是没有听出来。子涵：没关系。两人一人站在门外，一人站在门内，本来是很浪漫的情景，但是他们2个人没有半点 CP 感。杨毅说：你也不要误会，我来这里不是和你告白的，我是想说我很珍惜小屋里的那片时光，而且很高兴认识你，因为你让我感觉我很重要，我可以做自己。子涵点点头：你今天很帅，你也很美。杨毅说完就把手里的手捧花给了子涵，希望你以后都走花路。子涵：谢谢。杨毅：那我现在走了，云帆估计一会儿就来了。再见。子涵道别之后，慢慢的关上了面前的那扇门。弹幕：子涵的距离感真的特别棒，杨毅的执着真让我哭死。下一次给杨毅一个适合他的女生吧。第2个出场的是小猪，他拿着和高兴一起插的花束，一脸幸福的出现了。他的目标非常明确，直奔目的地之后敲门：你好，你是高兴吗？高兴：我是高兴。小猪：我是朱小俊。高兴把门打开了门。小猪看着高兴，自然而然地跨过了那扇门，他把花送给了高兴。看得出小猪很紧张，他拍拍胸口：我有些紧张，让我整理一下心情。高兴点点头：没关系，你慢慢讲。小猪：这是我第一次这么正式的告白，我幻想过很多画面，可能是我的求婚，有可能是我的婚礼现场，但是很高兴这一次是给你。我希望这场仪式是给小屋内的，你也是给小屋外的你。一边说着，一边拍着胸口给自己信心。
高兴说：“其实我也很紧张。”小猪一拍脑袋：“我准备了很多东西给你，我们先看看吧。”然后他从箱子里面拿出一个时刻表，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间。然后指着自己的那盆花，这是我们那天逛街你选的品种，我特意去花店学了，洗了插花自己插的。还有，这是之前嘉宾来送的幸运草。高兴感动的捂着脸：“你带着大礼包来的吗？”小猪说：“这还没有完。”他再次弯下了腰，拿出了在古镇做的扇子，这是一起做的扇子，我们一起完成的，所以我希望能够作为我们认识一场的信物。小猪真的非常用心，就像躲小叮当的口袋一样，源源不断的变出礼物出来。他拿出扇子的时候，所有人都以为小猪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了。毕竟高兴来得晚，他们接触的时间有限，那几次所有的回忆已经在这些礼物里面了。高兴已经感动得快哭了。谁知如果小猪又弯下了腰，从那个袋子里面拿出了一本书。第153章，好饭不怕晚。小猪为了这场告白准备了很多，一件又一件的礼物拿出来，让所有人感受到了他的真诚。最后他拿出了一本书，看过你的时光站，我知道你有很多顾虑，你觉得自己像一只刺猬，所以我去买了这本书，如何拥抱一只刺猬，希望可以打破你的所有顾虑。高兴双眼通红，但是依旧坚强地说：“那你一定要好好研读这本书。”小猪：“对，我一定会好好研读，如果读得不好，你一定要告诉我。”高兴使劲地点点头。这个时候所有人都以为他会告白。观察室里张绍刚说：“小猪这一段简直封神了，可以进入恋综经典名场面了。”秦岚虽然看过的恋综不多，但是也知道这一幕很感人。对啊，他就像哆啦 A 梦一样，不停地掏出礼物出来。张绍刚真的太让人惊喜了，简直是个宝藏男孩。两人还正在夸赞的时候，只见小猪又拿出了一样东西。秦岚：“快看快看，他还有东西。”张绍刚：“这个小伙子谈了个恋爱，也太用心了吧。”秦岚：“这是恋爱的狂风暴雨吗？太猛烈了。”只见小猪最后拿出的是一张折叠的整整齐齐的纸，他边打开纸边说：“这是我的理想型画像。”每个人最开始是有理想型的，所以高兴还是有点好奇的，看一下。小猪缓缓地打开纸张，只见面前的那张纸里面居然是高兴的自画像。高兴看向小猪，那眼神好像在问：“你一开始的理想型就是我吗？”小猪也不遮掩，他轻轻地摇头，解释说：“因为你的出现，我把我一开始的理想型画像全部都抛开了，因为我在小屋里遇到了最理想的你。这个理想型画像是按照你的照片来画的，可能没有你本人美，但是我想说，你就是我的理想型。”阳光开朗的小猪一直都是以一个积极向上的形象存在的，即使最困难的那段时刻，他也只是话少了一点。但是现在的他确实像一个愣头青一样，说话像放鞭炮一样，噼里啪啦的都出来了，但是依旧言之有物。他有太真诚的感情想要表达，他有太多的话想要说。高兴给他这个时间，给他这个机会说。小猪在做完所有的事情之后，终于感觉到自己太鲁莽了。他慢慢的调整呼吸。其实我想说，从你来小屋的第一天，剪发卡的选择，我去小屋，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突破了自己，让我开始慢慢的向你靠近。最后我在小屋的生活就只有你。张绍刚：小猪真的太紧张了。秦岚：对，就是这种紧张话蜜却多，而且偶尔有点逻辑不通，反而能够看出他的真心。小猪还在继续：你说你是在父母的保护下长大的，而我是在不断的突破中长大的，希望以后不仅有你的父母，还有我一起在保护你，照顾你。我希望我能够成为你的唯一。他说到这里，再次给深呼吸，给自己信心。高兴，我喜欢你。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简直普天同庆，网友们都开始为他庆祝。终于说出来了，太不容易了。他要再不说，我都跳进去帮他表白了。小猪真的太真诚了，看得出小猪真的很用心，真的很紧张。看个恋综而已，把我都给整紧张了。小猪说完这些话，都认真的看着高兴，想知道高兴会给怎么样的回复。对面的高兴使劲的深呼吸之后说：其实我也很紧张，先给你看一下我的理想型画像吧。高兴打开画夹，里面一个阳光开朗的少年出现在大家面前，形象太贴切了，大家一眼就看出来了。看到画像的小猪就是我。高兴，就是你？你这么自信？小猪不紧张了，就是我。高兴，我这个也是改过的，这个是不是和你很像？小猪，像。高兴认真的说，我觉得我在小屋的这段时间有破茧成功。小猪，破茧成功了，所以本来有点紧张的高兴被他这么一问，反而不急了。你怎么这么急啊？我还没有送礼物呢。小猪，我也有礼物吗？当然，我准备了2个礼物。高兴从旁边的袋子里拿出一个画板，画板上面画的是小猪打羽毛球的样子。小猪，这是我们第一次约会的衣服。高兴，是的。
还有一个是朱顶红的小盆栽，因为你姓朱，加上希望你以后红红火火的。小猪接过了礼物，急不可耐的再次问：高兴，我喜欢你，你呢？高兴，我还有一个礼物。小猪，我看看。结果就看见高兴拿出了一个做工很精美的羽毛球钥匙链，这个。小猪激动的接过去，握在手上看了半天，爱不释手，然后再次说出了那句他练习了无数遍的话：高兴，我喜欢你。高兴抿着嘴，我也是。弹幕看小猪急切的样子，太搞笑了。小猪真的是个大直男，太直球了。高兴有福了，幸运猪 CP 举大旗，祝福一对新人完结撒花。小猪激动的一把抱过高兴，对不起，我太开心了。他放开高兴，拍拍胸口说：太紧张了，我都要哭了。高兴看着他，高兴的像个孩子，也没有说话。弹幕热评：他在闹，他在笑，这就是爱情最美的样子。就在所有人为他们的爱情感动的时候，小猪激动的四处找事做，终于看到袋子里还有一个头纱，他直接一把拉起来。还有这个头纱是我买东西的时候别人送的。高兴震惊了啊！小猪，虽然是送的，但是我觉得可以拍照。虽然我不会戴，但是我觉得和你今天的衣服也很搭配。秦岚，感觉他们好像在求婚。小猪已经开始尝试着帮高兴戴头纱了，花了一番功夫，终于把头纱戴上了。小猪和高兴两人手拉着手捧着花，像极了一对新人，正要步入婚姻的礼堂。弹幕：你们原地结婚吧，我把民政局帮你们搬过来。什么时候办婚礼？我来吃席，小马随礼。太感动了，我居然看见小猪咽口水了。小猪实在太用心了，很紧张，很真诚，缘分真是太奇妙了。张绍刚，真的太好了，今天的表白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高兴因为来得晚，所以他感觉有缺失不完美，但是今天在小猪这里得到了完美。秦岚，小猪的礼物太让人感动，太戳泪点了，不答应不行呀。张绍刚，这一对已经完美了，很多人也都期待下一对，我们一起看下一对吧。画面里，子涵还站在原地，他在等他的白马王子来敲响这扇门。可能等得无聊，所以他嘴里慢慢的哼起了歌。是第一次约会回来路上，孟云帆的车里放的车载音乐，可能能感受到子涵的等待，也怕子涵等得太久了。孟云帆带着鲜花和礼物出现了，他手捧着礼物和鲜花，两条修长的腿走得飞快，而且看得出他很坚定。张绍刚、云帆和小猪的紧张一点都不像，他很笃定。只见孟云帆快速的走到一扇门面前，他直接问：有人吗？等了很久的子涵没有第一时间回答，他家长不在。你好，孟云帆，没人吗？没人，我去下一站。子涵轻轻地敲了敲门，本来想要离开的孟云帆听到敲门声，知道有人。我可以进来吗？子涵又再次敲了敲门，孟云帆这才想起工作人员说的暗号是敲门。孟云帆，原来要敲门啊，我给整懵。说着，他轻轻地敲了敲门。子涵，进来吧。孟云帆轻轻一推门就打开了，立身礼服的子涵看起来落落大方，可是他注意的是另外一方，你穿的好少啊，会不会冷？本来有点感动的子涵，现在有点委屈了。我等了你好久。孟云帆说，应该是我在小屋里运气太好了，所以这次抽签我抽到了最后一名。这句话就可以看出云帆真的很会说话。本来出现最后一名挺烦人的，在他嘴里都是用前面的好运换的。子涵，没关系，好饭不怕晚，所以我们在最后也没有关系。孟云帆把向日葵给了子涵，橘色的向日葵加上蓝色的配花，我觉得很适合你。子涵，都是我喜欢的颜色。孟云帆，第一次约会你就送了向日葵，我觉得它就像你的笑容一样明媚，也希望我们以后都像向日葵一样永远向阳。子涵从进小屋开始就是非常安静的，但是一直带着笑容，笑容是客气的，是疏离的。从和云帆第一次天选约会之后，他眼里的笑意越来越深。向日葵真的是见证他们一步一步走在一起的花。第154章，愿时光不负，永远幸福。小猪准备了那么多礼物，同样想要表白的云帆肯定不可能只是一束简单的花。他拿出一个礼品盒，这个是给你的。子涵，是什么啊？孟云帆，你自己打开看看。弹幕热评，如果说那一对像是结婚，这一对就像是过周年纪念日老夫老妻了。子涵拿过去认真的打开礼品盒，结果里面还有一层包装袋。当他再次打开包装袋，发现里面是一根簪子。子涵，簪子。孟云帆解释，因为我们第一次约会，你穿的是一条国风的裙子，这个簪子很简约，很百搭，我希望这个簪子可以适配你生活的每一个场景。弹幕，孟总准备的礼物也很多呀。簪子的寓意是钟情于汝，愿娶汝为妻，钟情。在古代，女子用簪子束发，表示有了心上人。若君为我赠玉簪，我便为君挽长发。云帆这个也太用心了，
而且所图甚大啊。看小猪表白，我跟着一起紧张；看云帆表白，我狠狠想谈恋爱。救命啊！谁家好人第一次上恋中直接送簪子定终身的？前面一个头纱都够人感动的了，这里来一个簪子，谁受得了啊？一下子从现代穿越回古代，感觉这个恋爱谈了几千年。是呀，用老祖宗的簪子来表达感情，不比现在的洋玩意儿认真多了。孟云帆又拿出了第二件礼物，是一个笔记本。他打开笔记本，只见第一页上面写的是进入小屋见到的人，第二页写的是和子涵约会，第三页、第四页满满当当21页，每一页都记录着小屋的点点滴滴。我希望这个笔记本以后由我们2个人来共同谱写。孟云帆只准备了鲜花、簪子和笔记本，却秒杀了刚刚小猪准备了一大片。他说：感谢在小屋遇见了你，感谢你让我在小屋过了一段不一样的时光。很多人都说爱上很容易，爱下去很难，但是我不这么认为，因为爱是1+1大于2的，爱需要抛弃一些自我，加入对方的一部分，这就是爱的意义。子涵认真地倾听着孟云帆的每一句话。孟云帆说：子涵，我喜欢你，你愿意和我一起1+1大于2吗？观察室里，张绍刚说后面这一句真的很用心爱。弹幕：这一段跟求婚似的。小猪那个是西式告白，直白真诚；云帆是中式告白，含蓄深情，细水长流。1+1等于2，就是一家3口，2个人在一起生个小猴子，就是大于2了。这2个人眼中的爱意都藏不住了，真的可以原地结婚了。子涵认真的听云帆把所有的话说完，自然也听出了云帆话里面的意思。云帆没有像小猪那样急切的催促他给一个回复，子涵也没有那么紧张。子涵认真的把收到的礼物都一一收好，这才拿出自己的礼物。他把理想型画像交给了云帆，一开始的理想型是你，最后的理想型也是你。云帆认真的看看这画像说，好像有点改动。子涵：对，背景颜色改成了天蓝色，还有嘴角被你改成了向上的，由开始的高冷形象变成了笑脸。云帆看着画像，颜色是我喜欢的颜色哦，我也喜欢蓝色。子涵，我还带来了这个。只见子涵从旁边的包包里拿出那条他们一起做的丝巾，紧接着他又抽出一条颜色很深的小方巾。他往前走了一步，把丝巾系在了孟云帆的脖子上。这是我特意抽空给你做的。子涵看着自己的成果还挺满意的，真的很适合你。还别说，那条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小方巾被他折成细细的一条，绑在孟云帆的脖子上，看起来很精致。孟云帆，这是人生第一次在脖子上戴丝巾。说着他也没有墨迹，直接拿过来2人共同做的那一条丝巾系在了子涵的脖子上。这条看起来也不错。子涵一语道破，你这是自夸。的确，因为这一条是他们共同做的，而且还是云帆带着子涵去做的。2个人都带着手工制作的丝巾，一条鲜艳明媚，一条沉着冷静，看起来相辅相成。子涵，孟云帆，我想做那个最了解你的人。孟云帆没有说话，只是点点头，他给祖子涵绝对的世界。子涵，喜欢你，我也是。孟云帆轻轻的上前，张开双手，那现在可以拥抱你了吗？我的女朋友子涵。子涵甜甜的笑着往前走了一步，2个人拥抱在一起。张绍刚欣慰的点点头，看这一对终于不用那么紧张了。秦岚，他们2个都是一开始就认定了对方，从始至终的感情当然更好磕一些。弹幕：云帆终于抱得美人归了，看看子涵笑得多甜，他们这样才是很多人爱情的样子呀。网友们还在热议的时候，孟云帆松开了子涵，听着子涵看了一会儿，然后低下了头，轻轻地吻上了子涵的红唇。弹幕：还有赠送？这是我们可以看的吗？这下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这个才是真正的会员福利。一见钟情，再见倾心，愿时光不负，永远幸福。张绍刚说，他俩真的太美好了，从来都不掩饰对对方的喜爱。秦岚，他们一直都很坚定地选择了对方。张绍刚，就是年轻人说的拍偶像剧吧。秦岚，这俩的颜值拍偶像剧够了。画面中2人臃肿了很久才慢慢的松开。孟云帆拉着脸色微红的子涵离开了表白场地，他们走路的姿势可以看出来，他们真的很欢快。大家所料，这次能够成的 CP 有2对，就是紫云 CP 和气运珠 CP。因为幕后把2个 CP 的牵手照以及背影照放在了一起对比，同时配上了优美的文字，我们携手向前，共同奔赴美好的明天。弹幕：虽然早就知道他们2个会成，但是还是会感动。这2对各有各的感动。小猪和高兴2人是热恋中的小情侣，感觉带领着大家一起激动。云帆和子涵润物细无声内心深处的感动。看了他们的恋爱，才知道爱情的种类原来有这么多种，可以轰轰烈烈，也可以细水长流。看到他们成了，我觉得我又行了。水，我们帮我介绍个女朋友吧，我一点都不贪心，
随便给我哪一种爱情都可以。最怕老张和小马都没有出现在荧幕，不过他们出现在评论区，不停地帮小屋的人加油。看他们不停地在评论区活跃，就知道他们今天应该不会出现了。毕竟他们要说的话已经说清楚了，根本没必要来表白一趟。果然，张绍刚已经开始做总结了。现在表白的结果都有了，我们再次祝贺，喜欢你，我也是第4季所有年轻的朋友们，希望表白成功的之后的某一季，你们能去给新人的一些属于你们的祝福，就像这届的哥哥姐姐们给你们的祝福一样。同时，没有得出结论的年轻人也不要着急，破茧是幸福的开始。希望离开小屋之后，你们也能够找到属于你们的幸福，加油！他这里说的没有得到结果的朋友，自然是小马、老张还有杨毅，很贴心的把镜头转到了小屋。今天的小屋明显是经过刻意安排的，非常精致漂亮，而且小屋的后花园制成自助酒会的样式，一张很大的白板上写着告别酒会，几个大字，请拍照打卡，和朋友们一起享受在小屋的最后时光。老张感慨地说，看来这就是最后的晚餐了，还别说比昨天那一餐精致多了。说完他拿起了相机自己拍了几张，但他的拍照技术说实话真心不咋地。弹幕这个时候也只有老张还能够一本正经的搞笑。其实要我说，2天的饭菜都很不错，只不过针对性有所不同。昨天都累成那样了，自然以实惠为主，今天要告别了，自然是精致为主。不一会儿，杨毅过来了，2人打了招呼。老张，只有一个人吗？不然呢？还有谁？杨毅感慨，我俩这是难兄难弟。老张说，我没有去。你没有去？杨毅还挺震惊的，为什么啊？老张说，该说的都说清楚了，没有必要再去。杨毅嘴角扯出一个笑，我之前是有点魔怔了，今天去把话说清楚了。老张拍了拍杨毅的肩膀，不说了兄弟，看那边。他指着白板的方向。杨毅看完了就拿起相机自己拍了一张，然后又叫过老张也一起拍了一张。他在翻看照片的时候，看到老张自拍的那一张，很是嫌弃，你这拍照技术我再重新给你拍。杨毅正在按快门的时候，镜头里突然闪现出一个穿着黑色晚礼服的人。第155章，每个人都破茧重生。杨毅给老张拍好照片，放下相机，认真的看着这个穿着晚礼服的女人，居然是小马。小马！杨毅没有见过这样女人味十足的小马，他都愣住了。老张也扭过头去看着小马，半天没说出话来。小马看着这俩乐神的样子，就说，你俩绅士点，来扶着我啊。杨毅边往前走边说，别说话，你一说话就破功了。小马真性情，这高跟鞋太难走了。老张说，那就刚好，先照相吧。小马，我在哪里拍？杨毅，你选一个感觉背景好的地方拍。小马站定之后，杨毅给他拍照。不得不说，穿着晚礼服而且不说话的小马女人味十足，怎么拍都很好看。快速拍了几张照片之后，小马快速找地方坐下来，换掉了高跟鞋。穿一会儿高跟鞋就是感觉穿新剧一样。小马嘟囔着说，算了，你俩直男又不懂。换上了拖鞋的小马虽然还穿着晚礼服，也完全就放飞了自我，这样舒服多了。小马说，场上虽然有2个男士，但是老张不说话，杨毅只好招呼着小马先吃点东西。好在这种尴尬的时候没有经过太久，孟云帆带着子涵出现了。看到他们手里的东西，杨毅调侃，你们怎么这么客气呢？来就来了，还大包小包。孟云帆送的那束花我放客厅了哈。杨毅故作夸张的捂着胸口，痛，真的太痛了，你们怎么能这么对我呢？子涵看着他俩再这样说下去没完，只好解释说，东西太多了，有点拿不下，谢谢你。可以看得出杨毅真的放开了，他笑着说，说这些干啥？我给你们拍照吧。孟云帆看了活动规则之后，直接站在了玻璃门前，把这栋小楼一起拍下来哦。说完他握住了子涵的手，2人微笑着看着镜头。你们俩这是掉蜜罐里了。杨毅，考虑一下我们这些单身狗的感受吧。杨毅，你还是看得太少。小马说，我看他俩秀恩爱都已经免疫了。孟云帆拍好照，拉着子涵找位置坐下。这个时候他才认真的问小马，今天你去哪里了？小马笑着说，我今天一直在那里接受告白了呀。孟云帆一个白眼，你骗鬼呢？他们的晚礼服依旧压制不住小马的搞笑体质，你们3都踏破我的门槛了。孟云帆说，感情大家都敲错门了。小马摇着食指说， No No No， 是你们仨非要进我的门，我拦着不让，我不要爱情，我爱情过敏。孟云帆看小马还能这样谈笑风生，说明真的没啥事，所以就没有说什么了。杨毅，感情昨天的滑翔伞那口号是白喊的了。小马，我一来了是不是好聒噪？杨毅说，老张一个人等那么久了，还好你来了。老张，啊，对，小朱和高兴最后回来的。
孟云帆，你们怎么还走到后面去了？小猪嘿嘿的笑着说，我们聊了一会儿。孟云帆点点头表示理解，小年轻挺激动的哈。小猪被人点破了也不尴尬，都紧张死了。好在结果不错，高兴有点不好意思了，拉着他的胳膊，示意他不要再说了。小猪收到了高兴的指令，就直接转移了话题，我们下去再聊。云帆知道小猪怕老婆，自然就没有再说什么了，然后对高兴说，我们先坐会儿，吃点东西吧。看大家都到齐了，杨毅充当起了主持人的角色，说大家要不要介绍一下自己今天的成果？我先说一下我自己哈。杨毅，之前的我过于执拗，以至于有些不体面，不过今天开始我就是大家最好的朋友杨毅。他说完了之后，把眼光看向老张。老张说，我今天没有去，因为我觉得想说的话在小屋里都已经说完了，所以希望我们以后出了小屋也是很好的朋友。老张能说这么多话，大家都鼓掌表示鼓励。然后杨毅把目光看向了孟云帆和小猪，虽然你俩刚刚进来的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但是还是希望你们可以在这里郑重正式介绍一下你们的新身份。孟云帆站到子涵面前说，这是我们小屋的门面担当子涵。然后他把手放在自己胸前，我是子涵的男朋友孟云帆。观察室里，秦岚说这里真的很拉好感，先介绍子涵说自己是她男朋友，这一点很多男生都做不到。弹幕，孟云帆还的是你，太聪明了，这样的宣布恋情所有人借鉴。我新身份曝光，是子涵的男朋友，1+1=2， 70分的你加上70分的我等于100分的我们。男生也是可以收到鲜花的，我送你玫瑰，你送我向日葵。网友都在弹幕回复紫云 CP 之间的名言名语，小屋的所有人一起举杯庆祝。大家吃完了紫云 CP 的瓜，把目光都看向了小猪和高兴。小猪说，其实今天我很紧张，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告白，跟他说这不光是小屋内的，也是小屋外的。我告诉他，我以后会成为高兴的保护伞。小猪要想说的话太多了，小屋的人都知道，而充当主持人的杨毅直接直奔主题，那你有新身份吗？介绍给一下，给大家认识。看得出小猪提到这个话题有些拘谨，他看着高兴，新身份的话还是让高兴来介绍吧。他直接把决定权让给高兴，这有点出乎大家意料之外，但似乎又在情理之中。毕竟他没有孟云帆的那份自信和从容，他和高兴的感情也刚开始稳定而已。高兴被他的这份尊重打动了，他说，朱小俊，我的男朋友。高兴能说出这句话也花了很大的力气，氛围一下子开心起来。小猪直接高举酒杯，我干了，你们随意。弹幕，小猪感觉像结婚一样，大家吃好喝好啊，搞笑又心酸，为小猪的真诚感动。这样看下来，所有的一圈都介绍完了，只有小马，大家都可以的避开他，避免他尴尬。谁知小马自己 Q 自己了，你们都没人想知道我今天去干嘛了吗？大家的目光都居住到小马身上。对啊，你今天一天到底干嘛了？小马，我去相亲了，和我中意的那个他。他说这话没人相信。小马认真的解释说，在小屋我成长了，我收获了友情，收获了心动的瞬间，我觉得我是破茧而出了，所以我自己敲响了我自己的那扇门，对自己告了白，自己走出来了。听了小马解释，大家才知道原来是这样的。几个女生上去拥抱他，给他力量。观察室里张绍刚说，通常情况下这回我们觉得小马让人心疼，但是我替小马高兴，因为心疼和眼泪都是他的成长。秦岚，他是真正的破茧而出了。小屋里的众人一起举杯，一起和大家一起告别。喜欢你我也是第4季，拜拜。镜头回到了观察室，张绍刚说，这一季我们叫做破茧季，大家也都在突破自我。云帆从一开始的不在乎到成为大家的智力担当，而且收获一段自己从来没有想过的感情，这是一种破茧。他开始分析这里的每一个人，子涵从开始的边缘人物到最后成为大家的中心人物，这也是一种破茧。高兴勇敢突破自己，愿意接受小猪，而小猪前面经历了那么多挫折，但是还是坚持只求只给，这是一种很大的进步。老张还含蓄墨迹，但是有小马往前冲。当大家都在被环境影响而前进的时候，老张依旧客观、冷静、谨慎、负责任，这是一种破茧。小马把告白给了自己，他真的变得非常勇敢。杨毅开始好像只有一个厨师的身份，但是后来成为了所有人的调和剂。先行离开的小诗很直接，明确自己要什么去努力追求，这也是一种突破。他认真的分析每个人的优缺点，真心的祝福每一个人，不管在小屋内外都能够幸福。弹幕，就喜欢看帅哥美女谈恋爱。这一季收官了，下一季什么时候开始的？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想看他们后续生活的？我出资2年 VIP 继续看他们的后续，加我一个，我也要看他们的后续生活。因为这是一个直播项目，很多东西都是提前安排的，
幕后工作人员看到了网友的留言，私下联系了正在收拾行李的小屋众人。单身的几个人表示自己要回去好好生活，寻找适合自己的人选，就不再继续参加录制了。不过这个影响不大，大家本来就是要看已经成功的 CP。子涵和高兴还在楼上收拾东西。孟云帆看子涵的意思，他没有任何意见。最想继续参加节目的就是小猪了，毕竟他刚刚表白成功，还没有来得及恋爱，如果分开的话，小猪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第156章，再见了，喜欢你小屋。小猪特别想再延长2天，以便增加和高兴的感情。他1分钟都不愿意等，直接跑到楼上问高兴的意见。小猪一脸期盼的眼神看着高兴，高兴咬紧嘴唇，犹豫了3秒之后，使劲的点头，可以。小猪高兴的跳了起来，他想上前抱抱自己的女朋友，但是在镜头面前忍住了，他只好跑下楼抱抱旁边的孟云帆。兄弟，我好开心。孟云帆使劲的把他从身上扒拉下来，我知道，你放开我。几位女生从楼上看他们2个人在那里打闹，相视一眼都笑了。高兴不着痕迹的往子涵走近了2步，小声问，你们也去吧。子涵，我看云帆怎么安排。旁边的小马就直接喊了起来，云帆，子涵想再继续录制，他问问你愿不愿意。听到这话的小猪比陆云帆还高兴，愿意，他愿意，我替他答应了。孟云帆无奈的看看这群损友，我可以。就这样，孟云帆、子涵、小猪、高兴4人决定继续参加录制。得到这一消息的网友们都很开心，哈哈，果然努力还是有结果的，他们真的实在超爱，很期待这些牵手成功的人接下来会做什么。上恋综这么久，第一次看到在牵手成功之后的后续，这一期恋综的售后真心不错。网友们再期待也只能明天进行拍摄了，因为这一天酒会之后大家都很累了，而且节目组要规划一下继续拍摄的内容。趁这个时间，小屋的嘉宾有其他安排的都开始做自己的安排。杨毅在今天晚上就离开了小屋，老张在清晨的时候带着自己的行李驾车离开了。第二天早上8点，直播间正式开启。这个时候，大家就看到孟云帆和子涵他们拎着行李向着大巴车的方向走去，而紧跟着他们后面的是小猪和高兴，他们4个人踏上了新的旅程。张绍刚介绍，在大家的要求之下，我们会加拍几天，而在接下来的这几天，我们将以旅游的形式进行直播。之前的时候我就说过，有的时候会有很多突发状况，这个时候更能够看出一个人的人品和性格。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小屋 CP 成员的甜蜜旅行吧。弹幕：昨天告白，今天旅行，是我想的太多吗？哈哈，我也把这当成他们的蜜月旅行来看。这么一解释，我就懂了。一大早这么多人陪我一起看他们蜜月旅行呀，我又要相信爱情了。不知道他们这次要去的地方是哪里？孟云帆他们4个人坐在车上，他们也很期待这次的旅行。小猪问，我们去长白山能不能泡温泉？那里那么冷。孟云帆，可以泡。高兴，那里有温泉吗？孟云帆，有的，而且很出名。小猪有点担心地说，主要我和高兴2个南方人从来没有去过北方，不知道能不能受的。孟云帆，哈哈，去了就知道了。子涵突然说，我也是南方人。孟云帆，没事，有我在。子涵点头，头轻轻地靠在了云帆肩膀。小猪看看高兴，他也希望高兴能够把自己当作依靠，可惜高兴明显没有这个意思，他只能放弃。弹幕：我终于知道小猪为什么非要拉上云帆了，就是想借鉴一下。想法是好的，毕竟紫云 CP 始终都坚定地认定对方真的很好磕。可惜啊，幸运猪的感情线就是稍微复杂一点。这边他们朝着目标前进，另一边的小屋里，小马终于出现了。他把自己的行李搬到1楼，然后又上了3楼。他把所有的东西收拾归位，并且拍照留念，甚至厨房的餐具、沙发上的毯子，他都把摆放整齐了。最后，他好好的跟小屋做了告别。感谢你，喜欢你小屋。感谢在这里遇到的每一个人，遇到的每一件事。感谢大家，让我能够认识到真正的自己，并且破茧而出。以后我会好好生活的。再见了，喜欢你小屋。弹幕：马姐干嘛这样，害得我都想哭。马姐，开始因为你的一些行为对你有些偏见，对不起。还是喜欢那个搞笑直爽的小马，喜欢你最初的模样，当然现在的你也很美。小马加油，勇敢做自己。小马拖着行李离开了喜欢你小屋，在小屋大门里关上的那一刻，所有人才真切地感觉到关于小屋的一切真的结束了。喜欢你，再见。我们下一个恋综再见。哈哈，喜欢看恋综的永远都是同一批人，我们下一期见。先别走啊，还有2对 CP 的番外呢。对，在这孤单的日子里，还好有他们的售后。哈哈，这一期恋综真的太多名场面，前面的不说，光售后这一块就是能够记入史册的一期。
孟云帆他们大多数都在路上，网友们看着他们在车上打发时间，吃吃喝喝，唱歌闲聊，也很有趣。毕竟这才是大多数人的日常啊。终于在傍晚时分，他们到达了预定的酒店。他们办理了入住，孟云帆和小猪在一起，2位女生住一起。弹幕：这一路上2对 CP 互动好好的，怎么到酒店就见外了？我也以为情侣住一起，能要求他们情侣住一间房吗？子涵和高兴估计不乐意，可是我们乐意看呀。你想的太多了，即使他们住一起晚上也不会给我们。他们一起最多才认识21天，住一起好像不合适。其实网友们也就闹说说，如果真住一起，肯定也会有很多闲言碎语。而且房间对他们来说只是休息的地方，因为他们把行李放到房间之后，就出来感受北国风光了。现在南边已经春暖花开，可是这边依旧冰天雪地。几个南方人对北方的房屋设计以及整个格局都充满了好奇。孟云帆就带着他们一起参观这边酒店的布局。这里的庭院和南边的小桥流水不一样，北方的庭院大开大合，而且有很浓厚的生活气息。南方居民都是一边看一边感叹。院子里有人工温泉，还取了一个很接地气的名字——铁锅炖自己。刚到北方的南边人，小猪有点跃跃欲试。我们要不要试试这个？孟帆拦住了他，这个是人工温泉，南方也有。明天我们去天池那边泡天然温泉。小猪，那行，那明天去泡天然温泉。他们简单的吃过饭之后，又看了其他地方的布置，才回屋休息。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就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出门了。看着外面的北国风光，我们出发去天池。孟云帆给大家带路。一路上，小猪就像是脱缰的野马一样，这里好好看，高兴过来我帮你拍照。这里好壮观，高兴快来看。高兴，你看。云帆，你帮我和高兴拍照。莫云帆看着他高兴的样子，无奈的摇头，这小子怎么越活越回去了？子涵说，大概是高兴吧。网友看到这一幕都要笑死了，给人感觉父母带了一对姐弟，弟弟太调皮了。这么一说，还真羡慕那么一回事。哈哈，小猪就是那个调皮的熊孩子。孟云帆和子涵2人边走边看风景，本来也挺好的。玩嗨了的小猪喊他：云帆，快点，前面更加壮。孟云帆看着子涵，你想不想也像他们一样跑一跑？子涵点头。孟云帆，那还等什么？我们跑吧。说着，他就拉着子涵跑了起来，在雪地里奔跑嬉闹，一片美好的样子。他们踏过了茫茫白雪，走过了无数条蜿蜒的小路，看到了瀑布，终于登上了天池最高点。北风呼呼地吹在人身上，每个人都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威力。孟玉涵把子涵搂在怀里，用手拉住他的帽子，捂住他的耳朵，只为给他遮风挡雨。旁边的小猪有样学样，高兴虽然有点不太想这样秀恩爱，但是这里真的太冷了，还是小猪的臂膀更加有温度。孟云帆顶着子涵的脸大声说：徐子涵。子涵，我在。孟云帆问：这一次我们来了长白山，看了天池，下次还想去哪里？子涵：去看大草原。孟云帆：好，还想去哪？子涵：想去看沙漠。孟云帆：好，还有吗？子涵：想去看大海。孟云帆：好，想去的地方我都带你去，我们一起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子涵：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一起在祖国各地留下我们的印记。孟云帆和子涵2人拥吻在一起，小猪也轻轻地吻在了高兴的额头。弹幕：在这里告白一定很难忘吧？这里也太偶像剧了。紫云 CP 实在太强了，把小猪都搞不会了。哈哈，小猪干什么都慢人一步。云帆告白，亲吻额头，小猪牵手，云帆亲吻，小猪吻额头。这段值得反复观看。这个世界不能没有恋综。至此，整个直播全部结束。张绍刚说，这一期的嘉宾为我们制造了很多经典名场面，希望观看节目的朋友们能够找到自己的真爱，永远的走下去。我们下一期再见。第157章番外婚礼。1年后，一望无际的大海边，一块礁石上写着天涯海角4个大字，而更引人注目的是人们欢乐的笑声。原来是有新人正在繁华的沙滩上举行婚礼，这里宾客满棚，他们一边感叹这场婚礼的豪华，一边感叹这对新人的浪漫。在主持人一番慷慨激昂的介绍之下，大家都知道了这位气宇轩昂的新郎是孟云帆，而身穿着洁白婚纱，笑脸盈盈的自然是徐子涵。而后面的大屏幕上播放的是他们这一年游历祖国大好河山留下的影像，当然还有很多朋友的祝福。梳着板正发型的老张，他的祝福语像他的人一样简单，祝云帆子涵早生贵子百年好。而这一年的杨毅变化最大，五官还是那个五官，但是可以看出他眼角眉梢都带着平和的笑。杨毅的祝福同样真诚。到了小猪这里，风格骤变。Hello， 大家好，
我是朱小俊，很高兴能参加与孟云帆和徐子涵的婚礼。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在小猪喋喋不休的话语中，大家都捧腹大笑。旁边有一个靓丽的女孩子拉了他的胳膊，他立马话锋一转，祝2位新人永远开心幸福。旁边的女子自然是高兴，很高兴参加2位新人的婚礼，祝你们幸福美满每一天。搞笑女小马在这个场合难得的正经起来，云帆子涵，看你们一路走来，真心的为你们感到高兴，你们要一直走下去哦。所有的亲友主持完毕之后，终于到了求婚环节。孟云帆，这一年我们经历了很多，有欢笑也有泪水，但是我相信在往后的每一年都会过得比今年更精彩。徐子涵，你愿意嫁给我吗？新郎孟云帆单膝跪地，新娘徐子涵泪眼婆娑地伸出了右手，我愿意。2人在大家的祝福下亲吻。到了扔手捧花的环节，徐子涵背朝大家，把花往空中一抛，花束掉落下来，被一个阳光帅气的男孩接住了。他把花送给旁边的女生，高兴，我希望下一次举办婚礼的是我们，你愿意做我的新娘吗？高兴点头，我愿意。孟云帆调侃，借用我婚礼现场的仪式来求婚，这也太没有诚意。小马拱火，是呀，求婚这么神圣的时候，当然要有自己的仪式。小猪，这个我早有准备。他说完这话，手一挥，瞬间来了7、8个小伙子，都是他们羽毛球队的队员。他们先在外围铺了一层烟花，然后围着小猪和高兴摆了一个心形的鲜花群。最后，他们又拿着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礼炮，几个人一起大吼1、2、3，鞭炮声、礼炮声瞬间在海滩上响了起来。大家一起起哄，高兴嫁给他，嫁给他！孟云帆大喊：“这是我的婚礼！”朱小俊：“是啊，所以趁你婚礼结束，我才求婚的。”孟云帆：“你小子别跑呀！我又不傻，干嘛不跑？”眼看着朱小俊拉着高兴在沙滩上狂奔，徐子涵笑着说：“我觉得这样很好，大家都很快乐。他们真的太贪玩了。”孟云帆：“我们去敬酒。”徐子涵：“好。”这边孟云帆和子涵在接受大家的祝福，另一边小猪和高兴在海边拥吻，他们的故事一直在延续。